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朦胧中，方修睁开惺忪的睡眼，洁白的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血色文字刺入眼帘。他双目无神，瞳孔微微涣散，一脸刚睡醒的懵逼之色。可下一秒，他的瞳孔骤然收缩，整个人犹如惊弓之鸟一般，腾的一声从床上惊醒，整个人直接坐了起来。方修抬着头，一脸惊骇错愕地看着满天花板的血色文字，那嫣红如血的字体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天花板，字体歪七扭八，犹如一只只鲜活扭动的蝌蚪，充满了怪诞之感。怎么回事？谁在我家天花板上写的字？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方修下意识地读出了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血色文字，然而下一秒，那遍布天花板的血色文字竟然凭空消失了，消失得十分突兀，就仿佛它从未出现过。方修不可置信地使劲揉了揉眼睛，然后再度抬头去看，结果无论他如何尝试，却根本看不到任何血色文字，只有一片洁白的天花板。如此诡异的事情让方修莫名的有些心悸，他的心脏跳得很快。无论是幻觉还是真实，方修此刻都只想赶紧离开卧室，出去透透气。可是就在他刚要离开床铺时，眼睛下意识地看向四周，整个人却猛地僵住，如遭雷击。方修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陌生的房间，书桌、电脑、衣柜、床铺，无论什么事物，他都感到无比的陌生。他可以肯定，这绝不是自己的卧室，这到底是哪里？方修不可置信的呢喃。然而下一秒，一股杂乱陌生的记忆涌上脑海，让他微微失神。我这是穿越了？身体的原主人也叫方修，与穿越而来的方修一样是孤儿，年龄相仿，样貌近乎一模一样，与古天乐一般平平无奇。可就算是穿越了，那刚刚的血色文字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一道温柔女声自卧室之外响起：“老公，该吃早餐了。”方修猛地一怔，老公。他赶忙回忆关于老婆的记忆，但下一秒思绪却直接被打断，只因一道身穿白色吊带丝绸睡裙的倩影已然映入眼帘。见到老婆的第一眼，方修的眼睛下意识张大，微微失神。看多了短视频上的美颜美女，方修自认为对于美女的抗性已经很高，但见到老婆时，第一反应除了惊艳，还特么是惊艳。一身洁白的吊带丝绸制睡裙，质地柔软，十分贴合，勾勒出完美且引人遐想的曲线。睡裙很短，紧紧包裹住那抹浑圆，一双白嫩的大长腿暴露在空气中，微微泛着冷白的光泽，宛若世上最珍贵的羊脂白玉。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白皙，而是冷白，俗称冷白皮，白皙到冷色调，肉眼看起来有种微微粉红的底色。冷白的香肩之上紧紧挂着两根纤细白色吊带，天鹅般的脖颈，精致美丽的锁骨全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拥有这般精致完美的身材，就算顶着一张60分的脸，也足以称得上是美女。可她的脸却不止60分，如果让方修来打分，那他打99分，少一分是怕对方骄傲。那是一张近乎将女性温婉柔美诠释得淋漓尽致的容颜。秋水一般的眸子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方修，脸上还带着温柔的微笑，那笑容十分治愈，仿佛能抚平内心的一切创伤。方修此刻突然觉得穿越也不错，至少不穿越的话，他这辈子也找不到这么漂亮温柔的老婆。老公，你醒了，该吃早餐了。老婆脸上带着如水的温柔，再度柔声说道。方修赶忙就要答应，毕竟与人交谈时2秒之内做不出反应，就会显得很睿智。此时他正在搜索关于老婆的记忆，然而惊悚的事情发生了，他记忆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怎么可能啊？老婆很有耐心，脸上依旧挂着温柔如水的笑容，只是古怪的是，她的笑容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配上那冷白的皮肤，竟给人一种死物的错觉，就仿佛一个白皙精致的瓷器上刻着一张美人脸。你是谁？方修有些艰难地开口。随着这句话的问出，老婆的笑容变了，她眼眸中爆发出巨大的惊喜，原本温柔的笑容竟夸张地放大，以至于嘴角咧出一个惊人的弧度。你看得见我？蕴含压抑狂喜的声音从老婆口中发出，瞬间，方修如坠冰窟，他的大脑一时间很混乱，他想理清思路，然而老婆却根本没给机会。咔嚓，瓷器碎裂的声音不断传来，只见老婆那精致冷白的皮肤竟不断地产生开裂，眨眼之间，无数密密麻麻的黑色裂痕遍布全身，整个人仿佛被摔碎的瓷器。在那黑色裂痕中响起了流水的声音，嫣红的血液如蠕动的虫子一般从缝隙中钻了出来。老婆那柔顺的长发开始活动，好似一条条扭曲的黑蛇在空气中狂舞。你看得见我？非人一般的吼声从老婆口中发出。此时她的樱桃小嘴已经咧到了耳朵根，平整的牙齿呈锯齿状，而嘴的里面竟然还套嵌着一张嘴，就仿佛喉咙中长了一张嘴似的。恐惧如潮水般袭来，瞬间涌遍方修全身，他的身体不可避免的僵直，大脑死机，一片空白。下一刻，死亡的阴影如期而至，一张血盆大口朝方修的头颅笼罩。方修眼前一黑，冰冷滑腻，窒息之感涌现，他的头颅被老婆吃进了嘴里。方修，足！无头的尸体没有第一时间倒下，脖颈处迸发出大量鲜血，喷泉一般浸湿了床单。然而下一秒，四周的时空犹如玻璃一般开始破碎，所有的一切重归虚无。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洁白的天花板上似乎被人咬破手指，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血字。睡梦中的方修猛然惊醒，腾的一声从床上坐了起来，冷汗布满他的额头，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神中满是惊惧。怎么回事？我不是死了吗？难道刚刚是在做梦？方修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文字，就在他的注视之下，血色文字突兀消失，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擦掉了，又消失了。那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的含义是不能让老婆知道自己可以看见她，要当老婆不存在。这时，一道温柔似水的女声已然从卧室之外传来：“老公，该吃早餐了。”声音是那般温柔，
还带着些许含情脉脉，给人以无限遐想。然而带给方修的只有恐惧，无尽的恐惧。他下意识想逃，却逃不掉，因为老婆已经走进卧室，依旧是一袭白色吊带睡裙，冷白的皮肤足以温柔岁月笑容。老公，你醒了，该吃早餐了。老婆温柔地笑着，他强忍着恐惧，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被子，企图按照血字提示装作看不见老婆。可谁知老婆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朝方修裤当初弯下那纤细的腰，待脸部快要碰触到裤裆处的被子时，她才向上转头，对着方修温柔地笑着。一时间四目相对，空气凝固。下一秒，只见老婆的眼中爆发出一道骇人的惊喜之色，脸上温柔的笑容瞬间狰狞。你看得见我？方修再一次变成了无头的尸体。方修又一次从床上弹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操，这该死的贱人！又一次的死亡让他在恐惧之余，心中有升起一丝愤怒。我死了，又活了，死亡回荡，无限循环。每次死亡之后，回到最初的原点，类似游戏中的存档。刚刚低头不看他却主动凑过来，这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想。这说明他必须确认我能看见之后才会动手。方修的大脑飞速运转。这时，一道温柔女声再次出现：“老公，该吃早餐了。”带着温柔笑意的老婆缓缓走入卧室内。这次，方修直接拿出手机，开始假装玩手机，刷起了短视频，看起了黑 SI 小姐姐，但往日十分擦边的舞蹈，此时却无法引起他丝毫的兴趣，背后早已被冷汗打湿。老公，你怎么当着我的面看别的女人啊？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我喜欢你妈！方修心中破口大骂。老公，我记得你不是近视眼啊，为什么把手机放得这么近？你是不是看得见我呀？方修瞬间一惊，难道做出异常的举动也不行？不过，老婆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并没有直接动嘴，这让方修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当他翻到下一个视频时，视线却骤然一僵，因为下一个视频中的小姐姐竟然是老婆。视频中的老婆笑颜如花，温柔似水。老公，我好看吗？方修的瞳孔骤然收缩，视线不受控制地落在老婆的脸上。你看得见我？我去你妈的！方修惊怒交加，直接将手机扔了出去，撞在墙上，摔了个粉碎。但一旁的老婆却凑了过来，面容狰狞，皮肤开裂，口中不断重复呢喃：“你看得见我？你看得见我？我看见你妈！”方修怒吼一声，一拳朝老婆开裂的脸庞狠狠打去。他从不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打老婆的男人，并且一直很讨厌这种行为。但人生就是如此，人总会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一拳打出，方修痛呼一声，他的手好像打在了一堵墙上，直接骨折。而老婆却丝毫无损，眼神中带着疯狂的贪婪，根本不给方修任何反应时间，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断他的生机。再度醒来的方修已经失去了理智，上次死亡的惨状根本让他无法冷静，因为实在太痛了。操！贱人贱人贱人！方修疯了一般破口大骂：“老公，该吃早餐了，我吃你妈！老子特么弄死你！你看得见我？给老子滚！”方修对着老婆发起了冲锋，像极了冲向老虎的绵羊。结果自然毫无意外，他又死了，并且死得很惨。第四次，经历了破罐破摔之后，方修冷静了下来。这次他选择闭上眼睛。老公，该吃早餐了。方修无视，依旧闭着眼睛，仿佛还在睡眠。老公，还没睡醒吗？太阳公公晒屁股了。老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方修不难想象，此刻一位美丽温柔、穿着白色睡裙的女子正蹲在床边，一脸宠溺地盯着自己的侧颜，甚至她可能还一手托着光洁白皙的下巴，微微歪着头，精致的脸上带着些许的无奈。老婆又尝试了几次，见方修仍在熟睡，便没有声息。走了吗？该死的贱人，走路没声吗？方修根本不敢睁眼去看，他决定等。难道他没有确认自己能看见他时无法进行肢体接触吗？这是为什么？方修此时越发理解，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这句话的含义了。难得的安静，方修并没有闲着，而是开始思考，他们到底是什么？天花板上的血色文字是谁写的？为什么自己看到之后就诡异消失了？为什么自己能不断死亡回荡？信息太少，根本无法推断。他尝试全盘接收身体原主人的记忆，企图从中获得蛛丝马迹。1个小时过去了，这是方修存活最长的一次，他也整理完了记忆，同时还得出一个结论：我的老婆是指鬼。这时，方修有点想睁开眼睛了，不是他没有耐心，实在是膀胱已经快到极限了。方修试探性的将眼睛张开一条缝，视线十分模糊，被浓密的睫毛遮挡，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没有，眼前好像什么都没有，透过睫毛映入眼帘的仅有天花板的洁白。方修心中一喜，以一种十分缓慢的速度缓缓张开双眼。呼，他松了一口气。正当他缓缓起身，双脚刚碰触到地板之时，那道如梦魇般的温柔女声赫然从他身后响起：“老公，你醒了呀！”方修瞬间头皮炸开，毛骨悚然，如触电般下意识回头，一眼看去，全身的血液近乎凝滞，呼吸骤然停止。只见他刚刚躺过的枕头上，竟镶嵌着一张白皙的美人脸。那美人脸上带着温柔似水的笑意，含情脉脉地看着惊惧的方修。正是老婆。老婆似乎没有实体一般，整个人躺在床上，犹如躺在水中，仅仅露着一张脸，全身都被床覆盖。卧槽！方修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景象吓了一跳，整个人几乎跳了起来。他千防万防，生怕被老婆吓到，但却万万没想到，对方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竟然在自己身下。什么时候？难道自己躺在床上2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身下一直压着老婆？我把老婆压在身下2小时。这个念头一经出现，无边的恐惧疯狂蔓延至方修全身。你看得见我？第5次，方修已经彻底明白了，想要活下去，
唯有无视老婆，不然永远无法走出家门。老公，该吃早餐了。方修充耳不闻，双目无神的起身下床，然后朝卧室门口走去。老婆就堵在卧室门口，方修丝毫不为之所动，仿佛没看到一般，径直的朝老婆撞去。想象中的碰撞没有发生，方修仿佛从一团空气之中穿过，毫无阻碍。很快，他成功走出了卧室，但老婆似乎根本不打算放过他，犹如俏皮的蝴蝶一般，不断的在方修面前闪过。然后方修死了，死于演技不精，死于无法克服本能反应。第6次，方修面无表情，成功走出了卧室。他没有一瞬间夺门而出，怕举动异常引起怀疑，而是打算先去趟厕所。老婆似乎很害羞，并没有跟着一起上厕所。正当方修松了一口气，开始释放时，一颗美人头从马桶口缓缓伸出。方修又死了。第7次、第8次、第9次、第10次，方修已经死到绝望，死到麻木，死到崩溃。无论再怎么样，也根本无法克服本能反应。老婆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突然出现，以至于视线不由自主的动荡。有一次，甚至从方修的胸前钻了出来。直接逃跑也不行，反常的举动会直接刺激老婆变身。多次的死亡让方修一直紧绷的神经彻底崩开，仿佛他命中注定一般，注定了要死在老婆手中。第11次、第12次、第13次，老公，该吃早餐了。嘿嘿，老婆真好。方修疯了，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彻底变得不正常，由原来的理智清醒变得疯癫混乱。死亡的循环还在继续。当一个人被刺激源刺激到发疯，然后在他发疯之后依旧同样刺激他，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第18次，方修平静地躺在床上，如果不是那微不可察的呼吸以及心脏本能的跳动，他简直宛若一具尸体。如果此时有人能看到他的眼睛，那么就会惊悚地发现，那根本不是一双活人的眼睛，眼中满是死寂，如同一潭死水，在其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属于人类的情绪。平静之下隐藏着难以想象、压抑到极致的疯狂，以及足以点燃全身血液的仇恨。那疯狂的仇恨火焰正在熊熊燃烧，那是对老婆的恨意，对被杀18次的滔天恨意。多次的死亡让他陷入疯狂，可最后滔天的恨意又生生在疯狂之中将他的理智拉了回来。可以说，对老婆的仇恨重塑了他的理智。蓦地，方修平静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口中无意识的呢喃：死死死，你该死！只要我活着，你就一定的死。他的声音低沉平静，听不出丝毫情绪波动，用最平静的声音说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老公，该吃早餐了。老婆温柔的声音适时响起。方修宛若未闻，起身穿鞋下床，径直地穿过老婆的身体，然后开始上厕所、洗漱、换衣服。这期间，老婆一如既往地进行干扰，但从始至终，方修的眼神从未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变化，就如同真的看不见了一般。吃完早餐，方修径直地朝房门走去，他要离开这里，去外面探究有关老婆的线索，去寻找这个世界的异常，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报仇。正当他把手放在门把手之上时，老婆美丽的脸庞镶嵌在了门上，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老公，不要出门好不好？能不能留在家里陪陪我？咔嚓，门把手被拧下，方修平静地走出房门。砰，大门被重重地关上，老婆并没有跟着出来。历经18次死亡，方修终于成功走了房门，但他心中却没有丝毫劫后余生的喜悦。他现在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报仇。除了报仇，还他妈是报仇！没有人能杀了我18次之后还逍遥法外，没有人。很快，走过昏暗破旧的楼道，单元门出现在方修眼前。他缓缓推开单元门，明亮温暖的阳光从门缝中透过，并随着门的开启，不断地填满昏暗的楼道，仿佛门外是一处阳光温暖的世界。阳光打在方修身上，暖洋洋的。他一步踏出，投身外面的阳光世界。随后，方修整个人僵在原地，血液近乎凝结。此刻，全身被阳光包裹的他，再也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目光失神地看着外界，口中下意识的呢喃：这是地狱吗？街道上、天空上，无数狰狞恐怖的诡异生物林立，放眼望去，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竟一眼望不到边。仿佛这是诡异的世界，人类才是异类。全身被黑影包裹，没有五官的人形生物在大街上行走，足以与高楼大厦比肩的无头巨人在大楼间穿梭。浑身被剥去皮肤的血人漂浮在半空的巨大无眼头颅下，脖子下连接着无数根猩红触手，还有无数形态各异、身体畸形、面容狰狞、宛若厉鬼的生物，如蒲公英般肆意飘荡。但这些诡异与穹顶之上的诡异相比，却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穹顶之上，一双巨大的洁白翅膀遮天蔽日，那翅膀洁白到圣洁，宛若天使的翅膀。但这双翅膀却连接在一颗满是血丝肉瘤的独眼之上，那颗独眼仿佛比太阳还要大，散发着诡异的红光，压抑、禁忌、不祥。在远方的天空中，还站立着一位身穿红色喜服，胸前绣着一个大大的喜字，身材苗条纤细的新娘子。她双手素白，十分端庄地叠在身前，听上去似乎很正常，可这新娘子却顶着一颗兔头。除了这两位以外，还有一些更加畸形难以名状的诡异。灰白色的年华巨体，浑身长满密密麻麻的眼球，那些眼球在不断如气泡般破灭，破灭后又会有新的眼球从血肉中长出，往复循环。通体漆黑，老相庄严，但头上长满肉瘤的佛头。无形物质内有无数人脸嘶吼的黑雾，巨大且阴森的泥胎神像，每一位都十分的禁忌恐怖且无法理解。这一刻，他好像听到了无数充斥着邪恶堕落的呓语，那不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包含足以让人发疯的污染。这些诡异虽然十分骇人，但却不足以让他心神崩溃，反而让他的灵魂更加扭曲且疯狂，亦或者说，他的心神本就一直处于崩溃状态，这些精神污染对他来说反而像是一种洗礼。哈哈哈哈！方修突然抑制不住的大笑，
只是他的笑声极度扭曲压抑，仿佛是硬生生从喉咙中挤出来的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满世界的诡异，他就是想笑，止不住的笑。他不想被诡异发现异常，所以捂住了嘴，但扭曲的笑声依旧抑制不住的从指缝中溢出，于是只能低下了头，白皙的脸庞被垂下的阴影遮盖，但却遮盖不住那双炙热疯狂的眸子。有意思，这个世界真是太有意思了。叔叔，你怎么了？那是一个4、5岁左右，绑着2个羊角辫，吃棒棒糖的小女孩。我没事，小妹妹，还有要叫哥哥哦。方修伸出了手，想要摸摸眼前这位可爱小女孩的小脑袋瓜。曾几何时，他也曾幻想过以后生一个可爱的女儿。然而，小女孩的下一句话却让他的手直接僵在了半空。你看得见我？小女孩脸上的天真无邪瞬间消失，露出了与老婆一模一样的压抑疯狂的惊喜之色。方修微微一愣，随即再度止不住的狂笑起来。哈哈哈，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这次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啪！他将手重重的按在小女孩的头上，用力的揉了揉对方的头发。但下一刻，他的手就被弹开了，因为小女孩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膨胀，原本矮小的身躯犹如吹气球一般，无数猩红的血肉喷涌而出，不断的从体内挤出。眨眼间，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就变成了一位2米多高的血肉诡异，仿佛一座肉山，由无数裸露的血肉组成，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血管。2根羊角辫变成了2根粗壮黝黑的犄角，手中的棒棒糖也变成了一根白骨大棒，似乎是某种不知名生物的腿骨。你看得见我？小女孩疯狂嘶吼。方修大笑着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光芒似乎比眼前的诡异还要疯狂。比起你之前的样子，我还是更喜欢你现在，因为这样以后杀起来就不会有任何负担。小女孩嘶吼着举起了手中1人多高的白骨大棒，大棒垂下的阴影将方修全部笼罩，犹如死亡的阴影一般。而方修依旧在笑。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笑，因为如你这般的诡异实在是太多了，多到让我兴奋，多到让我丝毫不担心以后不够杀。哈哈，你们都得死！砰！白骨大棒重重落下，方修被直接砸成了一团肉泥。方修再度从睡眠中醒来，他脸上的疯狂之色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死水般的平静。他重复着之前的操作，穿衣、洗漱、上厕所、吃饭，然后离开家门。他再次看到了漫天的诡异生物，以及那个吃着棒棒糖的可爱小女孩。无视一切，走出小区，来到了街道上。街道上的行人很多，车水马龙，人们匆匆忙忙，忙着上班或者上学，全然无视满大街的诡异。有些人的肩膀上甚至趴着人头蛇一般的诡异，但他们丝毫不自知，还和周围人有说有笑的交谈。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幸福。方修在街边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打算在大街上转转，好好观察一下这些诡异。想要杀死他们，就必须先了解他们。当然了，所谓的观察并不是盯着诡异看，一旦被察觉，那就只能死亡回荡了。方修只能装作闲逛的样子，四处观察。他想看看是不是到处都是诡异，以及诡异是否有源头。叮！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响起，方修停下车子，拿出了手机，是工作群的消息。经理吴大海正在 edit 他。方修，都几点了，还不来上班？这是你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还想不想要了？一上来便是3连问，语气咄咄逼人，压迫感十足，仿佛领导在你面前质问。要是原来的方修，此时早已诚惶诚恐的道歉了。但现在，方修实在懒得搭理这些俗事。在这如同地狱一般的世界，他只想探求世间真相，然后报仇。安安稳稳的上班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试想一下，每天要装作看不见身边的诡异，时刻谨小慎微，稍不留神就会被吃。这种状态下，活着已经足够艰难，更别说上班了。正当他打算关闭群聊，不去理会这些俗事之时，却突然想到了自己银行卡上3位数的余额。想探究这个世界的真相，几百块肯定是不够的，总不能骑着共享单车四处转。这个城市可能到处是诡异，但其他城市不见得如此，需要坐高铁甚至飞机，这都需要钱。前身似乎还有一笔提成没发，如果获得那笔提成，应该足够支撑一段时间了。一念至此，方修决定再去一趟公司辞职，然后要回自己的提成。其实他有想过利用死亡回荡的能力去中大奖，但想想还是算了，没那个命。另外，没有特殊情况，他真的不想再死了。死亡的感觉确实很让人讨厌，哪怕他已经死了很多次。方修所在的城市名为绿藤市，而他的公司则是在绿藤市开发区，那里有一处名为白柳书院的别墅区，他就在白柳书院售楼处当销售。半年前曾卖出一套别墅，但提成一直没发。于是方修开始在工作群里编辑信息：我辞职了，下午我会去售楼处找你结算上次的提成。编辑完成，点击发送。方修的话很直白，并未有过多的客套，如同刚步入社会的愣头青，很容易得罪人。但他不在乎，懒得去理那些人情世故，只是为了追求高效，不想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他只想尽快解决这些俗事，然后去办自己的事。随着他的信息发送，群里直接炸开了锅。吴经理更是疯狂 at 方修，你什么意思？我上次不是说了吗？提成年底就发，你要是现在辞职，提成你1分钱都拿不到。方修随意的扫视了一眼，并未回复，而是直接关闭群聊。随后骑着共享单车直奔白柳书院。他家距离白柳书院很远，坐公交车需要2个小时，但他丝毫不着急，打算好好观察一下这座城市。方修骑得很慢，似乎是在闲逛，但他的心神却全部集中在四周的诡异身上。随着他越骑越远，见到的诡异种类也越来越多，千奇百怪，各有不同。渐渐的，他也发现了一点规律，这些诡异能看见人类，但人类看不见他们。诡异大致分2类，一类诡异没有理智，长相怪异狰狞，只知道疯狂咆哮或不断的去攻击四周的人类，但却如同空气一般，根本无法对周围的事物造成丝毫影响。
还有就是一些类人形的诡异会装作你的同事、同学、亲人等等，在你身边陪伴，与你聊天说话。当然，人类根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到他们说话。很显然，老婆就是这第二类的诡异。第二类的诡异很有特点，他们大多与人类相似，甚至有些从外表看上去就是人类。他们似乎企图融入你的生活，即便人看不见听不见他们，就如同一个局外人，可他们依旧努力陪在你身边。这让方修很是疑惑，为什么这类诡异执着于角色扮演，明明无法影响到现实，却坚持不懈地陪伴在人的身边？回想老婆的种种所作所为，方修心中有了猜想。这些诡异在试探人类是否能够看到他们，毕竟只要能够看到他们便可以攻击。不对，方修瞬间否定了自己的猜想。试探应该只是一方面，正常来说，诡异在试探完人类真的看不见之后，应当换下一个目标去试探别人才对，毕竟这样效率才最高。可是老婆失败之后并没有离开，不止老婆，一路上方修看到了许多类人形诡异，他们都是死缠着一个人，即便那人听不见，也拼命和那人说话。这到底是为什么？蓦地，方修脑海中灵光乍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涌现：他们在融入人类的生活。没错，一定是这样，要不然老婆为什么要角色扮演？诡异如果想试探人类能否看见，完全可以通过恐吓，比如突然出现之类，而非角色扮演。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企图融入人类的生活。那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从结果开始推，诡异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吃人，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吃人做准备。难道融入生活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接触到人类？诡异的状态似乎是虚幻的，人类看不见他们时，他们就是虚幻的，只有双方都确认能看到之后，诡异才会由虚转实。为什么一定要看见呢？不对，或许听见也行。自己能看见、听见诡异，其他人则是无法听也无法看。听见、看见都代表着信息。诡异确定人类能接收到自身信息之后，双方便可以接触。所以，诡异融入人类生活，应该是为了让人类接收到信息，也可以叫做感知到自己的存在。融入生活定然能加速这一过程，不然诡异没必要这么做。这时，方修猛然间意识到，或许一些人的幻听、眼花可能根本不是错觉。有些人可能在不经意间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或者听到有人在说话，但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时，极有可能是诡异在融入你的生活。当它融入的程度越高，时间越久，人类便可能在不经意间偶尔接收到一些信号，而信号接收的越来越多，诡异现身的几率也会随之增高。所以千万不要回应。方修思索间，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他随便找了个拉面馆，吃了一碗拉面，便继续启程了。他要观察更多的诡异，发现更多的真相。很快，时间来到了下午，此时已经黄昏，昏暗的阳光打在绿藤市，仿佛整座城市都蒙上了一层阴霾，而城市中的诡异也越发模糊狰狞。终于，方修来到了白柳书院附近。白柳书院是一片豪华的别墅区，虽然地方比较偏僻，四周街道空荡荡的，不见行人，但依旧不能掩盖其寸土寸金的价格。别墅主打的就是豪华清幽，方便金屋藏娇或者开点地下会所之类。能在这里买得起房的，大多都是豪车司机接送，这点距离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反而更加看重这里的清幽。方修骑着共享单车在幽静的林荫路上，两侧的绿化很好，树木成荫，花草丛生，被修剪成各式各样的精美造型。这是白柳书院开发商花大价钱修缮的，因为这条路是通向书院的主路，路的尽头便是白柳书院。可能是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人烟稀少，就连附近的诡异都比较少，零零星星三两只。方修穿过这条主路，骤然间他停在了原地，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建筑，平静的眸底有暗流涌动。白柳书院不见了，曾经风景秀丽、整齐豪华的一大片别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竟是一座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占地很广，有着数栋建筑，建筑之间有天桥连接，墙体破旧，许多地方漆皮掉落，仿佛废弃许久一般，整体透露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门口的牌子已经倾斜，灰尘密布，但仍能看清名字：青山精神病院。方修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眼前的精神病院，他很清楚自己并没有走错路，这里原来就是白柳书院，而非什么青山精神病院。又是诡异吗？与之前的活体诡异不同，这次竟然是一座精神病院，还是说这座精神病院也是诡异搞出来的？方修起了探究的心思，他一路走来，第一次见到这般景象，直觉告诉他，这里面很可能蕴含着某些关于诡异的隐秘。随即，方修放下自行车，打开了手机。之前他将手机关机了，因为经理吴大海一直电话骚扰，他嫌麻烦，所以就关机了。打开手机一看，来自吴大海的未接13个，还有3个未接是赵浩。赵浩是方修的同事，平日里两人关系最好。想了想，方修拨通了赵浩的电话。嘟嘟嘟，等待了大约30秒，电话那头才传来赵浩喘着粗气且故意压低的声音：“修哥，你怎么才回电话啊？你那边什么情况？吴大海这龟孙发飙了，说要把你辞退，并且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连珠炮一般的话语从电话那头传来，语气中充满了焦急与关切。方修陷入沉默。人没事吗？明明白柳书院已经变成了精神病院，可是听这意思，似乎里面上班的同事并未受到影响。幻觉？还是如那些诡异一般，这精神病院也是一座鬼建筑，只有自己能看见。修哥，你怎么不说话呀？你那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我没事。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你们现在还在单位是吗？对啊，我们都在单位。今天你没来，马德吴大海这个龟孙把气全撒在我们身上了，又他妈让加班。对了，修哥，你一会再说。方修打断了赵浩的话，直接挂断了电话，并再次将手机关机。他打算进入青山精神病院一探究竟，这期间自然不能像电影中那样，关键时刻手机铃声响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方修径直地朝青山精神病院的大门口走去。
大门口阴森破败，加上天色昏暗，竟宛若一张噬人的巨口，十分恐怖。但这很难引起方修的恐惧，或者说他似乎已经没有了恐惧的情绪。每遇到诡异，他最先升起的情绪一定是愤怒以及仇恨乃至兴奋，唯独不会有恐惧。大，四周寂静的只有方修的脚步声。然而下一秒，咚！方修重重地撞在了空气上，脸部一片酸疼。空气墙！此时他就站在大门口往里走，可面前却仿佛有一堵墙挡住了去路。他伸手去摸，冰冷粗糙的触感传来，这不是空气墙，而是有一堵真正的墙，只是看不见而已。难道这座精神病院不能入内？方修不信邪，他如同盲人一般，用手在这座看不见的墙上不断摸索，企图找到入口。小芳，你在那干什么呢？这是最新的行为艺术吗？一道略带调侃意味的声音从一旁传来。方修心中微动，但面上却纹丝不动。被老婆杀死多次，他早已练就了不动如山的本领，在如此诡异的精神病院，有人突然叫你，这时如果做出反应，怕是下一秒就会被吃。不过他也并非毫无动作，而是继续摸索，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前进。待距离差不多之后，他用眼角的余光去看，只见左前方赫然站着一个人，一个身穿保安服的青年男子，嘴里叼着一根烟，正一脸好笑地看着自己。这个人方修认识，正是白柳书院的保安。与其他小区的保安不同，白柳书院的保安很年轻，毕竟走的是高端路线。至于什么时候换成老大爷，那也得等房子卖的差不多之后。幻觉还是诡异假扮的？正当方修思索间，这名保安已经走了过来，并拍了拍他的肩膀。小芳，你怎么还不理人啊？刚才老远我就看到你在这边撞墙，撞完墙之后又开始摸墙，咋地？这墙很性感吗？方修感受着肩膀处传来的体温，若有所思。能直接接触，他不是诡异。随即方修转过身子，赵哥，你刚才一直在这？名为赵哥的保安略显诧异，甚至还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小芳，你是不是该配副眼镜了？我就在亭子里站岗，站得笔直啊，这你都看不见。亭子？青山精神病院里并没有亭子，方修很确定这一点。他不由得朝着赵哥刚刚走来的方向看去，顿时一愣。只见刚才空荡荡的地方，竟真的出现了一座亭子。这座小亭子，他以前上班的时候每天都见，甚至还进去过，里面安装着一个小空调，夏天很是凉快。这怎么可能？方修不由得侧头看向之前的精神病院大门，结果却赫然发现精神病院大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墙。他后退2步，放眼望去，哪里还有什么精神病院，有的只是豪华富丽的白柳书院。方修下意识地眨了眨眼睛，当他再度睁开时，精神病院竟又出现了，而保安赵哥则是消失不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定睛凝神，死死地盯着青山精神病院。下一刻，诡异的一幕发生了，白柳书院竟开始缓缓出现，犹如电影手法中的淡入淡出一般，先是虚影，随即凝实，颜色一点点变得厚重。而诡异的是，青山精神病院也在，两个建筑就仿佛重叠在了一起，时空错乱，空间重叠。此时的方修就跟眼花了似的，看着到处都是重影，都是精神病院与白柳书院的重叠。他换了个位置，伸手去摸，结果手掌穿过了精神病院的墙体，直至碰触到白柳书院的墙体才停下。当下心中有了判断，这精神病院怕是与那些诡异相同，是虚幻的，只能看见，需要满足某种条件才能接触。此地依旧是白柳书院，精神病院如同全息投影一般笼罩在白柳书院上。这下方修没了去找吴大海的心思，他想赶紧探究精神病院中的秘密。未时，那别的都是活体诡异，只有这里是鬼建筑。哎，小芳，你怎么不说话直接走了？身后传来保安赵哥的声音，但方修并未理会，一门心思全扑在了精神病院之上。他走得很慢，因为两座建筑重叠度很高，有时无法分辨哪个是虚幻，哪个是现实，容易撞墙。就比如现在，明明方修身处白柳书院的绿化带附近，可眼前却是一栋墙体破旧的病房。方修没有丝毫犹豫，一头扎入病房墙体，如同扎入空气，竟直接进入了内部。眼前景象发生变化，入眼是一处走廊，走廊中还有长椅，墙面上染满了早已干枯的黑红色血液，很像恐怖片里的场景。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几十年前的医院，墙壁灰暗一片，地面上也不是常见的大理石地板，而是灰白的水泥地。方修没有走寻常路，而是径直的在墙体中穿梭，四处搜寻。精神病院中似乎曾经发生过某种恐怖的事情，以至于到处都是血迹，甚至还有腐烂的碎肉。他走过大厅、餐厅、厕所、活动室，全都空无一人。直到他走到一处病房前，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这处病房很特殊，整体大门呈现一种暗红色，那颜色仿佛有人泼了一桶血水，干涸之后的颜色。远远看去，就像恶魔的血盆大口，令人毛骨悚然。病房上写着104病房。方修起了一探究竟的心思，他一步踏出，身子径直地穿过病房门，进入内部。房间内很普通，仅有一张破旧的床铺，而床铺的角落里，一位身穿病号服的小女孩正蜷缩着，她将头深埋在双腿中，双手环抱，苍白的手腕上还带着一个破旧的花绳，看不清面容。方修目不斜视，仿佛根本看不见小女孩一般，但眼角的余光却在悄悄打量。他不会天真的以为这座诡异的精神病院中存在活人，哪怕对方看上去像人。小女孩似乎察觉到了方修到来，蓦地抬起了头。方修的余光顿时收敛，因为小女孩的脸上没有五官。他径直地朝前走去，而小女孩则用那张没有五官的脸直勾勾地盯着方修看，直至他离开104病房。穿过104病房之后，方修一路上又见到了许多病房，各有编号。他一个一个走近，遇到了许多形态各异的诡异，他们大多暴虐嗜血，见到活人进入，第一反应就是疯狂攻击。方修眼也不眨一下，任由他们攻击。
他大致数了一下，类似的病房足足有几十间，这也就意味着精神病院中至少关着几十只诡异。这座精神病院一定隐藏着大秘密。走着走着，他猛然停住脚步，因为他赫然发现162169以及177病房的门居然是打开的，里面空荡荡，什么也没有。诡异逃走了吗？他继续深入，但前路却被现实中的一座别墅挡住，他没有钥匙，只能绕路。等绕完路，却发现自己竟来到了精神病院中的一间医生诊室。房间内摆放着一张办公桌，桌上散落着听诊器，还有一些病历报告，上面被血迹染红。方修走上前去观看病历报告，顿时瞳孔一缩，只见一份被血覆盖的病历报告上有那么几行字裸露在外，赫然写着128号实验体血迹覆盖，转化诡异程度 21.64%， 转化失败。转化诡异？难道诡异都是人转化而来？那些病房里的诡异曾经全是人。方修的心中产生了难言的震动，他想继续翻看，但下一秒却顿时，因为目前这一切都是虚幻的，类似全息影像，自己根本没办法拿起病历报告一一翻看。该死！眼看秘密近在咫尺，却不得而知，这让他怒火高涨。突然，方修眼前的视线中出现了几道纤细的黑色发丝，这些发丝从空中垂落，不知连接着什么。方修自然不可能傻乎乎的抬头，他假装四处闲逛，然后拉开距离，用余光去看。只见一位身穿白大褂，四肢犹如蜘蛛般新长，盘踞在天花板上的美女医师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她脸色惨白，眼眶处一片漆黑，还带有狰狞纹路，一双眼眸中只有眼白，没有瞳仁，头发足有1米多长，从天花板自然垂落，一只手掌中还握着一把银亮的手术刀。医生！方修心中微动，这些病历报告是他写的，难道说他曾经也是人？种种猜测涌上脑海，可并不能得到答案，诡异也绝对不会回答你的问题。方修只能继续前行，既然医生的办公室有线索，那精神病院中一定还有其他线索，还有院长办公室，那一定是精神病院的核心，或许所有的秘密都在其中。他不断地在精神病院中穿行，搜寻院长办公室的位置。很快，他锁定了一片办公区，根据正常医院的建设，方修推断院长办公室的位置应该就在这片办公区。当他走进这片办公区之后，却发现办公区在现实中的位置正是白柳书院的售楼处，也是方修上班工作的地方。售楼处内部装修的十分富丽堂皇，明亮的大理石地板铺满，天花板上吊着巨大的水晶灯，四周的墙壁上更是做了不少精致造型。大厅中间摆放着一处巨大的沙盘，那是白柳书院微缩沙盘，很是精美。右侧还有一处会客厅，红木桌椅，真皮沙发，投影幕布应有尽有。方修一进门，几位身穿职业服的售楼处同事便将目光移来。待看清是方修之后，几人不由神色各异，毕竟他们都在工作群里，所以方修之前说要辞职，他们全都看到了。方修全然无视众人的目光，自顾地在售楼处大厅走动，他的视线主要集中在精神病院办公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探究诡异的秘密更重要的事情了。这时，一位身穿职业西服、长相普通、身材有些消瘦、戴着笨重黑框眼镜的年轻男子快步走来，正是先前打电话的赵浩。他压低声音焦急道：“修哥，你怎么才来啊？吴大海都快气疯了，要不……”赵浩话还未说完，便直接被方修打断：“日天，有什么事一会再说。”赵浩的号是日天号，所以平日里曾经的方修都戏称日天，现在的方修选择延续了前身的习惯。修哥你……赵浩话还未说完，方修已然快步离去，准确的说是朝着售楼处2楼走去。因为精神病院1楼办公区并没有院长办公室，赵浩看了一眼方修的背影，重重的叹息了一声，连忙跟上。他以为方修上2楼是要去找吴大海要钱，怕事情最后不好收场，所以选择跟上去看看。方修进入售楼处的2楼，也相当于进入了精神病院办公区的2楼。虽然两处建筑的楼梯入口不同，但楼层高度大体相同。进入2楼之后，还未等方修搜寻，一声蕴含怒火与急促的声音便传来：“方修，你还敢来上班？你已经被我给辞退了，你知不知道？”只见一位身穿黑色西服、白色衬衣、有些秃顶且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快步走来，伸出肥胖的手指，对着方修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怒斥。2楼是售楼处的办公区，吴大海的怒斥顿时引起了不少坐在电脑前的同事瞩目。大多数人都带着幸灾乐祸看好戏的神情，他们很想看到方修和吴大海骂起来，甚至打起来。吴大海平日里对待下属十分刻薄，很不得人心。他们虽然不敢顶撞吴大海，但要是有人这样做，那就再好不过了。只是想象中的冲突并没有发生，面对上司的怒斥，方修没有任何神情波动，甚至他都懒得与吴大海废话。在吴大海的怒骂中，方修一把拉住他的肩膀，将其推到一边，径直朝前走去。吴大海虽然很胖，但都是虚胖，再加上他没想到平日里一直唯唯诺诺的方修竟然敢推自己，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多亏扶住了一旁的电脑桌。你敢推我？反了你了！吴大海稳住身形，脸色涨红，又惊又怒，尤其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其他同事投来的目光，更是觉得面上一阵挂不住。无法无天，简直无法无天！保安，保安呢？吴大海很明智的没有选择与方修直接发生冲突，首先是打不过，其次是身为上司，要是在这种场合与下属打起来，那这经理算是干到头了。怒火高涨的他一边怒骂，一边打电话叫保安。这一切方修都没有理会，他在旁人异样的目光中转了几圈之后，便朝着售楼处3楼走去。因为院长办公室不在2楼。方修，你小子有种，居然敢推我！你正叫嚣的吴大海突然脸色一变，你干什么去？谁让你上3楼的？快回来！他又指向一旁看热闹的几位同事怒吼道：“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阻止他！”几位被吩咐的同事只能不情不愿的起身。然而这时方修的身影已经消失在2楼，去了3楼。见到这一幕，
吴大海的脸色是变了又变，连忙叫住那几位同事：“算了，你们回来，我自己去。”他拖着肥胖的身躯，急忙朝3楼追去。吴大海似乎很紧张，好像3楼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一般。方修进入3楼，他的视线顿时集中在不远处的一间房门上，那上面赫然写着院长室。他快步朝院长室走去，身后的吴大海已经喘着粗气追了上来。在现实中，吴大海并不知道方修是要去院长室，他只看到方修直奔3楼尽头的最后一间办公室，不由脸色大变。方修，你给我回来！咔嗒，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里面传出男人的怒骂声以及女人的惊呼声，紧接着就是穿衣服的声音。吴大海的脸色瞬间苍白，完了，全完了！他赶忙撕扯自己的白衬衣，一把拽掉2个纽扣之后，便疯了一般的朝那间办公室跑去。进门一看，只见方修正站在原地，直勾勾的盯着前方，而他的前方则是一张豪华的办公桌，上面摆放的笔记本以及文件早被扔到地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对衣衫不整的男女。男的身材消瘦，眼窝深陷，面色有着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且裤子已经退到一半。女的身材姣好，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身穿职业套裙，还有着一双黑 SI 大长腿，就是破了几个大洞，脚上的高跟鞋也不知所踪。方修直勾勾地盯着面前女子的黑 SI， 准确地说，他的视线正集中在精神病院院长办公室的桌子上。那桌子上摆放着一张羊皮纸，只是恰巧这女子正好压在羊皮纸上而已。你他妈的谁啊？谁让你进来的？男子一边急忙穿着衣服，一边破口大骂。女子则是小鸟依人地躲在男子身后，也慌忙地用衣服遮挡。这一男一女方修都认识，男的是白柳书院开发商的儿子，名叫王子腾。女的则是白柳书院的金牌销售李菲菲，同时也是所有女销售中长相最为出众的一位。白柳书院的销售团队是开发商自建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王子腾算是方修顶头上司的儿子。吴大海，我他妈不是说过不允许任何人上3楼吗？王子腾对着吴大海怒骂。王少，您消消气消消气，方修他今天好像疯了一样，来了之后不仅把我给打了，还一言不发直接冲上了3楼，我拦都拦不住啊！您看看，我昨天新买的白衬衣都被这小子给扯坏了，是我没用，我毕竟岁数大了，是真拦不住他啊！吴大海一脸歉意加惶恐地说道。王子腾见吴大海满头大汗，喘着粗气，胸前的白衬衣一片褶皱，还丢了2个纽扣，怒骂一声：“你个废物！”随即便将矛头指向了方修。方修，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老子是……王子腾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方修一把推倒在地，露出身后楚楚可怜、惊慌失措的李菲菲。哎呦，你他妈敢推我！王子腾瞬间暴怒如雷。啊！李菲菲吓坏了，发出一声尖叫，她以为方修要对自己不轨。然而下一秒，李菲菲便感觉一股力道袭来，苗条纤细的身躯便被从桌子上推了下去。推走2人之后，方修的视线便集中在院长办公桌的羊皮纸之上，一眼看去，他瞬间心神俱震。只见上面写道：“被天命眷顾之人，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吗？想知道诡异到底是什么吗？你能走到这里，想必心中充满疑问。不要着急，我的朋友，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青山精神病院 C 栋520房间，那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去吧，去寻找吧。当你找到真相时，同样也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遵循自己的内心，去接受命运的馈赠。”落款处写的是一个名字：周清风。方修逐字看完，心中阴沉如水。果然，这精神病院中藏有大秘密。这周清风应该就是青山精神病院的院长。那他这封信是写给谁的？是写给自己还是别人？难道他早就知道自己要来？旧的疑惑还未解开，新的疑惑再度涌上。C 栋520吗？或许一切的答案都在其中。方修转头就走，然而这时已经起身的王子腾却气势汹汹地挡在了面前。推完老子就想跑。今天，王子腾的话还未说完，突然头顶上的灯泡发出刺啦一声，瞬间熄灭，整个房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原本打算重拳出击的王子腾顿时失去目标。操！停电了！吴大海，去把备用电源打开！我告诉你小子，有种别跑！黑暗中，方修对王子腾的威胁恍若未闻。此时他的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因为就在停电的瞬间，青山精神病院不见了。此时他的视线中一片黑暗，但精神病院的消失并不是因为黑暗，因为停电的是现实，而非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中始终被昏暗的灯光笼罩，按理说现实中停电，他的视线中应该还能看到精神病院。可现在视线中的精神病院却消失不见了，仿佛一同隐没在黑暗之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方修的心中产生了不好的预感，他紧忙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去照明，结果却发现只能看到现实中的办公室根本没有精神病院丝毫的影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方修夺门而出，朝2楼跑去，他要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没有精神病院的影子。王子腾见方修逃跑，立刻怒骂一声，紧跟着追了出去。吴大海怕王子腾有闪失，自然也跟随其后。剩下唯一的女人李菲菲，她哪敢一人待在黑暗中？于是，一行人全部朝2楼涌去。到了2楼，方修四处穿行，打着手电筒寻找精神病院的踪迹。没有，到处都没有。精神病院就如同海市蜃楼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2楼的员工很是淡定，毕竟只是停电而已，且还有这么多人在一块，就算是女员工也不会害怕。除了几个员工在惨叫：“啊，我刚填完的报表，还没来得及保存啊！为什么早不停电，晚不停电，偏偏这时候停？这要是重新填，得加班到几点啊？”四周适时响起幸灾乐祸的声音。幸好我保存了。我也是。这时，黑暗中响起吴大海的声音：“别鬼叫了，赶紧去个人看看是不是跳闸了。我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害得我报表重做。”
刚刚惨叫的员工自告奋勇，打开手机照明，便气势汹汹地朝黑暗中走去。可能是因为此方世界的诡异传说比较多，不知是哪位同事在黑暗中开玩笑道：“用不用我陪你去啊？自己一个人小心遇到鬼。”准备去查看店员的员工不屑道：“鬼，老子一想到待会还要加班，怨气比特么鬼都大，鬼见了我都得叫一声大哥。”说完，他的身影便逐渐消失在黑暗中。办公室内则是响起一片哄笑声。咦，怎么回事？我手机上的手电筒怎么这么暗啊？黑暗中，一位女员工突然发出轻一声。她身旁的同事道：“是不是有灰尘啊？你擦擦。”我擦了呀，没用，这破手机。不对，我的手机手电筒怎么也这么暗啊？我的也是。黑暗中，不少举着手机的员工纷纷附和。方修被这一幕吸引了注意力，朝他们看去，顿时瞳孔微缩。只见黑暗中站着或坐着一位位员工，他们几乎人手一个手机照明，按理说光亮应该很足，整间办公室都能被照亮。可是现在，那光芒仿佛受到黑暗的压制一般，竟被生生逼近到身前不足半米距离。而且诡异的是，按照常理，手电筒发出的光芒应该是距离越远越微弱，可现在半米处，黑暗与光明中有着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光线根本无法渗透进入半点，就如同被黑暗斩断一般。那黑暗中似乎有某种莫名的浮游生物在涌动，是诡异。方修几乎下意识地判定，这种熟悉的感觉错不了。正在这时，远处的黑暗中突然爆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啊！声音很熟悉，正是之前去查看店员的员工。这一声惨叫把众人都吓了一跳。张波，你怎么了？触电了？张波，你别跪吓唬人啊！砰！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啊呀！不少女员工被吓得尖叫起来。别叫了，小赵，你赶紧过去看看。吴大海急匆匆地吩咐道。被点到名的小赵有些犹豫，但迫于吴大海之前的威压，只得乖乖去查看。小赵是之前方修遇到的保安，先前被吴大海叫了上来，可能是工作性质的原因，所以遇到危险，吴大海第一时间便想起了他。小赵打着手电筒，缓步走向黑暗之中。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大约过去了5分钟，小赵还没有回来，黑暗中也没有发出任何动静。小赵！吴大海大叫，但黑暗中并没有传来任何回复。吴经理，要不咱们报警吧？有人提出建议。吴大海面色难看，不由打着手电筒走到王子腾的身边请示。王少，您看。此时的王子腾表情十分怪异，他先前的怒气早已不见分毫，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不安、焦躁，甚至还伴随着一丝丝期待的狂喜。他似乎在害怕什么，又像是在期待什么。方修注意到了王子腾的神情，顿感古怪，他一定知道些什么。王少，吴大海再度出声。王子腾瞬间如梦初醒。你刚刚说什么？王少，我的意思是要不要报警？刚才的叫声明显不对劲，我怕出了什么事。哦，对，赶紧报警。王子腾似乎想起了什么，赶忙开始拨打手机。然而一阵忙音过后，电话始终没打通。这时其他员工也纷纷惊呼，电话打不通，我的也打不通，这怎么可能？报警电话没卡都能打通，现在居然打不通了，手机好像一点信号都没有了。这一下众人更加慌乱了，甚至一位经常游览诡异论坛的员工更是颤抖道：“不会是见鬼了吧？”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场面一度十分混乱。王子腾的脸色阴晴不定，手机没信号似乎让他确定了什么，只听他猛地大喊一声：“都闭嘴！”毕竟身份摆在那里，他这一嗓子瞬间镇住了众人。一时间，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王子腾的脸被微弱的手机光照亮，大半笼罩在阴影之中，再配上其古怪的表情，竟有几分瘆人。他狠狠咽了一口口水，强装着镇定：“现在所有人保持安静，我接下来的话很重要，关系到咱们能否活下去。”活下去这3个字似乎带着异样的沉重，犹如一记重锤打在众人心口。王子腾身旁的李菲菲被吓了一跳：“王少，你在说什么呀？什么活下去？别吓！你给我闭嘴！”王子腾暴喝一声，吓得李菲菲脸色惨白。他深吸一口气，声音略带颤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咱们现在很可能进入鬼域了。”王少，什么是鬼域？别打断老子说话，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解释。我说，你们做，懂吗？王子腾一阵咆哮，再度镇住众人。以我的身份地位，接触的事物自然要比普通人多。关于这个世界的隐秘，你们根本想象不到。简单来说，这个世界上是存在鬼的，而所谓鬼域就是鬼的领域。你们可以把鬼域理解为一个异次元空间，这里是鬼的世界，是鬼的地盘。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从这该死的鬼域中逃出去，要不然所有人都会被鬼杀死。这一串话直接震得众人头皮发麻。鬼！众人都觉得王子腾在开玩笑，可是看到对方惶恐狰狞的表情之后，又觉得不像。王少，您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世上哪来的鬼啊？你特么，老子不是说了，别打断我的话吗？马德，你们这帮废物，要不是老子不是御灵师，还需要靠你们活下去？你当老子愿意告诉你们这些隐秘啊？王子腾的语气越发急促，似乎有把刀架在脖子上一般。不管你们信不信，都特么给老子认真听，咱们现在绝对进入鬼域了，手机没信号，光线被压制都是证明。记住，能对付诡异的只有御灵师，所谓御灵师就是驾驭自身灵性的人。我表哥就是一位御灵师，这些话都是他告诉我的。普通人面对诡异想要活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观察鬼的杀人规律，然后尽力去避免。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听我指挥，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就算是上厕所也给我原地解决。王子腾的话让众人将信将疑，毕竟这挑战了他们几十年来的世界观，在没有真正见到鬼之前，正常人都会心存侥幸。或许在场唯一完全相信王子腾话语的，也就只有方修了，因为他的老婆就是一只鬼。
只是方修的心中在疑惑，王子腾虽然知道鬼的存在，但是看他的样子，明显不是和自己一样能够见到满大街的诡异。如果王子腾也能见到满大街的诡异，肯定不会表现得如现在这般慌乱。虽然他现在的表现作为一个普通人算是比较出色，但还远远不够，无法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根本不可能在满世界诡异面前活下来。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玉灵师。当方修听到能对付诡异的只有玉灵师时，他内心仇恨的火焰开始翻腾。或许玉灵师能见到满世界的诡异，且掌握对抗诡异的力量。王少，那现在咱们做什么？是不是要赶紧跑啊？吴大海颤声道。不能跑！王子腾像是受到什么刺激一般，大喊一声，所有人都留在原地不要动。在鬼域中乱跑和找死没什么分别。我表哥和我说过，在鬼域中绝对不能乱跑，更不要乱看乱摸，避免触犯禁忌。那我们现在干什么？观察。所有人都仔细观察四周，看看能否发现什么异常。诡异到现在还没有攻击咱们，那就说明咱们目前还未触发鬼的杀人规律。得到王子腾的指示，众人开始观察四周。很快，3分钟过去了，众人并没有任何发现，同时也没有发生任何危险。这也让众人隐隐躁动，对王子腾的话越发怀疑，甚至开始窃窃私语。有人认为可能是磁场变化的缘故，或者是什么不知道的科学现象，才导致光线变弱，手机没信号以及停电。至于消失的2个同事，没准是恢复电源时不小心触电了。要不咱们出去看看吧，我有点想上厕所。是啊，这世上哪有鬼啊？窃窃私语声传入王子腾的耳朵，让他越发焦躁。他心中暗骂，但又不得不稳住人心，因为他也是个普通人。他的御灵师表哥曾经说过，想要知道鬼的杀人规律，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人命去填。这也是他之前告诉众人隐秘的原因，让众人知道真相，并将他们凝聚在自己身边，这样才能更好的试探出鬼的杀人规律，让自己活下去。大家安静点，我说了，千万不要随意走动，有想上厕所的就地。王子腾的话还未说完，一道平静的声音直接将其打断。鬼出现了。平静的声音似乎蕴含某种魔力，或者说话语中的信息让人震撼。场面瞬间为之一静。什么？鬼在哪？众人惊慌地朝四周查看，但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方修，这时候你胡说什么？哪里有鬼？一位被吓得不轻的同事朝方修怒视。是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故意吓唬人？方修一脸平静地看着众人，俊朗白皙的面容在黑暗中显得越发精致，再配上那没有丝毫情绪的神情，竟给人一种活体人偶的诡异感。众人被那死水般平静的眸子注视，皆感到浑身不自在，就连声讨他的声音都逐渐微弱。蓦地，方修开口了：“王小丽不见了。”王小丽？胡说！王小丽明明就在我身边。王小丽，你吱个声！一位同事紧忙呼唤，结果王小丽并没有回应。那人心中顿时咯噔一下，连忙用手机去照，赫然发现之前在自己身旁的王小丽真的不见了。王小丽，王小丽！他连忙呼喊2声，但却迟迟得不到回应。这一下人群炸锅了，王小丽真的消失了？难道真是鬼出现了？方修，你看见鬼长什么样子了？王子腾突然发问。虽然王子腾与方修有矛盾，但生死危机之前，他倒也不至于大打出手。方修平静回复，黑暗中视线受阻，没看到鬼，只看到王小丽消失。他平静的模样，就好像刚刚消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蚂蚁。正常人见到这种诡异的情况，不说高声尖叫吧，那至少也得面色慌张。可方修却不疾不徐地说出了王小丽消失的过程，没有丝毫感情波动。在场的众人也不是傻子，混迹职场多年，谁还没有一点察言观色的本事？是个人都看出方修镇定的有些不正常了。王子腾突然一脸狐疑：“方修，你似乎一点也不害怕鬼，难道你是御灵师？”方修摇了摇头反问：“什么是御灵师？”王子腾眼中的疑惑之色更浓。御灵师就是驾驭自身灵性的人，具体的我也不太懂，灵性好像是心灵的力量。我表哥说，人的心灵中隐藏着巨大的力量，但每个人的心灵都是蒙尘状态，就好像一颗夜明珠，上面布满灰尘。而御灵师就是擦去灰尘，让心灵绽放出灵性光芒的人。王子腾还想继续解释，但一旁的吴大海却直接打断：“王少啊，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有时间科普？已经开始有人消失了，你快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吧！”你给我闭嘴！王子腾大怒：“逃出去？怎么逃？往哪逃？现在只是消失了3个人，万一胡乱走动，触发了鬼的禁忌，没准我们都得死。再者说了，我现在说的这些隐秘，关系到咱们的生死。你们以为御灵师是怎么来的？他们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得来的。目前最好的破局方法就是有人能成为御灵师。这么说，御灵师是在鬼域中炼成的？”方修突然说道。王子腾有些诧异的点了点头，似乎比较吃惊方修现在还能保持如此敏锐的判断力。没错，想要成为御灵师，唯有借助鬼的力量。我之前说了，每个人的心灵都是蒙尘状态，想要擦亮心灵，必须满足2个条件：一是经历生死之间的大恐怖，唯有经历过生死的洗礼，心灵上的灰尘才能松动，或者受到一些重大的刺激，刺激心灵也可行；二就是与鬼接触，通过与鬼接触，让鬼的力量入侵心灵，就如同抹布一般擦去灰尘。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鬼的力量虽然能擦去心灵上的灰尘，但它本身带有一种污染，擦亮心灵的同时也会污染心灵。如果把心灵比作蒙尘的夜明珠，那鬼的力量就是带血的抹布，在擦去灰尘之时，会让夜明珠不可避免地染上血色。所谓的灵性光芒，其实就是心灵本身的光泽被鬼扭曲之后的产物。方修听完之后，心中已然有了计较。看来这是一处唯心的世界，御灵师的力量是来源自身心灵与诡异力量结合产物，生死之间的状态便是两者的催化剂，就好比那些需要加热的化学反应，生死间的状态就是加热的过程。一想到此处，方修微微疑惑，
生死之间接触诡异，这两者自己都已经满足了，为什么没有点亮灵性？还是说已经点亮了，自己没有发现？这时王子腾继续解释，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御灵师，一旦有人成为御灵师，就有逃出鬼域的希望。点亮自身灵性有什么特征？方修再度发问。首先是身体素质超越常人，感官变得十分灵敏，并且灵性点亮之后，自身会觉醒出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自己心灵的写照，没有一模一样的心灵，所以也没有一模一样的能力。能力，心灵写照。方修首先想到了死亡回荡，难道这就是自己？能力？不对，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感官与常人无异，根本没有得到丝毫加强，并且他心中隐隐有一种直觉，死亡回荡的能力应该是穿越过来之后便拥有的，而非什么点亮灵性。综合判断，看来自己目前应该没有点亮灵性。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死亡回荡不是点亮灵性带来的能力，那自己明明满足了2个成为御灵师的条件，为何还没有成为御灵师？这时方修忽然想到，其实自己并没有满足全部条件，因为死亡回荡，生死之间的状态有了，这东西应该不会随着死亡回荡消失，它应该是一种心态，和记忆一样不会随着死亡回荡改变。毕竟自己的心态早已随着多次死亡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诡异接触的条件尚未满足，因为每次和老婆接触都会死，活下来的这次等于没有接触。还有那满大街的诡异，方修猜测那根本不算接触，因为没有看见时，诡异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不存在的。这次则全然不同，隐藏在暗中的鬼好像从虚幻闯入了现实，可以不用满足看见的条件就能杀人。精神病院的消失，不需要看见也能杀人的鬼，御灵师这重重信息在方修脑海中交织，这其中一定有某种联系，只是目前还未发现。虽然现在深陷危险之中，但此刻方修却难得地感受到了一丝快意，因为他看到了复仇的希望，那就是成为御灵师。突然方修眼角余光波动，又有人消失了。什么？鬼又出现了？谁消失了？众人一阵慌乱查看，不多时有人惊呼：贾亮不见了！贾亮！贾亮！几位与他关系不错的同事连忙呼喊：别叫了，你他妈想把鬼招来吗？王子腾怒吼一声，连续有人消失，让他仅存的理智快要消散了。他之所以能比普通人镇定，是因为早就从表哥身上见识过这些诡异的力量，心中有所准备。再加上他十分羡慕表哥，也想成为御灵师，所以进入鬼域之中，除了恐惧，还有一位隐隐窃喜的期待支撑着他。可人终究是叶公好龙，当真龙出现在眼前时，你会发现第一个涌出心底的情绪往往是恐惧。王少，怎么办啊？我不想消失啊！李菲菲泪眼婆娑地抓着王子腾的衣袖，搞得王子腾一阵烦躁。你特么问我，我特么问谁啊？这时突然一道平静的声音压盖过全场，正是方修。2到3分钟。什么2到3分钟？人消失的间隔是2到3分钟。方修平静道，准确的说，应该是女人2分钟，男人3分钟。刚刚保安小赵消失了3分钟之后，王小丽消失了，而王小丽消失2分钟之后，贾亮消失了。看来这只鬼的杀人规律是每2到3分钟杀一人。如果推断没错的话，贾亮消失3分钟之后还会有人消失，按照时间杀人吗？该死，这特么怎么避免？王子腾双眼通红，情绪隐隐有些失控。方修没有理会他，而是转身朝黑暗中走去。众人瞬间大惊，他的好基友赵浩第一时间大喊：修哥，你干什么去？你不要命了？方修头也不回道：当然是去寻找出路，难不成留在这里坐以待毙？这里还剩8个人，按照每2、3分钟消失一人的规律，大约20分钟之后，所有人都会死，倒不如搏一搏。方修，你特么给老子站住！王子腾突然怒喊：老子刚才不是说了吗？任何人不能随意行动。你知不知道，万一因为你一个人触犯了诡异的禁忌，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跟着陪葬。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你知道鬼？方修站定，蓦然回过头来，一张白皙且面无表情的人脸映入众人眼帘，宛若一具苍白尸体，看不出任何生气。王子腾被这张脸盯着，瞬间呼吸一滞。这时不含任何情绪波动的话语从方修口中发出：再多说一个字，我会在鬼之前杀了你。明明没有任何情绪的话语，竟有着说不出的森寒。听到这话的瞬间，王子腾甚至觉得一股强烈死亡气息将自己包围。对上方修那双平静的眸子，王子腾猛然意识到，他说的是真的，再多说一个字，真的会死。身为富二代，他交友广泛，甚至因为某些原因还看见过杀人犯的眼睛。可就算是杀人犯的眼睛给人的压力，也比不上方修这双平静的眸子。王子腾的感觉没有错，杀人犯的眼睛与被杀18次的眼睛确实不同。见王子腾哑火，方修转身消失在黑暗之中。赵浩见到这一幕，脸上闪过犹豫之色，下一刻他咬了咬牙，看了看方修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原地犹豫的众人，最终跟了上去。王少，我们怎么办？吴大海声音发颤。王子腾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方修在时他不敢发火，现在离开了，那火气是蹭蹭往上涨。怎么办？他们俩要找死，就让他们去。2个连御灵师都不知道的土鳖，还敢不听老子指挥？可是我看方修不像是自寻死路的人，要不咱们也跟上去看看？王子腾瞬间怒火高涨，跟上去个屁！老子就是死，就是被鬼！他的话还未说完，一道尖叫声将其打断。啊！又有人消失了！王子腾瞬间一阵干颤，他看了看周围的人数，算上自己就剩5个人了，当即改口：快跟上去！方修在黑暗的走廊中穿行，他身后是紧跟的赵浩，2人打着手电筒不断前行，走了许久，仍未走出这条走廊。要是平时走不了几步就能在走廊尽头见到下楼的楼梯，可今日的走廊却犹如无底洞一般，深不见底。修哥，这不对劲啊，怎么还没到楼梯口啊？赵浩不断颤抖，身子蜷缩在方修身后，呈大鸟依人状。
嘘，安静！方修蓦地停下脚步，紧紧盯着走廊深处。只见走廊的尽头处突然出现一抹幽绿的光亮，就像黑暗中安全出口指示牌所散发的光芒，阴森瘆人。方修在看到光亮的瞬间，不由眉头一皱。这光芒和青山精神病院中的灯光一模一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在他脑海中成型，他紧忙加快脚步朝着光亮走去。当他彻底踏入光亮之后，发现自己竟出现在一处狭窄逼仄的破旧走廊之中，天花板与墙壁上满是暗沉与血污，走廊中每隔几米还摆放着破旧长椅。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几十年前的医院走廊，墙壁灰暗一片，地面上也不是常见的大理石地板，而是灰白的水泥地。这是青山精神病院。修哥，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这是哪啊？咱们不是应该在公司吗？这里怎么好像恐怖片里的医院啊？赵浩害怕的声音从方修背后响起。方修心中微动，赵浩也看得见精神病院，难道？方修探出手掌朝四周的墙壁摸去，反馈而来的是冰冷粗糙的触感。他的瞳孔骤然收缩，果然自己到了精神病院之中。这次的精神病院不再是虚幻，而是实体。难道精神病院也与那些活体诡异一般，满足了某种条件，所以闯进了现实？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鬼域？方修猜测，之前类似全息投影一般的精神病院已经与现实发生了空间重叠，售楼处如同被他吞噬了一般，镶嵌在其中。怪不得无法如之前一般看到精神病院，原来是已然身处其中。如此也好，距离真相更进一步。方修喃喃自语，他本就没打算离开，而是希望探索青山精神病院。两人继续向前走着，很快便在走廊不远处发现两大滩血迹，出血量惊人，四周的墙壁也被溅上不少，血迹之上还有一些残存的碎肉骨渣，以及被撕碎的售楼处工作服和保安服。那些碎肉骨渣就像是被人吃剩下的食物残渣一般，带着齿痕和撕咬的痕迹。看着眼前熟悉的衣物，方修清楚地知道，这就是之前去查看店员的同事以及保安。很显然，他们都被鬼给吃了。见到这一幕，方修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男人消失之后要过3分钟鬼才会再次出现，而女人只有2分钟。原来鬼出现的时间间隔是根据肉量计算的。售楼处的女同事们基本没有丑女，至少都是五官端正，身材苗条，这也是行业需求，所以他们的肉量相对于男同事来说要差了不少。鬼吃掉一个男同事大约用时3分钟，而吃掉一个女同事大约2分钟。修哥，他们都被鬼给吃了。一旁的赵浩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方修没有理会，而是仔细地观察那些被切碎的衣服，衣服切割处十分平整，很显然是某种利刃造成的。再联系到之前在青山精神病院中看到的诡异，他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那位女医师的身影。能切割成这样，极有可能是对方手中的手术刀做的。这时，方修与赵浩的身后传来密集的脚步声，他们回身看去，只见王子腾一行人从黑暗的走廊中走出。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不应该是售楼处吗？这里好像是医院。王子腾等人发出阵阵惊呼，满眼的恐慌以及不可置信之色。确实，任谁也想不到，明明是走在售楼处的走廊中，可一出来却发现曾经熟悉的地方竟然变成了医院场景。方修、赵浩，你们两个先出来的有什么发现吗？看见小赵和小李了吗？经理吴大海颤抖问道。小赵和小李他们，赵浩颤颤巍巍地指了指地上的2滩血迹。王子腾等人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顿时瞳孔收缩。血，好多血！李菲菲止不住的尖叫。这是小赵和小李的衣服。王子腾的脸色越发难看，冷汗直流，似乎想到某种恐怖的景象。他们被吃了。此话一出，众人一阵毛骨悚然。王少，快，我们快离开这里，我想回家。呜呜！李菲菲直接被吓哭了，拽着王子腾的胳膊不断哀求。王子腾忽地惊醒，对，赶紧走。他刚想带领身后的众人前行，可看着眼前陌生且空荡的医院长廊，竟怎么也不敢迈动脚步。谁知道这长廊会通向何处？万一前面就是诡异老巢怎么办？王子腾现在承受的压力很大，就如同一群人去鬼屋游玩，第一个走在最前面的人一般。可偏偏众人都将他当作主心骨，全部龟缩在身后。好在很快，方修替他解了围，因为方修观察完了，开始行动了。他平静地朝着长廊深处走去，赵浩亦步亦趋地紧跟身后。王子腾见前面有人开路，当下也不再犹豫，径直向前走去。不过他并不像赵浩那样跟得很紧，不知是出于面子考虑，还是什么其他因素，双方保持着大概3米的距离。大，空荡荡的走廊中响起了众人密集且极力压制的脚步声，好像生怕被鬼听到一般。突然，脚步声戛然而止，因为走在最前面的方修停下了脚步，他就像领头羊一般，他一停，身后的赵浩也停了下来，然后就是王子腾以及那些同事。王子腾很想问问方修为什么不走了，但碍于情面又不敢开口，一旦开口，不就好像方修不开路，自己就不敢走一般。方修，你怎么不走了？李菲菲的声音满是惊慌。这个女人早已吓破了胆，自然没了以前白领女精英的精明。见方修停下，迫切想要离开这里的她，下意识的就问向对方。方修没有回答，而是看了一眼手机，沉默片刻道：“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李菲菲下意识发问。众人也是一头雾水，唯有王子腾反应了过来，瞬间脸色大变，急忙抬起左手，看向手腕上价值不菲的手表。3分钟了。众人顿时反应过来，纷纷大惊失色。这时，众人身后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声音十分清脆，宛若关节转动一般。当众人回过头去，瞬间亡魂大冒。只见一位身穿白大褂、披头散发、四肢宛若蜘蛛一般新长、双眼只有眼白的女医师正倒吊在走廊天花板上。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正是对方转动脖子的声音。因为她是如蜘蛛般倒吊在天花板上，
所以他的脸是与众人相反方向，头顶在下，下巴在上，但伴随着头颅的转动，在扭转180度之后，他的脸成功与众人保持在了同一方向。无言的恐惧如潮水般开始蔓延。鬼未出现时和鬼出现时，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当他直勾勾地站在你面前，便是铁打的汉子也要干颤。女医师死死地盯着众人，下一秒，她的四肢疯狂摆动，真就如同人形蜘蛛一般，朝着众人爬来。啊！李菲菲的一声尖叫，如同抢跑信号一般，众人犹如疯了似的玩命狂奔。这次不需要任何人在前面领路了，甚至他们还嫌前面的人挡路。精神病院的走廊本就狭窄，众人为了逃跑，甚至不自主地用力拉扯挡在前面的人，以求自己逃生。一些身体素质比较弱的人，有的直接被推倒在地。比如李菲菲，作为一个娇滴滴的美女，她时刻拽着王子腾的胳膊寻求保护，但危机来临之际，王子腾第一个将她甩倒在地，玩命狂奔。王子腾的反应速度很快，他是最先逃跑，也是冲在最前面的人。而此时的方修和赵浩正挡在他的逃跑路线之前，但方修和赵浩并没有逃跑，赵浩纯粹是吓傻了，方修则是在观察。正如他推测的那般，杀人的果然是之前精神病院里见到的女医师。毕竟青山精神病院中的大部分诡异都被关在自己的病房中，虽然有病房的门被打开了，但之前转的时候也一直没碰到，唯一碰到的就是这位女医师，她不是病人，而是医生，所以没被关起来。滚开，别挡路！王子腾惊怒一声，一把推开了在原地吓傻的赵浩，朝前跑去。至于方修，他在见到众人逃命的那一刻，早就提前贴墙站好，防止被众人波及。嗖嗖嗖！曾经久坐办公室的同事们，此刻犹如一个个运动健儿一般，带着呼啸的风声从方修眼前飞过。可怜的赵浩则是被撞了好几下，摔倒在一旁。等等我，王少，不要丢下我！李菲菲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惊恐地大叫着，那张颇具姿色的脸早已因恐惧而扭曲，脸上的妆也被泪水打花。她目前是最后一名，不仅因为被推倒了，还因为她穿的是高跟鞋，恨天高。当然，也可能和她之前做了一些消耗体力的事情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她不仅穿了恨天高，还穿了包臀裙，裙子很紧，很修身，也很性感。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跑步，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一旦跑步，裙子就是不自觉地往上纵。啊！李菲菲没跑2步，便痛呼一声，摔倒在地。她白皙纤细的脚踝处红肿一片。事实证明，穿着高跟鞋没法跑步，很容易崴脚。摔倒的李菲菲根本顾不得脚踝处火辣辣的疼，挣扎着就要起身，可下一秒，她的视线一黑，只见无数条漆黑浓密、宛若小蛇一般的长发挡在了眼前，正是女医师垂落下来的头发。李菲菲娇躯一颤，心脏在这一刻骤停，她下意识地抬头看去，一张苍白的人脸与之对视，一双只有眼白的双眸直勾勾地盯着她。她整个人僵住了，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力气，根本一动都动不了。直到女医师的发丝垂落，打在李菲菲的脸上之后，那冰冷滑腻的触感刺醒了她。啊！李菲菲发出凄厉的惨叫，犹如爬行动物一般疯狂朝前爬行，光洁娇嫩的膝盖在水泥地上磨出好几个血印，也感觉不到了，只顾着逃跑。救救我！她向方修与赵浩发出求救。这是目前走廊中仅剩的2人，其余人早就跑到走廊尽头，然后一拐弯看不见了。我不想……李菲菲的话还未说完，一道银亮的刀光闪过，她的视线开始上移、旋转，然后垂落。咚！沉闷的响声响起，那是李菲菲人头落地的声音。女医师手中的手术刀很是锋利，超过2米长的四肢让她的攻击范围很广，仅仅一挥手，手术刀便完成了削手工作，太快了，以至于李菲菲的身体还保持着跪地爬行姿态。她断裂的白皙脖颈处切口光滑平整，鲜红一片，鲜血犹如喷泉一般喷涌，有部分血液甚至溅到了赵浩的身上。方修在他身后，所以没被波及。原本好不容易惊魂已定的赵浩，此时再度吓傻，这种恐怖血腥的场景没把他吓尿，那都是因为之前尿得干净。杀死李菲菲的女医师并未停手，而是继续挥舞手术刀开始肢解尸体。她肢解得很是认真，动作标准且一丝不苟。方修和赵浩2人就在一旁，他却根本看都不看一眼。肢解完之后，女医师饿虎扑食一般开始进食。看到这一幕，方修心中已然有了猜测，他大致知道了女医师的杀人规律，就近杀人，且每次只杀1人，不然女医师没道理不理会自己和赵浩。杀人手法则是用手术刀肢解，然后进食。之所以会有这种杀人规律，恐怕和女医师生前的职业有关。手持手术刀，精准的肢解手法，女医师生前肯定在精神病院中做过不少手术。但凡是医生做手术，基本都是一次只做一位病人的手术，几乎不可能出现一个医生手持2把手术刀左右开弓，同时为2个病人做手术的情况。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女医师每次只杀1人，且用手术刀肢解的原因，认真负责且专注。至于吃人，恐怕就是变成诡异之后的本能。了解了杀人规律之后，方修走向女医师，在她身边站定。场面很血腥，但方修不为所动。这里不得不感谢老婆，这种场景他经历过许多次，只不过他是被吃的那个而已。蓦地，方修握紧拳头，对着女医师狠狠打去。砰！沉闷的碰撞声响起，方修收回拳头，滴答滴答，鲜血顺着拳头滑落。他微微皱眉，看了看自己受伤的拳头，又看了看女医师毫发无损的脸颊。对方依旧在优雅进食，似乎丝毫没有被方修的不礼貌所打扰。方修感觉这一拳仿佛打在了钢铁之上，也是这一拳让他认清了自己与女医师之间的差距。貌似目前遇到的所有诡异都具备人类完全难以抵抗的杀伤力，人类在诡异面前弱小的犹如蚂蚁。也许只有成为御灵师才能改变这一现状。这时，方修身后响起一道颤抖的声音：“修哥，我们快跑吧！”是赵浩。
显然赵浩已经从极度恐惧中恢复过来，他没有如那些同事一般直接逃跑，而是打算叫上方修。但方修没有跑，而是平静地站在原地。这只诡异每次只吃一人，也就是说，在他进食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时候。可是我看他就快吃完了呀。李菲菲的身材很好，她不是那种骨感美女，虽然看上去腿很细，但该有肉的地方很超规模，所以按照她的肉量，最少也能支持3分钟，甚至4分钟也说不定，不急。方修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原本精神紧绷到极点的赵浩，在听到肉量2个字之后，居然呕的一声吐了出来。有菜叶，有方便面，有宽粉，还有金针菇，很显然晚餐吃的麻辣烫。之前王子腾说过，成为御灵师需要让诡异的力量侵染自己的心灵，而整个鬼域之中，力量最浓的地方自然是诡异的身边，所以我打算再待一会。你如果害怕，可以先走。说完，方修便不再理会赵浩，而是伸出手去抚摸女医师2米多长，犹如蜘蛛般弯折的腿。他不知道如何被诡异的力量侵染心灵，但想来有肢体接触肯定会快点。触感十分冰冷，像是在摸尸体。刚刚吐完的赵浩见到一幕，简直感觉3观尽碎。他一直觉得自己就够黄了，天天看小电影，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没想到修哥这浓眉大眼的居然比自己还厉害，鬼的便宜也敢占。不过结合刚才方修说的话，很快赵浩便明白这么做的目的了。可能是受到的冲击太多，又或者方修的平静带给他一些信心，亦或者每个普通人心中都有一颗超凡的心，种种复杂的念头让赵浩心一横，一咬牙，竟也朝女医师走去。方修见他过来，当即手往后滑，给赵浩腾出地方。赵浩看着眼前又白又细又长的大长腿，颤抖地伸出手，犹如要去伸手抓毒蛇一般。马德，拼了！死！好冰！赵浩倒吸一口凉气，但并没有挪开手。两人摸了一会儿，但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这时，赵浩突然出声道：“想不到我生平第一次摸女人大腿，居然摸的还是一只鬼。不过有一说一，这大长腿是真的长，简直比我的命都长。”方修诧异地看了赵浩一眼，倒不是因为他的冷笑话，而是觉得赵浩有几分潜力。虽然一开始表现得十分害怕，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现在都敢开玩笑了。即使开玩笑是为了缓解心中紧张恐惧的心情，但也绝不是什么人都敢在这时候开玩笑的。1分钟了，再摸30秒立刻走，预留出足够的逃跑时间。方修果断道。赵浩点了点头。时间1分1秒的流逝，30秒的时间转眼即逝。走！方修毫不犹豫，立刻转身逃跑，赵浩则是紧随其后。方修既然敢如此托大，自然是心中早有把握。他之前毕竟进入过青山精神病院，虽然没有将其全部逛遍，但大体方位以及一些路线还是记得的，所以他有自信利用地形优势拉开与女医师的距离。然而正当两人跑到走廊尽头的拐角处时，惊变发生了。方修发现自己眼前突然降下几缕黑色发丝，他抬头看去，正好对上女医师那双苍白的眸子。这怎么可能啊？方修心中一惊，难道是自己误判了杀人规律？明明至少还有2分钟的逃跑时间，女医师为什么如此快的追来？他瞬间回头看向李菲菲的尸体，然后直接瞳孔地震。只见李菲菲的尸体已经被啃食殆尽，变成一片血泊，而那血泊之上赫然残存着几大块硅胶。硅胶？假的！方修炸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失误在这一点上，也怪他没怎么接触过女人，曾天真的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是真的。然而这世上以假乱真的也不少。唰，一道银光闪过，方修的视线开始上移，其头颅高高抛起，重重落下。怨天堂没有硅胶。冰冷滑腻的触感自手掌传来。当方修醒来之时，赫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回到老婆身边，而是在女医师的身边摸大腿。这时一旁的赵浩走了过来，也开始摸。方修连忙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发现自己居然死亡回荡到了刚摸大腿的时候。一个念头涌上心头，难道死亡回荡是以事件为单位？就如同游戏中的各个关卡一般，第一关是出租屋附近，而第2个关卡就是青山精神病院。因为第1关已经通过，所以存档时间自动来到第2关。方修来不及细想，上次死于硅胶，所以这次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走吧。赵浩微微一愣，修哥，这才刚摸就走啊？这可是我第一次。没等赵浩说完，方修转身就走。赵浩哪敢一个人留在这里，连忙跟了上去。这时才传来方修悠悠的声音，他的前后都是硅胶的，所以肉量不足以支撑太长时间。赵浩先是一愣，随即大惊，硅胶的？怪不得那么大。两人一路奔跑，很快便跑到了长廊尽头，这里只有一处右转的通道，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右转。没走2步，一处楼梯出现在两人眼前。下楼。方修说了一声，两人便开始狂奔下楼。楼梯中的灯光越发昏暗，其中的黑暗犹如某种实质性的颗粒一般在空气中漂浮。他们两人疯狂狂奔，1层、2层、3层。没多时，两人的前方响起了密集的脚步声，随后传来人的尖叫：“鬼！鬼追上来了！”方修认出了这个声音是自己的同事，他加快脚步，直接从楼梯上蹦了下去。待靠近之后一看，果然是王子腾一行人。王子腾一行人自然也看清楚了方修，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很显然，他们还以为是鬼追了上来。是方修和赵浩，吓死我了！我以为是鬼追上来了。一位同事喘着粗气说道。赵浩看着众人有些诧异：“你们怎么跑得这么慢？这还慢？我们至少下了20层楼了。倒是你们怎么跑得这么快？20层！”赵浩瞬间大惊失色：“这不可能！我和修哥才仅仅下了3层楼梯，就遇到了你们。”什么？赵浩这时候可别胡说八道。方修看着慌乱的众人，不禁若有所思。这时王子腾反应了过来，神情惊慌：“鬼打墙！一定是鬼打墙！我表哥说过，
鬼的力量会让人产生幻觉，有可能造成鬼打墙。遭遇鬼打墙的人会一直在原地打转，永远也无法逃脱。这也是为什么方修他们很快追上咱们的原因，因为咱们一直在原地打转。王子腾的话如同火上浇油一般，一时间让众人更加惊慌失措。你们谁身上有多余的物品，扔到地上做一个标记。方修平静的声音穿透众人的杂乱。王子腾显然也意识到方修要做什么，连忙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子孙嗝屁套扔在了地上。其余几人也反应了过来，纷纷掏出一些纸币香烟扔到了地上。做好标记之后，众人再度开始狂奔下楼。待下了半层楼之后，一转角，众人便发现楼梯上摆放着自己刚刚丢弃的物品。这是我刚扔的打火机，还有我的钱。完了，真是鬼打墙，这可怎么办啊？一会鬼追上来，我们就死定了。王子腾面色阴沉地捡起自己刚扔的子孙嗝屁套，发现并不是幻觉，就是自己常用的狼牙款，不由脸色更加难看。都别吵了！他大吼一声，我表哥说过，普通人根本走不出鬼打墙，想要破局，唯有依靠灵性才能看破，赶紧都他妈检查，有没有人要点亮灵性的。说完，他自己可拼了命地集中精神祈祷，希望自己点亮灵性。他不知道之前被鬼追杀算不算历经生死，但是到如今也只有祈祷了。方修并没有理会众人的动作，而是顺着右边的墙壁开始摸索。他从不指望别人点亮灵性成为御灵师，因为在这些人中最有可能成为御灵师的绝对是自己，也只有他真正经历过生死，且与鬼亲密接触过。如果自己没有成为御灵师，那其他人更没有可能，所以与其祈祷，倒不如搜寻线索。他开始回忆精神病院的整体布局，觉得生路应该在右侧。之前他在楼梯间穿梭过，当时楼梯间的出口就在右侧，虽然暂时分不清这是精神病院的哪一栋建筑，但想来建筑布局应该是相同的。既然鬼打墙是幻觉，那就闭上眼睛，用手摸着右侧下楼，有很大的概率会摸到门。方修闭上眼睛，摸着右侧的墙开始下楼，他的诡异举动顿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毕竟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仅有方修一人脱离组织单独行动，很难不引起注意。王子腾看着方修的举动若有所思，直到现在他也看出了方修有些不一般，太平静了，从始至终脸上都没有表现出丝毫慌乱，甚至见到鬼时也是如此。他不由回想起之前的画面，当时女医师出现，自己第一个反应过来逃跑，可是方修当时在干什么？方修并没有跑，而是贴墙站好，防止被挤到。明明位置最靠前，但却不选择第一时间逃跑，且最后只剩下方修、赵浩以及李菲菲三人。现在李菲菲不见了，肯定是死了。可方修、赵浩两人在那条走廊中待了至少1分钟，他们俩在干什么？为什么鬼没有杀死他们吗？为什么不逃跑？俩男的和女鬼待了足足1分钟，难不成在占女鬼便宜不成？王子腾排除了这个荒诞的念头，虽然不清楚这两人那1分钟做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鬼每次只杀一人，男的3分钟，女的2分钟，这段时间是绝对安全的，即使待在鬼的身边也没事。方修两人活着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时，方修已然走下了楼梯，和众人拉开了距离。王子腾见方修下楼，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也学着方修的动作，闭眼摸墙下楼。其他人皆被两人的动作吸引。在方修的触感中，他一直摸的都是坚实粗糙的墙壁，可当他走到第15个台阶之后，手上的触感变了，变得光滑且越发冰冷，好似摸到了钢铁。方修陡然睁开双眸，看着眼前光秃秃的墙壁，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双手贴了上，企图寻找门把手。这时，照葫芦画瓢的王子腾也摸了过来，很快他也意识到了触感不一样，不由狂喜。是门！只听咔嚓一声，方修扭动了刚找到的门把手，然后门开了。墙壁处不知何时幻化出一扇铁门，此时铁门打开，露出一条昏暗的长廊。嗖！王子腾疯了一般，第一个冲了进去。方修并没有说什么，自顾地走入门中。其余众人见到出口，也是疯了似的往里跑。一行人开始在长廊中奔逃，明明是第2个进入的方修，却落在了倒数第2的位置。不是他跑得慢，而是没必要。面对女医师，你根本无需跑得比他快，你只需要跑得比最后一个人快就可以了。而且这样还方便在女医师用餐时多摸几下大腿，争取早点点亮灵性。并且有时候跑在最前面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方修清楚地知道，这座精神病院中可不止女医师一直诡异，虽然大部分都被关在病房中，但别忘了有病房的门可是开着的。跑着跑着，一马当先的王子腾却停了下来，紧跟着其余人也陆续停止，因为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左一右2条岔路，2条岔路都十分幽深，能见度不足1米，谁也看不清这2条路背后的情况，所以目前没人敢走。这要是万一选中死路，一会岂不是被女医师瓮中捉鳖？这时众人不由得把目光集中在队伍最后刚刚跑来的方修身上，因为方修之前找到了鬼打墙的生路，他们自然也认为方修可能找到现在的生路。只是可惜，方修也不清楚应该选择哪一条路。他之前并没有将精神病院逛遍，而是如同幽灵一般在精神病院中的墙体来回穿梭，知道大体布局以及一些走过的路线。很不巧，这里的2条路都不在他的知道范围内。方修应该走哪一条路？王子腾连忙问道。看着众人期待的眼神，方修不由觉得好笑。逃跑的时候恨不得将自己推开，但遇到困难却又想起了自己，这不是妥妥的工具人吗？不过方修并不在意，因为他也将众人当成了工具人。目前女医师对上自己这些人就是无敌的，想要争取时间，唯有拿人命去填。方修并没有说话，而是径直地选择了右边的道路。即便他不知道哪条路正确，但是他知道此时绝不能耽误时间，目前所有的时间都是用人命换来的。众人见方修走向右边，没有丝毫例外，所有人也选择朝右边跑去。而正在这时，咔嚓咔嚓的关节转动声响起，众人回头看去，只见犹如蜘蛛一般的女医师已经倒挂在天花板上，惨白的双眸直勾勾地盯着众人，
其身上的白大褂在昏暗的走廊中十分醒目。啊！快跑！别挡路！人群一下子沸腾，玩了命的往前跑。但人的速度根本无法和女医师的速度相提并论，2条腿也跑不过4条腿。只见女医师那鬼魅般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众人头顶的天花板上，长长的黑色发丝垂落，袭向队伍中的最后一人。最后一人正是经理吴大海。所有人中他年龄最大，同时也是最胖的，中年发福，体能自然不行。但吴大海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的，慌忙逃窜中一把拽住前面的一人，狠狠往后一拉，自己借力朝前跑去。而被他拉中的那人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自然也就成了最后一名。唰！一道银光闪过，被吴大海拉中的最后一人直接人手分离，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及发出。方修见到这一幕，当即停下脚步，又摸了2下大腿，这才继续往前跑，丝毫不担心掉队。年轻力壮的他，加上经常锻炼，正是人一生中最巅峰的状态。他不知道如何快速点亮灵性，所以只能做这些不知道有没有意义的尝试。右边的走廊很长，众人足足跑了1分钟，这才跑到尽头。尽头处阔然开朗，是一处餐厅。餐厅很大，空无一人，里面摆满老旧的桌椅，边角处还有灶台以及几口大黑锅。王子腾见状大喜，餐厅里一般都会有连通外界的出口。众人一听顿时激动，全然无视餐厅的环境，四处扫视，一眼就见到了餐厅最左侧的门，然后朝门跑去。方修则是始终保持倒数第2的位置，一脸平静地跑着，顺便四处打量周围环境。进入门内，又是昏暗逼仄的走廊，只不过这条走廊似乎更加的昏暗，天花板上的灯管好像随时会熄灭一般。没人关心这里的环境，他们只想尽快逃出去。一行人很快跑到了走廊的尽头，为首的王子腾脸色极度难看，没路了。原来走廊的尽头是一条死路，这简直不合乎常理。按照王子腾的理解，餐厅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一般都会留有逃生通道或者连接外界的通道，怎么可能会是死路？难道说整座医院都是全封闭的，根本不想让人出去？快看，这有扇门！一位同事惊呼。只见走廊尽头的右侧有一道狭窄的小门，狭窄到仅容一人通过，门是木头做的，上面的油漆已经掉色，还带有一道玻璃的小窗口。见到有门，众人根本来不及思索，打开门就往里冲，不管门内有什么，但门外可是有鬼啊！所幸的是，门内并没有鬼。这是一处狭小的房间，里面堆满了扫帚、拖布、破旧桌椅之类的杂物，以至于他们5人挤进来之后，很难寻找落脚的地方。该死，这是一个杂物间，这里根本就没有路！王子腾失态般的破口大骂，其余几人也一脸绝望。死路，这是一条的死路，被诡异瓮中捉鳖了。选错了吗？方修平静的想到，看来下次应该选择左侧的路。他丝毫不慌，毕竟这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次试错罢了。他想了想，决定回荡重来，去选择左侧的道路。现在往回跑已经来不及了，时间已经过去了2分钟，距离女医师下次进攻只剩1分钟了。如果掉头往回跑，只会正好给女医师送菜。虽然可以选择让一个人去送死，帮助其他人逃脱，但方修觉得意义不大。目前算上自己，只剩5个人了，没人知道还需要跑多远，这一路上又需要多少人命去填。正当方修准备走出门口去找女医师死亡回荡之时，王子腾愤怒的质问声传来：“都特么怪你，方修！要不是你选错路，我们至于被堵在这里吗？方修，你要是不知道选那条路，你不会和大家商量一下，非要自作主张选右边？”吴大海也是怒气冲冲的附和道。除了赵浩外的另一人，虽然没有明说什么，但眼神中或多或少流露出一些责怪的情绪。方修的嘴角有些抑制不住的勾起，他现在很少会笑，除非在面对诡异极度兴奋的时候。但不知为何，此时此刻面对王子腾等人，他想笑。赵浩站了出来，极力反驳道：“修哥也没逼着你们来啊，还不是你们自己要跟来的？当初问路是你们问的，现在选错了路又来怪修哥，你们那么有本事，怎么不自己选啊？我们是没本事，但我们至少不会像他那样自作主张，不知道路可以大家一起商量。我们大家信任他，让他选择，谁知道他会瞎选呢？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还陷我们于死路。”吴大海不愧是当经理的人，一番话直接将不善言辞的赵浩对得说不出话来。好了，别吵了！王子腾大喝一声，现在当务之急是想想如何活下去。据我观察，这只诡异每次只攻击一个人，而攻击完之后会有2到3分钟的安全期，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选出一个人，让他去引开诡异，然后大家逃跑。王子腾这话一出，场中的气氛瞬间诡异起来。傻子都听得出来，这根本不是引开，这是去送死，用自己的命换大家的命。王子腾将众人的表情尽收眼底，心中早已有了计较。他之前突然质问方修，就是为了现在做铺垫。当所有人都对方修有责怪情绪，那被选出去送死的人还能是谁？王子腾很清楚自己必须这么做，这种事就是先发制人，人在慌乱的时候很容易从众心理，不会过多思考。倘若要是被别人先说王子腾是个为富不仁的富二代，应该他先死，那结果怕是真的要死了。就在这气氛诡异之时，王子腾做出了出乎意料的举动，他竟然猛地推向方修，口中还高声呼喊：“要不是方修，大家也不会陷入绝境，所以必须是方修赎罪！你们快来帮忙！”余下的几人面面相觑，他们虽然不想自己死，但真要靠害死别人活下去，还真的于心不忍，也没有胆量。快放开修哥！赵浩猛地怒吼一声，朝王子腾冲了过去。王子腾大惊，连忙大喊：“吴大海，还他妈不快来帮忙！”寻求众人帮助时，最好喊出其中一人的名字，责任落实到人，效果会出其不意的好。不要说谁能来帮我，而是要精准到个人，知道名字喊名字，不知道名字说特征，指定一个人来帮忙。这种简单的心理学小技巧，王子腾还是比较精通的。虽然他吃喝玩乐，但从小接受的精英教育还是有用的。接收到信号的吴大海立刻响应，
毕竟平日里他一直以王子腾马首是瞻。砰！吴大海直接用他肥胖的身躯撞向赵浩，将其狠狠地撞倒在地。随后他又联合王子腾将方修推出门外，狠狠地关上了杂物间的门。至此，门内门外就像是两个世界。门外，方修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门口，门内则是他的同事们透过门上的小窗户，方修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神情。赵浩似乎摔倒时碰到了桌椅，正在地上惨叫。王子腾与吴大海两人则是面色狰狞地抵着门，余下的最后一人低着头，根本不敢看窗户。门内，王子腾对着吴大海大喊，用力把门堵好了，千万不能让方修进来。放心吧，王少，这破木门虽然挡不住鬼，但挡住人还是没问题的。吴大海随声附和。然而两人堵了一会，却发现门外没有传来丝毫的力道，至于什么砸门声、踹门声更是一点没有。两人对视一眼，不由古怪地抬起了头，朝小窗户看去。小窗户处，一张微笑着的白皙人脸正贴在上面，平静地注视着二人。两人瞬间感觉毛骨悚然。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再对人感兴趣，但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可比鬼有趣的多了。多谢你们，让我对这世界又增添了几分兴致。下一次我会好好报答你们的。方修的声音透过破旧的木门传入王子腾二人耳中，那古怪的话语让人不明所以，但其中所蕴含的诡异意味却让两人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在这时，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女医师出现了。这熟悉的声音犹如阎王索命一般，让杂物间内的王子腾等人瞬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引起鬼的注意。即便是知道了女医师的杀人规律，但当鬼出现时，还是会本能般的害怕。方修自然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但他连头都没有回一下，依旧微笑地注视着王子腾两人，似乎想记住两人的样子。下一刻，唰，一道银光闪过，方修的头颅重重地摔在地上。就是现在，快跑！屋内王子腾大吼一声，猛地推开门，朝外狂奔。逃跑时，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向方修的头颅，只见那颗人头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一双平静的眸子静静地看着自己。王子腾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差点骤停，头也不回地逃离现场。冰冷滑腻的触感从方修手掌传来，修长苍白的大腿映入眼帘。又回来了，方修喃喃自语。下一刻，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微笑，那笑容一闪而逝，以至于一旁的赵浩都没有看见。刚刚死亡回荡的方修并未做出任何不一样的举动，他如同电视剧重演一般，完整复刻了上次回荡所做的事情。摸大腿，跑路，下楼梯。楼梯中的灯光昏暗，其中的黑暗犹如某种实质性的颗粒一般在空气中漂浮。方修带领赵浩狂奔下楼，一层、两层、三层。没多时，两人的前方响起了密集的脚步声，随后传来人的尖叫：“鬼！鬼追上来了！”方修一如之前，从楼梯上一跃而下，蹦到了下一层，成功的见到了王子腾等人。是方修和赵浩，吓死我了！我以为是鬼追上来了。一位同事喘着粗气说道。赵浩看着众人有些诧异：“你们怎么跑得这么慢？这还慢？我们至少下了20层楼了。倒是你们怎么跑得这么快？”一如之前的对话展开：“鬼打墙，一定是鬼打墙。”王子腾开始介绍鬼打墙，然而他的话还未说完，只听砰的一声，门开了，而方修正静静地站在门前。王子腾愣住了，其他人也愣住了。说好的鬼打墙呢？怎么突然就找到出口了？不过众人也没有多想，而是疯狂地朝门口冲去。一行人很快再次来到了岔路口，停住了脚步。方修，是不是点亮灵性了？王子腾面色有些复杂。此言一出，众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了方修的身上。他们先前一直听王子腾说，只有御灵师才能对抗诡异，而只有点亮了灵性才能成为御灵师。现在听到王子腾如此问方修，自然一个个都升起了活下去的希望。无怪乎王子腾这般发问，毕竟方修这次破解鬼打墙与上次不同，上次是靠摸索，而这次却径直地走到门的位置，打开了门。所以王子腾误以为方修是靠着灵性感知到了门的方位。面对众人期待且复杂的目光，方修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拿出了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随后他抬起头，还有1分钟，1分钟之后鬼就会出现。众人瞬间大惊，你居然连鬼出现的准确时间都知道，看来你真的成了御灵师。方修，只要你能带我离开鬼域，500万，我给你500万。王子腾语气十分急切。方修，你快带我们逃走吧，你一定知道选哪条路吧，只要你带我们出去，我们一定会报答你的。方修却在此时摇了摇头，平静道：不急。他的一句不急，算是给众人急死了。在离开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做。吴大海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什么事还能比逃命更啊！一道极其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全场，打断了大海的话。一时间，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缓缓收脚的方修，依旧倒在地上攻成虾米状的王子腾。此时的王子腾面目狰狞，脸色涨红，青筋暴起，全身止不住的颤抖，一道又一道凄厉的惨叫从他口中发出。众人看着他，恍惚间似乎都听到了鸡蛋破碎的声音。你啊！王子腾痛得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作为狗腿子的吴大海则是反应了过来，怒气冲冲地朝着方修质问：方修，你干什么？你为什么突然踢人？其余几位同事也是纷纷附和：是啊，好端端的，你为什么打人？所有人都没想到方修会突然出手，而且还是下如此狠手，就连当事人王子腾也想不到。他可能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说完500万之后就挨了一脚？难道是嫌钱少？嫌钱少你说啊？这时方修给出了解释，只听他平静道：这只诡异的速度远超人类，所以1分钟时间一到，就必然会有人死。现在王子腾失去行动能力，那死的就是他，所以我这是在救你们。救我们！
众人全都愣住，他们怕是想破头也想不明白，这就是方修打人的理由。方修说完，根本不给众人反应时间，便再度出脚。下一秒，另外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这次倒地的正是吴大海。吴大海的姿势与王子腾如出一辙，武当倒地哀嚎，惨叫声不绝于耳。只是他的承受能力明显不如王子腾，惨叫2声竟然昏厥过去。众所周知，子孙带是男人最脆弱的部位，而且方修是一点没留力，踢得结结实实，碎得彻彻底底。所以王子腾与吴大海两人短时间内是肯定没有行动能力的。众人这次彻底炸裂，因为方修竟然无缘无故2次突然出脚，重伤王子腾和吴大海。修哥，你这是赵浩下意识的与方修拉开几步距离，手不自觉的武当。其余几人看向方修的目光也饱含戒备与质疑。方修，你到底要干什么？攻击王子腾是为了救我们，那攻击吴大海呢？一位同事怒气冲冲的质问。没人愿意和一位会毫无征兆出手袭击自己的人在一起，尤其下手还这么狠，直接断子绝孙。方修面对众人的质问，脸色不变，依旧平静，留一个备用。备用。众人看着方修平静的面容，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只因方修的行事太为赤裸狠辣，也太出人意料了，震撼到了他们。确实，每个人都不想自己死，到了必要抉择的时候，是应该抉择。可是这方修根本不给人商量或选择的余地，竟然直接出手伤人。伤一人也就算了，居然还要留一个备用，这种异于常人的行事方式，算是彻底颠覆了众人的三观，以至于他们现在都十分警惕方修，生怕方修再留一个备用。不过方修没有再度出手，右边是死路，想活命的可以走左边。几人狐疑的看着方修，显然已经不信任他了。一人发问：既然生路是左边，那你为什么不走？我在等着摸大腿。摸大腿？在场的除了赵浩，剩下的2人皆以为自己听错了。在鬼域里上哪摸大腿？摸鬼的大腿啊！这时关节转动的声音响起，只见女医师从天花板袭来，咔嚓咔嚓的声音正是她四肢爬行所发出，其苍白的嘴角还残留着嫣红的鲜血，正滴答滴答的往下掉。啊！2人惊慌大叫一声，扭头就要跑，可又怕方修是在骗自己，一时间竟犹豫起来，只是稍稍跑进左边的走廊，但却不敢深入。反观方修不仅没跑，反而迎着女医师走了过去。当然他也仅仅是在王子腾不远处停下。王子腾见方修过来，眼中交杂着仇恨与愤怒，他伸出手，似乎拼了命也要抓住方修的裤脚，让其陪葬。砰！方修一脚踩下，将王子腾的手掌死死踩在脚下。啊！你！剧烈的疼痛让王子腾彻底陷入疯狂，怒火焚烧的他几乎丧失所有的理智。这时方修缓缓俯下头颅，垂下的阴影将他的脸庞覆盖，他的表情变了，陡然变得狰狞疯狂，甚至还夹杂着一丝丝迷醉。疯狂的狞笑在脸上密布，露出森白的牙齿。喜欢我的报答吗？不！伴随着王子腾生命中最后的吼声，方修脸上的迷醉也达到了顶点。唰！一道银光闪过，王子腾人手分离，他的头颅落在地上，双眸之中充斥着濒临极限的惊恐以及刻骨的仇恨，死不瞑目。这就是复仇的滋味吗？真是令人迷醉。方修的身体不自觉地颤抖，这是他第一次品尝复仇的果实，兴奋不能自已。王子腾的热血洒在他的脸上，伴随着那股温热，方修这才能感觉到自己心脏的跳动。他不禁开始幻想，有朝一日老婆死在自己手里，那又该是何等美妙的光景。很快方修的神情缓缓恢复平静，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随后他走到女医师的身边，开始摸大腿。不远处的几人已经彻底吓傻了，哪怕亲眼所见，他们仍不敢相信，原来方修所说的摸大腿是真的摸鬼大腿。这时方修回过头来看向赵浩，一起。赵浩之前在杂物间内的所作所为他一直都记得，虽然心中不存在名为感动的情绪，但是方修还是希望能多帮赵浩，因为他感觉自己的情感正在缺失，或者说人性在逐渐缺失，内心的仇恨与疯狂太多，他不排斥这种感觉，但同时也不希望自己丧失所有名为人的情感。赵浩面对方修的邀请有些犹豫，只因方修现在的模样实在太过骇人，平静的面容被鲜血覆盖，白皙的皮肤与嫣红的鲜血相映，有一种诡异的美感。脚下躺着王子腾的断肢残骸，与鬼并肩立，让人一时间竟分不清谁才是鬼。赵浩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方修。他朋友很少，亦或者真正的朋友只有方修一个。家境普通，长相屌丝的他，在售楼处一直属于边缘人物，只有身为孤儿的方修愿意同他来往，一来二去，2人变成了好朋友。慢慢的，赵浩走到了方修的身边，2人一起摸大腿。至于剩下的2人早已经直接跑了，他们没有被鬼吓跑，但当方修转身的时候，他们却被吓跑了。修哥，赵浩犹豫片刻，最终还是问出，你为什么要突然出手攻击王子腾和吴大海啊？这只诡异的速度远非人类可比，所以想要活命，唯有靠人命去换取时间，总要有人牺牲。以王子腾和吴大海的身份地位，你觉得真要选择的时候会选谁？是与王子腾、吴大海有矛盾的我，还是一直不受待见的你？赵浩的脸色有些不自然的苍白，他刚要开口，却听方修又道，你感受到一丝丝凉气在侵入身体吗？赵浩一愣，随即摇了摇头。方修心中一动，仔细感知，那不是错觉，真的有一股诡异的凉气从女医师大腿传导进自己的手掌，然后顺着手掌流遍全身。这难道就是诡异力量的侵染？为什么之前摸大腿没有感觉？不对，可能之前有感觉，只是太过微弱了，现在应该是即将达到某种临界点，所以感觉突然强烈。如果所料不差，这很有可能是点亮灵性的前兆。赵浩没有感觉，是因为他尚未经历过真正的生死，心态上不过关。2人又摸了一会，赵浩提议，修哥，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不急，还有吴大海呢，我感觉马上就要点亮灵性了。赵浩瞬间惊喜，真的吗，修哥？太好了，我们有救了！点亮灵性到底什么感觉？我怎么什么都感觉不到？你虽然长时间接触了诡异，但心态上不达标，尚未真正的历经生死，所以感觉不到。赵浩欲言又止，很想问，咱俩一直在一块，那你是什么时候经历生死的？方修说完，随即拉着赵浩退后，待女医师将吴大海肢解之后，这才继续摸大腿。吴大海很肥，以他的肉量支撑5分钟不是问题。方修决定再摸2分钟，预留出3分钟的逃跑时间。如果2分钟之后还未点亮灵性，那也不能继续了。至此，他闭上了眼睛，手掌无规律的抚摸，认真的感受。在他的感知中，越来越多的凉气在身体里汇聚，但进入身体之后，这些凉气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方修有些好奇，诡异的气息进入到体内去了哪里？难道是心灵？他不由得沉浸意识，让意识随着那些凉气流动，流向一处不可知之地，就如同一叶扁舟落在了河流之上，最终汇入大海。在这里，方修感知到一颗灰蒙蒙的心脏，它正在缓缓跳动，上面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尘，脏兮兮的。而所有的凉气最终都钻入心脏。心灵就是心脏？不对，心灵不可能是心脏。心灵无定型，之所以是心脏，那是下意识的体现。这是我的心灵，我应该能控制它的形状。念动之间，这颗灰蒙蒙的心脏缓缓变成了一把剑，又变成了一把刀，甚至变成了方修自己。很显然，方修的猜测是对的。不过心灵的形状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点亮灵性。于是，心灵再度变成了心脏的模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凉气钻入，心脏跳动得越发剧烈，隐隐发出淡淡的光泽，但皆被外表的灰尘挡下。方修耐心等待了片刻，终于变化发生。没有玄幻小说中所谓的突破瓶颈，有的只是水到渠成。只见心脏一角处的灰尘突然消失，仿佛被什么东西擦拭掉了一般。那一角处绽放出一抹宛若黑洞的黑光，这是方修心灵本来的光泽。下一刻，所有的诡异气息朝那露出的一角汇聚成一道嫣红如血的血光，随后顺着心灵一角入侵。黑光与血光交织相应，那血光似乎想要将黑光污染成自己的颜色，但无论它如何相融，黑光都巍然不动，直至最后，血光全部融入黑光之中，一切回归寂静。也就在这一刻，方修感觉自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人在一瞬间仿佛被黑光洗涤，他的五感变得异常灵敏，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等一切感知都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看世界都仿佛隔着一层纱，那么现在纱不见了，最真实的世界全部裸露在眼前。除了感官的增强，他感觉自己的思维以及神经反应速度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身体素质增幅不大，但对身体的掌控力却大大增强了。如果说普通人只能调动全身40%的肌肉，那方修则能调动80%以上。肌肉的运动是受大脑控制的，而大脑则是由心灵主导。通常情况下，人只有在精神高度紧张、生死危机的时候，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全身肌肉。当然，这也要分人，大部分人到死也做不到。一个例子，汉代名将李广，一次巡逻中见到草中时，误以为是蹲伏的猛虎，倾尽全力引弓而射，竟使箭入13分。但自那以后，无论再怎么射，也射不进石头。而此时的方修能够随时爆发出这般力量，身体还是原本的身体，掌控程度却天翻地覆，并且日后随着身体素质的增强，能爆发出的力量也就越大。渐渐的，方修睁开了双眼，黑白分明的双眸中有一抹黑光隐现，这就是灵性吗？此时的他对于灵性有了更深的感悟。所谓的灵性，就是心灵本身的力量被诡异的力量扭曲之后的产物。心灵本身具备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无法作用于现实世界，只存在于虚幻世界，就如同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世界的神一般。在你的心中，你可以幻想一切无所不能，但却作用不到现实。而诡异的力量就是打破虚幻与现实的工具，融合了诡异力量的心灵可以作用于现实世界。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点亮了灵性之后，你在心灵世界无所不能，到了现实也一样。首先，灵性仅仅点亮了一角，并未全部点亮。据方修估算，点亮的一角大约只占心灵整体面积的1%，也就是仅仅点亮了1%的灵性。其次，就算灵性100%，估计也不可能如自己的幻想中那般无所不能，因为心灵不等同于幻想，它是想象、情绪、记忆、心态等等一切的综合体。心灵的力量便是内心的力量，你内心越强大，灵性的力量就会越强大，前提是有足够多的诡异力量融合，不然无法作用于现实。所有的力量都会有它自己的表现形式，心灵的力量也不例外，它的表现形式和每个人的内心有关，你内心中最在意什么，最渴望什么，最需要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同时也会受性格、想象力、环境因素等等影响。这也是为何每个御灵师都会拥有不同能力的原因。御灵师的能力就是心灵力量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心灵写照之力。那么我的能力是什么呢？方修不由心中疑问，又或者说我内心最渴望的是什么呢？带着这种疑问，方修开始调动自己那漆黑无比的灵性。下一刻，他感知到一股信息，随即整个人愣住，因为他的能力是痛苦。原来我的内心全是痛苦吗？方修感觉很诧异，他继续细细感知，顿时获得了更详细的能力介绍。攻击别人可以让被攻击者疼痛。方修仿佛看到了一句废话，这也叫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我打别人一拳，同样能让那人感受到疼。当方修开始运用能力时，却惊奇地发现，他似乎在漆黑的灵性中看见了自己的死亡画面，并且一股熟悉的痛苦之感涌上心头。那是每一次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不单有肉体上的痛苦，更多是心灵上的。曾经在自己身上产生的负面情绪所带来的痛苦，似乎全都蕴含在这漆黑的灵性之中。直到这一刻，方修才彻底明白了自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他是将自己所经历的痛苦施加给敌人，
让敌人感同身受。哈哈哈哈！方修突然不可抑制的大笑起来，以至于一旁的赵浩都被吓了一跳。修哥，你成功了。方修没有回答，而是继续大笑。太棒了，这个能力简直太棒了。方修心中狂吼，兴奋的不能自已，只因他实在太满意了，哪怕是控制时间空间的能力都不如这个能力来的让他满意，因为这才是他内心最渴望的。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被诡异杀了太多次，如今这些痛苦都化作了能力，可以回报给诡异，让诡异感同身受。这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修哥，2分钟了。赵浩打断了方修的高潮。方修的神情瞬间恢复平静。你先走远点，我准备实验一下灵性的力量。这么说，你真的成为王子腾所说的御灵师了？赵浩大喜。方修点了点头，随后赵浩很识趣的朝左边走廊跑去。蓦地，方修抬起了自己的右手，灵性附着其上。他看了看还在进食的女医师，喃喃自语：就让你第一个感受痛苦吧。痛苦能力的特性让他很满意。同样的，他猜测这个能力不弱。如果这个能力落在别人手中，自然是个弱鸡能力，但在他的手里，那就是神技，是一击必杀。因为他这一拳下去，代表着他死亡21次所遭受的痛苦，这种程度谁挡得住？并且随着以后死亡次数的增多，痛苦会越来越多，意味着这是一个能够无限增强的能力。轰！方修对着女医师的脑袋一拳轰出，正在进食的女医师根本毫无反应。砰！一声沉闷的响声响起。好！女医师顿时爆发出极其痛苦的嘶吼声，躯体轰然倒地，心长的双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头颅，不断的颤抖，连带着手中的手术刀也掉在了地上。初步取得成效的方修却皱起了眉头，这一拳下去并没有获得他想要的成果。女医师虽然痛苦，但明显没有自己当初痛苦，灵性传导时明显受到了阻碍，还有就是这一拳过后，自己的灵性就枯竭了，无法再打出第二拳。1%的灵性还是太弱，而且之所以效果不明显，应该是没有破防。女医师的头并无明显外伤，只受到了些许伤害，这导致痛苦无法全部传递进去。看来下次要真正伤害到诡异才行。拳头的力量终究有限，最好借助武器。但是普通的武器能传导灵性吗？一念至此，方修突然发现了女医师刚刚掉落在地的手术刀，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捡起了地上的手术刀，入手十分冰凉，宛若一块寒冰。仅仅入手的瞬间，他便感觉一道道无比狂暴的负面情绪开始冲击自己的心灵，里面蕴含着无数人的怨气、愤怒、仇恨等等。这等狂暴的负面情绪几乎要将人的心灵撕碎。寻常人怕是接触的瞬间，便会被这些负面情绪冲击成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怪物。然而方修不是寻常人，如果将这些负面情绪比作墨水，他们会将一切心灵都染成漆黑。可要是心灵本来就是黑的呢？给黑纸上涂满墨水，还是黑。所以这些负面情绪并未将方修的心灵击溃，反而让他有一种见到同类的感觉。渐渐的，方修的眼前出现无数破碎的画面，一个又一个半人半诡异的存在被绑在手术台上，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在他们身上切割肢解。骤然间，他明悟了，女医师曾经就是用的这把手术刀，在精神病院中的一位位诡异身上做实验，所以这把刀吸收了无数诡异的怨念。后来精神病院可能是发生了某种变故，而女医师则被手术刀上的怨念击溃了心灵，也变成了诡异。这也就意味着，其实真正的诡异是这把手术刀，女医师不过是被其影响了而已。那拥有了这把刀的我，是不是可以杀了女医师？唰！一道亮银色的寒光闪过，狠狠地朝着女医师苍白的脖颈划去。当！清脆的金属交鸣声响起，随即火花四溅，女医师的脖颈毫发无伤。方修微微一愣，这不可能，能够切割无数诡异的手术刀，怎么可能切割不了女医师？除非是灵性。他瞬间反应了过来，这把手术刀是需要灵性驱动的，自己现在灵性枯竭，所以导致手术刀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看来暂时无法报仇了。没有丝毫犹豫，方修掉头就跑。他怕女医师一会儿缓过劲来，不再赤无大海的尸体，转头过来攻击自己。早就等在左边通道的赵浩见方修跑来，便立刻也开始一起奔逃。跑着跑着，方修出了走廊，来到了一处大厅。大厅十分空荡，在这里，他再度见到了刚刚的2名同事。此时的2名同事正躲在大厅中的一处大柱子后面。本来方修是看不见他们的，毕竟有柱子遮挡视线。但自从点亮了灵性之后，他的五感越发敏锐，很轻易的便听到了2人急促的呼吸声以及不安的心脏跳动。这处大厅的四周有东南西北4扇门，没人知道背后连接着什么。修哥，这有4扇门，应该怎么走啊？赵浩问道。躲在柱子后的2位同事听到人声，便立刻从柱子后走了出来。太好了，你们2个没事啊。方修，你快带路吧。赵浩被吓了一跳，靠，你们2个在这里藏着呀？刚才跑得挺快，现在又让修哥指路。2人讪讪一笑，没有说话，而是将求助的目光看向方修。方修没有在意2人，而是十分平静注视着4扇门。很简单，一个一个试。赵浩等人顿时一愣，在这与时间赛跑的鬼域中，哪里有时间一个一个试啊？众人刚想劝告，方修已然朝着最西边的门走去，其他人只好跟上。可就在这时，好！一道非人的嘶吼声响彻全场，紧接着天花板竟开始颤动，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奔跑。众人瞬间大惊失色，鬼！是鬼追上来了！这怎么可能？王子腾和吴大海那可是2个人啊，怎么可能这么快？方修很快想到了，极有可能是自己攻击诡异导致，亦或者是抢夺了对方的手术刀，打破了女医师的杀人规律。走！他低喝一声，随即推开最西边的门就往里跑，其他人鱼贯而入。最西边的门里竟是一处上楼的楼梯，于是众人开始玩命上楼。其中速度最快的就是方修，他虽然灵性枯竭，但已经点亮灵性的加成还在，
能够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但他再快也快不过诡异。女医师似乎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唯一的特长就是腿特长，爬得飞快。仅仅片刻便出现在楼梯之上，她完全无视其他人，对着方修便直接扑去。方修根本躲闪不及，顿时被扑倒在地。女医师心长的四肢死死按住他的四肢，宛若铁钳。好！女医师爆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张开血盆大口，对着方修的脖颈狠狠咬去。噗呲，鲜血喷射。方修，足！冰冷滑腻的触感传来。方修又经历一遍之前的遭遇，不过他的所有选择与之前一般无二。沙王子腾无大海，点亮灵性，抢手术刀。手术刀他是不可能放弃的，一把能切割无数诡异的手术刀，再配上痛苦的能力，那就是一击必杀。手术刀破防，痛苦能力致死，绝配。哪怕为此会激怒女医师，破坏杀人规律也在所不惜。只不过这次他选择的是北边的门逃跑。北边是电梯，而且还能启动，但电梯的启动速度太慢，在电梯即将关闭的时候，一只苍白的大手从中探出。方修，足。南边是手术室，十分混乱，各种医疗器械被巨力碾成碎片，到处都有暗沉的血迹，而且是死路。方修，足。最后只剩东边的门，如果这扇门再没有生路，那方修只能放弃到手的手术刀。然而幸运的是，东边真的是生路。那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公共厕所，再往前延伸则是3条岔路，左右中各一条。见到厕所的那一刻，方修脑海中立刻回忆起之前走过精神病院的画面。之所以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他只在精神病院中见到过这一处厕所。当时他穿过厕所朝左边走去，见到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安全通道。正如那些商场、学校、医院一般，都会建立一条应急用的安全通道，并挂上指示牌。虽然不知道精神病院的安全通道是否安全，但现在也唯有一试。他拼尽全力朝安全通道跑去，然而仅仅跑到公共厕所处，便被女医师追上杀死。难道只能放弃手术刀？方修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女医师速度远超自己，但自己完全可以利用多次死亡回荡来预测女医师的攻击轨迹。死亡回荡如果运用好了，某种程度上等于预知未来。第9次死亡回荡，走东边。大厅中，方修根本没有丝毫停留，直接带着赵浩进入东边的门。至于藏在石柱后的2位同事，他们也不傻，赶忙出来跟着进了东边的门。进入东边的门之后，非人的嘶吼声响起，天花板剧烈震动。X3，在赵浩3人的尖叫声中，女医师出现在天花板上。他们3个快吓尿了，拼了命的推搡奔跑，生怕自己成为最后一名。然而女医师直接从他们的头顶越过，直奔方修袭去。此时的方修正头也不回的奔跑。赵浩瞬间大惊，修哥快！他的话还未说完，便直接愣住，因为下一刻他见到了神乎其技的一幕。只见方修背后像是长了眼睛一般，天花板上女医师伸出大手，狠狠朝他的头颅抓去。方修犹如提前预知，微微侧头，那只苍白鬼手便显之又显的擦着头皮掠过，一击不中。女医师立刻回手一掏，带着呼啸的恶风，但方修身形一矮，再度躲过。随后第3击、第4击、第5击，女医师的手几乎化作残影不断出击，但方修总能从容不迫且显之又显的躲过。终于，女医师愤怒了，她整具躯体竟然直接从天花板上扑了下来，像极一头巨大的人形蜘蛛。然而就在她扑下来之前，方修一个踉跄，仿佛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似的，身子猛地前倾。借着前倾的趋势，他的速度略微加快，但身形却十分不稳，仿佛下一秒就要摔倒一般。于是他真的摔倒了，但即便摔倒了，他的速度依旧不停，一个驴打滚朝左边的通道滚去。砰！他刚刚摔倒的地方被砸出一个深坑，正是女医师。他扑了个空，越发愤怒地跟着朝左边的通道追去。赵浩3人都看傻了，只感觉一阵眼花缭乱，甚至眼睛都没跟上。方修便轻松地躲过数次攻击。这就是御灵师吗？赵浩心中夹杂着佩服与渴望，谁不梦想超凡？但赵浩不知道的是，这不是御灵师，方修也没有想象中的轻松，这是他足足死了9次之后才做到的神乎其技。左侧通道处，方修终于见到了那块散发着银绿光芒的安全通道指示牌，这是他9次死亡回荡以来第一次见到指示牌。接下来怎么躲避，他不知道，预计还要死上几次。可就在这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刚刚进入左侧通道的女医师在见到指示牌之后，竟然猛地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那声音中夹杂着惊恐、害怕与颤抖。嘶吼之后，女医师猛地掉头，如一道鬼影一般直接逃跑了。方修立刻停下了脚步，眉头微皱。女医师的逃跑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欣喜，反而越发凝重。他为什么会见到指示牌就逃跑？只能说明这里隐藏着让女医师都害怕的存在。方修看着指示牌凝眉，指示牌的后面就是一条甬道，甬道中光线很暗，完全是靠着指示牌照明，但依稀可以看见甬道尽头的铁门。按照正常逻辑，那扇门背后就是生路。这时赵浩等人跑了过来，修哥，你没事吧？那诡异怎么跑了？赵浩的脸上带着关切之色询问。方修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没事。另外2人则是一脸惊喜，这是安全通道，生路一定就在这里。2人想赶紧走，但他们也不是傻子，见方修不动，自然也不可能傻傻的去探路。方修，你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这条路有什么问题？休息一会儿再走。说完，方修竟直接原地坐下，闭目养神起来。他是在等自己的灵性恢复。女医师都被直接吓跑了，而他连女医师都打不过，所以必须等灵性恢复之后再去试探。赵浩看了看闭目养神的方修，不由面面相觑，心中无奈，但却无可奈何，只能休息。他们也确实需要休息，从鬼域出现到现在也不过几10分钟的事，
而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基本都在全力奔跑，心惊肉跳。身为上班族的他们，体力早已严重透支，这突然一休息，竟隐隐有些头昏，还伴随着阵阵虚脱之感。半小时之后，方修突然睁开双眸，腾的一下坐了起来。突如其来的举动给三人吓了一跳。走！方修仅仅吐出一个字，随即便朝安全通道走去。他的灵性仅有1%，所以恢复起来也很快。既然已经恢复，也就没有犹豫的必要了。他走得很慢，并疯狂调动感知，不断地注意着四周的环境，以确保一旦发生意外能够立刻做出反应。很快，他走过了指示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继续向前，门越来越近，赵浩等人紧跟身后，没有人遇到危险。但越是这样，他心中却越觉得不对，能将女医师吓跑，这里怎么可能没有危险？终于，他走到了门前，至此无事发生。难道真正的危险隐藏在门后？砰！他推开了大门，门后是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亮，宛若黑洞。修哥，这里面真的是路吗？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有危险也要走。方修回了一句，随后便直接踏入门中，黑暗犹如一张深渊巨口，将他的身形缓缓吞噬。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在这里面根本见不到任何事物，最诡异的是，就连声音也听不到，安静到死寂。脚步声没有，赵浩三人的声音也没有，以至于方修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三人有没有跟上。他试着张了张嘴，声带在震动，但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尝试回头，但身后的门早已消失不见，四周有的只是黑暗，伸出手挥了挥，也碰不到任何实体，更别说赵浩三人了。事到如今，只能继续向前走。1分钟过去，2分钟过去了，直至走了10分钟，四周依旧一片黑暗，仿佛这条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这种孤寂的黑暗几乎能让正常人崩溃发疯，但却对方修造不成丝毫影响，因为他的心比这条路还黑。就在方修以为自己会被困死在黑暗中之时，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一抹光亮，紧接着光亮扩大，黑暗疯狂退去，四周的景象如潮水般涌。方修愣住了，因为他出来了。没错，他离开精神病院了。黑暗退去之后，他发现自己竟站在一条马路的中间，四周是一排排明晃晃的路灯，两侧还有各种造型精美的绿化带。这是之前他走过的通往白柳书院的林荫大道。他回身看去，顿时见到了一脸惊喜之色的赵浩三人，以及不远处的白柳书院。真的出来了！太好了，修哥，我们活着离开鬼域了！赵浩兴奋大叫，其他两人也不例外，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狂喜。快离开这个鬼地方！这两人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就跑路了。修哥，我们也赶紧走吧，万一里面的诡异跑出来怎么办？赵浩建议道。但方修却没有回话，而是定定地注视着白柳书院。渐渐的，他的眉头越皱越紧。为什么青山精神病院不见了？之前看不见青山精神病院，是因为进入其中，所以无法像在外界那般总观全局。可现在出来了，应该能看到精神病院。可偏偏他就是不见了，只剩下白柳书院。还有就是，为什么离开的如此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女医师仅仅看了只是牌一眼，掉头就跑。自己等人居然没遇到任何危险，难道女医师身上有某种限制，不能离开精神病院，所以在看到出口时便直接吓跑了？百思不得其解的他，最终在赵浩的不断催促下，只能先行离开。可是走着走着，方修却发现了另一件让他极度震惊的事情：鬼不见了。曾经满大街的诡异，甚至天空上不可名状的诡异，竟然全都消失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方修的心在这一刻彻底乱了。他可以接受自己无缘无故逃脱，可以接受精神病院消失，这些他都可以接受，但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满大街的诡异消失，因为他就无法报仇了。诡异不能走，他们只能死。至此，方修像是疯了一般的往家跑，一旁的赵浩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早早的就被甩下了。方修一边跑，口中还发出状若疯狂的呢喃：不，你们不能消失，不能消失，至少老婆绝不能消失。老婆，你不能消失，你一定要在家等我啊！跑了好一段路，终于见到了一辆出租车，他赶忙上车，催促司机直奔出租屋。良久之后，出租车停在了方修居住的小区门口。到了，一共是……哎，你别跑啊，没给钱呢！司机师傅大喊，但方修早已如猎豹般窜了出去，消失在夜色中。司机的表情像是见了鬼，因为方修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一眨眼便消失了。他根本不敢去找方修要钱，且不说对方飞人的速度，就单说对方在车上的表现，他就不敢。那人不正常啊！正常人谁会双眼赤红，在车上不断颤抖，口中还一直念叨着：老婆，你不能走，不能走！哎，大概是老婆跟人跑了吧，也是个可怜人。司机感慨一声，随即便离开了。方修一路狂奔，小区中也如外界一样，看不见任何诡异，这让他的精神状态越发不正常。砰！方修一把推开了自家大门，疯了似的闯入其中。老婆，你在哪？快出来！他疯狂搜寻客厅、卧室、厕所，没有，还是没有。老婆，我看得见你，你快出来！方修双目赤红着大吼，但那美丽温柔的老婆却再也没有出现。不！方修的精神状态彻底绷不住了，他整个人如同崩溃了一般，大吼大叫：你不能消失！全世界谁都可以消失，唯独你不行，唯独你不行！老婆，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老婆，你可是足足杀了我18次啊！你消失了，你让我往后余生拿什么还？1小时之后，方修双目无神，犹如丢了魂一般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他曾死亡几十次，也被诡异逼疯过，崩溃过，但最后他活了过来。疯狂和仇恨将他的理智从地狱边缘拉了上来。
至此之后，复仇，向老婆复仇，向全世界的诡异复仇，让全世界的诡异感受痛苦，这就是他活着的意义，正如同他的名字一般，至死方休。现在诡异没了，那他满腔的仇恨怎么办？活着的意义又在哪？就这样，他足足看了一晚上天花板，直到第二天，赵浩打来电话：“修哥，你快看新闻。”他的语气十分焦急，但方休并没有什么反应。“修哥，新闻上报道白柳书院失火了。”听到白柳书院4个字，方休的眼中恢复了一丝神采，开始用手机查看新闻。入眼的第一个新闻直接让他愣住。只见上面写道：昨天19点49分，绿藤市开发区白柳书院售楼处发生重大火灾事故，过火面积约1000平方米。消防接报后立即开展救援，火灾22点被扑灭。据统计，事故造成11人死亡，死亡名单如下：昨天7点49，白柳书院大火。这怎么可能？昨天这个时间，方休清楚地记得他们等人正在鬼域之中奔逃，因为需要经常拿出手机看时间，所以他记得很清楚，并且昨天从白柳书院离开的时候，大概9点多，也并没有看到任何火灾。他紧忙朝死亡名单看去，结果赫然发现了自己的大名，甚至还看到了一连串自己熟悉的名字：赵浩、王子腾、吴大海。电话中，赵浩焦急惊恐的声音响起：“修哥，你看了吗？那死亡名单上有咱们的名字，难道咱们都已经死了吗？”方休没有说话，但他双眼中的神采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修哥，修哥，你在听吗？”方休骤然间爆发出一阵压抑着兴奋的狂笑：“哈哈哈，太妙了，真是太妙了！我就知道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在和我捉迷藏。修哥，你在说什么啊？你别吓我呀！”咚！方休挂掉了电话，看见自己死亡的消息实在太让他兴奋了。这也就意味着诡异事件没有结束，诡异也没有消失，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开心的吗？正在这时，叮！微信提示音响起，是售楼处的工作群，经理吴大海在艾特方休：“方休，你为什么还不来上班？你为什么还不来上班？你为什么还不来上班？”一连串的消息轰炸过来。看到这诡异的一幕，方休笑了。死去的吴大海叫自己去上班，哈哈，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人都死了还让上班？看来这吴大海死了之后是变成了资本鬼啊！这是方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迫不及待的想上班。不过他并没有在群里回复，因为他想看看吴大海还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精彩。随着方休长时间没有回复，叮叮叮的手机提示音越发密集，到最后竟然出现一行血字：“你以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你在哪了吗？”血淋淋的大字铺满屏幕，诡异、血腥。随后那些血字开始缓缓变化，竟然汇聚在了一起，就仿佛手机屏幕上凭空多了一滩血，嫣红的血迹。咕噜咕噜，血液开始沸腾，如同煮沸的水。渐渐的，一只眼球从血液中升起，连带着无数血丝从手机屏幕中长了出来。那只诡异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方休。“方休，我看见你了！”吴大海阴森森的声音竟然从眼球上传出，场面一时间十分诡异，简直能把正常人吓疯。但方休例外，只见他想了想之后，平静地问道：“我的提成什么时候发？”眼球似乎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想到方休会是这种反应。“只要你来上班就发。”眼球回复道。“好。”说完，方休猛地探出手，一把抓住那连着血丝的眼球，犹如拔草一般，使劲将其从手机屏幕上拽了下来。“不好意思，我就这一个手机，还请你不要占用。”眼球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随即竟然如同泡沫一般凭空消散了。方休摊开双手，手中空空如也，没有眼球，也没有血迹。幻觉吗？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那就去上班。于是方休再度出发，去了白柳书院。这次到了白柳书院，他惊奇地发现整座白柳书院售楼处被烧得通体焦黑，一看就是经历了异常严重的火灾，四周还拉起了警戒带。他径直地越过警戒带，走进了售楼处。当进入门口的那一刻，场景顿时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恍惚间，他似乎又回到了曾经的售楼处，到处金碧辉煌，光洁的大理石地板，天花板上悬挂着巨大的水晶灯，甚至还有早已死去的李菲菲穿着职业装和黑 SI 在一旁和同事聊天。他们见到方休来了，甚至还会打招呼。只见李菲菲一脸调笑：“有小芳来了，今天来得够早啊！”方休走上跟前，对着李菲菲捏了捏，温热饱满且富有弹性。“是真的吗？”李菲菲尖叫着打掉了方休的手，开始怒骂。方休并没有理他，而是径直地走上了2楼。刚上2楼，只见赵浩急匆匆地跑来：“休哥，你也是被抓来上班的吗？”“不，我喜欢上班。”“吴大海呢？”赵浩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就在办公室里。方休点了点头，然后去找吴大海。一路上，他经过办公区，曾经死去的同事们都在自己的工位上，或工作，或摸鱼，与之前一般无二。正当他要进吴大海办公室的时候，吴大海却率先走了出来。见到方休，立刻开始破口大骂：“方休，你为什么才来上班？我在群里艾特你，你为什么不回复？你知不知道我的提成什么时候发？”方休平静的话语打断了吴大海的喋喋不休。吴大海冷哼一声：“提成？你还有脸和我要提成？就你这工作态度，你即使死了，还是如此令人厌恶。”“你说什么？谁死了？你会说人话吗？我活得好好的，你才……”吴大海怒火高涨，用手指着方休的鼻子，嘴巴如同机关枪一般，响亮的声音吸引了整个办公区的同事看热闹。唰，一道银光闪过，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只见一把亮银色的手术刀直直地插在吴大海粗壮的脖颈之上，而手术刀的刀柄处，一只大手正牢牢地握着，正是方休。方休平静的眸光对上吴大海那怒目圆睁的双眼，淡淡道：“现在不是死了吗？”噗嗤，方休拔下了手术刀，砰！
吴大海肥壮的身躯应声倒地。这时，那些同事们突然不动了，每个人都如同僵尸一般，直挺挺地立在原地，脸色变得如死人般苍白，甚至赵浩也是如此。下一秒，同事们动了，所有人的身躯都开始怪异的扭曲，脖梗脊柱弯曲到一个夸张的非人的弧度，全身的肌肉如沸水般蠕动膨胀。要变身吗？方修喃喃自语，那就打断施法。他可不会如电视剧一般，傻傻地站在原地等他们变身。只见方修火力全开，在灵性的加持下，身形皎洁的犹如一只猎豹，猛地朝众人窜去。一刀、2刀、3刀，银光在场中闪现。当方修停下脚步之时，他的身影已经来到了办公区的另一头。就在这短短1秒的过程中，他穿梭了整个办公区，并且在每个人的脖梗上都开了个洞。砰砰砰，尸体倒地声不绝于耳。这时，咔嚓咔嚓的声音在方修背后响起。女医师吗？等候多时，他回过身去，熟悉的女医师赫然出现在身后，心长的四肢吊在天花板上，黑色浓稠的长发垂落，血盆大口中不时有口水滴落，一双只有眼白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方修。蓦地，女医师犹如鬼魅一般朝方修袭来，但这一次方修却没有反抗，而是面色平静地站在原地，静等着女医师攻击。唰！女医师的惨白鬼手狠狠朝着方修的脖梗袭来。然而下一刻，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女医师的手竟然直接从方修的脖梗上穿透过去，就像穿过一团空气。玩够了吗？玩够了就出来吧。方修一脸平静地注视着四周，瞬间，女医师消失不见，满地的尸体也消失不见，就连整个售楼处也如镜面般破碎。而碎片的背后，赫然是青山精神病院的逃生通道，明晃晃的安全通道指示牌挂在墙上。而方修一旁，赵浩3人歪七扭八地倒在地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带有扭曲的恐惧，还有着许多杂乱的伤口，气息全无。方修缓缓从地上起身，黑暗中，一双猩红鬼眼正直勾勾地盯着他。那双鬼眼似乎没有真正的形体，被一团无定型的黑烟包裹，在不断地翻腾。梦境吗？看来这就是你的能力。方修平静道。被黑烟包裹的鬼眼中传出一道沙哑且令人牙酸的诡异声音：你是如何看穿梦境的？你的梦境很真实，并且你也很懂人类，可惜你不懂硅胶。硅胶？鬼眼似乎没听明白，他又问：你为什么没有恐惧？哦，方修轻咦一声，看来你是依靠恐惧杀人。在你的梦境里，越恐惧就会死得越快，怪不得会出现死亡名单，死人复活，叫我上班。说实话，再次看到一只全新的诡异，我很高兴，但是你刚刚制造的梦境我很不喜欢。你居然胆敢制造出一方没有诡异的世界，那是你一只诡异该干的事吗？黑烟鬼也没有说话，而是死死地盯着方修，似乎要记住他的样貌。下一秒，他开始缓缓隐去，消失不见。方修看了看惨死的赵浩3人，已然理清了前因后果。这是一只可以操控梦境的诡异，也是他吓走的女医师。如果所料不差，女医师应该是整个青山精神病院最弱的诡异，因为她成为诡异的方式与其他诡异不同。其他诡异似乎是通过做实验，由人转化成诡异的，而女医师从未进行过实验，她仅仅是被手术刀感染变成的诡异，两者有质的差别。从女医师没有特殊能力，杀人规律也十分单一死板就可以看出。哦对了，女医师也不是没有一点特殊，至少她腿特长，2米多长。正因成为诡异的因素不同，所以双方的实力也天差地别。女医师在见到真正的诡异之时，便直接被吓走了。这只操控梦境的诡异，应该是从那间被打开的病房之中逃出来的。他趁着自己等人休息时，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让自己等人睡着，然后无声无息入梦，在梦中制造恐惧。你越恐惧，在梦中就会死得越快。只可惜他遇到了方修，一个见到鬼不会恐惧，反而见不到鬼才会恐惧的男人。准确的说，方修在梦境中发现诡异消失的时候，他倒也不是恐惧，而是崩溃绝望。好在这只诡异为了吓唬他，故意制造各种异事件，重新点燃了方修对生的渴望。再加上诡异不了解硅胶，被方修识破。当然，这只鬼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方修根本不会恐惧。方修走到赵浩身旁，此时的赵浩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脸色紫青。他伸出手探了探鼻息，确认赵浩确实已经死了，而且还是自己把自己掐死。这种事正常人类根本不可能办到，但诡异的存在本就不正常。蓦地，方修拿出手术刀，一刀扎入自己的脖梗，他的意识也逐渐模糊，陷入一片黑暗。安全通道指示排处，这是安全通道，生路一定就在这里。2名同事一脸惊喜地看着安全通道指示牌，一旁的赵浩也满脸惊喜。这一次，方修并没有选择休息去恢复灵性，既然那只诡异的能力是控制梦境，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睡着。之前休息时，众人全都不知不觉睡去，那这次就不休息了，直接走。走！方修平静地说了一句，随后便一马当先朝安全通道走去，赵浩3人紧随其后。砰！安全通道的门被推开，众人鱼贯而入，还是没有任何光亮的黑暗。等走出黑暗，众人再度来到白柳书院外界。方修看了看空荡荡的大街，又看了看空无一物的天空，当即又拿出了手术刀，对着自己的脖子来了一刀。之后，方修又试了几次，哪怕大腿上插着刀，也依然会进入梦境。至此，方修也明白了，看来想过这一关，只能靠赵浩自己了。只要克服恐惧就能活。这是安全通道，生路一定就在这里。这时，方修回过身来，对着赵浩等人说道：“安全通道里有一只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诡异，在幻境中会出现各种恐怖的事物，甚至会让你们误以为离开了鬼域，但一切都是假的。想要破解幻境，唯一要做到的就是克服恐惧。在幻境里，你越恐惧，就会死得越快。”什么？这里还有一只诡异？一位同事听完后便直接惊慌了起来，看他的模样，似乎根本不用经历梦境，便已经足够恐惧了。日天，
你记住了，待会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不要恐惧，唯有这样才能活。方修嘱咐了一句。赵浩心有余悸的点了点头，他知道方修不会骗他。对了，如果在幻境中看到李菲菲，可以捏一把，假的和真的感觉不一样，那是幻境的破绽。赵浩顿时一愣，可是我没摸过真的啊。方修没有理会，而是打开门进入梦境。方修经历的还是之前的梦境，他早已测试过了，自己的梦境中赵浩等人都是假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做的不同的梦，他无法在梦中帮助赵浩。因为知道了是梦境，方修更加不会产生丝毫的恐惧，所以很快便破除了梦境。当他醒来后，没有见到那只诡异，只见到赵浩三人歪七扭八的躺在地上，这个时间他们还没死，不过状态十分不好，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恐之色，有的甚至开始抽搐。赵浩则是正用力掐着自己的脖子，面色铁青，眼看就要窒息了。方修连忙过去将他的手掰开，赵浩这才能顺畅呼吸，可状态依旧不好。日天，醒醒！他推了推赵浩，没有用。啪啪啪，10几个正反面的大逼斗抽在赵浩的脸上，他还是没有醒来。无奈，方修只得拿出手术刀，在赵浩大腿上扎了一刀，甚至不惜发动了一丝痛苦能力。赵浩的表情越发痛苦，但就是醒不过来。片刻后，赵浩头一歪，死了。然后方修也死了。之后，方修又试了几次，可无论他怎么提醒，赵浩等人每次都会死于梦境，他们无法克服恐惧。方修默然，他想救赵浩，但却救不了。他决定再试最后一次，如果还是不行，那只能放弃。如何才能帮赵浩克服恐惧？他想到一个方法，那就是转移注意力。既然无法克服，那就回避，必须找到另一种强烈的情绪冲淡恐惧。恐惧是人的本能情绪，想要对付恐惧，唯有依靠另一种本能情绪。回想赵浩的特点，貌似也没什么特点，长得错，性格偏内向，胆小，屌丝，歪歪。唯一的特点大概就是特色。特色，食色性也，这也是本能情绪的一种。方修感觉自己找到了突破口。日天，你最喜欢的那部电影是不是美角教师放学后的私人授课？赵浩瞬间大惊失色。修哥，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偷看过我的手机？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现在立刻打开手机，音量调到最大，外放这部电影。赵浩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说话都结巴了。修哥，你没开玩笑吧？你要是想看，等咱逃出去再看，这当众外放和当街拉屎有什么区别？我没开玩笑，这是在救你的命，现在立刻赶紧放。赵浩见方修说的认真，迫于压力，只得掏出了自己珍藏的电影。当 BGM 响起，阴森的走廊中似乎恐惧氛围都消散不少。两位同事皆是以一种十分怪异的目光注视着赵浩。赵浩此时的神情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脸色涨红。你赶紧认真的看，必须全方位带入电影中的学生，让自己血脉喷张。等一会儿进入幻境之后，什么都不用管，直接闭上眼拼了命的带入，唯有这样才能克服恐惧。赵浩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然后开始投入起来。你们两个也是用你们最感兴趣的事情转移注意力，从而克服恐惧。那两人显然没有赵浩这样的特色，手机里也没存货，只能和赵浩一起看。由此可见，男人最感兴趣的事情可能类型不同，但又大致相同。5分钟后，方修看了看赵浩的帐篷，觉得差不多了。至于另外两人，根本没有丝毫反应。事实证明，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在面对恐惧时还起反应的。不过方修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随后他又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然后便带着他们走入门中。梦境来袭，方修很快挣脱了梦境，他看向倒地的赵浩三人。两名同事如之前一般，表情十分狰狞恐怖，似乎在遭受什么可怕的事情，甚至身上开始凭空出现伤口。反观赵浩这一次，虽然依旧面露恐惧，但恐惧之中更是夹杂了一丝丝猥琐之色，帐篷挺立，这让方修很是欣慰。看来有时候特色真不见得是什么坏处。他还记得有一次闲聊时，赵浩曾经说过，有一天下午睡醒之后，发现自己怎么也睁不开眼，身子也动不了，被鬼压床了。恍惚间，似乎有一个白衣女鬼压在自己身上，当时第一反应是害怕，那女鬼脸色惨白，没有一点血色。可第二反应却发现这女鬼长得真俊，当时也不知怎么了，看着压在自己身上的女鬼就想亲一口，于是就努力撅嘴，但就在快要亲到时，梦醒了，鬼压床结束了。对此赵浩大感遗憾。当时方修听完以为赵浩是在开玩笑，但是现在看来，这小子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他是真的见鬼长得俊，真赶上啊！现代宁采臣。这时梦境中似乎到了关键时刻，两名同事脖子一歪，直接七窍流血而死。反观赵浩，脸上的恐惧之色越发浓密，帐篷也要倒了。可突然，睡梦中的赵浩竟发出一声压抑喘息的低吼，帐篷再度挺立，双手不自觉地在自己胸前乱抓，还不时撅嘴，场面一时间有些辣眼。即便方修见过很多不可名状的诡异，但仍有点不敢直视此时的赵浩。不过方修很快发现了一丝异样，他通过灵性感知，竟发现此时的赵浩身上也出现了灵性波动。赵浩要点亮灵性了。下一秒，赵浩腾的一下从地上坐了起来，面色潮红，喘着粗气。待看清周围环境之后，他先是一愣，随即猛地一喜：“修哥，我是不是成？”他的话还未说完，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神满是戒备地看着方修：“你是不是修哥？”方修见赵浩如此反应，感觉对方成长了，至少有点思考良了，虽然不多。为了证明这不是梦境，方修说出了一些隐秘：水管工的报复，据 X 女病患，鲍鱼游戏，空姐的私人服务，阿凡达。啊！不要再说了，你果然偷看我手机了，修哥！赵浩面色十分尴尬地从地上起身，连忙制止了方修。好了，准备离开吧。赵浩点了点头，只是在看到两位同事的死状之时，不由瞳孔一缩，叹了一口气。这次两人站在了真正的大门前。之前他们所谓的打开大门，其实都是在梦里，每当走到大门处，就已经入梦了。方修将手放在门上，
突然觉得有些奇怪，这一次为何那只鬼没有现身呢？第一次破除梦境，那时就剩自己活着，鬼现身了，问自己为什么不恐惧。后几次破除梦境，鬼一直没有现身，方修猜测应该是因为赵浩等人还未死，所以鬼一直存在于梦境之中，没出来。可是最后一次，所有人的梦境都结束，这诡异却一反常态没有出现，这是为何？不知怎么的，方修突然联想到赵浩即将苏醒之前的举动，对着空气又亲又抓，难道他心中已然有了猜测，但并没有立刻询问，而是一把推开大门，入眼的还是一片如黑洞般的黑暗。两人走入其中，走了大约10分钟，终于见到了光亮。在光亮的驱散下，黑暗如潮水般缓缓退去，露出了外界的光景。他们俩出现在了马路上。这次方修很确定不是梦境，因为他看到了穹顶上的那些不可名状的诡异，甚至周围的小树林里还有零散的几只。他们的身后不远处是白柳书院售楼处，青山精神病院则消失不见。但在方修的感知中，青山精神病院并未消失，他就在那里镶嵌在了售楼处中。这让方修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之前能看到精神病院，可现在却看不见了？之前售楼处并不能遮挡住精神病院，现在精神病院却融进了售楼处。难道是精神病院融入了现实，所以会被现实的景物遮挡，而之前是处于虚幻状态，所以不会被遮挡？太好了，修哥，我们出来了！赵浩的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狂喜。方修没有接茬，而是问了一个问题：日天，你是不是点亮灵性了？灵性？赵浩一愣，刚刚在幻境中好像是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说完，他闭上双眼仔细感知，片刻后，他睁开眼，面露狂喜之色。修哥，我感觉现在好像成了超人，不止无感，就连力气也变大了。要是那只长腿鬼再出现在我面前，一拳给他干废。方修点了点头，对此并不感觉意外。毕竟之前赵浩也没少摸大腿，且在梦境中经历了生死，还与那只控制梦境的诡异长时间深入接触，满足了点亮灵性的条件。只是在支帐篷的状态下，赵浩会觉醒什么能力呢？你觉醒了什么能力？能力？赵浩感知片刻，不由挠了挠头。我好像感知不到能力。感知不到？方修顿时诧异，但鉴于自己也不是很了解灵性，便没有再细问。我不会是没能力者吧？王子腾不是说每个点亮灵性的人都有能力吗？赵浩脸上的喜色褪去，直接耷拉下脸来。修哥，你的能力是什么？预知未来。什么？预知未来？赵浩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度震惊的状态，而方修则是平静的点了点头。倒不是他有意骗赵浩，而是在为了以后做打算。凭借死亡回荡的能力，他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各种先知，倒不如直接说自己能预知未来。并且预知未来这个能力的价值非常高，凭借这个能力，如果真存在御灵师组织的话，自己大概能凭借这个能力获得到不少利益。这个世界既然存在诡异，但却没有世界大乱，甚至外界很少有诡异的消息，那就意味着背后一定有庞大的御灵师组织在维持社会治安，他们肯定掌握着变强的方法，甚至各种有利于御灵师的资源。方修对于变强的渴望十分强烈，所以他必须抬高自己的身价。至于低调，闷声发大财，扮猪吃老虎。如果没被诡异杀死这么多次之前，他或许会选择低调，不引人瞩目。但现在他只想快速变强，然后复仇。就好比玄幻小说中那些天才弟子，无论拜入哪个宗门，都会得到大量的资源倾斜一般。方修现在要做的就是装天才。至于为何不说出自己的真实能力，很简单，他不知道这世上是否存在双能力者。如果跟前世的动漫海贼王一样，一人只能吃一颗果实，只能有一种能力，那他暴露出双能力就是想被切骗。有时候超前半步是天才，超前一步就是疯子了。修哥，怪不得在鬼域中你知道走哪条路，还知道安全通道那里有诡异，原来你的能力是预知未来啊！赵浩顿时恍然大悟，先前在鬼域中太过害怕，导致没有注意到方修的未卜先知，只是下意识的听从对方的吩咐。现在回想起来，方修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包括如何救自己。这不是预知未来是什么？他先是为方修获得了如此牛逼的能力而感到高兴，但很快一想到自己没能力，瞬间又低落了起来，甚至比之前还要低落。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这句话完美的体现了赵浩的心理。日天，你抬头看看，天上有诡异吗？方修突然出声道。赵浩瞬间被吓了一跳。诡异？诡异在哪？他连忙抬头看去，但看到的只有月朗星稀以及漆黑如幕布一般的天空。修哥，天上哪有诡异啊？你是不是看错了？大概是我把蝙蝠看成诡异了吧。方修的眉头不经意皱起。别人点亮了灵性，成了御灵师，也看不见满世界的诡异吗？是因为赵浩刚成为御灵师太弱了，还是因为御灵师也根本看不见满世界的诡异？方修很希望是前者，因为那意味着自己并不孤独，世界上还有自己的同类，和自己一样能看见诡异的人。走吧，回家睡觉。回家睡觉？赵浩诧异道。修哥，同事们都死了，还遇见了鬼，你居然还想着回家睡觉？怎么？难不成你还想打电话通知治安员不成？我也是啊，鬼的事应该找到是，谁也不用找，会有人找上门来的。这个世界既然存在诡异和御灵师，那就必然有专门对付诡异的组织，不然这世界早就乱套了。话又说回来，你是怎么破除梦境的？赵浩的神情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尴尬起来。还能怎么破除？就是按照修哥你教的方法，什么都不管，拼了命的带入影片啊。那你为何之前对着空气又摸又亲？啊，我还做动作了。赵浩的脸疼的一下就红了。不仅做动作，还发出声音，并且裤子湿。啊，你不要再说了，修哥，我求求你别说了，再说我真的社死了。那你说说你在梦境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当然了，我对你的梦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没有能力，会不会是你觉醒中出了差错？方修一脸平静地说道。
真的吗，修哥？好，但你一定要保证不能对咱俩以外的第三个人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进入幻境之后就一直闭着眼，满脑子都是教师讲课。后来我耳边出现各种恐怖的声音，甚至还有冰冷如尸体的手摸我，我害怕极了。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就自己动手了。方修一针见血道。赵浩脸色涨红的辩解道：“我那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的权宜之计。”方修点了点头，表示对赵浩的充分肯定。后来呢？后来周围的声音就变了，变成了李菲菲的声音，很温柔，摸我的手也变得温暖光滑，所以我就睁开了眼。这么喜欢李菲菲？修哥，不是你说的吗？如果见到李菲菲要捏一把，看看真假，那是幻境的破绽。那你分辨出真假了吗？我真假都没捏过。赵浩有些委屈道。再后来呢？再后来，李菲菲就一直诱惑我，我确实没经受住诱惑，但那也不能怪我啊。谁让她穿了 JK， 脖子上挂着黑丝带铃铛，还有马油丝袜，这哪个男人能经受得起这种考验？再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上课，上着李菲菲的双眼就变成了血红色，她的嘴巴开始向两边裂开，一直裂到耳朵根，当时真的快给我吓死了，满脑子就剩下恐惧。方修点了点头，表示对上了。当时赵浩确实有一个时间断尾了，看样子应该是吓坏了。那后来你是如何制冷起来的？当时李菲菲张着血盆大口就要咬死我，我知道自己死定了，但是我就在想啊，我还是厨啊，要是就这么死了，简直白活了。我就是死也不能这样憋屈的死去。然后我就心一横，也不管李菲菲是不是鬼了，哪怕是鬼也罢，反正我要了结了心愿再死。方修，此时他终于明白为何梦境破除之后，那只鬼始终也没有出现的原因了，可能是羞于见人，怕了赵浩这位日鬼者。赵浩见方修沉默，他自己也觉得十分尴尬，于是连忙补充发言道：“死都要死了，还在乎那么多干什么？人生嘛，最重要的是不能留遗憾，你说是吧，修哥？我觉得你该回家了。”赵浩。随后方修又简单的和赵浩交代了几句，告诉他一旦有人找上门来，应该如何回答。两人对好口供之后，便分道扬镳，各回个家了。回到家后，方修见到了温柔的老婆。老公，你回来了呀？吃饭了吗？要不要我下面给你吃啊？老婆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穿的还是那月白色丝绸吊带睡衣，一双白皙纤细的大长腿暴露在空气中。见到一如往常般温柔的老婆，方修心中的大石头彻底落地。再见到老婆的感觉真好。方修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婆精致的容颜，只感觉美得惊人，P 图都不敢这么 P。回来了。他微笑着回答道。老婆脸上温柔的笑意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满是贪婪与疯狂的狰狞，变脸速度之快，堪称演绎大师。你看，老婆的话还未说完，唰，一道银光骤然乍现，一柄手术刀化作残影，狠狠地朝老婆白皙的脖颈扎去，里面充斥着方修漆黑的灵性，痛苦能力一时间开到了最大。回家的这段时间，他的灵性早已恢复，可以驱使手术刀了。就在方修的手术刀即将扎进老婆白皙的脖颈之时，下一刻，他眼前一黑，意识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当他再度醒来，发现自己重新出现在了家门口。死了吗？死亡回荡的地点也变化了。方修低头喃喃自语，老旧的楼道中投下昏暗的灯光，映衬的他脸上阴影一片。这才是老婆真正的实力吗？没想到点亮了灵性之后，反而感觉差距更大了。这次居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果然，诡异与诡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那种差距或许比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还大。看来没有选择继续探索精神病院是对的。其实在女医师被吓跑之后，方修有想过继续探索青山精神病院，但后来想了想，还是算了，没有意义。实力太弱，且对灵性的运用以及有关御灵师的一切都不清楚，容错太多。女医师不过是青山精神病院中最弱的诡异，自己都无法对付，更别提其他被关在房间里的诡异了。别忘了，有几个房间的门是打开的，那只操控梦境的诡异是其中一只，另外几只不知藏在哪里。这次是运气好，遇到了没有攻击力的梦境鬼，才得以逃脱。如果堵门的是其他诡异，哪怕有死亡回荡，怕也会被永远困死在青山精神病院。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哪怕再重来100次、1000次、10000次都没用。所以方修打算先熟悉自身灵性，了解御灵师与相关组织接触，获取了更多信息之后再做打算。砰！他打开了家门，老婆宛若一位贤妻良母般站在门口。老公，你回来了呀？吃饭了吗？要不要我下面给你吃啊？方修无视了楚楚动人的老婆，犹如一位加班到深夜回家的社畜，将疲惫当借口逃避交公粮，自顾地洗了个热水澡，便躺在床上睡觉了。说是睡觉，实则是在研究灵性。他迫切地想要变强，唯有变强才能探索出青山精神病院的秘密，了解有关诡异的真相，然后找老婆报仇，让世界上的诡异感受痛苦。这一夜他研究了半宿，但收获甚微，主要是对灵性近乎一无所知，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王子腾口述，而王子腾又是听他表哥说的，以至于真正有用的信息也就那么几句，无奈只能沉沉睡去。绿藤市调查局，这是一处几乎没有普通人知道的部门，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也没人知道他在哪。就是这样一处低调又隐秘的部门，却在整个绿藤市御灵师圈子里有着赫赫威名，因为他是镇守一方诡异，守护整个绿藤市安全的特殊部门。调查局全名全球诡异事件联合调查战略防御攻击与后勤保障局，简称调查局。绿藤市调查局的总部会议中心，一群人正围坐在会议桌前。这些人有男有女，有的身穿正装，有的穿着便服，甚至还有奇装异服。他们各有特点，但唯一相同的是，那就是普遍比较年轻，20-30岁左右。岁数最大的大概是坐在首位的身穿黑色西服、不怒自威40多岁的中年男子。下面召开紧急会议，想必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就在5小时前，本市开发区的白柳书院出现鬼域，目前鬼域笼罩范围是白柳书院售楼处，暂时未发现扩散迹象。中年男子直奔主题道，其他人面色各异。
最近的诡异事件越发多了。有人一脸凝重道：“嘿嘿，这不是好事吗？对于我们御灵师来说，诡异事件越多，实力才能增长越快。”哼，大言不惭，小心死在诡异手里。你想打架是吗？怕你啊！中年男子看着乱成一团的众人，面无表情。显然他早已习惯这群人的处事风格。中年男子名叫王德海，是绿藤市调查局的局长，但他却不是御灵师，而是一位普通人。可这样一位普通人却要管理着一票御灵师，几乎所有城市调查局都是这般配置，因为御灵师死亡率太高，属于战斗岗位，而非管理岗，也没人愿意将御灵师丢进琐碎的管理事件中，浪费资源。且御灵师因为被诡异力量侵染心灵，所以大多性格古怪，有的甚至暴虐。种种原因导致御灵师无法担任局长。不过御灵师中却有队长，队长配合着局长管理。够了！王德海猛地一拍桌子，大声怒斥：谁要是再无视会议纪律，下个月的御灵师灵性材料减半！一句话，整个会场安静了。显然所有的御灵师都很在意所谓的灵性材料。身为御灵师，拥有超越常人的身体素质，还有种种超出常理的能力，他们这般人想要赚钱很容易，所以对于金钱的需求不高，但对于灵性材料却是刚需，这关乎到自身性命。同时这也是调查局能笼络到一大批御灵师的关键，毕竟为爱发电的人很少，想要御灵师拿命去对付诡异，必然要有足够的筹码。见会场安静了下来，王德海重新收拾情绪：小林，把白柳书院附近的监控调出来。好的，王局。一位秘书打扮看上去十分干练，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女性赶忙开始操作电脑，将监控投屏到会议室的幕布之上。众人朝幕布看去，上面显示的是白柳书院四周的监控，并没有内部监控。准确的说，不是没有，内部的监控似乎受到了某种诡异力量的侵蚀，导致监控器械全部失灵。监控画面开始跳动，出现了通往白柳书院主路的画面。主路上空无一物，只有两边的树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快进！女秘书小林开始快进。停！画面定格，开始播放。下一秒，只见画面上的主路中空气突然扭曲，两道人影竟然凭空出现，正是方修与赵浩。这两人是从白柳书院鬼域中活下来的幸存者，颜值高一点的叫方修，猥琐一点的叫赵浩，都是白柳书院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小林，念一下这两人的资料。小林立刻打开手中的文件夹，开始念。方修，年龄20岁，男性，绿藤市本地人，孤儿，毕业于。赵浩，经调查，两人生平事迹并无特别之处，进入白柳书院鬼域之前因为普通人。你们怎么看？王德海对着众人发问。一位穿着铆钉皮夹克的年轻男子不屑道：连普通人都能活着出来的鬼域，危险程度估计也就地级，这种程度的鬼域随便派个人去不就打发了？我不这么认为。你们看监控画面中那个方修，他表现得太平静了，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活着从鬼域出来的神情，没有劫后余生的欣喜，也没有见到诡异的后怕，平静的不正常。如果他之前是普通人，那么现在极有可能在鬼域中成了御灵师。一位西装金丝眼镜男反驳道。铆钉夹克男子依旧不屑，一个刚点亮灵性的新人御灵师都能活着出来的鬼域，危险程度估计也就 C 级，这种程度的鬼域随便派个资深御灵师不就打发了？没有经历过的鬼域永远不要妄下定论，也许这鬼域的危险程度很高，这两人仅仅是运气好才活了下来。一个刚点亮灵性且运气不错的新人御灵师都能活着出来的鬼域，危险程度估计也就……你给我闭嘴！王德海怒了，直接对着铆钉男子怒吼。他觉得有些头疼，自己一定是脑袋坏掉了才会选择和这群人商议。于是他直接拍板：沈凌雪、李文浩，你们两个去一趟，调查一下方修和赵浩，看看是否成为御灵师，能力强弱、心灵污染程度，有无必要吸收进调查局，以及了解白柳书院鬼域危险程度。好的，王局，知道了。次日清晨，方修直接被赵浩的电话声吵醒。修哥，修哥，我知道我的能力是什么了。手机那头传来赵浩兴奋的声音。什么能力？方修平静道。嘿嘿，说出来吓你一跳。我昨天之所以感知不到能力的存在，是因为我的能力只有在11点以后才能发动，持续时间能到凌晨1点。昨天回家之后，我横竖睡不着，结果11点一到，能力自己就出现了。所以到底是什么能力？修哥，我说出来你不要嫉妒，虽然你的能力很强，但我的能力可是全天下男人最想要的能力，你是不知道啊。我昨天试验了半天，简直……嘟嘟嘟，方修挂掉了电话。片刻后，赵浩再度打来。修哥，你要还是这么多废话，那就不要打扰，我休息了。电话那头传来赵浩委屈的声音。我的能力就是11点之后会变帅，然后身体素质会提升，浑身腱子肉。就这？我挂了。方修刚要挂断电话，赵浩急忙大喊：别，我还没说完呢。你以为我的能力就这么简单吗？最强的还在后面。身体素质的提升只是附带的，其实它真正提升的是性能力。修哥，你是不知道我那方面能力有多强，昨天我测试了一下，简直就是金枪不倒，加粗加大，能挂100斤秤砣。嘟嘟嘟，方修果断挂掉了电话。虽然他从未指望着赵浩能觉醒出什么厉害的能力，但也没想到他的能力居然如此不正经。什么变帅，浑身腱子肉，性能力增强，这不就是 AV 男优吗？我早该想到的，一个靠着小电影克服恐惧的人，能觉醒出什么正经能力？御灵师的能力是与心灵息息相关，是心灵写照之力，你内心渴望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至于为何是11点之后才能发动能力，方修也很能理解，因为11点之后基本是赵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所以每天11点的时候，躺在床上的赵浩究竟在幻想什么，才能觉醒出这样的能力？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怕是只有赵浩自己知道。老公，该吃早餐了。温柔的老婆从门上穿过，走进卧室，对着方修温柔道。方修的眼神没有任何波动，自顾地起身，然后自己给自己做了早餐。
老婆天天叫吃早餐，但却一次都没做过。该死的贱人，应该吞1000根针。这时，方修家小区楼下的街道旁，一辆黑色商务车正静静地停在那里。车内坐着一男一女，男子看上去30多岁，身穿黑西服，戴着金丝眼镜，身形笔挺，很是干练。女子长相精致，脸蛋小巧而又美丽，身穿黑色制服套裙，裙下是黑色的丝袜，质地细密，色泽深厚，并不是那种一撕就破的廉价货。脚上则是一双镂雕精美的高跟鞋。这身装束搭配着对方高挑的身材以及冷傲的气质，并不会有通常黑丝所表达的俗气，反倒平添几分冷艳。这一男一女正是调查局的沈凌雪和李文浩。此时，李文浩的耳朵上戴着黑色耳机，面前连通着监听设备。片刻后，李文浩摘下耳机，一旁的沈凌雪平静问道：“两人通话间听到了吗？”李文浩点了点头。从两人的对话显示，初步可以判定，两人之前都是普通人，是在白柳书院鬼域中点亮的灵性，成了御灵师。能力呢？方修的能力电话里没提，不过听赵浩的意思，应该不会太差。希望真的不会太差吧。现在调查局急缺人手，如果方修能力不差，且能通过心灵污染测试，可以考虑吸收进调查局。赵浩呢？提到赵浩，李文浩面露犹豫之色，显然有些难以启齿。沈凌雪眉头微皱，怎么了？有话快说。是。李文浩赶忙略带恭敬地回答了一声。很显然，沈凌雪的地位要比李文浩高不少。其实这也很正常，因为沈凌雪是御灵师，而李文浩则不是，他只是一位普通人罢了。调查局担心御灵师的精神状态，所以通常会给每位御灵师配备一位普通人充当监督员，防止御灵师受到刺激精神失控，或者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想法是好的，但通常情况下，主导的一方都是御灵师，毕竟御灵师拥有力量，而监督员一旦劝不动，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跟上级汇报，然后上级做出相应的惩罚。一般御灵师与监督员的组合都是男女搭配，男御灵师搭配女调查员，女御灵师搭配男调查员，阴阳调和，产生冲突的几率会减小。只听李文浩犹犹豫豫道：“据赵浩自己说，他的能力是每天夜间11点到1点期间会变帅，浑身腱子肉，身体素质增强，主要增强的是性能力。”沈凌雪听到性能力3个字之后，冷傲的脸上明显出现一抹厌恶。哼，他的能力倒是挺适合去会所当鸭。沈凌雪冷哼一声，随即又道：“像这种心灵肮脏、能力恶心的垃圾，就没必要吸纳进调查局了。另外，以后赵浩必须好好监管，不然指不定会利用能力做出什么龌龊事。”明白。李文浩点了点头，心中暗暗叹息。沈凌雪对方修和赵浩的态度简直天差地别，一个可以吸纳，一个不仅不吸纳，反而还要严加看管。倒不是说多重视方修，主要是赵浩的能力实在是太丢印象分了。走吧，先去见见方修。咚咚咚，方修的家门被敲响了。在他的感知中，很清晰地听到了有2人正在敲门，甚至2人上楼时便听到了。方修透过猫眼去看，见到了身穿工作服的一男一女。他没有丝毫犹豫，便打开了门，根本不担心对方是诡异，因为诡异在没有看见的时候，无法对现实造成影响，也就意味着无法敲门。另外，这个时间点还身穿工作服找上自己，大概率是特殊部门的人。门打开之后，李文浩拿出调查局的证件说道：“方修是吧？我们是全球诡异事件联合调查战略防御攻击与后勤保障局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证件。”方修一脸平静地查看了2人的证件，知道了他们的姓名。没有丝毫意外，现在到处是监控，特殊部门的人不可能查不到自己。唯一意外的是，这特殊部门的名字是真长，肺活量不够的人一口气都念不出来。请进。方修将2人引进，这期间沈凌雪2人一直在打量他，而方修也在打量他们，准确的说是想确认他们能否看到老婆。此时老婆表现得很开心，可能是因为人多而开心，十分得体的站在一旁，温柔道：“老公，家里来朋友了呀。”沈凌雪和李文浩的视线一直在方修的身上，似乎看不见老婆。看不见吗？还是早已做到如自己一般，能够无视诡异？方修心中猜测，身为特殊部门的人，实力肯定要比自己这种新手御灵师强大，并且知道许多有关诡异的信息。如果连他们都看不见老婆的话，那也就证明了只有自己是特殊的。能否看见诡异可能和是不是御灵师无关。不过方修还没有下定论，需要再试探。方修猜测时，沈凌雪2人也在揣摩他。2人对方修的感觉很奇特，平静，实在是太平静了，这根本不像是经历过诡异事件活下来的人该有的反应。他们曾经也见到过不少从诡异事件活下来的人，基本表现的都是大受刺激，就算是成了御灵师也一样，精神状态普遍不太稳定。一般见到调查局来人，有的选择逃跑，有的则是拼命的问东问西，想要了解诡异的真相，但唯独没有像方修这般平静的。3人在客厅坐下后，沈凌雪审视道：“你似乎对我们的到来一点也不惊讶。你以前知道调查局？”方修摇了摇头，不知道。不过这世界上既然有诡异存在，却没有引起骚乱，肯定背后有某种力量在维护社会治安，这不难猜。确实不难猜，但普通人经历了诡异事件之后，可不像你这般还能平静的思考。沈凌雪略带赞赏道：“你猜测的不错，我们调查局便是专门对付诡异的特殊部门，是御灵师的官方组织。今日前来有2件事，一是调查白柳书院诡异的相关信息，2是判断你是否有资格加入调查局。虽然民间也有不少闲散的御灵师，但唯有调查局掌握着绝对的信息、绝对的统治实力以及大量御灵师所需的资源，所以这对你而言是个机会。下面进行第1项，将你知道的有关白柳书院诡异的信息说出来。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们解答。”方修平静道。沈凌雪眉头微皱，现在是我在向你提问。这时李文浩连忙道：“沈调查员，方修刚刚经历了诡异事件，心中肯定有很多疑问，我们先解答了他的疑问，让他理清思路，待会也更好回答咱们的问题，不是？”沈凌雪略微点头，算是同意了。
李文浩对着方修微笑道：“方修，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毕竟你现在也是御灵师了，一些常识早晚都会知道，只要不涉及机密，你都可以问。”方修微微扫视二人，心中已然有了判断。沈凌雪应该是御灵师，而李文浩则不是。从诡异事件中活着出来的人，眼神是不一样的，给人的感觉也不同。这是自身灵性带来的感知。看来这就是调查局的配置，一位御灵师配一个普通人吗？御灵师的心灵被诡异侵染，往往容易性格古怪极端，配一个普通人监督，倒也可以起到一点监督作用。沈凌雪的心灵扭曲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目前表现出的性格是冷傲、强势，不知是自身如此，还是受诡异影响。不过这些方修都不关心，他只想知道关于诡异的真相。第一问题，诡异是什么？方修问道。李文浩微微一笑，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大部分从诡异活下来的人要问的，不过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目前调查局也没有给予诡异明确的定义。诡异从何而来？诡异是什么？诡异的目的是什么？暂时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至少以我的级别是不清楚的。我唯一能告诉你的，诡异的出现没有规律，基本都是突然出现，他们目前表现出来的目的就是吃人，准确的说是吃人的心灵，你也可以理解为人的精神力量。诡异的初步定义是类似自带污染源的扭曲心灵实体，他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有的有血肉，有的则是类似灵魂体，有的甚至是概念体。唯一相同的是，所有的诡异都对人类带有极大的恶意，他们似乎靠着吞噬人类的心灵强化自身，并且每个诡异都是一个污染源，如同放射物质一般，源源不断地向周围释放污染性辐射。这种辐射能够污染人的心灵，激发负面情绪，让心灵扭曲。你能成为御灵师，想必应该知道，御灵师的力量就是被诡异污染后的产物。第二个问题，御灵师的力量层次如何划分？哦，李文浩微微诧异，看来方先生，你知道一些关于御灵师的事情。李文浩也没问方修是怎么知道的，而是继续解释道：你既然知道御灵师，想必也知道灵性，那我就不过多解释了。御灵师的力量层次是根据点亮灵性的多少而划分的，如方先生，你这般新晋御灵师，一般点亮灵性的程度是1%，我们称之为一阶御灵师。点亮灵性1%到20%都是一阶御灵师的范畴，具体表现为能力出显，刚刚获得能力，并且能力会随着灵性的增加而增强。点亮灵性21%到40%是2阶御灵师，具体表现为能力强化，其能力会大大增强，发生质变。41到60是3阶御灵师，具体表现属于机密，以我的级别是不知道的。以此类推，后面还有4阶、5阶，灵性100%后会怎么样？李文浩摇了摇头，不知道。据我所知，目前全世界不存在点亮灵性100%的人，点亮灵性的难度是越往后越难。御灵师想要点亮更多的灵性，就要不断寻找强大的诡异，不断的经历生死，与生死之间突破，可面对愈发强大的诡异，死亡率会直线上升，并且现在也没有出现过足以让人点亮灵性100%的诡异。御灵师与诡异算是天生敌对，但又相辅相成，诡异越强，御灵师才能越强。不过现在的诡异强度并不足以孵化出太过强大的御灵师，所以不止没有灵性100%的御灵师，就连达到5阶的御灵师也没有，5阶仅仅存在于理论中。至于4阶御灵师，各国都有些捕风捉影的消息，谁也不知道真假，已经属于传说中的存在，有没有不得而知。反正目前全球明面上最强的一批人就是3阶御灵师。第三个问题，方修还想问第三个问题，但却被沈凌雪打断。只见他不耐烦道：我没有功夫听你在这里问这么多问题。李文浩，把全球诡异论坛的网址给他，让他自己查询。李文浩无奈，只得给了方修一个网址，并嘱咐道：这是一个暗网，算是全球最大的诡异论坛，一些常识性的信息里面都有，如果你要知道机密的话，那就需要付钱了。另外我还要提醒你一句，因为是全球范围的论坛，所以这里并不受我们调查局监管，你浏览时千万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的邮件。方修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现在该我们提问了，说说你在白柳书院诡异中的遭遇吧，事无巨细都说出来，如果胆敢弄虚作假，造成什么不可估量的损失，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沈凌雪略带警告意味地说道。方修并没有理会对方的威胁，而是继续平静道：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沈凌雪的秀眉顿时皱起，眼神不善道：你还有完没完？方修无视对方的目光，指了指自己的旁边道：你们看得见我老婆吗？此言一出，原本正要发火的沈凌雪顿时愣住，她看了看方修空无一物的右侧，又向四周看了看，根本没发现所谓的老婆。李文浩也是愣住，你在说什么？方修，资料显示你根本就没有老婆，甚至连女朋友的都没有，看不见吗？还是装作看不见？方修一脸平静地看着两人，口中不断呢喃。一时间，场中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李文浩心里突然咯噔一下，他怀疑方修的精神状态不正常，一定是这样，普通人经历了诡异事件之后，怎么可能如此平静？尤其还被诡异的力量侵蚀心灵，成了御灵师，状态本就不稳定。双重加持之下，方修表现得如此平静，本就不正常。现在居然问别人看不看得见他老婆？你一个单身狗有没有老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这方修不仅精神状态有问题，甚至比一般御灵师还要严重，居然都产生幻觉了。方修，你是在耍我们吗？沈凌雪突然怒道。方修看了一眼怒气冲冲的沈凌雪，觉得对方不像是装的，不过无所谓了，他还有准备。只见他回身看向自己的老婆，双方对上视线。老婆，我看见你了。你看得见我？一道饱含压抑与狂喜的声音响起。疼！沈凌雪与李文浩疼的一下站了起来，一脸见了鬼似的看着方修的右侧。那原本空无一人的地方，居然凭空出现了一位身穿月白色丝绸质地睡裙的美人。只是那美人冷白的皮肤开始如瓷器般破碎，产生了密密麻麻的裂纹。眨眼之间，无数密密麻麻的黑色裂痕遍布全身，整个人仿佛被摔碎的瓷器。在那黑色裂痕中，响起了流水的声音，嫣红的血液如蠕动的虫子一般从缝隙中钻了出来。老婆那柔顺的长发开始活动，
好似一条条扭曲的黑蛇在空气中狂舞。此时，他的樱桃小嘴已经咧到了耳朵根，平整的牙齿呈锯齿状，而嘴的里面竟然还套嵌着一张嘴，就仿佛喉咙中长了一张嘴似的。诡异！沈凌雪惊叫一声：“该死！方修，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老婆居然是诡异！”方修微微皱眉：“现在才能看见吗？看来是因为我看见了老婆，从而触发了某种媒介，导致原本虚幻的老婆进入了现实，所以沈凌雪两人才能看到。就如同之前的青山精神病院一般，一开始只有自己能看见，后来闯入现实，融入售楼处，所有的同事都能看见了。这也就意味着，看见诡异和御灵师没关系，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御灵师，都看不见满大街的诡异。如果说赵浩看不见是因为太弱了，那没道理，调查局出身的沈凌雪也看不见。也许全世界只有我能看见，这让方修心中一沉。这种特殊性他并不想要，没人喜欢被满大街诡异包围的感觉，一旦被发现就会死。就如同一直行走在刀刃丛林中，时刻精神紧绷，稍有不慎便会被乱刀分尸。哥，人类！老婆口中爆发出令人牙酸的笑声。沈凌雪见状，直接先下手为强，她摊开白嫩的小手，空气骤然扭曲，两道爆裂异常的火焰出现在手中，房间的温度突然升高，甚至不远处的窗帘沙发竟然凭空自燃，可见火焰温度之高。两团爆裂的火焰被沈凌雪甩出，狠狠地袭向老婆。轰！爆裂的火焰在老婆的身上炸裂，然而那火焰似乎遇上了冷水一般，瞬间熄灭，老婆则毫发无伤。什么？沈凌雪瞬间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之色，居然毫发无伤！快逃！她已然意识到眼前的诡异根本不是自己能对付的，扭头就要逃跑。但就在这时，老婆冷白的小手对着空气轻轻一挥，空气似乎被什么波动，只见正要奔逃的沈凌雪两人，其头颅直接从脖颈上滑落，断裂处光滑如镜。嗖！方修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朝沈凌雪两人的尸体扑去，然后开始迅速的在对方尸身上翻找。老公，你在找什么啊？老婆温柔的声音从方修耳边响起。方修没有理会，继续搜寻任何有用的信息。下一刻，一阵剧痛袭来，他眼前一黑，意识逐渐模糊。黑夜，繁星点点。方修站在自家门口，此时的时间节点为刚刚从青山精神病院逃出，回到家。哦，死亡回荡节点没变吗？看来从青山精神病院出来为一个事件点，当我回到家用手术刀试探老婆被杀，算是进入下一个节点了。没有新的诡异事件发生之前，节点应该不会变。那么，明天上午8点40分就是调查局上门的时间，是时候让预知能力出现在世人眼中了。方修打算开始自己的计划，既然知道了调查局的存在，那就没有道理不去利用。毕竟，单凭自己一个人想要让全世界的诡异感受痛苦，几乎不可能办到，必须借助外力。砰！他打开门回到家中，无视老婆走到了卧室，然后打开电脑开始查看全球诡异论坛。这是上次沈凌雪和李文浩给他的，虽然目前两人还未出现，但这网址早已被方修给记下。打开网址，入眼是一只几乎占满整个屏幕的骷髅头，待骷髅头缓缓隐去，露出了暗红色的界面。里面分许多板块：欧美区、亚洲区、日韩区、国产区。每个板块还有许多分类：诡异、御灵师、鬼泣、悬赏。方修迅速阅览各种帖子标题，心中顿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这其中极有可能蕴含着这方世界的真相，诡异的真相。虽然不见得完全，但至少要比自己探索快上不少。只是当他随便点开一个诡异起源的帖子时，一个提示框弹了出来，上面写着余额不足请充值。方修的目光移动到帖子的最下方，一连串的零映入眼帘。他粗略算了一下，想要看这个帖子大概需要花费100万，这让银行卡中仅有几百块的他微微默然。随后他又看了看其他帖子，无一例外，便宜的1-2万，稍微涉及到机密的动辄上百万，甚至还有上千万的。这就是御灵师有钱人的世界吗？方修语气悠悠道。感受到自己的贫穷之后，方修越发坚定要假装能预知未来的决心。他要利用这个能力获取最大的利益，如若不然，他甚至连逛个论坛都逛不起。无奈，方修只得打开国产区的基础板块，这里面的帖子基本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常识，还有许多不知道真假的小道消息，甚至还有人在发帖吹牛逼。他看了看排名第一的热帖，标题是我觉醒了操控时间的能力。操控时间吗？看到这个帖子，方修心中微微一沉，如果连时间能力者都出现了，那自己预知未来的能力价值将会大打折扣。他点开一看，只见帖子上写道，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突然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血月东升。在看完1000字的形容词之后，帖子的最后写着，就这样，我觉醒了控制时间的能力，不同于影视作品中的时间暂停、时间倒流，我将我的能力命名为浪费时间。就比如看完帖子的你，成功被我浪费了5分钟。帖子底下无数人评论，草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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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TM，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被骗，帖子必须顶起来。啪！方修默默地关闭了帖子，他看了看发帖人，宇宙无敌美少女战士，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这就是不花钱能看的东西吗？平复了一会儿，他继续游览，在花费了1个小时之后，总算被他找到了调查局官方组织发布的几条帖子。由于是官方认证，所以上面的信息基本都是干货，有简单论证诡异起源的，有御灵师的基本常识，还有鬼泣的介绍。方修随便点开一个，沉浸进去。就这样，他足足看了1页，初步的了解了诡异以及御灵师的一些常识。倒不是说这些常识有多少，主要是垃圾帖太多，还有一些真假不明的标题党，这浪费了方修大量的时间。1页过后，他关闭了电脑，脑海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脉络。诡异的等级是按照危害程度划分的，从高到低分为 S、A、B、C 第5个等级。有的诡异个体实力不高，但危害程度很大，其评级也会随之增高。
就比如外国的一只代号瘟疫的诡异，其实力很弱，只要找到本体，做好防毒措施，甚至就连一阶御灵师都能将其杀死。但就是这样一只诡异，却能大范围散播瘟疫，致数百万人死亡，故而被评为 A 级。A 级诡异如果放任不管，其有能力短时间内灭绝一座大型城市的人口。S 级则属于灭国级，即拥有短时间内毁灭一个国家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危害程度越高的诡异，实力就会越强。类似瘟疫的诡异只是少数。诡异的起源无从考证，似乎自古就存在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有人分析，古代的那些奇人异事便极有可能是御灵师。后来不知为何，奇人异事以及诡异传说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直到时间步入现代，诡异传说再度兴起。这期间有一段近乎100年的空白，没人知道原因。至少不花钱的板块没有答案。所有的诡异基本都是凭空出现，毫无征兆，没有规律。一开始出现的诡异很少，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诡异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看了耶的帖子，也没有发现有人说能看见满大街的诡异，看来全世界只有我能看见。方修陷入沉思，论坛上说诡异都是凭空出现，毫无规律，但他却知道诡异其实一直就在身边，所谓的凭空出现只不过是满足了某种条件，进入了现实罢了。在外人看来，这就是凭空出现。这些免费的帖子根本没有太多信息，接下来的目标是赚钱以及变强。他开始在脑海中回忆刚刚看到的关于操控灵性的基本技巧，都是些最基础的技巧，教你如何快捷地驱使灵性，以及日常锻炼，有点用，但不多。不过除此之外，方修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关于鬼器的知识。所谓鬼器，就是蕴含诡异力量的器具，它们有的是兵器，比如刀剑，有的是很常见的器具，比如镜子、手镯等等。但无论形态如何，这类器具上都承载着诡异的力量，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功能，每一件都价值不菲，一些强力鬼器甚至能卖到上亿。不过使用鬼器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越强力的鬼器，其心灵污染能力便会越强，就像辐射一般。经常使用鬼器会导致心灵不可避免地受到污染，最终彻底即变成一种类似诡异的怪物。当方修看到关于鬼器的介绍，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手术刀。毫无疑问，手术刀就是一件鬼器，切割过无数诡异的他，早已被诡异的力量污染成了鬼器。他并不担心鬼器对心灵的污染，反正他的心灵早已扭曲得不成样子。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不计代价地使用鬼器，根本不怕畸变。帖子中除了对鬼器的介绍，还简单地讲了讲操控鬼器的方法。最基本的操控就是注入灵性，激活鬼器的力量。但如果想要鬼器如臂挥使，气随心动，那就需要用灵性侵入鬼器核心，建立联系，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鬼器的力量，相当于玄幻小说中的神器认主。不过想要鬼器认主，其风险十分巨大，一旦灵性和鬼器建立联系，等于你放弃了一切防御，每次使用鬼器，其污染的特性便会直达心灵，畸变的风险大大加剧。此时方修看了看时间，已经5点了，距离调查局上门还有3个多小时，时间应该够用了。说着，他拿出手术刀，驱动自己的灵性，开始不断地深入手术刀内部。渐渐的，他的意识仿佛进入一片黑暗，黑暗中似乎存在着无数嘶吼的诡异，他们像是疯了一般，疯狂地冲击着方修的意识。无数道暴虐、杀戮、绝望的负面情绪涌入他的体内，想要将他的心灵扭曲成怪物。然而方修的心灵就像是一个无底深渊一般，任由这些负面情绪涌入，他依旧面色平静。手术刀的目的是扭曲方修的心灵，可倘若心灵本就是扭曲的呢？就好比杀人，倘若你要杀的人本就是个死人，请问还怎么杀？只有这种程度的绝望吗？方修平静道。下一刻，他驱动灵性直接在手术刀内部留下属于自身的印记，双方的联系瞬间达成。当他将灵性退出之后，赫然发现灵性增强了，再度被点亮1%，也就是说他的灵性已经点亮了2%。看来是手术刀的力量帮我点亮了部分灵性，这让方修对手术刀越发满意。除了灵性增强以外，他还发现了手术刀真正的能力。手术刀的能力有2个，一个是基本能力，切割，随着灵性注入的多少，切割能力将持续增强。另一个能力则是调动其中蕴含的诡异力量，强化自身。不过由于手术刀中蕴含了太多诡异的力量，所以这股力量十分混乱，强化自身时基本会失去理智，并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甚至一旦长时间没有退出这种状态，极有可能会直接畸变。好在方修并不担心失去理智，他只担心身体不能承受。他再度看了看时间，已经7点多了，可以吃早餐了。他走出卧室，准备去做个早餐。老婆迎面走来，脸上带着温柔如水的笑容。老公，该吃早餐了。方修径直地从他体内穿过，自己去做早餐了。一个煎蛋，2片面包，一杯牛奶。正吃着，赵浩的电话打了过来。修哥，修哥，我知道我的能力是什么了。手机那头传来赵浩兴奋的声音。性能力。方修咬着面包，面色平静地说道。嘿嘿，说出来吓你啊。你怎么知道的？赵浩愕然。方修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吃面包，他不想回答这么弱智的问题。片刻后，赵浩反应了过来。修哥，你预知到了？无趣啊，真是无趣啊。我还想和你装逼呢，你居然已经提前预知了。修哥，我算是发现你这预知未来能力的缺陷了，那就是从此之后生活中再也没有惊喜。行了，没什么事就先挂了吧，我一会还要来2位客人。别，啪！方修挂断了电话，继续吃早餐。小区之外，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之上，正在监听的李文浩一脸震惊，手中的监听设备掉落在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一旁的沈凌雪顿时皱眉：“你干什么呢？”李文浩反应了过来，根本顾不得捡起地上的设备，震惊道：“我听到方修和赵浩的能力了。”哦，
沈凌雪微微来了点兴趣，什么能力居然让你如此失态？一个一个说，先说赵浩的。赵浩的能力是性能力。沈凌雪，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来，确实够让人震惊的。不是，赵浩的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方修。李文浩急切道。方修什么能力？沈凌雪也不禁微微正色，他很清楚，虽然李文浩是个普通人，但也接受过专业训练，见识过不少御灵师，甚至诡异等闲小事不足以让他色变。预知未来。李文浩凝重道。什么？沈凌雪顿时一惊，你确定没搞错？方修的能力是预知未来。李文浩点了点头，咱们的监听设备属于专业设备，方修和赵浩之前就是普通人，发现被监听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所以应该可以排除两人在电话中演戏的可能，并且方修刚刚还说了一句话。说到这，李文浩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什么话？沈凌雪问道。他说一会儿还有2位客人要来。什么？2位客人？难道他说的是？两人四目相对，皆看到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李文浩缓缓说道，方修平日的交际圈很窄，再加上他是孤儿，更没有亲戚串门，所以他说的客人极有可能是在说你和我。沈凌雪陷入沉默，片刻之后，他嘴唇微动，这世上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就算有，也不应该出现在一位异阶御灵师的身上。确实，李文浩点了点头，越强大的能力限制便越多，就好比之前面试的那位空间能力者，他虽然能够瞬移，但身为异阶御灵师的他，也不过只能瞬移10厘米，10厘米之后灵性便枯竭了，需要等1个小时才能再次瞬移。1小时10厘米，这瞬移能力简直比乌龟爬得都慢。如他这般空间能力者，想要将瞬移应用到实战，至少也得晋升2阶。方修如果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其身为异阶御灵师，情况应该比那位空间系强不了多少，没准只能预知下1秒发生的事情，可他却能预知到你我要去找他，这都多长时间了？不要妄下定论。沈凌雪凝重道，或许是巧合，又或者调查局里有人泄露了咱俩的行踪，也说不定。沈调查员，你说如果咱俩今天不去找方修会怎么样？那他的预言不就破了？李文浩突然提议道。沈凌雪用一种看白痴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咱们的任务就是去调查方修和赵浩，现在人家仅仅一个电话你就不去了，你回去怎么和王局交代？万一这都是方修设计的局呢？以后岂不是让人活活笑死？再者说了，如果方修真能预知未来，那他加入调查局之后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你不会不知道吧？李文浩讪讪一笑，我就是随口一说，想看看他的预知能力是不是真的那么准，去当然是要去的。走吧。沈凌雪打开了车门，微风袭来，吹得他发丝贴在白嫩的脸颊上。我倒要看看这预知未来到底是真是假。两人下了车，径直地走向方修的家。当他们爬上5楼，正准备敲门时，却发现这门是虚掩的，竟一推就开。两人对视一眼，不知是方修预知到了，还是没关好门。待两人进屋后，正好见到一位长相帅气、身材笔挺、一脸平静的男子正在沏茶，正是方修。茶几上摆放着3个茶杯，一个摆放在方修面前，另外2个在旁边，茶杯中还泛起袅袅白烟，显然是刚煮沸的水。看到茶杯时，沈凌雪和李文浩的心中顿时一惊，是真的预知，还是小区外有监控？这时，方修开口了：“沈小姐，李先生，请坐。”这句话一出，两人的震惊之色更浓。他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是第一次和方修见面，在此之前双方根本不认识，并且身为调查局的人，他们的身份资料都是保密的，绝不是方修。够查看的。沈凌雪也是艺高人大胆，一马当先坐在了沙发上，一脸审视地看着方修。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姓氏？还有，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方修无视沈凌雪的审视和怀疑，一脸平静道：“我的眼睛能看到未来。”听到方修亲口承认，两人心中顿时掀起滔天骇浪。不过，沈凌雪虽然震惊，但心中的怀疑并未打消。你能看到未来？怎么证明啊？你们2个都是调查局的人，这次过来有2个目的，一是调查白柳书院的鬼域，另一个目的则是看看我和赵浩的能力是否有资格加入调查局。方修平静道：“方先生，这并不能证明你能预知未来，我们来的目的很容易就能猜到，只要你事先了解过调查局。”李文浩摇了摇头说道。方修将目光投到李文浩的身上，继续平静道：“你一直暗恋沈凌雪，并且早就写好了一封情书，放在你上衣左侧口袋，内容是：凌雪，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死了。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别说了。李文浩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脸色涨红的制止了方修。沈凌雪诧异的看了李文浩一眼。李文浩急忙解释道：“沈调查员，你是知道我的，这方修绝对是在胡说八道，我真没写情书，我……好了。”沈凌雪示意李文浩不要太激动。我从小到大收到的情书很多，你会做出这种事我并不意外，不过听你的意思，应该是打算万一以后殉职了再告诉我，这一点倒是让我有些意外，但咱俩之间是不可能的。李文浩的脸色越发涨红。我知道，我只是……这么说你真的写了情书？拿出来我看一下。沈凌雪伸出了手。我什么我是要看一下内容是否和方修说的一样。李文浩无奈，只得从上衣左侧口袋掏出了一个信封。沈凌雪接过信封，打开之后，快速地扫视了前几行字，心中的震惊之色越发浓烈，因为上面的字和方修说的丝毫不差。他将情书扔回给了李文浩，直勾勾地盯着方修道：“以李文浩的性格，他既然打算死了之后才让我知道，那就必然不可能给任何人看过这封情书。但是你知道了情书的内容，并不代表你能预知未来，毕竟情书不是未来写下的，而是过去写的。”面对质疑，方修继续说道：“沈小姐，你的能力是操控火焰，3维是85、63、80。”沈凌雪的脸色顿时不善起来。我的能力不是什么秘密，接触过御灵师圈子的人多少能有点耳闻。至于3维，目测基本也能猜个大概，只不过一般人没你猜的这么准。沈小姐，
你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需要我说出来吗？方修询问道。李文浩瞬间来了兴趣，说：“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沈凌雪略带不服道：“沈小姐，你有极度的粉红皮，你的内衣、内裤都是粉红色的，甚至你身上还纹了一只粉红色的。”轰！沈凌雪白皙的手中猛地爆发出一道强烈的火光，一股热浪瞬间席卷全场。她极度羞愤地盯着方修：“你根本不是什么预知未来，你这分明是透视眼，你跟赵浩都是一丘之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面对炙热的火焰，方修淡淡道：“首先解释一下，预知未来的能力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可以随意知道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有的时候，我只是能看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就比如昨晚我就看到了你们两人要来的画面，随后我便消耗灵性去预知你们两人，又看到了一些关于你们两人的画面，了解了一些信息。我看到了在某个深夜，李先生拿出情书反复研读，看到了沈小姐在家中收拾内衣。”沈凌雪缓缓消散了火焰，但眼中的不善之色并未消除。她总觉得方修肯定不止看到了这些东西，毕竟那纹身可是纹在了。你现在说的东西根本无法证明，这不算真正的预知未来。那你觉得怎样才算预知未来？沈凌雪想了想，今晚开奖的彩票号码。方修点了点头，随即拿过纸和笔，在上面写下了一连串的数字，递给了沈凌雪。沈凌雪狐疑地看了看手上的数字。沈小姐，提前告诉你，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的每个举动都会导致未来发生变化。就比如你利用调查局的权利去更换今日的中奖号码，那么我写的号码自然不会中。所以你如果想验证号码的准确性，那就不要做出任何影响未来的事情，更不要去购买。方修一脸平静地说道，给人一种十分笃定的错觉，好像他真的预知到了一般。其实他都是瞎编的，他真正的打算是晚上看完开奖后就死亡回荡。沈凌雪见方修如此自信，其实心中已经信了一半，嘴上却依旧质疑道：“方修，你说的最好是真的，如果我发现号码没中，那就说明你在骗我。”你……方修直接打断道：“如果不中，我可以抵命。”沈凌雪一愣，没想到方修居然有这般自信。这时李文浩也凑了过来看号码，他仔细地看了片刻，突然发出一声轻疑：“咦，不对啊，彩票号码不应该是7位数吗？你这怎么才6位啊？7位数，你确定？”沈凌雪狐疑道：“我当然确定，我买过很多次了。”方修，你果然在骗我！沈凌雪立刻就怒了，彩票7位数，写了6位数，这怎么可能中？谁知这时方修却一脸平静地走了过来，拿起了笔，在6位号码的最后处随意地画了一个1。他放下了笔，对着错愕的两人说道：“不好意思，刚刚漏写了一个数，现在没错了，今晚开奖号码就是他。”看着方修这般自信且随意，沈凌雪两人总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愚弄。其实这真不怪方修，他2辈子加起来也没买过几张彩票，又怎么会记得有多少位号码呢？你既然能看到未来，又怎么会漏写？沈凌雪明显不信道：“你现在要做的是等待，而不是质疑。当事实出来的那一刻，一切的怀疑将烟消云散。”方修一如既往的自信。这时沈凌雪突然道：“如果你真能预知未来，那何必等到彩票开奖？你完全可以预知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方修平静地嘟了他一眼：“你觉得我身为一阶御灵师，能够预知几次未来？再者说了，我为何要向你们证明？你们是调查局高层吗？我现在向你们证明之后，到了调查局是不是还得向高层证明？抱歉，我只是预知未来，不是全知全能。”你……沈凌雪顿时柳眉倒竖。一旁的李文浩连忙打圆场道：“沈调查员稍安勿躁，反正到了晚上开奖就见分晓了。方先生，现在咱们还是聊聊你之前在白柳书院鬼域的经历吧。”方修点了点头，那座鬼域名叫青山精神病院。青山精神病院？李文浩显得很是不解。沈凌雪更是冷哼一声，给鬼域命名那是调查局的事情。方修并未理他，而是继续说道：“青山精神病院是突然出现的，与白柳书院售楼处发生重叠。当我们察觉时，所有人都已经进了精神病院内部。方先生，你为什么断定它是精神病院？因为这座鬼域就是一间医院，并且我在里面看到了牌子青山精神病院。”随后方修简单的讲述了在鬼域中发生的事情，他并未透露太多，因为他只是一阶御灵师，即便能力是预知未来，也不能随便预知。当然其中隐去了手术刀的事情，一件价值不菲的鬼器，一旦面世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良久之后，听完故事的沈凌雪两人陷入沉思。方修，你的意思是说，这白柳书院鬼域中除了女医师诡异和操控梦境的诡异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诡异？你预知到了？沈凌雪很是倔强，直到现在他也要称呼青山精神病院为白柳书院鬼域。方修并不感到意外，御灵师本就是心灵扭曲之人，不过是有的人严重，有的人症状比较轻。沈凌雪这就算好的了，没有表现出杀戮、暴虐等倾向，仅仅是高傲、强势、易怒、执拗、小心眼、不好相处、目中无人、疑心重等一点小缺点罢了。我并没有预知到，以我的灵性仅能预知一次，那就是在选择岔路时预知到了正确道路。当时面对左右岔路，我分别看到了2幅画面，一幅是正确道路的画面，显示出安全通道以及控制梦境的诡异，我和赵浩成功逃脱；另一幅则是错误道路，那里存在着许多病房，房门紧闭，每一个房间的背后都有着极其恐怖的诡异气息透出，甚至还有几个房门是打开的。在这个未来中，我和赵浩被女医师追上杀死，所以我判断青山精神病院中至少存在着几十只诡异。几十只诡异？李文浩的声音顿时提高了8度。方先生，你确定？方修点了点头，我的感觉不会错。沈凌雪却嗤笑道：方修，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全球出现的诡异事件不在少数，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处鬼域中蕴含几十只诡异的先例。甚至一般情况下，一处鬼域只有1只诡异，
那鬼域就是基于诡异而生的，可能存在其他诡异误入鬼域或者鬼域融合的现象。但你说的几十只诡异聚在一起，根本不可能。诡异不像人一样喜欢聚集，他们聚在一起很难和平相处。所以，如果你没看错的话，那些根本就不是诡异，而是鬼奴。往往一些强大的诡异可以操控许多鬼奴，鬼奴通常是人或者动物死去之后被诡异强行控制，虽然数量多，但实力通常不强。你可能是当时被吓破了胆，再加上根本不了解诡异，所以才错将鬼奴当成了诡异。方修没有多言，只是平静道：以你的程度，很难理解我说的话，你只需要如实上报即可。他看过全球诡异论坛，自然知道什么是鬼奴，所以他很确定那些病房中关押的全是诡异。不过他并不打算和沈凌雪解释，一是解释的太多会暴露自己预知能力的问题，二则是对于傲慢的女人是解释不通的。他相信只要如实上报，上面的人应该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以我的程度，沈凌雪冷冷一笑，你一个新晋御灵师经历过几次诡异事件？你说是诡异，那就是诡异，你怕是连鬼奴都没见过吧？方修饮了一口茶，缓缓说道：果然，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李文浩见气氛有些剑拔弩张，赶忙打圆场道：方先生，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你昨天之前还是一位普通人，可你的话语中对于鬼域和御灵师都不陌生，你是如何知道这些关于诡异以及御灵师的知识的？也是预知？全球诡异论坛。方修平静地吐出这几个字。对了，这个论坛还是未来的，你给我的。李文浩听到这句话有些匪夷所思。我给你的。他也顾不得惊讶了，继续说道：方先生，预知未来的能力对于调查局至关重要，所以今日还请你跟我们回调查局一趟。方修放下茶杯，起身朝门外走去。1小时后，方修被带到了绿藤市调查局。调查局位于一处地下建筑中，十分隐蔽，但这里依旧存在不少诡异。那些虚幻的诡异在调查局中无意识的游荡，根本没有任何人发现他们。见到这一幕，方修更加确定，御灵师也看不见满大街的诡异，只有自己能看见，不然身为专门处理诡异事件的调查局，不可能有这么多诡异游荡。很快，他被安排在休息室等待，沈凌雪和李文浩两人则是去找局长汇报了。局长办公室，王德海正端坐在办公椅上，一边喝茶一边听两人的汇报。然而随着汇报的加深，王德海的茶杯早已放下，原本平静的表情变得越发震惊。你们确定是预知未来？王德海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李文浩点了点头，郑重道：方修确实预知到了我们要去找他，甚至知道我们的名字以及一些信息。一旁的沈凌雪也点了点头，两人很默契的，谁也没说情书以及粉红皮的事情。王德海沉吟片刻道：预知未来的事情，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还有和方修一同从鬼域出来的赵浩。此事无论真假，暂时列为机密，赵浩那边安排保密，预知未来事关重大，一旦确定能力为真，绝对不能走漏任何消息，明白吗？明白。彩票号码呢？在这里。李文浩赶忙将写有彩票中奖号码的纸条递给了王德海。王德海端详片刻后说道：准确的猜到彩票中奖号码这种事，不见得是预知未来，说不准方修早就在开奖处安排好了人手，准备动手脚。李文浩，你赶紧去安排，找2个信得过的人主持今晚开奖，一定要做到开奖结果完全随机。是，王局。李文浩火速出发去安排彩票的事情了。这时，王德海又看向沈凌雪：小沈，你也算是一位资深御灵师了，以你的经验，你觉得方修是否在说谎？沈凌雪虽然不满意方修的态度，但还是如实说道：我不清楚，虽然方修一开始漏写了一位数字，但他实在太平静了，没有丝毫慌乱。如果他是骗子，那一定是一位心理素质极强的骗子。另外，他并没有欺骗我们的理由，预知未来的能力不同于其他，太容易戳穿了。能骗一次，难道还能骗第2次不成？不过，我个人感觉方修在说谎。哦，何以见得？女人的直觉。王德海，他喝了口茶，顿了顿道：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一切就等晚上开奖见分晓了。可惜他只是新晋御灵师，灵性太弱，不然倒是可以进行一些其他测试。对了，他还说青山精神病院中有几十只诡异。提到这一点，沈凌雪的嘴角挂起一抹嘲弄笑意。王局，你不会相信他说的吧？放眼全球，没有一处鬼域是能够同时存在几十只诡异的。那方修不过一个新人，就算他真的能预知未来，看到了几十只诡异，那也只能说明他看到的是被诡异控制的鬼奴。人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放大。依照我的判断，整个白柳书院鬼域中应该就存在2只诡异。如果真有几十只诡异，方修别说预知了，就算是全知也无法活着出来。一只是女医师形态的诡异，建议代号为鬼医师，杀人规律是就近杀人，且每次只杀1人，没有吃完时不会发动下一次进攻。从描述看来，鬼医师的等级应该是地级诡异。另一只操控梦境的诡异，建议代号为梦魇，杀人规律是梦中杀人，可以让附近的人强制入梦，在梦中会出现各种恐怖事物，引爆你的恐惧，一旦陷入恐惧就会死亡。但反之，只要不害怕，梦魇的危害还不如鬼医师，一次没有实体攻击手段。考虑其特殊性及对普通人的危害程度，建议评级为 C 级诡异。毕竟鬼医师不具备大范围杀人的手段，梦魇却可以同时让多人入梦。综上所述，考虑到白柳书院是固定鬼域，且所在区域人烟稀少，建议危害等级为 C 级。梦魇的梦境，其恐怖程度有多高？王德海沉吟道。沈凌雪随意地摸了摸新做好的美甲，有些漫不经心道：能有多高？吓唬普通人的程度罢了。那方修本就心理素质不错，加上提前预知到了梦魇的能力，知道一切都是假象，肯定不会恐惧。至于赵浩，此人胆小好色，靠着看小电影冲淡恐惧，也成功活了下来。由此可见，连这种新人都能不惧梦魇，
那历经多次诡异事件的资深御灵师更不在话下。梦魇的能力适合搞突然袭击，一旦提前知道都是假象，那他的危害程度可能还不如女医师。王德海点了点头，对于沈凌雪的判断他还是相信的，毕竟是一位资深御灵师，经历过多次诡异事件。同一代号，建立诡异师和梦魇的档案吧。至于青山精神病院鬼域，一切等今晚开奖之后再做部署。一旦没有中奖，便说明方修这人有问题，他的话也将不可信。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却知道如此多的信息，那必然是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组织，说不定是一次针对调查局的阴谋。接下来把方修带过来，我要见一见他。沈凌雪略显诧异，王局，你要亲自见方修？这恐怕不符合规定，方修的真正能力是什么还不得而知。万一他背后站着某个民间组织，其真正目的就是谎称自己能预知未来，然后混进调查局呢？并且他还未进行心灵污染测试，失控的风险有多高也不清楚。安全起见，还是让队长见他吧。王德海却摇了摇头，杨队长目前不在局里，他正在追查人头鬼的下落。那副队长呢？王德海笑了笑，他也去了。沈凌雪顿时大感惊讶，他们俩人居然还能一起行动。你觉得这俩人可能一起行动吗？俩人较劲呢，都是单独行动，看看谁能先解决人头鬼事件。沈凌雪有些无语，这就是男人之间该死的胜负欲吗？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还是真不是一般的幼稚，把诡异事件当成什么了？比赛吗？行了，去叫方修吧，在调查局里，他真有歹心，也翻不出什么风浪。沈凌雪见王德海坚持，只得听从，不过他还是加了一句，我先去让他进行心灵污染测试，如果通过测试，再带他过来。说完，沈凌雪便独断专行，直接走了。王德海先是一愣，随即哑然失笑。他知道这是沈凌雪在保护自己，不过身为领导，自己的命令却无法畅通无阻地执行下去，也是让他有点不好受。但他早已习惯了，普通人管理御灵师就是如此。休息室中，沈凌雪拿来了一个专业的灵性测谎仪，放到了方修面前。他白皙的手中还拿着一张测试题，接下来对你进行心灵污染测试。这是灵性测谎仪，不同于寻常测谎仪，是根据灵性波动测谎。寻常测谎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都能骗过，但灵性测谎仪谁也无法骗过。灵性是心灵的体现，只要你心口不一，它就会有反应，所以你要如实回答，不得撒谎。这也是每个新晋御灵师都要接受的测试，调查局不会放任一个心灵受到严重污染的御灵师在外界。方修点了点头。第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只强大的诡异正在城市里大肆屠杀，你的选择是：一与诡异战斗，二独自逃跑，三尽可能的救人，能带多少人逃跑就带多少人。我选一，与诡异战斗。方修平静道。沈凌雪略带怀疑的看了方修一眼，随后又看向灵性测谎仪，结果显示为没有说谎。他顿时微微惊讶，他从未想过方修会是能为他人舍弃性命之人。这个问题，方修确实没有说谎，他仇恨所有的诡异，即使打不过，他也会试一试，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寻找诡异的弱点，一次杀不了就2次，2次不行就3次。第二个问题，如果以后的诡异事件越发增多，人类明显不敌，并且出现智慧型诡异，邀请你加入诡异一方，只要你加入，就会获得强大的力量，难以想象的权力地位，你会加入吗？不会，真不会。如果诡异许给你很大的权力，并且还给你名额，保护你的家人朋友爱人不受伤害，你会加入吗？不会。方修的回答依旧言简意赅，测谎仪也没有任何波动。沈凌雪有点不信，她始终感觉方修不是那种一心为了人类的人。那倘若你的家人投靠了诡异，并邀请你加入呢？我没有家人。那朋友呢？据我所知，你和赵浩关系不错，而且他是你唯一的朋友。如果是他想让你背叛人类，加入诡异一方，你会同意吗？那我不介意没有朋友。沈凌雪，第三个问题，你成为御灵师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或者说你的理想？杀死世界上所有的诡异。一时间，房间里陷入一片安静。沈凌雪看着毫无反应的测谎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假的吧？什么时候御灵师的队伍里出了这么一个伪光正的人物？他见过不少御灵师接受测试，但绝没有一个人如方修这般。甚至有的御灵师回答的十分自私且变态，毕竟都是心灵被污染的人，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比如第一个问题，强大的诡异在城市里大开杀戒，有人直接选择独自逃跑，稍有良知的选择能救多少就多少。那些心灵污染程度比较高的更是夸张。什么？诡异在大开杀戒？那我帮着一起杀，看谁杀得快。第二个问题，是否加入诡异一方？大多数御灵师的回答是打不过就加入，谁强就加入谁，谁对我好就加入谁。变态的御灵师，我最喜欢诡异了。第三个问题更不用说了，什么活下去，出人头地，荣华富贵，娶100个老婆等等。变态的御灵师，血肉苦弱，诡异飞升。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诡异。其实不是没有人如方修这般回答，但他们回答之后，测谎仪都会嗡嗡作响。可方修的回答却没有引起测谎仪的反应，这也就意味着他说的都是真的。沈凌雪不禁对方修有些改观，难道他就是传说中面冷心热的人？冰山般的面容下隐藏着一颗为人类发光发热的真心。沉默片刻，沈凌雪又问了其他几个问题，方修也如实回答。然后沈凌雪整个人傻了，这是什么心疼人间疾苦的天使掉落人间了？如果灵性测谎仪没有出错的话，这方修简直就是人类的小天使。整个御灵师队伍里也找不出来一个如他这般正直善良的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真能预知未来？方修平静地注视着沈凌雪，淡淡道：我无数次穿梭在未来与过去之间，目睹了死亡与重生，经历了无限可能。未来于我来说，不过是可随意观测改变的玩偶。沈凌雪看了看毫无反应的灵性测谎仪，内心其实已经相信了方修的话，不过还是忍不住吐槽，问你能不能预知未来？你直说不行吗？非得装一下。吐槽完后，沈凌雪收起了测谎仪，
站起身来，态度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说之前的态度是冷淡，那现在就是疏离，似乎很不想和方修站在一起的感觉。人类就是如此，当你发现有人能做到比你还无私、还善良时，你会觉得他是伪善，是装的。但当你发现他不是装的时，你又会下意识地疏离这种浑身散发着光芒的人物。他身上的光会让自身隐藏的阴暗暴露出来。沈凌雪现在就是这种感觉，一开始很不满意方修自以为是的冷淡态度，可测试完之后却发现对方是一个如此正直善良的人。那自己看这样一个好人不顺眼，岂不是显得自己人品很差？他内心的骄傲让他无法做出前倨后恭的事情，所以本能般的排斥，想要远离。你通过测试了，跟我去见王局。沈凌雪撂下这句话，扭头就走了。很快，两人来到王德海的办公室。沈凌雪将测试报告放到王德海的面前，他通过测试了。王德海接过报告，上下打量了方修一眼，随即微笑道：“方修是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德海，目前任职绿藤市调查局的局长，请坐吧。”说完，他便拿起报告，一边翻看一边试探性的闲聊。只是王德海刚开口说了一个字，下一秒却像是卡壳了一般。你，他的双眼顿时瞪大，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手中的报告。他甚至拿出了眼镜，又反复看了2遍，可依旧不敢相信。只因这报告太完美了，完美到别说玉灵师了，就算是一个心灵没有受到污染的正常人都达不了如此完美。他下意识地看向沈凌雪，似乎在用眼神询问什么。沈凌雪则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王德海强压下心中的震惊，深吸了一口气道：“方先生，单论这份报告而言，哪怕你的能力不是预知未来，我都想邀请你加入调查局了。”不急，开奖之后再说。方修平静道：“他可不会现在就加入调查局，那样毫无意义。他要的是以预知能力者的身份加入，到时候可以索要一个合适的价码。”这时，沈凌雪突然说道：“王局，我刚刚用灵性测谎一问方修的能力是不是预知未来了？”王德海顿时凝神，结果如何？他通过测试了。听到肯定的回答，王德海不由瞳孔微缩，但他并没有立即相信，因为他知道灵性测谎仪并不是万能的。他确实能分辨人的谎言，只要心中想的和嘴里说的不一样，灵性测谎仪就会警报。但是如果一个人被催眠，他从内心中就坚信自己能预知未来，那么灵性测谎仪将会判定为真话。这正是王德海存疑的地方。随后两人开始闲聊，虽然报告内容完美，但身为调查局的局长，王德海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识人之术。方修很反感这种闲聊，在他看来这是在浪费时间，他现在只想变强，然后让全世界的诡异感受痛苦。好在很快，两人正闲聊间，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男子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王德海顿时眉头一皱，我说过多少次了，做事不要那么急躁，你这样……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那位年轻人直接打断道：“王局，大事不好了，副队长他死了！”什么？王德海腾的一下从办公椅上站了起来，满脸震惊之色。他怎么可能死了？白棋不仅是咱们调查局的最高战力，而且还是整个绿藤市排名第1的御灵师，绝不可能！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听闻副队长白棋死亡的消息，王德海算是彻底慌了神。白棋是他手底下的一张王牌，如果这张王牌倒下了，那绿藤市将彻底乱套。之前杨队长和白副队长都在搜查人头鬼的下落，不过两人是分头行动，最终还是白副队长在清北镇郊区的烂尾楼里先找到了人头鬼。白副队长找到人头鬼之后，并未告知杨队长，而是独自对付人头鬼。本来以白副队长的实力对付人头鬼不在话下，可谁也没想到，清北镇郊区烂尾楼中除了人头鬼以外，居然还隐藏着另一只诡异。那只诡异出手偷袭，所以白副队长他说到这，年轻男子不由面色有些苍白。什么？还有一只鬼？王德海瞬间暴怒如雷，竟然拿起办公桌上的文件夹直接扔了过去。你们的情报工作是干什么吃的？清北镇还隐藏着一只诡异，你们为什么提前不知道？年轻男子被吓得快哭了出来。王局，情报部门之前进行全市大排查的时候，真的排查过清北镇，当时是真没发现那只诡异，那只诡异就好像是后来凭空出现的一样。王德海狠狠地吸了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愤怒道：杨明呢？身为调查局的局长，他清楚地知道，此时此刻绝不能让愤怒的情绪影响了自己的判断。那两只诡异虽然是偷袭，但能杀死白棋，其实力肯定非比寻常。如果不加以应对，恐怕整个清北镇都会被屠戮一空，甚至绿藤市市区也会跟着遭殃。杨队长得知消息后，正在赶往清北镇的路上。备车，赶紧备车！所有没有外出做任务的调查员都给我赶去清北镇。另外，打电话通知各大民间御灵师组织的负责人，让他们派人手来清北镇。只要能解决这次诡异事件，调查局愿拿出3000灵币、10根灵香当作报酬。王德海近乎咆哮地喊道。听到灵币与灵香，方修心中一动。这两样东西，他只在诡异论坛上见过图片，却从未见过实物。灵币是御灵师之间流通的主要货币，但却很少有御灵师会把灵币当作钱。灵币准确地说是一种灵性材料，是一种特制的钢铁，心灵之钢，是调查局总部研究出来的一种能够传导灵性的钢铁。这种钢铁十分珍贵，具备传导灵性的特质，也就是说，御灵师可以用灵币来打造武器、防具等等。普通的武器防具根本无法对付诡异，但心灵之钢打造的装备，只要输入灵性，就可以起到对付诡异的作用。永远不要小瞧武器装备的作用，人之所以能在动物中脱颖而出，与武器装备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当普通武器装备对付诡异无用时，心灵之钢打造的装备就显得至关重要。至于灵香，也是调查局总部研制出来的一种十分珍贵的资源。灵香可以缓解御灵师的心灵失控。心灵失控是每位御灵师要面对的难题，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心灵的污染也会越发严重，这就会导致心灵失控。但灵香却可以抑制心灵污染，可谓是每位御灵师救命的神药。王德海不断地拨打着电话，大量的动员着人力物力，调查局所蕴含的能量在这一刻显露无遗。
其他各职能部门都被他随意调动。当他打完电话后，看到了一旁的方修，不由对着那位年轻人道：“小王，你带方先生去休息室休息，小沈召开紧急会议。”说完，王德海便带着沈凌雪离开了，而被称为小王的年轻人则是带着方修去了休息室。休息室中，方修一脸平静地喝着茶，内心却在不断盘算：绿藤市第一御灵师就这样轻易地死了，死在2只诡异的手中。这2只诡异的级别应该比较高，不过这也侧面显现出人类的脆弱。人类的血肉之躯，哪怕拥有灵性，在面对诡异时，终究是天然不占优势。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青山精神病院中的女医师。女医师并不是太过强大的诡异，但她的皮肤却犹如钢铁一般，这种钢铁之躯，寻常热武器根本无法破防。反观御灵师，即便点亮了灵性，能够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爆发出超越常人的力量，可真要是被子弹打中，依旧会受伤，甚至死亡。这就是差距。说到底，还是御灵师的容错率太低，哪怕你掌握着强的能力，身体还是血肉之躯，只要稍微犯错，便可能被诡异杀死。白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被偷袭致死。诡异则不然，强大的能力人家也有，并且容错率很高，御灵师很难一击秒杀诡异。这就好比我可以失误无数次，但你只能失误一次，这怎么打？不过方修并不在意御灵师面对诡异的天然弱势，因为弱的是御灵师，而不是他方修。他面对诡异与常人不同，他是我可以死无数次，但你只能死一次。方修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休息室，透过窗口可以看到不少身穿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在忙碌奔波。很显然，白起死了是一件大事，一件足以让整个绿藤市震荡的大事。很快，时间来到了下午，方修估算着事情应该初步告一段落，是时候行动了。他可不打算在这里枯坐一天。随后，他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年轻人，这年轻人的脸色一直处于苍白状态，一上午都没有缓过来。不知是在意白起的死亡，还是觉得自己的情报工作有疏忽，怕被事后追责。方修缓缓起身，走到了年轻人的身旁。年轻人这才反应了过来，你……他刚开口说了一个字，一击手刀便狠狠地打在了他的后脖颈。年轻人的瞬间失去意识，昏了过去。打昏年轻人之后，方修迅速将他的工作服包了下来，自己换上之后便离开了休息室。他打算伪装成工作人员去打探情报，这要是放在平时肯定行不通，但是现在整个调查局因为白起的死亡乱成了一团，正是时候。他手上拿着文件，学着周围的人装作一副匆忙的样子，在调查局中肆意走动。灵性被他调动起来，一时间感官迅速放大，办公室内、走廊内交谈声、打电话声传入他的耳朵。白副队长虽然平日里冷冰冰的，但他的实力却是毋庸置疑的，是整个绿藤市最强。没想到这么强大的一位御灵师居然就这样死了。是啊，谁能想到呢？要我说，这次死亡本来可以避免，要怪就怪杨队长和白副队长两人不对付，整日里都要争个输赢。要是这两人一起行动，白副队长怎么可能被偷袭致死？李哥，我来调查局的时间不长，你详细说说杨队长和白副队长之间有什么矛盾啊？能有什么矛盾啊？纯粹的义气之争，白副队长是公认的最强，但当初选队长之位时，却是杨明队长胜出，白副队长心里一直不服。不是，白副队长既然是绿藤市最强，为何他会输给杨队长啊？嘿，自然是因为杨队长的能力了。你知道杨队长的能力是什么吗？我听人说，杨队长的能力好像是幸运。对喽，杨队长的能力就是幸运，算是一个被动能力，除了能让人走狗屎运以外，没什么卵用。所以杨队长一直被其他城市的御灵师称为最弱队长。不是，那杨队长是怎么从队长之争胜出的？白副队长可是号称2阶御灵师之中无敌的存在啊，还能怎么胜出？当然是靠走狗屎运了。两人对战当天，也不知道白副队长头一天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打起来他就闹肚子，开始窜稀。俩人交手，白副队长根本不敢用力，生怕蹦出来，然后就输了呗。杨队长虽然能力不行，但好歹人家也是2阶御灵师，面对一个不敢发力的对手，自然轻松取胜。啊，不是，既然窜稀，为何不暂停啊？你傻呀，白副队长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典型的高冷装逼男，你让他大庭广众之下暂停上厕所，那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啊！所以他只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战斗。可怜的白副队长一直以为别人不知道他窜稀呢，但当时去了不少御灵师，一个个耳聪目明的，早就闻见味儿了。走廊内的方修听到这便不再听了，因为后续两人聊的全是八卦。这两人明显是文员，所以这时候比较清闲，还有空聊八卦。他继续在调查局中走动，不断的听取信息。快，赶紧去会议室，王局要召开紧急会议了。听到开会的消息，方修立刻混入人群，跟着他们往会议室走去。会议室中，长条状的会议桌边坐满了人，有男有女，普遍比较年轻。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基本没几个人穿着黑色的工作服，大多奇装异服，个性十足。而在会议桌的两侧，则是站着10多位身穿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方修混在工作人员之中，站在墙根，隐蔽地打量着会议桌边的人们。很显然，这些人应该都是御灵师。御灵师作为对抗诡异的主力，其地位自然高于普通人，有资格上桌开会。而会议桌的首座上，则是坐着一脸严肃的王德海。奇怪的是，王德海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空位，没人去坐。2个空位，方修猜测这2个位子定然是队长杨明以及副队长白起的位置。现在白起已死，他的位置空了出来很正常。那杨明呢？难道还在追查诡异？正在这时，他突然闻到了一丝刺鼻的烟味。在紧急会议中抽烟，方修顺着烟味看去，只见在王德海背后的角落里，一个神情落寞的男子正在蹲在地上抽烟。这名男子大约27、8岁，浓眉大眼，方脸阔鼻，说不上多帅，但长得很精神，很正派。不过此时他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太好，双目无神，下巴上全是胡茬，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空气。如果不是时不时的去抽一口烟，简直像是一尊雕塑。
会议室中的其他人则是选择性的无视该男子，任由他在那里蹲着抽烟。见到这一幕，方修心中已然有了猜测。在场的御灵师虽然身穿奇装异服，个性十足，但在开会的时候还是遵守最基本的秩序，一个个老老实实的坐在座位上。这名男子如此作为，却没有一个人说什么，就连王德海也默许，那只能说明这人的地位很高。结合着空出的座椅，很容易便能猜出这名抽烟的男子就是队长杨明。此时，王德海开始开会，在这场紧急会议上，他没有多说任何的废话，而是直入主题。经过调查员的现场勘查，确认白副队长已经殉职。会场响起王德海沉重的声音，现场一片沉默，有人面无表情，有人满不在乎，有人一脸悲伤，神情不一而足。疑似杨明的男子依旧双眼空洞，不过拿烟的手却微微颤抖了一下。沉默片刻之后，王德海浑厚的嗓音再度响起：白副队长是死于一只操控影子的诡异手中。说着，现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照片上显示出一个影子，一个人形的影子。不过与寻常影子不同的是，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就好像一个人穿着黑色紧身衣，就连眼睛口鼻都遮住了一般。通体漆黑，如同人的影子活了过来，变成了实体。这只诡异代号影鬼目前展现出的能力是能够藏身阴影之中。当时白副队长在对战人头鬼时，影鬼从他的影子中钻了出来，将白副队长偷袭成重伤，以至于他死在了人头鬼的手里。众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照片中的影鬼，面色凝重。从影子中突然出现，这种攻击方式简直防不胜防，一个不小心就会中招。强如白旗都被偷袭成重伤，其他御灵师并不认为自己比得过白旗。目前影鬼下落不明，不过人头鬼已经被杨明解决，所以咱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全力搜寻影鬼的下落，找出来，彻底解决这起诡异事件。以及王德海说道，突然深吸了一口气，缓慢而又沉重道：为白旗报仇。场中气氛瞬间为之一肃。或许事件气氛过于压抑，王德海突然强挤出一丝丝笑容说道：在这起不幸的诡异事件中，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好消息？众人纷纷一愣，白副队长都死了，还有好消息？那就是咱们绿藤市调查局的队长杨明，在解决了人头鬼事件之后，已经成功进阶为3阶御灵师，迈入了顶尖御灵师行列。此言一出，众人一片哗然，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角落里抽烟的男子身上。抽烟的男子也就是杨明，他似乎没听到一般，神情毫无波动，只是扔掉了手中的烟头，从兜里掏出烟盒，打算再点燃一支。此时他的脚下已经有不少烧到发黑的烟头了。杨明打开了手中的烟盒，结果发现里面空了，他随手将烟盒捏扁丢在了地上，抬起那无精打采的眼皮看向众人：喂，还有烟吗？声音沙哑且带有一丝疲惫。众人默然，没人回应。王德海见到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但依旧呵斥道：杨明，你给我打起点精神来，你现在已经是3阶御灵师了，以后绿藤市的安危还需要靠你来守护。还有，难道你不想为白旗报仇了吗？面对王德海的呵斥，杨明的眼神没有丝毫波动，还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他缓缓从墙角起身，将双手插入口袋，口中嘟囔道：那我自己出去买一包。说着，他竟真的要离开会场出去买烟，一边走着，嘴里还一边嘟囔：报仇？报了仇小白就能活过来了吗？你给我站住！王德海气得大吼一声，但杨明的脚步丝毫不停，仿佛没有听到一般。气得王德海都无奈了，只得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喊道：我这里有烟。杨明当即停下了脚步，一脸不满：有你不早说。王德海直接将烟扔给了杨明，便转身继续开会了，显然不想再多说一句。杨明则又回到了刚才的角落，一边点烟一边吐槽道：哟，王局什么家庭啊，天天抽华子。王德海满脸黑线，强忍着怒气继续开会。可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王德海的怒吼瞬间爆发：注意纪律！纪律！我说了多少次了？你……进门的工作人员根本没给他说完的机会，而是十分慌张地说道：王局不好了，你刚刚让我带去休息室的那个人不见了，他打晕我自己跑了。什么？你说方修跑了？王德海瞬间惊怒交加，人群中的方修则是暗暗叹息，还是手法不够专业，没想到才让他晕倒这么短的时间。虽然方修成为了御灵师，能够爆发出比普通人更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以前从未尝试打晕别人，根本不知道出多大的力。方修，你居然在这！一道女声从会场中响起，正是沈凌雪。只见沈凌雪腾的一下从座椅上起身，一脸惊讶，指着人群中的方修。一时间，全场的目光聚焦在方修的身上，除了杨明，杨明依旧在看着空气抽烟。方修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刻反应了过来，纷纷掏出枪指着他，似乎只要他有丝毫异动，就会立刻开枪。坐在会议桌旁边的御灵师们也紧紧地注视着他，眼神中流露出好奇或警惕的神色，一丝丝若有若无的灵性微压落在他的身上。方修，你知不知道在调查局袭击工作人员是什么罪名？你到底想干什么？或者说，你到底是什么人？王德海脸色阴沉道。面对王德海的质问以及众御灵师的威压，方修却根本没有理会，而是一脸平静地将目光投向在角落里抽烟的杨明。蓦地，他平静地开口道：想让白旗复活吗？话音刚落，杨明抽烟的动作顿时停住，他原本无神的双眼瞬间变得骇人，犹如一头下山的猛虎，死死地盯住方修。只见他缓缓站起身来，面色阴沉，一股无形的是在他身上酝酿，宛若暴风雨前的平静，是那样的压抑沉重。啪嗒，手中的烟被他扔在地上，他又抬起脚捻了捻。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步伐沉稳地朝方修走来，站定，看着眼前一脸平静的方修，他一字一顿道：不论你是什么人，来自哪里，都不要随便拿死人开玩笑，不然会死人的。无形间，一股庞大的压力如潮水般落在方修的身上，
这股来自杨明一人的压力，竟远远胜过在场所有的御灵师。其他的御灵师也不禁在此时微微色变。这就是3阶御灵师的实力吗？可面对这股庞大的压力，方修神色不变。他经历过苍穹之上诡异的洗礼，这点压力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平静地与杨明对视，淡淡道：“你只需要回答想或是不想。”平静的话语中似乎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见到这一幕，在场的众人不由惊讶起来。面对一位3阶御灵师，说话还这般底气十足，这个叫方修的到底是什么人？杨明紧紧地注视着方修平静的双眸，似乎想从中看出什么，但他能看到的只有深不见底的平静。方修，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快把他给我抓起来！王德海此时已经彻底不相信方修了，他严重怀疑方修背后有着某种神秘组织，在策划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可就在周围工作人员要行动时，杨明却抬手制止了他们。你真能让小白复活？杨明问出这句话之后，他都感觉自己疯了。人死不能复生，这是铁律。就算眼前这人的能力是死而复生，但白棋的尸体都被诡异给吃了，这还如何复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但注视着方修平静的双眸，他心中隐隐有一种直觉，那就是方修说的话可能是真的。方修的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我不能让死人复生，我能回到过去，逆转未来。此言一出，众人一片哗然，只感觉天方夜谭。回到过去逆转未来，简直比让死人复生还要夸张。方修的话，在场的没有一个人相信，可杨明依旧固执地问道：需要怎么做？方修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白棋死的时候你在哪里？杨明想了想，当时我追查到了人头鬼的线索，就在清北镇附近的山区，只是因为线索有偏差，所以没进入清北镇。说到这，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拳，脸上写满了自责。如果我能提前发现，早点进入清北镇，或许他就不会死了。很好，可以了，现在把你的手机号给我。手机号？杨明顿时一愣，完全没跟上方修跳跃的思维。这说着死人复活呢，怎么突然开始要手机号了？没错，你现在只需要给我手机号，然后再告诉我一个秘密。什么秘密？杨明越听越糊涂。一个能让你相信我的秘密。方修平静道：接下来我会回到过去，在白棋出事之前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救他，所以需要一个能让你相信我的秘密。听到这，杨明不自觉地瞪大了双眼，他只感觉匪夷所思，感觉方修在说聊斋。回到过去给我打电话？世界上真有如此变态的能力？就算有，怕是也需要5阶御灵师才能施展吧？这怎么可能？哪怕杨明再怎么想让白棋复活，他也很难说服自己相信方修的话。不只是他，在场的御灵师也是一样，他们是10000个不信。同为御灵师，怎么你就这么优秀？逆转未来回到过去，你这还是御灵师吗？你是御神师吧？可唯有一人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那就是沈凌雪。只因他猛地想到做心灵污染测试题时方修说的话：我无数次穿梭在未来与过去之间，目睹了死亡与重生，经历了无限可能，未来于我来说不过是可随意观测改变的玩偶。他突然有些明白方修当时为何不直接回答是否能预知未来，而是说了这样一段话。很有可能他不是在装 X， 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诉说自己的能力，回到过去逆转未来。看着一脸怀疑的杨明，方修微微一笑，试一试总不会有什么损失。杨明顿时被说动，确实如此，试一试就算失败了又能损失什么呢？他并不觉得方修能凭借一个手机号和一个无关紧要的秘密危害到自己。呼，他深呼了一口气，缓缓道：138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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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念了一遍，方修也只听了一遍，不过却牢牢地记在了脑海里。随后只见杨明思索片刻，最终缓缓说道：那我就说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是关于小白的。本来我这辈子都不打算说出来，怕小白知道后和我拼命，现在他既然没了，那说出来也无妨了。这个秘密就是，其实当初选队长的比赛前，根本不是小白吃坏了东西导致比赛时窜稀，而是我提前给他下了泻药，只不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幸运，所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静，诡异的寂静，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杨明，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似的。他们是万万没想到，原本浓眉大眼的杨大队长居然被地里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这也太损了。杨明被众人看得有些恼羞成怒，这能怪我吗？要不是小白那个混蛋，哎，算了，人都死了，不提了。他又突然叹起气来，神情再度落寞。行了，这个秘密就足够了。方修突然开口道：对了，你没有手机关机的习惯吧？杨明点了点头。如果你真能回到过去给我打电话，那么我一定会接到，因为我是个路痴。小白出事时，我正开车在清北镇附近的山区，我当时手机连蓝牙开着导航，肯定能接到电话。方修点了点头，等着接电话吧。随即便不再言语。随着他的安静，场面也随之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默默地注视着他，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1秒、2秒、3秒。蓦地，方修突然开口道：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继续开会啊！众人瞬间愕然。杨明实在忍不住了，出声问道：你不是要回到过去吗？我们都在等着你行动啊！方修用一种看白痴的目光看向他：我什么时候说要现在回到过去？还有，你们不会以为我会像电影中的那样突然原地消失吧？众人，说实话，他们还真是这么以为的。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急，晚上8点开讲之后。杨明顿时一愣，开讲？开什么讲？好了，不要问了，杨明，你立刻把这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带到禁闭室，我随后就到。他神志已经不清醒了，估计快要灵性失控。王德海突然出声道。杨明本不想照做，可却看到王德海给自己使了一个眼色，于是杨明只得看向方修道：跟我走一趟吧。方修点了点头，直接跟着杨明去了禁闭室，没做任何多余的举动。毕竟以他现在的实力，
在调查局乱来，基本和找死没什么区别。另外，他很清楚王德海的想法，那就是无论自己所说的是真是假，这件事都不宜暴露在大众视野中。如果说的是真的，那回到过去逆转未来的能力太过耸人听闻，一旦传出去，不知会引起何等风波。如果是假的，那这将是今年以来调查局发生的最大一件笑柄，也不宜太多人知道。王德海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才让杨明将自己带走。到了禁闭室，方修又问了杨明许多关于人头鬼和影鬼的信息，以及白棋的相关信息。原来白棋的能力是极速，拥有难以想象的速度，远超同阶的极速，让他无论是出手攻击还是逃跑都处于绝对的优势。他曾经有过秒杀2阶御灵师的战绩，也曾在强大诡异的追杀下成功逃脱。正因如此，他和杨明单独行动才会被允许。白棋打不过可以跑，而杨明呢，拥有幸运能力的他很难不幸的死去。只是可惜，这次白棋受限于情报，没有察觉到影鬼的存在，导致被影鬼偷袭。寻常诡异偷袭白棋很难成功，因为他速度很快，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影鬼不同，他藏身于白棋的影子中，哪怕白棋速度再快，也甩不开影子。白棋在与人头鬼的高速战斗中，他身后的影子如影随形，然后在关键时刻给予致命一击。两人闲聊许久，不过方修并没有套出太多有用信息。杨明这人虽然看着粗犷大大咧咧，但说话却滴水不漏，不该透露的他一个字也不会多说，毕竟他现在依旧无法确定方修是否能逆转未来。大约过了1个小时，王德海带着沈凌雪出现在禁闭室。方修，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想利用杨明做什么？王德海来了之后，直接开口质问道。还有3个小时，开奖之后一切自见分晓。方修平静地说道。开奖？你之前不是说你的能力是预知未来吗？为什么现在又变成了逆转未来？有什么区别吗？我预知未来之后，再做出相应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不就相当于改变未来？就比如我预知到今天出门会被车撞死，那只要我不出门，未来我就不会死。看着信誓旦旦的方修，沈凌雪忍不住插话道。可现在白副队长已经死了，这件事一定成为了不可改变的过去。你身处现在，如何改变过去？哦，方修淡淡的嘟了他一眼，反问道。你凭什么认定这就是现在？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你和杨明他们所有人以及我都是不存在的，现在的一切都是过去的我眼中看到的未来。此言一出，沈凌雪等人全都愣住，内心涌出无尽的荒诞之感。我们都不存在。杨明更是古怪道。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方修闭目养神，不再言语。古怪的气氛在3人间弥漫。方修的话看似荒诞无稽，可是不知为何，他们细细想来，竟有一种淡淡的毛骨悚然之感。我们真的不存在吗？随后几人在禁闭室待了一会儿，便都离开了，只留下方修自己一人。毕竟几人都是调查局的人，药物在身，不可能在这里苦等3个小时。时间如水般流逝，很快3个小时一晃过。砰！禁闭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王德海、沈凌雪、杨明3人面色阴沉地走了进来，目光灼灼地看着正在闭目养神的方修。蓦地，方修睁开双眼，平静地看向3人。啪！沈凌雪将之前方修写中奖号码的纸条拍在桌子上，寒声道：方修，你写的中奖号码根本就没中奖，不止没中奖，甚至就连1个数都没中。你看看，上面有我刚写的本期开奖号码。方修，你现在可以解释解释，你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派来的？王德海凝重道。杨明一言不发，但看向方修的目光中却带有一丝杀气。然而此时的方修却微微一笑，我的预知不会出错，你现在随便弄一串错误的数字过来，想骗我？沈凌雪气得不由呼吸一滞，胸口一阵起伏。他直接掏出手机，打开开奖信息，摆在了方修面前。你自己看，我看你还能演到什么时候？方修随意的扫视了一眼，嘴角的笑容越发嘲弄。你们派人操控了开奖，现在反过来质问我。此言一出，3人的面色顿时冷了下来。沈凌雪冷笑，方修，我们确实派人去了开奖中心，但是那是因为我们怕你提前准备好了人手，打算做手脚。这次开奖完全随机。怎么？现在看到开奖号码不同，是不是做手脚没成功？方修看了看3人的反应，基本已经断定他们应该没有动手脚，那就可以放心的死亡回荡了。这时沈凌雪又冷笑道，你之前不是说如果猜错了就抵命吗？哼，我看你现在可不是要抵命的样子，抵赖还差不多。放心，我说到做到。方修微微一笑，下一刻一把银亮的手术刀出现在他的手中。沈凌雪和杨明顿时将王德海保护在身后，以为他要图穷匕现。然而令他们震惊的是，方修拿出手术刀之后并未出手攻击，而是一刀插进了自己的额头。3人瞬间惊呆了，看着额头插着一把手术刀的方修，他们只感觉这么言而有信的人不多见了。真就说到做到。玉藤市调查局，死亡回荡归来的方修在沈凌雪、李文浩的带领下走入其中。这次回来，他完全重复了上一次做的事情，以免引起蝴蝶效应。看着第2次来到的调查局，方修微微一笑，是时候展现真正的预知未来了。3人走入其中，蓦地，方修突然停下了脚步。沈凌雪微微皱眉，怎么了？前方走廊拐角会有2名工作人员撞倒。什么？李文浩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问道。结果下一秒，只见一位抱着一沓文件、身穿职业秘书装的女人急匆匆地跑来。当她跑到拐角处，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正好从拐角走出。哎呦！伴随着一声惊叫，2人撞在了一起，文件洒落一地。沈凌雪和李文浩瞬间震惊，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方修。这怎么可能？方修神情平静，自顾地向前走去，从散落一地的文件上迈过。沈凌雪2人紧随其后，甚至连倒地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没有听见。
方修像是早已来过调查局一般，轻车熟路地走到一片办公区，里面正有10几位文员坐在电脑前办公。这时他又道：“左数第3排的女人会起身接咖啡。”随着他话音刚落，那女人就如同听到了指令一般，拿起办公桌上的杯子，起身去了咖啡机。他身后的沈凌雪两人越发震惊，只觉得不可思议。倒数第2排中间位置的男人会将文件碰掉。同样的话音刚落，只见那名男子似乎有些疲惫，抬起手伸了个懒腰，在他伸懒腰的同时，啪嗒一声，桌子上的文件不小心被碰掉。第1排第1位的男人马上会接到一个电话，通话时长3秒。沈凌雪和李文浩几乎同时看向手腕上的手表，下一秒，叮铃铃，电话声响起。喂，哪位？我不买房，也不办贷款，你们这些中介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电话挂断后，两人抬起了头，对视一眼，皆看到了双方眼中的震惊。时间不多不少，整整3秒。他们两人不可置信地看向一脸平静的方修，只感觉对方此时就像是言出法随的神明，立于人间，随意地操纵着凡人的命运。方修平静地嘟了两人一眼，淡淡道：“走吧，休息室在这边。”说着，他竟好似反客为主一般，将处于极度震惊状态的沈凌雪两人带到了休息室。到了休息室，他甚至轻车熟路地从一旁的柜台左侧第2个抽屉拿出了茶，然后又在第3个抽屉拿出了咖啡，然后为沈凌雪倒了一杯咖啡，李文浩倒上了一杯绿茶，并贴心地在沈凌雪的咖啡中不多不少加了5块方糖。沈凌雪，李文浩，方修给自己倒了一杯白水，喝了一小口，随即淡淡道：“不必如此惊讶，我说过，我的眼睛能看到未来。”沈凌雪，李文浩，两人震惊到失声，足足缓了良久之后，沈凌雪才道：“刚刚的那些都是你提前预知到的，包括休息室的位置，甚至我喝咖啡要加5块方糖。”方修拿起杯子，轻轻地吹散杯口上方的热气，浅饮一口道：“不然呢？”两人再度陷入持续的沉默。如果说两人之前还有所怀疑的话，那现在心中的怀疑基本已经打消大半。知道一些信息可能是提前调查出来的，但精准无误的预知调查局工作人员的下一步举动，这可不是提前调查能查出来的。你们两个该去找王德海汇报了，他现在正好空闲。两人此时有些麻木，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这是人在面对超出自己常理认知的事物时的正常表现。两人对视一眼，最后默默起身去找王德海汇报了。待两人走后，方修拿出了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与此同时，远在清北镇附近山区的杨明正在开着车哼着歌。突然，歌曲中断，手机铃声响起。杨明拿起手机一看，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想也没想就接听了。喂，谁啊？杨明吊儿郎当的声音响起，语气中带着3分贱气，与白起死后的状态截然不同。电话那头响起一道平静低沉的男声：“半小时后，白起会死。”刺啦！杨明猛地踩了一脚刹车，车胎与地面剧烈摩擦，划出2道长长的痕迹。他吊儿郎当的神色顿时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且低沉的声音：“你是谁？”“我叫方修，一个能预知未来的人，目前正在调查局做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未来我们会成为同事。我预知到半小时后，白起会被诡异杀死。你现在去救他还来得及。”杨明被气笑了：“我不管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乱开玩笑可是会死人的。选队长时，你和白起比武，是你前一天晚上给他下了泻药，只不过因为你的能力是幸运，所以没人怀疑你。”杨明瞬间大惊失色，脱口出道：“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秘密我从没告诉过别人。记住我说的话，我只说一遍。现在白起正在清北镇郊区烂尾楼，他会在那里遇到人头鬼，并展开战斗。但那里不止一只诡异，还有一只隐鬼隐藏在他的影子里，会在关键时刻出手偷袭，导致白起死亡。”说完之后，方修便直接挂断了电话。杨明在车里久久无语，他的脸色阴沉不定。片刻后，他猛地调转车头，狂踩油门朝清北镇开去。虽然他不是很相信方修的话，但是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其对方准确地说出了自己下泻药的秘密。休息室内，方修喝光了杯中的热水，又等待了许久，这才等来了沈凌雪。这次他们汇报的时间明显要比上一次长，显然是方修之前预知未来的举动震惊到了他们，以至于这次汇报说了更多的话。方修，我接下来要为你做心灵污染测试。沈凌雪神色复杂道。方修点了点头，随即自顾地拿起灵性测谎仪，在沈凌雪震惊的目光中，十分熟练地将仪器戴在手上。沈凌雪呆愣了2秒，这才反应了过来。第一个问题，如果我选1，与诡异战斗。方修直接打断道。沈凌雪。方修无视沈凌雪的目瞪口呆，继续自顾说道：“第二个问题，我不会加入诡异一方，即使诡异许给我很大的权利，并且还给我名额，保护我的家人、朋友、爱人不受伤害，我也不会加入。我的家人不会投靠诡异，因为我没有家人。如果赵浩加入诡异一方，让我背叛，那我会亲自送他上路。第三个问题，我成为御灵师之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杀死世界上所有的诡异。”方修根本没等沈凌雪发问，便一口气说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而灵性测谎仪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一次。说完，方修便站起身来，对着处于失声状态的沈凌雪平静道：“测试通过了，走吧，去见王德海。”随后他便走出了休息室，而沈凌雪还是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久久失神。一时间，究竟是谁测验谁，真有些分不清了。王德海办公室，见到王德海后，他并没有如之前一般自我介绍，而是审视地盯着方修道：“方先生，你既然已经预知到了我的名字，那想必我应该不用自我介绍了，请坐。”方修入座，王德海继续道：“说实话，方先生，即使听完他们两人的汇报后，我依然很难相信你能预知未来。这种能力的等级已经远超其他御灵师，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一般的一阶御灵师，他们的能力也就是火焰、力量、速度等等，可你的能力明显要高于他们。你想说，我跟他们不是一个层次是吧？”
方修突然插话道：“预知未来的能力不应该在一位1阶御灵师的身上。”王德还点了点头，没错，如果你是一位3阶御灵师，拥有精准预知未来的能力，那我并不会太惊奇。可你只是一位新晋御灵师，按照常理，就算你能预知未来，估计也只能预知下1秒或者几秒之内的事情。可是你提前预知到小沈他们的上门，预知到了调查局，甚至连晚上的开奖号码你都预知到了，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王局长，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我本就跟他们不是一个层次，这个世界总是会存在一些生下来就不能以常理度之的人。确实，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天才，天才的御灵师也不在少数。但是方先生，如果你看见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下来就会说话，甚至会做数学题，那你觉得他算是天才吗？方修微微一笑，怎么不算呢？王德海，他深吸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听到这句怎么不算呢，突然有了一种想要打人的冲动。既然方先生这般认为，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对了，小沈，方先生的心灵污染测试报告呢？沈凌雪似乎有点不在状态，以至于都没听见王德海的话，只是坐在那里发呆。王德海微微皱眉，又叫了一遍：“小沈。”哦。沈凌雪回过神来，一脸疑惑地看着王德海问道：“怎么了，王局？”报告，方先生心灵污染测试的报告。沈凌雪下意识地想要拿出报告，结果却瞬间愣住，自己貌似没有写报告，甚至连问题都没问出来。方修已经回答完了，由于当时太过震惊，以至于忘了记录。我没写报告，没写。王德海只感觉自己的血压开始升高。小沈，你也是一名老调查员了，现在都懈怠到这种程度了吗？不是，王局，我不是没写报告，而是我没问心灵污染测试题。什么？王德海的嗓门瞬间拔高，他感觉沈凌雪是在故意和自己对着干，不仅报告没写，连问都没问。沈凌雪很快反应过来自己的话中带有歧义，连忙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开始准备问心灵污染测试题的，但是方修提前预知了所有问题，根本没等我问，直接说出了所有答案，而且回答的十分完美，灵性测谎仪也没响。”王德海瞬间震惊地看着方修，久久无语。片刻之后，他才问道：“方先生，就算你真能预知未来，难道你就没有消耗吗？可以随便预知？”方修摇了摇头，预知未来的消耗不高，但却有很大的代价。代价？王德海略带好奇地问道。灵性失控这4个字一出，王德海和沈凌雪微微有些色变，因为灵性失控是每位御灵师都不得不面对的事情，甚至曾经因为灵性失控调查局遭受过极其重大的损失。方先生，你是说每一次的预知未来都会加深灵性失控的风险？王德海凝重道。方修点了点头，没错，越强大的能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每一次预知未来，我的脑海中便会涌入大量的杂乱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对我的心灵造成不小的冲击，从而加深灵性失控的风险。并且预知未来的局限性也很大，那就是我目前无法预知长远的未来，短则几秒，长则几天，再长就不行了。王德海见他说的认真，神色也不由郑重起来。预知时长应该与你自身灵性有关，你现在只是新晋御灵师，预知时间不长很正常，估计等你到了2阶，能力就会有所突破。只是方先生，我有一点不太理解，既然预知未来会加深灵性失控，那你为何还要频繁预知？因为灵香，你想要调查局的灵香？不错，我之所以频繁展现能力，就是为了让你们调查局重视，从而加入调查局获取灵香，以此来稳定灵性。听到这，王德海脑海中算是形成了逻辑闭环，完美的解释了方修目前的所作所为，了解了他的目的。原来目的是想要灵香吗？灵香虽然珍贵，但王德海并不会舍不得。面对一位能够预知未来的御灵师，无论开出多大的价码，都必须让其加入。方先生，如果我邀请你加入调查局，不知需要付出多少薪资？我要求享受2阶御灵师的待遇，并在此基础上每月给我1根灵香。另外，我需要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可以拒绝一些无理的工作要求。还有，如果遇到需要用到我能力的事件，事后必须做出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得加钱。这一串要求说出来，王德海还未说话，一旁的沈凌雪先忍不住了。方修，你没开玩笑吧？你的意思是每天不干活，调查局需要用2阶御灵师和灵香养着你，而一旦需要你干活，还得另外付钱？方修点了点头，不错的阅读理解。你……沈凌雪当即怒目而视，随即转头对着王德海说道：“王局，你不能答应他的要求，这不合规矩。他只是一位新人御灵师，要是按照他的要求来，那他的待遇简直可以媲美队长了。而且现在还不能确认他真能预知未来。”王德海没有理会沈凌雪，而是沉吟了片刻道：“方先生，如果开奖之后真的确定你能预知未来，那么你的薪资待遇以及每月1根灵香，我可以答应。但是每次需要用到你的能力得加钱，这一点我想恐怕……王局，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我这份能力的价值。不过很快你就会知道了。”方修直接打断道：“方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王德海微微皱眉：“我来的时候特地给调查局送了一份大礼，等见到这份大礼之后，你想必就会同意我的条件。”什么大礼？可能是电影看多了，王德海一听到大礼这2个字，本能般的感觉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方修微微一笑：“一条人命。”王德海脸色略微凝重：“谁？白棋的命？方修，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想拿白棋的命威胁我？不是威胁，而是一份大礼。如果不信，你现在可以给白棋打一个电话。”方修此时的状态，再加上话语，实在是太容易引起歧义，像极了电影中胜券在握用人命来威胁主角的反派。王德海没有立即打电话，而是先给沈凌雪使了一个眼色。沈凌雪立刻会意，竟直接站起身来，走到了方修身旁。很显然，他打算一旦情况不对，就要动手了。方修并不为所动，因为他是救人，又不是杀人。很快，王德海拿出手机，开始拨打白棋的电话。嘟嘟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王德海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直勾勾地盯着方修道：“
白棋身上有调查局专门配备的加密手机，这个电话是24小时开机的，可现在却关机了。方先生，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你送的大礼吗？轰！沈凌雪白嫩的小手上出现了一团明亮炙热的火焰，脸上的威胁之色不言而喻。说，你把白副队长怎么了？方修微微皱眉，杨明失败了吗？正在这时，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场中凝重的气氛。王德海看了看手机屏幕，上面的来电显示是杨明，没有过多犹豫，他接通了电话。喂！他刚说一个字，手机那头便传来杨明咆哮的声音。王局，调查局有没有一个叫方修的人？感受着杨明那激动不平静的情绪，王德海本能般的将事情往不好的方向去想。你怎么知道方修这个人的？还有白棋呢？他不是和你一起去追查人头鬼了吗？他怎么了？他语气急促道。白棋？白棋受了重伤，方修呢？你是不是？什么？白棋重伤？王德海瞬间激动地打断了杨明的话，腾的一下站起来，死死地盯着眼前一脸平静的方修。这一瞬间，他脑海里想了很多，方修居然能重伤绿藤市御林师第一人，其背后的势力简直不可想象，到底是谁？不只有这么强的实力，还胆子如此之大，伤完人还敢来调查局挑衅。沈凌雪也不淡定了，手上的火苗瞬间胀大，怒道：方修，你到底是什么人？谁派你来的？你背后的组织居然敢对白棋出手！面对两人的压力，方修只是淡淡道：我建议你把杨明的话听完。王德海眼睛微眯，并没有下达动手的指令，毕竟对方能重伤白棋，还如此有恃无恐，肯定是有所依仗。杨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一五一十都告诉我。方修是不是在你旁边？杨明问道。王德海凝重的点了点头，没错，他现在正在我办公室，刚说给我送了一份大礼，结果我就接到了你的电话，说白棋重伤，这可真是一份大礼啊。没错，确实是一份大礼，多亏了方修提前打电话提醒我，我才能赶去救了白棋，要不然白棋这次非栽了不可。什么？王德海瞬间大惊失色。你的意思是说，是方修提前通知你去救白棋？没错，我之前接到一个自称方修的人打来电话，他说白棋在和人头鬼大战时，他的影子里会钻出一只诡异偷袭，导致白棋身死。我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就去与白棋会合，结果一切正如方修说的一样，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白棋真就死了。王德海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方修，一时间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反倒是方修淡淡道：王局，对我的大礼还算满意吗？还有你，沈小姐，收了神通吧。砰！沈凌雪手中的火焰覆灭，她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方修，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她没想到方修竟然一个电话就救了白棋的命，救了绿藤市第一御林师的命。方修在局里是吧？等着，我马上就到。电话里传来杨明焦急的声音，说完后便急匆匆挂断了电话。王德海沉默片刻后才道：方先生，你说的对，如果事后查清白棋的事情不是故意人为，那你的能力确实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我可以同意你的要求，不过现在还是等开奖之后再说。他到现在依旧对方修的能力保持着一定的怀疑，即使方修救了白棋，他身为调查局的局长，不可能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即使这个陌生人表现得十分完美，那也仍存在着1/1000的可能。假如白棋的事情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呢？再由方修打电话通知杨明，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一切还得等开奖结果出来之后才算盖棺定论。方修点了点头，他明白王德海身为局长的考量，同时他也丝毫不担心，因为他早已知道了今晚的开奖号码不会出错。随后两人又闲聊了几句，方修便被带到了休息室休息去了。王德海身为调查局的局长，平日里工作很忙，不可能专门在办公室陪方修闲聊一天。休息室中，方修和沈凌雪面对面的坐着，开始喝水。由于方修能力要保密的缘故，所以做陪加看管的任务只能落在了知情人沈凌雪的头上。但沈凌雪很不满意这个任务，尤其是方修曾说出自己的癖好，甚至隐私纹身，这让他在方修面前有一种赤身裸体、毫无秘密的感觉。其实方修也不满意，因为他现在看见漂亮女人就会想起老婆，这让他总会不由自主的想拿出手术刀插在对方白皙的脖颈之上。就在两人相对无言之际，砰的一声，休息室的门被狠狠地推开了，一位身材高大、方脸阔比满脸胡茬的男子闯了进来，正是杨明。杨明进来之后，视线第一时间便锁定在了方修的身上。你是方修？方修点了点头。林雪，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单独和方修说。沈凌雪虽然心有好奇，但她也早就不想在这里待着了，当即点了点头，离开了。杨明见沈凌雪走后，紧忙坐在了座位上，对着方修急切道：方修，我给白棋下药的事，你没告诉其他人吧？方修，他发现这队长杨明的关注点很是奇怪，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先关注的不应该是预知未来吗？亦或者感谢提醒，救了白棋？谁成想，这杨明最关心的事情，居然是给白棋下药的事，有没有其他人知道？想了想，方修道：目前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但以后就说不准了。杨明本来听到前半句话，刚松了一口气，可在听到后半句，脸色直接难看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得加钱。瞬间，杨明的脸色犹如吃了屎一般难看，他强笑道：方修，你应该是要加入调查局吧？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可是调查局的队长，你懂队长的分量吗？调查局的水很深，你又是个新人，好多事你把握不住，但如果身为队长的我为你撑腰，那……方修直接打断道：杨队长，你也不想下药的事被白棋知道吧？杨明，小方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发言很危险啊？100灵币。你……杨明有些急了，面色不善道：方修，你现在可还没加入调查局呢，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200？我靠，你够了啊！我1个月工资才10灵币，你想要我20个月工资？那你说去吧，我宁愿被小白打死，也不愿损失20个月工资，
这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好，方修直接起身打开了休息室的大门，然后深吸一口气喊道：杨，哎，别闹着玩呢哥，闹完呢。杨明吓得脸都白了，赶忙将方修拽了回来，关上了休息室的门。只见他一脸贱兮兮的笑容道：修哥，能不能打个商量，就按一开始的价格来行不行？100灵币。方修再度深吸一口气，杨明给200，给你200。最终杨明忍痛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出了200灵币，当做封口费给了方修。给完之后，杨明整个人都不好了，一如上一次在开会时知道了白起的死讯，整个人十分落寞萧条地蹲在墙角抽烟。晚上7点50，调查局小会议室中，方修、王德海以及沈凌雪正坐在会议桌旁边的座位上闲聊，角落里则是蹲着一脸忧伤的杨明。杨队长，你能不能把烟掐了？沈凌雪用小手捂着袖鼻道。角落中，杨明抬起头回道：凌雪啊，能不能借我点灵币？沈凌雪顿时更气，我一个一阶资深御灵师，1个月才5灵币，你身为队长1个月20灵币，你找我借钱？不借。听到队长1个月20灵币之后，方修知道自己草率了，下次还得勒索杨明一笔。行了，都别吵了，电话来了。王德海突然发声打断道，随后他拿起手机打开了外放。王局，今天的中奖号码是1、12、17、18、26、27、05。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数字被念出，众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桌面的纸条上，上面写的数字赫然是1、12、17、18、26、27、05，分毫不差。中了！场面瞬间变得真落可闻，就连一直在角落抽烟的杨明也不知何时走了过来。片刻后，王德海挂断了电话。杨明顿时兴奋地跑了过来，一把搂住方修的肩膀：修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帮我预知下一期的号码吧。沈凌雪则是掏出手机开始查询本期号码。方修拍掉了杨明的手，他讨厌没有边界感的人。行了，杨明，不要胡闹了，方修的预知能力会加深灵性失控，以后绝不能用在这种小事上。王德海呵斥道。杨明只能悻悻地松开了手，嘴里还不断嘟囔：这怎么能叫小事呢？我宁愿灵性失控也不愿穷。训斥完杨明，王德海对着方修来了一个变脸，十分和蔼地微笑道：方修，现在你预知未来的能力基本证实，我正式邀请你加入调查局，并且你之前所提的待遇也将一一落实。方修点了点头，对于这个结果比较满意，不枉他自杀一次。他相信在调查局资源的助力下，距离复仇将更进一步。方修的能力要绝对保密，以后就对外宣称他的能力是感知。小沈，你身为知情人之一，再加上方修刚来调查局，以后就由你负责带他，现在你带他去办理入职。沈凌雪虽然心中有些不情愿，但终究没有违背王德海的命令。走吧。说着，他便带方修去办理入职了。待两人走后，王德海突然问道：杨明，对方修这个人你怎么看？杨明缓缓掐灭手中的烟，正色道：这个人不简单，他太平静了，明明只是20左右的年轻人，也只经历过一次诡异事件，可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仿佛这世界上再没有能引起他情绪变化的事物。另外，我还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气质。什么特殊气质？王德海皱眉道：末世生死。杨明略带凝重道：末世生死，不错，我曾经在一些雇佣兵和杀手的身上看到过类似气质，很像，但又和方修的气质不尽相同。哪里不同？杨明摇了摇头，说不上来，总感觉方修这个人似乎历经了无数次死亡。如果说杀手们是不害怕死亡，那方修给人的感觉就是习惯死亡。习惯死亡？王德海瞬间一惊，你确定没感觉错？谁料这时杨明却哈哈一笑，又恢复了之前吊儿郎当的模样。我又不是娘们儿，哪里感觉的那么准？倒是你王局，你打算怎么和上面说方修的事？王德海沉吟片刻道：方修的相关资料列入绝密档案，我将上报给调查局总部，建议将其列入全球御灵师人才档案库，评级 S， 代号预言家。哦，杨明显得有些诧异，你可想清楚了，不管方修人如何，他的能力可是具有极高的价值，这样的人才你要是上报的话，有可能会被上面要走。还有啊，凭什么我都没被列入全球御灵师人才档案库，他就能列入啊？还 S 级，这有黑幕啊！王德海选择性无视了杨明的后半段话。正因方修的能力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所以才更应该去更高的平台发展。现在全球诡异事件频发，我总感觉要变天了。到时候以方修的能力，如果去了总部，肯定会比留在绿藤市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你清高，你了不起。杨明吐槽道。不过他觉得，如果方修真被调去总部，那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平日里不用再受他的威胁勒索了。还有一件事，与方修一同活下来的还有一人，名叫赵浩。资料显示，这两人是好朋友，现在也算是同生共死。我觉得可以将赵浩也加入调查局。杨明的面色微微古怪，我怎么听说赵浩那小子的能力是性能力啊？这样的选手咱们也要吗？王德海却微微一笑，你不懂，这叫羁绊。无论方修留在绿藤市还是总部，有赵浩这样一个人在局里，可以拉近调查局和方修的关系。你也看出方修这个人性子很冷，他加入调查局为的是灵香，要是有一天其他组织开出更高的价码呢？再比如，如果方修去了总部，可绿藤市调查局有用到他能力的时候呢？到时候完全可以派赵浩去游说。所以说，让赵浩加入百利而无一害，无非是多开一个人的工资而已。你觉得呢？你最近又看山贼王了？杨明古怪道。王德海，他老脸一红，干咳两声，连忙转移话题道：对了，银鬼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白起的事情究竟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设计？听到银鬼，杨明的脸上罕见地出现了一丝肃杀之气。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感觉有可能是人为。说说你的判断。我曾与那只银鬼交手，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同，虽然全身都被阴影覆盖，模样很像诡异，但和他战斗时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在和人战斗。
王德海的神情瞬间一凝，你的意思是说，那只银鬼极有可能不是诡异，而是一位拥有阴影能力的御灵师？杨明点了点头，凝重道，那只银鬼很强，并且还有人头鬼在一旁，如果不是我比较幸运，先斩杀了人头鬼，当场突破到3阶，恐怕根本不是对手。说实话，我即便突破3阶，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拿下银鬼。可对方很奇怪，一见我突破，立刻遁入阴影消失了。战斗时也很奇怪，他似乎一直在放水，明明实力很强，但却主要靠人头鬼和我们纠缠，自己在一旁时不时偷袭。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对方好像就是在等我晋升3阶，所以在我晋升之后立刻就走。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应该不太可能。现实中怎么可能有反派跟小说中一样，戏弄主角不杀，就等着对方突破的？对了，我还在现场找到了这个。杨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暗金材质的金属扑克牌，扑克牌有些破损，但依稀能看清上面写的是黑桃 A。黑桃 A， 这是心灵之钢打造的扑克牌。王德海看着扑克牌陷入了沉思，他一瞬间联想了很多，良久之后才道，如果这扑克牌是银鬼的，那事情就严重了，因为这极有可能表明银鬼不是诡异，而是御灵师，并且还是一个有着庞大组织的御灵师。有没有可能方修也是这个组织的人？杨明突然怀疑道。王德海却摇了摇头，不会，预知未来的能力无论在任何组织都是极其珍贵的存在，不可能会有人舍得让方修来做卧底。他这种人才最适合留在大后方去预知未来，并且无论银鬼背后的势力是什么，他们肯定是调查局的敌人，既然是敌人，没道理会让方修打电话提醒你，白起死了才符合敌人的利益。杨明，接下来你的主要任务就是追查银鬼，如果背后真有这样一个藏在暗处的组织想要设计调查局，那他们的危害恐怕比诡异还要大得多。明白，这件事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毕竟小白可是差点死了，不论背后是谁，我一定追查到底。杨明眼中闪过一抹强烈的杀意。对了，方修那边呢？用不用派人去保护？毕竟他的能力至关重要。王德海沉吟片刻，缓缓摇了摇头，不用，现在方修的消息并没有泄露，外界只会以为他是一位感知能力的新晋御灵师，不会过多重视。可一旦专人保护，那他极有可能走入敌人的视野，反而危险。最关键的是，那银鬼的实力非同小可，如果他想出手，整个绿藤市调查局除了你和白旗，谁能挡住？你和白旗又不能24小时待在方修身边，不然绿藤市的诡异事件谁去处理？所以一切如常，就当方修是新人御灵师对待，一个人也不要派，这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老公，我好想你啊！老婆犹如蝴蝶穿花一般围着方修乱转，但方修只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手中的调查员证件以及新发的工作服和加密手机。随后他又拿起一旁的黑色公文包，将其打开，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暗金色硬币，不多不少，正好200枚。这些硬币通体呈现暗金色，其上刻有精美花纹，很有质感，也很有分量，不过并不大，与普通硬币大小无异。这就是心灵之钢打造的灵币，一种可以传导灵性的金属，十分珍贵。一枚灵币在黑市能卖出几十万甚至100万高价，而且还经常买不到。这并不是说灵币的价值就值这么多钱，而是很少会有人将灵币卖出，大多数御灵师都会积攒灵币，用来铸造属于自己的灵性武器。毕竟钱再多，面对诡异也无法拿钱买命，可灵性武器却能提升战斗力，增加存活几率，这是再多钱也无法做到的。而且灵币的铸造由调查局总部管控，通常情况下都是优先内部消化，多余的才会流到外界，这才导致在黑市上灵币的价格居高不下。由此可见，这200枚灵币具备多高的价值，也就是杨明身为队长，能一次性拿出如此多的灵币，换做一般御灵师，把自己卖了都费劲。杨明的工资是1个月20灵币，整个绿藤市调查局最高，但调查局对于解决诡异事件会有额外奖励，那才是大头，实力越强，获得的灵币就会越多。不过即便如此，200灵币放在杨明身上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其实方修心里很清楚，杨明虽然看似与白旗相爱相杀，但不难推断两人关系很好。杨明之所以接受自己的勒索，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让白旗知道下药的事，但恐怕更多的是在表达感谢，感谢自己提前通知，避免了白旗的死亡。看着眼前的灵币，方修陷入沉思，他在思考如何利用手里的灵币打造防具。他首先排除了这个选项，因为有死亡回荡能力的他，容错率极高，对防具需求不大，且200灵币想打造全身防具不现实。那就只剩2个选择，打造武器以及出售。出售灵币换取钱财，然后充值到全球诡异论坛，用来获得更多的信息，了解诡异以及世界真相。打造武器方面，其实有手术刀在身，他对于武器的需求也不高，但考虑到手术刀是鬼器，不易轻易露面，所以武器还是有必要的。200灵币听起来不少，但想打造一柄如刀剑之类的武器根本不够。不过好在方修没打算打造刀剑，他用着手术刀很顺手，并且以痛苦能力的特性，他不需要杀伤力太强的武器，只需要如手术刀这般小巧锋利能够破防的武器。最后综合考虑，方修决定用200灵币打造一把手术刀，一是适合自己，二是可以用来掩饰鬼气的存在。如果有剩余，那就换取钱财用来买消息。正思索间，突然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方修眉头一皱，会是谁？调查局还是赵浩？深更半夜敲门，现在通讯如此方便，不选择打电话。他起身缓缓朝门口走去，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开门，而是通过门上的猫眼观察。当他透过猫眼去看时，赫然发现猫眼中竟然显露出一只满是血丝的人眼。那只眼睛睁得很大，根本看不见眼皮，就好像有人把整个眼珠子抠出来一般，死死地贴在猫眼另一边。眼睛的眼白处一片血红，瞳仁处漆黑无比，就仿佛一个人眼白处的红血丝太多，多到密密麻麻，完全将眼白覆盖。正当方修要有所动作之时，突然
那只满是血丝的人也猛地散发出一阵诡异的灵性波动。下一刻，方修眼前一黑，意识沉沦，只感觉像是有人在后脑勺狠狠地来了一锤。不知过了多久，当方修再次醒来，他发现自己身处一间破旧的仓库，而他自己则是被绑在了一个铁座椅上，冰冷刺骨的铁链牢牢地缠绕在身上。这仓库很大，水泥地面十分粗糙，上面还散落着不少暗红干涸的血迹。房间内没有窗户，唯一的光源就是头顶上方的几盏白炽灯，映照的仓库十分昏暗阴森。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腐臭，犹如尸体腐烂的味道。在方修的不远处，那里摆放着一排刑具，各式各样，且每一个刑具之上都沾满了黑红的血迹。很显然，这里被处刑过不少人。不知是不是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这间仓库中游荡的诡异竟然格外的多。不少狰狞恐怖的诡异在其中游荡，甚至还有好几只围在方修的旁边，不断的流着口水。可惜在没有看见之前，他们无法触碰。而仓库的最中心，则是摆放着一台绞肉机，机器锈迹斑斑，看上去很是破旧。它的造型独特，正对着方修的这边是一个类似漏斗形状的开口，开口内是一排排锋利的金属刀片。无独有偶，这台绞肉机身上也是有着大量暗红干涸的血迹。此时，绞肉机的旁边正站着一位身穿黑衣、头戴黑色鸭舌帽的男子。这名男子似乎在对绞肉机进行维修。蓦地，这名男子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手中的动作一顿，随即猛地回头，一双满是血丝、近乎没有眼白的双眼映入方修的眼帘。而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一位面色极度苍白、身材消瘦，犹如皮包骨的青年男子。方修一脸平静地注视着男人，他很清楚，这就是之前在猫眼处袭击自己的男人。至于袭击的方式，应该与他那双诡异的眼睛有关。御灵师吗？能力与眼睛有关。醒得挺快，一点都不像新晋御灵师。男子直勾勾盯着方修开口道，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甚至还带有一丝丝病态的癫狂。看来你也和我一样，属于天才的行列，真是太妙了，虐杀天才是我的最爱。男子自顾地说着，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癫狂残忍的微笑。面对此情此景，方修并没有流露出丝毫害怕的情绪，反而平静道，修好了吗？男子微微一愣，随即脸上流露出一抹局促，不好意思，最近很少杀人，导致机器有点年久失修，请再耐心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赶紧修好，我不喜欢浪费时间。男子看着一脸平静的方修，整个人又是一愣，可下一秒，他的身子居然开始不受控制的抖动，连带着脸上的肌肉也不断抽搐。他骤然间发出一阵癫狂至极的狂笑。方修是吧？不得不说，你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很对我胃口。不过可惜，我表弟死了，所以你也得死。哦，你是王子腾的表哥？方修平静道。男子点了点头，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子阳，正是我那不成器的表弟的天才表哥。你好像有什么大病？林子阳狂笑一声，我没病，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至少我还知道为我表弟报仇不是？听着林子阳癫狂的话语，方修立刻想起了全球诡异论坛上关于灵性失控的介绍。很显然，这林子阳已经接近灵性失控的边缘，整个人变得十分癫狂。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给表弟报仇会找上你？明明你们只是一起在鬼域中逃生，说起来还算是生死与共呢。是鬼域杀的他，那我为何找上你呢？明明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到这，林子阳的表情陡然变得狰狞异常，一脸凶狠地看着方修。因为你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你，而是我表弟？既然我表弟都死了，为什么你能活着出来？这岂不是显得我林子阳的表弟比别人差？我林子阳一生不弱于人，就算是表弟也不能弱。不光是你，还有一个叫赵浩的小子是吧？你放心，你表弟是我杀的。方修直接打断了林子阳的癫狂发言。正处于癫狂状态的林子阳顿时一愣，似乎不知道接下来的话该怎么说了。你说什么？其实你表弟的死并不是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准确的说，他之所以会死，都是我一手导致的。本来他可以活，但我出手偷袭了他，让他丧失了行动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诡异追来，再被活活吃掉。他被吃的时候，我就在一旁静静地欣赏，感受着他身上那令人迷醉的绝望。哦对了，最可笑的是，你表弟临死的时候还企图拖我下水，用那沾满肮脏鲜血的手去拽我的裤脚，知道我是怎么回应的吗？我用鞋子狠狠踩在他的手上，用力碾压，直至听到手骨断裂的声音。那时候他口中发出的惨叫真的十分美妙。林子阳，他愣愣地看着方修，卡壳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整个人变得越发癫狂暴躁。操！你该死！你特么该死！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显得我很呆啊！方修依旧一脸平静地看着他，如同在看一个小丑。不许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林子阳疯狂咆哮，我要把你折磨致死，再扔到绞肉机中绞，最后去喂流浪猫流浪狗。说着，林子阳竟然从兜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证书，大红证书，上面还写着爱心人士4个字。看到没，我他妈杀人喂狗都喂成爱心人士了，你怕不怕？就问你怕不怕？林子阳眼中的血丝越发密布，眼球简直要爆裂一般。方修依旧平静道，不过是一个被诡异力量污染心灵的废物罢了，真想不到区这种程度的诡异力量也能将你变成疯狗，这究竟是多废物的人才能做到？你特么！林子阳瞬间急了，他在这间仓库中处刑过很多人，但从未有一人如同方修这般，似乎根本不知道恐惧为何物。不仅如此，方修给人的感觉就仿佛被绑在座位上的人是他一般，其他人基本都是浑身颤抖，冷汗直流，甚至不断求饶，求求你放过我，只要你不杀我，我做什么都可以。那种饱含恐惧与绝望的美妙声音让他迷醉。林子阳本就处于灵性失控的边缘，所以性格变得无比暴虐癫狂，平日里只有虐杀他人才能获得爽快感，对他而言最美妙的事无异于品尝他人的恐惧。现在不仅没有品尝到恐惧，反而被嘲讽了，这让他简直快要爆炸。
我要把你折磨致死！我倒要看看，等你体无完肤、奄奄一息时，是不是还如现在这般牙尖嘴利。林子阳疯了一般的跑到一旁的刑具台上，开始挑选刑具。他拿起钢针，想了想觉得太小，又拿起烙铁，还是太小。他想挑选出最残忍的刑具，好好给方修上一课。果然是废物，选个刑具都要这么半天吗？方修平静的声音在空荡的仓库中响起。操！林子阳大叫一声，随即竟然双手猛地砸向刑具桌，钢铁材质的桌子生生被他砸到了变形，刑具散落一地。他已经彻底被方修的平静给惹毛了。只见他随手从地上拿起一把钳子，便脸色狰狞的朝方修走来。牙尖嘴利的小子，我要把你的牙齿一颗一颗的全拔下来，上边的牙齿扔到房顶，下边的牙齿埋到土里。他满脸狞笑，不断的拿着钳子在方修面前比划，似乎想看到方修脸上的恐惧，以此满足变态的内心。然而他注定失望了，方修的脸上只有如古井一般的平静。就在林子阳即将气急败坏之际，方修开口了，平静且不蕴含一丝感情的声音响起：死亡的话，你想选择哪种方式？你说什么？林子阳微微一愣，是想被锤子活活砸断每一根骨头，还是想被一拳一拳打成肉泥，亦或者凌迟？说吧，你想怎么死？我尽量满足你。此时的方修平静的如同入定的老僧，波澜不惊，但口中所说的话却让人不寒而栗。方修的话让林子阳脸上癫狂的笑意一点点收敛起来，他用那满是血丝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方修，无言的恐惧在弥漫。很难抉择吗？方修的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语气平静的更是如同在帮老朋友决定今天吃什么晚餐。也罢，看在你是王子腾表哥的份上，我决定给你最后的仁慈，那就让我来替你选择吧。就凌迟吧，正好我有把手术刀，我会用刀将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不过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可能几百甚至几十刀你就会死，还望海涵。此时林子阳看向方修的目光变了，变得充满惊异不定，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明明是方修被绑在座位上，犹如砧板上的肉，可是为什么方修却始终一片平静，甚至语气中带着淡淡的自信，就好像被绑的是自己一般。这让林子阳非常的不爽啊！林子阳抓狂大叫，双手不断的抓着自己的头发，原本整齐的发型被破坏，甚至还拽下几把带着头皮屑子的头发。疯子，你才是那个疯子！到底是特么谁灵性失控啊？你小子到底有没有看清楚形势啊？现在掌控生死的人是我，你居然敢问我想怎么死？只要我想，你现在立刻马上就会变成一坨狗粮，为我再换取一张爱心人士证书。林子阳死死地盯着方修，企图在他脸上看到一丁点的恐惧。然而他注定失望了，方修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那种卑微的恐惧，只有掌控一切的平静。你错了，你的命一直在我的手里。什么？你要不要听你在说什么？你特么给我好好看清形势再说话。方修没有搭理再度陷入癫狂的林子阳，而是微微侧头，将视线落在一旁早已垂涎3尺的诡异身上。那是一种浑身翠绿、长着三角形尖头的类人形诡异，漆黑的利爪不知比划了多少次。当他侧头之后，视线立刻对上了那只诡异。我看你在旁边比划半天了，是不是很想吃人？林子阳一愣，你在和谁说话？和诡异？怎么？你看不见吗？就在我旁边正站着一只浑身翠绿、流着脓水的诡异。林子阳愣愣地看着方修一旁空荡荡的空气，他现在已经傻傻分不清究竟是自己疯了，还是方修疯了。疯了，你果然是个疯。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方修身旁的空气骤然扭曲，一只浑身翠绿、漆黑利爪、三角头颅的诡异竟然突兀出现。什么？林子阳瞬间大惊失色，脸色狂变。这特么哪里冒出一只鬼？方修微微一笑，不止一只哦。随即他看向仓库中所有的诡异，并与他们全部对上了视线。都出来吧！随着他话音刚落，让林子阳惊恐到骨髓里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原本空荡荡的仓库中，竟然凭空出现了5、6只面貌狰狞、形态无比恐怖的诡异。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极度兴奋且嗜血的光芒，口中连连发出非人的嘶吼。不！方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幻觉！你快让他们回家去！林子阳崩溃了。方修却微微笑道：“可以开动了。”下一刻，那些诡异们缓缓朝2人围去。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方修平静地看着被敲响的房门，他脑海中还回荡着之前被诡异分尸的场景，倒也不错，痛苦再加1，是时候让林子阳感受痛苦了。他缓缓起身，大，一步步朝门口走去。很快，他在门口站定。此时，他与林子阳正相隔一扇门，他在门内，而林子阳则是贴在门外，一只满是血丝的眼睛贴在猫眼之上。林子阳有些兴奋，他听到了方修的脚步声，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方修通过猫眼去观察，只需要一眼就够了。门内的方修微微侧头，似乎想要通过猫眼去观察。正当他的头往前伸时，蓦地，他衣袖一抖，一道银光闪烁，手术刀赫然出现在方修手中。电光火石之间，嗖，手术刀化作一道银光，狠狠地朝猫眼中插去。啊！凄厉的惨叫声响起，手术刀毫无阻碍地穿透了猫眼，狠狠地扎在林子阳的眼球之上。林子阳瞬间瞎了一只眼睛，但以他的实力，一只眼睛并不足以彻底失去战斗力。可不要忘了方修的能力，痛苦能力发动，漆黑的灵性顺着手术刀传导至林子阳的体内。仅瞬间，一股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巨大痛苦涌遍全身。这一刻，林子阳仿佛被活活杀死几十次，砸成肉泥，生吃消手，几十次死亡的痛苦在这一瞬间轰然爆发。林子阳根本连1秒都没有撑过，直接眼前一黑，晕倒在地，陷入昏迷。砰！方修将手术刀拔出，并打开了门，看了看倒在地上满脸鲜血的林子阳，
一脸平静地抓住林子阳的脚踝，犹如拖死狗一般，将他拖入屋内。砰！门被重重地关上，楼道中再度陷入一片平静。片刻后，声控灯熄灭，黑暗将血迹隐藏。屋内，方修在林子阳的身上开始摸索。他喜欢底牌这种东西，可以用来绝地翻盘，但他不喜欢别人有底牌。他目前只是一位新晋御灵师，对于御灵师的诸多手段，底牌还一无所知，所以为了避免待会折磨林子阳时被对方翻盘，搜身还是有必要的。方修并没有杀死林子阳，其实以他的痛苦能力，在手术刀扎入的瞬间便可以轻易夺走林子阳的性命，但他没有这么做，毕竟他答应过林子阳要帮人家凌迟，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很快，方修从林子阳身上搜出5枚灵币、一些零钱、一部手机、一把车钥匙以及一只造型诡异的青铜烛台和爱心人士证书。他先是拿起青铜烛台，仅入手的瞬间便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阴冷气息入侵体内。鬼气！感受着这种熟悉的感觉，方修不认为自己会判断错，这青铜烛台是一件鬼气。看来林子阳的实力地位肯定不低，居然连鬼气都拥有。虽然这件鬼气给人的感觉明显不如手术刀，但那也是鬼气。方修猜测，林子阳的实力即便不是2阶御灵师，也至少接近2阶，属于1阶资深御灵师，后者的可能性更高。虽然不清楚2阶御灵师的实力，但想来不至于被一击放倒。打量了片刻，他放下了青铜烛台，拿起了林子阳的手机。令人意外的是，手机居然没有密码。有2种可能，一种是林子阳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而另一种则是林子阳因为灵性失控，神智经常陷入癫狂，他怕自己记不住密码。不过这一切都与方修无关，没有密码正好省得破解。他开始翻看手机，5分钟后，他得到了想要的信息。林子阳是光明俱乐部的人，光明俱乐部的具体信息尚未得知，不过应该是民间御灵师组建的组织。被诡异力量侵袭的人却起名光明吗？除此之外，方修还在林子阳的手机中发现了许多视频，基本都是一些他虐杀他人的血腥视频，还有一些在黑市购买灵香的简单信息。这也解释了为何林子阳的灵币如此少的原因，估计是都用来购买灵香了。由此看来，灵香并不能彻底压制灵性失控，它仅仅是能缓解。随后，方修将手机砸了个粉碎，防止里面有定位，再找来床单将林子阳整个人一裹，扛起来就走。趁着夜色，加上这里本就是破旧的老城区，方修很顺利地找到了林子阳的车，将他扔上车就直奔仓库而去。仓库的地址也是从林子阳手机上找到的，因为这小子有一次饿了，在仓库点过外卖。要问方修是怎么知道的，很简单，林子阳录了视频，接到外卖怒杀外卖小哥的视频。现在方修有些理解为什么说灵性失控的御灵师有时候比诡异更加可怕的原因。林子阳悠悠醒来，还未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便感觉左眼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啊！他止不住凄厉的惨叫着，仅剩的另一只眼睛下意识地打量四周，结果越看越熟悉，这不是自己的仓库吗？等等，我怎么被绑住了？林子阳大惊失色，他赫然发现自己居然被绑在仓库中央的铁座椅上，而不远处，一年轻男子正在绞肉机旁维修。终于醒了，比我想的要晚一些。年轻男子背对着林子阳平静地说道。轰隆隆，绞肉机修好了，里面的刀片飞速旋转，发出刺耳的响声。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林子阳有些惊恐的大叫，看着绞肉机，很显然他意识到了什么。哦，你深夜来我家敲门，却不知道我是谁吗？林子阳的瞳孔骤然收缩。你是方修？他瞬间回忆起来，刚刚自己正在猫眼处准备偷袭方修，结果一把刀直接扎入眼眸，然后就到了这里。答对了，作为奖励，我将把你凌迟处死。方修微微笑道。他转过身来，头上戴着斗篷式的帽子，整个人隐藏在阴影之下，看不清面容。这是为了防备林子阳发动眼睛的能力，他并没有将林子阳的另一只眼也弄瞎，因为他要让对方好好看着自己如何惨死。他缓步朝林子阳走去，静静地站在其身后，根本不给对方任何发动能力的机会。方修，你他妈快放开我！放开我！我告诉你，我可是光明俱乐部的人，我们会长是2阶御灵师，我是他最倚重的会员，你要是敢对我出手，你就死定了。嘘！方修微微俯身，在林子阳的耳边轻轻道：我说过，你的命一直在我手里。平静的话语中带着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林子阳剧烈挣扎，身上的铁链疯狂作响，然而却根本无法挣脱。这是林子阳专门设计的，他也在这里杀过御灵师，自然设计的无比结实，不可能让御灵师逃脱。现在这一切将亲手送他上路。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与你无冤无仇，我只是听说了你是一位新晋御灵师，想过来替光明俱乐部拉拢你。哦，你错了，其实咱们有仇。有仇？林子阳微微一愣，我这是第一次和你见面，怎么可能有仇？看来你把你那不成器的表弟都忘了，你表弟是我杀的。林子阳顿时一惊，但很快反应过来道，我表弟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杀就杀了。那可不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我既然杀了你表弟，自然也要杀你的。疯子，这他妈就是一个疯子。林子阳本以为自己就够疯了，想不到这方修竟然还要疯狂。他还想要再说些什么，但方修并没有给他机会。只见方修将双手放在林子阳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拍。现在角色互换，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唰，一道银光闪过。啊！操！林子阳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他的胸前仅仅被划开一道口子而已，伤口很短，大约不到3厘米，也不深，大约1厘米深。可就是这样一道小小的伤口，却让林子阳感觉自己快要疼晕过去。他赶忙低头去看，还以为自己被切腹了，结果却发现伤口居然这么小。混蛋，你看不刀上有什么？为什么这么疼？操！林子阳之所以会这么疼，自然是因为方修微微动用了痛苦的能力，仅动用了一丝，所造成的痛苦已经达到12级疼痛。
唰，又是一刀。林子阳继续惨叫。100多刀之后，林子阳的声音已经沙哑，他脸上的疯狂之色早已褪去，留下的只有恐惧，无尽的恐惧。求求你，杀了我！快杀了我！方修平静地注视着他，脸上没有丝毫的波动。谁说灵性失控不好治的？这不就治好了？我问你答。青铜烛台是用来做什么的？此时的林子阳已经被疼痛折磨得崩溃，连忙道：它能用来抵挡诡异的攻击，只需要往里面注入具有灵性的鲜血就能点燃，点燃之后在烛光范围内可以防御诡异。不过用它防御越强大的诡异，血液燃烧的速度就会越快。灵性的鲜血，御灵师的血液吗？靠着燃血保命，这倒算是一件不错的鬼器。你的灵性点亮了多少？20%。我只差1%就能晋升2阶御灵师。为什么会灵性失控？灵性点亮的越多，心灵被污染程度就越深。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继续点亮灵性？因为心灵的污染是不可控的，就好像一盆清水被洒入一点墨汁，墨汁会逐渐扩散，直至清水全部变黑。想要不被彻底污染，只有不断的扩大清水量，也就是点亮灵性，让更多的心灵力量绽放出来。不过点亮灵性的同时，也等于注入更多的墨汁，所以点亮灵性的过程就是饮鸩止渴。只要你点亮了灵性，如果一旦停止脚步，迟早有一天墨汁会追上清水，全部污染。唯有突破，不断的晋升，才能活下去。我就是因为迟迟无法突破2阶，所以灵性才会失控。这件青铜烛台是我们会长借给我的，就是想让我在异事件中有足够的把握突破2阶。林子阳强忍着痛苦，语速飞快地说道：他实在不想再感受痛苦了，只求速死。把光明俱乐部的成员信息，包括能力、灵性点亮程度全部说出来。好，我这就说。不过我们俱乐部相对自由，好多人故意隐藏能力，我也不清楚。半个小时后，方修榨干了林子阳知道的所有信息。我该说的都说了，快杀了我吧！林子阳奄奄一息道。不急，还有这才刚几百刀，至少要破1000不是？刷啊！你不讲信用，你个无耻小人！不要搞错了，我从未说过只要你老实回答就送你上路之类的话。刷啊！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又是几十刀过后，林子阳的状态明显不正常了。他虽然依旧疼痛，但面目却越发狰狞，惨叫声也逐渐非人，类似某种野兽的嘶吼。与此同时，他仅剩的一只眼睛中血丝越来越多，几乎就要连成一片，完全变成血色，并且眼珠子越发突兀，简直像是要从眼眶蹦出来一般。不过这一切方修并没有看到，因为他始终背对林子阳，以防止被对方偷袭。刷刷刷，又几刀过后，方修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林子阳的惨叫声已经消失了，他全身剧烈的颤抖，皮肤下仿佛有无数只老鼠在乱窜，而那些老鼠的方向赫然是头颅，准确的说是头颅上的眼睛。一股狂暴且诡异的灵性波动自林子阳身上扩散，这是灵性彻底失控，要激变了。方修眼中闪过一抹兴奋之色，这是他第一次目睹御灵师激变的过程，他认为这将有助于他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刷刷刷，方修直接切断了林子阳的手脚。结果手脚切断之后，林子阳原本高昂的头颅竟然直接耷拉了下来，一动不动，声息全无。死了。方修微微皱眉，激变不能被打断吗？还是自己下手太重？正当他微微不爽时，突然间他似乎听到了某种滑腻的触手蠕动的声音。在他看不见的正面，林子阳仅剩的那一只眼睛竟然从眼眶中伸出4条类似章鱼般的触手。那4条触手扒着林子阳的眼眶，微微用力，整只眼睛便被从眼眶中拔了出来，甚至发出如打开暖壶瓶塞的声音。不！方修眉头一皱，立刻退至林子阳10米之后。他的速度很快，但依旧比不上那只长着4条触手的眼睛。只见那只完全被血色覆盖，只有黑色瞳仁的眼球竟然如蜘蛛一般爬到了林子阳的头顶。漆黑的瞳仁紧紧地盯着方修，几乎在1/1000秒内便锁定了目标。他用力一跃，如同炮弹一般狠狠地朝着方修的射去。唰！几乎同一时间，方修手中的手术刀挥砍而出，企图将已经激变的眼球砍成2半。可眼球竟然在空中变向，显直又显得紧贴着手术刀掠过。啪嗒！他滑腻的触手紧紧地缠绕在方修握着手术刀的手上。方修神色不变，立刻换手握刀朝眼球砍去。眼球如同蠕动的章鱼，飞速蠕动，直接绕到手的另一边，躲避了这一击。方修不可能将自己的手斩断，只能停手。他不再用手术刀，而是选择用手去抓。但眼球好似活物，不断地在方修身上游走，根本抓不住。他爬得越来越高，已经跑到了方修的脖颈。方修心中立刻有了判断，对方的目标应该是自己的眼睛。于是下一秒，他直接放弃从脖颈处抓捕，而是提前预判般将手朝着自己的眼睛抓去。抓到了，手上传来一片冰冷滑腻之感。视线聚焦，眼前正好停留在那只诡异眼球上。此时他正被方修的手牢牢抓住。可是下一秒，眼球之上发出一阵诡异波动。方修立刻眼前一黑，意识模糊，手掌不自觉地放开，而那眼球则是趁机撞入他的右眼。剧烈的疼痛瞬间传来，立刻便将方修惊醒。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右眼被吃了，被这只眼球给吃了。没有丝毫犹豫，他伸手去抓住了眼球上最后一条还未钻进去的触角。场面一时间极其惊悚。一位面色平静的男子用手揪着眼眶中长出的一根触手，但那触手实在太滑，仅仅片刻便脱手，吸溜一声，如同吃面条一般钻进了方修的右眼眶。方修的面色依旧平静，这种诡异的小场面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下一刻，他伸出2只手指，对着自己的右眼便狠狠插去。可就在即将碰触到眼球时，他的手指猛地停住。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右眼居然能看见了。之前右眼被吃，算是彻底失明，可现在诡异眼球进入之后，自己再度看见了。他决定再等等。很快，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他的右眼竟然开始不由自主地转动起来。正常人很难想象，一个人左眼纹丝不动，右眼珠却在飞速乱转，不断地扫视四周，甚至他开始往上翻，黑色的瞳仁已经彻底移到上眼皮，然后竟直接翻了进去。方修的脑海中立刻出现两幅画面，一是左眼看到的昏暗仓库，二则是右眼看到了一片血红和密密麻麻的血管，甚至看到了颅内的景象。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响起了林子阳的声音：哈哈，原来黑桃 K 没有骗我，血肉苦弱，诡异飞升，老子成了。林子阳的声音十分癫狂，已经完全听不出人声，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诡异。方修，你的身体老子收下了，放心，我不会泯灭你的意识，我要将你永远的囚禁在身体中，永生永世感受痛苦。哈哈，面对如此诡异的一幕，方修的脸上丝毫波动，只是在听到痛苦两个字时，他笑了。让我感受痛苦。他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露出森白的牙齿，昏暗的灯光下竟显得说不出的瘆人。我的痛苦远在你之上。哼，一会儿看你还怎么嘴硬。等我控制了你的身体，我要用这具身体吃掉你所有最亲最爱之人，让你痛不欲生。下一刻，一股诡异的灵性波动从眼球中传来，这股波动直达大脑，直击心灵。它就如同一个污染源一般，不断地对着方修的心灵释放污染。而林子阳的意识则是控制着污染源，深深地扎入方修的心灵。他要将方修的心灵扭曲，用诡异的力量将其感染同化，彻底夺取这具身体。然而，当他彻底入侵到方修的心灵之后，他愣住了。这是啊！林子阳只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片无边的黑暗，这黑暗无比的扭曲，像是一个不断吞噬万物的黑洞。在这里，他受到了无穷无尽的负面情绪冲击。杀！杀！杀！复仇！我要复仇！此仇致死方修！老婆，只要我活着，你就一定得死！没有人能杀了我18次之后还活在世上，没有人！所有的诡异都该死！我要让世界感受痛苦！强烈的仇恨与怒火犹如怒海狂涛一般，疯狂地冲击着林子阳。无数恐怖的死亡画面如山崩般涌来。哪怕林子阳已经灵性失控，已经彻底诡异化，可即便如此，方修心灵中的扭曲依旧让他胆颤心惊。这真是人的心灵！此时，林子阳的四周已经开始响起许多不可名状的诡异低语，无法理解，无法忽视，犹如迷你魔音，每一个音符都让他头痛欲裂。这是来自穹顶之上诡异们的洗礼。林子阳感觉自己仿佛深陷地狱，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害怕了，恐惧了，他要离开这里，这根本不是人的心灵。方修绝对不是人，他比诡异还诡异。无怪乎林子阳这么想，他虽然只剩一只眼睛，但这只眼睛算是完成了诡异化，成了一只残缺版的诡异。他本想用自己诡异的力量去污染方修的心灵，从而控制方修的身体，可谁成想，这特么谁污染谁啊？诡异污染人类心灵，反被污染。林子阳突然感觉，与方修相比，自己才是人类。正当他想要撤退时，却惊恐地发现自己走不了了。他就如同在大海中的小船，无数负面情绪汇聚成惊天骇浪，不断地拍向他，将他打翻。这时，方修的声音响起，在他的心灵中，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平静如水，而是无比狰狞恐怖，阴森的犹如地狱魔音，就仿佛外界的一切都是他的伪装，而心灵中才是真的。只有这种程度的痛苦吗？太弱了，我来让你感受感受什么叫真正的痛苦。结。伴随着恐怖的狞笑，下一刻，无穷无尽的黑暗朝林子阳涌去，那是方修的漆黑灵性，里面蕴含着他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不！林子阳爆发出生命中最后的惨叫，随后整个人便被无尽的痛苦所淹没。外界原本处于闭目状态的方修猛然睁开双眼，此时他的两只眼睛已经恢复如初，视线恢复正常，只是他的右眼却一片血红，血红中间镶嵌着漆黑的瞳仁，犹如深不见底的黑洞。下一秒，随着他心念一动，右眼的血红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黑白分明的眼睛。血瞳，这就是林子阳的能力吗？方修喃喃自语。自林子阳死于无尽痛苦之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血瞳的主人，自然而然地了解了血瞳的能力。血瞳的能力很简单，就是灵性冲击，类似于一种精神攻击，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瞪谁谁死。与血瞳对视会受到灵性的冲击，直击心灵。普通人被瞪一眼就会心神崩溃而死，寻常的御灵师在没有防备的时候被瞪一眼，轻则短暂眩晕，重则昏迷，实属偷袭利器。这是血瞳本身的能力，但是经历灵性失控激变之后，血瞳的能力发生了变异，多了一种制造幻觉的能力，通过对视让人产生幻觉。方修猜测，可能是激变时导致林子阳的灵性突破了上限，使得这一只眼睛进阶成2阶御灵师的范畴。1阶御灵师的表现为能力凸显，2阶御灵师则是能力强化。很显然，血瞳的能力得到了强化，多了一种制造幻觉的能力，这让方修感受到了久违的开心。目前能引起他情绪波动的只有2件事，一是虐杀诡异，2则是实力增强。当然，增强实力是为了更好的虐杀诡异。除了获得血瞳和青铜烛台以外，他自身的灵性已经增长到了5%的层次。方修猜测，这应该与吞噬了林子阳的灵性有关。之前林子阳虽然死了，但他的全部灵性却彻底失控，并涌入畸变的血瞳之中，这也就导致当林子阳死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时，其灵性则被全部吸收。林子阳的死亡给方修隐隐提供了一条思路，一条可以靠吞噬变强的思路。其他御灵师不敢吞噬他人灵性，因为那会加深心灵污染，造成灵性失控，可方修不怕，他完全可以走上一条吞噬之路。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方修并不知道如何吞噬灵性。林子阳这次是因为主动舍弃肉身，进入心灵，这才有了吞噬的机会。以后未必再有这样的机会。或许黑桃 K 知道林子阳的话，方修一直记在心里。听对方的意思，他之所以能诡异化，其中黑桃 K 起了不小的作用。不然一个御灵师，即便是灵性失控，也不见得能将全身灵性集中在血瞳之中，让血瞳彻底畸变。黑桃 K 到底是谁，方修不得而知，但黑桃 K 所做的一切让方修很满意。方修开始收拾残局，他将林子阳的尸体丢到绞肉机中，将其做成了狗粮，带着狗粮开上车便离开了。待喂完流浪狗之后，方修随便找了个地方将车一扔便离开了。林子阳的车不错，100万级豪车，但方修不会留下，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光明俱乐部的注意。别忘了青铜烛台，那是光明俱乐部会长的鬼器，是他借给林子阳的。方修不难想象，一旦光明俱乐部知道消息，定然会派人上门报仇，抢夺青铜烛台。为了永绝后患，还是找个机会灭了光明俱乐部吧。这就是人情世故的麻烦之处，杀一人就得杀全家。有一句话说的方修很认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所以得全杀了，斩断他的人情世故。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光明俱乐部的会长是一位2阶御灵师，并且其手底下的人手也不少，在整个绿藤市的民间组织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这等势力不是目前的方修能对付的。黑玫瑰酒吧外表看起来是一间很普通的酒吧，生意也一般，客人并不是很多，但只有御灵师圈内的人才知道这间酒吧的名气有多大。黑玫瑰酒吧是整个绿藤市的地下黑市，也是大部分民间御灵师用来交易灵性材料信息的关键所在。在这里，只要你有钱，便可以买到许多珍稀的材料，比如灵币、灵香，甚至鬼器。除了买卖以外，这里还承接各种信息交易，比如诡异的信息、御灵师的个人信息以及杀人业务。方修打开了黑玫瑰酒吧的大门，缓步走入其中。对于这间黑市的消息，他还是从林子阳身上得知。他的到来并未引起场中客人的注意，但他能感觉到四周隐隐传来窥视之感。此时的方修，整个人隐藏在宽大的黑色兜帽之下，低着头，脸被一片阴影挡住，根本看不清面容。他走到柜台前，一位侍者打扮的年轻男子正在专注地擦拭酒杯。欢迎光临黑玫瑰酒吧，客人想点些什么？侍者微笑地问道。24片花瓣的黑玫瑰。黑色兜帽下传来方修平静的声音。侍者顿时微微正色，略微沉吟道：不好意思客人，我们这里没有这种酒。方修摇了摇头，我要的不是酒，是花。侍者的态度立刻变得恭敬起来，客人请跟我来。说着，侍者便带领方修去了吧台后的一个房间，那里有一扇密码门。侍者按下指纹后，密码门轰然打开，露出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十分昏暗，隐约能看清脚下的路。客人请往里走，里面会有人接待您。方修点了点头，随即就走入其中，密码门也随之关闭。待他走到走廊的尽头，一拐角便见到一处电梯，电梯旁站着2位身穿黑衣、体型壮硕的男子，两人腰间鼓鼓囊囊，显然藏有凶器。客人请出示会员卡。方修直接拿出了属于林子阳的会员卡，这种会员卡是不记名的，所以他很放心的拿出。黑玫瑰酒吧对于客人的信息十分注重保密，他们只给有资格的人发放会员卡，却从不让客人强制登记。据林子阳说，黑玫瑰酒吧背后的势力很强，极有可能不是本土势力，在许多城市都有分布。两人检查完会员卡，确定无误后又道：尊贵的客人，进入交易市场需要例行检查，里面绝对禁止发生冲突，请您见谅。方修点了点头，然后任由两人拿着仪器在身上检测。当然，他们也仅仅是检测热武器、炸弹之类，其他属于御灵师的东西，他们是不敢乱动的。检查完毕后，方修成功进入了电梯，随后电梯一路向下。很显然，地下交易市场和调查局一样，都是建立在地下。当电梯门打开，方修走入交易大厅，里面的人不多，只有零零散散10几位，但地方却十分宽广，足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这还仅仅是大厅，不算上其他单独的房间。那零零散散10几人，除了极少数没有进行伪装以外，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做了伪装，有的甚至戴着大圣的面具。对此方修并不感到意外，御灵师的数量本就稀少，怕是整个绿藤市算下来也不到100位。此时的交易市场能有10几人，足以证明此地的实力。方修刚走了2步，很快一位面容姣好、身材曼妙、穿着黑丝职业装的年轻女子便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恭敬又不失美丽的微笑。客人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我要杀人。方修平静道。女子脸色不变，似乎一点也不惊讶方修的话语，反而继续微笑道：好的客人，请这边来。随后方修被带到了一处隐秘的会客室，女子倒好茶水之后便离开了。很快一位身穿笔挺西装、脸上戴着精致银色镂空面具的男子出现了。客人您好，我是业务部的经理，我姓程，您叫我小程就行。对了，不知您要杀谁？光明俱乐部的会长值多少钱？听到这句话，程经理的眼神明显出现波动，不过良好的职业素养并未让他显露出来。只听他介绍道，光明俱乐部的会长是2阶御灵师，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如果要对他出手，至少也要请动一位2阶御灵师才行。不过刺杀光明俱乐部的会长，等于和整个光明俱乐部为敌，还需要准备更多的人手去对付他的手下，这其中涉及到的人力物力恐怕十分巨大。想承接这个业务，本地的杀手恐怕难以做到。如果您真的要做，那我们需要从外地调人，但价格可就不便宜了。多少钱？方修再度问道。对于这种级别的强者，我们不收钱，只收灵币或者相应价值的灵性材料，粗略估算一下，大约需要5000灵币。方修并不意外，好歹是一个御灵师势力的头子，手底下一票人不可能太便宜。刺杀光明俱乐部的谭光远多少灵币？谭光远虽然不是2阶御灵师，但他是光明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实力不弱，杀他至少需要1000灵币。方修默然，果然贫穷就是最大的原罪。
李志伟呢？这个便宜一些，200币即可。哦，方修微微诧异，为何他如此便宜？客人，您问的问题已经涉及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了，除非您确定了要杀李志伟，并支付100币的定金，或者单独支付购买情报的钱，我才能告诉您。啪！方修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包，将其拍在桌子上，里面传来叮铃当啷的响声，那是硬币碰撞的声音。程经理拿起公文包开始检查，发现里面正好100币之后，立刻满面笑容道：“既然你已经下单，那这个消息就算是附赠您的了。”李志伟虽然也是核心成员，但他的能力是感知系，故而正面战斗力不强，所以价格偏低。另外再提醒您一句，李志伟是光明俱乐部会长的表弟。又是表弟吗？算了，我杀的就是表弟。什么时候动手？方修问道。这属于行业机密，恕我不能告知，不过1星期之内应该能给您答复。你可以下载杀了吗 App， 这是我们内部研发的小程序，你可以实时关注杀手动态，进行订单追踪，也可以您自己亲自从外界探查消息。李志伟也算是1号人物，他的死讯应该不难探查。到时候你有1个月的时间打探消息，如果刺杀成功，您需要在1个月内支付尾款。程经理微笑道。如果杀不掉呢？如果刺杀失败，我们有以下2种方案：一是退款，但只能退任务金额的1半；二是您继续加钱，找更强的杀手进行刺杀。方修点了点头，签合同吧。程经理很快拟好了一份合同，您可以签真名或者假名都可以。此言一出，让方修微微诧异，还可以签假名。程经理点了点头，您是御灵师，可以感受一下这份合同。方修闻言立刻拿起合同，结果竟在上面感受到了一丝丝的诡异波动，他心中立刻有了猜测，这合同上有鬼气的力量。程经理眼中闪过一抹亚色，能清楚判断出是鬼气，这极有可能说明眼前这位客人也拥有鬼气，至少也亲手接触过鬼气，不然不可能如此准确判断。客人慧眼如炬，确实这合同上有鬼气的力量，不过客人您放心，这股力量并没有坏处，只是用来保证合同的效力罢了。一旦刺杀成功之后，1个月内您没有支付尾款，那合同就会燃烧，化作一缕诡异气息缠绕在您的身上，方便我们去收取尾款。方修点了点头，正要签字，程经理的手机突然发出叮的一声系统提示音，他拿出手机查看，紧接着系统播报声响起：您有新的杀了吗订单，请注意查收。程经理略微查看，随即对着方修抱歉一笑：不好意思客人，来新订单了，您继续。方修看了程经理一眼，随后在合同上写了一个6，写完之后没有丝毫言语，扭头就走。程经理恭敬起身，微微躬身道：客人慢走，欢迎下次光临。离开黑玫瑰酒吧之后，方修在外面兜了好几个圈子，又用血瞳探查了许久，确定没人跟踪之后，这才回到了家中。付出了200币，他并不心疼，反正这钱也是白捡的，下次再找杨明要点就行了。只要能除掉李志伟就值了，拥有感知能力的李志伟相当于光明俱乐部的眼睛，打掉了眼睛，说不准自己可以多安全一段时间。方修从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既然已经得罪了光明俱乐部，那就先下手为强，何必要等着人家找上门来再报复？所以他省略了中间环节，选择直接报复。至于为何买凶杀人，很简单，这也是他前世看小说获得的灵感。他看多了反派买杀手去暗杀好人的桥段，曾经他就在想，为何只能反派买凶杀人，好人不能如此操作呢？正是秉承着这种想法，在得知黑市的信息之后，方修便立刻去黑市买凶，先杀了光明俱乐部的人再说。要不是钱不够，今天他肯定会买下光明俱乐部会长的命。只有这样，才能永久的霸占青铜烛台。至于暗杀能否成功，这不重要，即使不是成功，也能给光明俱乐部带去麻烦，拖延时间。次日，方修去调查局报道。如他这种新人御灵师，通常情况下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培训，通过之后才能去执行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赵浩也来了，在王德海的安排下，他也成功加入了调查局。两人一起开始训练。上午理论课，有专门的讲师讲解诡异的种种特性，应对诡异的108种方法，以及如何更好的操控自身灵性。下午实战课，热武器、冷兵器、近身格斗都需要学习。虽说热武器对付诡异用处不大，但也很有必要学习，因为有时候调查局的敌人见得全是诡异，也有可能是人类。就这样，方修和赵浩两人足足训练了1个星期。这期间，他也通过调查局的渠道得知了李志伟的死讯，然后支付了尾款。这一日，调查局局长办公室中，王德海与杨明正在交谈。这次总部居然没有选择要走方修，而是让他在绿藤市培养。杨明诧异道：没错，总部的意思，方修现在只有1阶，预知未来的能力无法发挥出太大作用，等2阶再说。王德海凝重道。这让杨明微微诧异，这不是好事吗？方修留在咱们这可是能起到不小的作用，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唉，王德海叹息一声，你觉得总部不要走方修，真是因为方修现在无法发挥出太大作用。白起的例子就在眼前，如果不是方修，绿藤市调查局将损失1位顶尖战力，这叫无法发挥出太大作用。杨明似乎想到了什么，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王局，你的意思是总部现在不要走方修，是因为方修放在总部还不如在绿藤市安全？王德海点了点头，不错，一定是全国的情势越发恶化，总部那边内忧外患，局势动荡，即便在内部也不安全，所以才选择暂时不调走方修。杨明的脸上突然闪过一抹怒气，现在诡异事件确实越来越多，总部那边承担着最大的压力，这没错，但同时总部也是战力最高的地方，汇聚着全国最顶尖的御灵师，他应该是最安全的才对，谈何危险？王德海深深地看了杨明一眼，有的时候敌人不止来自外部，现在局势动荡，一些人起了不一样的心思，有些公司集团乃至家族都暗地里培养了属于自己的一批御灵师，甚至有人和国外御灵师势力有所勾结。啪！杨明猛地一拍桌子，怒不可止，诡异入侵是全球的灾难，在这等大灾面前，居然还有人敢搞这样的烂事，争权夺利，自古不变。王德海叹息道。
行了，你也别气愤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强大自身，培养方修。黑桃 A 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杨明平复了一下情绪道，已经有了初步的眉目。黑桃 A 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组织，这个组织名为扑克牌。扑克牌隐藏得很深，应该不是绿藤市的势力，它的根极有可能在总部那边。王德海沉吟片刻，有关扑克牌组织的事情你继续跟进。对了，白棋的伤势怎么样了？基本恢复行动能力，但是目前无法进行战斗。看来他伤的确实挺严重，我本想等他好了，让他去解决青山精神病院鬼域，现在看来只好派别人去了。杨明微微诧异，青山精神病院不过是 C 级鬼域，并且无扩散趋势，怎么如此着急？哼！王德海冷笑一声，白柳书院可是咱们绿藤市的富人区，里面住的都是豪门显贵，其背后的开发商也是有名的几个老总，这些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产业受损，所以联合施压，希望调查局尽快解决。这帮王八蛋放着危害大的诡异事件不管，却死盯着危害较小的青山精神病院不放，早晚有一天老子要收拾了他们。行了，别抱怨了，这帮富商找到了上面的人给我施压，再者说青山精神病院确实也是诡异事件，早晚都要解决的，我打算让杨坤鹏的小队去。杨坤鹏也算是资深御灵师了，他带队解决一个 C 级鬼域应该问题不大。那方修呢？他毕竟去过青山精神病院，不让他一起去吗？王德海摇了摇头，方修太重要了，而且还是新人御灵师，他现在要做的应该是从D级诡异事件中历练，等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灵性也提上去了，再说 C 级。杨明微微撇嘴，你这保护的也太过了吧？ C 和 D 有什么区别吗？王德海顿时脸一黑，混蛋，对你一个3阶御灵师来说 C 和 D 自然没什么区别，而且你的能力是幸运，谁死了你都死不了，你当然无所谓。本来要是你或者白棋带队，那方修可以去青山精神病院或者更危险一些的鬼域，但目前你们都无法出动，那自然要稳妥为上。男人就应该经历血与火的试炼，温室的花朵。滚蛋，去把方修给我叫来。王德海一阵咆哮，把杨明赶了出去。杨明无奈地掏了掏耳朵，然后就去叫方修了。绿藤市城区一座摩天大楼顶部，几位西装革履，一看就是精英人士的男女聚在了一起。为首的男子20多岁，身材高挑，面容英俊，身穿私人定制的白色西装，手中拿着一只高档红酒杯，正面色阴沉的饮酒。其他几人的脸色也带有几分阴霾，沉默不言。蓦地，白色西装男子开口打破了场中的沉默：林子阳失踪了，青铜烛台不见了，我表弟也被人暗杀了，这他妈到底谁干的？砰！他猛地将手中的高档酒杯摔在地上，玻璃碎片和红酒散落一地。其他几人见白色西装男子发怒，一个个脸色也有些不自然，甚至有人的脸上还闪过惧怕之色。这绝对是有人在针对我，针对光明俱乐部。查！给我狠狠的查！这时，一位身穿酒红色长裙、黑丝高跟的妩媚女子娇笑着走了过来，她扭着水蛇一般的细腰，一屁股坐在了白色西装男子的腿上。好了，消消气。说着，她将带有红色唇印的酒杯递给了白色西装男子。男子接过后，对着唇印直接一饮而尽，然后再度将酒杯狠狠地摔在地上，破口大骂：这什么味？女子娇笑一声：你猜。白色西装男子瞬间表情一僵，随即脸色犹如吃了屎一般暴怒，他猛地一把就要推开酒红色长裙女子，但女子似乎早已预料，娇笑着扭腰躲开了。你这个贱人，你……好啦好啦，别生气了，你这样会吓坏人家的，毕竟人家那么爱你。白色西装男子越听越怒，你他妈用舔过别人星号的嘴，口口声声说爱我，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我和他们都是逢场作戏，只有对你才是真心的。此时白色西装男子似乎真的彻底动怒了，竟然直接站了起来，浑身气势骇人，眼神凶狠，宛若下山猛虎。女子见他真生气，赶忙改口道：亲爱的，这次任务就交给我吧，1周之内保准让你满意。说完，他扭头就跑，跑到门口处，还扒着门框回眸一笑，给白色西装男子一记飞吻。见其又要生气，连忙娇笑着闪身出门。调查局中，方修来到了王德海的办公室。此时的王德海一脸凝重：方修，这次叫你来是有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与诡异无关的事情我一律不接。方修平静道：放心，咱们调查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付诡异，这次是要交给你的任务就是调查并解决黑水村的诡异事件。方修，这次任务很重要，也很危险，你一定要提起12分的警惕。黑水村诡异事件初步评级为 C 级，这只是初步，也就意味着它的评级有可能会更高，也说不定。王德海凝重地说道。与此同时，他又在心里偷偷加了一句，也有可能更低也说不定。其实，黑水村诡异事件一开始的初步评级确实为 C 级，但经过后续调查，发现只是死了一个村民，并无危险扩散之后，就降级成了 D 级。王德海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怕方修太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心只想杀高阶诡异。无怪乎他如此想，因为方修的心灵污染报告在那里摆着呢。如方修这般嫉鬼如仇的年轻人，且能力如此不凡，很有可能看不上 D 级任务。黑水村，方修略微有些疑问，他并没有听说过这个村子。你不知道，黑水村也很正常，这是咱们绿藤市山区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因为道路原因，人烟罕至，所以知道的人不多。黑水村有一条黑水河，是因河而得名。近几年，黑水河淹死不少村民。一开始本以为是普通的溺水事件，可据村民们说，黑水河中有水鬼，专门趁你在河里游泳时拉你的脚。后来还出现了更诡异的事情，一位村民本来在家中睡觉，结果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到了河边，已经被河水淹没了半边身子。如果不是及时醒来，他就要被淹死了。类似的诡异传说有很多，加上黑水村确实死了不少人，所以调查局初步判定黑水村存在诡异事件，诡异代号水鬼。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调查并解决水鬼事件，鉴于你是第一次出任务，并且你的能力属于绝对机密，所以我会派知情人沈凌雪带队，由你、赵浩，还有一位加入调查局不久的玉灵师一起执行这次任务。
可以。方修点了点头，他很愿意执行这次任务，因为他已经1个星期没有接触过诡异了。他很想体验将手术刀插入诡异体内的快感，并且这次还是初步评级为 C 级，后续没准为 B 级的任务，这让他更加满意。以方修如今的实力，点亮灵性5%，身怀手术刀，青铜烛台2，鬼气外加血瞳和痛苦的能力，普通的 D 级任务根本无法满足，并且由于买凶杀人的缘故，他现在很缺钱。调查局御灵师解决诡异事件是有额外奖励的，解决1起 D 级诡异事件奖励10灵币，解决1起 C 级诡异事件奖励100灵币，解决1起 B 级诡异事件奖励1000灵币，后续以此类推。而方修的待遇比较特殊，因为他之前要求过，王德海也同意了，所以他的奖励是翻倍的。也就是说，他如果解决了这次 C 级诡异事件，可以获得200灵币，到时候又能买光明俱乐部一条命了。他相信，只要坚持赚钱，早晚有一天可以买光明俱乐部会长的命。当然了，当他能拥有5000灵币时，或许实力早已超越光明俱乐部的会长了。执行任务之前，局里给你配备了一位搭档，用来帮助你处理一些琐碎事务，就如同你见过的李文浩一样，他就是沈凌雪的搭档。在调查局，每一位正式的御灵师都会配备一位普通人作为搭档。王德海突然说道：“搭档吗？”方修并没有拒绝，有一位处理琐碎事务的搭档，确实能省不少事。王德海见方修没有反对，便拿起座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可心，来趟我办公室。”电话那头传来桌椅碰撞声，似乎有人正坐在椅子上，然后腾的一下起身接电话。“哎呦好的王局，我马上过去。”软糯的女声响起，还伴随着一声痛呼。挂断电话后，王德海也是微微有些尴尬道：“可心这个小姑娘虽然平日比较迷糊，但是对于工作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名牌大学毕业，在调查局综合考核优秀。”王德海如同媒婆一般，还想继续介绍，但却被方修打断：“只要不拖后腿就够了。”片刻之后，方修耳朵微动，他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传来，但这脚步声快到办公室时突然放慢，紧接着就是整理衣服声以及略带喘息的微弱打气声。“加油可心，你一定可以的，即便御灵师再怎么不好相处，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被认可，加油加油！”呼，深呼吸之后，咚咚咚，敲门声传来，进，嘎吱，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只见一位身材较小、皮肤白皙、五官精致的软萌妹子走了进来。她大约1.6米左右，身穿略大的职业套装，更显得身材娇小可人，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正努力地做到目不斜视，嘴角带着略显紧张僵硬的微笑，强装出一副我很专业的样子，只是眼睛中流露出的那种清澈的愚蠢，十分醒目。总之，这是一位除了眼睛大大的，全身无论哪里都小小的女生，小小的脸蛋，小小的嘴巴，小小的熊。“王局你好。”软萌妹子恭敬地打着招呼，眼角的余光却在不断打量方修。王德海点了点头，随即介绍道：“可心，这位是方修，以后就由你负责配合他工作。”软萌妹子立刻转身面向方修，直接90度鞠躬，十分紧张且客气道：“方先生您好，我叫苏可心，编号是1327。”还没等他说完，方修已然直接起身，目光平静地注视着他道：“不需要说那些没用的东西，一会儿把手机号发过来，除非我主动联系你，不然没有重要事情，不要给我打电话。”“啊？”苏可心抬起头来，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带着些许错愕以及委屈。方修没有理会，已然迈开步子朝门外走去。只是在路过苏可心身旁时，他低声说了一句：“演技不错，下次别演了。”说完，根本不理会苏可心脸上的错愕，直接走了。待方修走后，苏可心强忍着委屈，小声道：“王局，我是不是被讨厌了？”王德海安慰道：“可心，别往心里去。你要知道，御灵师本就是不好打交道的一类人，你要学会适应。”苏可心一扫颓势，握紧了小拳头，一脸坚定道：“我一定会努力的。”已经离开的方修没多时就收到一条短信，是苏可心发来的，里面有手机号，还有姓名以及一小段话：“方先生，或许您对我存在某些误解，但是没关系，我早晚有一天会凭借我的专业素养获得您的认可，以后的工作中请多多关照。”方修记下手机号之后便不再理会。虽然表面看上去苏可心是那种傻白甜的人设，但他却并不如此认为。这苏可心的心机很深。首先第一点，身为名牌大学毕业生，且经历过调查局专业培训，属于精英人才，即便是第一次和御灵师搭档，也不至于表现得过于紧张。第二点，身为搭档，对御灵师肯定有所了解，不可能不知道御灵师的五感远超常人，可即便如此，却还是选择在门外给自己加油打气，这更像是说给别人听的。当然，不排除苏可心天生性格如此，但这都不重要。方修对搭档就一点要求，那就是别自作主张，拖后腿。次日，一辆黑色越野车从调查局出发，直奔山区的黑水村。开车的正是沈凌雪，而车上则坐着方修、赵浩以及一个胖子。今日的沈凌雪没有穿工作装，而是一身白色运动衣，映衬的身材越发高挑出众。如果不是表情太过冷淡，活脱一位运动系青春美少女。方修等人也是身穿便装。车上，胖子开始自我介绍，摆出一副前辈的样子，对着方修两人道：“方修和赵浩是吧？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刘，单名一个帅字，我也算调查局的老人了，你们以后就叫我帅哥就行了。”赵浩看了看刘帅300斤的体重，帅哥2个字真的很难叫出口。可下一秒，刘帅又说：“对了，咱们这算是一起执行任务，相互之间的能力也介绍一下吧。我先来，我是空间系能力。”空间系3个字一出，顿时引起了赵浩的一阵惊呼。没办法，但凡有点常识的都知道，涉及到空间的能力很强。帅哥，你真是空间系？赵浩吃惊道。刘帅得意一笑，如假包换，空间系御灵师，能力是瞬移。此言一出，又引得赵浩一阵羡慕。瞬移啊，太强了！
我原以为我的能力就够强了，没想到帅哥你的还强。你的能力是什么？刘帅好奇道。谁料赵浩却一脸扭捏的看了看前方开车的沈凌雪，竟有些不好意思说出来。沈凌雪通过后视镜看到了这一幕，当即冷哼一声，既然觉醒了这样的能力，就别不好意思说。这次既然我是队长，那就由我来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方便你们相互熟悉。方修的能力是感知，赵浩是性能力，胖子刚才已经说过了。至于我，能力是火焰。性能力3个字从沈凌雪嘴里说出来，赵浩立刻闹了个大红脸。一旁的刘帅则是犹如见了鬼一般看着赵浩，惊为天人。兄弟，你牛逼啊！说完，他止不住的笑了起来。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啊！性能力，你怎么想的呀？这能力怎么对付诡异啊？难不成你要日鬼不成？提到日鬼2个字，赵浩的脸色越发涨红。这时，沈凌雪的一盆冷水泼来。胖子，你别笑了，影响到我听歌了。还有，你还好意思嘲笑别人的能力？你那瞬移能力1个小时只能瞬移10厘米，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刘帅的笑声瞬间戛然而止，一脸气急败坏，但又敢怒不敢言。谁知这时又有一道笑声传来，哈哈哈，瞬移10厘米，这点距离还没我一半长呢。说话的正是赵浩。刘帅越发气急败坏，他惹不起沈凌雪，还惹不起一个新人吗？10厘米那是以前，我现在比原来进步了，我现在半个小时能瞬移20厘米，哈哈，20厘米，我能力一发动都比你这瞬移距离长。你放屁，我不信。够了！沈凌雪怒喝一声，镇住了两人。从现在开始，你们2个谁要是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就把你们扔下去，自己跑着去黑水村。2人瞬间噤若寒蝉，都不敢再笑了。来调查局这段时间，他们早已了解了沈凌雪的实力和脾气。脾气就不说了，单说实力，沈凌雪是一阶资深御灵师，灵性已经点亮10%往上，这种实力已经可以随便碾压新人御灵师。再加上其能力是偏攻击型的火焰能力，一阶之中，他的实力不算弱。随着沈凌雪的发火，车内顿时安静了下来，只有歌声在缓缓流淌。而方修自始至终都在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只不过他的心中却在微微疑惑 ：C 级诡异事件仅仅派出一位一阶资深御灵师和3个新人吗？赵浩和刘帅2人基本约等于没有战斗力。其实，在调查局的判定中，自己也属于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存在。所以，这不就相当于一个资深御灵师带着3个拖油瓶吗？这真是执行 C 级任务的配置。为什么总有一种高玩带队刷副本的既视感？还是说，调查局的人手已经紧张到了这种程度？这一切，方修不得而知。或许等到了黑水村，一切自然明了。数小时后，越野车穿过山区，终于来到了黑水村。这座村子被山峦环绕着，周围的地势险峻，有一条很长的河流经过村庄。这条河便是黑水河，可能是因为地质的原因，河水幽深，光线不足，导致远远看去，这条河就像是黑色的一般。此时天色昏暗，昏沉的阳光笼罩在整个黑水村之上，映衬的黑水河越发幽深，远远看去，竟隐隐如同一条黑色大蟒盘旋在山上。到了黑水村附近，沈凌雪并没有选择继续开车，而是步行前进，因为山路越发陡峭，车子已经无法通过了。一行人带上行李，扛着摄影机便出发了。至于为何带摄影机，是因为这是沈凌雪做的伪装。他在来之前已经通过调查局的能量，将自己一行人包装成电视台的记者，并与黑水村村长取得联系，来做一期新闻报道。一行人步行了大约1个小时左右，终于进入了黑水村的范畴。此时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沈凌雪打电话联系了黑水村村长。没多时，一位年轻男子搀扶着一位老者缓缓走来，他们手里拿着灯笼，发出昏暗的光芒。那光芒伴随着2人的脚步，一晃一晃的，映照的2人的脸庞或明或暗，在这黑暗的山村中，竟平添几分阴森之感。是电视台的沈小姐吗？老者颤颤巍巍地说道。沈凌雪似乎一点也不怕黑，直接上前一步道：“正是，您是王村长吧？”此时老者已经走近，灯笼的光芒将几人笼罩，众人也终于看清2人的样貌。老村长皮肤黝黑，身材佝偻，脸上满是岁月的沟壑，一双眼睛更是有些浑浊，显然岁数不小。只是他这般岁数，却没有一根白发，反而头发黑亮，像是抹了油一般。搀扶他的年轻男子眉宇间与老村长有几分相似，同样的皮肤黝黑，同样的头发油亮，但脸上却没有丝毫皱纹，只是皮肤有些粗糙，脸上带着憨厚拘谨的笑容，尤其在看到沈凌雪的样貌后更显局促。如果不是天色够黑，加上皮肤够黑，怕是早已脸红。沈凌雪的样貌来到黑水村，确实是降维打击，精致的五官，加上白皙犹如刚剥壳的鸡蛋般的肌肤，站在这里与王村长2人显得格格不入，完全不似一个世界的人，就仿佛光洁亮丽的明星来到破败贫穷的山村扶贫。我是王有贵，这是我孙子王富贵，富贵叫人啊！王村长爽朗笑道。被称为王富贵的年轻人被点名，有些不好意思挠着头道：“沈小姐，你们好。”沈凌雪点了点头：“你们好，我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这是方修、赵浩、刘帅。我们这次的来意，想必村长你已经了解了吧？”王村长点了点头，笑道：“知道，市里面想打造旅游景点，所以你们过来拍黑水村的风景，用来宣传报道，这对我们村子来说是好事。这几天还要麻烦你们嘞。”“不麻烦，这是我们的工作，还望村长您配合。”“一定，不过现在天也黑了，明天再拍吧。那个村里没有旅馆，所以只能邀请你们去我家住了。山村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大城市的人住的习不习惯。”随后几人又客套几句，便在王村长的带领下去了他家。王村长倒也不愧是村长，他的家明显要好于其他村民的砖瓦房，是几间平房围成的小院，有点盖板4合院的感觉。贵芳，城里的记者来了，赶紧弄点吃的。随着王村长的喊声，一位身材粗壮的中年女子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似乎没有见到过如此多的城里人，见到方修一行人，明显有些不知所措，手都不知道该放哪里好。
这是我儿媳妇王桂芳，我儿子去城里打工了，目前这里就我们3一起住，所以你们尽管放心，房子够住。桂芳，你赶紧去抓只鸡，再炒点蘑菇野菜，招待客人。王桂芳似乎急于逃离似的，赶忙就去准备饭菜了。赵浩似乎不想麻烦他们，连忙道：王村长，不用麻烦了，我们之前在车上吃过了，还不饿。沈凌雪也附和道：没错，王村长，饭先不吃了，我们开了一天的车，也都累了，想早点休息。哦，是我考虑不周了，桂芳，饭先别弄了，去烧点热水。富贵，你带沈小姐他们去房间。哎，爷爷。一番折腾之后，方修等人都在王村长家住下了。因为王村长家很大，且只有3个人，空房子很多，倒也足够方修他们1人1间。夜晚，当王村长他们都睡下之后，方修等人在房间里凑在了一起。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沈凌雪对着众人问道。刘帅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发现。倒是赵浩有些感慨道：当初打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已经够苦了，现在一看和村长他们相比，打工的日子根本不算什么。王村长明明家里不富裕，还要给咱们炖鸡吃。我以前听人说过，鸡对于他们很重要，因为可以留着下蛋，所以除非鸡岁数太大了，不然轻易是不会杀鸡的。刘帅这时微微恍悟，所以你才谎称在车上吃了，原来是不想他们破费。赵浩点了点头，如果可以的话，等任务完成，我想给黑水村捐点钱。这时沈凌雪双手抱胸，一脸平静道：明明自己过得不怎么样，时刻还要遭受灵性失控的风险，却见不得别人过得苦。赵浩略微有些尴尬，但还是嘴硬道：你不也是吗？刚刚炖鸡时你也反对了。我反对是因为外出执行任务，不知道诡异身在何方，谨慎起见，不能吃外人的食物。再者说了，鸡对他们来说虽然珍贵，但也不至于一家子人就指着一只鸡下蛋。黑水村虽然是山村，地方偏僻，但这里的资源可一点不少，村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说这鸡，山里不知放养了多少野山鸡，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甚至还销售到了城里，成立了专门的品牌，主打的就是野山鸡。一只野山鸡的价格卖得比不同的鸡贵了好几倍。赵浩，他突然有一丝丝尴尬，就好像穷小子要给百万富翁捐款一般。刘帅这时惊讶道：超市里卖的死贵的黑水野山鸡就是这个村的。沈凌雪点了点头。赵浩则是更加尴尬，既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那就休息吧，明天一早启程去黑水河。从资料上看，诡异极可能与黑水河有关。另外，你们3人是新人，最好在一个房间睡，轮流守夜。记住，面对诡异事件，没有异常才是最大的异常。那你呢？不和我们一起吗？赵浩对着沈凌雪问道。沈凌雪顿时冷笑一声，看了赵浩一眼。每个人成为御灵师之后，性格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诡异力量的影响，比普通人多出一些负面情绪。现在看来，你受到的影响已经不言而喻。也对，毕竟你觉醒的是性能力。赵浩急忙反驳道：你说什么呢？我才没有想和你一起睡觉，我只是觉得既然黑水村有诡异，自然是大家时刻在一起比较安全。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沈凌雪冷笑一声，随即转身就走了。其实放在平时执行任务，沈凌雪自然不会选择单独身处一个房间，甚至可能晚上都不会睡觉，毕竟面对诡异事件，一个不小心就会丧命。但这次不同，他是知道内幕的。这次诡异事件根本不是 C 级任务，而是 D 级，甚至还可能是 D 中 D。王德海现在十分重视方修，根本不想让方修冒太大的风险，但为了提升能力，又不得不派他执行任务。所以这次诡异事件是王德海精挑细选出来，专门让方修过来刷经验的。而他沈凌雪就是保姆，以他如今的实力，执行 D 级任务根本对自身实力起不到丝毫作用，所以这次来完全就是当保姆，纯粹是王德海让他来保护方修3人。方修潜力很大，不容有失。胖子刘帅虽然只能瞬移20厘米，但局里判断，一旦其晋升2阶，战斗力将不容小视。至于赵浩，完全是看在方修的面子上过来凑数的，这也就导致了沈凌雪很不爽。待沈凌雪走后，赵浩顿时垂头丧气，一脸遗憾。胖子，我明明就是好心，他怎么就不信呢？自从赵浩知道刘帅如此拉胯之后，已经不叫帅哥，改叫胖子了。哼，下次说话前把口水擦一擦吧。还有，不要叫我胖子，我先加入的调查局，请叫我帅哥或者前辈。死胖子，你说清楚，谁流口水了？赵浩顿时大怒，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龌龊啊？哼，你刚才说话时一直盯着人家的锁骨看，你以为大伙瞎呀？你小子也是真行，他全身包裹的那么严实，也就领口稍微开了点，能隐约看见一点锁骨，你就恨不得眼珠子能拐弯扎进去看。这要是晚上一起睡，你不得趁着夜色上去添人家锁骨啊？你放屁！你不看怎么知道我在看？方修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吵闹，这一刻他充分理解了猪队友这个词的含义。他没有理会两人，直接转身走了，回房间睡觉去了。哎，修哥，你去哪啊？你不和我们一起睡啊？不是还要守夜吗？方修并没有理会，自顾地走了。比起守夜，他更担心因为人聚在一起诡异不出现。而且今天他发现了一点异常，那就是头发。王村长等人的头发实在好得过分，王桂芳和王富贵就不说了，毕竟还年轻一些，可王村长目测快80了，居然一根白头发没有。方修不是没考虑过对方偷偷焗了油，但可能性不大。在这个相对落后的山村中，首先没有焗油的必要，大家都是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尤其王村长还是一个古稀老人。其次，这里很难买的染发膏，只能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去镇上买。最关键的一点，真正让方修起疑心的是，自从他到了黑水村以来，一只诡异都没有见到。他不能确定黑水村一只诡异都没有，毕竟他还未走完全村，加上现在天色很黑，影响视线。但这已经足够让他感到奇怪了。要知道在城市里，满大街都是诡异，即便在来黑水村的路上，虽然诡异稀少，但也不是一只没有。可到了黑水村，直到现在，他竟一只诡异都没有见到。这种情况方修只遇到过一次，那就是在青山精神病院的鬼域。
因为进入了鬼域，相当于脱离了现实，他的视线不能如原来那般看到虚幻的诡异，只能看到真实的诡异。可是现在到了黑水村，居然也看不到诡异，难道黑水村也是鬼域？可为什么手机有信号？之前在青山精神病院手机可是没信号的，这也是为何方修怀疑头发的原因，因为只有他清楚黑水村不正常，抱着这种谨慎的态度，任何一丝的异常都会被无限放大。带着这种怀疑，很快方修沉沉的睡去。他盖着2层被子，因为山村里的夜晚很冷，即便他是御灵师，但本质上还是人类，不是超人。深夜凌晨3点，哗啦哗啦，方修的耳边传来流水的声音，睡梦中的他突然感觉到一阵湿意，并且周围似乎越来越冷。唰！方修瞬间睁开了双眼，出现了吗？他喃喃自语，随即猛地起身朝四周看去，入眼的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清。最怪异的是，他竟隐隐感觉到床在移动。他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一照，明晃晃的灯光刺破夜色，照亮了床下的景色。床下不再是坚硬的石灰地面，而是水，河水。床竟然是漂浮在黑水河之上。之前听到的水流声音，正是黑水河流动的声音。在方修的四周还有几道黑影，他拿起手电筒照去，赫然发现正是熟睡中的沈凌雪、赵浩等人。他们的床同样漂浮到了河面上。随着光亮的袭来，最为敏锐的沈凌雪瞬间惊醒，腾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被子顺势滑落。不过他是合衣而睡，所以并不存在春光外泄，顶多是因为睡觉的缘故，领口比之前要更显得凌乱，也要更加开阔一些，精致白皙的锁骨暴露大半。只是可惜赵浩此时正在睡觉，没有看到他心心念念的锁骨。谁？沈凌雪被手电筒照的看不清方修的面容。是我。方修平静地回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来了我的房间？沈凌雪的脸色似乎很难看。你看看四周再说话。方修晃了晃手电筒，照亮了四周的黑色河水。沈凌雪看清一切之后，瞬间脸色大变。这是黑水河，到底发生了什么？诡异出现了吗？他急促的声音吵醒了赵浩与胖子两人。此时的两人正睡在同一张床上，两人瞬间惊醒，待看清四周之后，吓得差点没直接掉进水里。啊，这是哪呀？为什么明明在床上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出现在河里？这特么一点也不合理啊！胖子脸色煞白，死死地抱着赵浩，犹如抱着救命稻草。胖子，你特么别乱动啊！你这吨位乱动，床会翻的。赵浩也是吓得死死地抱着胖子，没有理会相互拥抱的两人。方修平静地注视着四周的景象，他敏锐地发现床一直在缓慢地移动，而移动的方向赫然是黑水河的中心。他将手电筒朝黑水河中心照去，隐约可见一个深邃黑暗的漩涡，像是深渊巨口一般，要将众人吞噬。方修看到了漩涡，其他人自然也看到了，当即脸色大变，联想到了许多不好的事情。那漩涡要吞噬咱们，快跑！跑？往哪跑？我不会游泳。没事，我会。你会有个屁用，说不定鬼就在水下。你现在下水肯定上不来。看着赵浩与胖子，你一言我一语，沈凌雪只感觉脑袋嗡嗡的。他冷哼一声，都闭嘴，所有人不要下水，用手划。于是赵浩等人立刻开始划，但方修没有，他只是在静静的观察。用手划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做法，一个能将众人悄无声息转移到黑水河上来的诡异。要是能让你用手划水离开，那才是见鬼了。他在想，到底是自己等人被诡异悄无声息的转移，还是说之前住的其实就不是黑水村，而是黑水河？没多时，胖子慌乱的声音响起：没用啊，划了半天怎么没见移动啊？就好像水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拽着床一样。此言一出，众人脸色微变，看着床下漆黑一片的河水，心中皆涌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有点类似深海恐惧症。深海之中就是没有光线，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黑水，不止没有移动，甚至还在加速朝河中央的漩涡靠近。沈凌雪凝重道：绝不能靠近漩涡，不然我们的床都会被吸进漩涡，一旦到了水里，咱们的战斗能力将大减。这诡异拥有操控河水的能力，到了河里正是他的场地，此消彼长之下，咱们必输无疑。而且我身为队伍中的最高战力，能力还是火焰，下水之后将十分受限制，恐怕只能自保，无法护住你们。沈凌雪的一番分析，直接快将赵浩和胖子吓尿了。赵浩习惯性的将目光投向方修，修哥怎么办啊？毕竟当初他就是听从方修的指令，才活着走出的青山精神病院，还成了御灵师。方修平静地扫视了一圈越来越远的岸边，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棵还算粗壮的树上。他打开床上的背包，里面有提前准备好的绳子、工兵铲、手枪等等工具。他拿出绳子和工兵铲，将两者连接，随即猛地一抛，工兵铲带着绳子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精准无比地落在树干之上，卡在树枝之间。身为御灵师的他，对于自身掌控力早已达到了极其精准的地步，寻常人多加训练才能办到的事情，他如今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所有人抓住我的床！随着方修的一声令下，众人面露喜色，连忙朝方修的床靠近。好在距离不远，加上有绳子相助，众人很快聚集在一起。随后方修开始发力，用力拉扯绳子，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众人终于开始朝着岸边靠近。沈凌雪看着方修拽绳子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惊奇。他发现自己的队伍中倒也不全是如赵浩胖子之流，什么忙都帮不上，只会喊叫。方修的冷静让他有些意外，不是谁都能在危险的境地中做出准确的判断，大多数人都会慌乱。1米、2米、3米，众人距离和中央的漩涡越来越远。可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漩涡竟然缓缓消失了。一直观察四周，防止发生意外的沈凌雪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漩涡不见了，不见了吗？方修心中微动，如果说漩涡是诡异弄出来的，那漩涡极有可能就是诡异所在的地方。但现在漩涡不见了，说明什么？
说明诡异不在漩涡处，而是找上门了。就在他产生这个想法之时，众人猛地感觉身体在下沉，准确的说是床在下沉。沈凌雪立刻脸色大变，这只鬼在拽床。他连忙将手电筒朝水下照耀，黑色河水仿佛能吞噬光线似的，根本看不清情况，只能隐约看到水中似乎有某种比河水更黑的黑色头发在游动。沈凌雪白皙的小手猛地一翻，一抹明亮炙热的火焰出现在手中。轰！他将火焰狠狠朝河中甩出，滋滋滋，河水瞬间沸腾，无数炙热的水蒸气蒸腾。然而床依旧在下沉，此时已经下沉了一半有余，眼看就要被淹没。沈凌雪的脸色凝重到了极点，在水面上尚且无法伤害到这只鬼，一旦进入水中还有命在。难道今日就要死在这里？他并没有认命，而是继续凝聚出一道又一道的火焰，不断的朝水中轰击。但那诡异的身形似乎十分灵活，并且有夜色的掩护，根本无惧他的攻击。除了浪费了大量灵性以外，并没有什么用处。最终众人的床彻底沉没，所有人都掉入水中。入水的那一刻，一股冻彻骨髓的寒冷涌遍全身，也就是众人都是御灵师，要是普通人怕是瞬间就会冻僵，无法动弹。就咕噜咕噜，我不会咕噜咕噜游泳。胖子在水中疯狂挣扎，接连喝了好几口冰冷的河水，只感觉五脏六腑都快结冰了。赵浩手疾眼快，连忙去救他。然而非专业人士去救落水的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救胖子。慌乱中的胖子死死地抓着赵浩，强大的力道让赵浩根本无法保持浮水状态，两人直接都深陷水中，不断呛水。就在这时，砰！方修一击手刀打在胖子的脖颈之上，让其陷入昏迷。赵浩这才成功将头从水里露了出来。操！这他妈死胖子，差点害死我！赵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另一只手则是拖着胖子。陷入昏迷的胖子管理起来还算比较轻松，虽然他体重300，但体积很大，连带着浮力也大。不对劲，这诡异为什么不动手？沈凌雪发现了怪异之处，明明已经到了水中，可这只鬼却没有立刻出手。方修解答了他的疑惑，他在等你陷入虚弱。你刚刚的胡乱攻击并不算完全没用，至少起到了一点震慑作用。水火相克，这只鬼明显不想和你硬拼，所以在拖时间。这黑水和冰冷刺骨，即便是御灵师也很难长时间待在水里，冰冷会带走大量热量，严重消耗体力。等你彻底虚弱，无力战斗，便是诡异出手之时。可恶！沈凌雪紧咬银牙，她到底是女生，本就不耐寒的她，此时全身浸泡在河水中，再加上之前消耗灵性攻击河水，现在只感觉浑身冰冷，原本白皙的脸庞变得异常苍白，嘴唇也渐渐失去了血色。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一位资深御灵师居然会在地级诡异事件中翻船。她此时也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拥有一狐能力的诡异，真的只有地级吗？是能力特殊，还是实力强大？沈凌雪，点火！方修突然说道。沈凌雪一愣，我的火焰虽然温度远超寻常火焰，但是你如果想着我能焚江煮海，那不太现实。没有让你烧干河水，你举起手来，托举着火焰，多少能提供一些热量。冰冷的河水会大量消耗体力，目前情况不明，必须保留体力。沈凌雪闻言迟疑片刻，这不是人形火把吗？还是人形取暖器？不过他还是照做。他抬起一只泡得发白的手掌，轰！一团炙热明亮的火光绽放，强烈的热浪立刻驱散了些许寒意。啊，好暖和，和泡温泉一样。赵浩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冷笑话。沈凌雪冷冷地瞪了他一眼。通常情况下，在极度寒冷时感觉到温暖，那就说明你快冻死了。啊！赵浩被吓得赶紧将昏厥的胖子贴近自己，打算吸点热量。一直维系着火焰的沈凌雪，虽然脸上恢复了一丝血色，但表情却越发凝重。以我的灵性，这样举着火焰顶多维持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的灵性就会枯竭。现在的做法完全就是饮鸩止渴，用灵性换体力。等我灵性枯竭之后，鬼一旦现身，怎么办？方修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淡淡道：无所谓，我会出手。你会出手？沈凌雪十分怀疑地看着方修，毕竟在他的眼里，方修的能力是预知未来，这能力虽然十分强大，但却毫无正面战斗能力。但是赵浩却对方修的话深信不疑，当初方修在精神病院中就是如此，哪怕面对再凶险的诡异，永远都是一副平静的模样，似乎胜券在握。修哥，你看到生机了？赵浩本想问你看到未来了，但想到自己签署的保密协议，只得委婉地问道。方修没有解释，而是淡淡地点了点头。太好了，修哥，靠你了。见到方修点头，赵浩此时表现得仿佛已经脱险了一般。然而实际上，方修并没有看见未来，他甚至到现在连鬼的样子都没有看见。不过那都不重要，他之所以让沈凌雪释放火焰，表面目的是取暖，实则是想消耗他的灵性。他猜测，这水鬼之所以迟迟不露面，必然是在忌惮自己等人的实力，所以才会采取这种方式。那么水鬼在忌惮谁？只能是沈凌雪这位资深御灵师，且还是火焰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沈凌雪掌中的火焰越发微弱，已经到了快要熄灭的地步。此时的他打算熄灭火焰，保留一丝战斗力，但却被方修制止，继续燃烧。沈凌雪看了看方修平静的面庞，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他的话。这也是之前方修在调查局表现出种种神奇的作用。面对一个能预知未来的人，人们总是会下意识地选择相信。终于，沈凌雪坚持不住了，不行了，我的灵性枯竭了。随着他话音刚落，手掌中的火焰顿时熄灭，周围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四周只能听到河水流动的声音，除此之外再无他声，场面寂静又诡异。水里好像有东西！赵浩突然惊悚道。方修等人立刻顺着赵浩的方向看去，只见黑色的河水中竟隐隐出现数条更加漆黑如水蛇一般的东西在蔓延。现在怎么办？
沈凌雪有些紧张地看向方修，没有灵性他此时就是待宰的羔羊，生存的希望完全放在了方修的身上。也不知是不是错觉，沈凌雪总感觉方修的眼中似乎多了一丝压抑到极致的狂喜之色。这并不是错觉，方修确实兴奋了，因为他已经1个多星期没有接触过诡异了。此时的他犹如长时间压抑的女嫖客见到了一位搔首弄姿的女织女一般，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一头扎入水中。沈凌雪等人顿时大惊，没想到方修居然如此大胆。水下，方修入眼是一片漆黑，只能隐隐地看见那些犹如水蛇一般的东西在朝自己飞速游动。血瞳开，他直接打开了血瞳，右眼瞬间出现无数血色，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直至他所有的眼白都被血色覆盖，只留下一只漆黑如墨的瞳仁。凭借着血瞳的视角，方修终于看清了那些黑色水蛇是什么，竟然是一缕缕漆黑油亮的头发。这头发与之前在村长等人身上看到的头发很像，都是一样的浓稠，一样的黑亮。这些头发似乎想要将方修等人缠绕住并拖下水，但方修怎么可能给他机会？手中银光一闪，一柄散发着森寒诡异气息的手术刀出现在手中，刷刷几个挥砍之下，那些头发立刻被其砍断。头发的韧性有多高不得而知，但再高也挡不住身为鬼气的手术刀。这几缕头发被砍断之后，就如同被砍断的触手一般，竟然嗖的一下飞速缩回到河底，不知所踪。方修心中微怒，他最恨这种诡异，装神弄鬼不说，一击受挫立刻就跑，让他无法享受到虐杀诡异的快感。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个猛子往河底扎去。点亮灵性的他身形皎洁，犹如一条游鱼，凭借着血瞳带来的视线，他顺着头发回缩的方向追去。终于在到达湖底之际，他见到了诡异的本体，那是一具女尸，一具身穿白衣，皮肤泡得发白的女尸，看不清面容，因为其脸部早已肿胀腐烂，甚至就连眼球也已腐烂，只留下2个黑漆漆的空洞。女尸长着一头茂密油亮的黑发，那黑发十分长，漂浮在水底，散落开来，不断扭动，远远看去竟像是一团密密麻麻的蛇窝。方修的眼中越发兴奋，那只诡异的血瞳竟隐隐闪烁血光，他径直地朝女尸扑去。也许是他的举动激怒了女尸，只见女尸猛地张开早已没有嘴唇的大口，发出一道沉闷的吼叫。她的头发犹如上万水蛇一般蜿蜒地朝方修冲去。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攻击，方修在水中行动受限，自然不可能单凭一把手术刀斩断所有头发。不过他没有丝毫惊慌，右眼处散发出一阵诡异的血色光芒。在血色眸光的照耀下，女尸仿佛被一记重锤砸中，竟发出一声凄厉惨叫。原本铺天盖地袭来的头发似乎受到某种惊吓似的，竟然嗖的一下全部缩回，就好像章鱼游动时收缩触角一般。趁着女尸痛苦的间隙，方修越发兴奋，他奋力前游，直接游到了女尸的身前。此时他已经有些缺氧，头脑中传来轻微的眩晕之感，但他依旧没有停手。诡异就在眼前，他必须要让对方感受痛苦。女尸似乎感知到了危险的接近，伸出肿胀无比苍白鬼手，神情狰狞地朝方修抓去。但方修根本不在乎，他眼中的兴奋之色已经近乎实质，甚至脸上平静的神情也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不自觉的扭曲狞笑。下一刻，女尸竟直接掐住了方修的脖颈，犹如铁钳一般冰冷坚硬，刺骨的疼痛加窒息之感传来。但这不仅没能制止方修的行动，反而刺激的他脸色越发狰狞恐怖。唰！方修狠狠地挥舞着手中的手术刀，锋利的刀刃从女尸的额头处砍下，如同切豆腐一般顺势下滑。额头、眉心、鼻骨，对，这些部位当场开裂，形成了一道数厘米深的伤口。方修甚至看见了伤口中早已腐烂的大脑以及白骨。仅仅这一击，在痛苦能力的加持下，女尸根本连惨叫都无法发出，全身犹如触电一般剧烈抽搐，原本掐着脖子的双手也下意识地放开。看着女尸痛苦的模样，方修越发兴奋，他根本不给女尸缓解的时间，又是一刀。这一刀是横切，直接在女尸脸上形成了一道十字。切过西瓜的人都知道，当你横切一刀、竖切一刀之后，西瓜就会如同开花一般四散开来。此时女尸的头颅正是如此。为了保障女尸的性命，方修还特意很贴心的没有动用太多痛苦之力，而是想让对方慢慢感受。只是可惜，随着第2刀下去，女尸原本抽搐的身体居然不动了，似乎真成了一具尸体，死了。能够移动河水的诡异如此脆弱。还没等方修反应，只见女尸的头发竟仿佛活了过来，瞬间从头上脱离，如同一团浮动的黑球，嗖的一声朝远处游去，速度之快，仅仅片刻便消失无踪。见状，方修眼中寒意爆闪，他明白了，女尸根本就不是诡异的本体，那头发才是。他有心去追，但此时他已经到极限了，窒息之感越发难受，大脑的眩晕之感也越来越强，无奈只能回到水上。扑通，方修破水而出。沈凌雪等人紧忙看去，见到是方修之后，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在看清方修脖子上深红的手掌印后，也是面露担忧之色。修哥，你没事吧？那诡异呢？赵浩紧忙关心道。方修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狠狠地吸了几口空气，这才稍稍缓了过来道，让他跑了，这诡异的本体似乎是头发。头发？先别说那么多了，趁诡异逃跑，咱们赶紧试试能不能上岸。沈凌雪焦急道。几人点了点头，随即朝岸边游去。这一次，岸边并没有如之前一般后退，而是停在原地静止不动。很快，方修等人拖着如同死狗一般的刘帅上了岸。几人上岸之后并没有停歇，而是又跑出去好远，远离岸边之后，这才稍稍喘息。先救人！沈凌雪吩咐一声，随即开始不断地按压刘帅的胸口，直至刘帅吐出好几口冰冷的河水，这才停歇。但此时的刘帅依旧没有苏醒，脸色苍白。刘帅现在需要人工呼吸，你们谁来？沈凌雪的目光在方修和赵浩身上打转。方修面无表情，
而赵浩则是大惊失色，他看了看胖子那肥嘟嘟的嘴唇，只感觉还不如直接吃屎。你为什么不来？赵浩直接反问道。沈凌雪冷笑一声，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们两个大男人在这，凭什么让我来？男男授受就亲啊！赵浩拼命的摇头，全身上下每一根汗毛都写满抗拒。而这时，方修却朝刘帅走去。沈凌雪眼中闪过一抹异色，赵浩则是大惊失色，想要说什么，但又怕方修让自己亲，最终也是止住了话语。正当众人以为方修要做人工呼吸之时，谁料，啪！方修直接一个大逼斗抽在了胖子的脸上，胖子惨叫一声，疼的一下从地上坐了起来。哎呦，谁打我？这就行了？赵浩有些目瞪口呆，沈凌雪的面色则是有些难看，用一种十分危险的目光盯着胖子说道：“你刚刚在装晕是不是？”胖子立刻大喊冤枉：“什么装晕？你说什么呢？我是真晕过去了。”真晕？沈凌雪根本就不信，你缺氧昏迷，没给你做人工呼吸，一个巴掌你就能醒过来。赵浩也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道：“好啊，死胖子，你想骗我的初吻是不是？”胖子只感觉自己冤枉死了，说什么也没人信。其实只有方修一人知道，胖子并不是在装晕，他是真晕过去了。之所以一巴掌就醒了，是因为方修动用了一丝痛苦之力，强烈的痛苦将其刺激醒了，类似用电流刺激心脏进行心脏复苏。几人吵闹几句，沈凌雪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叫停。够了，胖子，刚才的事以后再找你算账，现在当务之急是商量如何解决黑水河中的水鬼。方修，你刚刚下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说诡异的本体是头发？我在水下看到了一具女尸，之前准备袭击我们的就是女尸的头发。我解决了女尸之后，她的头发便如同活物一般自行脱离逃跑了，所以我猜测头发应该是诡异本体，而女尸不过就是被他控制的一具尸体。沈凌雪沉吟道：“解决女尸，哪怕女尸不是诡异本体，但她毕竟被诡异操控，这水鬼能控制黑水河移动，这等恐怖的实力，你是如何解决女尸的？我自有我的办法。”方修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便不再解释。沈凌雪狐疑的看了方修一眼，她猜测有可能这水鬼只是能力比较奇特，但正面战斗能力不强的缘故，但仔细想想又觉得隐隐不对。不过沈凌雪见方修一副不愿多说的样子，也没有细问。先回去吧，等明日我灵性恢复，且天亮了之后再来黑水河对付水鬼。方修并没有动，而是问道：“你打算明天怎么对付诡异？”沈凌雪皱眉沉吟道：“如你这般新人御灵师都能将其击退，可见那水鬼的正面战斗能力应该不强，只是他藏身黑水河，地理优势太大，我的火焰能力很难发挥作用，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水鬼引到岸上来。只要有人能引出水鬼，那我用火焰解决他不是问题。”沈凌雪说完，却发现方修如同看傻子一般看着自己，这让他不由动怒：“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难道你有什么高见？你的发言让我很难相信，你是一位资深御灵师。”方修平静地说道，语气中没有丝毫的嘲讽，但却句句嘲讽。只见他拿出调查局发的加密手机，开始拨打电话。你在给谁打电话？难道你的办法就是找调查局求助，叫其他御灵师过来帮忙？沈凌雪有些讥讽地说道。我劝你还是放下手机，局里的御灵师一直人手紧张，这水鬼并未表现出太过强烈的危害性，局里不可能派御灵师支援的。然而方修并没有理他。很快电话接通，手机那头传来苏可欣迷迷糊糊的软糯声音：“是方先生吗？您这么晚了。”方修没等他说完，直接打断道：“马上通知上面给我派一支特别行动小队过来，让他们携带最大功率的抽水泵，越多越好，来黑水村。”特别行动小队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战士组成，虽然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位都是精兵强将，只是没有灵性，很难对付诡异，通常用于辅助御灵师执行任务，或者维持人群秩序、侦查、救人等等工作。啊！苏可欣似乎还在迷糊状态，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方先生，您说什么？抽水泵？您不是出任务去了吗？要抽水泵做什么？你不需要知道原因，现在立刻照我说的话去做。如果有任何疑问，就去找王德海，就说是我说的。说完，方修便直接挂断了电话。他再看向沈凌雪等人，赫然发现这几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修哥，你要抽水泵，不会是想抽干黑水河吧？赵浩一脸震惊道。方修点了点头，从之前的举动可以看出，这只诡异很聪明，懂得利用计谋，并不与我们正面战斗，所以想将他引出来，除非真的有人用命去做诱饵，不然很难让他上当。既然如此，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抽干黑水河，让诡异无处藏身。既然背靠调查局这棵大树能够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何不去利用呢？难不成非要选择最危险的做法，下水战斗？并且黑水河虽然很长，但只有河中央的水很深，其他部分很难藏人，只需要堵住上游和下游，抽干河中央的水即可。此时的沈凌雪已经有些不好意思去看方修平静的脸庞了，视线不自觉地瞥向别处，一言不发。他本以为方修要打电话叫其他御灵师过来帮忙，谁成想对方竟是打算用现代科技化的手段解决水鬼，这个办法是他从未想到过的。但不得不承认，确实很有道理。调动一支特别行动小队，外加一些抽水泵，虽然会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可这比让御灵师拿命去冒险强多了，也有效得多。御灵师的命可是比这些东西值钱。其实沈凌雪也是陷入惯性思维，身为御灵师，虽然嘴上不说，但几乎所有的御灵师都会下意识地认为自己要比普通人高上一等。同理，他们也坚定地认为能对付诡异的只有御灵师，所以在面对诡异时，第一反应永远是用御灵师的方法去解决，而非利用普通人。方修则不同，他没有身为御灵师的高贵，或者说他心中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只在乎诡异。只要能让诡异感受到痛苦，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今晚上不能回村长家了。为什么？胖子一边打着哆嗦，一边问道。此时众人浑身湿透，并且山里的夜间很凉。
方修解释道：“你们没发现村长等人的头发很不对劲吗？那村长看上去应该70到80之间，可是头发却比年轻人的还要黑亮。他的孙子、儿媳妇也是如此，头发同样的黑亮。修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村长染了发呢？”胖子自从知道了是方修一人孤身入河底击退诡异之后，也修哥修哥的叫上了。方修平静地看了他一眼道：“村长几人的头发与我在河底见到的女尸头发一模一样，如果你想死，可以回去。”听到这话，胖子也不知是吓的还是冷的，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讪笑道：“那还是算了吧，露营也挺好的。”面对方修的安排，众人全部选择了听从，就连沈凌雪也没有说什么。明明他才是队长，可现在发号施令的却是方修，这种领导权在无声无息之中已经移位。于是众人就随便找了一处远离黑水河的地方，生起了火，围着火堆过夜。次日清晨，方修接到电话，说行动队已经到达了黑水村附近的山区，只是因为山路难走，无法开车，所以正步行前往黑水村，预计1小时之后将到达。方修与行动队约好了在黑水河中央见面之后，便带着众人进入黑水村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戴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墨镜。他要去验证自己的猜想，昨天太晚了，没有见到其他村民，今天他要去看看其他村民的头发。进入黑水村之中，他们一行人走在村间，顿时吸引了无数村民的目光。许多村民此时已经出去工作，种地的种地，放牧的放牧。方修等人的衣物穿着与村里人格格不入，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所以引起了众多村民的注意。不过这些村民的目光中大多都是好奇，并不带有敌意。可能是村长早已告知了村民会有记者过来，村民们在打量方修等人之时，他们也在打量村民，越看越是心惊，因为没有丝毫例外，所有的村民都是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修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村民难道都是从小吃黑芝麻长大的？赵浩有些颤声道：“上哪找功效这么强的黑芝麻？我刚才见到好几位老人，头发也是如此，乌黑油亮，没有一根白发。”胖子附和道。众人在看头发之际，方修的目光却飘向了四周，没有诡异，一只诡异都没有。这次方修真的确定了，整个黑水村真的一只诡异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说是因为进入鬼域，所以导致看不见那些满大街虚幻的诡异，可为什么鬼域中有信号？就因为是调查局发的加密手机。可是方修拿出自己的普通手机，却发现也有信号，顶多是在山里信号弱一点罢了。方修不明白，诡异的秘密太多，现在的他也只是了解了冰山一角，许多奇怪的事情都无法解释。这时他走向了一位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这位老者比村长还要苍老得多，脸上皱纹早已成了沟壑，手中还拿着一个老旧的烟斗，正在晒着太阳抽着烟。老人家，能问一下您是怎么保养头发的吗？看您这么大岁数，怎么头发比年轻人还黑亮？老者诧异地看了方修一眼，你这城里来的小伙子干嘛要拿老头子我打趣？我这头发都白了10年了，哪里黑亮？听到老者如此发言，沈凌雪等人瞬间一惊，紧紧地盯着老者头上那黑亮浓密的头发，只感觉一阵毛骨悚然。方修神色不变，平静道：“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说完，他带着沈凌雪几人转身就走。待走远之后，赵浩这才忍不住问道：“刚刚那老头的头发到底是黑是白？是我色盲了吗？我怎么看着是黑的？我也看着是黑的。”胖子附和道：“这些村民有问题，他们极有可能受到了诡异的影响。”沈凌雪断言道：“一些受到诡异影响的人，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特征，通常情况下表现为身体虚弱、情绪异常、精神衰弱，但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影响。”方修看了他一眼，平静道：“你如何确定受影响的是村民，而不是我们？”众人微微一惊，赵浩和胖子两人更是面色发白。正在这时，突然远处传来人声：“沈小姐，原来你们在这啊！”来人正是村长的孙子王富贵。王富贵小跑过来，气喘吁吁地问道：“沈小姐，你们起得真早，我早。刚想叫你们去吃早饭，却发现房间中没人。”几人看着王富贵黑亮的头发，表情明显有些怪异，尤其是赵浩和胖子，在知道村民可能有古怪的情况下，他们很难表现出如之前一般的客气亲切。好在沈凌雪也算是资深御灵师，倒没有表现出异样，而是面色如常道：“我们习惯早起，毕竟还有工作在身。你们这是要开拍了吗？我带你们去风景好的地方转转吧。今天暂时不用了，我们打算先自己转转，等以后有需要了再叫你。”王富贵明显有些失望，可是山里面很危险的，有可能会有野猪出没，你们没人领路会很不方便。没事，我们几个经常外出作业，有一定的野外生存经验，比这里更偏远的地方都去过，你不用担心了。下午吧，我们先自己转转，等下午再让你带路。王富贵显然不善言辞，也不太懂拒绝，听沈凌雪这样说，只好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那行吧，不过你们自己逛的话，千万不要去黑水河中央位置。沈凌雪心中一动，不着声色问道：“哦，为什么不能去黑水河中央？”王富贵的表情有些害怕，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总之你们不要问了，我爷爷不让宣传迷信，但是村子里不止一个人说那里闹鬼，所以千万不要去。沈凌雪见问不出什么，最终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随后王富贵便离开了。不久之后，方修的电话响起：“方调查员，第10特别行动小队已就位。”“好的，我们马上就到。”方修挂断了电话，对着几人道：“村民们先不用管了，先去对付黑水河中的诡异。”黑水河中央，方修几人快步走来，远远的就看到一队身穿黑色特种作战服、手拿微冲的特种作战小队。他们一个个身材魁梧，站姿笔直，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不过在特别行动小队面前，还站着一男一女，两人穿着冲锋衣，脚踩登山靴，手拿登山杖，还背着背包，一副旅游打扮。一男一女似乎正在与特别行动小队争执：“凭什么赶我们走啊？这地方又不是你们家的，我们来旅游看看风景，你们都管？”“是啊，
这又不是景区，再说了，就算是景区，我们也可以买票啊。我们正在执行特殊任务，闲杂人等一概不得靠近，请速速离开。一位特别行动小队的成员冷峻道。这时，方修等人已经走了过来。那位特别行动小队的成员立刻小跑过来，敬礼道：“方调查员，第10特别行动小队向您报道。”方修点了点头，刚要开口说话，那一男一女就走了过来。男子身材高大魁梧，长相刚毅，而女子则是身材高挑，小麦色皮肤，给人一种经常进行户外锻炼的感觉。你就是他们的领导吗？你们凭什么？女子刚一开口，一股刁蛮泼辣的劲就上来了。方修根本没给他们说完的机会，直接吩咐道：“赶走！”是。特别行动小队立刻行动了起来，直接出来2位队员，架起这一男一女就往外赶。男的有心挣扎，但一看人多势众，还拿着枪，到最后也没敢反抗，反倒是女人叫唤的比谁都急。你们给我等着，我要投诉你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爸爸跟治安局的领导都是朋友，你们……一男一女渐渐被带离了视线。赵浩微微感慨，还真是什么人都有。我一直以为网上都是演的，网上那些视频，有的人甚至敢跟治安员动手，没想到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人。这2人也是厉害，这么多拿着枪穿着制服的人在这里执行任务，他们居然还敢冲撞。方调查员，这2人自称是出来旅游的驴友，不爱去旅游景点，就喜欢去偏僻无人的山野。我们刚到不久，这2人就来了。方修点了点头，是王德海安排你们来的？那人点了点头，并拿出了调查局的证件。王局长让我们来配合你工作。方修并不感到意外，这就是预知未来能力的好处。要是换做其他的新人御灵师，肯定无法享受这种待遇，即便能，也要提前打报告沟通，而自己只需要一个电话即可。东西带齐了吗？带齐了。开始吧。随着方修一声令下，特别行动小队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的速度十分快，并且十分专业，有的挥舞铁锹挖坑开渠引水，有的拉着一捆塑料管道，有的安置着一台台抽水泵和发电机，还有专人去四周警戒，防止外人过来破坏。他们明显经过了专业的测算，要将河水引导附近的其他洼地。没多时，轰隆轰隆的机器嗡鸣声响起，在几十台抽水泵的作用下，河水在飞速下降。一旁的赵浩和刘帅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专业人士吗？感觉好厉害。是啊，要不是热武器对诡异作用不大，恐怕早就没御灵是什么事了。数小时之后，河水已经成功见底，已经可以看到河底的淤泥以及四散分布的许多小水洼，更有不少在淤泥里蹦跶的鱼，甚至还有王八。整个过程中，方修几人一直全程盯着，防止水鬼突然暴起伤人。不过随着水位的见底，水鬼始终没有出现。女尸，那有一具女尸。赵浩指着河底的一处淤泥中惊叫道。只见淤泥中有一具被掩埋了半边身子的无头发女尸。卧槽，谁这么凶残，给人家的脸切成4半？方修没有回答，而是直接打开了血瞳，趁着众人的注意力被女尸吸引，且在墨镜的掩饰下，他用血瞳在淤泥中搜索。片刻之后，血瞳的视线定格在河中央的一处小水洼中，他立刻关闭血瞳，伸手指着那处小水洼道：“沈凌雪，用火焰轰击这处水洼。”沈凌雪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听从了方修的指示，毕竟他知道方修的能力可是预知未来。在他想来，方修应该是预知到了诡异的位置。沈凌雪摊开掌心，一团炙热明亮的火焰出现在手中，四周的温度瞬间升高。他对着方修所指的位置，将手中的火焰狠狠甩出，火焰犹如一条长龙一般，径直的朝水洼砸去。轰！火光轰然炸开，一股热浪瞬间席卷全场，而那处水洼中的积水直接沸腾蒸发，连带着那一片湿润的淤泥都开始干裂。这时，水洼底部顿时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声，紧接着，一团带着火焰、散发着焦糊味道、蠕动着的头发破土而出。诡异出现了！赵浩惊呼一声，然后顺势就躲在了方修的身后。那头发漂浮在半空中，疯狂甩动，那几缕带着火焰的发丝竟直接被他甩飞出去，如同壁虎断尾。此时的头发仿佛被激怒一般，他的发丝开始蔓延，竟犹如扩散的蛛网，5米、10米、20米，似乎要将众人全部笼罩。这时，沈凌雪出手了，他要报昨天被泡了半天冰冷湖水的仇。轰轰！他的手中凝聚起一道又一道炙热明亮的火焰，不断的朝着头发轰击过去。可就在这时，方修听到了子弹上膛的声音，他眉头一皱，看向特别行动小队，本能般的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明明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士兵，知道枪对诡异没用，并且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为何会给子弹上膛？一旁的赵浩、刘帅也劝道：“你们在一旁看着就行。沈凌雪的能力天克这只诡异。”可下一秒，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些特别行动小队如同没听到众人的话一般，竟举起枪口对准了方修等人。喂，你们要干什么？自己人啊！赵浩吓得大喊：“快躲开！我们的身体不受控制了！”一位特别行动小队的成员十分僵硬地喊道：“什么？”沈凌雪大惊失色，根本顾不得快要被烧死的头发鬼，转头举起火焰就要对着特别行动队员出手。可是他终究没有狠下心。就在他犹豫的空档，特别行动队员已经扣动了扳机，大，冒着火光的子弹朝方修等人喷涌而出。如果是手枪的话，且只有一个人，或许方修还能试着躲避子弹，但如果是一群人端着微冲，那还是等死吧。他也没有选择使用血瞳，因为血瞳是单体攻击。仅仅瞬间，方修等人便被打成了筛子，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方修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正身处黑水村之中，四周是一些来往的村民。这时，耳边传来赵浩的声音：“修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村民难道都是从小吃黑芝麻长大的？”赵浩有些颤声道：“上哪找功效这么强的黑芝麻？我刚才见到好几位老人，头发也是如此，乌黑油亮，没有一根白发。”胖子附和道：“
方修确定了现在所处的时间点，正是在黑水村闲逛之时，他不由思索起来。再过一会儿，特别行动小队就会到位，然后自己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抽干河水，发现头发鬼沈凌雪与之大战，最后被特别行动小队射杀。头发鬼拥有操控他人的能力。方修想起了那具女尸，之前女尸就是被头发鬼附身，只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头发鬼居然可以一次性操控那么多人，整个特别行动小队都被控制了。既然头发鬼拥有如此能力，为何不直接操控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灵性护体，所以他操控不了吗？方修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那对男女出现的时机会不会太巧了？正常人谁会闲的没事来穷乡僻壤旅游？思来想去，他决定采取自己的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剧情再度推进到黑水河中央。黑水河中央，此时特别行动小队已就位，在这里除了他们，还有那身穿冲锋衣的一男一女。凭什么赶我们走啊？这地方又不是你们家的，我们来旅游看看风景，你们都管？是啊，这又不是景区。再说了，就算是景区，我们也可以买票啊。我们正在执行特殊任务，闲杂人等一概不得靠近，请速速离开。一位特别行动小队的成员冷峻道。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幕，方修带领众人缓缓走了过去。一位特别行动小队的成员立刻小跑过来，敬礼道：“方调查员，第10特别行动小队向您报道。”方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此时，那一男一女就走了过来，还是如之前一般，女子开口就刁蛮的质问：“你就是他们的领导吗？你们凭什么？”方修平静地打量着眼前的男女，怎么看两人都是普通人，看不出丝毫奇怪的地方。不过他的准则一向是，既然看不出，那就动手。唰，一道银光闪过，女子的声音戛然而止。不止如此，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沈凌雪等人，特别行动的人，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方修和女子。只见那女子白皙的脖颈之上赫然插着一把手术刀，而握刀的正是方修。所有人都没想到方修会突然出手杀人，简直毫无征兆，甚至匪夷所思。就算女子无理取闹在先，人家仅仅只是上前质问你一句，甚至话还没说完，你就被人杀了。方修无视众人的怪异的目光，他紧紧地注视着女子的每一处微表情，企图看出对方的破绽。然而女子脸上并没有破绽，她就像是最完美的演员，生动形象地演绎出了不可置信、茫然、害怕等等情绪。噗嗤，方修拔出了手术刀，鲜血从女子的脖颈如箭一般喷射出来。这不是他第一次扎人脖子，所以手法还算比较熟练，只取大动脉，保证一击毙命。随着手术刀被拔出，女子口中发出意义不明的呜咽之声，双眸逐渐失神，最终瘫倒在地。方修微微皱眉，是我出手太快了，导致他没反应过来，还是我判断有误，他就是一位普通人。方修，你在干什么？沈凌雪惊怒的声音响起，打破了场中的寂静。他们有问题。方修只是随便解释了一句，杀人了。随行的男子这时反应了过来，惊恐的大叫着，扭身就要逃跑。唰，又是一道银光闪过，男子的脖子上也被开了个洞，死了。此时的沈凌雪已经十分警惕地与方修拉开距离。方修，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已经灵性失控，你最好给我个解释。我说他们有问题，就一定有问题。赵浩似乎反应了过来，有些犹豫道：“修哥，察觉到了。”方修点了点头。沈凌雪有些半信半疑，但好多话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问出来，毕竟方修的能力是机密。方修并不在意被怀疑，因为一会他就会死亡回荡。杀这对男女也只是为了排除他们的嫌疑，因为方修始终觉得这对男女出现的时机太巧，控制特别行动小队不见得就一定是头发鬼干的。诚然，调查嫌疑可以采用别的方式，但无疑杀人是最快的。无论是不是这对男女搞的鬼，先杀了之后，看看特别行动小队会不会被控制即可。随后，方修对着特别行动小队命令道：“现在你们立刻解除全部武装。”特别行动小队的队长闻言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照做。待他们解除了全部武装之后，方修便吩咐他们开始抽水。数小时后，黑水河中央部位再次见底。沈凌雪，攻击这处水洼。方修指挥道。沈凌雪狐疑地看了方修一眼，随即开始工作，手中亮起明亮的火焰，直直地朝那处水洼轰去。一如之前那般，头发鬼再度被轰了出来。不过这一次，方修的视线并不在头发鬼的身上，而是始终注视特别行动小队。就在沈凌雪和头发鬼大战之际，特别行动小队动了。他们的肢体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舞动起来，像是提线木偶，僵硬仅仅持续2-3秒，他们的动作变得协调起来，一个个竟如同凶猛的猎豹，狠狠地朝方修等人扑来。小心，我们的身体不受控制了。特别行动小队的速度很快，但早有准备的方修更快。面对一群没有枪的特别行动小队，他对付起来轻而易举。散发着森然寒气的手术刀在方修手中如蝴蝶般飞舞，他的身形也犹如鬼魅一般，在特别行动小队中穿梭。刷刷刷，无数银光闪过，仅仅片刻，无数特别行动小队队员的腿部便出现一道血线。那血线起初极浅，近乎不可见，可下一秒却不断的变深变红，直至鲜血喷涌。然后这些被砍中的人纷纷倒地。然而诡异的是，那些人即便失去行动能力，却仿佛没有痛觉一般，用手爬着也要过来杀了方修等人。沈凌雪，立刻解决头发鬼，他们都被控制了，我来限制他们。人群中响起方修平静的声音，他犹如鬼魅般穿梭在人群，每一次显现身形，必然会有数位特别行动小队队员倒下。沈凌雪闻言，看向头发鬼的双眸中涌现出怒气，手中火焰的温度似乎随着他的愤怒升高而升高。他的双手各形成一团炙热明亮的火球，随即他将2团火球高高举过头顶，2团火球顿时融合成一团更加巨大的火球。受死！伴随着沈凌雪的一声娇喝，大火球直似小太阳般朝头发鬼砸出。轰！
一声剧烈的轰鸣声，头发鬼直接被火球吞噬殆尽，剧烈燃烧，直至烧成灰烬。解决了。沈凌雪眼眸中闪过一抹喜色。然而这时方修却泼来一盆冷水，他们的控制并没有解除，看来控制他们的不是这只诡异，要不然就是诡异并没有死。什么？沈凌雪吃惊地看去，只见那些特别行动小队的成员依旧还在进攻，方修一人对付近乎所有，而赵浩和胖子分别被一个人追着跑。赵浩和胖子虽然都点亮了灵，能爆发出超越常人的力量，但他们两个一是心慈手软，不敢对自己人下手，二则是战斗经验太少，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还无法占尽优势。很快沈凌雪也加入了战斗，他没有用火焰的能力，而是选择用拳头将这些人全部打晕。数分钟后，终于所有的特别行动小队队员都被解决，基本都陷入昏迷。方修看着昏迷的众人，若有所思，不是旅者男女，也不是头发鬼吗？特别行动小队为何会被控制？明明解决了诡异，但他却发现真相不仅没有解开，反而出现更多谜团。方修思索之际，只有沈凌雪在用一种惊疑的目光看着他，因为沈凌雪突然想到了方修之前要求特别行动小队接触武装的命令，他早已预知到了吗？所以才会下令解除武装。好可怕的预知能力，如果不是他提前预知，面对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别行动小队，还是在距离如此近的情况下，怕是所有人都会死。沈凌雪不知道的是，他其实已经死过一次了。方修，接下来怎么办？沈凌雪突然问道。很显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谁才是真正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人。先把他们都绑起来，等他们醒来再说。众人闻言照做。好在特别行动小队身上都有带了绳子，倒也不用担心绳子不够用。在绑好之后，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有几位队员悠悠醒来。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被绑了起来？还记得刚刚发生的事情吗？方修走上前去问道。那几位队员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不记得了吗？看来控制已经解除，是因为头发鬼死了，还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只能控制这些人一段时间？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大部分队员已经全部醒来，并且没人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方修见状，便让他们自行包扎伤口，然后回去了。这些人暂时不能用了，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叛变。而沈凌雪则是打起了电话，开始向上面汇报这次的事件，并让上面派专人对这次参加行动的特别行动小队成员进行全方位检测。安顿好一切之后，方修道：“走，回黑水村。”啊，还回去啊？诡异不是解决了吗？胖子惊讶道：“还没完。”方修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便带领众人再度回去黑水村。黑水村中，方修看着来来往往满头黑亮头发的村民，若有所思。沈凌雪则是有些凝重道：“按照常理来说，如果这些村民的头发是诡异导致，可现在诡异已经解决了，他们应该恢复原样才对。别说了，我现在越看这些村民越害怕。”赵浩有些害怕的躲在胖子身后道：“哎，你别躲我身后啊，你害怕我也害怕啊。”沈凌雪鄙夷的看了两人一眼，他实在搞不明白，为何同样是新人御灵师，人家方修什么表现，这两人什么表现，简直纯粹拖后腿。我看你们两个以后组一个组合，就叫胆小二人组算了。这时方修突然道：“以往你们调查局面对这种异常情况，可有什么好办法？”沈凌雪想了想道：“咱们可以先将整个黑水村探索一遍，搜寻线索，然后再联系调查局，让他们派一些专业人士，带着专业的设备给村民们做一下全身检查，看看到底导致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方修却摇了摇头：“太慢了，这套程序走下来至少要花费好几天，而且诡异的事情用现代仪器不见得能检查出来，还是用我的方法吧。”说着，方修已经朝一位黑水村的老者走去。沈凌雪心中突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赶忙问道：“你的办法是什么？”方修头也不回道：“面对异常，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所有的异常，直至杀到你认为正常为止。”此时方修已经走到一位老者面前，这位老者正躺在自制的摇椅上晒太阳，手中还拿着一柄破旧的烟斗，有一口没一口的吸着烟。没错，这正是方修之前问过的那名老者。方修站在他的面前，直接挡住的太阳垂下的阴影将老者笼罩。原本闭目养神的老者睁开浑浊的双眼，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小伙子，你要干啥？”“老人家，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请您务必不要骗我。”“什么问题？”“老汉我从不骗人，请问您的头发是黑还是白？”方修平静地注视着老者的满头黑发问道。老者显得很是诧异：“我头发都白了10年了。”蓦地，方修笑了。只见他那白皙平静的人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露出森白的牙齿，一字一顿道：“您是没死过吗？”老者一愣，随即愠怒道：“什么话？你不要！”不远处传来沈凌雪的惊叫。唰，一道银光闪过，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划破空气，顺带着也划破了老者的喉咙。老者的眼睛突兀瞪起，浑身颤抖，满脸不可置信。赵浩和胖子两人都看傻了，之前杀那对男女，现在杀老者也是。方修简直犹如一个杀人魔王，一言不合就杀人。沈凌雪快速冲了过来，一脸怒色地看着方修：“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怎么能杀害普通人？你……”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方修打断道：“他不是普通人。”方修指了指老者的脖子，沈凌雪看去，顿时整个人愣在原地。只见老者脖子处居然没有流出半点鲜血，伤口内看见的也不是血肉，而是一根根被斩断的头发，乌黑油亮的头发。头发！就在这时，空气骤然一凝，整个村子仿佛被一股无声的大恐怖包围，瞬间陷入一片寂静，就仿佛全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切鸦雀无声。原本在道路上行走的那些村民，一个个僵直在了原地，一动不动，宛若木偶。大家小心！沈凌雪瞬间意识到了什么，紧忙招呼众人警戒。而这时，之前被方修割喉的老者也抬起了头颅，
他双目无神，口中发出非人的嘶吼，脖颈处断裂的头发开始生长愈合。唰！方修又给他的脖子来了一刀，根本不给对方愈合变身的机会，直接打断施法。这次连脑袋都砍了下来，断裂的脖颈处满是黑色头茬，密密麻麻。只是这一次头发不再生长，因为他动用了痛苦之力，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那头发不仅不再生长，反而开始变得干枯萎靡。但方修心中却没有丝毫欣喜，因为村民太多了，整个黑水村至少有上百村民。此时附近的村民们已经围了上来，并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村民朝这里袭来。此时的村民们脸上再也看不出丝毫的淳朴善良，有的只是阴森，而他们的头上那黑亮的头发也开始野蛮生长，仿佛一根根细小的黑蛇在扭动。面对如此多的村民，哪怕是资深御灵师沈凌雪的脸上也不禁面露绝望之色。该死，这些村民全是鬼奴！情报有误，能驾驭如此多鬼奴的诡异根本不是D级诡异，他至少是 C 加，甚至 B。情急之下，沈凌雪连实话都吐露了出来。不过方修并没有在意，因为他此时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整个黑水村中没有一只处于虚幻中的诡异？因为整个村子没有一个活人，那些虚幻的诡异无论什么样的形态，其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吃人，所以他们只会存在于有活人的地方。黑水村是山区，本就十分偏僻，人烟稀少，现在整个村子的人都成了鬼奴，这就相当于方圆数公里之内一个活人都没有，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没有诡异在此。这也是为何黑水村没有鬼域，却也看不见诡异的原因。好！无数村民爆发出一阵非人的吼叫声，随即犹如丧尸一般猛地朝众人冲来。沈凌雪的神情十分沉重，一咬牙道：“不能硬拼，待会我用火焰轰出一条生路，你们跟在我身后突围。”方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中的手术刀应该是鬼器吧？这把刀很锋利，可以斩断头发。这些头发的强度很高，即便是我的火焰，也要焚烧数秒才能烧成灰烬，所以目前只有咱们两个可以伤害到这些鬼奴。一会我来开路，你对付零散的鬼奴，刘帅、赵浩，你们两个跟在方修身后行动。随着沈凌雪的一声令下，两团炙热明亮的火球被他扔在了人群之中。轰轰！挡在前方的村民瞬间被炸飞出去，有几人甚至直接变成了火人，剧烈燃烧起来。包围圈出现了短暂的空档，几人连忙朝空档跑去，不过还没跑两步，村民们再次围了上来。轰轰！沈凌雪不断地用火焰轰击着企图靠近的村民，虽然威力巨大，但他一次也仅能烧死3-5位村民，并且如此高强度的出手之下，他的灵性消耗得飞快。赵浩和胖子虽然面露恐惧之色，但也拿出手枪对着村民不断射击。只是可惜，手枪对付鬼奴效果不大，即便身上被打出一个洞，下一刻无数发丝便会将洞堵住，完全伤不到分毫，仅仅只能起到延缓作用。几人仅仅冲出数十米远，便被越来越多的村民包围了。而更可怕的是，沈凌雪的灵性快要枯竭了，她手中的火球明显体积越来越小，脸色也越发苍白，一双美眸中逐渐浮现出绝望之色。这时，一声惊叫传来，是赵浩。只见几缕发丝竟无视地心引力，漂浮而来，缠绕在了赵浩的脖子上。嘶嘶嘶，那几缕黑色长发瞬间收紧，将赵浩死死勒住，力道之大，甚至将他拽倒在地，并不断地朝着人群中拖去。赵浩双手死死地拽着脖颈处的头发，双眼暴突，面色涨红。修哥，救！唰，一道银光闪过，赵浩脖颈处的头发顿时断裂。呼啊！赵浩惊魂未定地疯狂喘着粗气。然而危机并未解除，下一秒，无数村民的头发无视地心引力漂浮起来，随即如利箭般朝赵浩射出，那密密麻麻的头发组成了一张大网，瞬间将赵浩吞没。方修不断地挥舞手术刀，但是手术刀太小，头发太多，哪怕他斩断了一缕又一缕，可上百位村民的头发，就算是找一个专业理发师过来，没个几天几夜也剪不完。于是赵浩足。这时又一道惨叫声响起，是胖子。只见胖子的双脚被头发缠住，整个人直接被拽倒在地，不断拖行。胖子粗壮的手指死死地扣着地面，在上面留下数道半米长的血痕。我不想死啊！救！话音戛然而止，胖子被拉入了村民堆中。那些村民立刻长出无数黑色发丝，将胖子全身缠绕，甚至一些细小的发丝直接钻入胖子的口鼻、耳朵乃至身上所有的眼儿。沈凌雪那边也不行了，灵性彻底枯竭，一滴火焰都没有了，只能依靠身体不断肉搏。只是没有灵性的他，就如同失去内力的江湖侠客，连小喽啰都打不过，仅仅坚持片刻，便被拖入村民堆中，步了胖子和赵浩的后尘。无数黑色发丝将他缠绕，那些黑发如蛇般钻入他的口鼻，乃至全身所有的。至此，只剩方修一人，倒不见得是他实力最强，论破坏力，肯定是沈凌雪要更胜一筹。但他的火焰能力虽然威力很大，却明显消耗太高，不够持久，在轰杀多位村民之后，便灵性干枯了。反观方修，虽然都是单体攻击，但凭借手术刀的锋利以及痛苦之力的变态，他显得比较游刃有余。对付这些鬼奴，他仅仅需要付出一丝痛苦之力，便足以斩杀一位鬼奴，因为他的痛苦之力实在太痛了。但方修落败也仅仅是时间问题，没有队友的支撑，哪怕是他也无法同时应对四面八方的攻击，且痛苦之力消耗虽小，可他却仅仅点亮了5%的灵性，论持久，他还不如沈凌雪。当然，他还有底牌，但却不到用的时候，因为连正主还没出现，现在用了底牌也无法彻底解决这次诡异事件。面对如此绝境，方修依旧面色平静，他感受着自己快要见底的灵性，当即举起手中的手术刀，对着自己的额头扎去。只要我自杀的够快，就没有诡异能杀我，这就是方修的宗旨。主要是刚才沈凌雪3人的死法实在有些让人难以接受，毕竟人除了眼口鼻以外，还有别的孔。随着手术刀插入额头，一股剧痛袭来，下一秒，方修失去意识。修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村民难道都是从小吃黑芝麻长大的？上哪找功效这么强的黑芝麻？我刚才见到好几位老人，头发也是如此，乌黑油亮，没有一根白发。惨死的赵浩和胖子的声音再度响起。方修回过神来，目光幽深而平静，宛如深不见底的深潭。他看了看四周还未变异的村民们，心中已然有了猜测。看来这些村民在没有看破他们的身份时，会如常人一般生活。这次他暂时不准备对村民出手，因为没用，这些村民都是鬼奴，哪怕全杀了，也无法解决这次诡异事件。想要彻底解决，唯有找到诡异的真身。很显然，湖底的那只诡异不是真身，应该是如同村民一般的鬼奴，被头发所操控。只是那只诡异拥有如此多的鬼奴，明明可以直接解决自己等人，为何却非要将自己等人引到黑水河，让那具鬼奴女尸出手？难道是这只诡异在故意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等人误以为女尸才是源头？这样自己等人杀死女尸之后，就会认为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去交差。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问题就来了，特别行动小队被控制又是什么情况？第一次时，自己等人可全都死在了特别行动小队的枪下。如果诡异的目的是杀死自己等人，那凭借其上百鬼奴，当天在村长家过夜时就可以随便出手，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而且这只诡异控制村民和特别行动小队的手段明显不同，控制村民是靠头发控制，每个人体内都有他的头发，可是特别行动小队体内却没有。两个事件已经开始自相矛盾了。方修隐隐感觉这其中或许隐藏着某种关键，只是信息太少，他暂时无法判断。按照正常的逻辑，或许应该从那具女尸身上入手。女尸是谁？她是怎么死的？为何明明都泡在水里了，幕后的诡异还要控制着她？只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抽丝剥茧之下就能找到诡异源头。但方修不打算按照常理出牌，查明真相那是侦探干的事，对于诡异，他只管杀不管埋。只见方修拿出调查局的加密手机，开始拨打电话。苏可欣告诉特别行动小队立刻掉头去附近的加油站，把所有的汽油柴油都买了带来。说完，他便直接挂断了电话。沈凌雪等人立刻诧异地看向他：修哥，你要汽油做什么？赵浩好奇道：我自有用处。方修平静道。安排好之后，方修再度按照之前的流程走了一遍，不过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有杀一男一女，而是将其赶走。至于特别行动小队，方修让他们布置好抽水泵，挖好沟渠之后，就赶紧离开了，不给被控制的机会。看了几次，他也大致明白应该如何抽干黑水河的水，可以自己操作。忙活了半天，抽干了河水之后，头发鬼再次出现，沈凌雪与之大战。而方修则是开始检查汽油柴油。特别行动小队很是负责，对命令的执行不折不扣。他们足足带来了近100桶汽油柴油。这时，沈凌雪已经解决了战斗，成功将那团头发烧成灰烬。任务完成，可以准备回去了。还没完。方修摇了摇头道：他只是诡异的分身，真正的诡异还藏在黑水村中。沈凌雪一愣，委婉问道：你感知到了？不止如此，整个黑水村的村民都是那只诡异的鬼奴，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为今之计，只有找到源头鬼，才能彻底解决这次事件。方修平静地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什么？沈凌雪等人瞬间大惊失色。你确定没感知错？我的感知不会出错。方修，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般，那这只诡异的等级极有可能是 B 级，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诡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和调查局汇报，等待援助。沈凌雪沉声道。方修看了他一眼，调查局总共有多少御灵师？10几人还是20几人？其中又有多少是新手？这点人手负责整个绿藤市的诡异事件，你觉得上面多久能派人来？就算上面暂时无法派人支援，但现在最好的做法是回去，我绝不允许你去冒险。此话一出，一旁不知情的胖子用贼兮兮的目光不断在两人之间打量，甚至还小声和赵浩说道：喂，我怎么感觉这两人之间有奸情啊？这沈凌雪明显对方修不是一般的关心啊。知道内幕的赵浩没有说话，只是翻了翻白眼。方修自然不会听从沈凌雪的建议，黑水村的诡异虽强，但他感觉可以把握。面对诡异，除非是碰到那种实力差距过大，无论再怎么死亡回荡也打不过的那种，比如老婆，他才会选择暂时退却，不然他一定死磕到底，致死方修。如今已经死在黑水村2次，这个仇他必须报。日天，你带胖子走远点，我有话要单独和沈凌雪说。好的，修哥。赵浩应了一声，拉着胖子就往旁边走去。胖子则是脸上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我就说你们2个有奸情吧。待两人走后，方修平静道：无需和上面汇报，我已经预知到了结局。沈凌雪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结局是怎么样的？自然是大获全胜，成功解决了黑水村事件。你确定？沈凌雪表示怀疑，因为他想起了方修在进行心灵污染测试时的表现。方修是那种为了杀诡异可以不顾生死的人。我的预知到现在为止，可曾出过一次错？确实没错过。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命只有一条，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觉得我是那种不在意性命的人吗？这句话打动了沈凌雪。确实，在他的眼睛中，方修绝对属于那种遇事永远冷静，不会冲动，且谋而后定的那种人。有时候，即便是自己这位资深御灵师，也不得不承认，心理素质比方修还要差上一些。这时，沈凌雪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了装满汽油的大桶，他猛然意识到了什么，脱口而出道：你买汽油不会是为了放火烧村吧？方修点了点头，十分平静地说道：不错，黑水村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方修说完，根本不给沈凌雪决定的时间，扭头就走。你……沈凌雪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说出什么。主要是方修每次的举动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御灵师如此解决诡异事件。鬼藏在河里就抽干河水，村子里都是鬼奴就放火烧村，
这手段着实有些惊人。与此同时，在黑水村附近的一处隐秘树林中，之前出现的身穿冲锋衣的旅者男女竟双双跪倒在地，他们神色木然，双眼无神。如果说之前他们表现的还像人，那现在给人的感觉完全就是两只被操控的木偶。而在他们的面前，赫然站着一位身穿貂绒大衣，里面则是酒红色长裙的妩媚女子。酒红色长裙很长，但同样的，开的叉也很长，一条修长白皙的长腿若隐若现。酒红色长裙女子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人，若有所思。好不容易让你们两个傀儡在特别行动小队身上留下种子，本以为可以操控他们，趁乱杀了沈凌雪等人，没想到那个叫方修的小子居然直接让特别行动小队回去了。是无意的，还是有所察觉？不论怎样，方修都不简单。既然青铜烛台在他身上，那也就意味着林子阳多半被他杀了。拥有击杀林子阳的实力，却只是一位新晋御灵师，他身上一定有秘密。说着说着，酒红色长裙女子却叹息起来：“唉，我的命好苦啊！本以为很快就能解决他们，没想到现在还得另寻机会，还要在这深山老林待多久啊？你们说，方修他们为什么不能乖乖去死呢？”他对着跪倒在地的两人问道，但两人犹如木头一般，一动不动，也不回话，搞得我现在火很大。你们两个过来给我歇歇火。是主人。两人僵硬地回复了一句，随即女子起身朝酒红色长裙女子走了过来。扑通，那名女子竟直接跪倒在地，用双手和膝盖撑地，背部与地面呈水平状态，犹如人形座椅。酒红色长裙女子优雅地撸着身后的裙子，让裙子紧贴臀部曲线，然后轻轻坐了上去。坐好后，她张开双腿，一条修长光洁如玉的美腿从裙子开叉处露出。这时，一直跪倒在地的男子有了动作，他抬起头颅，一步步朝女子爬了过来，似乎要钻狗洞一般。时间很快来到晚上9点，方修等人趁着夜色藏在黑水村外围。他没有选择在白天的时候动手，因为那样太容易被发现了，所以特意等到晚上，等村民们都回屋睡觉再动手。山里没什么娱乐活动，村民们都是早睡早起，基本9点这个时间段已经没什么人出来活动了。分头行动，把全村都浇上汽油。方修吩咐道：“好的，修哥。”赵浩等人一人提起2桶汽油，趁着夜色开始行动。方修也没闲着，他也跟着四处浇油。这只诡异不是喜欢演吗？那就送你一场盛大的火焰表演。1小时之后，时间来到10点，整个黑水村的房屋四周都被浇上了汽油。好在山里比较冷，汽油倒也不至于太快挥发。沈凌雪，点火。沈凌雪略微犹豫，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方修。他伸出一根白皙修长的手指，噗的一声，一团小火苗出现在他的指尖。只见他屈指一弹，那团小火苗顿时落在了汽油上面。轰！汽油瞬间被点燃，滔天的火光猛地爆发，仅仅瞬间，一场声势浩大的火焰表演便呈现在众人面前。树木、房屋、鸡舍、柴火堆等等，一切都被大火无情的吞噬。在滔天火焰的照耀下，一时间整个黑水村尽亮如白昼。感受着一股股热浪的袭来，方修等人不由稍稍退后一段距离。修哥，黑水村的村民真的都是鬼奴吗？这要是你感知错了，那咱们可是犯了滔天大罪啊！刘帅有些忐忑地问道。方修没有理他，而是平静地注视着燃烧中的黑水村，火焰倒映在他漆黑的瞳仁中不断闪烁。你们有没有觉得太安静了吗？赵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按照常理，如果村民都是正常人，那这场大火之下为什么没人惨叫？甚至他们连屋子都不出。此时整个黑水村已经彻底陷入一片火海。蓦地，一声极度压抑低沉的嘶吼声自火海中传出，那声音极具穿透力，哪怕方修等人距离很远，依旧感觉耳膜生疼。你们该死！骤然间，一道饱含杀意的尖锐女声响起。轰！黑水村西北角的一处房屋竟瞬间爆裂，一时间无数火光飞溅。终于肯现身了吗？方修的右眼中闪过一抹兴奋的血光。只见在漫天火光的映衬下，一位年轻女子缓缓从废墟中走出。她身材干瘦，皮肤粗糙，左脸上带着一大块黑色胎记，身穿红色碎花上衣，打扮像极了一位农家女。可她却长着一头银白色的及腰长发，显得极其不协调。随着她的出现，一股恐怖的诡异气息开始蔓延，那气息冰寒无比，竟隐隐压过这滔天的火焰，连带着气温都下降了几度。看着这位陌生的银发女子，方修并不感到意外。如果幕后黑手是村长或者王富贵之流，他才会意外。毕竟既然幕后黑手决定隐藏了，那最好的做法就是不露面，省得露出破绽，而不是像电视剧那样凶手天天在你眼前转悠。这不就是给主角发现异常的机会吗？我本来没想杀你们，可你们竟然毁了我的家，所以你们该死！银发女子的话就仿佛信号一般。下一刻，只见那些被火焰吞噬的房屋中竟走出一位又一位的村民。这些村民浑身被火焰覆盖，皮肤早已烧焦，露出了里面同样焦黑的头发。那些头发不断燃烧，又不断生长，往复循环。他们无声地嘶吼着，仿佛在地狱中挣扎的幽魂。方修见到这一幕并未惊讶，他早就猜到了，普通的火焰根本无法烧死这些鬼奴，只能对他们造成一定的伤害。组成鬼奴的头发虽然看着纤细，但每一根的质量都堪比钢丝。鬼奴们聚集在银发女子的四周，如同忠心的护卫在守护自己的女王陛下。这时，只见银发女子对着黑水河的方向招了招手，一股强大的灵性波动出现，哗啦哗啦，黑水河方向响起了浪花翻滚的声音。下一秒，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一道足足有10多米高的巨浪，仿佛被某种神奇的力量牵引，自黑水河冲起，朝黑水村扑来。哗！巨浪狠狠拍下，如同一个巨大的巴掌，将黑水村的滔天火焰瞬间扑灭。那些鬼奴身上的火焰也随之熄灭，只不过他们此时已经完全没了人的模样，只有人的形状，全身都是头发，通体漆黑，就好像一个个木乃伊，只不过包裹他们的不是布条，而是头发。
见到这一幕，沈凌雪震惊了，因为她刚刚清晰地感受到了银发女子身上强大的灵性波动。她不是诡异，她是御灵师，2阶御灵师。刚刚的控水就是她的能力。沈凌雪惊呼道。听到这话，原本方修右眼中隐隐升起的血光瞬间熄灭，就好像一个正要燃烧的火炉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他是御灵师，可那些头发鬼奴是怎么回事？赵浩吃惊问道。他确实是御灵师，但他的头发是诡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只头发鬼应该是附身类诡异，他附在了这人的身上。沈凌雪解释道。而方修听完之后，他右眼中的血光又开始隐隐升起。他此时已经逐渐理解一切。第一天晚上，就是银发女子出手将众人引到黑水河，利用控水的能力操控黑水河，再利用头发鬼的能力操控女尸，杀了他们。随着银发女子的一声令下，他身边的上百位鬼奴嘶吼着朝众人冲来。妈呀！救命啊！修哥，他们人多，要不先撤？方修，你不是说咱们一定能赢吗？胜算在哪？沈凌雪焦急问道。他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比较自信，但面对一位2阶御灵师外加上百鬼奴，这已经不是自不自信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的问题。这般强大的阵容，放眼整个调查局，怕也只有队长杨明和副队长白旗能够应对。面对上百鬼奴发起的冲锋，方修不仅没有丝毫慌张，反而森然一笑，胜算在我。沈凌雪一愣，方修，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们只需要牵制住这些鬼奴，让我能够接近银发女人即可。其实此时最正确的做法是自杀，然后死亡回荡。因为已经知道了诡异的真身是谁，便可以徐徐图之，寻找机会暗中实行斩首战术，比如调来一些重武器，直接在银发女子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她来上一发。诡异很难被重武器杀死，但银发女子可是人，这确实是最优解。但是方修却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那样实在太过无趣。他要对付的从来都不是某一只诡异，而是全世界所有的诡异。强大的诡异比比皆是，如果每次都选择取巧的方法，如何在生死之间磨练灵性？如何快速增长实力？现在确实是银发女子最强的状态，2阶御灵师加上百鬼奴，还有一只 B 级的头发鬼。可那又如何？既然选择要打，就在他最强的时候打，打的就是最强。如果连这种程度都做不到的话，谈何让全世界的诡异感受痛苦？上一次被鬼奴包围，方修没打算硬拼，因为正主没有出现，拼到最后也伤不到人家一根汗毛。但现在不同，正主出现了，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释放一次了。眼看鬼奴们越来越近，方修终于掏出了他的手术刀，然后对着刘帅来了一刀。啊！你干什么？刘帅捂着带血的手掌，止不住的叫唤起来。接着，方修直接将青铜烛台扔给了他。刘帅下意识的接住，这是什么？一旁的沈凌雪却骤然瞳孔收缩，这是鬼器。这件鬼器以蕴含灵性的鲜血为燃料，点燃之后能够防御诡异。胖子你血多，所以就由你来拿着它。这就是你突然给我一刀的理由？刘帅愕然，他吐槽了一句，随后乖乖的用带血的左手握住青铜烛台。当鲜血碰触到青铜烛台的那一刻，他仿佛活了过来，其上的青铜花纹开始缓缓蠕动，无数线条扭曲，最终缓缓汇聚成一只狰狞大口，大口狠狠地吮吸着胖子手上的鲜血，给胖子吓了一跳。随着血液的不断流逝，只见青铜烛台居然无火自燃起来，一朵幽绿色的烛火亮起，那阴森的绿光缓缓将众人笼罩，烛光森寒，似乎带有一种刺骨的寒冷。此时上百鬼奴已经冲到众人眼前，赵浩吓得急忙缩在刘帅身后。胖子靠你了。胖子两股颤颤，脸色惨白，吓得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只是握着青铜烛台的手越发用力，都抱起了青筋。下一刻，鬼奴嘶吼着冲进了幽绿烛光的笼罩范围。滋滋，无数刺耳的滋滋声响起，那幽绿的烛光就仿佛硫酸一般，疯狂地腐蚀着鬼奴的身体，组成他们的发丝竟开始扭曲变形，冒起了黑烟。不仅如此，这些鬼奴随着不断深入烛光范围，他们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动作也越发迟缓，显然烛光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和阻碍。沈凌雪等人瞬间大喜，没想到青铜烛台如此好用。然而刘帅此时却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脸上的血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甚至就连那肥嘟嘟的嘴唇都失去了血色。快行动，我坚持不了太久。唰，一道银光闪过，方修干脆利落地切下了一只鬼奴的头颅。沈凌雪也行动起来，双手凝聚炙热的火焰，不断地朝着鬼奴们轰击。这次他们两人战斗得十分轻松，因为在青铜烛台的笼罩范围，这些鬼奴不仅行动迟缓，甚至连头发的韧性都在下降，完全就是一个个移动的靶子。鬼奴们想要发动技能，操控自己身上的头发，让其蔓延而出，如上一次死亡回荡时那般进行铺天盖地的头发攻击。但在青铜烛台的作用下，那些无视地心引力漂浮而出的头发，刚一离开鬼奴的身体，便凭空腐蚀起来，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进攻。于是众人就凭借着青铜烛台，一步步朝银发女子逼近。不过这种轻松根本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刘帅的血量正在以一个十分恐怖的速度下降。青铜烛台的特性是诡异越强，消耗越大。这些鬼奴虽然单体实力不是太强，但数量太多了。此时刘帅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小时内连续献了3次血，得了3张献血证书一般，整个人被这乘以3的光荣冲得头脑发昏，眼前发黑。这时赵浩割破了手掌，一把抢过青铜烛台。胖子，你先休息一会，我来。方修注意到了两人的情况，当即道：沈凌雪，开路。沈凌雪也知道情况危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完全听从方修的吩咐，给他创造机会。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他猛地摊开双手，眼睛中似乎有火焰在燃烧，以他为中心，四周的温度陡然升高，竟隐隐给人一种置身火炉之感。下一秒，
2团炙热无比的火焰出现在他的手中，火焰逐渐升腾，仿佛化作2条火焰河流一般，从掌心升起，自头顶汇聚。终于，在沈凌雪的头顶上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宛若小太阳一般的火球。滔天火光的映衬下，沈凌雪发丝飞舞，白皙精致的容颜在黑夜中夜夜生辉，竟给人一种火焰女神的错觉。她单手托举着小太阳，神情严肃地对着方修道：“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无论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一定要成功。”只见他气势十足地大喊一声，就要扔出手中的小太阳：“你们这些该死的诡异，给我！”哗啦，从天而降一吨冷水，直接浇灭了沈凌雪的小太阳，顺便给她来了个透心凉。猝不及防之下，沈凌雪的娇躯直接被狠狠地拍倒在地，原本飞扬的发丝耷拉了，洁白的运动服也泥泞了，精致的妆容也花了。最惨的是，她是脸着地，拍进了土里，土混上水就成了泥，所以她的脸上也不可避免地沾上了污泥，就如同敷了一层海藻泥面膜。这时，银发女子阴沉的声音响起：“该死的贱人，你当我不存在吗？”可能是因为银发女子生的丑陋，所以她很是针对沈凌雪。都说水火相克，但究竟是水克火还是火克水，那就要看谁更强了。很明显，身为2阶御灵师的银发女子要强于沈凌雪，并且由于银发女子是御灵师，故而青铜烛台无法阻挡她的进攻。你个臭女婊子，你竟敢！沈凌雪急了，她从来没有如此狼狈过，她挣扎着就要从泥水中起身。哗啦，又从天而降一吨水，将她狠狠地拍在地上，场面竟一时间显得有些滑稽。我一定要杀！哗啦，咯，银发女子此时竟诡异地笑了起来，仿佛看美女变得如此狼狈，让她觉得分外愉悦。可能正因为那句话，你凭什么不染尘埃？凭什么干干净净一身白？你别坐高台，你要掉下来，掉进尘埃。就在2女激情互动之时，方修并没有看热闹，而是不断出手击杀四周涌上来的鬼奴。很快，他击杀了10几只鬼奴，但却仅仅前行了不到几米的距离。此时情况十分危急，青铜烛台发出的绿色烛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罩一般，将方修等人笼罩。他们顶着玻璃罩前行，但由于沈凌雪的倒下，清除鬼奴的速度大大减少，以至于围上来的鬼奴越来越多，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赵浩的血量基本已经快要见底，身形连站都站不稳了，全靠一旁的刘帅搀扶。方修平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很清楚地知道，己方队伍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了。沈凌雪被拍进土里，赵浩、刘帅失血过多，而自己在杀了10几只诡异之后，灵性已经减半。方修现在已经不能再轻易动用灵性了，因为他要留着灵性发动血瞳。之前他的计划就是让赵浩他们利用青铜烛台以及沈凌雪的火焰攻击开路，让自己能成功接近银发女子，再施展血瞳，施行斩首计划。但此时距离银发女子还有几十米远，这个距离根本无法发动血瞳。血瞳是灵性冲击，可如果距离太远，灵性根本无法传播那么远。听上去似乎有些废，但血瞳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血瞳是林子阳畸变之后进化而成的产物，已经跨越到了2阶的范畴，所以只要近身，血瞳绝对能对银发女子造成伤害。而到时候，方修便可以趁着对方陷入短暂昏厥的时候，一刀结果了他。凭借痛苦之力，2阶御灵师也是一击必杀。杀死银发女子之后，他就能专心的享受虐杀头发鬼的快感了。只是可惜，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其实从幕后黑手出现的那一刻，胜利天平就开始倾斜。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幕后黑手是诡异，可没想到却是诡异与御灵师的结合体。这两者加在一起，完全是1+1大于2的效果。就在方修考虑是选择死亡回荡重新来过，还是现在就动用手术刀的底牌拼一把时，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自信阳光且充满磁性的声音：“修哥，麻烦让让。”方修眉头微皱，他没想到自己背后居然多了一个陌生人。什么时候？他回头看去，只见一位身高1.85米，五官立体精致，皮肤白皙，梳着大背头，身材犹如模特一般的男子，正微笑地注视着四周的鬼奴。这名男子的笑容虽然很浅，但却充满了自信与阳光。明明是浅浅一笑，却仿佛驱散了四周的阴霾与恐怖，拥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妥妥的阳光开朗大男孩。都说发型的尽头是背头，这句话不假。背头是一种极其难以驾驭的发型，长得帅的留背头能够增加气质，长得丑的留背头只会更丑。眼前这位男子就是前者，背头在他身上不仅看不出丝毫油腻，反而尽显气质。看着眼前的阳光开朗大男孩，方修眼中闪过一抹疑惑，这人怎么长得好里好气的，很像赵浩，至臻版赵浩。而且他刚刚也喊的修哥。方修突然想到了赵浩的能力，每天11点后会变高、变帅、长肌肉，身体素质略微增强，主要增强性能力。这让他不由自主地看向阳光开朗大男孩的下面，发现确实鼓鼓囊囊，比曾经的赵浩大多了。仅仅这一眼，方修便足以断定，眼前这人就是赵浩。主要是赵浩的性能力实在太过醒目，以至于人们下意识地忽略了他的前缀。现在看到赵浩的变身，这才知道这小子确实没骗人，真是当鸭的好材料。他的能力不应该叫性能力，而应该叫鸭王变身。日天，阳光开朗大男孩的嘴角勾起一抹迷人的弧度。是我，修哥，我知道你现在很惊讶，但请你先不要惊讶，因为更惊讶的在后面。赵浩说着，便随手将青铜烛台给了刘帅。随后，他越过方修，步伐沉稳，双手插兜，神色傲然，独自一人朝鬼奴们走去。明明是被包围，却走出了一个人包围所有鬼奴的架势。很快，赵浩便走出了烛光保护的范围，一众鬼奴见他出来，一个个犹如闻到腥味的鲨鱼，疯狂地朝他冲去。这时，赵浩终于将双手从裤兜中拿出，双手交叉撅了撅，指骨间发出清脆的响声。面对一众冲来的鬼奴，他傲然一笑，子时已到。话音未落，嗖！赵浩的身形竟然犹如鬼魅一般消失在原地，他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入鬼奴群中。
双手猛地张开，左右两侧的鬼奴瞬间被他铁钳一般的胳膊死死揽住，好似秋风扫落叶一般，仅仅一个冲撞，赵浩便撞倒20多只鬼奴。要知道，这每一只鬼奴的力量可是远超常人，组成身体的头发丝更是堪比钢丝，这等强度之下，除非能力是强化系的御灵师，不然其他人很难做到这种程度。可赵浩偏偏做到了，这一撞也让他成功冲到了鬼奴群的中心部位，在这里，他犹如一尊重型坦克，开始随意的横冲直撞，大开大合。一拳挥出，一只诡异的头颅当即被轰爆，化作漫天的黑色发丝随风飘扬。一脚踢出，数只诡异直接倒飞出去，好似打保龄球一般撞倒一片。赵浩现在的战斗力简直爆表。此时此刻，方修脑海中回荡起当初赵浩刚觉醒能力时给自己打的电话。我的能力就是11点之后会变帅，然后身体素质会提升，浑身腱子肉，但身体素质的提升只是附带的，最强的还是性能力。金枪不倒，能挂100斤秤砣。所以这就是附带的身体素质。哪怕再怎么喜欢黄颜色的男人，如果觉醒了这个能力，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将性能力认为是附带吧。这对自身能力的认知未免也太偏了。俗话说，人越缺少什么，便越在意什么，所以方修突然有些能理解赵浩的心理了。如果说仅仅是附带的身体素质就如此强，那只能说明赵浩的性能力更强，也许金枪不倒，能挂100斤秤砣是真的，不是吹牛。至于赵浩说的子时，也倒很好理解，因为他能力发动的时间就是11点之后到1点之间，也就是子时，同时也是他每天躺在床上歪歪的时间。所以现在方修不禁有些怀疑，赵浩手机里收藏的电影真是全部吗？一个人天天看私人授课、水管工、便利店偷东西的这类电影，能觉醒这种能力？他严重怀疑赵浩家里肯定还藏了什么超人大战猫女、蝙蝠侠拷问小丑女之类的电影。一旁的刘帅呆呆地看着大发神威的赵浩，眼看着对方轻而易举地将一只鬼奴高高举过头顶，然后用手一撕，直接将其撕成2半，他眼珠子都快看直了。赵浩的能力好强。刘帅有些失神的喃喃道：“你看见赵浩变身的全过程了？”方修突然问道。刘帅咽了下口水，点了点头。刚刚他还一脸虚弱加害怕地靠在我怀里，谁知道11点一到，一道白光从他身上闪过，这小子就仿佛变了一个人，变得充满自信。方修打断了他：“我只想知道一个问题，赵浩变高变帅可以用能力去解释，但谁能给我解释解释他的背头是怎么回事？难道这能力还能凭空变出发胶？”其实那不是发胶，那是口水。我刚才看见赵浩变身完，往自己手上吐了2口口水，然后抹头上了。方修，不远处正在战斗的赵浩似乎听到了什么，原本英俊潇洒的身姿差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不过他很快装作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继续战斗了。只是他接下来的出手明显更重了一些，观赏性也更强了，看得刘帅一阵眼花缭乱，但内心中却不由得涌起一丝丝自卑。原来整个队伍中只有我是废物，不对，至少我血多。这般安慰着自己，胖子咬了咬牙，用力攥了攥青铜烛台，企图多挤出点血，发光发热。然后他就眼前一黑，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随着胖子的晕倒，青铜烛台也从他的手中滚落，倒也不至于让他被活活吸死。不过此时也用不到青铜烛台了，因为赵浩一个人吸引了所有鬼奴的注意力。如此巨大的动静自然引起了银发女子的注意，她看着大发神威的赵浩，不由眉头一皱。也是因为她注意力转移，泥坑中的沈凌雪终于抓住了机会，暴怒的她从泥坑中爬起，抬手就是一记火焰，去死！然而银发女子根本看都没看他一眼，注意力全在赵浩的身上。只见他随手一挥，一条十分粗壮的水柱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了沈凌雪的身上，浇灭了沈凌雪的火焰，也滋醒了他对自身实力的幻想，顺带着将他再度拍进去泥坑里，甚至骨头都撞断了好几根。沈凌雪白眼一翻，直接昏死过去。从始至终，银发女子看都没看沈凌雪一眼。2阶的水对上1阶的火，简直就是天克。解决完沈凌雪之后，银发女子对着赵浩猛挥小手，只见赵浩四周那些被他撕碎的头发竟然缓缓飘了起来，汇聚成一缕一缕，它们不断扭动，如一只只细小的黑蛇。很快，这些头发全部升空，数以亿计的头发在月光的映衬下，化作一道黑色蛛网，仿佛遮天蔽日一般，狠狠朝赵浩网去。因为蛛网的范围很大，完全封死了赵浩的退路，所以他直接被网在了其中。被网住的赵浩根本丝毫不慌，依旧自信满满，傲然而立，甚至他还特地用手撑了一下网，避免背头被破坏。你以为凭借这种小手段就能控制住我？看来你还未认清我们之间的差距。说着，赵浩猛然发力，在他恐怖的巨力之下，那黑色蛛网直接被撕开一个大洞。然而这时，银发女子却冷笑起来。突然，惊变发生，只见那被撕坏的头发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起来，仅仅瞬间，被撕坏的地方便长好了。赵浩顿时面色一冷，再度出手撕扯头发，可任凭他如何撕扯，头发总能很快长好，仿佛无穷无尽。操！赵浩急了，倒不是因为被困住急了，而是自己刚装完笔就被打脸，所以急了。他疯狂的撕扯头发，却没有注意到自己脚下堆积的碎发越来越多。下一刻，这些碎发竟如同小蝌蚪一般蠕动起来，疯狂的朝赵浩袭去，目标他的眼睛、鼻孔、嘴巴、耳朵乃至全身所有的孔。此时的赵浩由于被头发网困住，根本无法躲避这些蜂拥而至的碎头发，瞬间他大惊失色。修哥救我！唰！一道银光从天而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开头发网。正是方修。神奇的是，被方修斩断的头发并没有再度复原，那是因为他动用了痛苦之力。赵浩紧忙从头发网中钻了出来，拼命地拍打着身上的碎发。待碎发拍完之后，他像没事人一样，再度傲然冷笑：“居然能将我逼到这种程度，你足以自傲了。不过一切到此为止了。”
赵浩大喝一声，随即双腿微屈，猛然发力，地面被他踩出2道深深的脚印，而他整个人也犹如炮弹一般朝银发女子冲去。银发女子似乎被他轻蔑的态度所激怒，当即冷哼一声，猛地甩头，银色长发瞬间挥动，那银发长发宛若一道银色瀑布一般，狠狠地朝着赵浩袭去。砰！啊！赵浩瞬间以比之前更快的速度倒飞出去，整个人摔进了树林，一路贯穿无数大树，离出一道长长的痕迹，这才停下。他倒在了树堆里，溅起一大片尘土。很显然，这才是银发女子真正的实力，与赵浩虐杀的那些鬼奴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解决了赵浩之后，银发女子眼中闪过一抹快意之色，可还没等她的快意之色持续多久，突然惊变发生。只见一道带有刺骨寒意的银光顺着月华从天而降，银发女子本能般的看去，正是方修从天而降，手中拿着一把散发诡异力量的手术刀，狠狠地朝自己插来。此时高悬的明月仿佛成了他的背景板，皎洁的月光与银亮的刀光同时映入银发女子的眼眸中。这就是方修一直以来等待的机会。银发女子不愧是2阶御灵师，她虽然不认识手术刀，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力量。念动之间，她银色的长发动了，犹如一条粗壮的触手，以极快的速度狠狠地朝方修的手臂卷去。方修握着手术刀的右手顿时像是被铁钳牢牢夹住一般，根本无法动弹分毫。这银发的强度要远超黑发，可能是为了防止方修用左手去拿手术刀，当即又一缕银色发丝死死缠绕住了他的左手。至此，方修的2只手全部被限制，他被吊在空中。银发女子顿时露出胜券在握的笑意，正当她打算欣赏方修的惊恐与害怕之时，却赫然发现此时的方修竟犹如胜利者一般居高临下的看着自己。清冷的月光垂下，将方修的脸庞隐藏在一片阴影之中，而那阴影的右上方赫然亮起一只诡异血瞳，那血光无比猩红，散发着诡异与不祥的气息。看着我的眼睛，森然冰寒的声音在银发女子耳边响起。下一刻，四目相对，血瞳之中爆发出一股诡异的灵性波动，那股波动瞬间射入银发女子的眼中。嗡！银发女子的大脑瞬间如遭重击，一阵嗡鸣，竟直接翻白眼晕了过去。随着银发女子的晕厥，银发长发顿时松开了对方修的束缚。束缚解开，方修顺势从空中掉落，手中的手术刀再度狠狠刺向银发女子的脖颈。可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数道破空声，咻咻咻！3柄闪着银光的飞刀成品字形朝方修射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暗器，方修没有丝毫惊慌，甚至嘴角微微露出冷笑。终于肯现身了吗？只见他的手术刀立刻变向，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划过。当当当！3声清脆的金属交鸣声响起，那激射而来的3柄飞刀立刻断裂成2截。不过飞刀之上带来的力道也让他被击飞出去数米之远。这时，只见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坡后面，2女2男缓缓走出，为首的赫然是酒红色长裙女子，而她的身后则是跟着那对旅者男女以及一位浑身隐藏在黑色兜帽之下，身材宽阔2米多高的肌肉壮汉。酒红色长裙女子出现后，没有丝毫多余的废话，直接发号施令道：“杀了他！”接收到命令后，旅者男女当即掏出手枪，对着方修开始不断射击。方修毕竟是血肉之躯，他自然不可能硬抗子弹，当即闪转挪移，躲入一块巨石之后。这种距离还是2把手枪，很难打中一位点亮了5%灵性的御灵师。不过酒红色女子的目的似乎也不是为了枪杀方修，哪怕方修躲在了巨石后面，她依旧没有让手下暂停射击，直至子弹打空，旅者男女这才停手。他俩双目无神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宛若木偶，似乎在等待新的命令。方修缓缓从巨石后起身，朝酒红色女子看去，终于知道了她的目的是什么。银发女子！刚刚昏倒在地的银发女子，竟不知何时被那位2米多高的壮汉扛走了。快把她给我！酒红色长裙女子看着壮汉搬来的银发女子，性感的双眸中爆发出难以抑制的狂喜之色。终于，银发女子到了她的身边，她犹如疯了一般，赶忙伸出修长嫩白的小手，上面还做着鲜红色镶钻的指甲。啪！酒红色长裙女子将手一把拍在银发女子的额头上，一股诡异的灵性波动产生，如同寄生虫一般钻入银发女子的大脑中。下一刻，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原本昏厥的银发女子竟然自己站了起来。不过此时的她双目无神，浑身僵硬宛若傀儡。扑通！银发女子直接跪倒在酒红色长裙女子的脚边。王二妮参见主人。银发女子说着，竟还主动将脸朝酒红长裙女子的高跟鞋凑去，在对方高跟鞋裸露出的白皙脚背之上轻轻一吻，以示臣服。酒红色长裙女子骤然间爆发出一阵狂喜的笑声，她似乎太兴奋了，就连那性感的脸庞都爬上2抹红晕，好似星号后的余韵。2阶御灵师，B 级诡异，现在都是我的了。这等强大的战力，回去之后我就是 S， 会长就是 M。笑够了吗？一道平静的声音打断了酒红色长裙女子的狂笑。女子缓缓停止了笑声，妖娆的看去，眼神仿佛能拉丝一般，对着方修俏皮的眨了眨眼道：“方修是吧？你似乎看到我们出现并不惊讶，光明俱乐部的人会出现，倒也没什么值得好惊讶的。”酒红色长裙女子越发讶然，她饶有兴趣道：“你认识我？傀儡师王嫣然，光明俱乐部核心会员。”方修平静地说出了她的名字，这也是之前从林子阳口中得知的，包括王嫣然的长相、性格、能力、地位等等。他虽然没有见过傀儡师王嫣然，但是通过对方刚刚展现出的能力，便可以很好判断了。其实当初特别行动小队的人被控制时，他便早有猜测，因为银发女子控制村民的手段明显和控制特别行动小队的手段多有不同。特别行动小队体内没有头发，且银发女子实力很强，完全可以在当天夜里
村长家的时候，直接控制全村的诡异杀死自己等人，可是他却没这么做，而是大费周折的将自己等人引到黑水河。这不难判断，银发女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杀死自己等人，联想到她对黑水村如此重视，将其当成家，并不难推断出银发女子的目的。她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弄出一个分身，让自己等人杀死，然后就可以回去交任务了。不过，由于傀儡师王嫣然横插一脚，导致事态逐渐升级。想不到我都如此出名了。王嫣然娇笑一声，方修，说起来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如果不是你们几人拼死争斗，最后你成功将王二妮击晕，我也不会有机会去控制一位二阶御灵师。控制王二妮，她的头发诡异，自然也被我掌握。你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作为感谢，我将赐予你最高的荣耀，过来亲吻我的脚，乖乖成为我的傀儡，你就能活。面对王嫣然的侮辱，方修依旧脸色平静，只听他淡淡道：你废话真多，并且让我等了这么久，久到我以为你不敢出现。哦，王嫣然秀眉微微一蹙，等我？你不会是想说，你刚刚和王二妮苦战都是在假装，为的就是等我出来坐收渔翁之利？不然呢？不知道为何，看着方修平静的脸庞，王嫣然顿时感觉一股无名火从心中涌起。哼，小帅哥，我本以为你是个识时务的人，没想到你却根本分不清形势。你们那边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有战斗力，而我这边却足足有2位灵性点亮10%以上的御灵师，还有1位2阶御灵师，1只 B 级诡异，外加几十只鬼奴，这般豪华的阵容，你输定了。说到这，王嫣然似乎对方修失去了兴趣，直接挥了挥手道：杀了他。随着他一声令下，还残存的几十只鬼奴纷纷嘶吼着朝方修冲去。他身边的那位2米多高的壮汉也嘶吼一声，身上的肌肉瞬间膨胀，撕拉，他的衣服直接被崩开，露出里面散发着铁青色的肌肉，那肌肉竟散发着金属光泽。他犹如一座巨型坦克一般朝方修冲去，同时出击的还有王二妮，无数银色发丝化作铺天盖地的箭雨，径直的朝方修射去。王嫣然虽然看上去放浪形骸，但她却是一个谨慎的人，哪怕就己方阵容来看，一定是自己赢，可方修那异常的平静依旧让他隐隐不安，所以他一出手便直接使出全力，争取把所有危险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至此，令人绝望的一幕出现了。清冷的月光下，方修孤零零地站在大地之上，单薄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而他的四面八方则是如潮水般涌来的敌人，浑身由黑色发丝组成的鬼奴，肌肉散发着金属光泽的壮汉，铺天盖地射来的银色发丝。至于他的队友沈凌雪，满身泥泞地倒在了泥水里，赵浩被击飞数十米远，不知所踪，刘帅也因失血过多昏了过去。面对这样的一幕，哪怕是一位2阶御灵师站在这里，都要绝望等死，但方修却笑了。下一刻，他控制自身灵性，直接引爆了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那是他切割无数诡异所存留下的力量。轰！无数道恐怖斑驳的诡异气息自手术刀中升起，化作一缕缕黑烟呼啸而出，每一缕黑烟中似乎都有一只恐怖的诡异在嘶吼。这些黑烟犹如一条条黑色巨蟒，在方修周身缠绕翻腾，最终顺着他的口鼻、眼睛、耳朵疯狂涌入，一时间将他的七窍都染成黑色。随着诡异力量的不断涌入，他的心灵越发扭曲，气息越来越强，笑声也逐渐扭曲。结结结！恐怖的狞笑声响彻全场，如九幽地狱出来的幽魂索命声响起。就这，我怎么说啊？当手术刀中蕴含的诡异力量涌入方修体内，他压抑的心灵也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平静从来只是他的保护色，为了保护自己不被那些虚幻的诡异发现，而疯狂才是他的本色。压抑狰狞的恐怖笑声从他喉咙中挤出，此时他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浑身黑气缠绕，黑气中隐隐凝聚着无数诡异虚影，诡异的右眼绽放着猩红光泽，昔日的平静化作今日的疯狂。见到这一幕，王嫣然瞬间大惊失色，快阻止他，他要激变了！然而一切早已来不及，伴随着恐怖的狞笑声，方修动了。他单手握住银亮的手术刀，身形犹如鬼魅一般，瞬间消失在原地。唰！黑暗的大地上像是亮起了一道银色闪电，这道闪电贯穿全场。当方修再度出现时，他已经来到了战场的另一头，而被银光贯穿的鬼奴们，一个个犹如按下了暂停键一般，僵硬在原地。下一刻，微风吹拂，10几只鬼奴的头颅哐当落地，在头颅落地之后，组成他们身体的头发瞬间散落一地，并变得扭曲枯萎。这时，漫天的银色箭雨到了，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仿佛封锁了一切的生路。然而，方修的身影却化作道道黑色残影，不断的在银色箭雨中闪转挪移。他的动作优雅而迅捷，他的神情疯狂而狰狞，像是月光下的黑暗舞者，硬生生从这铺天盖地的攻击中找寻到一线生机。甚至在躲避箭雨的同时，他手中的手术刀不断的翻飞，犹如死神镰刀一般，不断的收割着一只又一只鬼奴的生命。短短片刻，鬼奴便被屠戮殆尽。什么？这怎么可能？王嫣然见到这诡异的一幕，顿时大惊失色。他竟然敢让如此庞大混乱的诡异力量进入自己的身体，这是要和我同归于尽啊！疯子，这就是个疯子！快，都给我上！王嫣然直接将王二妮也派了出去，显然是下定决心要抹除了方修。就连那对普通人的旅者男女也冲了上去，拿着换好子弹的手枪。不过这两人去得快，死得也快，方修甚至都没有看他们一眼，一脚踢起地上的2块碎石，那碎石便如同子弹一般镶嵌在两人的额头之中，两人怒目圆睁，直挺挺的倒地。很快，王二妮加入战场，她气场全开，银发的发丝不断飞舞，不断生长，短短瞬间居然长到了数十米长。下一刻，亿万银色发丝纠缠在了一起，瞬间凝结成一根锥形的银色尖刺，宛若一根蝎子尾巴，狠狠地朝着方修的身体穿刺而去。方修右眼血光炽盛，嘴角狞笑乍现。面对如此恐怖的一击，他竟不闪不避，举起手中的手术刀，直直地迎了上去。
一时间场面有些夸张，一边是几十米长的巨大银色锥形尖刺，一边是不足20厘米的小巧手术刀，双方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存在。可下一秒，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当一声巨大的金属交鸣声响起，只见那一柄短小单薄的手术刀竟然轻而易举地挡住了几十米长的巨大银色锥形尖刺，让他不得寸进。这一幕像极了蚍蜉撼树，蚂蚁举象。见到此幕，远处的王嫣然瞬间面色一僵，这不可能，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诡异力量，这根本不是一个异界御灵师可以承受的。这股诡异力量入体，他应该第一时间激变成怪物才对，为什么他还不激变？这时方修动了，只见他猛地挥舞手术刀，唰的一刀便直接将色尖刺的顶部斩下，一时间银色发丝散落一地，一刀之后又是一刀，刷刷刷，他不断挥砍着，看那架势似乎要将整个银色尖刺寸寸斩断，就好像厨师在切土豆丝一般。王二妮似乎被激怒了，不断地挥舞着银色尖刺，从各个方向进攻着方修，可换来的却只是头发越来越短。当当当，手术刀与银色发丝碰撞的声音越发密集。太弱了，太弱了，为什么不能让我多愉悦一些？扭曲压抑的声音从方修口中传出，此时他的脸早已被黑气笼罩，显得异常扭曲，唯有一只血瞳在散发着猩红光泽，不是诡异，却胜似诡异。他挥刀的速度越来越快，几乎都要逼近王二妮的身前。刚奴，快杀了他！这时，一旁的壮汉怒吼一声，犹如猛虎一般朝方修扑来。之前方修的速度太快，他身为一个肉盾型选手，根本追不上。现在方修因为不断的斩落银色发丝，速度减缓，这是正是机会。然而，正当刚奴冲到了方修身边之时，他高举右拳，犹如一记重锤一般，想要将其打到头骨开裂。谁料方修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唰，一道银光闪过，刚奴的脖子处顿时出现一道血线。随后，他怒目圆睁，青筋暴起，浑身抽搐，仿佛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一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黑烟中的方修疑惑了一句，随即继续砍头发。见到这一幕，王嫣然震惊的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只有他清楚，刚奴是他傀儡的一位御灵师，灵性点亮了 15%， 能力是钢皮，让皮肤变得犹如钢铁一般坚硬，寻常诡异打在他身上根本无法破防。正因这种能力，所以刚奴的防御力、生命力以及力量都是极其惊人的。当初为了傀儡刚奴，他王嫣然可没少挨跑，现在却没想到面对方修，人家连看都没看一眼，随手一挥，刚奴就嘎了。其实主要是方修的能力天克刚奴，刚奴是典型的肉盾战士，防高血厚，力量大；方修则是天生的刺客，攻高血薄，速度快。按理说这两种人对上应该会纠缠一回，但别忘了方修的攻可不是一般的高，手术刀无坚不摧，切割过精神病院如此多的诡异，可见锋利程度。钢皮在手术刀面前就如同豆腐，再加上他的痛苦之力，任你血再厚也是一击必杀，所以刚奴才会死得这般干净利落。随着方修的不断挥砍，王二妮的银发越来越短，两人之间的距离也越发近了。这时只见王二妮怒吼一声，浑身爆发出强烈的灵性波动，下一秒大地震动，水浪拍击地面的声音不断传来。黑水河方向，一条近100米长，完全由河水凝结而成的水龙咆哮着朝方修背后扑来。谁料方修好似背后长眼了一般，他连都头没有回，直接足尖轻点地面，整个人瞬间腾飞，在夜空下优雅地划过一道圆弧，成功躲过水龙，从容落地。王二妮双手猛挥，水龙再度调转方向，狠狠地朝方修袭去。方修嘴角狞笑乍现，身形化作鬼魅一般朝水龙冲了上去。在两者即将相撞之时，他轻轻一跃，便险之又险地躲过水龙的撞击，成功落到水龙的龙头之上。他脚步不停，一路狂袭，哪怕踩在水做的龙身之上，他也能如履平地。手中的手术刀微微一转，被他反手握住。皎洁的月光照在手术刀之上，随着他的奔袭，竟在夜空中拉出一道长长的银色残影。仅仅瞬间，他已然从龙头跑到了龙尾，显然他的目标正是龙尾不远处的王二妮。由于此时王二妮已经成了傀儡，所以脸上并没有丝毫的神色波动，但远处的王嫣然见到这一幕，可是快吓傻了。刚刚手术刀的威力他已经见证过了，一击秒杀以身体著称的刚奴。别看王二妮是2阶御灵师，但是单轮身体强度他是完全比不过刚奴的。刚奴尚且如此，一旦王二妮被近身，那定然也是一刀秒杀的结果。这是王嫣然不能接受的，毕竟这是他刚收的傀儡，还是如此强力的傀儡，要是在方修手里，他怕是能心疼一辈子。当然了，除此之外，一旦最强战力王二妮死亡，那自己也就离死不远了。所以就在方修疯狂拉近距离之时，王嫣然与王二妮同时出手。王嫣然撩起酒红长裙的开叉处，白皙的大腿根部绑着一排银亮的飞刀，这些飞刀皆是心灵之钢打造，虽然不是100%纯度，但每一枚飞刀至少蕴含50%的心灵之钢。之所以用心灵之钢打造飞刀，是因为它的傀儡能力不仅可以御人，也可以御物，但由于物品不能传导灵性，故而只有加入心灵之钢，让其能够传导灵性之后才能御物。所以这些飞刀是他除了傀儡之外的唯一战力，因为能力的原因，他的正面战斗一直不是很强。嗖嗖嗖，数道破空声响起，10几柄飞刀划着优美的弧线，在傀儡能力的控制下，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拐着弯的朝方修射去。王二妮也在同一时间出手，银色发丝疯狂暴涨，犹如一根根钢针一般，铺天盖地的朝方修扎去。这时方修四周几乎所有的空间全部被锁死，四面八方全是攻击，断了他的后路，绝了他的生机。然而下一秒，神乎其技的一幕出现了，方修动了，他的身形犹如鬼魅一般，在狭小的空间闪转挪移，浑身缠绕的黑气随之涌动，让他几乎化作一道黑色残影，根本无法用肉眼看见身形。一时间，所有的攻击竟然全部落空，
无论是凌厉的飞刀，还是尖锐的发针，全都险之又险地贴着方修的身躯擦过。他仿佛能预知一般，无论攻击再密集，速度再快，他也能寻找到其中的间隙，优雅从容地在攻击中起舞。一些实在无法躲避的，他也会拿起手中的手术刀，在夜幕下化作一道道银光，轻而易举地斩断所有的攻击。原本凶险到极点的战场，在这一刻仿佛化作了他个人独舞的舞台。这怎么可能啊？这已经不是王嫣然第一次说这句话，但是他还是下意识地惊呼出来，因为方修似乎每一次都能刷新他的认知。太慢了，二阶御灵师只有这种程度吗？看来我用来买凶的200灵币算是白花了。方修扭曲压抑的声音自攻击间隙中传来，他可能实在觉得无聊，竟猛地一记挥砍，手术刀上顿时爆发出一道刺眼夺目的银光，一时间竟盖过月亮的光辉。那银光化作一道劈链，冲天起，直接斩破了所有的攻击，生生砍出一条空隙。方修如鬼魅般从空隙中闪出，身形在夜空中一闪再闪。当他再度出现时，已经来到了王二妮的身后，一把银亮的手术刀轻巧地架在对方的脖颈之上。不要！王嫣然见到这一幕，顿时大惊失色，但方修却冷冷地注视着他，狰狞一笑，随即轻轻一划，王二妮的脖颈处瞬间出现一道伤口，伤口中没有鲜血，而是密密麻麻的银发。很显然，他作为头发鬼的宿主，早已被其侵蚀到非人。不过，是人也好，是鬼也罢，痛苦之下，众生平等。砰！王二妮的身躯轰然倒地，随着她的倒地，原本咆哮的水龙轰然散落，化作漫天雨水落向大地。漫天飞舞的银色发丝急速收缩，变回了原状。解决了王二妮之后，方修的眼中却没有丝毫的喜色，反而有些不满。为什么没有惨叫，没有痛苦的哀嚎？下一秒，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微微侧头，用那诡异的血瞳直勾勾地盯着王嫣然，声音扭曲且压抑道：“我知道了，因为你把他变成了傀儡，那么只好由你来替他感受我的痛苦了。”凄冷的月光下，浑身缠绕着黑气的方修一步步朝王嫣然走去。这一次他步伐很慢，但每一步却像是踩在王嫣然的心中一般，每落下一步，他的心脏都会莫名一紧。此时的王嫣然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天堂到地狱的感觉。原本获得2阶御灵师 B 级诡异傀儡的狂喜早已荡然无存，他现在只想活。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了之前方修说自己等人终于出现了，原来对方真的一直在等，等到所有的幕后之人全部现身，然后再一网打尽。只是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的一点是，明明承受了如此强大且斑驳的诡异力量，就好像同时被几十只诡异附身一般，方修居然还能保持理智，还没有激变，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见方修越来越近，王嫣然并没有选择逃跑，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在对方鬼魅般的速度之下，逃跑必死无疑。但如果现在跪地求饶的话，或许会有一线生机。这种事他不是没干过，尤其在面对男人时格外好用，毕竟没人会拒绝一位娇滴滴的美女。当然他也曾经碰到过意志比较坚定的男人，这种男人基本都是表面上答应饶自己一命，说一炮泯恩仇，但享受完了之后就会在贤者时间准备杀死自己。不过那时候也晚了，因为对方早已成为傀儡。不跑吗？方修此时已经在王嫣然身边站定，高大的身躯挡住了月光，垂下的阴影将其笼罩，身上散发着的丝丝缕缕的黑气在升腾缠绕，隐约间还能见到里面有无数诡异在嘶吼挣扎。王嫣然见到这一幕，害怕极了。她不能确定以前那无往不利的求饶手段还管不管用，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比她上过的所有男人都与众不同。扑通！王嫣然那修长白皙的双腿瞬间弯折，直接跪倒在地，光洁的膝盖当即沾满污泥，黑与白之间的对比是那样的明显。只见她妩媚的脸上充满了楚楚可怜般的恐惧，眼眶通红，似乎有晶莹的泪滴在打转。求求你不要杀我，我也是奉命行事，是光明俱乐部的会长让我来的。方修的嘴角勾起一抹狞笑，放心，我不会杀你，我只是想将我的痛苦注入到你的体内，仅此而已。痛苦注入？王嫣然微微一愣，这难道用来形容那种是新衍生的网络词汇？这么说有戏？他连忙抓住方修的裤脚，脸上带着讨好般的哀求，只要你不杀我，你怎样对我都可以。他昂着脖颈，性感的脸上写满楚楚可怜，其中又带有一丝丝诱惑。因他此时是跪倒在地，再加上如此昂着头，穿的还是酒红色低胸长裙，所以露出一片白皙以及深不见底的海沟。不过方修根本丝毫不为之所动，反倒是他听到了王嫣然的话，右眼中血光大盛，嘴角的笑意越发狰狞。这可是你说的。说着，方修便举起了手术刀，手臂与手术刀组成的阴影打在王嫣然的脸上，像极了螳螂举起前足。王嫣然瞬间脸色变了，她意识到自己想歪了，痛苦注入根本不是那种意思。这时手术刀已经来到了她的脖颈。不要，求求你不要，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对你出手，我愿意当你的性女诱，只求你饶了我，我保证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我什么都会，一定能让你满意。不信你可以先试试，不满意随时杀我。说话时，王嫣然竟伸出相射去天视方修的手指，并用她那秋水般的双眸与方修对视，眼神中充满了柔情与妩媚。曾有不少男人都对她说过，她全身上下最好看的部位就是这双眼睛，任何男人都抵挡不了这双眼睛的注视。她相信方修也不例外。果不其然，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方修原本狰狞的面容开始缓缓恢复，他身上的黑气也缓缓隐没。只见方修紧紧地注视着王嫣然的双眸，目光中流露出一丝别样的迷恋之色，甚至还伸出手轻抚对方光滑的脸颊。王嫣然瞬间心中大喜，继续发动眼神攻势。她一句话没说，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双眼睛像，实在是太像了。方修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王嫣然揣摩男人的心思多么敏锐，她瞬间反应过来，像青梅竹马，像前女友，还是老婆？我的眼睛很像一个人吗？王嫣然小心翼翼又装作懵懂地问道。
你的眼睛实在和老婆太像了。王嫣然越发欣喜，她感觉自己已经成功迈出鬼门关，活定了。然而还没等她高兴完，方修的神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只见他低下头颅，俯身到了王嫣然面前，一张狰狞恐怖且饱含滔天恨意的脸庞闯入王嫣然的眼帘，压抑疯狂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所以你该死。王嫣然见到这张脸，她瞬间吓傻，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当初她还是普通人时第一次遭遇诡异事件时的恐惧，那种无尽的恐惧真的让人绝望，让人崩溃，根本无法用语言去形容。而现在她再次感受到了这种恐惧，只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何眼睛长得像你老婆就该死？好歹夜夫妻百日恩，什么仇什么怨放不下，至于如此大的仇恨吗？果然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时方修举起了手术刀，手术刀化作一道银光朝他的脖颈扎去。王嫣然的瞳孔不可抑制的收缩，大脑的思绪瞬间变得飘忽。手术刀距离脖颈的距离很短，速度也很快，按理说时间应该转瞬即逝，可王嫣然却觉得有些漫长。她的思绪似乎回到了第一次诡异事件时，那时她还只是一位普通人，被男人们众星捧月般的当成公主，可以在任何包间随便吃果盘喝酒，不用给钱，甚至还有钱拿。可这美好的生活在一次意外中全都变了。一天深夜，下了夜班后，她误入了一处鬼域，那里没有食物，也没有出路。在那里，她碰到了许多被困的男人。人在恐惧的情况下，任何负面情绪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她便如落入狼群的羊，就好似一个玩偶被人肆意摆弄。不过她并没有放弃，而是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不断地游走于各个男人之间，吃他们的余粮，虽然不好吃，但很有营养。最终，当所有人饿到无力时，开始将他人作为猎物时，最有体力的她成功活了下来，最终点亮灵性，成为御灵师。可能是长期被当作玩偶的她，内心渴望成为主人，所以觉醒了傀儡的能力。她有时也在想，也许如果大学时没那么虚荣，不想买奢侈品包包，或许就不会误入歧途，也就不会下夜班遇到鬼。一道银光闪过，王嫣然的思绪戛然而止，冰冷的手术刀扎入了她白皙的脖颈，温热的血液顺着刀锋流出。好好感受我的痛苦吧，结。伴随着恐怖的狞笑声，王嫣然深深地陷入到了无边的痛苦之中，最后在痛苦之中死去。或许方修并不知道王嫣然悲惨的过去，但即使知道了，他也会杀了她，因为你的悲惨与我无关。杀人者，人恒杀之。解决了王嫣然之后，方修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些异动，他回身看去，只见王二妮那银色的长发竟然自行脱落，随后如同蜘蛛一般在地上飞速的爬行。正当方修以为他是要跑之时，谁料这银发头发竟直奔泥坑里的沈凌雪。银发头发附在了沈凌雪的黑发之上，就如同染色一般，那瀑布般的黑发瞬间一点点褪去黑色，逐渐朝银色转变。而就在银色头发附身之时，原本昏迷中的沈凌雪竟然诡异地睁开了双眼，她的眼中先是闪过一丝迷茫，随即变得充满杀戮、仇恨、愤怒，并且她的身体开始扭曲地站了起来，带着满身的泥泞。随着她的起身，一股诡异的气息开始逐渐蔓延开来，那银色的发丝也逐渐脱离地心引力，开始漂浮狂舞。很显然，头发鬼的新一任宿主正在冉冉升起。啪！方修鬼魅般的出现在沈凌雪眼前，一个大逼斗直接抽了上去，打断施法。随着超越人体能够承受极限的痛苦注入，沈凌雪直接双眼一翻，再度昏了过去。扑通，她再度摔倒在泥坑里，而那原本飞扬的银色发丝也直接耷拉了下来。唰，银光一闪，手术刀紧贴着沈凌雪的头皮划过，银色长发瞬间被方修抓在手中，而沈凌雪也有原来的黑长直变成了寸头。倒不是方修想斩断这么多，主要是沈凌雪的头发就只剩根部还没被感染，没有变成银色，要不然她早就剃光头了。银色长发入手，竟犹如活着的八爪章鱼一般疯狂蠕动，那些发丝不断地缠绕着方修的手臂，似乎想顺着手臂往他头上爬，想寄生我。如你所愿。方修笑了，随即直接将银发长发按在了自己的头上。头皮一阵发痒之后，他拿出手机照了照，发现自己黑发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头瀑布般的银发。随后他感到一股诡异邪恶的气息开始入侵自己的心灵，似乎想将心灵变得扭曲。当这股气息进入到他的心灵时，他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就这，当即方修操控自己那漆黑如墨的灵性反侵染银色长发。当痛苦之力带着无尽的仇恨涌入银发长发后，他如同受到了某种惊吓一般，瞬间炸毛。一时间方修变成了爆炸头。然而伴随着方修的一声冷哼，银色长发瞬间往回缩，竟然飞速变短，变得无比贴合，最终变成了方修的形原来的发型，银色也变回了黑色。眼见终于解决了所有的敌人，方修收回了手术刀，将其别在腰间，而他身上的恐怖黑气、嘶吼的无数诡异虚影也在这一刻缓缓散去，右眼中的血光随之隐没，变成了黑白分明的眸子，他的面庞也不再狰狞，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下一秒，噗嗤，血管爆裂的声音响起，只见方修全身皮肤竟然猛地爆出猩红的鲜血，仅仅瞬间他就变成了一个血人，连带着骨骼也传出破碎的声音，全身各处无不传来巨大的痛苦，那种痛苦就好像全身被碾碎了一遍似的。不过这种程度的痛苦根本无法让方修发生丝毫的变化，他神情依旧平静如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只是他的身体却再也支撑不住了，直挺挺地朝地上摔去。可就在他的脸距离地面还有10厘米时，方修的身子竟然诡异定住了，就仿佛有什么力量拉住了他一般。方修依旧平静，似乎早有预料。起来，他命令道。随即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他的身体竟又直挺挺地站了起来，好似无视地心引力一般。这时，如果有人走进去看，就会发现方修的身体上竟然缠绕着无数纤细的发丝。没错，这是银发鬼的能力。方修现在虽然身体已经动不了了，但是他的头发能动，他操控着自己的头发，给全身各个部位缠绕而上，就如同提线的木偶一般。只不过木偶通常是由别人来操控，可他是自己操控自己。他站起身之后，再度控制头发，念动之间，只见他那满头黑发之中，竟隐秘地伸出无数根银色长发。那些银色长发如同无数根针线，狠狠地扎入他的体内，然后开始缝补伤口以及破损的血管。仅仅片刻，方修原本浑身出血的伤势便止住了。头发做完这一切之后，还没有停止动作，他如同一位尽职的打工人，再度分出无数发丝，朝四周扩散而去。有的去了王嫣然等人的尸体处开始摸尸，有的去打扫战场，捡散落的飞刀碎片，有的则是去了黑水村的废墟之中，翻出来不少没被烧坏的钱、金银首饰等等。这些头发的韧性十足，力量也是奇大无比，一根头发随便一缠绕，便轻易地卷起了几十枚灵币。待清扫完战场之后，这些头发迅速回缩，将所有的战利品全都装在了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背包中，然后给方修背上了。这时，又一根发丝从方修头上钻入，不断伸长，钻入他的口袋，缠绕在手机之上，将手机递到了他的手里。方修开始拨打苏可欣的电话，只见他的五指上各有一根几乎看不见的银发丝，操控着他的手指不断地在屏幕上轻点。随后电话拨通，任务完成，派人来黑水村接我们，叫上医护人员。说完，方修便挂断了电话，看了看四周狼藉的战场以及自己残破的身体，他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的，那就是在最后一刻才亮出底牌，使用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这股力量太强大，一旦使用，仿佛有无数诡异附身一般，对心灵以及身体的侵害极大。虽然心灵不怕侵害，但人类的身体却扛不住。短暂的爆发之后，身体将彻底失去战斗力。如果他提前使用，比如在第一次被鬼奴围攻时，那就算解决了，鬼奴也无济于事，很可能吓坏藏在暗中的王二妮，导致对方不敢出现，然后等自己时效一过，身体陷入崩溃状态，对方再出来，那将任人宰割。再比如刚刚，如果提前使用诡异的力量解决了王二妮，那躲在暗处的王嫣然便不会出现。所以为了引出所有的敌人，他只能选择隐藏，等待一个一击解决所有敌人的机会。好在他等到了。随后方修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去找赵浩，看看赵浩有没有死。至于沈凌雪和刘帅就不用看了，毕竟刚刚沈凌雪是被自己弄晕的，一丝超越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触发了对方大脑的保护机制，俗称痛晕了，死不了。刘帅就更不用看了，没受什么伤，完全就是失血过多晕了过去，全当减肥了。唯独赵浩生死不知，因为他是被击飞了出去，也不知道飞到了哪里。不过方修猜测问题不大，之前赵浩压王变身时展现出来的强大身体素质在那里摆着，那等战力如果单挑的话，怕是沈凌雪也打不过他，战力已经隐隐媲美二阶御灵师的层次了。如果赵浩遇到的不是二阶御灵师以及 B 级诡异的结合体，谁胜谁负还真未可知。哪怕是方修也从未想到过，原本一直废柴的赵浩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这是足以越级挑战的能力。不过他也并不羡慕，因为这是用平时的废柴换的，充电一整天，深潜2小时。很快他顺着树林里被撞坏的痕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赵浩。此时的赵浩早已变回了原来的废柴样子，整个人被压在几棵被破坏的大树之下，他的右腿似乎卡在了其中，正在那里哀嚎，疼得双眼通红，满眼泪光。救命啊！修哥，你在哪呀？救命啊！因为天色很黑，所以赵浩并没有看到黑暗中缓缓走来的方修，但方修却通过血瞳将赵浩当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凄惨模样看得一清二楚。反差实在太大了，实在很难将之前他自信傲然的模样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知道他就是赵浩，方修甚至都怀疑这真是同一个人吗？白天，修哥救命！晚上，子时已到，指示我宰种。说到子时，方修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这才12点啊，还没到1点，子时还没过去，压王变身就解除了。看来赵浩说的持续2个小时是在不战斗的情况下，毕竟当初他刚试验自己的能力时是在家里，实验的还只是性能力，实验了2个小时。具体实验过程除了赵浩自己没人知道。正在哭天喊地的赵浩突然发现压在自己身上的树木竟发出咔咔的声音，他瞬间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不会要他了吧？完了完了，这次死定了！我不想死啊，我还是处啊！谁料这时黑暗中传来方修的声音：你早就不是了。谁说的？对象是鬼不能算。我赵浩下意识的反驳，随即一愣，表情变得狂喜。修哥，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修哥，我实在是太……停！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随后隆隆声响起，只见压在赵浩身上的那些树木一个个都被掀飞出去。因为夜色的掩护外加角度问题，所以赵浩并没有看到方修是如何清理的树木，他还以为方修是用的手，实际上方修用的是头发。很快赵浩被救了出来，只不过他的一条腿此时呈不正常的状态扭曲，显然是断了。你的腿断了，现在不宜走动，就在这里等着吧，我已经联系了调查局，很快就会来人。赵浩因疼痛龇牙咧嘴好一会儿才道：修哥，那银毛女解决了？死了。赵浩顿时一脸敬佩，厉害啊，我的哥，我的子时已到都奈何不了他，没想到竟让你轻易解决了。你管你的能力叫子时已到啊？是不是很有逼格？方修没有回答，但他的评价是不如鸭王变身。随后他简单的向赵浩解释了一下事情的后续经过，便原路返回去找沈凌雪他们了。等到了沈凌雪和刘帅的身边，一人一个大逼斗下去，伴随着一丝痛苦之力的注入，成功叫醒了2人。沈凌雪断了几根肋骨，刘帅失血过多都问题不大。
简单解释了几句事情的后续经过，便带着他们与赵浩会合，几人升起了火堆，开始等待调查局的救援队。只是当火堆点起的那一刻，赵浩和刘帅两人瞬间愣住了，两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沈凌雪。沈凌雪顿时眉头一皱，不悦道：“都盯着我干什么？不就是有些泥吗？”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以为是自己倒在泥坑里，沾染了满身的泥泞，所以两人才会一直盯着自己看。他也是经常上网的人，很清楚男人的心思，有些人就喜欢看美女狼狈，满身泥泞。不是你的头发？刘帅目瞪口呆地指着沈凌雪的寸头道。头发？沈凌雪顿时更加不悦，头发肯定沾满了污泥，都打柳了，是很难看。可谁让你说出来了？正当他想生气之时，一阵清凉的山风吹拂而来，沈凌雪莫名的感觉头皮有些发凉，这让他微微一愣，下意识地朝头上摸去，结果第一时间摸了一个空，以往瀑布般的长发不见了。这下沈凌雪瞬间慌了，她急忙朝头顶摸去，曾经的柔顺变成了现在扎手，就好像在摸男人的寸头一般。她急忙拿出镜子一照，整个人瞬间僵住了。咔嚓，镜子从手上滑落，掉在地上，顿时支离破碎。与之一起破碎的还有沈凌雪的心。空气沉寂了1秒、2秒，啊！一声响彻天际的尖叫声打破了场中的宁静。我头发呢？沈凌雪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断裂的肋骨，疼得一下站了起来，满脸的泥泞也挡不住那滔天的怒火，甚至因为太过激动，眼眶都红了，似乎已经生气到了极致，下一秒就要气哭了一般。这时，方修平静地回了一句：“被头发鬼吃了。”沈凌雪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再度叫喊起来：“啊！”她似乎要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先前方修和她说的是头发鬼已经解决了。刘帅和赵浩目瞪口呆地看着暴怒如母老虎的一般的沈凌雪，瑟瑟发抖，谁也不敢开口说一句话。谁料这时沈凌雪突然一言不发的就跑了，两人面面相觑。良久之后，刘帅才问道：“你们说他不会是想不开去寻短见了吧？”赵浩大吃一惊：“不是，不至于吧？头发而已，多大点事啊？没了还能再长出来，这还用得着自杀啊？”刘帅却摇了摇头：“你不懂头发对女人的重要性。我曾经有一次去理发店理发，就见到一个小姑娘蹲在店门口哭，我过去一问，你猜怎么着？就因为理发师多给她剪了2剪子，把披肩长发给她剪成了齐耳短发。这小姑娘足足在理发店门口哭了1个下午，最后哭的老板实在没法做生意了，不仅没收钱，还给人家重新接了假发，这才算完。这么严重？那要不要去看看她？万一她真的想不开呢？”“你说的不错，确实应该去看看她。现在是她最脆弱的时候，网上说过，女生最脆弱的时候就是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听着刘帅的一番话，赵浩瞬间心动了，只可惜心动却无法行动，腿断了。只见他咬了咬牙道：“帅哥，要不你扶我过去吧？”刘帅白了他一眼，讥讽道：“哟，现在知道叫帅哥了，想美事去吧你！”说着，刘帅直接脚步虚浮地朝沈凌雪的方向追去。赵浩顿时急了，但奈何身体不允许啊。片刻后，不远处的树林中响起了几声惨绝人寰的叫声，随后没多时，胖子的身形犹如闪现一般出现在火堆旁。此时的胖子鼻青脸肿，比之前似乎又胖了一圈。“哎呦，疼死我了！”我好心安慰他，他居然打我。赵浩看着胖子一脸惨状，强忍着笑意：“你怎么安慰的？”“我就正常安慰啊，我说凌雪啊，就算你没有头发也一样好看，我看大街上好多有头发的，还不如你没头发好看呢。再说了，没头发怎么了？正好省得每天洗了。”听完这段话，赵浩直接目瞪口呆地竖起了大拇指：“牛批，活该你被打。”胖子微微一愣：“为什么这么说？我安慰的哪里有毛病吗？”“当然有毛病，毛病大了。我虽然没谈过女朋友，但我好歹知道安慰人时不能总揭人家伤疤。你自己算算，你这段安慰的话一共说了沈凌雪几次没头发？”胖子略微一数，随即本就失血过多的脸色更白了。完了完了，这下彻底没机会了。看着胖子一脸沮丧，赵浩立刻精神抖擞起来，满脸的幸灾乐祸。方修完全无视了两人之间的废话，他的关注点全在胖子的突然出现。如果他刚刚感知没错的话，胖子是从1米开外瞬移过来的。“胖子，你刚才瞬移了多远？”方修突然问道。胖子微微一愣，跟原来他突然卡住了，随即整个人脸上爆发出一阵狂喜。我刚刚瞬移了1米。随即他又赶紧检查自己的灵性，脸上的喜色越发浓郁，5%。我的灵性居然点亮到了5%，原来我才2%啊！这就是 B 级诡异的威力吗？直接提升3个百分点，怪不得以往副队长带队执行 B 级任务时，那么多人抢着去，原来 B 级任务这么香啊！副队长为什么不是杨队长？赵浩好奇问道。胖子嫌弃地看了他一眼道：“谁愿意和队长那个坑货一起出任务啊？好处全是他的，倒霉事全是自己的。”啊！赵浩微微一愣，杨队长有那么坏吗？我看他不像是那种贪墨功劳的人啊。你傻啊？谁说杨队长人不行了？你忘了他的能力了？他的能力是幸运，你和他在一起，所有的好事肯定都往他身上凑，你就只剩下倒霉了呗。你这么一说，我感觉队长很像龙傲天小说里的主角，到哪都有奇遇，然后身边的人死的一个比一个惨，师兄弟、亲人、宗门、家族。说到这，赵浩悚然一惊，那我们和他是同事，会不会也跟着倒霉啊？这放在玄幻小说中，那就是同门师兄弟啊，早晚因他被灭门，然后他再给我们报仇。行了行了，别鬼扯了，没那么邪乎，顶多就是吃方便面没有调料包，上厕所玩手机，手机掉马桶，开易拉罐拽掉拉环等等而已。赵浩的脸色突然有些苍白，我看我以后还是躲队长远点吧。哎，对了，修哥，日天，你们的灵性都增长了多少？胖子好奇问道。5%。方修平静道。和我一样吗？那你呢，日天？胖子并未对方修的话产生怀疑，毕竟大家都是经历的同一场诡异事件。
自己是由2%到达5%，而修哥是1%到5%，等于比自己多增长了1%，倒也应该，毕竟人家一直在战斗。并且每个人的心灵强度是不同的，放到武侠小说中，那就是丹田的容量。如果说普通人的丹田容量是100，那天才的丹田容量就是1000，同样都是只拥有5%的内力，但本质上却差了10倍。只是胖子不知道的是，方修说的5%是增长了5%，而非他的灵性就是5%。黑水村一战，方修动用了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且最后还收复了银发鬼，两者加持之下，直接让他的灵性暴增5%，已经达到了点亮10%的地步。要知道，灵性的点亮是越往后越难，10%，这是划分新人御灵师与资深御灵师的界限。且10%明显是一个小的临界点，用玄幻小说中的话来说，就相当于突破了一个小境界，明显能感觉到身体的潜能被更多的开发，五感也更加灵敏，整体实力都有了不小的提升。也难怪平日里沈凌雪总以资深御灵师自居，原来新人御灵师和资深御灵师之间却有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身体素质和五感上，更多的是使用能力的持久性。新人御灵师因为灵性太少，经常用不了几次能力，灵性便枯竭了，这种感觉方修体验过好多次了，痛苦之力根本不够用。最开始对付女医师时，甚至仅仅一拳便将灵性消耗干净。但现在灵性点亮10%后，他对于痛苦之力的使用越发游刃有余，不至于出现一记平 A 就没蓝的尴尬情况。其实，如果换一个人来经历这场战斗，那他的提升绝对远远不止5%。先是被手术刀中无数诡异力量侵蚀，又被一个 B 级诡异附身，注意，是附身。普通御灵师基本都是通过与诡异战斗，在生死之间被动的吸收了诡异力量，然后点亮灵性。但战斗是战斗，附身是附身，很明显，附身要比战斗接触的更加明显且持久，受到侵染的诡异力量也会更多。两者加持之下，灵性在原有基础上增长15%都不在话下。可方修却只增长了5%，这是因为他的心灵不同于常人，多次的死亡让他的心灵不断蜕变，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范畴。按照武侠小说丹田的例子，普通人丹田容量100，天才丹田容量1000，那方修的丹田容量至少破万。所以同等量的内力进入丹田，只有他的百分比最少。这也是为何当初他吞噬了林子阳的灵性后，灵性只达到了5%的原因。要知道林子阳可是一位点亮了20%灵性的御灵师，一阶御灵师中最强的那批，即便过程中有损耗，也不会只剩这么点。我也是5%。赵浩兴奋道。胖子微微诧异，不过很快释然，毕竟赵浩变身之后也是正面战斗了许久，所以由1%增长到了5%，倒也正常。每个人的心灵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基本大同小异，所以胖子自然默认他的5%约等于方修和赵浩的5%。不过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水分，没人知道。随后赵浩与刘帅兴奋地闲聊起来，一个个大吹牛逼，一个吹自己子时无敌，一个吹自己无限。瞬移越吹越兴奋，吹到后来连队长杨明都不放在眼里了。赵浩更是直言，不是我吹啊，真要到了子时，哼哼，队长之下我无敌，队长之上1换1。方修并没有参与两人的吹牛，而是默默地沟通着自己的头发。之前他掌控头发鬼时，隐约从头发鬼的体内发掘到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只不过当时没有时间，所以一直没有查看。现在等待救援，闲着也是闲着，正好看看。当他将那些记忆碎片吸纳进自己的心灵之后，顿时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支离破碎的画面。他看到了王二妮的黑发时期，看到了他和一位同龄的美丽女子在嬉闹玩耍，看到了这名美丽女子被村民们逼得跳河自杀。再之后就是王二妮在黑水河边哭，强烈的负面情绪引来了头发鬼的附身。通过这些画面来看，不难猜出王二妮的经历。好姐妹因为某种原因被村民逼得跳河，然后王二妮获得头发鬼的帮助，杀光了整个黑水村的村民报仇，一个逻辑清晰且十分简单的复仇故事。然而当方修真正看完全部记忆时，他笑了。方修终于明白为何头发鬼会选王二妮当宿主了。王二妮出生在黑水村，父母早亡是个孤儿，再加上脸上有大块胎记，相貌丑陋，所以从小便遭受歧视，几乎没有同龄人愿意和她玩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画面中的美丽女子到来。那位美丽女子就是河底的女尸，名叫林梦溪。单听名字就知道林梦溪不是黑水村的村民。确实，林梦溪是被拐来的，给村长的孙子王富贵当媳妇。她来到黑水村之后受了不少苦，多次想要逃跑，但在大山里怎么可能跑得过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每一次都被抓回来，然后遭受虐待。但她始终没有放弃，也正因为不放弃，导致了她处处受人白眼，被人排挤。于是机缘巧合之下，两位同样被排斥的人走到了一起。就这样，林梦溪与王二妮成了好朋友。林梦溪不嫌弃王二妮丑陋，她认为王二妮的心灵是美的，比那些村民强100倍。王二妮也很高兴，因为这是她从小到大唯一的朋友，她很重视这个朋友，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年，1年间林梦溪怀过好几次孕，但都被她打掉了。值得一提的是，黑水村中没有诊所，更加没有避孕药，就算有也不会有人卖给她。突然有一天，林梦溪告诉王二妮，她已经摸清了逃跑路线，并希望王二妮在她逃跑时放一把火，吸引村民的注意。王二妮问她为什么一定要逃走呢？她说山的外面有她的家人朋友，所以她必须逃出去。但王二妮想的却是，山外面的人是朋友，那山里面的我呢？她开始怀疑两人之间的友谊，怀疑林梦溪和村里人一样都看不起自己，只是为了摸清逃跑路线以及让自己帮忙打掩护，这才和自己交朋友的。那一天，王二妮面对林梦溪的恳求，她答应了下来。林梦溪笑得很开心，那是王二妮认识她以来第一次见到她笑得如此开心。时间来到逃跑当晚，那一晚林梦溪面对王富贵的所求格外配合，王富贵天真的以为是他认命了，所以很是激动，直至累到精疲力尽。待王富贵睡下，
林梦溪逃跑了。村里有许多人家养狗，还有人巡夜防止野兽入村，所以必须有一场大伙配合。这时候，本应该放火的王二妮却偷偷跑到村长家里，将林梦溪要逃跑的事情告诉了村长。王二妮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无论如何，她都不能失去林梦溪这个唯一的朋友，她只想永远将林梦溪留在身边。当然，王二妮也不是傻子，她嘱咐村长不要说出去是自己告的密，并向村长保证以后就当间谍，下次逃跑还告密。村长欣然答应，然后带着村民们和猎犬去搜寻林梦溪。还未跑远的林梦溪见到村里亮起的无数火把时，他知道事情败露了，他也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被抓回去，然后遭受囚禁虐待。当然，他也知道村里人能够如此快速地追寻自己，一定是他最好的朋友告密了。双重打击之下，林梦溪只感觉自己很累，非常的累，他再也撑不下去了，最终选择了跳进黑水河自杀。当得知林梦溪死了之后，王二妮彻底崩溃。他从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想让林梦溪永远留在自己身边，这有什么错？那谁错了？只能是黑水村的村民错了，是他们逼死的林梦溪，所以他们该死。凭借着如此扭曲的心灵，王二妮成功地引起了头发鬼的注意，然后成为了头发鬼的宿主。在头发鬼的刺激下，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御灵师。成为御灵师的两个条件，一是生死之间的状态或精神受到巨大刺激，二则是与诡异接触，王二妮全部满足。并且因为头发鬼是附身类诡异，所以他的力量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侵染王二妮的心灵，他的灵性飞速增长，本就扭曲的心灵也越发扭曲，最终彻底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他被切开脖颈后，露出的全是银色头发便足以证明，变成怪物之后，灵性的增长似乎没有了限制，不用像寻常御灵师那般需要不断的生死，不断的刺激。就这样，他在头发鬼的帮助下，他成功晋升为2阶御灵师。在之后就是他屠戮全村的戏码，不过屠戮了之后，他又觉得孤独，所以将村民们全部变成了鬼奴。这便是王二妮的一生。看完他的一生，方修对御灵师这个畸形的群体越发感兴趣，利用鬼的力量去对付鬼。随着实力的增强，会越陷越深，那灵性100%之后会怎么样？会不会直接变成鬼？或者御灵师的尽头就是鬼？王二妮灵性增长如此迅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人类御灵师灵性增长缓慢，但变得越像诡异，灵性增长却越快。如果这就是御灵师的真相，那这个真相对于人类来说实在太让人绝望。不过这一切都与方修无关，他不在乎鬼是什么，也不在乎谁是鬼，他只知道自己与诡异之间只能活一个。而不巧的是，他不会死。过了不知多久，沈凌雪回来了。她这次回来，头上戴着一顶不知从哪捡来的脏兮兮且被烧焦了一半的帽子。这帽子破烂到捡破烂的都不会去捡的地步，可沈凌雪却紧紧地戴着。又过了不知多久，调查局的救援小队终于到了。他们一行人在救援小队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了黑水村。调查局局长办公室。什么？你说他们全员重伤？那方修呢？方修没事吧？王德海震惊地听着手下的汇报，在听到方修并无大碍之后，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到底是怎么回事？由沈凌雪这位资深御灵师带队执行一个地级任务，也能全员重伤？手下面露为难之色。王局，具体的情况还不得而知，毕竟他们都受伤了，正在接受治疗，我也没细问。唯一受伤最轻的就是沈调查员，只不过沈调查员虽然身体无大碍，但心灵上似乎受到了不小的创伤，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只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匆匆回家了。王德海的面色微微凝重，小沈是资深调查员，也经历过多次诡异事件，居然连他都遭受了心灵创伤，那这次事件恐怕很严重。手下欲言又止道，可能和诡异事件关系不大，主要是沈调查员的头发好像没了。王德海顿时愕然，你说什么？小沈秃了？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秃了？算了，问你也问不出什么，人没事就行。今天先让他们好好休养，明天我再去看看。等到了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的方修刚刚睡醒，便见王德海急匆匆的来了。他见到浑身缠满纱布的方修，脸上顿时流露出一抹关心之色，快步走上前道：哎，别起来，你是伤员，咱调查局没那么多虚礼，快烫。王德海话还未说完，只见方修早已下了床，平静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转身走进洗手间。王德海原本伸出的双手顿时僵在原地。呼，不生气，我不生气，御灵师嘛，都这样，习惯了。一番心理建设之后，方修从洗手间走了出来。王德海似乎又恢复了身为局长的稳重。他先是简单的讲了3点，关心一下方修的身体状况之后，才开始询问黑水村的经过。方修并没有隐瞒，而是直接将王二妮、头发鬼以及傀儡师王嫣然的事情说了出来。王德海的脸色是越听越凝重，尤其在听到光明俱乐部之后，脸上罕见的浮现出一抹怒火。什么？光明俱乐部的人居然敢公然对调查局下手？他们想干什么？要造反吗？什么？你说是你抢他们鬼气在先，还杀了一个核心成员？哦，那没事了。什么？你动用了鬼气的力量？心灵污染程度怎么样？小李，赶紧去局里调1根灵香，不，2根。没多时，方修便收获了2根灵香，外加3000灵币。因为头发鬼属于 B 级诡异，而解决 B 级诡异的奖励是1000灵币。方修的特权是奖励翻倍，也就是2000。但由于黑水村事件并不是单一的诡异事件，还涉及到2阶御灵师以及民间势力的插手，所以最后奖励为3000灵币。灵香的价值也很高，1根的官价在100灵币左右，但是如果放到黑市上去卖，价格还会翻倍，甚至几倍不等。这东西是救命的东西，一旦碰到快要灵性失控的御灵师，那对方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来买上1根的。这次方修可以说一波暴富，调查局的奖励再加上从王嫣然身上获取的战利品等等加在一起，他已经可以买得起光明俱乐部会长的命了。不过正如他当初所言，当真正能买得起光明俱乐部会长的命时，他就可以自己接单了。2阶御灵师他已经杀过了，
那同为二阶御灵师的光明俱乐部会长为何杀不得？就算王二妮这位二阶御灵师有些水分，战斗经验十分薄弱，且仅仅刚踏入二阶御灵师的门槛，但别忘了，他还有着头发鬼王嫣然等等队友。况且这次战斗之后，方修灵性达到10%，能够驾驭更多的手术刀的力量，还有头发鬼相助，实力可谓更上一层楼。配合死亡回荡的无限是错，怎么输？光明俱乐部是一定要灭的。当他杀了林子阳、王嫣然，还抢了青铜烛台之后，已经结下了死仇，所以他必须接着杀。其实方修对于杀人没什么兴趣，他只对诡异感兴趣，但是没办法，被逼无奈。他本可以当一个一心杀诡异、造福人类的好人，奈何总有人逼他，所以为了自保，他只有举起屠刀，用杀戮来保护自己。方修，光明俱乐部的事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不过现在副队长白旗重伤未愈，队长杨明又有任务在身，过段时间我一定派他们亲自去光明俱乐部走一趟。方修平静地点了点头，心中并未在意王德海的话，因为他早已决定要自己亲自动手。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安心养伤。我已经从局里调出了几支细胞修复液，打几针下去，1周之后保你痊愈出院。这次黑水村事件的档案已经更新了，等级 B 加，代号发鬼，这些都会记录在你们的档案里，都是荣誉，以后会跟你们一辈子。调查局绝对不会忘记任何一个英雄，一定记得好好休养，没事打打游戏，看看动漫，刷会擦边短视频，总之怎么轻松娱乐怎么来。王德海说完之后，似乎怕引起误会，连忙解释道：你别误会，这次诡异事件你们几人的灵性增长太快，看上去虽然是件好事，但是长久来看，这也是一种隐患。短时间内灵性暴涨，意味着心灵里积蓄了大量诡异力量，增加了灵性失控的风险。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就是修炼太快，容易走火入魔，出现后遗症。听到走火入魔这几个字，方修并没有什么反应。好在王德海也习惯了御灵师们的怪异，又尬聊了几句就走了。待他走后没多久，杵着拐杖脚上打着石膏的赵浩眉飞色舞的进来了。修哥，你是没看见啊？刚才给我输液的那个小护士有多倔，护士装啊，就差个白丝，啧，那小手真软真滑，我为了让他多摸我几下，故意乱动好几次。方修看了看赵浩满手背的针眼，他知道后遗症来了。以前的赵浩虽然变态，但也不至于这么变态。随后赵浩又贼兮兮的拿出了小半截灵香，那是一根小拇指粗细、通体暗红色的香。修哥，刚刚王局给了我们3个人一根灵香，我们一人1/3，说是咱们灵性增长太快，容易有后遗症。不过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了，哪有那么夸张？我感觉我好着呢。嘿嘿，听说这灵香不便宜，我想着给他卖了，然后换成钱去提一辆跑车钓妹子，你觉得怎么样？我建议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方修微微摇头。赵浩现在3句话不离妹子，症状确实比原来加重了。对了，修哥，你有灵香吗？那一根灵香就分成了3份，给了我们仨，你是不是没有啊？你要是没有，那我这根给你吧。不用了，我也有，还是2根。当然，后面这句话方修并没有说，这种事没什么好显摆的。我就说嘛，这次能活下来全靠修哥你怎么可能没有灵香？不过修哥，要不你还是拿着我这根吧，我听说使用鬼气会加重心灵污染，你别不够用。其实刚刚我偷偷点燃了灵香。赵浩突然贼兮兮小声说道，这灵香根本就不适合我，点燃灵香的感觉太难受了，那感觉就好像连倒7次，整个人的心灵都空了。进入贤者时间，感觉什么都没意思，就连护士小姐姐过来给我扎针，我都10更不起来了。方修，他不太理解为什么扎针也能10更。赵浩似乎还生怕方修不信，竟拿出打火机又点燃了灵香。片刻后，袅袅青烟开始在病房里飘散，随着2人的呼吸，灵香散发的烟钻入2人的鼻腔，味道有些呛。而随着灵香入体，赵浩原本猥琐的表情开始逐渐变得祥和平静且生无可恋，而方修却皱起了眉头，他感觉自己的心灵在受到污染，就仿佛有20个老和尚围着自己在念经敲木鱼，劝自己放下仇恨，这让他越发烦躁，甚至想杀2个诡异助助兴。行了，掐了吧。赵浩掐灭了灵香，很快又开始眉飞色舞起来。怎么样，修哥，我没骗你吧？这灵香真不是什么好东西，点燃了他人生就好像失去了乐趣。方修点了点头，表示认同。灵香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竟然企图污染自己的心灵，看来得找个机会将灵香全卖了。另外，已经可以着手考虑青山精神病院的事。行了，院长周清风留下的东西，他一直都很在意。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现在甚至连刚穿越过来时，天花板上的血字是谁写的也不清楚，太多的谜团没搞清。以前他实力太弱，没有资格知道这些秘密，但现在他已经初步具备自保之力，可以准备接触了。在方修休养期间，调查局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你说什么？杨坤鹏要灵性失控了？王德海在办公室疯狂咆哮，满脸不可置信之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山精神病院评级为 C， 以杨坤鹏的实力，他的小队全军覆没也就算了，怎么会连他本人也落到这般田地？昏迷了3天，现在一醒来就要灵性失控。医生说他不是没受什么伤吗？原来就在方修前往黑水村的前一天，杨坤鹏小队就被派去了青山精神病院鬼域。那天王德海一共发布了2个任务，一是黑水村，一是青山精神病院。发布任务的当天，杨坤鹏就带队出发了，而方修等人则是次日去的黑水村。杨坤鹏小队在第2天就从青山精神病院出来了，不过出来的仅有杨坤鹏一人，刚出来没多久就陷入了昏迷，直到今日才醒。正在汇报的手下被王德海吓得冷汗直流。王局，据杨坤鹏说，情报有误，那精神病院鬼域中根本不是就医师鬼和梦魇2只诡异，还有其他诡异。杨坤鹏说他至少又看见了3只游荡的诡异，如果不是他的能力是隐身，他恐怕早就死了。还有3只，王德海的冷汗瞬间下来了，因为他猛地想到之前方修说过，青山精神病院中至少有几10只诡异被关在病房里，
但当时他和沈凌雪按照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这不是怀疑方修的预知能力，而是几十只诡异聚集在一起的事情以前从未出现过。甚至总部那边曾经也说过，诡异的特性各有不同，它们之间很难和平相处，所以基本不会出现诡异群居的情况。就好像动物世界中明明独居的动物却成群在一起生活，这根本不符合常识。就好比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再加上方修只是一位新人御灵师，之前还是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怎么接触过诡异，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以为方修在未来画面中看到的诡异是鬼奴。毕竟在普通人看来，鬼奴和诡异没什么区别。可现在杨坤鹏这位资深御灵师却在青山精神病院诡域中又看到了另外3只诡异，这已经打破常识了。这也就意味着方修说的话很可能是真的，青山精神病院极有可能真的有几十只诡异，而非鬼奴。事情大条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以往诡异不聚群的常识将被打破，而绿藤市的青山精神病院诡域也将成为全球独一例。杨坤鹏现在在哪？快带我去！王德海焦急道。在审讯室，王局，他快要激变了，您去的话太危险了。杨明回来了吗？王德海沉声道。没，还没。白棋呢？伤好了没有？白副队长已经正常上班了，不过我看他的状态不像完全康复的样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叫白棋来我办公室。对了，还有方修，他是当事人，把他也叫来。是，王局。10分钟之后，方修来到了王德海的办公室。他并不知道王德海叫自己来做什么，尤其还是在养伤期间。当方修一进门，他便见到了一位高大英俊、脸色苍白的男子，正坐在王德海对面，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息。该男子有着一头错落有致的黑色碎发，五官精致，冷漠的表情如同撒旦降临人间，凌厉淡漠的眼神，细细长长的丹凤眼，高挺的鼻梁下是2瓣噙着冰冷的薄唇。总的来说，一看就是那种话少面瘫表情调，眉犀目立刻骨刀的霸总。只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位霸总的脸色有些不自然的苍白，甚至不时还会咳上1、2声，整个人显得有些病恹恹的。方修，本来你在养伤，不应该叫你来，但是这次事态紧急，而你又身为当事人之一，所以特地叫你过来一趟。对了，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棋，调查局的副队长。白棋，这是方修。方修与白棋2人相互对视一眼，相顾无言，一个平静，一个冷漠，倒是整得王德海有几分尴尬。这时，白棋突然开口道：“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以后如果你有事，可以来找我。”方修点了点头，他知道白棋是什么意思，想到上次的救命之恩，毕竟没有他的那一通电话，白棋早死了。至于白棋的态度，他并不觉得奇怪，御灵师这东西，要是表现得特别正常，那才是最大的不正常。好了，闲话以后再说，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先前我派杨坤鹏带队去了青山精神病院鬼域，这个鬼域之前定级为 C 级。定级为 C？ 方修听到这里，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他真没想到调查局居然最后将青山精神病院定义为 C 级，哪怕他现在已经解决了毕家的黑水村事件，他也不敢说能随便探索青山精神病院。青山精神病院鬼域至少是 A 级，甚至 S。 听到方修的疑问，王德海的眼中闪过一抹尴尬且愧疚之色。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对信息产生了误判，我之前以为你说的几十只鬼异是鬼奴，所以将青山精神病院鬼域定义为 C 级。如果我当时相信了你的话，也就不会派杨坤鹏去了，而是让杨明去，或许结果将不会如现在这般，导致他们小队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活了下来。方修心中微动，这就是幸运能力的强大之处吗？不是说他看不起杨明这位3阶御灵师，而是他有预感，青山精神病根本不是普通的鬼域，杨明去了怕是也会死。可现在本该去的杨明，却因为王德海的误判没去成，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杨明的幸运能力发挥了作用？幸运能力如此强吗？不对，杨明不是1阶的幸运，而是3阶，所以能趋吉避凶并不夸张。只听王德海继续说道，据杨坤鹏所说，他在青山精神病院鬼域中又看到了除梦魇、一尸鬼以外的3只鬼异，这已经打破常识了，所以我猜测方修你说的几十只鬼异有可能不全是鬼奴。方修并没有解释什么，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且他也无法回荡到精神病院。他想了想问道，杨坤鹏是怎么活下来的？这是方修关心的问题，他对于青山精神病院很在意，准确的说是很在意院长周清风留下的东西。王德海解释道，杨坤鹏的能力是隐身，他是靠隐身能力活下来的，再加上你之前提供了精神病院安全通道的路线，所以他逃了出来。不过杨坤鹏现在的状态很不好，他已经处于灵性失控的边缘，具体的细节还得去问他。我这次叫你们过来，就是想让你们一起去见见杨坤鹏，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从而对青山精神病院鬼域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走吧。方修平静道，现在唯一能引起他兴趣的只有诡异，而诡异之中，他最在乎2个，一个是老婆，另一个则是青山精神病院。王德海知道事态紧急，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带着方修白棋就去了审讯室。审讯室中，白烟袅袅，烟雾缭绕，这些白烟散发着一种令人心情平和的宁静气息，正是灵香。来到审讯室，闻到灵香的味道，这让方修本能般的眉头一皱。审讯室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根点燃的灵香，而桌子前面则是一排钢制的栏杆，栏杆里关着一位身材消瘦、不断颤抖的年轻男子。该男子染着一头黄毛，脸色苍白，满是冷汗，一双眼睛中布满血丝，眼珠不由自主地转动着，像极了一位毒瘾犯了的瘾君子。他时不时回头张望，似乎在害怕有人从背后突然袭击自己。看到这一幕，王德海与白棋皆是眉头一皱，他的灵性失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连灵香都压制不住了。王德海凝重道，声音中透露出一丝丝惋惜。白棋的表情越发冰冷，以他现在的情况，一旦灵香熄灭，恐怕会直接激变。局长，你有什么想问的赶紧问，问完我会出手。
王德海自然明白白起所谓的出手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灵性失控无解。杨鲲鹏，杨鲲鹏！王德海一连叫了好几声，杨鲲鹏这才恍然惊醒，有些茫然的抬起了头，见到是王德海之后，脸上瞬间流露出见到救命稻草的狂喜。王局，王局，你快救救我！我为调查局流过血，立过功，我不想既变成怪物。王德海眼中闪过一抹不忍之色，他强自压下，鲲鹏，你先冷静点，调查局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功臣，一定会尽全力救治你。现在你要做的是151时将你在青山精神病院鬼域见到的事情说出来，我才能更好的帮你。杨鲲鹏疯狂点头，不过他的脸色却十分惊恐，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鬼？那里面全是鬼？我带队探索精神病院鬼域，一开始见到了医师鬼，他的实力不弱，我们小队费了一番功夫才解决他，然后继续深入，然后……说到这，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似乎不敢再回忆。然后怎么了？王德海焦急问道。我看到了好多病房，病房上的封印正在减弱，里面有好多诡异在嘶吼。后来一间病房的门就打开了，里面走出了一个小女孩，她没有脸。听到这，方修瞬间心中一动，病房封印，小女孩，原来病房上有封印吗？怪不得那些诡异都被关在屋子里无法出来。他是新人御灵师，有许多东西还不清楚，自然也不清楚所谓的封印。至于没有脸的小女孩，方修则是回想起当初自己在精神病院的所见所闻，他确实见过这个无脸女。他一伸手就夺走了一位队员的脸，然后安装在了自己的脸上。没有脸的队员因为失去了口鼻，直接窒息而死。他似乎不喜欢那张脸，之后又不断出手，夺走了好几张脸。我的队员被他杀了一半，我们剩下的人逃跑了，他并没有追，而是一直在摆弄那几张脸。那小女孩至少是 B 级诡异，甚至 A 级，我们在她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逃跑过程中，我们又碰到了一只人形诡异，她的头是反着长的，长在了背面，她扭断了好几人的脖子，我们的攻击打在她身上就好像挠痒痒。还有一只浑身插满红香的诡异，那些暗红色的香烛插在肉里，冒着红烟，那红烟是活的。说到这，杨鲲鹏的身形突然消失了，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活生生的消失了。可下一秒他又凭空出现，口中还在持续讲述，一位队员误吸了那烟，直接十分痛苦的唰，杨鲲鹏又消失了，紧接着又出现，整个人如同电影画面卡针一般断断续续的。白起与王德海对视一眼，他们很清楚，这是杨鲲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灵性，导致失控了。他的能力是隐身，他现在根本控制不住，所以才会一下消失又一下出现。红烟根本不是烟，是细小的红色飞虫，最后只剩我们3个人活着。多亏了局里有方修之前提供的部分逃跑路线，我们在安全通道处看见了梦魇。提到了梦魇，杨鲲鹏瞬间闪烁的频率更高了，显然他十分害怕。那梦魇根本不是 C 级诡异，他绝不是，他是 A 级。A 级，他没有实体，任何攻击都伤害不了他，他是无敌的，他是不死的，任何攻击都伤害不了梦魇，不死的。作为和梦魇有过直接接触的人，方修并不感到意外，当时的梦魇确实神出鬼没的，而且没有实体，完全就是黑烟中长了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所以能无视任何攻击倒也有可能，但是不死，顶多是一只比较难杀的诡异罢了。或许下次再去青山精神病院时，可以让他看看谁才是真正不死。梦和现实根本分不清，一切都太真实了，那根本不是幻术，是另一个世界。自残也没用，每个人都有自己恐惧的东西，哪怕你提前知道了那是假，根本无法克服恐惧，恐惧无法克服。这句话一出，王德海和白起下意识地朝方修看去。曾经的王德海之所以将青山精神病院定义为 C 级，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方修和赵浩之前都是普通人，却能从梦魇的手下逃脱，所以他们下意识的就认为梦魇并不强，只要提前知道是假的，胆子大点就可以了。现在看来他错了，大错特错。人类真的很难克服恐惧，它不是你面对恐惧时大吼一声闭眼莽一波就可以了，而是要求你真正做到不会害怕，哪怕提前知道是假的又如何？就好比看恐怖片一样，谁都知道是假的，看的时候却依旧吓人。梦魇的能力不是恐怖片，而是堪比真实的梦境。看着杨鲲鹏快要崩溃的状态，方修猛然间意识到不对劲，你既然没有克服恐惧，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听到方修的问话，杨鲲鹏瞬间一愣，他竟然诡异的不再消失，整个人仿佛定格在了原地，脸上的紧张恐惧全部消失，有的只是茫然。是啊，我是怎么出来的？我为什么能出来？我不是死了吗？此言一出，身为普通人的王德海瞬间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就连白起也不由皱眉，暗自戒备起来。哈哈，杨鲲鹏骤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我想起来了，我都想起来了，哈哈，你们再也不用担心我畸变了，因为我早就死了。他狂笑着，随即脸上青筋暴起，咕噜咕噜，他的身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只见他的脸部皮肤突然鼓起，竟直接长出一个巨大的红色肉瘤，随着咕噜声越发响起，他身上涌现的肉瘤越来越多。咔嚓，铁栏杆的门被白起打开了，他冷漠地走入其中，在杨鲲鹏面前站定。只见他右手微动，下一秒，杨鲲鹏的头颅便掉落在地，鲜血不断喷涌，畸变也停止了。方修瞳孔微缩，他根本没有看清白骑士如何出手，甚至连对方的武器都没有看到，杨鲲鹏的头颅便被砍掉了。好快的速度，这就是极速吗？不愧是绿藤市第一御灵师，他几乎可以断定白起极有可能已经达到了2阶巅峰，距离3阶只有一步之遥，只不过白起没有扬名幸运，所以迟迟没有突破。哎，这次调查局损失惨重啊！王德海眼见杨鲲鹏惨死，整个人似乎一瞬间苍老了好几岁。诡异事件越来越多，可调查局的人手不仅没有增多，反而直接团灭了一个小队，这可谓是沉重打击。来人，把杨鲲鹏的尸处理一下，
另外，按照奖惩制度，给他家人发放补贴，发放烈士证书。王德海说完，又转头对着方修和白棋说道：“走吧，去我办公室聊。”可方修却没有动，而是一直盯着杨鲲鹏的尸体。王德海、白棋两人见状，不由停下脚步。方修怎么了？王德海问。不对劲。方修平静道：“他至死也没说明白是如何从梦魇手中逃脱的。他明明如此恐惧，却能活着出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什么问题？”王德海显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极有可能是梦魇故意放他出来。什么？梦魇为何要这么做？王德海大惊失色。方修没有回答，而是直接拿出了手术刀。这件鬼气调查局已经知道了是从精神病院中带出，他们也没有让御灵师上交自己武器的习惯，只是王德海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少用。鬼气虽然珍贵，但调查局中不止自己一人拥有鬼气，别人暂且不提，幸运点满的杨明肯定拥有。方修手持手术刀，缓缓逼近杨鲲鹏的尸体，他要验证自己的猜想。梦魇之前是无法离开精神病院的，准确的说，那些诡异应该都无法离开，但梦魇有一个能力，那就是可以进入他人的梦里。现在杨鲲鹏却带着恐惧活着出来。说到这，王德海与白棋皆是脸色微变。唰，一道银光闪过，方修手中的手术刀狠狠地斩向杨鲲鹏掉落在地的头颅。然而就在他即将砍中之时，一道黑烟嗖的一声从头颅中飞出。方修眼中寒光爆闪，他看到黑烟中有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正是梦魇。梦魇的速度很快，十分迅捷地躲过了方修的一刀。这时白棋动了，而方修也终于看清了他的武器，是一柄短刀，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和花纹，通体暗金色，十分具有质感。方修一眼便认出这是一把100%纯度心灵之钢打造的短刀，所以才会与灵璧呈现同样的颜色。白棋手持暗金短刀，身形犹如瞬移一般消失在原地。当他再度出现，已经来到了梦魇身边。唰，当空一刀狠狠砍下，这一击速度太快，快到梦魇根本无法躲过。然而这一刀划过梦魇的身体，却仿佛划过了空气。梦魇冷冷一笑，没用的，任何攻击对我都是无用。白棋眉头微皱，又连砍几刀，刀刀命中，但却刀刀无伤。是吗？一道平静如水的声音响起，正是方修。手术刀上银光闪烁，直取黑烟中的血红双眸。梦魇见状顿时惊慌，嗖的一下就跑了。他仿佛没有实体，审讯室的墙壁根本无法阻挡他，直接穿墙不见了。方修，我记住你了。审讯室飘荡着梦魇压抑沙哑的声音，白棋的身影紧跟着消失在审讯室，朝梦魇追去。方修并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追不上能够无视地形的梦魇。现在看来，他所料不差，杨鲲鹏之所以能活着出来，就是因为梦魇想将他当作载体逃出精神病院。当初自己和赵浩逃离精神病院时，恐怕梦魇也有如此打算，只不过他的打算落空了，自己打破了梦境，而赵浩则是日鬼。现在想想，赵浩当时能逃出梦境，有可能靠的不全是特色，以及拥有着无论何等凶险的境况都能硬起来的能力。因为从杨鲲鹏的描述来看，你必须做到完全无视恐惧，才能活着逃出来。当时赵浩虽然成功用另一种本能克服了恐惧本能，但还做不到真正消除恐惧。恐怕他能逃出梦境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成功让梦魇感受到了恐惧。另外，方修还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梦魇似乎在有意躲避自己的攻击。如果他真是无法被攻击，那为何要躲避？而且只躲自己的攻击，却不躲白棋，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躲不过白棋的攻击。但如果梦魇真的能无视任何攻击，他根本不会躲。这也就意味着自己拥有让梦魇忌惮的能力，是痛苦之力还是手术刀？方修暂时无法判断，因为手术刀作为曾经切割过精神病院几十只诡异的存在，梦魇肯定被他砍过，所以梦魇有可能是在忌惮手术刀，也有可能是在忌惮痛苦之力。信息不足，暂时无法准确判断，但他隐隐感觉应该不是手术刀，因为他作为手术刀的主人，很清楚的知道手术刀虽然锋利，但也只是物理攻击，而非什么精神攻击，所以忌惮痛苦之力的可能性更大。没多时，白棋的身影犹如鬼魅般出现。王德海紧忙问道：“怎么样？”白棋面无表情的摇了摇头，他没有实体，无法抓住。王德海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一只诡异居然眼睁睁的从调查局中逃跑了，这对他这个局长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尤其梦魇的能力如此诡异，无视攻击，梦中杀人，这样的诡异一旦混入人群中，不知会造成多少伤亡。白棋，立刻带人手去查，绝不能放任梦魇胡作非为。白棋点了点头，随即身影再度消失在原地。王德海面色难看的看向方修，方修，这次任务希望你也能出一份力，毕竟你是活着走出梦境的人，梦魇应该很难伤害到你，并且他似乎十分忌惮你从精神病院带出的手术刀。哎，这次责任在我，我会如实向上面请罪的。如果当初我听了你的话，或许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方修点了点头，事关青山精神病院，就算王德海不说，他也不会放任梦魇不管的。或许能从梦魇身上获得一些关于青山精神病院的信息。青山精神病院鬼域很有可能是人为造就的鬼域，院长周清风极有可能是人类，至少曾经是人。至于王德海所说的，要是当初听信了自己的话，或许不会造成现在这般后果。方修并不这么认为，哪怕王德海当时真的信了自己的话，对青山精神病院高度重视也没用。梦魇的能力太过诡异，能够无视绿藤市第一人白棋的攻击，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绿藤市基本没人能够轻易对付他。单单一只梦魇鬼都如此强大，那精神病院中的其他诡异呢？他曾和这些诡异面对面接触过，清楚地感受过他们身上的恐怖气息。梦魇在其中真不算最强，他顶多算是能力比较难缠。青山精神病院中的封印正在减弱，一旦诡异出笼，恐怕整个绿藤市所有的御灵师都加在一起，也不见得能通关青山精神病院鬼域。
如果当时王德海高度重视，派了白旗和杨明前去，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死了一位队长，一位副队长，比现在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所以，对调查局来说，其实这次误判是件好事。面对孟魇的出逃，方修并没有选择死亡回荡，倒不是他想让孟魇逃跑，他巴不得孟魇就困在精神病院，等着自己去杀。主要是因为杨坤鹏去青山精神病院比他去黑水村还要早，即便他现在回荡，也阻止不了对方进入。也就是说，杨坤鹏进入青山精神病院已成定局，是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且他是进去的第二天就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方修现在回荡到黑水村，放弃黑水村事件，去精神病院杀了杨坤鹏，不让他活着出来，也根本来不及阻止孟魇出逃。因为方修的回荡点在进入黑水村的第二天，而杨坤鹏却是在他进入黑水村第一天逃出来的。他出发时是杨坤鹏逃出来时。接下来的几天，方修再度回到病房养伤，每天按时按点打1针细胞修复液。这东西是总部研制出的神药，对于治疗伤势有着奇效，甚至就算断手断脚，只要残肢还在，一定时间内都能愈合。玉灵师的身体本就强于普通人，恢复力很强，哪怕方修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在自身恢复力和细胞修复液的加持下，用不了1个星期便能痊愈。他没有跟着白旗去外界搜寻孟魇的下落，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依照孟魇的能力，一旦对方想隐藏，根本难以找到。只要随便找一个人钻入对方的梦中，这如何找？无异于大海捞针。未经之计只能等，等孟魇自己露头。这一日，王德海再度来到了方修的病房。方修，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王德海的脸上露出一个十分疲惫的微笑，眼中充满了血丝，显然这几日没睡好。好多了。孟魇有消息了吗？王德海点了点头，眼中浮现了一抹愤怒之色。孟魇还没找到，但是他已经出手了。昨天裕华西路的西苑小区全部沦陷，整个小区的人全部昏睡不醒，并且已经出现了死亡，有几户人家已经死在了梦里。目前局里已经将事情压了下来。说着，王德海拿出一份报告递给了方修。方修看了看，里面有几张照片，照片中有男有女，每个人都是双眼紧闭，死相凄惨，恐惧犹如烙印一般，牢牢地刻印在他们的脸上。很显然，这是孟魇一贯的杀人手法，在梦中利用恐惧杀人。为什么在梦中恐惧就会死呢？孟魇为何费尽心机也要让人恐惧？方修猜测，恐惧极有可能是孟魇的力量源泉，他因恐惧而强大。我猜测孟魇能够吸收恐惧壮大自身，所以这件事一定要压下去，不能让外界得知。一旦普通人因为此事引起恐慌，那么孟魇恐怕会成长到一个难以对付的地步。而且从报告显示，一开始沉睡不醒的只有一户人家，随后如瘟疫般扩散，一个单元、一栋楼，最后直到整个小区。这说明孟魇的能力在逐步变强，他在吸收恐惧变强。王德海凝重地点了点头，你判断的不错，这件事局里已经讨论过了，孟魇确实依靠恐惧变强，他的梦境范围正在逐渐扩大。但现在问题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对付孟魇。那些昏迷中的人，无论动用何种手段，根本无法把他们叫醒。局里派人去了吗？派了白旗过去，但是孟魇似乎对白旗有所忌惮，哪怕白旗在西苑小区住了好几天，却根本无法进入梦境去解决那些普通人。听到这，方修心中一动，孟魇忌惮白旗，这是为何？明明白旗无法伤害到他，可他却不让白旗进入梦境，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梦境中白旗可以伤害到他？沉吟片刻，方修平静道，看来孟魇的弱点在梦里。王德海目光一凝，你是说想要打败孟魇，只有在梦里才行？方修点了点头，不错，如果我所料不差，孟魇没有实体，所以绝大部分攻击都无法伤害到他，但在梦里不同，因为我们进入梦里也相当于没有实体，相当于和孟魇处于同一状态，所以唯有梦境才能对抗梦境。那这次任务恐怕非你和赵浩莫属了，只有你们两个曾经在梦境中击败过孟魇。方修却摇了摇头，他可以称之为击败，但赵浩那只能算是击剑。孟魇的灵智不弱于人类，从他不愿让白旗进入梦境就可以看出，我和赵浩去了，恐怕也会被拒之门外。王德海的脸色越发难看，难道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孟魇将所有人拉入梦境。未经之计只能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孟魇足够强大，等到他认为不需要惧怕我们的时候，只有这样，孟魇才会将我们拉入梦境。方修平静地说出了一个让人绝望的事实。这怎么行？一旦孟魇强大到不再忌惮你们，那他将你们拉入梦中，你们还怎么对付他？该死！这该死的孟魇居然如此难缠，主动权全在他的手中，他想打就打，不想打就利用普通人的恐惧壮大自身，这已经属于先天立于不败之地了。那到时候就看看究竟谁更强吧。方修平静地说道。见方修如此平静，王德海立刻问道，你看到未来的生机了？方修摇了摇头，没有，他这段期间并未死亡回荡过，哪怕现在知道了孟魇出没的地方，因为回荡也没用，就算提前去西苑小区蹲守又能如何？连绿藤市御灵师第一人白旗都无法进入梦境，方修并不认为自己能进去，所以现在回荡去了西苑小区，也不过是看着小区居民进入梦境而已。至于说提前驱散小区居民，不让孟魇吸收恐惧积蓄力量，同样也是无用。孟魇对上普通人，那就是绝对碾压的存在。今天驱散了西苑小区，那明天就会有东苑小区、北苑小区、南苑小区，孟魇总会随机挑选一小区的幸运观众，奖励他们一个永远不会清醒的噩梦。这个结果从孟魇出笼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注定了会杀死很多人。随后王德海又闲聊了几句，便离开了。孟魇的事弄得他焦头烂额。待王德海走后没多久，突然2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很快满脸焦急与怒火的沈凌雪出现在病房中，在他身后的是他的搭档李文浩。李文浩也是一脸焦急之色，似乎想要拽住沈凌雪，但身为普通人的他根本拽不住一位处于暴怒状态的御灵师。
此时的沈凌雪已经戴上了假发，看着与之前一般无二。方修，青山精神病院有几十只诡异，你当初为什么不说清楚？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导致杨鲲鹏小队团灭，现在整个西苑小区的人全都陷入昏迷，他们可能都会死。你知不知道？方修平静地注视着暴怒的沈凌雪，淡淡道：所以你是聋了？没听到我当初说过？沈凌雪怒气不减：你是说过，但你当时没说清楚，谁知道你说的是诡异还是鬼奴？沈调查员，你别说了。李文浩急忙拉住沈凌雪，但却被他一把甩开，这力度似乎有些大了。李文浩直接撞倒在墙上，疼得龇牙咧嘴。沈凌雪继续咄咄逼人道：方修，你明知道当时我不相信，你为什么不劝劝我？啪！沈凌雪白皙娇嫩的脸庞上顿时多出一个血红的巴掌印。她先是一愣，随即勃然大怒：你！啪！又是一个大逼斗抽了上去。沈凌雪彻底爆炸，她刚要反抗，然而她那白皙纤细的脖颈已然被一只大手死死地掐住。咚！巨大的力道让沈凌雪的后背撞到墙上，连头上的假发都震掉了，露出了寸头。而那只大手则是狠狠地抵住了她。这时，映入沈凌雪眼帘的是一双淡漠到不含任何感情的眼睛。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和你好好说话，你却认为我好说话？你……沈凌雪开始挣扎，但却根本无法掰开方修的手。倒在地上的李文浩见到这一幕，瞬间大急，急忙对方修道歉：方先生，你千万别生气，沈调查员不是故意的，只是他唯一的弟弟就住在西苑小区，所以他也是关心则乱。听到这句话，方修笑了，他在沈凌雪的耳边轻声道：其实西苑小区的未来我早已预知，但是我不说，如果我提前了的话，你弟弟就不会陷入梦境，不过会有许多其他无辜的人陷入梦境，善良如你会怎么选呢？此话一出，沈凌雪瞬间急了，白嫩的小手一张，一团炽热明亮的火焰瞬间出现，整个病房的温度在一瞬间随之升高。然而下一秒，唰，一道银光闪过，一把小巧锋利的手术刀直接将沈凌雪白嫩的手掌刺穿，狠狠地钉在了墙上。伴随着痛苦之力的爆发，火焰轰然熄灭，沈凌雪竟痛苦的面色扭曲，娇躯不断抽搐起来。啊！压抑的惨叫声响起，看着对方美丽的脸庞因痛苦而扭曲，方修只觉得此时的沈凌雪更美了。不要啊！快住手！李文浩见女神受伤，双目赤红地冲了上来，然而方修仅仅随意一脚便将她踢飞出去。中了这一脚之后，李文浩直接口吐鲜血，浑身剧痛，怎么也站不起来了。此时沈凌雪因为缺氧已经面色紫青，显然就快死了。不要杀她，她不是有意的。李文浩焦急道：她只是因为从黑水村回来之后灵性增长太快，导致心灵不稳定，再加上受了一点刺激，有点灵性失控才会如此的。哦，现在什么都可以怪到灵性失控啊。在我看来，灵性失控就像喝酒，酒是放大器，而不能无中生有。就好比你心中有杀意，平时不敢杀，喝了酒之后才敢。没有杀意的人，喝再多酒也不会杀人。倘若沈凌雪心中没有这种想法，她就算再失控，也不会过来质问我。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杀她，因为就这样杀了她，她永远也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会让她生不如死。你想干什么？李文浩一听到生不如死，瞬间联想到许多不太能播的事情，急得他根本顾不得自己的伤势，挣扎着就要起身。然而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刻，方修的右眼中亮起一抹血光，李文浩瞬间如遭雷击，直接双眼一翻，口吐血沫晕了过去。随后方修看向快要窒息而死的沈凌雪，平静道：看着我的眼睛。一时间血光大盛，诡异的灵性波动透过沈凌雪的双眸传入她的心灵。从今天起，我要你见我如见神。随着话音的落下，沈凌雪的双眼渐渐失去了神采，仿佛被抽走了灵魂，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痛苦。砰！沈凌雪的娇躯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方修为她制造了一个美好的幻境，在幻境中，无论她做什么都是错的，做什么都会有无数人指责她，她会被全盘否定，直至自我怀疑。既然你高傲到认为错的都是别人，那就制造出一个只有你错了的世界。他的弟弟也会出现在幻境中，届时他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旦选择救弟弟，那就会有无数普通人因此死亡，而他弟弟也不会感激他，而是责怪他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人。如果他选择大义灭亲，不救弟弟，那弟弟的亡魂就会每天缠着他，质问他为什么不救。怎么选都是错。最折磨人的刑罚永远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折磨。对付沈凌雪这种高傲的人，方修要做的就是磨平他的骄傲，将他自以为是的尊严狠狠地踩在脚底，践踏碾碎。还有什么比玩弄心灵更令人愉悦的事情吗？以前的方修无法凭借血瞳做到这种程度，但现在他灵性已经达到了 10%， 实力大增，足以发挥出血瞳真正的威力。毕竟血瞳是2阶的产物，没有足够的底蕴支撑，很难发挥出最大威力。再加上沈凌雪此时的状态不好，灵性有些失控，心灵正处于最薄弱的状态，十分方便趁虚而入，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幻境中，沈凌雪孤独一人身处无边的黑暗之中，他的头顶上似乎有一盏聚光灯，无论他如何移动身形，那盏聚光灯永远牢牢锁定他，紧跟他的脚步。那盏聚光灯照亮的范围很窄，只照亮沈凌雪周身1米的范围，就好像一道光牢，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中走出。沈凌雪此时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因为他的身体各部位都在传来一股撕裂般的痛楚，无尽的痛苦如潮水般将他淹没。正在这时，不远处再度亮起一盏聚光灯，沈凌雪艰难看去，只见方修正一脸平静地坐在王座之上，眼神淡漠，单手托着下巴，犹如天神一般俯视着他。方修，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是不是？方修没有回答，而是淡漠道：跪下。
他的话犹如天地赦令，充斥着不可拒绝的威仪。听到命令后，沈凌雪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全身似乎都不再受控制，仿佛被什么东西操纵了一般，身体不受控制了。方修，你到底想干什么？扑通！沈凌雪直挺挺地跪倒在地，这一举动让她倍感屈服。她一向很高傲，何时如奴隶一般给人下跪，还是跪倒在一个她讨厌的男人面前。爬过来！随着方修再度下达命令，沈凌雪越发惊恐，她简直羞怒到了极点。不要！她极力挣扎，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像母狗一般一步步爬到方修的脚边。砰！沈凌雪感觉脸部一阵火辣辣的疼，她的脸被方修狠狠地踩在了脚下。此时她仍然跪着，由于脸被人踩在脚下，导致后臀翘得更高了。我一定要杀了你！沈凌雪爆发出凄厉的嘶吼，只不过她由于脸部被踩，导致此时正是嘟嘟嘴的状态，原本饱含愤怒的声音带有一丝丝滑稽。这时方修打了一个响指，四周黑暗的场景顿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西苑小区。沈凌雪的弟弟出现了，紧接着沈凌雪看到了弟弟在梦里被梦魇追杀的场景。梦魇化身为一个屠夫，手中拿着屠刀，犹如猫捉老鼠一般，不断地戏弄着弟弟，时不时还会砍上一刀，鲜血飞溅。沈凌雪看到这一幕，目眦欲裂，双眼通红。不要伤害他！在幻境中痛苦加深，他早已丧失了以往的思考能力，就如同人做梦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一般。这时方修淡漠的声音响起：想救他吗？方修，你到底想干什么？不要伤害我弟弟，有什么就冲我来，求我！方修只冷冷地吐出2个字。沈凌雪心头一颤，她内心的骄傲不允许自己求饶，但看着弟弟已经被砍掉了一条胳膊，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屈辱的泪水从眼眶中滑落。求你救救我弟弟！这句话一出，沈凌雪似乎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如同丢了魂一般。大点声，求你救救我弟弟！求你！呜呜！沈凌雪哭泣道。啪！方修再度打了一个响指，四周的黑暗顿时被驱散，连带着他的身影也消失不见。场景变回了沈凌雪的家中，他的弟弟正一脸木然地坐在沙发上。见到这一幕，沈凌雪赶忙跑了过去，一把抱住弟弟，不断地痛哭流涕。谁料他弟弟却面无表情地将他推开，冷冷地质问道：你为什么救我？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选择了救我，导致梦魇去了市中心，现在整个市中心的人都陷入沉睡了，他们再也醒不过来了。这时电视机突然打开，画面中出现新闻报道，整个市中心一片混乱，一条条警戒线将市中心封锁，警戒线外则是无数痛哭失声跪倒在地的家属。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让我进去吧，我老婆还在里面。看到这一幕，沈凌雪的心灵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懊悔、谴责、绝望种种情绪涌上她的心头。看到了吗，姐姐，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害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为什么要救我？弟弟猛地爆发出强烈的吼声，随后他疯了一般的跑到窗户处，打开窗户，直接从15楼一跃而下。不！沈凌雪彻底崩溃，场景如镜面般破碎，一切再度回归黑暗。黑暗中，一束灯光垂下，如天神般淡漠的方修高坐王座之上，一如之前那般平静地注视着痛哭的沈凌雪。跪下，爬过来！沈凌雪再度被方修踩在脚下，只不过这次他似乎心死了一般，没有丝毫反抗，整个人犹如被玩坏的木偶一般。啪！伴随着响指声，之前他弟弟被梦魇追杀的场景再度出现。这次你要怎么选？方修淡漠道。沈凌雪再次看到弟弟，他的眼中这才恢复了神采。可正当他想救弟弟时，脑海中却浮现出那些失去亲人的普通人以及弟弟的惨死，痛苦纠结之色在他眼中闪过。良久之后，他才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一言不发。而画面中的弟弟则是被屠夫虐杀，弟弟的惨叫不断地回荡在他的耳边。啊！求你放过我！姐姐，你在哪？快来救我呀！沈凌雪紧紧地闭着双眼，泪水不断地涌出，身躯止不住地颤抖。她曾多次想开口，但又生生闭住了。场景再度变换，沈凌雪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只不过这一次家里空荡荡的没有弟弟。可下一秒，一脸铁青、宛若诡异一般的弟弟凭空出现。姐姐，你为什么不救我？你知不知道我被永远的囚禁在了噩梦里，被永世折磨？姐姐，你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不救我？啊！沈凌雪崩溃了，她冲上去抱住弟弟，只感觉像是抱住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对不起，她哭到力竭，哭到嘶哑。但弟弟根本不为所动，依旧在反复质问：你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不救我？一切再度重归黑暗，方修的身影再度出现，之前的场景和选择犹如轮回一般不断上演，1次、2次、3次，第18次。这次没等方修说话，沈凌雪已经跪着爬着的主动过来了。她抬起那张美丽精致但却满带泪痕的脸：求求你，不要再折磨我了，我知道错了。方修丝毫不为之所动，他淡漠道：这次你要怎么选？不，我不选，我什么都不选。逃避是没有用的，轮回依旧在重复。良久之后，方修离开了病房，而沈凌雪则是如同一个受了欺负的小丫头一般，双手环抱双腿，蹲在墙角无声抽泣。她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行动了。她所说的行动不是去解决梦魇，而是光明俱乐部。梦魇的事情根本无法主动出击，只能等梦魇将自己拉入梦境，才有获胜的机会。方修很肯定，梦魇早晚会将自己拉入梦境，因为他俩之间有仇。黑玫瑰酒吧，沙勒么分部，方修再度见到了沙勒么的程经理。程经理还是一身得体的西装，身材修长，戴着面具，十分斯文。欢迎光临沙勒么分部，
有什么可以帮您？程经理微笑道：“我要接所有关于光明俱乐部的单子。”方修平静道。程经理微微一愣：“所有吗？”客人友情提示一下，针对光明俱乐部的单子确实有几个，但是因为价钱太低，根本没人接。毕竟为了那点钱，不值得和光明俱乐部对上。无所谓，我打算抹除光明俱乐部，现在只是顺带赚点外快。听到这句话，程经理更是直接瞳孔地震。抹除光明俱乐部，看来今天真是来了一位不得了的客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客人您上次花了200灵币买了光明俱乐部会长表弟的命，想不到这次您决定亲自出手了。只是客人，您如此轻易的将消息告诉我，就不怕消息走漏吗？毕竟抹除光明俱乐部可不是小事，光明俱乐部在绿藤市御灵师的圈子里举足轻重，如果真的被抹除，恐怕会造成不小的震荡。我告诉你这个消息，就是为了让你把消息卖出去。这个消息应该价值不少钱吧？我想最起码光明俱乐部的人会很有兴趣花大价钱来买。还能这么操作？程经理真是呆住了，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遇上这种客人，这简直是要将光明俱乐部的所有价值全部榨干啊！不过这也侧面透露了一个消息，那就是眼前的这位客人对自己的实力拥有绝对的自信，自信到可以让光明俱乐部提前知道消息。他不是要暗杀，这是正大光明的下通知，明杀啊！绿藤是什么时候出了这等人物？程经理缓了好一会儿才道：“客人，如果您真的打算抹除光明俱乐部，那这个消息将会非常值钱。但不是我质疑您，您最好能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您说的话是真的，我才能售卖消息。要不然，我将消息售卖之后，您又不杀了，那……”砰！方修直接将青铜烛台扔到了桌子上。程经理在见到青铜烛台之后，瞬间瞳孔收缩。这是鬼器，是光明俱乐部会长马文斌的鬼器。他们之前还悬赏过鬼器的相关线索。听到这，方修心中微动，看来王嫣然并未将鬼器的消息告诉马文斌，或者是他想着给马文斌一个惊喜。不过现在惊喜给不了了，因为王嫣然已经死了。王嫣然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光明俱乐部悬赏都没查出来的事，他却自己查到了。但方修并不觉得意外，因为王嫣然这个女人问消息肯定有自己的一套，毕竟她有2张嘴，很容易问出有用的情报。鬼器的消息悬赏，这个我也接了，你可以告诉光明俱乐部，东西在我手里。另外，这件鬼器就压在你这里，作为我要对光明俱乐部动手的证明，你可以售卖消息了。哦，对了，我叫方修，目前是调查局的调查员。方修说着，随后直接摘下了面具，一张英俊且平静的脸庞映入程经理的眼眸。程经理直勾勾地打量着方修，脑海中很快浮现出对方的资料。方修，男，20岁，绿藤市本地人，新加入调查局的新人，能力是感知。他有些错愕，一位新人御灵师，能力还是偏辅助的感知系，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要对光明俱乐部动手，这是灵性失控了吧？可是无论他怎么看方修那张平静的脸，也看不出任何灵性失控的征兆。难道是调查局要对光明俱乐部动手？方修只是一个幌子，这是程经理唯一能想到的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对，一定是这样。方修身为调查局的人，肯定是知道了调查局要对光明俱乐部动手，他想着凭借内幕消息过来赚一笔钱。反正光明俱乐部早晚要被调查局抹除，那就索性将单子全接了，能赚多少是多少。想到此处，程经理不由眼前一亮，这是个人才啊，太会薅羊毛了。方先生，那你现在一个沙漠 app 吧，我把关于光明俱乐部的订单都发给你。方修点了点头，随即在程经理的指导下下载了沙勒玛 app， 注册了属于自己的账号，昵称光明杀手，备注承接一切有关光明俱乐部的订单。程经理看到方修的昵称和备注之后，嘴角不由自主地抽了抽。什么仇什么怨啊，你抢了人家的鬼器，还得叫人家灭门。虽然心中吐槽，但程经理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说，这绝对是个狠人，直接拿鬼器当押金，甚至敢露脸，不怕被针对暗杀。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隐藏着很深的底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好惹。随后程经理开始给方修发送订单。叮，你有新的沙勒玛订单，请注意查收。叮，你有新的沙勒玛订单，请注意查收。方修打开订单看了看，基本都是光明俱乐部的人，不过价格实在是太低，以至于长期没人接单。很快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名，王嫣然。订单备注信息，这个贱人背着我同时和8个男人交往，竟然将我排在了第9位。他欺骗了我的感情，骗走了我所有的钱，他该死。悬赏5灵币。看到5灵币，方修相信了备注信息的话，看来确实被骗走了所有的钱，要不然也不会只悬赏5灵币。而且这个人明显被骗得快灵性失控了，他在意的居然不是王嫣然同时和8个男人交往，而是在意自己排名第9，这该死的胜负欲。对此方修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是御灵师嘛，发出什么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言论都不足为奇。他已经见过太多了，比如爱心人士林子阳会冰会火会缩了会果王嫣然，错的不是我，是整个黑水村王二妮，为什么不劝劝我沈凌雪？如今又出了一个你同时和8个男人交往，为什么我排第9？方修早已免疫，对此他只能说不错，是御灵师能发出来的言论。其实方修贬低别人的同时，他却从未想过自己的言论。我要让世界感受痛苦，老婆，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没有人能杀了我18次之后还逍遥法外，等等等等。同为御灵师，谁也别说谁。咦，方先生，你怎么把王嫣然的订单给提交了？程经理诧异道。因为王嫣然已经被我给杀了。方修十分平静地从兜里掏出一枚光明俱乐部的身份勋章，上面写的名字正是王嫣然。程经理看到这枚勋章后，顿时瞳孔收缩，他的态度再度恭敬几分。好的，方先生，待我们查明王嫣然确实身死之后，会将报酬给到您。对了，林子阳的订单我也提交了，他也被我杀了，不过他似乎因为灵性失控，把身份勋章给丢了，
尸体也被我剁碎喂流浪狗了，这个可能比较难查。剁碎？喂狗？程经理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似乎有些不敢直视方修的眼睛。对于这种能一脸平静说出如此凶残的话的狠人，再怎么恭敬也不为过。好的，方先生，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核实。方修点了点头，随即转身就走。程经理立刻在背后90度鞠躬，态度十分恭敬客气。方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待方修走后，程经理立刻直起身子，紧忙拿起电话，快给我联系光明俱乐部会长马文斌，我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卖给他，500灵币，现在立刻马上，晚了没准他人就没了。当夜，整个绿藤市的御灵师圈子发生了动荡，因为方修要对光明俱乐部出手了。方修是谁？御灵师圈子里的人不清楚，但他背后站着的却是调查局。调查局是整个御灵师圈子都无法忽视的存在，所以方修要对光明俱乐部出手，这背后释放的信号十分引人深思。光明俱乐部中，一身白色西装的马文斌正在疯狂砸东西，桌子上各种名贵的红酒被他扔在地上，满地的玻璃碴子。那方修到底什么情况？调查局为何要对光明俱乐部出手？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他妈真该找个风水大师看看，今年这是犯小人了呀！怎么不顺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是不是你们这群王八蛋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众人面面相觑。会长，你是知道我的，我最近一直在吃斋念佛，真没得罪人。会长，你是知道我的，如果是我得罪了人，那人绝对不可能活着告状。会长，你应该知道，整个光明俱乐部最容易惹事的就是你。我知道你马文斌气的直接将手中的手机朝那人扔去，懒得跟你们置气，我先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爷，我手机呢？会长，你刚刚扔的就是。马文斌瞬间一愣，随即勃然大怒，捡起来，把手机捡起来。会长，碎了。操，你他妈不会把你的给我啊？那人略显犹豫，拿出手机一顿操作，等我格式化先。可你妈，拿来吧你！片刻之后，马文斌拨通了电话，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精彩起来。什么？王嫣然袭击调查局的方修等人被反杀了。方修接了所有关于光明俱乐部的单子，青铜烛台也在他那。你的意思是说，林子阳、王嫣然的死都与方修有关？现在他又要对整个光明俱乐部下手了？操，这方修到底是特么什么人？为什么如此针对我们光明俱乐部？次日，方修被叫到了王德海办公室。他本以为是对沈凌雪出手的事，但结果却是光明俱乐部。沈凌雪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似乎没有找王德海说这件事。方修，这是光明俱乐部送来的2000灵币。马文斌说，对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出手，完全是手底下的人的私人行为，与光明俱乐部无关。你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我希望你能接受这次和解，因为现在绿藤市正是危机存亡的时刻，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说到这，王德海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最新消息，整个城西区已经全部沦陷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撤离群众，但仍有部分人没来得及撤离。虽然现在所有的负面新闻都被压下了，可波及范围太大，整个绿藤市已经人心惶惶。因为群众的恐慌，导致梦魇的力量越来越强，扩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甚至已经有不少御灵师已经被拽入梦境之中。我已经派人向总部求援了，但总部也人手不足，最快也要2天。你觉得在梦魇面前，光明俱乐部的人靠得住？与其留着他们给梦魇提供养料，倒不如提前杀了。方修平静地说道。诚然，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梦魇并不是靠人多就能对付的存在，相反，一些无用的人越多，给他提供的恐惧便会越多，他吞噬的御灵师灵性越多，实力便会越强。话虽如此，但是大敌当前，你身为调查局的一员，一旦对光明俱乐部出手，将会引起人心动荡。王德海的话还未说完，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砰，门一下就被推开了，一位面色焦急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局长，白副队长，他进入梦境了。什么？王德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什么时候的事？不清楚，昨天白副队长睡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醒，我们无论怎么叫他都叫不醒，不知道他是昨晚什么时候进入梦境的。王德海的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因为按照方修的推测，梦魇十分狡猾，只有在他认为有实力能对付白棋时，才会将其拉入梦境。现在白棋被拉入梦境，那岂不是说梦魇已经成长到足以对付白棋的地步了？白棋现在在哪？快带我去看看。王德海说完，又急忙对着方修说道：方修，现在情况有多严重，你也看到了，你千万不要因为个人恩怨而不顾大局。说完，王德海便急匆匆地跟着工作人员走了。方修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心中微动。白棋已经被拉入梦境了，那自己还会远吗？白棋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可梦魇却选择先拉入白棋，而非自己，那几乎可以肯定了，自己身上有梦魇忌惮的东西，应该是痛苦之力。因为手术刀是现实中的物品，无法进入梦境，所以梦魇忌惮的只能是痛苦之力。很快，方修也起身了，他要在梦魇之前抹除光明俱乐部，连白棋都深陷其中，他不认为光明俱乐部的人能够发挥出什么作用，他们只能成为梦魇的养料。当然，他没有忘记拿走光明俱乐部送上的2000灵币的歉意，歉意可以接受，但人还是要杀。虽然表面上看去，方修早已占尽便宜，连杀光明俱乐部2位成员，还白得一件鬼气，但实际上他已经因为光明俱乐部死了2次，林子阳那里1次，王嫣然1次，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夜晚，整个绿藤市的一片寂静，街道上空荡荡的，几乎看不见行人。以往这个时候是绿藤市夜生活的开始，但是在梦魇的笼罩之下，调查局极力掩盖，许多普通人也意识到了不对，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想到诡异，而是认为绿藤市正在流传一种不知名的病毒，这种病毒会让人陷入沉睡，永远不会醒来。在这种谣言之下，大批普通人出逃，剩下一批不信邪的虽然没走，
但也不敢外出。正在这时，一位全身笼罩在黑色兜帽之下的身影出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此人正是方修。方修平静地停在了一座大厦面前，这便是光明俱乐部的总部。光明俱乐部很有钱，整栋大厦都是他们的。此时大厦已经熄灯，唯有几栋楼层还亮着，门口还站着2位保安，一个个身材高大，气质彪悍，一看就不像是普通人。这是光明俱乐部花钱雇的雇佣兵。御林师终究数量稀少，且普遍不太正常，所以安保工作都是交给雇佣兵来做。方修无视2位雇佣兵，径直地朝大厦走去。很快，他遭到了阻拦。先生，私人领地，请勿入内。刷刷，一道银光闪过，2人的脖颈处出现一道极细的血线，紧接着无尽的痛苦涌遍全身，2人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从始至终，方修都未停下脚步。他走入大厦之中，大厦内几十位雇佣兵正在巡逻，他们3人一队，交替巡逻，确保每一个角落都不被人入侵。这时，最靠近门口的是保罗、约翰、黛西的3人小队，他们都是境外雇佣兵，每个人都是特种兵级别，战斗经验丰富。只是3人走着走着，只见队伍最后面的约翰突然拔出战术匕首，然后狠狠地刺向了队长保罗的心口。队长保罗闷哼一声，瞬间倒地。队伍中唯一的女性黛西警觉回头，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她顿时大惊失色，立刻拿起枪对准约翰。约翰，你干什么？你为什么杀了队长？约翰满脸的惊慌之色，不是我，不是你，你手上还拿着匕首，你还敢抵赖？黛西已经打开了枪的保险，仿佛下一秒就要开枪。约翰越发慌乱，真的不是我，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他嘴上一边解释着，手中的动作却丝毫不停，举起匕首径直地朝黛西扑去。黛西不愧是参加过多次战斗的雇佣兵，面对这种情况，他没有丝毫犹豫地扣动扳机。哒哒哒，约翰被瞬间爆头，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做完这一期的黛西刚要拿起对讲机汇报情况，谁料这时他的身后竟然传来动静。他急忙回头，只见队长保罗竟然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的胸前还在不断地流着鲜血。黛西一喜，太好了，队长，你没死。保罗十分僵硬地说道。黛西，你为什么杀了约翰？说着，保罗竟直接开枪扫射，黛西瞬间倒在血泊之中。随后，保罗的对讲机响起。保罗，你那里什么情况？怎么会有枪声？保罗僵硬地回复道。黛西突然发狂杀死了约翰，又袭击了我，我需要支援。没多时，就近的2支小队冲了过来，见到了胸口满是鲜血的保罗，以及倒在血泊中的约翰和黛西。保罗你，哒哒哒！保罗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开枪扫射，猝不及防之下，他直接杀死数人。剩下的人反应也十分迅速，立刻开枪反击。保罗瞬间被打成了筛子，倒在了地上。剩下的几人惊怒交加，一边呼叫支援，一边朝保罗等人的尸体靠近。队长，他们几人全死了。该死，这倒是怎么回事？这时，原本已经死透的保罗、黛西、约翰3人竟不约而同地动了起来。他们身上的皮肤不断掉落，但皮肤之下露出的却并不是血肉，而是头发，密密麻麻的黑色发丝。那黑发茂密油亮，一看就十分健康。啊，这是什么鬼东西？黑色发丝组成的3人疯狂袭击雇佣兵们，他们无视子弹，仅仅片刻就将剩下的人屠戮殆尽。而待这些人都死了之后，角落中无数道银色发丝如毒蛇般钻出，十分迅捷地钻进尸体之中。没多时，尸体们纷纷起身，身上的皮肤不断脱落，露出体内乌黑油亮的发丝。方修从角落中走出，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很是满意。那些鬼奴全部聚拢在他的身边，单膝跪地行礼，如同在拜见自己的帝王。发鬼的能力确实好用，类似于制造分身，只要将一根银色发丝注入到人体内，这根银色发丝就会疯狂吞噬人体血肉，然后将人转化为浑身黑发组成的鬼奴，就如同黑水村的鬼奴一般无二。这些黑发鬼奴只是低级版的鬼奴，还有高级版的银发鬼奴，也就是通体由银色发丝组成的鬼奴。这样的鬼奴无论力量、速度、防御都远超黑发鬼奴，只不过制造银发鬼奴需要消耗大量银色发丝，消耗太大，无法批量制造。这时警报声响起，大厦中四面八方响起脚步声以及枪械上膛的声音。方修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毕竟大厦是有监控的。很快，一队队身穿黑色防弹服的雇佣兵如潮水般涌出，一个个拿着微冲。他们见到方修和鬼奴们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开火。哒哒哒，密集的枪声响起，无数子弹组成的网将方修笼罩。方修神色不变，静静地站在原地。下一刻，他的头发猛然间变成银色，并不断延展生长。银色的长发很快将他全身包裹，形成了一个头发组成的蚕蛹。当当当，子弹打在银发之上，金属交鸣声不断响起，一时间火光四溅。监控室内，光明俱乐部的会长马文斌连带着3位成员正紧紧地盯着监控。只有他一个人来的？马文斌问道。4周都查看过了，就他一个人。马文斌微微一愣，随即嘴角露出一抹冷笑。看来这次行动不是调查局授意，而是方修的私人行动。这方修胆子也是够大，居然敢一个人找上门来。会长，我们怎么办？杀了他的话，会不会引起调查局的不满？不满？马文斌冷哼一声，我特么还不满呢，这都被人打上门来了，我杀了他那叫正当防卫，就算是调查局也说不出什么。况且我每年给总部送那么多钱，都白送了。会长，资料显示这方修是感知系能力者，怎么现在成了能控制头发，还能依靠头发控制别人？你问我，我特么问谁去？正在几人讨论之时，监控画面中惊变突生，只见包裹住方修的蚕蛹之上猛地爆发出无数细长的银色发丝，犹如铺天盖地的蛛网一般，疯狂朝4周蔓延。雇佣兵们惊恐极了，
他们不断开枪射击，但任凭子弹不要钱的挥洒，也无法撼动那些银色发丝分毫。仅仅瞬间，银色发丝已经爬满了他们全身。啊！痛苦的哀嚎声不断响起，但很快就戛然而止，因为他们一个个全部被包裹成银色蚕蛹。随着发丝的收紧，骨骼破碎声响起，咔嚓咔嚓，银色蚕蛹中有嫣红的血液缓缓渗出，一时间竟变成一个个血色蚕蛹，场面一度十分惊悚。空荡荡大厅，几十个血色蚕蛹一动不动立在那里。下一刻，银色长发缓缓收回，其上的血迹也被银发吸收，而那些蚕蛹中则走出一位位浑身由漆黑发丝组成的鬼奴。蓦地，方休动了，他平静地朝大厦深处走去，其身后几十位阴森恐怖的鬼奴犹如被操控的木偶一般紧紧跟随。监控室中，马文斌等人看到这一幕，皆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甚至有人惊恐道：这是什么能力？这方休到底是人是鬼？会长，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我去会他？一位会员自告奋勇道。马文斌直接破口大骂：你他妈动漫看多了，还你去会他？是不是非得让老子学着动漫里的反派那样，小弟一个个派着去送死，然后老子坐在大厦最高层等着他上来，最后我俩单挑？你们他妈是不是傻呀？这是咱们的地盘，咱们人多，他只有一个人，当然是并肩子一起上啊！说着，马文斌便带着几人一起下楼去找方休了。大厦中，方休正带着一众鬼奴不断前行，突然走廊中涌起一阵白雾，这白雾极大，如潮水般蔓延，仅仅瞬间便弥漫整个走廊。视线朝白雾看去，根本无法看透，能见度极低，可以想象一旦进入其中，约等于变成了瞎子。可方休见到这团白雾之后，不仅没有后退，反而径直地走入其中。瞬间，他的身形被白雾笼罩，眼前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清。不止如此，这白雾似乎有压制感知的作用，身为御灵师那灵敏的感官，在这里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制。甚至白雾异常的粘稠，进入其中如同置身水底，一举一动都受到莫大的阻力。白雾深处，马文斌等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方休。此时的方休看不见他们，一位30岁左右、面容阴翳的男子嘴角露出一抹冷笑，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然敢直接走入我的雾影之中。在这里，他彻底变成了瞎子，任凭他有几十个黑发手下又如何？会长，看来不用你们出手了，交给我吧。话音刚落，这人便掏出一把匕首，身形消失在白雾之中，速度十分迅捷。他在白雾之中竟隐隐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会长，他自己去行吗？这方休看上去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说话的是一位脸上带有刀疤、手持双枪的男子。马文斌阴沉地注视着方休，冷冷道：先让他出手试探，你伺机寻找破绽，直接用灵性子弹击杀他。还有你，老赵，赶紧给方休施展一个虚弱诅咒，这小子太平静了，不正常。名为老赵的男子长得很斯文，戴着一个金丝眼镜，有几分儒雅气质。好的，会长。老赵回应一声，随即对着白雾中的方休伸出手掌，一道隐晦的灵性波动瞬间打在了方休的身上。方休瞬间感觉身体被掏空，整个人如同处于重感冒状态，浑身上下提不起一点力气，场面一时间凶险极了。雾影能力者正隐藏在暗处，不断地朝方休后背靠近，企图偷袭。双枪男子早已举起了枪，隔着迷雾对准了方休，等待他露出破绽的那一刻。金丝眼镜男子则是持续不断地施展虚弱诅咒，让方休提不起一丝力气。而作为光明俱乐部会长的马文斌，则是在暗中虎视眈眈。蓦地，雾影男子动了，他的身形犹如鬼魅，一把狠狠地朝方休的后心刺去。当，金属交鸣声响起，只见方休的头发瞬间变成瀑布般的银发，直接挡住了那来自后心的一击。一击未中，雾影男子顿时一惊，随即身形猛地退回白雾之中。他冷笑道：倒是有两把刷子，居然能挡下我的一击，不过下一击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在雾影中没人能击败我。他一边说着话，身形一边飞速移动，围着方休转圈，这让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犹如鬼魅一般渗人。眼睛、咽喉、心脏、腹部，你猜我会攻击？哎呦！正在奔袭中的雾影男子竟然直挺挺地摔倒在了地上。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他低头看去，只见自己的脚上竟然缠绕着一根极细的银色发丝。顺着发丝看去，他骇然发现，不知何时，方休周围的地面上竟布满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银色发丝网，就好像蜘蛛织网一般。随后，那些银色发丝不断伸长，深入他的眼睛、咽喉、心脏、腹部。眼看雾影男子就要死去，正在这时，砰砰两声清脆的枪响响起。只见2颗光弹急速射出，狠狠地朝着方休射去。这不是子弹，而是由灵性组成的灵性子弹。双枪男子曾是刀口舔血的雇佣兵，枪支是他在战场上唯一的依靠，是他最信任的伙伴，所以在经历了诡异事件之后，他觉醒了有关枪械的能力，可以射出灵性子弹。面对袭来的灵性子弹，方休犹如预知一般，微微侧头，轻而易举的便躲过了2颗灵性子弹，动作十分迅捷，且没有丝毫多余的举动。那2颗灵性子弹直接擦着头皮飞过。见到这一幕，虚弱能力的儒雅男子顿时面露震惊之色，直呼不可能。明明中了虚弱能力的方休，且还要面对白雾的阻力，怎么可能做出如此迅捷的躲子弹动作？他不知道的是，做出闪避动作的根本不是方休，而是方休的头发。如果近距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知何时，方休全身上下竟然连接着无数细长的银色发丝。没错，方休再一次如同操控傀儡一般，操控起了自己的身体。虚弱的是方休，而不是他的诡异头发。刀疤男子见方休躲过子弹，嘴角却流露出一抹冷笑，双指轻勾，只见原本与方休擦肩而过的2颗灵性子弹，居然诡异的转弯，嗖嗖，灵性子弹在白雾中划出2道长长的痕迹，直奔方休而去。就在刀疤男子以为自己得手之时，方休的身体犹如鬼魅般横移，
仅仅十分迅捷的横移一步，便再次轻而易举地躲过2颗灵性子弹。见到这一幕，刀疤男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躲过第一次攻击可以理解，但为何连拐弯的子弹都能躲过？正常人谁想得到子弹会拐弯？而且灵性子弹因为不是实体，所以速度要比普通子弹快得多，且威力十分巨大。这种子弹，除非是速度系的御灵师，不然绝对躲不过。明明方修的速度不是很快，但却偏偏躲过了，就好像他提前预知了一般，在你出手的那一刻，人家已经提前躲避。这时，雾影男子已经悄然死去，银发涌入他的体内，将他的内脏扎得千疮百孔，活活搅成一团肉泥，顺带抽干了他的灵性。一时间，银发长发之上的光泽更亮了。怪不得诡异要吃人的心灵，要吃御灵师的灵性，原来诡异就是靠着这种方式增长实力。方修能清晰感觉到发鬼的雀跃，不过他不喜欢看见诡异高兴，所以直接往发鬼中输入痛苦之力，发鬼瞬间蔫了。待雾影男子死去，弥漫走廊的白雾顿时消散一空。方修视野中也出现了3人，分别是一脸阴沉的马文斌、双枪刀疤男子、金丝眼镜儒雅男子。看到这3人，方修平静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光明俱乐部居然只有你们3个人。”听到这话，马文斌差点暴走。什么叫只有3个人？明明人都特么被你给杀了！杀了他！没有丝毫多余的废话，马文斌直接下令动手战斗。这种程度，战斗的理由是什么都不重要了。方修与光明俱乐部之间因何事产生的矛盾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双方之间只能活一个。不巧的是，方修不会死。刀疤男子立刻疯狂扣动扳机，灵性子弹不要钱的挥洒而出。方修神色平静，脚步不变，一步步朝刀疤男子走去。紧接着，神乎其技的一幕出现了，没有白雾束缚的方修速度快到形成残影，那些灵性子弹不断的穿透残影，根本无法伤害到方修分毫。这是发鬼的能力，银发连接全身，帮助更快的调动身体，提升力量与速度。人的力量是不如诡异的，理论上来说，由发鬼操控身体是能爆发出更强的力量与速度，但前提是要做到人发合一，发随心动，才能完成这般精细的操作。当初的王二妮都达不到这般程度，但方修可以，因为发鬼早已变成了他的形状，操控头发比操控手指还要灵活。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预知未来的帮助。灵性子弹的威力很大，即便是银色发丝也很难抵挡，虽然不至于被直接打伤，但身体会受到冲击，造成延缓。一旦延缓，就会遭受到连续不断的攻击，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躲避。方修躲过了第一波攻击，但很快灵性子弹拐弯，再度朝他射来。这次的灵性子弹在刀疤男子的操控下，形成了一张密布的大网，将方修的身形牢牢封死，根本不给他躲避的空间。但就在这时，十级柄闪烁着暗金色光芒的飞刀从方修的腰间飞出，直接迎上了那些灵性子弹。当当当，金属交鸣声不断响起，十分清脆。这方修在养病期间花费了不少灵币，在王嫣然飞刀的基础上打造出的100%心灵之钢的飞刀，可以充分传导灵性，并且十分坚硬且锋利。这些暗金色飞刀的力度明显不如灵性子弹，不断的被击飞。但击飞之后，这些飞刀却犹如活物一般，自己调转方向，再度朝着灵性子弹冲去。片刻之后，灵性子弹被全部击落。刀疤男子满脸惊愕：“你的飞刀也会拐弯？”一旁的马文斌却看出了端倪，直言道：“是他的银发，每一柄飞刀上都连接着银色发丝。该死，他的头发到底是什么能力？”刀疤男子骂道：“只因对方的头发简直快全能了，又能控制人，又能攻击防御，还能操控飞刀，这是什么神仙能力？他的头发不是御灵师的能力，是诡异，附身类诡异。”马文斌不愧是2阶御灵师，一眼便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什么？诡异？他竟然让诡异附身？那他还是人吗？马文斌没有回答，因为方修已经冲了过来，手中握着一把银亮的手术刀，银发随着奔跑越发飘逸，其身后更是跟着几十位嘶吼的鬼奴。乍一看，明明是在光明俱乐部的地盘，马文斌等人却像是被包围了一般。骤然间，方修消失了，只见他的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猛地跳上了走廊的墙壁，身形变矮，紧贴着墙壁狂奔，手术刀随着奔袭在墙壁上摩擦，划出一连串火星。他的目标不是最强的马文斌，而是一旁的金丝眼镜男。金丝眼镜男虽然战力不强，但虚弱能力确实恶心。倘若不是方修拥有发鬼，一个虚弱下去，他将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除非直接引爆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冲破虚弱诅咒。但手术刀中的力量虽强，却不持久，一旦超过时限，没有解决战斗，自己身体会先崩溃，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方修可一直没忘了，绿藤市中还隐藏着一位对自己虎视眈眈的诡异梦魇。他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一旦自己陷入重伤的虚弱状态，很大几率会被梦魇拉入梦境。金丝眼镜男见到方修朝自己冲来，瞬间大惊失色。他只是一个辅助，哪里能抵抗方修这等猛人？这时，一直未出手的马文斌终于出手了。只见他的七窍竟然开始渗出嫣红的鲜血，不止七窍，甚至连全身的毛孔都开始渗血。霎时间，马文斌变成了一个血人。他身上的鲜血似乎受到某种牵引一般，化作一道血箭，狠狠地朝方修射去。方修银发暴涨，化作一道劈链迎上那道血箭。滋滋，腐蚀声瞬间响起，只见他的银发就仿佛遇到硫酸一般，开始剧烈腐蚀。唰，一道银光闪过，方修直接斩断了被腐蚀的银发。马文斌的血液具备极强的腐蚀性，倒也不愧是2阶御灵师，竟然连发鬼也能腐蚀。不过，究竟是血多还是头发多，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下一刻，方修的银发犹如刺猬一般炸毛，数万根钢针一般的银发激射而出，铺天盖地的朝3人射去。数万根银发中还夹杂着10几柄暗金色的飞刀，另外几十只鬼奴也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马文斌一时间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
他虽然不惧方修的攻击，但是他的小弟惧。他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体会到了被围攻的感觉。想当初他都是带着整个俱乐部的人去群殴他人，没想到今日风水轮流转。他不断的挥洒血液，企图抵挡铺天盖地的攻击。猩红的血液形成了一道血色罩子，将三人牢牢笼罩。无数的攻击还有鬼奴击打在上面，滋滋的腐蚀声不断响起，竟然将所有的攻击都挡了下来。银发发丝融化，鬼奴一个个变得缺胳膊少腿。血色罩子里面传来马文斌的冷笑声：“方修，如果你仅有这点手段，可奈何不了我。”方修平静道：“哦，是吗？你觉得你保护着那2个废物能坚持多久？防御范围增大，意味着消耗也在增大，而我只需要攻击，你却要花费3倍消耗来防御我。”此话一出，马文斌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因为方修说的是实话。如果仅仅自己一人防御，他根本不会消耗太多，甚至还能主动出击。可现在却因为保护2个手下，导致消耗倍增，只能被动挨打。长此以往，自己一旦灵性枯竭，必死无疑。说话间，方修的攻击并未停止，肢体残缺的鬼奴不惧生死的冲击血色罩子，银色发丝不断的激射，血罩上激起一层层涟漪。放弃吧，放弃那2个累赘吧，没必要为了他人搭上自己的性命。方修的声音不断的穿透血罩，犹如蛊惑人心的恶魔。马文斌的2位手下听到之后，瞬间脸色狂变。会长，千万不要听他的，我们可是你最忠心的属下，千万不要放弃我们啊！马文斌的脸色阴晴不定，似乎在思考。而这时，方修的声音再度传来：“我的目标只是马文斌一人，如果你们2个现在反水，帮我杀了马文斌，我可以放你们一马，甚至推荐你们进入调查局也不是问题。”此言一出，3人的脸色全都变了。方修，你以为我们会信你的挑拨离间之计吗？马文斌高声吼道，随即又对着2人说道：“你们放心，我绝不会放弃你们。当初加入俱乐部的誓言都还记得吧？只有你们在，光明俱乐部才在。”会长金丝眼镜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感激之色，然而下一秒，一道血剑便洞穿了他的心口，连带着还有那位刀疤男子，2人被瞬间洞穿，随后2人的全身血液不可抑制的外流，全部流向马文斌。会长你！2人目眦欲裂，马文斌却笑了：“你们不能怪我，要怪就怪方修吧。诚如他所言，要是一直护着你们2个废物，那死的就是我，倒不如把你们血给我，让我能放开手脚，为你们报仇。至于光明俱乐部，不好意思，只有我活着，光明俱乐部才能永远存在。”说话间，光照已然消散，露出了浑身是血的马文斌以及倒地奄奄一息的2位下属。嗖嗖嗖，几乎毫无间隔。当马文斌出现的那一刻，无数银色发丝激射而出，只是刚一接触到他身上的血液，那些银色发丝便全部被腐蚀了。马文斌并没有说谎，以他的实力，如果不是护着这2个累赘，早就动手反击了，因为方修的银色发丝根本无法刺透他表面的那层血液。这时，方修动了，银色长发猛地暴涨，狠狠地朝着马文斌袭去。马文斌冷冷一笑，真是不长记性。还未等他有所动作，却直接愣住了。因为那银色长发并未攻击自己，而是转头狠狠插进了刀疤男子和金丝眼镜男子的身体中。马文斌感受着银色长发之上传来的越发强大的诡异气息，他猛然间反应了过来，惊呼道：“混蛋，你居然在吞噬他们的灵性！”方修平静地看了马文斌一眼：“你不也在吞噬他们的血液吗？”一时间场面有些诡异，马文斌身上伸出2道血剑，插在2人体内，犹如管道一般疯狂吸收血液，而方修则是头上分出2道银色发丝，插在2人体内，犹如管道一般疯狂吸收2人的灵性。准确的说，不是他吸收，而是发鬼。发鬼是诡异，生来就是要吞噬灵性的。一时间，方修和马文斌都吃得很饱，只是可惜了刀疤男和金丝眼镜男子。刚刚消耗不少银色发丝的方修得到了灵性的补充，而刚刚损失不少血液的马文斌也得到了血液的补充，双方各取所需。很快，刀疤男子2人就被吸成了人干，战斗瞬间展开。方修控制着银色长发，不断袭击着马文斌，马文斌则是浑身毛孔中血液激射，化作一道道血剑。而就在2人激战之时，外界绿藤市边缘地带，2道人影正悠闲地站在高处，俯瞰整个绿藤市。这2人皆是一身黑衣，包裹着全身皮肤，丝毫不露，脸上都戴着扑克牌的面具，一张是黑桃 A， 一张是黑桃 K。调查局总部的人正在赶来绿藤市的路上，老 K， 你去阻止他。黑桃 K 点了点头，阻挡片刻倒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调查局总部派来的人是谁，要是那几人之一，我可阻挡不了。总部现在自顾不暇，且内部派系纷争不断，那几个顶尖战力不会轻易离开总部的。黑桃 A 冷冷道：“既然如此，那我没问题。只是绿藤市的人正在不断出逃，梦魇所能获取的恐惧将会越来越少，这种程度如何试探出杨明的气量？”黑桃 A 冷笑一声：“无所谓，我会出手封住整个绿藤市，所有人都逃不掉，并且我会再给梦魇加一把料，将组织新研制的恐惧毒气放入绿藤市，加速它的进化。”黑桃 K 显然有些吃惊：“你这么做就不怕杨明死在绿藤市吗？院长可从未说过要杀杨明，要是他死了，那院长在青山精神病院给他准备的礼物怎么办？”“哼，杨明是院长看中的人，要是他如此轻易就死了，那就说明院长看错他了，到时候我会代替杨明去接受院长的礼物。”“你疯了？你想违背院长的命令吗？”“我没打算违抗院长的命令，我只是想看看杨明有没有资格接受院长的礼物，凭什么被院长选中的人是他？他有什么？不就是靠着幸运吗？”黑桃 K 却摇了摇头，他已经晋升3阶觉醒了，现在他的能力可不是幸运，而是天命。哼，天命又如何？还不是靠我才进阶的。我当时本想杀了白棋刺激他进阶，没想到白棋没死，他也进阶了。从这点来看，倒有几分天命的意思。不过他这天命太弱了，如果不是院长的嘱托，当时我就可以轻易杀死他。
黑桃 K 看着逐渐癫狂的黑桃 A， 并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此时的黑桃什么也听不进去。在黑桃 K 看来，无论过程如何，但从结果来看，杨明的天命确实发挥了作用。就因为天命，所以他被院长看中。正因被院长看中，黑桃 A 能杀却不敢杀他，还要帮助他进阶。就算再怎么说可以轻易杀死杨明，可结果却是人家因为各种原因不仅没死，反而越来越强。这不是天命是什么？很快，黑桃 K 便消失在夜色中，而黑桃 A 则是冷冷地注视着整个绿藤市，随即他全身化作一道漆黑如墨的影子，双手猛地拍地，坠入永夜吧。随着他的一声低吼，无尽的阴影从他双手中涌出，不断地朝着整个绿藤市扩散。只见一道漆黑如墨的阴影光照将整个绿藤市包裹封锁，原本就是夜晚的绿藤市一时间竟变得更黑了，天空上的月光都被阴影阻挡在外。做完这一切的黑桃明显有些吃力，他身上的阴影都变淡了不少，不过他毫不在意，而是化作一道阴影钻入绿藤市之中。他要去制造恐慌，释放恐惧毒气，顺便将隐藏在角落的诡异全部放出。绿藤市作为一个大城市，一直都有诡异事件的发生，要不然御灵师们也不会那么忙。只是那些诡异有的固定在特定场所，有的则是隐藏在暗处或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诡异全部集中在市中心，帮助梦魇获得大量恐惧。光明俱乐部中，方修和马文斌已经战斗到白热化的阶段，整个走廊早已支离破碎，到处是血迹与银色发丝，玻璃碎片散落一地。此时方修的右眼早已变成了血瞳状态，企图利用血瞳偷袭马文斌。但这马文斌不愧是光明俱乐部的会长，2阶御灵师中的佼佼者，其战力根本不是王二妮那种半吊子可比。面对血瞳的攻击，他根本无惧，浑身被血液包裹，就连双眸也被鲜血遮挡，完全无视血瞳攻击。这种情况方修早已预料到了，因为按照林子阳的癫狂性格，要是他能打过马文斌，那他早就当会长了，何必居于马文斌之下？所以马文斌必然有克制血瞳的手段。方修也试过用手术刀近身攻击，只要划破一个小口子便可分出胜负，但浑身鲜血的马文斌根本不给他靠近的机会，一旦近身，他身上的鲜血就会猛地爆发，将方修逼退。场面一时间陷入僵持，马文斌浑身的血液没有消耗殆尽之前，方修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杀了他，为今之计就是拼消耗。拼消耗方修丝毫不惧，因为他的头发是发鬼，消耗的也是发鬼，但马文斌消耗的可是自己的清血。马文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时间再拖下去，自己必输无疑。方修再僵持下去也没有意义，倒不如就此罢手。方修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攻击。马文斌的脸上闪过一抹怒色：“方修，你拿了我的灵璧，还有鬼气，已经占尽便宜，为什么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你的灵璧鬼气，那明明是我的。”方修平静地回复道。这一句话气得马文斌差点吐血：“你特么放屁！灵璧也就算了，但是那青铜烛台底座上可是刻着我的名字。哦，所以你为何要在我的鬼气之上刻你的名字？我尼玛！”马文斌炸裂了，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得是什么人才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出这等无耻言论？马文斌虽然愤怒，但他并未失去理智，他清楚地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的血液就会流干，只得强忍着怒气道：“方修，你到底和光明俱乐部有什么仇怨？明明是你杀了林子阳，王嫣然在先，我们还没去找你麻烦，你反倒打上门来，你还讲不讲理？不值。”方修平静地摇了摇头：“你表弟也是我买凶杀的。”马文斌一愣，随即勃然大怒：“方修，你特么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光明俱乐部哪里得罪你了？你非要赶尽杀绝？我只是为了防止你们找我报仇罢了，毕竟我杀了你们光明俱乐部的人，你肯定会找我报仇的，所以稳妥起见，我还是将你都杀了吧。”马文斌听着方修的言论，只感觉一阵荒谬。为了防止我们报仇，我特么报仇了吗？方修，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你特么是不是快激变了？你要是快激变了，倒是吱一声啊，我特么有灵香。方修听到灵香2个字，顿时想起当初被灵香污染心灵的场景，一时间下手更狠了。正在这时，突然两人交手一击之后，竟不约而同的飞速后退，拉开距离。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方修眉头微皱，而马文斌则是一脸凝重地看向四周。方修皱眉是因为他猛地发现大厦中游荡的那些虚幻诡异居然凭空消失了，而马文斌则是感知到了不对劲，这四周不知何时弥漫起了一股诡异气息。这是鬼域！马文斌大惊失色道。他身为2阶御灵师，感知要比方修敏锐许多。方修心中微动，鬼域吗？怪不得四周虚幻的诡异消失了，因为自己现在已经离开了现实世界，进入了鬼域之中，一如之前进入青山精神病院鬼域一般。这时方修隐隐感觉到一股熟悉的诡异气息，是梦魇？自己这是进入梦魇的梦境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何如此突然？不对，与上次进入梦境的感觉不同，难道是梦魇已经强大到足以用梦境影响现实的地步，所以形成了梦境鬼域？为何梦魇会突然变得这么强？方修，这是鬼域，这鬼域能悄无声息地将你我拉入，说明这只诡异的实力极强，现在不是你我战斗的时候，不如就此罢手。回应马文斌的是1000根银色发针。马文斌脸色难看的消耗血液，将1000根银色发针挡下。方修，你不要冥顽不灵，我和你之间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非要见生死吗？正在这时，走廊中突然传来脚步声，两人循声看去，不知何时，走廊深处已经被一片黑暗所笼罩，一个高大肿胀的身影缓缓从中走出。那是一只身高3米、宽2米、浑身裸露猩红血肉的诡异，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500斤的大胖子被人活剥了皮。他身上的血肉犹如肿瘤一般，随着步伐来回颤抖涌动，每走一步，地上都会留下一道散发恶臭的猩红脚印。这只诡异实在是太胖了，
他从走廊中出现，几乎一个人就堵住了整个走廊，手臂、腿部紧贴走廊墙壁，划出道道血痕。见到诡异的出现，马文斌顿时脸色狂变，他急忙对方修道：“方修，诡异已经出现，无论你我之间有什么仇怨，现在都最好联手对付诡异。面对诡异，只有人类才是同一战线。”方修点了点头道：“确实应该联手，不过是我和他联手。”马文斌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下一秒，只见方修的银色发丝猛地变长，然后将自己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一时间，他仿佛变成了那些黑发鬼奴，只不过他是银色的。当方修全身都被银色笼罩后，马文斌顿时感知到方修身上属于人的气息消失了。准确的说，人的气息全部被银发隔绝在内，裸露在外的气息自然就是发鬼的诡异气息。见到这一幕，马文斌当场就愣住了。卧槽，还能这种操作？看着缓步朝自己走来的血肉诡异以及方修，马文斌急了。此时的他算是彻底陷入死路，左边有方修，右边有血肉诡异，两人堵死了走廊两端，马文斌被夹在中间，无路可逃。他面露濒临死亡的疯狂之色，最后竟一咬牙选择朝血肉诡异冲了过去。他的想法很简单，之前与方修交手半天也奈何不了对方，所以与其选择方修作为突破口，倒不如选择这名未知的诡异。说不定这只诡异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呢。马文斌身化血人，犹如一道血影一般，疯狂朝血肉诡异冲去。轰！他一拳挥出，身上的血水猛然爆发，化作一道血色洪流，狠狠朝血肉诡异的胸腔打去。砰！一拳之下，血肉诡异的胸膛直接被轰出一个大洞。马文斌见状面露喜色，他知道自己赌对了，这只诡异不强。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血肉诡异仿佛受到了刺激一般，口中竟发出狂吼，声浪以肉眼可见的波动扩散，震耳欲聋。随后，血肉诡异身上的血肉猛地膨胀，就好似体内有一个个肿瘤在争先恐后的生长。它越来越胀，体型也越来越大，之前胸腔被轰出的大洞已经血肉所填满，血肉挤满了走廊的所有空隙。可即便如此，它依旧在膨胀，天花板、四周的墙壁传来不堪重负的咔咔声。马文斌心生不妙，但此时方修的攻击已经来到他的身后，他一咬牙，先是用血液抵挡了激射而来的银色发针，随即不管3721，再度对着血肉诡异一拳轰出，血色洪流猛击在他的身上。然而这一次惊变发生了，只见这血肉诡异竟如同炸弹一般，在受了这一拳之后，体内似乎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竟砰的一下猛地爆开，各种带血的血肉、肿块、内脏、肠子炸得满走廊都是，地面、天花板、墙壁，自爆了吗？虽然爆炸产生的冲击不小，但对于有血液护体、银发护体的两人来说，仅仅消耗一些之后，便成功挡住了这颗血肉炸弹。马文斌来不及多想，眼看前路的障碍没了，他急忙就要逃走。然而就在这时，他的面前竟然升起了一道血肉墙壁，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血肉，即便炸成了碎肉，却依旧如同活物一般在生长。它们一块块膨胀生长，然后连接在一起，组成了血肉墙壁。当血肉墙壁出现的那一刻，其他散落的血肉也生长连接了起来。仅仅瞬间，整条走廊竟然全部被血肉覆盖，形成了一条血肉长廊。这些血肉不断的蠕动，甚至还有腐蚀性的酸水从血肉中渗出，好似两人掉入了某种生物的胃中。刷刷，血肉长廊中猛地探出无数根肉牙一般的触手，狠狠地朝马文斌袭去。方修并没有受到攻击，显然是血肉诡异将他也当成了诡异。人类的优先级自然是排在了同类前面。不过方修虽然没有受到主动攻击，但单单是胃液也腐蚀了他不少银色发丝。好在银色发丝在不断生长修复，倒也能坚持一段时间。相比之下，受到主动攻击的马文斌就没有如此好运了。密密麻麻的肉芽从四面八方攻击他，他只能不断的挥洒血液去攻击那些肉芽。然而本就能释放胃液的肉芽似乎具备极强的抗腐蚀性，马文斌的血液根本无法发挥太多作用。片刻之后，在马文斌绝望的吼叫声中，肉芽将他团团围住，如同无数水蛭疯狂吮吸他身上的血液。不，就在这时，方修出手了。他猛地爆发出银色发丝，顺着肉芽的间隙狠狠插入马文斌的大脑，抢先一步吞噬灵性。这一下算是彻底激怒了血肉诡异。下一刻，无数肉芽从他所站立的地方长出，就连他脚下的血肉也开始蠕动，如同沼泽一般，似乎要将他吞噬。不过面对如此危险的一幕，方修却笑了。血肉诡异天克马文斌，因其不惧怕腐蚀，还能吸收消化血液，但自己却天克血肉诡异。他喜欢这种近身攻击且把自己的血肉裸露出来的诡异。唰，一道银光闪过，手术刀应声飞出，带着方修的漆黑灵性狠狠刺入血肉长廊之中，痛苦之力轰然爆发。血肉长廊瞬间如同受到了致死诅咒一般，竟爆发出一阵痛苦哀嚎，紧接着他的血肉如沸水般沸腾，随后开始萎缩破灭。片刻之后，所有的血肉化作一滩血水，血肉长廊消失不见。早已成为干尸的马文斌也倒在了地上，死得不能再死。一切重归平静。诚然，血肉诡异很强，但面对痛苦之力，他还不够强。解决了光明俱乐部之后，方修内心稍感轻松，又少了几个仇人。倒不是他记仇，主要是他不能和仇人活在同一个世界，这会让他感觉不自在。发鬼在接连吞噬了马文斌等人的灵性之后，不仅弥补了之前的消耗，反而隐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长此以往下去，方修感觉自己的头发早晚能变成 S 级诡异。我的头发是 S 级诡异，听上去倒也不错。正在这时，方修的手机响起，他拿出了调查局的加密手机一看，发现是苏可欣来电。点击接通，电话那头传来苏可欣软糯且焦急的声音：方调查员，你没事吧？如果没事，王局让所有调查员赶紧来一趟总部，绿藤市有变。
梦魇疑似进化出能够影响现实的梦境鬼域。知道了，方修平静地回复了一句，随后挂断了电话。调查局来电他并不意外，毕竟绿藤市疑似被梦魇的鬼域入侵，梦魇疑似史诗级加强，发生这等大事，调查局肯定会有所行动。不过方修并没有轻易相信电话内容，因为他曾在梦魇的梦境中遇到过类似情况。梦境中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但调查局还是要去一趟的。如果真是梦魇的陷阱，那说明梦魇有可能也在调查局。随后方修离开光明俱乐部，当他踏入街道的那一刻，赫然发现整个绿藤市竟不知何时被一层阴影所笼罩，阴影如同一个笼子一般，将整个绿藤市封锁起来。天空中的月亮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巨大无比的血红色双眸，那是梦魇的眼睛。梦魇的眼睛犹如两轮血月一般，高悬天上，淡漠地俯视众生。而街道上的场景也变得无比怪异，曾经繁华的建筑变得有些失真，就好像画质突然由高清降到了标清。方修平静地走在这片阴森的街道上，孤单清晰的身影与四周的模糊失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走着走着，突然视野中街道尽头竟凭空出现一辆老式摇摇车，没人投币，自顾地摇晃，仿佛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正在快乐乘骑。车上还不断响起一个儿童唱的欢快歌谣，场面一度十分诡异。方修面色不变，继续朝前走去。而随着他的眨眼，原本空荡的街道竟凭空出现越来越多的游乐设施，旋转木马、碰碰车、过山车，这种感觉就仿佛正在加载游乐园场景。不过还未加载完成，场景还有些虚幻，并且不完善。方修猜测，这应该就是梦魇的鬼域正在逐步由梦境入侵现实，现在还未全部入侵，等恐惧越来越多，恐怕整个绿藤市都会陷入一片梦境。他径直地在游乐园中穿行，没有理会四周的异常，直奔调查局。现在他必须尽快赶到调查局，因为四周的环境明显在发生变化，一旦拖延时间太长，他恐怕会迷路。很快，他走过旋转木马的旁边，不知何时，旋转木马上竟多了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小女孩身影若隐若现，脸上洋溢着天真无邪的笑容，不断地发出咯咯咯的笑声，显然玩得很开心。叔叔来一起玩啊！小女孩对着方修发出了邀请。方修脚步站定，平静地注视着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他一抬手，银色发丝绑着手术刀径直地飞出，嗖！手术刀洞穿了小女孩的身体，就像洞穿了一团空气。方修收回了手术刀，看着小女孩微笑道：“等你完全来到现实，叔叔再陪你好好玩。”说完，方修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空荡的游乐园中，只有小女孩的欢快笑声在回荡。随着方修不断前进，时间不断推移，四周的怪异现象越来越多。空荡的街道上传来若有若无的窃窃私语声，黑暗的角落里，无数人影涌动，背后那如影随形的脚步声。曾经繁华的高楼大厦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阴森的坟场。但这一切仿佛都未加载完成，方修自由地在其中穿梭，也没有受到任何攻击。这期间，他也碰到了不少慌乱的人们，有的漫无目的的乱走，有的开车狂奔，还有对着天上的血红色双眸疯狂朝拜。当然，更多的还是躲在家中瑟瑟发抖。眼看场景变化越来越快，方修学起了蜘蛛侠，以银色发丝充当蛛丝，通过四周的建筑不断在天空飞掠。目前天上的变化还好些，倒也大致认得清方向。很快，方修到达了调查局，一进入其中，便感受到了一股凝重恐慌的氛围。平日里来往的工作人员也少了一大半。苏可欣此时正站在入口处焦急等待，他没有穿工作服，而是仅仅穿了一套便服，发丝有些凌乱，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来得及更换，脚上还穿着粉红色的女士拖鞋，露着如同豆蔻般白皙精致的脚趾头。他见到方修之后，立刻大喜过望，急匆匆地迎了上去：“方调查员，你终于来了，快去会议室吧，王局他们都在会议室等你。”方修平静地注视着苏可欣，道：“跟我过来一下。”说着，方修便带着苏可欣去了一个没有人的拐角处。苏可欣靠墙站立，抬着头，有些茫然地看着方修，不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正当他疑惑之际，方修却越逼越近，眼神紧紧地注视着他。他有些慌乱地后退，结果较小的身躯直接贴在了墙上，退无可退。“方调查员，你有什么事吗？王局还在等着你。”苏可欣低着头，眼神闪躲道。他有些紧张，因为方修现在的样子像极了要壁咚自己。他此时甚至有些怀疑，原来方修是不喜欢制服是吗？平日里那么冷淡，怎么自己今天穿了一身便服，还有拖鞋，反倒是引起了他的注意。抬起头来，方修平静的声音在苏可欣耳边响起。苏可欣下意识地抬起头，结果他看到了一双平静如死水般的眸子，那双眸子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一眨不眨。苏可欣的眼神不断闪躲，有些紧张地轻咬红润的下唇。“方调查员，你看来单凭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方修突然蹦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苏可欣一愣：“你说神？”唰，一道银光闪过，苏可欣白皙如天鹅般的脖颈上插入了一把手术刀。他的话音戛然而止，他双眼不可置信地瞪大，其中满是惊恐、不可置信，还有一丝丝茫然。随后瞳孔不断放大，红润的嘴角溢出鲜血，小脑袋一歪，死了。方修拔出手术刀，苏可欣的身体如烂泥一般瘫倒在地，脖颈处的鲜血不断喷涌，甚至还抽了2下。是真人不是梦境吗？方修呢喃2句，随即将带血的手术刀在苏可欣的衣服上擦了擦，然后就朝着会议室走去。信息不足，还需要再试探。一进会议室，顿时投来无数目光。方修一一看去，看到了王德海、杨明、沈凌雪、赵浩等等熟人，余下的还有数位不认识的御灵师。他们之中有的是调查局的人，有的则是一些民间御灵师。大敌当前，显然调查局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王德海见方修到场，当即对杨明使了一个眼色。杨明立刻走来，
手里还拿着灵性测谎仪。方修，你终于来了，你之前干什么去了？怎么来的这么晚？路上有点事耽搁了。方修平静地回复了一句，随即看向杨明手中的灵性测谎仪。这是什么意思啊？杨明道，方修，你经历过梦魇的梦境，应该很清楚，梦境中什么都有可能是假的。现在梦魇发生了某种异变，梦境已经化为鬼域，开始入侵现实。虽然尚未完全入侵，但我们却不得不防。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灵性测谎仪的测试，验明真身，现在该你了。很合理。方修平静道，不过我有更好的方法。什么更好的方法？唰！一道银光闪过，一柄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径直地朝杨明的脖颈扎去。杨明虽然平时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他可是实打实的3阶御灵师。方修的偷袭虽然毫无征兆，但却伤不到杨明。只见杨明微微撤步，便轻而易举地躲开了手术刀的攻击。你到底是不是方修？杨明质问道。其他御灵师也纷纷起身，一脸凝重地看着方修。方修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引爆了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轰！一股狂暴的诡异力量从方修体内爆发，无数黑气蒸腾，伴随着无数诡异的嘶吼。一时间，他仿佛被万鬼缠身一般。他的黑色短发猛地开始暴涨，黑色疯狂褪去，化作清冷的银色，右眼血丝密布，连成一片，化作猩红血瞳。如此惊变让众人大惊失色，甚至还有不认识的御灵师惊呼道：“他不是方修，他是诡异假扮的！”唰！方修动手了，他的身形犹如鬼魅一般，袭向了王德海。杨明见状，顿时惊怒交加，立刻闪身去保护王德海。这时，血瞳中猛地爆发出一道血光，袭向杨明。猝不及防之下，杨明中招了。但双方灵性差距太大，中招的杨明仅仅恍惚片刻便恢复了。因为时间太短，以至于方修连用手术刀偷袭都做不到。但方修的攻击并未停止，他直接最大限度激发发鬼的能力，这样做会损害到发鬼的根基。不过方修丝毫不在乎，只见他头上的银色长发如潮水般扩散，疯狂地朝整个会议室蔓延。仅仅片刻，整个会议室彻底沦为银发的海洋。其余几位御灵师见状脸色大变，一个个使出自己的能力来阻挡银发。一些稍弱的御灵师如赵浩之流，根本无法阻挡发鬼的大招，瞬间便被头发洞穿身躯。而那些强一些的，如沈凌雪之流，凭借各自奇异的能力，成功将银发阻挡。见到有人伤亡，杨明彻底怒了，他终于认真起来，眼中的漫不经心收敛，取而代之的是凝重的杀意。说到底，还是杨明有些大意，在不知道方修能力的情况下，且还需要保护如此多人，他终究是失误了。下一刻，只见杨明的脚下爆发出一阵诡异红光，随即一双小巧精致的红色绣花鞋套在了他44码的大脚之上。当绣花鞋出现的那一刻，杨明的身影瞬间凭空消失，整个人如同幽灵一般穿过漫天银色，来到了方修身前。方修看着那双绣花鞋，眼睛微眯，他没想到杨明这浓眉大眼的队长所用的鬼气居然是绣花鞋。这绣花鞋疑似有无视体积碰撞、急速瞬移的能力，不然杨明不可能如此迅速直接穿过银发海来到自己面前。正当杨明准备出手之时，方修已经先一步举起了手术刀，随即在杨明错愕的目光中将手术刀狠狠插进自己的额头。方调查员，你终于来了，快去会议室吧，王局他们都在会议室等你。身穿便服，脚踩粉红拖鞋，露着如同豆蔻般白皙精致脚趾头的苏可欣焦急说道。知道了。方修平静地回应道，神色中看不到丝毫波动，就好比刚刚杀害苏可欣的人不是他一般。这一次他径直地朝会议室走去，并没有出手击杀苏可欣，因为他已经试探出来了，调查局的人不是梦魇所化，这里应该是真实的调查局。上次杀人时，他特地让发鬼吸收了被杀的那几位御灵师的灵性，发现果然可以吸到。人可以是假的，但灵性假不了，发鬼能吸到灵性，就说明那些人是真正的御灵师，而非诡异假扮或者梦境。当然，这并不是说整个调查局的人100%都是人类，毕竟方修没有将其全杀一遍。不过能确定调查局是真的就足够了，其他的人可以慢慢分辨。这便是方修杀人的理由，他经历过梦魇的梦境，知道对方拥有以假乱真的能力，而且这次并没有假奶可以分辨，所以他只能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测试。会议室中，杨明如之前一般拿出了灵性测谎仪测试，这次方修没有拒绝，平静地接受了测试。测试通过之后，王德海正式开会。诸位，你们目前是局里能调动的最大人手，那些来不了的御灵师多半早已陷入梦境之中，副队长白起也是如此，你们是绿藤市最后的希望。听到王德海的话，众御灵师没有感受到了丝毫责任光荣，反而一个个面色凝重，甚至更有人直言道，王局，这些空话也就不必说了，说句实话，如果不是绿藤市被阴影封锁，梦魇又要拉所有人入梦，我早跑了。现在既然跑不掉，只能放手一搏了，你直接说对策吧。王德海神色不变，显然很清楚御灵师都是什么德行。他直言道，现在梦魇鬼域已经入侵现实，整个绿藤市都被其笼罩，如果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一旦绿藤市沦陷，周边的城市也会遭遇灭顶之灾，甚至最后会发展成一场席卷全国的灾难。所以梦魇的等级已经重新定义，鉴于它成长性太过恐怖，波及范围太广，梦魇的等级定为 S 级。S 级这个字母仿佛具备某种恐怖的魔力，这两个字一出，众人齐齐色变，空气骤然凝固，仿佛有一股庞大的压力在会议室蔓延。S 级事件啊，这种事件怕是总部那里都很难处理，就凭我们几个人，真的行吗？有人面露惶恐之色道。总部的人呢？不是和总部求援了吗？为什么人还不到？王德海沉声说道。总部的人在半路遭遇到了不明人士的袭击，目前一时半会无法到达，且整个绿藤市皆被阴影覆盖，就算总部的人到了，想进入绿藤市也要花费一番功夫。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眼看着梦魇成长，一旦他吸收了整个绿藤市的恐惧，
那恐怕等到总部的人一样无济于事。该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总部的人会被拦截？为什么绿藤市会被阴影封锁？这里面绝对有阴谋。这时，杨明凝重道：“是黑桃 A 干的，我和他交过手，知道他的能力就是阴影，封锁绿藤市就是他的手笔，甚至拦截总部的人也和他有关。经查明，黑桃 A 背后站着一个名为扑克牌的组织，这个组织隐藏极深，没有太多信息在外界。目前唯一知道的就是该组织以扑克牌命名，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绝非弱者。所以这次我们不仅要对付梦魇，还要小心暗中虎视眈眈的扑克牌组织。”听完杨明的话，众人的脸色更黑了。本来面对梦魇就够绝望了，现在又来了一个隐藏在暗中的扑克牌组织，这还怎么打？甚至有些御灵师都开始想，马德为什么加入诡异的门槛那么高，种族限制非要卡得那么死吗？人类真的不行吗？诸位，危机之中往往蕴含着机会。王德海突然高声道。一时间，众人的目光都朝他这位普通人看去。明明是一位普通人，但他此时却表现得比寻常御灵师还要镇定。梦魇在现实中没有实体，但现在整个绿藤市都被他的鬼域覆盖，相当于我们都进入了梦境，唯有梦境才能伤害到梦境。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只要找到梦魇的本体，击败他，自然就能度过这场危机。王局，你说的倒是轻巧，且不说能不能击败梦魇，就单说找到梦魇都费劲，绿藤市那么大，而且还是在他的鬼域之中，上哪找梦魇去？王德海面对质疑并未生气，而是看向杨明，杨队长，把那件东西拿出来吧。杨明点了点头，随即便转身离开了。当他再回来时，手中多了一个暗金色的盒子，这一个完全由心灵之钢打造的盒子，其上没有丝毫缝隙，竟然是焊死的。一时间，众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盒子之上。随后，只见杨明从腰间抽出一把暗金色的短刀，对着盒子狠狠一划，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下一秒，盒子打开了，里面是一根钢笔，一根十分老旧的黑色钢笔，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这根钢笔一出现，一股森寒的诡异气息开始在会议室弥漫，就仿佛这支笔是活的，有一双充满怨毒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众人，令人不寒而栗。这是鬼气！有人惊呼道。相比于方修和杨明来说，大多数御灵师都是没有且没见过鬼气的，每一件鬼气都十分珍贵，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拥有。王德海介绍道：“不错，这根钢笔是鬼气，调查局将其命名为笔仙之笔。笔仙就是那些脑残年轻人经常玩的笔仙游戏中的笔仙。没错，现在时间紧迫，我简短给大家介绍，使用这根笔，只要付出一定代价，就可以知道你想要的答案。”听到这，方修心中一动，付出代价可以知道答案，这不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吗？如果这根笔真的如此神奇，那自己完全可以通过它来了解诡异的真相。王局，你的意思是通过笔仙之笔问出梦魇真身的下落？正是。王德海点了点头。不过问的问题越重要，笔仙所收取的代价便会越高，代价是随机的，有时候可能会要你一根手指、一双眼睛，也有可能是心脏、头颅。听到这，众人沉默了。要手指倒也还能接受，但要是没了心脏脑袋，那人不就没了？这种代价谁敢使用？御灵师大多都不是无私的人，他们不可能愿意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帮助众人问问题，所以众人陷入沉默，谁也不愿意吱声。每个人都在想，在场的这么多人，总会有人站出来的，凭什么我冒着风险去问？这时突然有人提议道：“这个简单，直接随便找个死刑犯过来，让他问不就行了？”王德海摇了摇头，笔仙之笔唯有御灵师才能使用。场面再度陷入沉默，在场的御灵师开始眼观鼻，鼻观心，沉默不语。杨明看了看沉默的众人，直接骂道：“看你们这帮怂货，不用你们问。他身为3阶御灵师，又是队长，实力地位在那里摆着，他骂众人自然没人敢还口。即便是平常脾气暴的这时候，也选择沉默，生怕还嘴之后杨明来一句：要不你来问。”杨明拿起笔，找了一张白纸，就要开始问。王德海面露担忧之色：“杨明，你……”杨明却大大咧咧一笑：“王局，别忘了我的能力是幸运，由我来问的话，说不准代价就是我的一根 JB 毛罢了。”王德海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他知道事到如今也只有杨明来问，其他御灵师可没有大公无私到这种地步。未经之计只能祈祷，杨明的幸运能力发挥作用，平安无事。调查局在这关键时期绝不能损失杨明这位高端战力。就在杨明要询问之时，方修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了出来：“我来吧。”此言一出，整个会议室真落可闻，震惊、怀疑、不可置信、好奇等等神色出现在众人眼中。杨明的眼中闪过一抹异色，随即朗声笑道：“方修干啥呀？想和我抢风头？这么好的表现机会，我可不能让给你。”王德海更是担忧道：“方修，就让杨明来吧，他的能力是幸运，并且这小子有不少底牌，笔仙真不见得能杀死他。”面对两人的劝阻，方修却面色平静道：“我不会有事。方修，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杨明实力最强，运气最好，他才是最合适。”王德海还想劝阻，但却被方修打断道：“我说过，我不会有事。”王德海微微一愣，他看着方修一脸平静的样子，心中已然有了猜测。方修如此笃定，难道是看见了未来，知道自己不会有事？一念至此，王德海沉吟片刻道：“杨明，就让他来吧。”杨明显然也是想到了什么，最终点了点头，将钢笔交到了方修的手上。此时那些不知情的众人看向方修的目光有些复杂，有敬佩，有嘲笑，还有不理解。他们实在想不到，什么时候御灵师的队伍里竟混入这么一个圣母，送死的事都抢着来。方修并不知道众人的想法，他之所以会抢着来，只是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助这次机会通过死亡回荡问出藏在心中的疑问。倒也要感谢梦魇，如果不是梦魇，
他不知道何时才能知道调查局还藏着这么一件宝贝，应该怎么问？方修握着钢笔问道。握住钢笔，笔尖抵在白纸之上，画圆圈，念咒语。笔仙，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之后你会感觉到一只阴冷的手掌握住你的手，然后你就可以问了。杨明解释道。方修点了点头，随即握住钢笔，将其点在白纸之上，开始画圆圈。笔仙，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随着流程走完，一股阴冷的气息猛地从钢笔之中扩散。蓦地，方修画圆圈的手猛然止住，不是他主动停止的，而是一只阴冷的手掌握住了他的手。那是一只女人的手，十分冰冷，宛如尸体，并且与视线中不可见，如同幽灵一般。在座的都是御灵师，自然都感知到了那股阴冷的气息，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这笔仙的恐怖等级不低，好在他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不是范围性杀人，不然危害极大。你可以问了，杨明提醒道。方修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对着笔仙问道：这个世界的诡异真相是什么？此言一出，杨明等人脸色大变。方修，你在问什么？你疯了吗？这种问题的代价你承受不起。方修并没有理会众人，而是十分平静地盯着手中的钢笔。蓦地，钢笔动了，他如同疯了一般，带动着方修的手飞速地在白纸上乱画。沙沙，动作幅度越来越大，白纸直接被划破，连带着桌子都出现划痕。会议室中弥漫的阴冷气息骤然暴增。啊！一声凄厉的女声嘶吼从钢笔中爆发出来，震耳欲聋。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死死地捂住了耳朵，面目狰狞，脸上青筋暴起，甚至王德海这位普通人竟然直接七窍流血，当场暴毙。而首当其冲的方修则是皱起了眉头，回答不出吗？还是不敢回答？下一刻，轰！一声巨响响起，方修整个人直接原地爆炸，鲜血碎肉喷满整个会议的墙壁。笔仙，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我为什么能死亡回荡？轰！方修又炸了。笔仙，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全世界为什么只有我能看见诡异？轰！天花板的血字是谁写的？轰！如何才能杀死老婆？轰！笔仙，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阴冷的气息再度出现，一只冰冷的女人手掌握住了方修的手。你可以问了，杨明如之前一般提醒道。死过数次的方修已经知道了，以笔仙的恐怖程度，根本无法回答那些隐秘，或者说不敢回答。强行询问的后果就是笔仙陷入癫狂，而自己也会死。这也侧面说明了自己问的那些问题水太深，目前根本把握不住。去哪里才能找到梦魇真身？方修平静地问道。这一次笔仙没有发狂，而是握着方修的手在白纸上开始书写。当然，在众人的视线中，只看到了方修自己握住笔在书写什么。很快，白纸上写下了几个黑字：寺庙。看到这两个字，众人皆是一愣。杨明更是直接骂道：这笔仙特么是沙笔吧？整个绿藤市大小寺庙几十家，谁知道他说的是哪？方修微微皱眉，他没想到这个笔仙还是个该死的谜语人。正当他要继续问是哪个寺庙时，代价到了。他突然感觉胸腔处传来一阵剧痛，低头一看，赫然发现胸腔处竟多出一个大洞，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啃食自己的胸腔。他的肠子、肾脏、心脏等等器官逐渐化为虚无，意识随之模糊，耳边隐约能听见众人的惊呼声，但那声音却越来越远，越发模糊。弥留之际，方修在想，自己的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差，或许是因为杨明在身边导致的。再次回荡的方修选择直接询问是哪个寺庙，这次他终于得到了最准确的答案：普陀寺。而这次的代价则是头颅消失。王局，别忘了我的能力是幸运，由我来问的话，说不准代价就是我的一根 JB 毛罢了。杨明大大咧咧地笑道，随即拿起钢笔就要在白纸上画圆圈。而这时，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不用问了，梦魇的真身在普陀寺。众人皆是一愣，循声看去，发现说话的正是方修。你怎么知道梦魇在普陀寺？杨明有些发愣道。这还没问呢，怎么答案就先出来了？在众人的注视下，方修一脸平静地说道：别忘了，我的能力是感知，我已经感知到了。此言一出，唯有王德海、杨明等几位知情人明白了方修的意思。什么感知？分明就是预知到了。杨明也暗暗松了一口气，虽然他的能力是幸运，且有不少底牌支撑，但没人愿意去拿笔仙赌命。如果笔仙的能力真那么好用，那么就不会被封在心灵之缸的盒子里了。既然你已经感知到了，那杨明，你就不必再问了。王德海发话道。听着王德海的话，那些不认识方修的御灵师皆感到匪夷所思。怎么如此而泄？普陀寺距离调查局有几十公里的距离，这得是什么神仙感知才能感知那么远啊？一位民间御灵师直接出言道：王局长，你知不知道普陀寺距离这里多远？他一个一阶御灵师拿头感知梦魇啊？王德海沉声道：方修是一位特殊感知系御灵师，他的感知与传统意义上的不同，既然他感知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那位民间御灵师还要再说什么，却被杨明直接打断道：你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质疑，而是无条件相信调查局，相信方修，我们不会拿自己的命和你们开玩笑。终究是杨明这位绿藤市唯一的3阶御灵师说话更有分量，他一开口便立刻压住了所有质疑的声音。方修，既然你感知到了梦魇真身在普陀寺，那接下来咱们应该如何行动？杨明问道。众人顿时更加诧异，频频打量方修，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调查局的局长以及队长杨明竟然如此信任方修，不仅无条件相信对方的感知，现在就连如何行动也要问他。这方修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总部的2代？其实杨明询问方修的原因很简单，不是让对方拿主意，只是想知道方修还预知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方修沉吟片刻，首先所有人报一下自己的能力，我要了解你们所能发挥的作用。自报能力。
毫无疑问，众人对此很是排斥。御灵师的能力就相当于自身底牌，有的时候凭借信息差能够扭转战局也说不定，很少有人愿意自报家门。一阶御灵师靠着能力特殊且不为人知，因此一位二阶御灵师的例子不是没有。众人陷入一片沉默，谁也没有先发言。方修平静地扫视一圈，淡淡道：“凭你们的实力，有隐藏能力必要吗？”你说什么？砰！一位脾气暴躁的御灵师直接站起身来，怒视方修：“你算个什么东西？区区一个辅助系！”他的话还未说完，方修右眼那黑白分明的眸子瞬间变成了血瞳。啊！那位御灵师顿时惨叫一声，直挺挺地摔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抱着头颅，在地上打滚。见到这诡异的一幕，众人皆惊，谁也没想到方修竟还有这种害人的手段。角落中的沈凌雪在见到血瞳之后，脸色煞白，娇躯竟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显然被勾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她立刻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根本不敢看方修。现在都说出自己的能力，面对梦魇，一些拖后腿的废物只能为他增加养料，不适合参加接下来的行动。方修平静地说道。一些实力偏弱的御灵师是敢怒不敢言，那些自认有些实力的则是怒目而视，但看着一旁虎视眈眈的杨明，最终也没敢发难。这时，一位染着红毛、公鸭嗓的杀马特男子先开口道：“我的能力是唱歌，歌声可以影响他人的情绪，还能让人失去理智。”方修点了点头，随即道：“下一位。”有了一个人的开头，很快就出现第二位、第三位。我的能力是力量，可以爆发出远超常人的力量。一个身材佝偻瘦弱的男子如是说道。定身可以在短时间内定住人或诡异。随着众人一个个爆出自己的能力，方修心中已然有了判断。他知道其中一部分人肯定还有所隐藏，不过这都不重要，他也从未指望过别人。他只需要这些人不拖后腿，且能清理一些杂兵即可。如今整个绿藤市都陷入梦魇的鬼域，不用想也知道，肯定会遇到无数梦魇的小弟。这些杂兵方修并不打算亲自出手，他必须保留实力对付梦魇。你出列！方修指了指最先说话的红毛杀马特。杀马特微微一愣，指了指自己打着鼻环的鼻子：“我吗？对，就是你，唱首歌来听听。”啊，唱歌？现在？杀马特怀疑方修在羞辱自己，但考虑到对方的实力和势力，他坦然地接受了羞辱。好嘞哥，你想听什么歌？好运来。杀马特的嘴角抽了抽。怎么？不会唱？不是，我就是觉得这首歌真是太应景了。方修，你到底想干什么？现在是生死关头，你居然还有心情听歌？一位御灵师直接质问道。他本就对方修颐指气使的行为有些不满，现在见他如此浪费时间，更是直接就忍不住了。方修淡淡多了他一眼，平静道：“以你的智商，我很难和你解释。”你！那位御灵师当场暴怒，看那架势似乎要直接动手，但杨明仅仅上前一步，略带警告地看了他一眼，他立刻蔫了。唱吧。好嘞哥。嗨嗨。杀马特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唱歌。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公鸭般的嗓音回荡在会议室，凡是听到声音的人面色皆如吃了屎一般难看。关键是杀马特唱的还极其陶醉，甚至还跟着节奏点头摇摆，十分投入。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唱歌，唱的也是真的难听。好了，停。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停。哦，好的好的。杀马特看到方修不善的眼神，连忙止住了陶醉。这时方修看向所有御灵师中最怂的赵浩。日天，感觉怎么样？赵浩微微一愣，没想到方修会在这时候艾特自己，太难听了，我感觉我放屁声都比他好听。杀马特顿时脸一黑，你懂不懂音乐？我说的不是歌声，而是恐惧。听完他的歌之后，是不是恐惧减少了？赵浩愣了愣，随即反应过来道：修哥，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确实不害怕了。刚才听歌时，我满脑子都是他难听的歌声，就想让他赶紧别唱了，一时间都忘了梦魇这回事了。他的歌声确实能让人失去理智，我刚刚好几次都差点忍不住要暴打他。听到赵浩的话，一些御灵师已经开始若有所思，他们似乎明白了方修的用意。方修点了点头，很好，看来这次行动的关键点就在他的身上。我？杀马特呆愣地指了指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就成了焦点。明明自己的能力在一众御灵师中算是战斗力垫底的存在。杨明，由你带着他去广播电视台，开启全市广播，让他唱好运来，冲淡全市的恐惧，削弱梦魇的力量。剩下的人跟我一起前往普陀寺，现在立刻行动。杨明顿时眼睛一亮，好办法。梦魇的力量来源于恐惧，只要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们的恐惧，那梦魇就会衰弱。这件事就交给我了，等我弄好这件事，就立刻去普陀寺与你们会合，彻底解决梦魇。这该死的梦魇对绿藤市造成这么大的破坏，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绿藤市不允许有这妖牛逼的诡异存在。一些民间御灵师闻言也纷纷恍然大悟，看向方修的目光频频变化。原来他让人唱歌是这个目的，怪不得杨明都问他该如何行动，看来此人应该在调查局中担任智囊类的角色。记住，你要穿上绣花鞋，全力奔跑，因为时间拖得越长，梦魇的力量就会越强，趁权势还未完全沦陷，抓紧削弱梦魇的力量。没问题。杨明点了点头，随即猛地脸色一僵道：你怎么知道我有绣花鞋鬼气？方修淡淡的看了杨明一眼，平静道：我感知到了。记住，你一定要穿上绣花鞋，争分夺秒。你要是嫌丢人，可以离开调查局之后再穿。杨明，他突然感觉自己又多了一个把柄到了方修手里。不对，也不算把柄，因为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有点社死啊。其实杨明想多了，在这危急关头，根本没人关注他的绣花鞋。
再者说了，就算是关注，也只会羡慕他拥有如此强力的鬼气，而非嘲笑。王德海立刻嘱咐道：“我授权方修为临时队长，拥有决断权。”对此众人并没有太多异议。显然方修刚刚展露实力，以及行动方案都得到了众人的认可。这时，王德海又道：“方修，你感知到白旗的下落了吗？”方修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猜测，白旗如果没死的话，多半在普陀寺。以他的实力，寻常的诡异根本困不住他，所以只有可能是梦魇亲自出手。说完，方修便不再言语，带领着众人直接出发了。众人走出调查局，来到了停车场。5个人一辆车，尽量减少目标。赵浩、胖子、沈凌雪、程心源，你们和我一辆车。被点名的程心源微微一愣，眼底闪过一丝莫名之色，显然有些意外，自己会被方修点名。程心源就是之前那位身材佝偻干瘦，能力是力量的男子。从他的体型就可以看出，为何他会觉醒力量的能力，就如同赵浩觉醒性能力一般。通常情况下，人越缺少什么，就会越渴望什么。对于方修的安排，在这种关键时期，倒也没人唱反调。方修之所以安排这几人和自己坐一车，是有考量的。赵浩就不提了，凭借梦魇对他的恐惧，说不定会发挥奇。沈凌雪自从被教育了之后，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言不发，言听计从。且他经历上一次黑水村事件之后，实力有所增强，他的火焰能力十分适合清场。至于胖子和程心源，他另有用处。随后众人上车，朝外界开去。此时的绿藤市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浓雾四起，所有的道路建筑都被浓雾笼罩，仅仅能看清一个轮廓，像极了恐怖片中的场景，平添一份阴森恐怖之感。那些雾气的深处，还隐隐有人影涌动，不时传来2声非人的嘶吼声。修哥，我感觉我好像穿越到了恐怖片中，你说咱们这次能顺利解决梦魇事件吗？赵浩有些担忧道。能不能就看你了。赵浩一愣，看我？修哥你别闹了，就算到了11点，我感觉也费劲能打得过梦魇，上次的 B 级发鬼我都打不过，更何况 S 级的梦魇了。方修摇了摇头，没让你动手。赵浩越发迷惑，不动手动什么？就像你上次在梦境中做的那些事一样。赵浩顿时老脸一红，修哥，都这时候了，你就别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你没有发现梦魇始终没有将你拉进梦境吗？你之所以现在进入梦境，是因为梦魇的鬼域笼罩了整个绿藤市导致，如若不然，你可能根本不会被梦魇拉入梦境，这是为何？如果说梦魇是所有人的噩梦，那你就是梦魇的噩梦。卧槽，日天，你什么时候这样牛逼了？胖子刘帅顿时大呼小叫道。赵浩尴尬一笑，并没有解释。程心源，东西拿出来吧。方修突然对着程心源说道。程心源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闪过一抹茫然。东西？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换了一身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吗？程经理。程心源越发疑惑。方队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是我提示的不够明显吗？杀了吗？分部，程经理。程心源听闻此言，脸上的迷茫疑惑之色顿时消散，有些沉重警惕地看着方修道：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你忘了，我的能力是感知，虽然你故意佝偻了身体，将自己弄得很邋遢，完全和之前精英人士就是2个人，但瞒不过我的感知。程心源笑了笑，好强的感知能力，不愧王德海和杨明都如此信任你。其实方修之所以看破程心源的伪装，是因为第一次他在会议室大开杀戒，当发鬼攻击程心源时，对方为了保命拿出了青铜烛台来防御发鬼。既然你承认了，那就把我的青铜烛台交出来吧。程心源的脸色有些难看，说实话，他不想交出来，因为在梦魇的鬼域中，青铜烛台绝对是一件保命的神器。现在交出青铜烛台，等于少了活命的希望。可是如果不交，那就相当于和方修为敌。别人不了解方修，他能不了解吗？这方修完全就是一个疯子，光明俱乐部都被其屠杀殆尽，自己是对手吗？思索片刻，程心源最终还是选择交出了青铜烛台。他很清楚，现在不是内乱的时候，拿青铜烛台只是为了保命。可一旦方修真能解决了梦魇，那也就用不到青铜烛台了。当然了，关键还是方修实力够强，够狠。程心源不敢与之为敌。胖子，你拿着青铜烛台。方修直接将青铜烛台扔给了胖子。胖子一见到这玩意，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冷汗直流。又让我放血啊！我上次放的血还没补回来呢，我都瘦了2斤了，能不能换个人？不能。胖子此时终于知道方修为何要让自己上车了。一开始他还挺高兴，以为是方修重感情，毕竟曾经生死与共过。现在看来，这分明是看所有人中就自己血多。程经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能力应该也不是力量吧？程心源真是被方修的感知震惊到了，这真是感知，不是全知。他有些麻木的点了点头，没错，我的能力确实不是力量，力量只是我真正能力所附带的。说着，他脱下上衣，露出了满身的纹身，胸前纹着一只下山虎，后背纹着一条过肩龙，那龙虎十分栩栩如生，宛若活物一般。我的能力是操控身上的龙虎，力量只是他们附带给我的产物。好！突然间，街道深处的浓雾中传来无数道非人的嘶吼，打断了众人的聊天。众人循声看去，顿时心中一紧。只见浓雾中竟冲出数百人，准确的说，那些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人，而是鬼奴。一个个青面獠牙，面目狰狞，指甲暴涨，成了锋利的利爪。他们四肢着地，犹如野兽一般嘶吼着朝众人的车辆冲来。他们皆是死去的绿藤市市民所变。方修，现在怎么办？车内的对讲机响起，那是其他车上的御灵师在询问。冲过去。方修右眼中闪过一抹奇异血光，平静地回复道。轰隆隆！面对一群鬼奴，御灵师们驾驭着汽车狠踩油门冲了过去。沈凌雪、程心源，动手！方修命令道。2人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动手。
沈凌雪释放出炙热明亮的火焰，一团团火球划破浓雾，朝鬼奴轰去。那些火球就如同一个个手榴弹一般，炸翻一众鬼奴。程心元也猛然发力，原本瘦弱的身躯瞬间鼓胀，肌肉隆起。而随着肌肉隆起，他身上的下山虎、过江龙竟如同活了过来一般，直接从身上飞了出来，化作一条黑龙白虎，咆哮着朝鬼奴冲去，犹如坦克一般撞开前路。其他车的御灵师也纷纷出手，不断开路。在一众御灵师的攻击下，这数百只鬼奴根本无法阻挡车辆的前行。仅仅片刻之后，方修等人便冲出了包围，除了车辆略微受损以外，并无人员伤亡。出战告捷，让御灵师们信心大增，甚至有人还觉得梦魇也不过如此。这时，所有的车内突然响起了方修的命令：停车！刺啦！众人虽然不解，但还是一个个全部停下车子。很快，方修从车上走了下来，其余御灵师也纷纷下车，有些不明所以，不知道方修要做什么。待所有人都下车后，方修的一句话却直接让众人炸锅。前方马上就会出现人头灯笼，他们的眼睛中会放出红光，一旦被红光照到，立刻便会人头分离，不想死的跟紧我。记住，不要出手攻击人头灯笼，一旦攻击一个，便会打破人头灯笼的杀人规律，届时他们会蜂拥而至。众人闻言，瞬间一片哗然，有人甚至出言质疑道：不是，这你也敢知道？提前感知到诡异即将出现也就算了，连杀人规律都敢知道，你确定你这真是感知而不是预知？如果前方真的有你说的人头灯笼，那我们为什么不绕路走？没用的，四面八方全是人头灯笼，为今之计只有从中穿过去，信不信由你们。方修平静道：不用问他是怎么感知到的，问就是死了好几次。随后他根本不理会乱哄哄的众人，径直地朝前走去。其实方修不是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行动，省得被拖累，但他深思熟虑过后，还是决定集体行动。因为现在的梦魇已经不是当初的梦魇，他控制了整个绿藤市，其中还有不少诡异在肆虐，这等情势下，单凭自己一人很难通关。就好比玩游戏，就算你能无限独挡重来，也要在游戏中借助道具才能打败 BOSS， 而这些御灵师就是方修给自己准备的道具。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遇到躲不过去的攻击，这群人至少可以留着用来放血，点燃青铜烛台。随着方修的行动，赵浩紧随其后。对于方修的话，他是无条件相信的，因为如果不是方修的话，他早在青山精神病院就死了。知道内情的沈凌雪更是如此，一言不发的跟在方修身后。然后是胖子程心元，程心元相信方修并不是知道对方能预知未来，他只是因为多次接触过，知道对方绝非池中之物。人是有从众心理的，见有人跟随，其他人犹豫片刻也选择相信。毕竟连调查局的局长还有杨明这位3阶御灵师都如此信任方修，他们除非是智障，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蹦出来质疑。很快，众人全部跟随，走了大约100米的距离，众人突然发现前方的浓雾中竟不知何时亮起了一盏盏灯笼，那些灯笼散发着诡异的红光，漂浮在天空之上，如云彩般随风飘动。结合方修之前的话，众人顿时心中一紧。方修脚步不停，继续向前走去。随着距离的不断接近，众人终于看清了灯笼是什么，那竟然一个个漂浮在天空中的人头，脖梗处断裂且光滑，仿佛被某种利器砍断。那些人头一个个面带微笑，睁着双眼，仿佛还活着一般。他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密密麻麻地漂浮在天空中，一眼望去，根本望不到头，竟仿佛成千上万的人头组成的海洋。众人看到这一幕，皆感到不寒而栗。所有全部靠右。方修平静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他身形敏捷地闪身到了街道的右侧，其身后赵浩、沈凌雪等人没有丝毫犹豫，紧紧跟随。其他人见状先是一愣，随即才反应过来。而就在众人转移之时，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人头灯笼迅速转过了头。那是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女头，脸上带着开朗的微笑，断裂的脖梗处不时有鲜血滴下，显然是刚死没多久。随着她的转头，众人皆清晰地看到她那黑白分明的眸子中正散发着诡异的红光，就仿佛2根手电筒将光打在地面上一般，形成了2道光柱，迅速朝众人之前所站立的地方划去。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应那么快，有2位御灵师因反应不及时，且并不是太愿意听从方修的指挥，导致距离安全区还有一半的距离。少女头颅转动的速度很快，所以她眼中的红光移动的也十分迅速，当即照在了那2个来不及逃跑的御灵师身上。他们2人拼命逃跑，但还是来不及了。那2名御灵师被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要完蛋了，毕竟那人头灯笼的红光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待红光过去，2人却发现自己貌似没受到任何影响，甚至身子还保持跑步的状态，已经距离众人越来越近。可下一秒，2人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怎么视线在拔高？2人原本1.7米左右，可跑着跑着却发现自己的视角升到了2米多的地方，并且还在迅速上升。3米、4米、5米，原本处在同一水平线的众人身形飞速变矮，那视角就仿佛自己站在高楼向下俯瞰一般。慢慢的，他们觉得越来越怪，为什么大家看我们的目光充满了恐惧？于是这2人低头一看，瞬间明白了过来。只见地面上有2具无头的尸体，还保持着奔跑状态，不过跑了2步就摔倒在地，断裂的脖梗处鲜血不断喷涌。原来我们也变成了人头灯笼。当他们意识到时，2人的意识也随之消散，完全化作2只人头灯笼，漂浮在天空中，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双眸张大，释放着2道诡异红光。跑！方修猛地一声令下，震醒了众人。这一次，众人犹如疯了一般，争先恐后的跟随方修的脚步，那模样简直犹如狂信徒在追随自己的神明一般，生怕掉队。只见方修的脚步极其诡异，忽左忽右，整个逃跑路线呈现 S 型，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狂奔。但此时却没有人一个人敢嘲笑他，
因为在所有人的眼里，方修此时的表演简直堪称神迹。没人知道天上的人头灯笼会在何时转头，也不知道他们那飘忽不定的轨迹会如何移动。但方修仿佛预知一般，闪转挪移，多次擦着诡异的红光边缘躲过。甚至其中有一次，5只人头灯笼同时看了过来，直接发出10道诡异红光，近乎封锁了全部去路。可饶是如此凶险的一幕，方修却提前预知般，整个人凌空一跃，在红光的包围圈还未形成之前，生生从中逃脱出去。其他人见到这神乎其技的一幕，除了震惊还是震惊，根本来不及思考，唯有紧紧跟随方修的步伐，甚至模仿他的每一步动作。方修跳，他们就跳；方修打滚，他们就打滚。也多亏了这群人是御灵师，反应速度和移动速度都远超常人。如若不然，这要是换了普通人前来，就算是知道生路，也根本无法通过。只不过，即便是御灵师，也无法100%复刻方修的动作，毕竟动作之间是有延迟的。方修先动，他们才能跟随，这其中就有了一个微小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放在平时可能也就半秒，根本影响不了什么。但在这生死关头，半秒之差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短短2分钟之后，队伍中再度死了3人，他们的头颅化作人头灯笼，缓缓升到天空，为方修等人的逃离再度增加难度。但一切仿佛都在方修的意料之中，甚至他连会死多少人，产生多少个新的人头灯笼都计算在内，完美躲避。前面就是最后一波了，跟紧我！方修在飞速移动中平静地说道。众人没有回答，而是牢牢紧跟。所谓的最后一波，竟是密密麻麻数百只人头灯笼扎堆在一起，他们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大半天空，每一个都是十分年轻的男女，男的发型时髦，女的浓妆艳抹，脸上涂着厚厚粉底，涂着红嘴唇，贴着假睫毛。他们似乎在蹦迪一般，在天空中不断摇头，左右摇摆。其实他们确实是在蹦迪，他们是从一旁的夜店中飞出来的，当时正在蹦迪，然后一只人头灯笼闯入，导致所有人全部变成了人头灯笼。现在他们死了，但依旧保持着生前的活动轨迹，在那里疯狂的点头摇头，这极大的增加了穿越过去的难度。胖子，点燃青铜烛台。好的。胖子闻言不敢有丝毫犹豫，直接划破手掌点燃青铜烛台。幽暗的绿光冉冉升起，将众人笼罩其中。跑！于是众人顶着绿光，在人头灯笼海洋中玩命狂奔。不时有一道道诡异红光轰击在众人身上，但皆被绿色烛光抵挡在外。阴森的绿光给众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不过胖子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他脸色煞白，感觉身体被掏空。好在方修走的是红光最薄弱的路线，要不然数百道红光轰击在众人身上，胖子怕是当场就会成为人干。靠着多次死亡回荡，方修早已摸清了最省血的路线。在青铜烛台的保护下，众人眼看就要离开这片恐怖的人头灯笼海洋。这种关键时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该出意外了。队伍中一位靓丽年轻的女子突然捂着心口，身子竟不由自主地栽倒在地。她不是心脏病，而是心理素质太差，加上长时间玩命狂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生怕犯一点错而死去，导致的灵性失控。这突如其来的灵性失控，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也不严重。如果有一根灵香点燃，她的灵性失控很容易就会压下去，变得跟没事人一样。但那是在平时，现在根本没有给他点燃灵香的机会。众人都在逃命，而他却摔倒了，直接掉队，很快脱离了绿色烛光的笼罩范围。不！女子凄厉大叫，眼看着绿色烛光距离自己越来越远，这种感觉就跟脱了防护服暴露在核辐射中一样。你们快停下了，救救我！此言一出，绝大部分御灵师根本就听不见似的，玩命往前跑，而有那么几人面露不忍之色，频频回头。这时，一对蹦迪的男女人头已经将头转向了女子。女子眼看红光即将照到自己身上，绝望的脸上露出了疯狂之色。既然你们不救我，那就一起死！凄厉怨毒的声音响起，他竟举起手，要发动自身能力去攻击人头灯笼。先前方修说过，千万不能出手攻击人头灯笼，一旦攻击就会打破人头灯笼的杀人规律，导致他们蜂拥而至。届时众人将会陷入包围之中，数以万计人头灯笼的围攻，众人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女子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才会选择攻击，目的就是让这些见死不救的人一起死。其实她从未想过，如果众人真的停下脚步救援，众人也极有可能陷入险境。在人头海洋之中，任何的停留都是致命的。听到女子那怨毒的声音，众人瞬间脸色大变。他们自从见到方修神乎其技的一幕之后，早已将他的话认定为真理。既然方修说千万不能攻击人头灯笼，那就绝对不能攻击，不然真的会死人的。可此时根本来不及阻挡女子的攻击了。就在众人绝望之际，一柄暗金色的飞刀嗖的一下划破空气，直接插在了女子的额头之上。女子瞬间怒目圆睁，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这场危机顺利化解，而那柄暗金色的飞刀在杀死女子之后，就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她一般，竟自己从额头中拔了出来，飞速朝众人的队伍中飞去，最终稳稳落在方修的手中。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刚出手的竟是方修。他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位女性御灵师要做什么，提前出手了。经历了这个小小的插曲之后，众人终于走出了人头灯笼的海洋，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可在救众人喘息之时，一名年轻女子却站了出来，对着方修质问道：如果你刚刚停下来救他，那他就不会做出如此极端的举动，也就不会被你杀死。你为什么不停下来救他？这个年轻女子似乎和刚刚死去的女子是朋友，一脸悲切与愤怒。方修还未说话，一旁脸色惨白的胖子却不满道：什么话？你说的那叫什么话？如果不是修哥，你们所有人都早死了。再者说了，停下来救他，感情不是你放血，你知不知道停下来会让我损失多少血液？没准我就当场暴毙了。年轻女子反驳道：我们完全可以轮流放血啊，只要我们轮流放血，不就有足够的时间救他了？方修，他最后要攻击人头灯笼是他不对，但抛开这一点不谈，你就没错吗？当时大家全都跟着你走，
你完全可以停下来选择救他，你为什么不救？面对女子的质问，方修显得很是平静，只听他淡淡道：我为什么要救一个废物？一个面对这种小场面都会灵性失控的废物，活下来也不过是为梦魇增加恐惧罢了。年轻女子先是一愣，随即勃然大怒，那是一条人命啊！你怎么如此冷血？明明只要众人轮流放血就能救他，可你却见死不救。还有一开始死去的那些御灵师，你只要早点拿出青铜烛台，他们就都不用死。是你害死了他们。方修十分平静地点了点头，是我害死了他们，你能怎么样？年轻女子又是一愣，她没想到方修竟然如此痛快地承认了，这是她始料未及的。方修的坦然让她越发愤怒，你这人到底还有没有一丝丝良心，有没有道德？你凭什么害死他们？所以你只会在那里狗叫。方修淡漠地注视着女子，我在问你，他们全是我害死的，你又能如何？想杀我为他们报仇，还是想离开我的队伍自己走？年轻女子一下子结巴了，因为她确实不知道自己能如何，至于离开队伍更是不可能，没了方修她还怎么闯梦魇的鬼域？但现在被架住了，她立刻对着众人道：难道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随意抛弃队友？这样的人咱们凭什么让他当队长？听闻此言，众人皆冷漠地看着女子，谁也没有任何动作。在场的人没一个是傻子，刚才方修的神乎其技他们已经见识到了，正因如此他们才很清楚，只有跟随方修才能更好地活下去。而且他们其实很赞同方修的做法，诚然可以早些拿出青铜烛台，然后救下所有人，但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如此做了，众人会损失多少血液？只为了救几个废物就要拖垮全队的战斗力吗？而且这里距离普陀寺还有很远的距离，谁能保证这一路上只有人头灯笼这一种诡异？在这里消耗点血过关了，那下一关呢？下关呢？等见到了梦魇还靠什么赢？就算救了这几个人可以多点血液，但有什么用？一次是累赘，次是累赘。这次面对人头灯笼，方修都给出了标准答案，这些人连抄都抄不明白，就算这次救了他们，那下一次呢？下次呢？继续前进。方修根本看也不看女子一眼，直接下令道。随着他迈动步伐，其余人纷纷紧紧跟随，生怕一不小心掉队。刚刚人头灯笼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可真是一步没跟紧就会死了。一时间众人全都走了，这期间没有一人与年轻女子说一句话，她站在道德的顶点，却仿佛被所有人给孤立了。年轻女子愣愣地看着离去的众人，脸上浮现出怨毒之色。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自己才是对的，可这群人却选择站在错误的方修那边。你们都是一群冷血的混蛋！年轻女子暗骂着，但众人却越走越远，只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四周孤寂的黑暗将她包裹。一股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她咬了咬牙，然后跟了上去。可就在她跟上队伍之后，方修却停住了脚步。只见方修转过头来，对着女子问道：谁让你跟上来的？年轻女子的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白。你既然不认我是队长，为什么又要跟着我的队伍？年轻女子的脸色越发难看。我跟着你是因为我要去普陀寺解决梦魇事件，解救绿藤氏。虽然你十分冷血，但是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等彻底解决梦魇事件，我会为死去的人向你讨回公道。哦，懂了。方修点了点头。你的意思是，你为了拯救绿藤氏，不得不暂时忍受我这个冷血无情的人，暂时先委屈一下自己，勉为其难的跟在我的队伍中，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再找我算账。年轻女子略带不服气的昂着脖子，你不用讥讽我，你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那依旧改变不了你冷血。唰，一道银光闪过，年轻女子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她的脖子上插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果然，这种时候一定要先杀圣母。方修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平静地抽回了手术刀。砰！年轻女子的身体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溅起一地尘土。此时的众人完全处于失声状态，谁也没想到方修竟会突然出手，还是对自己的队友。沈凌雪见到这一幕，娇躯莫名一颤。年轻女子的下场让她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如果不是调查局的关系，恐怕当时自己也已经死了。你居然杀了他！一位身穿皮夹克的年轻男子有些不可置信地惊呼道。方修扭头看向皮夹克男子，平静道：怎么，你也想死吗？你皮夹克男子终究没敢再说什么。方修缓缓扫视众人，将他们的情绪尽收眼底。如果你们之中有谁不认同我的做法，现在就可以自己走。面对方修平静到宛如死水一般的眼神，众人一阵默然，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更没人选择离开。开什么玩笑，在这危机四伏的鬼域之中，离开方修的队伍等同于自杀。之前方修堪比预知般的表现早已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方修杀人了，就算他不是人，是只诡异，众人也会跟着他走。很好，既然没有人愿意离开，那接下来的行动，我不希望听到任何质疑的声音，你们只需要听从我的指挥即可。想必你们也已经猜到了，我的能力并不是什么感知，而是预知未来。方修平静的声音犹如一个惊天炸弹一般，直接让众人炸锅了。虽然他们之前早有猜测，但当真的听到方修承认之后，还是难免震惊。这可是预知未来啊，简直触及到了神的领域。所以你刚刚提前知道了人头灯笼会出现，以及他们的杀人规律，甚至最佳的逃生路线，这些都是你预知到的。有人惊呼道。方修平静地点了点头，我的能力在调查局是机密，我这次之所以说出来，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任何人都要无条件服从我的安排，哪怕我让你做的事情再不可思议，也要立即照做。众人震惊到有些麻木地点了点头，他们不是傻子，知道预知未来的能力代表什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支队伍有了方修的存在，生存几率将大大提升。其实方修这次自爆能力，一是因为让众人听话，二则是没必要掩饰了。因为之前过人头灯笼那一关时，他神乎其技的表现早已超脱了感知的范畴，不能将人家全部当成傻子，
就算不说，别人也早有所猜测。所以这种情况下确实没必要掩饰。当然了，方修并不在乎秘密泄露，毕竟说不准这些人都会死。此人最擅长保守秘密。走吧。随着方修的一声令下，众人立刻行动起来。这时，队伍中突然有人惊呼道：“尸体动了！”众人立刻循声看去，霎时间毛骨悚然，只见原本死去的年轻女子竟犹如僵尸一般，直挺挺地站了起来。而她白皙脖颈的伤口处，血液已经不再外流，取而代之的是数道银色发丝挡住了伤口。就在众人以为是诡异作乱时，方修却径直地走到了胖子的身边，从他手中拿过了青铜烛台，然后又将青铜烛台交到了诈尸的年轻女子手中。这是什么操作？众人看得皆是一愣，把保命的鬼气给诡异。不用担心，不是诈尸，我控制了他的尸体。方修平静道。胖子最先反应了过来，看着尸体手中的青铜烛台，恍然大悟道：“修哥，难道你是想让他点燃青铜烛台？死人再利用？”方修点了点头，再怎么说他也是这队伍中的一员，即使死去，也应该为队伍发挥最后的光和热。众人听闻此言，皆感觉心里一阵发毛。方修这人给他们的感觉实在是太危险了。一些眼尖的御灵师发现年轻女子的尸体上连接着数根银色发丝，而那些发丝的尽头赫然是方修。随后众人继续前进，这一路上黑暗深处的浓雾中时不时会涌现出一群群鬼奴，他们都是早已死去的绿藤市市民。面对这些鬼奴，方修并未出手，而是全部交给众人解决。这也是他带上众人的意义，保留自身灵性。只是一些小怪而已，他犯不上消耗灵性。途中众人又在街边随便找了几辆未上锁的车，开着车一路狂奔。这些没上锁的车应该是原主人在行驶过程中就已经死了，或者遇到了某些突然状况，直接跳车逃跑了。众人开着车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他们的视线前方道路的正中央竟诡异地出现了一座游乐场，里面还传出孩童那天真无邪的童谣。见到这一幕，方修眉头微皱，这是之前那位游乐场的小女孩找上门来了。他先是调转方向朝另一条路开去，结果那一条路上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游乐场，就好像他们不进游乐场就过不去一般。这时方修平静的脸庞上已经不自觉地挂起了一抹狞笑，本想优先解决梦魇，想不到你倒是迫不及待地来找死。随后方修猛地一踩油门，直接朝游乐场冲了过去。其他人见状也只得选择跟随方修。众人进入游乐场后，发现这里和普通的游乐场没什么不同，随处可见的游乐设施，旋转木马、过山车、鬼屋、摩天轮。唯一不同的是，整个游乐场空无一人，那些游乐设施却自己运行着，再配上这黑暗的夜色以及浓雾，给人一种阴森恐怖之感。众人驱车行驶，很快从游乐场的入口便开到了出口。然而当他们从出口离开时，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竟又回到了游乐场的入口。有人不信邪，一连试验好几次，结果都是如此。不用试了，所有人下车。方修通过对讲机命令道。随后所有人全部下车，众人的目光集中在方修的身上，期待他能指明方向。不过方修却注视着这些游乐设施道：“出来吧，叔叔来找你玩了。”嘻嘻，一道稚嫩可爱的童音响起，众人顿时浑身一紧。只见原本空荡的旋转木马上，竟凭空出现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她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在旋转木马上肆意玩耍。叔叔，你来找我玩了呀？嗖！一柄带着寒光的手术刀破空而去。然而就当手术刀接触到小女孩的刹那，竟直接从她的身上穿了过去，如同穿过空气。方修顿时眉头一皱，招了招手，银色发丝将手术刀收了回来。不是实体吗？沈凌雪，点火！方修直接命令道。沈凌雪犹如接到了指令，立刻行动起来，白嫩的双手摊开，两团明亮炽热的火焰出现在手中，随着他狠狠一甩，火焰顿时朝着旋转木马轰去。可下一秒，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火焰像是烧到空处一处，直接从旋转木马上穿了过去。小女孩笑得越发开心，嘻嘻，叔叔阿姨们，来和我一起玩啊！只要你们玩完任何一个项目，就可以离开，每个人都要玩哦。众人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他们最烦这种诡异，打又打不得，只能按照对方的规则来。可这些游乐项目看上去和普通的无异，但任谁也知道，一旦上去，肯定会经历难以想象的危险。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所有的游乐项目中挑选出一个最简单的项目。于是众人的目光再度集中在方修的身上，期待他能预知出哪个项目最简单。方修也不负众望，不假思索道：“程心源，你去做旋转木马。”程心源顿时一愣：“我自己吗？那你们呢？”“对，就你自己，不必担心，我已看见了未来。”方修平静地说道。其实他在说谎，他并没有死亡回荡，他只是单纯的想让程心源当炮灰，去试验一下旋转木马的危险程度。至于为何选程心源，是因为他在队伍中算得上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应该能试探出更多东西。程心源有些半信半疑，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因为方修没有理由害自己。在这种危险时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自己虽然算不上最强，但这支队伍中绝对是排名前列的强者之一，方修没道理会害死自己。旋转木马吗？程心源目光凝重地看着正在不断缓慢旋转的旋转木马，以及其中一只木马上坐着的小女孩。他缓步走去，一边走，脑海中一边在疯狂思考。按照常理来说，小女孩是诡异，她在玩旋转木马，正常人肯定不会选择，肯定要躲她远远的。可方修却让我玩旋转木马，且只让我一个人玩，难道？程心源猛地明白了方修的用意，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旋转木马因小女孩而危险，但极有可能小女孩就是故意坐在那里，不想让别人选。至于为何只让自己做，一定是和自己的能力有关。方修一定是预知了未来，知道我程心源的能力克制旋转木马，所以才会选我，一定是这样的。
明白了方修用意的程心元顿时牙也不颤了，腿也不抖了，脚步也加快了，3步并作2步踏上了旋转木马。为了保险起见，程心元还特地选了一匹白马，因为小女孩坐的就是白马。当她坐上去之后，一切都是那样的风平浪静，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就仿佛坐的普通的旋转木马一般，在上面转啊转啊，这让程心元有些发愣。没有危险吗？看来方修果然预知了未来，知道这里没有危险。众人也是有些疑惑，频频在方修和程心元之间打量，似乎是想问为什么没有危险。程心元，你坐上去有什么感觉？一位御灵师忍不住问道。什么感觉也没有，就好像坐的普通的旋转木马。程心元同样疑惑地回答道。可随着旋转木马又转了2圈，程心元突然觉得身子有些疲惫，他立刻警惕起来，但左看右看，却依旧没有发现危险。这时他忍不住朝小女孩问道，我只需要做到旋转木马结束就可以离开了是吗？是的啊，叔叔。小女孩歪着头笑道，模样十分可爱。但程心元却只能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就这样，旋转木马转了1圈1圈，程心元除了感觉到疲惫以外，真的没遇到任何危险。可正在这时，突然有人惊呼道，程心元，你的头发白了。众人看去，只见程心元的发根处竟隐隐浮现白发。程心元顿时一惊，连忙拿出手机查看，果然发现自己的发根白了。他大惊失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随后更令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手机中的自己竟仿佛苍老10岁，脸上竟长出了皱纹。这真的是我？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手，结果手上也出现了皱纹，而且随着圈数的增加，他身上的疲惫感越来越重，发丝不断变白，皱纹也飞速增加，甚至连视线也开始模糊浑浊。旋转木马在消耗我的寿命。程心元终于意识到了，他恍然惊呼，整张苍老的脸上写满恐惧。转1圈就是1年。程心元吓坏了，他此时已经由27、28岁变成了40、50岁的模样，并且随着旋转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他赶忙就要起身，想要离开旋转木马，结果却骇然发现旋转木马上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死死限制住了，他根本无法离开。下不去！操！程心元破口大骂，不管不顾的他直接驱动身上的下山虎过江龙，伴随着恐怖的咆哮，一条黑龙和一条白虎从他身上飞出，随即狠狠地朝旋转木马咬去。然而无论他如何攻击，旋转木马就仿佛不存在一般，根本无法被攻击到。方修，你不是说你看见未来了吗？赶紧告诉我方法呀！我特么都快老死了！程心元急得疯狂朝方修叫喊。众人也是看向方修，想知道他如何解救程心元，毕竟他敢让程心元上去，肯定是有破解之法。但方修却平静地回复道，没错，我是看见了未来，我看见的就是你死去的未来。此言一出，众人包括程心元在内皆是一愣。程心元瞬间勃然大怒，只感觉一股怒火从丹田直冲脑门。方修，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你居然骗我！我杀了你！程心元急了，这次他竟操控起龙虎，狠狠地朝方修扑去。龙虎的速度很快，但方修的飞刀速度更快。在程心元动手的那一刻，方修已然扔出一把暗金色的飞刀，直接插进了对方的脑门。苍老如同80岁老人的程心元，且被束缚在木马上，根本没有丝毫躲避的机会，便被方修一刀毙命。那冲到半路的龙虎也顺势消散在空气中。方修，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程心元是因为相信你的话才死的。你之前已经杀了一个队友，现在又杀了程心元，哪怕你的能力是预知未来，现在我们也很难相信你。程心元刚死，便立刻有人过来质问，甚至有人怀疑到，方修，你是不是想节省灵性，故意不预知未来，然后让我们拿命去试探吧？没错，一定是这样。这一路上他几乎没怎么出过手，唯一一次不对2次出手，还是全是杀的队友。眼见众人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方修却丝毫不为之所动，直接指着过山车道，过山车，你们谁去？众人一时间更是大怒，简直是无法无天，目中无人，事到如今不解释也就算了，居然还想指挥我们。有人冷笑道，你既然预知了未来，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方修并没有理他，而是对着沈凌雪吩咐道，沈凌雪，你去。沈凌雪面对方修的指令，根本不敢看他的眼睛，低着头默不作声的就去了。众御灵师见到这一幕都愣住了，这明摆着去送死也上赶着去。小姑娘长得挺漂亮，怎么脑子不好使？很快沈凌雪坐上了过山车，其实她也怕死，但她不敢违背方修的命令，因为她更怕生不如死。另外她还是比较相信方修的判断，当初在黑水村就是如此。轰隆隆，过山车发动了，速度越来越快，沈凌雪的发丝被狂风不断吹拂，显得有些凌乱。行程很快走完1/3，一切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众人丝毫没有掉以轻心，依旧紧紧地注视着沈凌雪。此时的沈凌雪状态很不好，脸色有些苍白，贝齿紧咬着自己娇嫩的下嘴唇。不过看她的样子，应该不是遇到了什么诡异事情，而是吓的。终于，过山车来到了最高峰，在这里她会近乎垂直下落，这也是所有过山车最刺激的一段路程。啊！随着过山车的下落，沈凌雪爆发出高亢的尖叫声，众人有些无语，这还真玩上了。可下一秒，惊变突生，沈凌雪的尖叫声戛然而止。只见在下落的半途中，空中似乎有看不见的钢丝线一般，直接削掉了沈凌雪的头颅。事情就是这般突然，过山车走着走着，唰，沈凌雪的头没了。无头的尸体在过山车上不断喷洒着血液，随着车辆的移动，血液飞溅的到处都是。而沈凌雪那颗美丽的头颅则是从车上坠落，如同篮球一般砸在轨道上，然后又弹到另一个轨道，头骨与轨道撞击，发出沉闷的咚咚声，最终落在了众人脚边。众人看着沈凌雪的头颅，只感觉一阵毛骨悚然。那头颅早已面目全非，脸部变形，头骨破裂，
隐隐有血液和脑浆流出。沈凌雪死了！胖子有些不可置信的颤抖道，他怎么也想不到方修竟会给沈凌雪指了一条死路。修哥，他死了！他为什么会死？你是不是搞错了呀？然而传来的只有方修平静到冷漠的声音。胖子，你去鬼屋。胖子微微一颤，他紧紧地注视着方修，企图从他脸上看到任何伤心或者什么其他的神情，可他最后什么也没看出来，有的只是如死水般的平静。胖子颤抖地嗯了一声，最终选择去了鬼屋。日天，你去坐海盗船。赵浩神情复杂地看了方修一眼，一言不发，坐上了海盗船。而在这时，方修出手了，只见他的黑色短发瞬间变成银色长发，黑白分明的右眼被血色覆盖。咻！无数银色发丝如潮水般朝众人涌去，众人瞬间大惊失色。方修，你疯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一些实力较强的御灵师直接轰开了银色发丝，飞速与方修拉开距离，而那些实力较弱的则是被发丝紧紧缠绕，有的则是在血thống的攻击之下晕了过去。仅仅片刻，方修便成功控制了5个人。眼见众人要围攻，方修淡淡道：“我需要他们去试探，如果你们对我出手，那一会就由你们亲自拿命去探路。”此言一出，原本要围攻方修的几人立刻犹豫了起来。虽然方修的做法十分冷漠，但无疑是正确的。如此多的游乐设施，自然不能所有人全上一个，这样很容易全军覆没。就比如旋转木马，一旦所有人都上去，那肯定和成型园是一个下场，活活老死。所以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人命去试探，找出一个最简单的游乐设施。最终，这几人没有选择对方修出手。他们可以说方修不道德、冷血，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也想活下去。随后，方修便控制着5个人分别去了不同的游乐设施。数分钟后，这些人都死了，而现在方修的身边已经空无一人。之前那几位御灵师早就跑得远远的了。从众人拥簇到孤身一人，方修的神情始终没有丝毫变化。他迈开步伐走向了碰碰车，角落中隐藏的几人面色复杂，他们实在看不透方修这个人。从他毫不犹豫让队友用命去试探，可以看出此人十分冷血自私。可在最后时刻，他竟然自己也亲自上阵去试探了。他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方修并未想太多，他的想法很简单，游乐项目那么多，他懒得自己一个个去试探，太麻烦，所以就拉上众人一起，这样比较方便快捷，仅此而已。同样都是一个队伍，总不能从头到尾就他自己一个人死了无数次，别人一次不死吧。坐上碰碰车之后，很快发动了起来。四周空无一人的碰碰车仿佛发疯了一般朝方修的车冲来，砰砰砰！方修的车被不断撞击，每一次撞击他的嘴角都会流出一抹鲜血。那看似轻微的撞击，就好似一柄柄重锤一般，狠狠地砸在方修的内脏之上。终于，方修也死了，被活活撞到内脏破裂而死。嘻嘻，叔叔阿姨们，来和我一起玩啊！只要你们玩完任何一个项目，就可以离开，每个人都要玩哦。小女孩对着众人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众人在不寒而栗的同时，将目光全部集中在方修的身上，仿佛他是团队的大脑，等他下达指令。方修并未让众人失望，直接伸手指了指最高的摩天轮道：“5个人一组，去坐摩天轮。我已经看到了未来。”摩天轮。众人看向游乐场中最高的建筑摩天轮，本能般觉得这个项目很危险，因为距离地面太高，在空中和地面可不一样。真要是在空中遇到了危险，那连逃跑都没地方跑。程心源更是频频看向摩天轮以及旋转木马，他总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旋转木马看似有小女孩在那里，但说不定最安全。不过方修根本没有给众人太多思考的时间，他已经朝摩天轮走去，而他的身后，赵浩、沈凌雪、胖子以及被控制的女尸紧随其后。众人见方修行动，当下也不再犹豫，紧紧跟上。毕竟方修能预知未来，相信他肯定没错，且他自己都要亲自上去了，他肯定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你们几个和我先上去，其他人原地等候。方修直接对着众人吩咐道，根本不做任何解释。对他而言，听话就活，不听话就死。他不会去苦口婆心的劝众人，摩天轮危险性最小，他没那个义务。当然了，能活到现在的御灵师也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违背方修的命令。很快，方修就带着赵浩等人上了摩天轮。摩天轮本来只能坐4个人，但方修却让他们坐5个人，1个人站在中间的空地，其他人分2排坐着。这个摩天轮很奇怪，不仅十分破旧简陋，甚至连窗户都没有。简单来说，就是四面漏风。当它转动起来，整个包厢颤颤巍巍的，仿佛随时会散架。随着包厢距地面的距离越来越高，胖子和赵浩的脸色已经开始苍白，尤其是胖子，可能是因为体重的关系，他根本一动不敢动，生怕压坏包厢。沈凌雪倒是神色如常，但她的手却死死地抓着自己的修身牛仔裤，显然内心十分不平静。沈凌雪恐高，之前在坐过山车时就有所表现。整个包厢中唯一镇定的，也就是方修和他所控制的女尸了。很快，方修他们所在的包厢已经快要升到最高点。修哥，怎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这游戏如此简单吗？赵浩有些颤抖道。点燃青铜烛台。方修突然对着女尸命令道。女尸当即一丝不苟的执行，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对着自己的手掌狠狠划去，鲜血顿时涌出。他握紧青铜烛台，将其点燃。惨绿色的鬼火浮现，众人顿时被阴冷的烛光包裹。而就在点燃青铜烛台的下一秒，包厢已经达到了最高处。呼呼呼！四面八方的天空中突然涌起呼啸的风声，众人循声看去，顿时大惊失色。只见四周不知何时竟然涌现数道黑风，就仿佛狂风中夹杂着无数黑沙。那黑风顺着包厢中四面漏风的窗户就涌了进来。吱吱，强烈的腐蚀声响起。黑风撞上绿色烛火之后，就好似沸腾的油锅中倒入了水，轰然爆裂，甚至冒起了阵阵白烟。
绿色的烛火开始摇曳，仿佛随时会熄灭一般。不过随着灵性血液的涌入，它始终没有灭。时间大约持续了1分钟，包厢才缓缓下落，而那恐怖的黑风也逐渐减弱。方修等人有惊无险的成功过关，而代价则是女尸变成了干尸。那些黑风竟耗光了一个人全身的血液。下一组上去的时候记住，你们5个人轮流消耗血液，在最高处点燃青铜烛台。当黑风减弱之后，最好停止点燃青铜烛台，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抵挡黑风，不然你们可能会失血过多而死。方修提醒完众人之后，便将青铜烛台交给了下一组。众人看了看变成干尸的女子，心有余悸的点了点头，随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摩天轮。他们按照方修的吩咐，消耗了一定的血液，成功活了下来。除了脸色惨白，有些失血过多以外，并无大碍。其他人也是纷纷效仿，也都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成功过关的众人看向方修的目光再度发生变化，有震惊，有钦佩，甚至有人感慨，能够跟着这样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队长，简直安全感爆棚。能在众多不知凶险的游乐项目中精准无误地找出最安全的项目，保证所有人活着通关，这放在以往的诡异事件中简直不可想象。御灵师是高危职业，一次次于死亡中徘徊，稍不留神就会死，没有人敢说自己能100%活过每一次诡异事件。可跟着方修却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一些心思活络的人已经产生了要加入调查局的想法，不为别的，就是冲着方修去的。以往他们不愿意加入，一是因为受限制，二是怕担责任。调查局的职责就是保护百姓，一旦出现诡异事件，民间御灵师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但调查局的御灵师必须上，所以说死亡的风险非常。但如果能进入调查局，加入方修的队伍，活下来的概率将直线飙升。大多时候，面对诡异事件的伤亡，还真不是因为实力太弱，而是不清楚诡异的情报以及杀人规律。一旦提前知道，可以大大减少伤亡。如果每次都如这2次一般，提前拿到通关攻略，那在死人只能怪自己废物，怪不了别人。喂饭你都不吃，活该你死。方队长，既然已经成功过关，那咱们走吧。有人提议道。不知不觉中，他们对方修的称呼都发生了改变，别说叫队长了，只要能带领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叫爸爸都没问题。然而方修却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抹令人不寒而栗的微笑。不急，我还有点事要处理。说完，方修竟直接对着旋转木马上的诡异走去。诡异歪着头，天真无邪地笑道：叔叔，你已经过关了，还不走吗？方修嘴角的笑容不断扩大，露出森白的牙齿。你不死，我怎么走？轰！方修的右眼瞬间变成血色，一道血色波动从他眼中射出，诡异瞬间如同遭受重击一般，径直地从白马上掉落。而就在他掉落的瞬间，无数银色发丝蜂拥而至，如同包粽子一般将其包裹起来。随着方修挥了挥手，银发将诡异拖了过来。不远处的众人见到这一幕都愣住了。什么情况？这只诡异之前不是无法被攻击到吗？那为何现在又可以了？很快有聪明的御灵师猛地想到了，要说现在和之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通关了。没有完成游乐项目之前无法碰触到小女孩，但在完成了游乐项目之后，众人似乎和游乐场产生了某种联系，所以能触碰到了。这一点其实不难想到，主要是根本就没人会往这方面想，任谁好不容易过关之后，肯定想的是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但方修的脑回路和常人不同，他的眼里只有诡异。很快，小女孩就被抓到了方修的面前。小朋友，你不是喜欢玩吗？那叔叔就陪你好好玩玩。你猜一猜，叔叔这一刀会落在你身上的哪个部位？猜对了，奖励2刀。方修的声音已经因为兴奋而逐渐扭曲。自从被老婆杀了18次之后，他已经不会快乐了，除了虐杀诡异。面对方修的威胁，小女孩咯咯笑着。没用的叔叔，我和游乐场是绑定在一起的，你是杀不死我的哦。听到杀不死这3个字，方修脸上的神情瞬间一滞，紧接着他的双眼缓缓张大，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仿佛见到了新大陆。结，扭曲狰狞的笑声从他的喉咙中挤出，回荡在阴森的游乐园中，显得异常的恐怖。瞧瞧我发现了什么？一只杀不死的诡异，真是太妙了。众人看着方修此时的状态，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他这个样子真的没事吗？不会是要灵性失控了吧？应该不会吧。唰，一道银光闪过，小巧锋利的手术刀直接扎在了小女孩的身上。小女孩直到手术刀落下来之前，她始终保持着笑嘻嘻的模样，似乎在嘲笑方修的自不量力。诡异与人的身体构造可是不同的。然而当手术刀落下后，小女孩的脸色猛地一变，脸上青筋暴起，双目赤红，五官因痛苦而变得异常扭曲。啊！非人的惨叫声响彻全场。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来，让我多愉悦一些吧。刷刷刷！方修的右手犹如打桩机一般，化作一道道残影，在小女孩身上开出一个又一个的洞，几乎要将她扎到支离破碎。脸上、四肢、胸口，小女孩凄厉的惨叫声不断响起，那根本不是人类能够发出的嘶吼，十分扭曲恐怖，像是某种野兽。听得众人不寒而栗，仿佛手术刀扎在了自己的身上。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弱的御灵师早已不忍直视，别过了头去。小女孩真的没有吹牛，每当手术刀在她身上开动之后，下一秒那个洞就会缓缓愈合。不过代价却是游乐场的设施更加陈旧了。如此神奇的一幕让方修越发兴奋，他不由得加大了惩罚力度。时间1分1秒的流逝，小女孩的叫声也越发微弱，开始变得奄奄一息。而游乐场中此时竟消失了大半游乐项目。为什么你能伤害到我？此时的小女孩再也笑不出来了，脸上满是拟人化的恐惧。她本来是与游乐场绑定，除非彻底毁灭游乐场，不让她永远死不了。可是现在方修的攻击却刷新了她的认知，
那手术刀仿佛带有某种可怕的魔力，每一击下去都会带给他极致的痛苦。那种可怕的痛苦让他的生命力急速流逝。看到小女孩快不行了，方修顿感无趣，只有这种程度吗？他生怕一不小心把小女孩杀死，所以每次只动用了一丝痛苦灵性。没想到饶是如此，这才500多刀，小女孩就快撑不住了。他不由得放慢了速度，想多享受一会这令人愉悦的时光。良久之后，观战的众人已经有些麻木了，甚至有人道：“咱们是不是该提醒方队长要离开了？在这里耽搁太久，时间不好吧？”身边的人猛地脸色一变：“你疯了？这时候你敢去提醒他？你就不怕打扰了他的雅兴被杀？”那人闻言顿时脸色一白，不敢再言语：“求求你饶了我吧，叔叔，你饶了我吧！”小女孩的身体已经变得半透明，仿佛即将消散的魂魄。她模仿着人类的神态，不断求饶，企图利用方修的同情心。笑死，方修根本没有这种无用的东西。小女孩又将目标转向其他人：“救救我，叔叔阿姨，你们救救我！”有人面露不忍之色，虽然明知小女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诡异，但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确实让人可怜。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敢劝阻，主要是方修的样子太可怕了，简直比诡异还诡异，没有一个人敢多说一个字。啊！小女孩似乎已经崩溃，她的皮肤开始变青，嘴中的獠牙不断生长，舌头变得如蛇一般，似乎再也维持不住人类的模样，神智也开始不清，只知道无意识的嘶吼。方修脸上的兴奋之色缓缓褪去，变得一如之前般平静。他平静地注视着丑陋的小女孩，淡淡道：“真是丑陋啊，至少用你的死来取悦一下我吧。”唰，一刀消手，小女孩的身体彻底透明，消失在世界上。走吧，方修平静地对众人说道。众人看着跟没事人一样的方修，皆不敢与其对视，纷纷让出一条路来，让他过去。很快，众人继续上路。半个小时之后，众人终于来到了普陀寺山下。普陀寺建立在一座山之上，算是绿藤市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平日里香火不断，前来拜佛的人络绎不绝。不过在梦魇的鬼域中，此时的普陀寺仿佛被一团黑雾笼罩，空无一人。黑暗中隐隐有鬼哭之声响起，尽显阴森恐怖。他们朝山脚处行驶，可很快却停下了车子，因为前方竟出现了一片坟地，里面立着密密麻麻的墓碑，车辆根本无法通过。下车，步行上山。方修率先下车，大步朝坟地走去。看着领头的方修，即便是面对如此诡异的坟地，众人也并未太过害怕，紧紧跟随。我曾经来过普陀寺，那时候山脚下可没有这片坟地。这是梦魇的鬼域，是梦境与现实的融合，出现任何怪异景象都不足为奇。咦，你们看，这里有块牌子。众人循声看去，发现坟场中确实立着一块与众不同的牌子。这块牌子很高，比寻常的墓碑都要高出不少，显得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只见上面写着“死人禁地，活人入内”。这牌子写的什么狗屁？是不是写反了？坟场成了死者禁地，活人可以进入？是啊，不应该是活人禁地，死人入内吗？大家小心点吧，鬼域之中任何特异之处，说不定都蕴藏着致命。唰！那人警示的话还未说完，一道银光闪过，石碑直接断裂成2截。出手的正是方修。众人微微有些发愣，其实他们很想说，在鬼域中一定要谨慎，不能轻易出手。但既然出手的是能预知未来的方修，那就没事了。他出手一定有他的道理，说不定这就是破局的关键。其实方修只是单纯的出手试探而已。面对未知的诡异事件，他不怕冒失，就怕无缘无故的死去，没有试探出过多的价值，约等于白死。所以他想看看砍断石碑会不会引发什么动乱。结果等了几秒，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走吧，方修平静道。他带头朝前方走去，其他人紧随其后，亦步亦趋。一行人很快走到了坟场尽头的大门。众人都觉得古怪，明明如此阴森恐怖且突然出现的场景，居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出来了。可正当众人走出坟场大门的那一刻，却惊讶地发现坟场外面还是坟场，一模一样的坟场。有人不信邪地往回走，发现真的有2个坟场，他们由一扇门分割开来。难道真有2个坟场？还是咱们又被困住了？方队长，您怎么看？继续走。方修淡淡道。于是众人继续向前，很快又走到了坟场大门。穿过大门之后，发现还是一座一模一样的坟场。他们来回穿梭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坟场，就好像有人建了无数个坟场连接在一起似的。可是当众人原路返回时，却惊悚地发现回不去了，最初进来的大门走出去也是坟场，无限循环的坟场。方队长，您怎么看？自从知道方修能预知未来之后，众人仿佛已经完全失去了脑子，一有事就问方修的意见。这就好比你提前知道了考试的答案，肯定就不愿意再动脑子去学习。既然将被困住，那就说明此地肯定有诡异，或者就是梦魇搞的鬼。目前看来，坟场的源头很有可能隐藏在坟墓中。所有人去挖坟，把所有的坟都刨了，如果有尸体，那就挫骨扬灰。方修平静地下达着命令，众人自然没有不听从的，纷纷开始挖坟。当一座座坟墓被扒开，众人惊讶地发现，这些坟墓中都有棺材，一模一样的漆黑棺材。而打开棺材一看，赫然发现里面全是一具具白骨，倒是没有什么白骨复苏从坟地中爬出来的景象。那些白骨虽然看着瘆人，但众人都是御灵师，倒也不至于害怕死人。或者说，御灵师从来不会害怕死人，能让他们恐惧的只有诡异。于是众人开始将白骨挫骨扬灰，短短一会儿功夫，几十个坟墓都被刨了，骨灰也扬了。可即便弄出如此大的动静，还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可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操！真他妈晦气！这人也叫赵浩。”说话的正是赵浩，只见他正站在一座坟墓面前，而坟墓上写着的名字赫然就是赵浩之墓。也难怪赵浩大喊晦气，
在这种阴森的地方看见带有自己名字的坟墓，确实不是一个好兆头。起初众人并未太过在意，毕竟赵浩这个名字又不是多复杂，重名也很正常。可就当赵浩将坟墓刨开，露出棺材之时，惊变突生，咚咚咚，那口棺材中竟然发出猛烈的撞击声。众人反应十分迅捷，一时间纷纷跑了过来。难道这棺材里关的就是诡异源头？是不是杀死里面的诡异，咱就可以走出去了？一众御灵师拉开距离，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包围圈，紧紧地盯着不断发出响动的棺材。一旁的赵浩更是大骂晦气，他怎么也没想到诡异源头也叫赵浩。方修隐隐察觉到有些不对，因为棺材中的咚咚声不像是诡异发出来的，倒像是有个活人在里面，隐隐有些呼救声。下一刻，他直接分出一缕银色发丝，将棺材板掀开。而当棺材掀开的那一刻，众人皆是大惊失色，因为里面躺的赫然就是赵浩。啊！呼！棺材中的赵浩疼得坐了起来，大口大口地呼吸外面的空气。当他看到外面的赵浩时，顿时脸色大变。你是谁？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外面的赵浩同样的大惊失色。诡异！你这该死诡异，居然敢变成我的样子！你放屁！你才是诡异！你变化成我的样子，混在队伍中，你特么才放屁！你都从棺材里出来了，还不是诡异？棺材里的赵浩大急，连忙对着方修说道：“修哥，我刚才和你们走着走着，突然眼前一黑，然后就到了棺材里，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搞的鬼！”外面的赵浩也是赶忙解释道：“修哥，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一直和你在一起，肯定我才是真的，他是诡异假扮的，不信你问我几个只有咱俩才知道问题。”修哥，你问我，我才是真的！棺材里的赵浩也是大喊，甚至他不等方修提问，直接自曝隐私：“修哥，你是知道我的，我日过鬼，日过梦魇，你个假货，拿什么和我比？”此言一出，空气骤然安静。众人这时，外界的赵浩一听，顿时急了，当下也是不甘示弱道：“修哥，你是知道我的，我最喜欢的电影是美角教师放学后的私人授课，还有阿凡达、超人大战猫女、蝙蝠侠拷问小丑女。”众人面对两位赵浩不断自曝丑闻，一时间众人也分不清到底谁真谁假，只得将目光全部集中在方修的身上，期待他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方修看着两位一模一样的赵浩，根本没有丝毫思考，直接拿出了手术刀。两位赵浩顿时大惊失色，他们都很清楚方修一言不合就杀人的性格，之所以惊慌，是生怕方修认错了，把自己给杀了。两人还在疯狂辩解，企图证明自己是真的。然而下一秒，唰，一道银光闪过，外界的赵浩脖子上直接插入了一把手术刀。修哥你！扑通，外界的赵浩满脸惊恐与不可置信的倒下了。棺材中的赵浩则是欢呼雀跃，不愧是你，修哥，我就知道你是能分辨出我的。而就在外界的赵浩倒下后不久，他的尸体发生了变化，只见他浑身血肉如被什么东西吞噬了一般，全部消失，变成了一具白骨，和之前那些棺材中开出的白骨一般无二。众人见到这一幕，不由暗暗称奇，想不到方修果然一眼就分辨出了真假。他们十分好奇地看着一脸平静收回手术刀的方修，很好奇对方是怎么准确判断的。修哥，你是怎么分出我是真的啊？赵浩从棺材中爬了出来，问道。方修平静道：我没有分辨出真假，只是他离我比较近而已，所以我就杀了他。拥有死亡回荡的他，从来不需要做选择，因为选错了可以重来。看来这次他运气不错，选对了。赵浩原本兴奋的神情瞬间僵硬在脸上，众人也是微微一愣，有些没反应过来。只是因为距离近，所以就杀了。这特么幸亏是杀对了，这要是杀错了，起步。修哥你真幽默，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是不是？你肯定分辨出他是冒牌货了。赵浩打着哈哈笑道：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这么想的。正常逻辑来看，外界的大概率是真的，但你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诡异肯定没那么简单，有可能就是故意误导，所以你杀了外界的冒牌货，对不对？方修看了看一脸认真思索的赵浩，平静的点了点头，你说的都对。赵浩信了，一脸兴奋道：不愧是你修哥，居然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其他御灵师则不像赵浩那么单纯，不知出于什么感受，他们总感觉方修一开始说的就近杀人才是真话。看着方修平静的神色，他们严重怀疑方修就是那种十分冷血、没有感情的人，对他而言，杀对杀错都无所谓，如果杀错，那就两个全杀了。既然诡异的源头已死，那咱们赶紧去普陀寺吧。程心元提议道，他可不想一直在这阴森的坟地待着。于是众人再度朝大门走去，结果出去之后还是一模一样的坟场，甚至这个坟场还有几十个被刨开的坟墓。众人的脸色一下子惨白起来，有人惊慌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诡异不是被杀死了吗？这时阴森的坟场中突然传出咚咚咚沉闷的敲击木板的声音，这声音与之前赵浩敲击棺材板的声音如出一辙。怎么回事？难道还有人被关在棺材里？这岂不是意味着咱们的队伍中又混进了一只鬼？有人凝重道。此言一出，众人瞬间拉开了与四周人的距离，动作十分迅速，几乎在同一时间，仿佛排练好了一般。方修没有理会众人，而是朝着发出响动处走去。众人也跟随着过去，只见声音自一处坟墓中传来，墓碑上面赫然写着沈凌雪之墓。队伍中的沈凌雪立刻脸色一变，众人也是警惕地看向沈凌雪，一个个做出攻击准备。我不是诡异，我的能力是火焰，诡异不可能用出我的能力。沈凌雪说着，直接伸出手掌，一团炙热明亮的火焰出现在手中。但众人并未放松警惕，依旧紧紧地注视着他。这时方修操控着银色发丝，直接掀开了棺材，里面躺着的人果然是沈凌雪。棺材中的沈凌雪立刻起身，在看到外界的沈凌雪之后，他脸色一沉，抬手便是一击火焰。外界的沈凌雪自然也不甘示弱，开始拿火焰对轰，轰轰轰！
一团团火焰在空中撞击、爆裂，一时间火光四溅，一股股热浪席卷。众人连忙拉开距离，躲避火焰。双方的火焰威力竟不相上下，斗了个旗鼓相当。停手！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两位沈凌雪立刻如同接收到指令一般，同时停手。他们两人一言不发，皆是看向方修，似乎在等他分辨。方修自然也没有丝毫犹豫，唰，一道寒光闪过，外界的沈凌雪其白皙的脖颈之上插入了一把手术刀，扑通，外界的沈凌雪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很快，她的尸体化作一具白骨。此时，众人也发现了一些端倪。有人总结道：看来这次的诡异应该具备神不知鬼不觉将人拉入棺材的能力，然后他会幻化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人混在队伍中。程心元摇了摇头，这应该不是诡异，准确的说梦魇的能力。咱们身处梦魇的鬼域，这些应该是他搞的鬼。程心元身为地下黑市的负责人之一，知道的隐秘自然要多于其他人。再试一次，方修说了一句，随即又带着众人前往大门，结果还是无法走出坟场。他心中隐隐有了猜测，出不去的原因极有可能是还有诡异没有解决。赵浩、沈凌雪既然能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埋进棺材，那没道理其他人不行，说不定得解决所有诡异才能出去。于是他立刻下令，所有人跟着我，立刻寻找带有自己名字的坟墓。众人接到命令，立刻开展地毯式搜寻。很快，方修看到了刘帅之墓。队伍中的胖子见到这一幕，瞬间脸色惨白。修修哥，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才是真的，棺材里是假的。众人隐隐将胖子包围，丝毫不听他的解释。方修则是直接推平坟墓，掀开了棺材，里面躺着的果然是胖子。见到这一幕，外界的胖子大惊失色。修，他的话还未说完，脖子上已然插上了一把手术刀。继续找。方修平静道。众人加紧速度，不断搜寻，越来越多的同名坟墓被找出，每一个被发现的人都说自己才是真的。但是方修根本不听解释，直接就将外界的人杀死。所有被杀的人无一例外，皆是化作一堆白骨。可就在这时，突然有人传来一声惊叫：啊！那人死死地盯着一座墓碑，竟有些说不出话来。众人立刻围了过来，随即一个个脸色大变。他们猛地从方修身边散开，一个个十分警惕地看着方修，摆出攻击姿态。见到这一幕，方修心中一沉，他上前看去，果然见到坟墓上刻着自己的名字。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推翻坟墓，掀开棺材，而里面躺着的赫然是方修。棺材中的方修平静起身，眼神不带有丝毫波动地注视着外界的方修。外界的方修见到这一幕，心中越发阴沉。坏了，我成替身了。随着棺材中的方修起身，众人直接站在了他的身边，一群人虎视眈眈地看着外界的方修。杀了他！棺材中的方修下令道。下一刻，众人直接出手。方修并没有束手就擒，他必须试探这个假货的成色，于是直接引爆了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银发、血瞳、黑气缠身、万鬼嘶吼。谁知棺材中的方修竟也直接变身，同样的银发、血瞳、黑气缠身、万鬼嘶吼。从外观上看，两人根本看不出丝毫区别。方修顿时陷入围攻，面对十几位御灵师，外加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诡异，方修足。坟场门前，方修伫立原地，其他人则是疑惑地看着方修。修哥，你怎么不走了？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赵浩问道。没有理会他，而是陷入了沉思。现在所有人都没有进入坟场，也就是说，现在所有人都是真的。已知坟场拥有神不知鬼不觉将人拉入棺材的能力，并产生一个冒牌货。按照上次的测试来讲，棺材中的是真，而外界的是假，因为外界的人死去之后会变成白骨。可为什么单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外界是真，棺材中是假？方修很清楚，上次自己之所以被杀，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假的，然后遭到了围攻。没办法，他没有解释，他也很清楚解释不了。所有人都是外界是假，棺材是真，凭什么到了你就不是了？但此时的方修隐隐疑惑，棺材中的人真的是真的吗？两者的记忆似乎一样，都能说出自身隐秘，且能力也一模一样。万一自己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呢？其实棺材中的人是假的，而外界的人才是真。沉吟良久，所有人都紧紧地注视着方修，没人敢打扰他的思考。他们以为方修在发动自己的能力，预知未来，都期待着他如之前一般指出生路。片刻后，方修并没有让他们失望。这座坟场中存在的诡异能够变化成每个人的样子，与本人一模一样，且连记忆、能力都是一样的。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大惊失色。这岂不是什么都一样？那该如何分辨真假？那咱们大家进入之后，绝不能分开，不给诡异趁虚而入的机会。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开始商量起对策。没人质疑方修话语的真实性。安静。方修平静地扫视众人，众人瞬间安静下来，等待方修的指令。所有人进去之后，必须完全听从我的指挥，不得擅自行动。方队长，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听您的命令。谁要是敢自作主张，我第一个不答应。我也是，俺也一样。方修点了点头，再度道：接下来我会分出银色发丝，缠绕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坟场中的诡异能够悄无声息地将人拉入坟墓，替换你。这银色发丝就是保证你们身份真实性的关键。记住，你们就是死，也绝不能让银色发丝从身上脱落。众人闻言，顿时心中一凛，他们没想到坟场中的诡异居然如此可怕，能够悄无声息间替换。到时候真出现一模一样的自己，还真的无法分辨。好在有方队长带队，要不然猝不及防之下，说不准团灭都有可能。于是方修开始分出数道银色发丝，发丝如潮水般蔓延，缠绕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有人都没反抗，任由银色发丝缠绕。经历了几次生死危机，他们已经对方修很是信任。其实任由银发发丝缠绕，跟把刀架在脖子上没什么区别，
如果方修起了歹心，那催动银色发丝一击之下，这群人至少要死去一般实力偏弱的御灵师。缠绕好发丝之后，场面一时间显得有些诡异。方修一人走在前面，而从他的头发处延伸出一道道银色发丝，如蛛网一般连接在身后的10几位御灵师的身上，好似带着一个个傀儡。他就这样牵引着众人走进了坟场。现在，所有人和我一起去找写有自己名字的坟墓。众人应了一声，随即开始寻找。最先被找到的还是赵浩，因为他的坟墓比较靠外。修哥，我找到了，这里有写着我名字的坟墓。方修眼睛微眯，缓步走了过来。他先是看了看赵浩身上的银色发丝，确定其完好无损之后，这才将目光转向赵浩之墓。这时，赵浩之墓中也传出了咚咚咚的沉闷响声，众人脸色微微变化，有些紧张。方修立刻掀翻坟墓，打开了棺材，露出了其中的赵浩。棺材中的赵浩见到方修，先是一喜，随即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顿时大惊失色。修哥，果然和你说的一样，这里的诡异能将人悄无声息地拉入棺材。我刚才眼前一黑，等再反应过来之后，就出现在棺材里了。修哥，现在你身边的那人是冒牌货。棺材里的赵浩语速飞快道。方修微微沉吟，记忆同步吗？之前自己是在坟场外面说的这番话，没想到进入其中，无论真假，赵浩都有了这段记忆。看来只要进入坟场，就会被复制出一模一样的复制体。这时，外界的赵浩却得意地笑了起来。你才是冒牌货，看看老子手上的是什么。外界的赵浩得意地晃了晃手腕上缠绕的银色发丝，这一幕顿时让在场的众人相信了他才是真的赵浩。棺材中的赵浩大惊失色，急忙翻找自己的手腕，结果却没有银色发丝。不可能啊，我刚刚明明绑着银发呢，怎么突然没了？我知道了，一定是你这诡异干的，你替换了我的位置，所以银色发丝到了你的手上，而我则是被关进棺材。呸，你才是诡异，你装什么呀装。方修看了看棺材中的赵浩，最终掏出了手术刀，缓步走去。诚然，棺材中的赵浩说的有一定可能性，哪怕即使是现在，方修也没有100%的把握分清谁才是真的赵浩，但鉴于上次杀了外界的赵浩，这次总要杀一次棺材中的赵浩试一试。修哥不，唰，一道银光闪过，棺材中的赵浩其脖颈上顿时多了一把手术刀。随着手术刀的拔出，赵浩满脸恐惧，直挺挺地倒在了棺材中，化作一具白骨。见到这一幕，方修微微皱眉，果然是之前判断失误了吗？原来单纯的杀死并不能分别真假，无论真假，只要死在这片坟场，都会在诡异力量的作用下化作白骨。这也就是说，上一次自己杀的全是队友，等把队友杀光之后，顶着自己模样的诡异，带着众多冒牌货，又把自己给杀了。想到此处，方修不由得脸色一黑，继续搜寻。他下达了命令，让众人去搜寻，并始终用银发连接着众人，以保证众人不会被突然替换。而他则是开始寻找自己的墓碑。方修现在要做的自然是报仇。上一次他被冒牌货带队给杀了，这一次他要让冒牌货尝尝被围攻的滋味。很快，方修就找到了自己的墓碑。看着墓碑上的方修之墓4个字，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狞笑。这次所有人都被我用发丝连接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足以证明我的真伪。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招？解。方修正笑着，突然他眼前一黑，笑声戛然而止。等方修再度回过神来之后，赫然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不对，他现在根本伸不出手，因为太狭窄了，就好像整个人躺在棺材中。棺材！方修瞬间意识到了什么，自己这是被拉入棺材了。发丝呢？发丝居然也没有了。这时，棺材外面传来一道平静且熟悉的声音：这次所有人都被我用发丝连接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足以证明我的真伪。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招？解。听着外界传来的自己的声音，方修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火，那是对诡异的怒火。他万万没想到，这诡异居然如此狡猾。上一次所有人都相信棺材中的才是真人，这只诡异变成了自己躺在棺材中，然后带队围杀自己。这一次所有人都相信外界的才是真人，这该死的诡异居然又将自己拉进棺材。方修已经很久没因为诡异如此生气过了，这次坟场的诡异成功的激怒了他。砰！方修对着棺材一拳轰出，结果棺材竟然纹丝未动，这让他微微吃惊。随即他拿出手术刀，企图划破棺材，可一向无往不利的手术刀居然无法在棺材中留下半点痕迹。这里与其说是棺材，倒不如说是一个异度空间，将人封锁其中。外界，方修已经将队伍召集了过来，指了指自己的坟墓说道：里面的诡异拥有和我一样的能力，所以待会他一出来，所有人一起动手。众人点了点头，对方修的话深信不疑，因为此时他们身上还连接着银色发丝，发丝的终点就是外界的方修。这时棺材中传来咚咚咚的声音，还伴随着刺啦刺啦割东西的声音。外界的方修嘴角勾勒出一抹狞笑，迫不及待了吗？他当即推翻坟墓，打开棺材，砰！一道银发血瞳、黑气缠绕的人影猛地从棺材中飞出，企图发动突然袭击。但外界的方修早有准备，也直接变身，并招呼着众人一起动手。方修再一次被围攻，然后再一次死亡回荡的方修再度站在了坟场面前，他平静地注视着坟场，周身的气压似乎变得非常之低。一旁的众人皆是御灵师，都拥有灵性，自然能察觉出方修身上散发出的低气压。虽然看上去一如既往的平静，但这恐怖的低气压是怎么回事？修哥，这坟场有什么不对劲吗？你怎么不走了？赵浩有些忐忑地问道。方修没有理会他，依旧十分平静地注视着坟场。他已经大概明白了，这诡异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冒牌货，然后带队围攻。也就是说，无论自己让众人相信棺材中的是真，还是外界的是真都不重要，反正到最后自己肯定会是假的那个。既然如此，
方修平静地转过头，对着众人命令道：“所有人原地待命，我自己进入坟场。”赵浩顿时一惊：“修哥，这坟场是凭空出现在普陀寺山脚下的，一看就有鬼啊！你自己进去恐怕……无妨，我也看到了未来，这次的诡异比较特殊，人越多越难对付，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说完，方修便独自一人走入坟场。他说的是实话，确实人越多越难对付，反正到最后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被围殴。这次他选择孤身进入，他倒要看看诡异还如何骗取其他人的信任来围殴自己。进入坟场之后，方修先是搜寻了一圈，果然没发现赵浩等人的坟墓，这也就说明只有进入其中的人才会出现坟墓。很快，方修再度见到了自己的坟墓，坟墓中一片安静，没有丝毫声音传来。轰！方修直接引爆了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无数黑气自手术刀中喷出，每一中似乎都蕴含着一只诡异，他们不停地嘶吼，争先恐后地涌入方修的口鼻。渐渐的，他被黑气缠绕，一头黑发也变成了银发，右眼中血光乍现。随后，他掀翻坟墓，露出里面的漆黑棺材。看着棺材，方修眼中闪过一抹冷光，银色发丝不断生长，它们悬浮在空中，犹如1万根钢针，将棺材紧紧包围。手术刀也被方修反握在手中，高高举起，对准了棺材。手术刀上漆黑的灵性涌动，血红色的右眼死死地盯着坟墓。他已经做好了，切准备，就等着打开棺材，然后直接发动雷霆一击。虽然复制体与自己的实力一般无二，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只要抢占了先机，未必会输。当方修进入坟场时，他猛地眼前一黑，发现自己竟然再度来到了棺材中。如此惊变让他眉头微皱。他这次本来是想和复制体单挑，如果自己在外界的话，那就可以抢占先机，什么时候掀开棺材，什么时候动手都是自己决定。可现在攻防逆转，看来如今只能转变策略了。复制体完全和我一模一样，按照我对自己的了解，复制体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才会打开棺材。棺材开启的那一刻，自己必将遭遇雷霆一击。思索片刻，方修用银色长发将自己包裹成残蛹，又拿出手术刀，将手术刀放在自己的脖颈处。他很清楚自己的攻击习惯，喜欢攻击脖颈，但下一秒，方修却又将握着手术刀的手放在了心脏处。自己清楚攻击习惯，那复制体肯定也清楚，所以他一定不会攻击脖颈。如果是我，一定会攻击心脏。砰！方修直接掀飞了棺材板。而就在掀飞的那一刻，方修动了，漫天银发狠狠朝棺材中刺去，而他的手术刀也顺势刺下。可棺材里露出的却是一个银色发丝的残蛹，1万银发扎在上面，发出密密麻麻的金属交鸣声。见状，方修眼中闪过一抹冷光，手术刀近乎同时刺下。银发的强度相同，谁也奈何不了谁，但以手术刀的锋利程度，可以轻易切割开银发。既然复制体选择用银发包裹全身，那此时他正好看不见自己手术刀的攻击位置。唰！一刀狠狠砍下。按照方修的习惯，这一刀肯定是要扎在对方脖颈之上的，但这次他没有，他扎的是心脏。方修很清楚，复制体拥有和自己一样的记忆，那就说明对方肯定知道自己的攻击习惯，所以脖颈处很可能提前做出了防御。很快，手术刀直接刺破了银色发丝组成的残蛹，对着心脏处狠狠地扎下了去。然而下一秒，叮一声清脆的金属交鸣声响起，手术刀直接被抵住了。方修顿时眉头一皱，能阻挡手术刀的只有手术刀，这也就意味着复制体预判了我的预判，连思维方式也一样吗？而就在这时，银发组成的残蛹猛地张开，双方的银色发丝死死地交缠在一起，露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方修。棺材中的方修手持手术刀护持在自己的心脏处，两把手术刀呈现僵直状态。两人见面的瞬间，几乎同一时间，两人右眼中血光大盛，血统！砰！双方各自闷哼一声，右眼之中皆有嫣红的鲜血流下，但两人依旧面色平静，就仿佛受伤的不是自己的眼睛一般。手中的手术刀疯狂翻飞，几乎化作一道残影。双方皆是不断出击，叮叮叮，密密麻麻的碰撞声不断响起。诡异的是，两人的动作出奇一致，似乎双方都很了解对方的出手轨迹。一时间，两人竟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随着一击碰撞，外界的方修被震退出去，而棺材中的方修则是浑身猛地一震，反作用力压的棺材又下降几分。不过他也趁着这个间隙，一个闪身从棺材中出来了。两位一模一样的方修遥遥相望，同样的银发血统手术刀，同样的如死水般平静。两人之间谁也没有开口。下一刻，两人几乎同一时间身形消失在原地，化作两道残影，直直地朝着对方冲去。当当当，空气中不断响起密密麻麻的金属交鸣声，隐约间还有火花四溅，更有诡异的黑气不断轰击，银发疯狂绞杀。良久之后，两人的身体到达了极限，无法再承受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黑气骤然消散，两人浑身皮肤下的毛细血管破裂，变成了血人。即便如此，两人的面色依旧平静，还是没有停止战斗，利用银色发丝操控身体，再度战成一团。终于，两位方修的身体彻底到达了极限，他们的速度变得十分缓慢，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个血脚印。两人艰难地朝着对方走去，很快，两人同时站定，一黑一红的双眸平静地注视着对方。下一秒，两人同时抬手，手术刀径直地朝着对方的脖颈扎去。噗嗤，噗嗤，两道刀刃入肉的声音响起，两人犹如两具尸体一般站在原地，手中各拿着一把手术刀插在对方的脖颈，然后两人直挺挺地倒下了。两位方修同归于尽。再度死亡回荡的方修发现自己的脑海中多了两道记忆，一个是外界方修的记忆，一个是棺材中方修的记忆。当两道记忆融合在一起时，他已经逐渐理解了一切。原来两个都是我。两道记忆就好像两个画面一般，同时在方修脑海中显现。第一次死亡回荡，
一个方修在外界搜寻同名棺材，另一个方修则是眼前一黑，进入了棺材。第二次死亡回荡也是如此，每一次进入坟场就会出现两个自己，一个在外界，一个在棺材中，两个都是自己，都拥有一样的记忆。只是为何唯独这次死亡会融合两个记忆呢？第一次是外界的方修死亡，回荡之后只拥有外界的记忆；第二次是棺材中的方修死亡，回荡之后拥有的是进入棺材的记忆。而这第三次是两个方修同时死亡，回荡之后则同时拥有了两个记忆。方修猛地想到坟场中的那块石碑，死人进地，活人入内，一模一样的自己。只要任何一个死亡，就相当于真的死亡，会开启死亡回荡。他心中隐隐有了猜测，这让他联想到薛定谔的猫，生与死的叠加态。也许一进入坟场，人就处于生与死的叠加态，生与死的状态化为两个人。只要其中一个死亡，那生与死的叠加态就会朝着死态坍塌。所以任何一个方修死亡都会触发死亡回荡。同理，只有两个人都活着，才会处于活着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并不是杀死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才能离开坟场，而是要携手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同时走出坟场。怪不得之前无论怎么杀人都无法离开，原来关键点在这里。修哥，你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这坟场有什么问题？赵浩有些担忧道。方修回过头来，平静地扫视着众人。接下来的话很重要，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认真听。随着方修的发言，众人顿时心中一凛，纷纷打起12万分的精神，聚精会神地听。这座坟场很特殊，是一处特殊的空间，所有人进入之后都会处于生与死的叠加态，会分裂成两个自己，这两个自己唯有都活着，你才能活着离开坟场。而只要有其中一个自己死亡，那生与死的叠加态就会朝着死态坍塌，届时你将永远被困坟场。这便是死人进地，活人入内的含义。众人听完方修的话，只感觉云里雾里，没听明白，这都什么跟什么？生与死的叠加态，分裂成两个自己。如果不是方修之前的神奇表现惊呆了众人，恐怕此时他的话将会被当成风言风语。方队，您能不能再说的通俗一点？我们没太听明白。方修对于众人无法理解表示理解，因为他们现在相当于一次坟场经历都没有，自然无法理解。你们不需要明白，只需要按照我的命令行动，就可以活着走出坟场。如若不然，有人乱来的话，那就让他永远留在坟场，我不会救。方修的话语很冷漠，但在鬼域中却让人分外有安全感。在这里，圣母是活不下去的，唯有冷血无情的人才能活。明白？在场的御灵师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诡异事件，他们觉得方修说的很在理。生路给你指出来了，你只要听从命令就行。要是这还能出乱子，那你就活该去死。记住，你们进入其中后，另一个自己会被关进棺材，不要惊慌，等待外界的救援，更不要表现出任何攻击举动，不要试图杀死一模一样的自己。无论你们两个中谁死亡，都会导致你永远无法离开坟场。说完，方修就带着众人走去坟场。无论本体还是复制体，记忆都是一样的，所以方修的这番话等于说给了所有本体和复制体听。再度进入坟场，方修直接下令所有人去找和自己同名的坟墓，打开棺材，将另一个自己放出来。是，方队。好的，修哥。数分钟之后，一个又一个的同名坟墓被刨开，众人惊奇地看着里面走出一模一样的自己。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没有人出手攻击，他们都清楚眼前一模一样的人都是自己。很快，方修也打开了自己的坟墓，另一个方修一脸平静地躺在其中，两人相对无言。随后他缓缓起身，与方修并肩而立，一模一样的两个人站在一起，扫视着众人。集合 X2， 两位方修同时喊道。众人立刻带着另一个自己走了过来，他们表现得不如两个方修那般平静，表情都很古怪，任谁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都很难淡定。按照常理，人在面对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时，普遍会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双方都怕对方将自己取代。但在方修的嘱咐下，众人暂时和平相处。所有人跟我走 X2， 两位方修同时开口说道。众人面面相觑，只感觉场面十分诡异。说完，两位方修根本不等众人反应，径直地朝坟场出口走去。两位方修同时踏出坟场，也就在这一刻，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两位方修身上同时放出一阵光芒，两人仿佛时空错位一般，缓缓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方修。而这时，方修也成功离开了坟场。在他面前是一条陡峭的台阶山路，笔直地通向山顶。朝山顶望去，隐隐可以看见一个高大的涂满红漆的门户，那红漆有不少地方已经脱落，若隐若现，竟好似一个长着血盆大口的恶鬼。而石梯则是他长长舌头从山顶蔓延到山脚。很快，赵浩等人一个个从坟场中走出。方修仔细看去，结果却发现程心元不见了。众人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不由得惊呼：程心元呢？他怎么没出来？众人不由朝坟场中看去，只见两个一模一样的程心元竟打了起来。你疯了？你为什么突然出手攻击我？你不想离开了吗？哼，离开？离开的是你，而不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咱们一起离开吗？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想什么我一清二楚，所以你不用和我装糊涂。你是外界的程心元，而是却是棺材中的。按照方修之前的说法，你是生者状态，而我是死者状态。一旦出去，那就只有生者状态，而我将会永远消失。我因坟场而生，离开坟场则死。生者状态的程心元大急，你在说什么胡话？咱俩本就是一体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做会导致谁也无法离开？死者状态的程心元冷笑，无法离开就无法离开，至少我还能活着，一旦离开，我将彻底死亡。凭什么你生我死？众人听到两位程心元的话，顿时大惊失色，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层。众人又开始后怕，
所以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吗？一旦如程心元那般聪明，想到了这一层，那岂不是也出不去了？方修平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随即下令道：上山！生者状态的程心元大惊：方修，你救救我！快帮我制住他！死者状态的程心元同样大惊：方修，你若是出手，我立刻自杀，让他永远留在这里。真是两个废物！我说过，如果有人出乱子，我不会救他。果然，聪明人总是擅长自掘坟墓。说完，方修便不再理会两人，直接带着众人登上石梯，上山了。众人面色复杂地看了看离去的方修，又看了看坟场中的程心元，无奈地摇了摇头，最终跟上了方修的步伐。眼看众人离去，生者状态的程心元大怒：方修，你见死不救！等我活着出去，一定不会放过你。死者状态的程心元冷笑：你怪不了别人，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生出这种自私的想法呢？你放屁！自私的想法是你产生的，是你不想消失，都特么怪你。如果不是你，我早就出去了。哈哈，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有多么厌恶我，就有多么厌恶自己。你已经自私到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所有人只能走奇数台阶，不要踩偶数。方修吩咐道。众人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乖乖照做。上山的时间很大，间距比较长，所以一些腿短的人只能跳着走，比如胖子，比如赵浩。如方修沈凌血直流，基本只要步子迈大点，就可以跨越一个台阶。走了一会，蹦蹦跳跳的胖子忍不住问道：修哥，为什么只能走奇数台阶啊？随着他的发问，众人也纷纷竖起耳朵去听。其实这个问题他们也早就想问，但奈何与方修不熟，且方修给人的感觉太冷了，十分不好接触，也就没人敢问。方修平静地回答道：这台阶是诡异的舌头，而山顶的红门则是诡异的嘴，一旦踩到偶数台阶，就会触发他的杀人规律，他就会活过来，用舌头卷起所有人，然后吃掉。听闻此言，众人瞬间不寒而栗，他们死死地看着脚下的台阶，只要一想到这是诡异的长蛇，就一阵心惊胆战，生怕一不小心踩错了，导致诡异活过来。方修成功地用最平静的话语说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胖子更是脸色一白，竟有些腿软，一个没站稳就要踩在偶数台阶之上。众人见到这一幕，瞬间大惊失色，吓得魂都快出来了。而就在这时，胖子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瞬移般的出现在下一个奇数台阶。呼呼呼，好险好险，幸亏我会瞬移。胖子不断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脸上冷汗直流。众人则是对他怒目而视。胖子，你小心点，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所有人？死胖子，你找死啊！一声声怒骂给胖子骂得不由缩了缩脖子，不敢言语。一时间，众人走得更加小心了，生怕踩错。与此同时，他们也越发庆幸自己的队长是方修。梦魇不愧是 S 级诡异，他的诡域到处都充斥着匪夷所思的凶险。如果不是方修带队，众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活下去。或许在第一关人头灯笼处就早死了，更别提后来的游乐园、生死坟场以及现在的恶鬼灯蛇了。很快，众人终于走到了山顶，通过了红漆门户，进入普陀寺内。踩在青砖铺平的道路上，四周一片寂静，隐有浓雾笼罩，显得有些阴森恐怖。青砖上有不少枯叶，踩上去滋滋作响。众人继续在浓雾中前行，大概走了5分钟，一道跃动门出现在面前。这道门很是古怪，好似一张巨大的眼眸被人挖掉了眼珠。众人微微犹豫，而方修已然踏入其中，其他人只得紧随其后。看着前方那高大的身影，总有一种莫名的心安。待众人全部进入，立刻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果香，这是桃子的味道。有人诧异道。众人继续前行，里面的浓雾似乎消散了一些，露出了一棵低矮的桃树。桃树上开满了果子，密密麻麻挂了一树。这桃树不会有什么古怪吧？现在好像也不是桃子成熟的季节。嘻嘻！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嬉笑声传来，众人顿时如临大敌。有人惊呼道：刚刚那声音好像是桃树发出的。什么？难道这桃树是诡异？嘻嘻嘻嘻！嬉笑声越来越多，一时间竟好似无数人在嬉笑，听得让人心烦意乱。这时，一道阴风吹拂，吹散了桃树周围笼罩的浓雾，露出了上面那娇翠欲滴的桃子。众人这才发现，那些桃子上竟然长着一张张人脸，每张脸都不相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在笑，笑声十分怪异，且直勾勾地盯着众人。嘻嘻，来吃我呀！一个孩童脸的桃子笑道。吃我吃我，我最好吃。一个老头脸的桃子笑道。快来吃我，我水最多。一个少女脸的桃子笑道。随着他们的笑声不断响起，空气中弥漫的果香越发浓郁，几乎达到了沁人心脾的地步。见到这一幕，众人的脸色十分凝重，一个个已经做好了出手的打算。可渐渐的，他们的神情逐渐放松，脸上开始露出了贪婪之色。真的好香啊，好想吃一口。是啊，我突然感觉好想吃个桃桃。不止他们，就连方修也感觉到身体深处传来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对人面桃的渴望，就仿佛自己的身体已经3天3夜没吃饭了，突然眼前出现一个桃子，那种本能般的渴望很难抵挡。不过，方修是克制了本能才活下来的男人，哪怕身体中传来再多的渴望，他脸上的神色依旧平静。可其他人却不同，脸上的贪婪之色已经近乎实质，甚至有的人已经开始一步步朝人面桃树走去。当欲望化为实质，它甚至能影响意志。就好比现在，哪怕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人面桃树有古怪，吃了人面桃肯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甚至会死。但即便如此，欲望占领上风之后，他们开始想，死就死吧，只要能吃一口桃子，那我也死而无憾了。这目前已经成了所有人的想法，他们仅存的理智即将消耗殆尽。方修见到这一幕，当即就要拿出手术刀给人面桃树来上一刀。可就在这时，他猛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四周的香气越发浓郁，而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极度渴望吃一口桃子。在这种渴望之下，哪怕方修能够保持理智，可他的身体竟隐隐和意识脱节，无法掌控身体，以至于连手术刀都无法拿出。眼见身体失控，方修尝试控制发鬼，可诡异的是，发鬼也失去了控制，甚至他能感觉到发鬼对桃子的渴望。这时，局面已经彻底失控，又要死亡回荡了吗？方修默默地想到，他基本已经可以预见接下来的结局，那就是吃下桃子，估计就死了，然后回荡重来。只是重来之后应该如何对付人面桃树？目前已知的情报是，人面桃树释放出来的香气可以勾起人们极度想吃的欲望，当欲望击穿意志，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朝桃子走去。即便有足够的意志不被欲望击穿，那也无济于事，因为这香气似乎能隔绝意志对身体的掌控，让人无法控制地走向桃树。关键点在于香气吗？那下一次直接憋气，然后瞬间出手杀死人面桃树。已经有了计划的方修索性不再抵抗，静静地等待下一次死亡回荡。这时，沈凌雪等人早已彻底失去了理智，犹如行尸走肉一般朝人面桃树走去，甚至他们早已张大了嘴巴，口中不断有口水流下。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明明看起来最苗条的沈凌雪似乎最贪吃，属她流的口水最多，晶莹的口水从红润的小嘴中不断流出，将胸前浸湿了一大片。这波看起来要团灭，甚至方修已经做好了团灭的准备。此时他已经走到了人面桃树面前，一颗长着少女脸庞的桃子正在嬉笑。嘻嘻，小哥哥快来吃我呀，我水最多了。方修平静地看着，可他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摘下了那颗水最多的少女桃。看着对方娇嫩的面容，方修一口狠狠咬下，这一口很大，直接咬掉了少女的半张脸。但奇怪的是，少女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疼痛，甚至还发出浪叫。啊，就是这里，再来一口，不要停。方修大口地咀嚼着，而就在这时，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他吃下第一口，他猛地发现自己的记忆竟然在逐渐消失。仅仅一口，他便忘记了穿越之前的记忆。他知道自己是穿越者，但穿越之前的记忆就好像隔了一层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个发现顿时让他心中一沉，因为记忆对他至关重要，那是唯一能够随着他死亡回荡的东西。毫不夸张地说，记忆是死亡回荡的关键。如果没有记忆，那死亡回荡将成为一句空谈。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你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被车撞死，死亡回荡后，你有被撞死的记忆，那下一次你就可以换条路或者避开那个时间段。可一旦没有记忆，会发生什么？你会一次次在同一时间走同一条路，然后不断的被撞死，不断的死亡回荡，永远循环。很快，方修又咬下了第二口，他眼中闪过一片茫然。我是谁？我在哪？桃子？哪里来的桃子？方修突然发现，他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这里哪里了。他只感觉这桃子真好吃啊。于是他又咬下第三口、第四口、第五口。随着吃下的桃肉越来越多，他忘记的也越来越多。一股诡异力量如潮水般不断的侵蚀他的记忆。他忘记了御灵师，忘记了诡异，忘记赵浩等人，似乎一切都被遗忘。此时，桃子已经快被啃食殆尽。而就在这时，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幅画面，并不是他想起了什么，而是他目前残存的记忆中就只剩这幅画面了。画面中是一位女人，一位十分美丽、宛若精灵一般的女子。她穿着月白色的吊带连衣裙，冷白色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完美无瑕的脸上带着足以温暖岁月的笑意。这个女人温柔地笑着，樱桃般的小嘴一张一合，似乎在说些什么。她在说什么？方修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这个女人是谁？蓦地，四周的黑暗如潮水般涌来，不断地侵蚀着这幅画面。方修越发疑惑，他感觉记忆中的女人很重要，似乎对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渐渐的，女人的画面被黑暗侵蚀的越来越多，她的下半身已经消失，然后是上半身，到了最后，仅仅只剩下一张完美无瑕、带着温柔笑意的脸。她浅笑嫣嫣，小嘴微张，似乎在说着什么。她到底怎么说什么？方修的注意力不由得放在了她的嘴型之上，他尝试通过嘴型来判断女子在说什么。该吃早餐，老公该吃早餐了。冥冥之中，似乎响起了一道温柔的女声。轰！方修瞬间心神俱震，一股难以想象的滔天恨意以及无尽的怒火从他的心灵深处涌出，犹如火山爆发，山崩海啸，疯狂爆发。强烈的负面情绪好似天灾，席卷一切。他的双眼充斥着仇恨的火焰，右眼在强烈的刺激下变成了血色，头上的黑发似乎也感知到了主人的情绪，瞬间化作满头飘逸的银发，狂风吹拂，发丝狂舞。老婆！方修的口中猛地爆发出一声饱含杀意的厉笑。仅仅瞬间，在仇恨与怒火的爆发下，那侵吞记忆如潮水般的黑暗直接被驱散，曾经失去的记忆被仇恨生生拉了回来。骤然间，方修想起了一切，想起了自己穿越前的记忆，想起了自己的名字，想起了成为御灵师的种种经历，以及想起了老婆。忘记生平，忘记很多，忘记仇恨，忘记一切，记忆如潮水般回归。砰！方修狠狠地捏碎了手中残存的桃子，连带着桃核都捏碎了。那少女桃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而这时，人面桃树似乎活了过来，一张巨大的人脸在树干上缓缓张开。那张脸似乎是由无数脸糅合而成，长得老少皆宜，似男非女。想不到你的执念竟如此之深，这就是人类所谓的爱情吗？居然能冲破记忆的迷雾！巨大人脸震惊道：“你千不该万不该让我忘记老婆，你该死！”犹如厉鬼一般的声音从方修口中发出。下一秒，他的身形鬼魅般消失原地。唰！一道银光闪烁，一把手术刀狠狠地扎在了那张巨大的人脸之上。啊！
巨大人脸猛地爆发出一阵非人的嘶吼，那棵人面桃树犹如活过来一般，枝桠疯狂挥舞。原本正在吃桃子的众人被瞬间甩了出去。咦，这是哪？我怎么在这？你们是谁啊？倒地的众人皆是双眼茫然，口中不断地发出疑问。不过这种茫然只持续了片刻，他们就逐渐恢复了清明。桃子有毒，它清除了我们的记忆。众人不断惊呼，差一点，就差一点，他们将永远迷失。失去记忆与失去生命差不多。方修没有理会众人，而是紧紧盯着人面桃树。刚刚他动用了足量的痛苦之力，按理说应该一击必杀，但人面桃树却没有死。这时他敏锐地发现，人面果树上的桃子竟爆裂了好几个，而先前他们吃的人面桃的桃核竟像是长了腿一般，飞速跑到人面桃树的根部融入了进去。随着他们的融入，人面桃树上再度长出不少桃子，这让方修心中隐隐有了猜测，这只诡异应该是拥有吞噬他人生命力的能力。那些人面桃应该是他所吞噬的一个个生命，这些生命组成了人面桃树。如果刚刚众人吃完桃子彻底失去记忆，最终的下场一定是化为新的人面桃挂在树上。人面桃树之所以没有被一击杀死，是因为它有无数条命，那些桃子替他抵了命。拼消耗吗？方修眉头微皱，他并不是怕拼消耗，如今他早已今非昔比，不是当初一刀就空蓝的菜鸟，只是梦魇就在普陀寺中一直没有出现，肯定在搞什么大动作。如果一旦在人面桃树上消耗太多痛苦之力，那将无力面对梦魇。或许这就是梦魇的目的，一路上利用诡异以及诡异中的凶险，不断消耗自己的灵性。梦魇对痛苦之力很是忌惮，从当初在调查局不敢硬接手术刀就可以看出。一念至此，方修觉得有必要发挥这群炮灰的价值了。他不能损耗太多灵性，救了你们一路，也该你们发挥余热了。杀了他！方修直接对着众人下令道。众人接到命令，当即就要动手。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哭嚎之声。大哥，你们看见我大哥了吗？一位身穿皮夹克的年轻男子慌张道。众人四下查看，发现队伍中果然少了一人，而那一人正是皮夹克男子的亲哥。他们是两兄弟，曾经一起经历的诡异事件，然后一起成为了御灵师，一路走来相互扶持，多次历经生死，且还是亲兄弟，感情多深不用多说。大哥，你……皮夹克男子的话音戛然而止，因为他赫然发现人面桃树之上有一个桃子的脸，竟是自己的大哥。皮夹克男子的脸色变了又变，发出凄厉的嘶吼：不，大哥，为什么？很显然，皮夹克男子的大哥运气很不好，可能是因为嘴大的原因，他第一个吃完了桃子，彻底失去记忆，化作了人面桃。方修，你不是能预知吗？你倒是预知啊！为什么我大哥会死？他唰，一道银光闪过，皮夹克男子的双眼猛地突兀，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方修，又看了看插在自己脖子上的手术刀，意识逐渐模糊。他的手死死地抓着方修的胳膊，最终无力地垂下。随着手术刀的拔出，皮夹克男子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死不瞑目。看着血童银发、手持染血手术刀的方修，众人皆感心中发寒。真是救你们太多了，现在少一次没救，反倒成了我的罪过。方修平静到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响起。听着方修的话语，众人心中一凛。诚然，方修说的很对，面对诡异事件哪有不死人的，尤其还是 S 级梦魇事件，团灭都不为过。可因为有了方修，众人的伤亡率直线下降，甚至有时候根本不死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死人，他们反倒无法接受了，认为是方修的失误。就好比古代的一个例子，一位善人每天施粥救济灾民，一开始的粥很浓稠，但时间一长，善人家底也扛不住了，于是开始少放米。结果这一举动却惹来了灾民的谩骂，说他虐待灾民，不把灾民当人看。现在方修也是如此，你救了无数次，但只有一次你不救，那就是你的罪过。面对这样的人，方修就一个字：杀。他本就因为人面桃树差点让自己忘记老婆而愤怒，现在正好有人撞枪口上来，那不杀等什么？我知道你们其中肯定还有人有这种想法，记住，想可以，但千万不要当着我的面说出来，不然会死人的。方修平静的话语犹如厉鬼的索命声，让人毛骨悚然。被救多次的众人这时才想起，原来方修不是一个大善人，并且恰恰相反，他甚至都不是一个好人。他杀人不眨眼，一路走来，被诡异杀死的队友与被方修杀死的队友相差无几。我救你们的原因并不是看你们可怜，而是看你们还有点用处，可以当炮灰，希望你不要自掘坟墓，到最后连炮灰都当不上。现在所有人给我上，杀了这头诡异，抗命者死！听着方修冷酷到近乎无情的话语，众人皆感觉心头一颤。有的人敢怒不敢言，全然忘了没有方修，自己根本活不到现在；有的人认同方修的道理，觉得没有价值的人没必要活下去；亦有的人紧紧皱眉，觉得方修太过冷酷无情，人的生命不应该用价值来衡量。不过这一切都和方修没有关系，他一生行事从不需要向他人解释，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只要这些人乖乖听话即可。好在方修这一路走来极为深重，有人忌惮他毫无征兆的出手杀人，有人想借助他预知未来的能力活下去，无论是何种目的，至少现在所有人都听命于他。一群人朝着因痛苦而扭曲的人面桃树冲去，人面桃树见状不由凄厉怒吼，紧接着枝桠乱颤，树叶哗哗作响，砰砰砰，一个又一个的人面桃从树上掉落下来，摔成一滩桃肉泥。可下一秒，桃肉泥猛地开始膨胀，不断翻腾涌起，竟幻化成一个个人。这些人皮肤惨白，没有丝毫血色，全部耷拉着手臂，腰部也是不正常的扭曲，仿佛全身上下没有骨头一般。好，惨白的人们如潮水般朝一众御灵师冲来。
当他们冲到面前之时，惨白的肌肤下面竟猛地膨胀，皮肤直接裂开，一颗颗粗壮的树枝带着繁茂的绿叶从里面钻出，甚至还有如蟒蛇般的藤蔓。一时间，这些惨白的人似乎化为无数人形大树，挥舞着枝桠与藤蔓朝众人袭去。一众御灵师面色凝重，但也不甘示弱，一个个驱动着自己的能力开始杀戮。定身能力者瞬间定住面前的树枝人形桃树，当他们被定住的瞬间，沈凌雪的火焰呼啸而至，只见将他们变成一个个燃烧的人形火炬，凄厉的嘶吼声不断响起。这一刻，沈凌雪的能力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火克木。然而，众人显然高兴得太早，那些人形桃树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即便浑身燃烧着火焰，凄厉地嘶吼着，却依旧没死，甚至挥舞着带着火焰的枝桠攻击众人。猝不及防之下，当场便有2个御灵师被击飞出去，火焰点燃了他们的身子，如果不是扑救及时，这2人怕是要当场烧死。沈凌雪瞬间傻眼，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火焰不仅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反而给敌人增添了火焰 buff。 沈美女，你快收了神通吧。胖子连忙劝阻道。沈凌雪面沉如水，默默地收起了火焰，拿出随身的短刀，开始和人形桃树近身搏斗。他的短刀也是由心灵之钢打造，不过刀身颜色比较暗淡，一看就不是100%纯心灵之钢。一场混战就此打响，众人都在奋力的战斗，唯有方修、赵浩、胖子没有出手。方修不出手，是因为他要节省灵性，并且时刻关注着人面桃树母体的动静。赵浩和胖子基本就是气氛组，在一旁加油。哦，不对，真正的气氛组只有赵浩一个人，他躲在方修背后给众人加油。胖子至少在救人，每当看到谁快撑不下去了，他就会点燃青铜烛台，瞬移到那人的身边，帮他挡下一击。场面陷入焦灼，而这时人面桃树的本体却猛地嘶吼一声，似乎终于从疼痛中缓了过来。刚才方修那一刀虽然被他用替死的手段免除了死亡伤害，但残存的痛苦之力却让他痛不欲生。居然敢动伤我，你该死！蓦地，人面桃树本体动了，只见它猛地升高，疯狂生长，枝杈如蛛网般向四周扩散，渐渐地将整个桃园笼罩其中。随后它拔地而起，霎时间地板破碎成齑粉，无数根系从土壤中拔出，不断如麻花般扭曲，化作2条粗壮的大腿。一棵庞大的人形桃树就此诞生，它比之那些人面桃化作的人形大树简直要高大10倍。见到这庞然大物，众位御灵师瞬间心中一凉，一股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方修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微微皱眉，在不动用灵性的情况下，对付他确实有些棘手，但他打算一试，利用发鬼的能力操控着手术刀的锋利来与之一战。可就在他即将出手的时候，叮铃铃，闹铃响了。闹铃声来自他的身后。这时，熟悉的一幕出现了。方修只感觉自己的肩膀被人拍了拍，紧接着耳边传来一道醇厚且带有磁性的声音：“修哥，麻烦让一让。”随后，只见一个大帅比从方修的身后走出，模特般的身高，健美先生般的肌肉，白皙紧致的肌肤，刚毅又阳光的脸庞，以及油亮的大背头，正是变身之后的赵浩。只见他双手插兜，以一种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的姿态朝人面桃树本体走去，一路横穿战场，走过一个又一个御灵师身边。那些御灵师本来正分别对付几棵人形桃树，打得正难解难分，却突然发现眼角出现一道光，一道足以驱散迷雾与阴霾的光。那是赵浩身上所散发的自信光芒，光彩照人的光。众御灵师微微一愣，不知道何时出来这么一位大帅比，在战场中闲逛。唯有知道内情的胖子一脸惊喜：“浩哥，你变身了！”赵浩英俊的脸上对着胖子露出一抹自信且迷人的微笑。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听到这话，众人也是微微一愣，这人是谁？好大的口气！不过有一些观察仔细的御灵师已经猜测到了什么，因为眼前这位大帅比和之前的错男赵浩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且胖子叫他浩哥。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缓缓升起，难道他是赵浩？这是什么勾巴能力？为什么变得这么像鸭子？轰！突然间，一道破空声传来，只见人面桃树本体直接挥舞着一条直径2米多粗的枝杈，狠狠地朝赵浩砸去，仿佛这一击就要将其砸成肉饼。众人见到这凶猛的一击，也是大惊失色，似乎已经看到了赵浩被砸死的场景。然而下一秒，只见赵浩终于将他的一只手从兜里拿了出来，对准砸下来的巨大枝杈，轻轻举起，好似螳臂当车。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砰！巨大且沉闷的撞击声响彻全场。赵浩挡住了，他仅仅用了一只手臂便挡住了那直径2米多的粗壮枝杈，就仿佛一个人用血肉之躯轻而易举地挡住一座倒塌的危楼。众人瞬间愕然，好强！这真的是从来只敢躲在方队长身后喊666的赵浩吗？赵浩享受着众人震惊的目光，甚至还有余力地用另一只手捋了捋头发。蓦地，他微微一笑，笑容优雅且自信，唇齿轻吐，声音不大，却足以传遍全场。子时已到，接下来便是鸭王变身之后赵浩的个人秀。只见赵浩单手发力，以粗壮的树枝为支撑点，整个人猛地一跃，便稳稳地落在了树枝之上。这一举动似乎激怒了人面桃树，他猛地挥舞枝杈，似乎想要将赵浩从上面甩下，并同时挥舞其他树枝，狠狠袭去。可赵浩却微微一笑，双手插兜，身形猛地一低，脚下骤然发力，整个人犹如炮弹一般朝人面桃树冲去。面对铺天盖地袭来的树枝，并未将他的双手从裤兜中逼出，他仅仅凭借双腿在树枝上不断闪转挪移，一个后空翻便躲过了那些狂暴的攻击。眼看距离人面桃树越来越近，赵浩一个弹射，越过无数树枝，径直地冲到了人面桃树的人脸面前。在其惊愕的神情中，赵浩微微一笑，双手依旧插兜，但右腿却如弹簧般蓄力，高高向后掠起，随后猛地击出。砰！巨大的力道直接让人面桃树的人脸扭曲变形，他的身体受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巨力，
狠狠地朝后栽倒。轰！一时间房倒屋塌，地板粉碎，地上溅起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原来这就是赵浩真正的实力吗？仅仅一击便击倒了人面桃树本体，而众人却只能和一些分身苦苦斗争。方修看着风头无两的赵浩，心中已经有了判断，此时赵浩的实力已经达到了2阶御灵师的范畴，看来上次灵性增强确实让他的实力再度上涨。没变身时体现不明显，但一旦变身，实力却呈几何数上涨。他突然发现赵浩的鸭王变身潜力很大，如果说赵浩1阶变身便能力抗2阶，那到了2阶岂不是能对付3阶？一旦到了3阶，在这4阶不出的时代，赵浩可以稳占顶尖强者的一席之地。当然，这一切都有个前提，那就是仅限此时。不过，即便有如此限制，那对于普通御灵师来说，这也是一项十分强悍的能力。你是想做一辈子的懦夫，还是2个小时的英雄？在赵浩的一击之下，场中的人面桃树分身竟直接爆裂树枝，显然这一脚踢飞了人面桃树不少条命。倒地的人面桃树又惊又怒，身上的树枝藤蔓不断生长，组成了一道木质牢笼，将赵浩封锁其中。随后，木质牢笼猛地收缩，似乎要将其活活勒死。很快，赵浩直接被活埋。也就是在此时，他终于将手从兜里拿了出来，双手猛地一撑，轰！伴随着巨力的作用下，那些树枝直接爆裂成漫天木屑。什么？人面桃树本体大惊，居然能比我使用双手，你足以自傲了。赵浩傲然道。随后，他双腿猛地一蹬地面，地板瞬间皲裂，形成蛛网一般的裂痕。赵浩借助这股反作用力，犹如炮弹一般朝人面桃树冲去。他高举双拳，疯狂地打在人面桃树的人脸之上，一拳、2拳、3拳，砰砰砰，拳拳到肉的声音不断响起。赵浩的拳速很快，几乎化作残影，远远看去，仿佛他双拳消失了一般。而人面桃树的脸则是不断扭曲变形，像是被锤子捶打的年糕。在赵浩的不断重拳之下，战场中的人面桃树分身竟一个个爆裂，最后直至全部死亡。众人一时间没有了敌人，全都呆呆地看着大发神威、天神下凡般的赵浩。甚至一位女性御灵师看得更是满脸红润，长得又帅，实力又这么强，挥拳的样子简直男性荷尔蒙爆棚。带着对我的恐惧，下地狱去吧！随着赵浩的一声大喝，只见他双手交叉，高举过头顶，犹如一记重炮一般，狠狠落下。强烈的音爆声响起。不！人面桃树发出绝望的怒吼：“主人救我！”就在这时，天空猛地一暗，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慌开始蔓延。场中竟不知何时多了一位浑身黑烟笼罩、长着一双血色双眸的生物，正是梦魇。此时的梦魇明显与之前的状态不同，他原来只是一个无定型的黑烟，长着一双血瞳。现在他身上的黑烟越发凝聚，近乎实质化，甚至他已经隐隐形成了一个人形，但终究还是差了一点，形体依旧有些缥缈。但不难推断，一旦梦魇真的化为人形，有恐惧凝成的实体之后，恐怕他将强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到了那时，这将不仅仅是绿藤市的灾难，而是全国乃至世界性的灾难。因为梦魇要变强太容易了，是人就有恐惧，他却可以吸收恐惧变强。如果放到修真界来说，别人修仙需要灵气，需要费劲的赚灵石，一点点积累，那梦魇就相当于吃屎就能变强。灵石不好找，屎还不好找吗？当梦魇一出现，他甚至都没有任何动作，仅仅站在那里，众人直视他，便如同直视深渊。一股令人心中发毛、不可抑制的恐惧油然而生。就连鸭王变身状态的赵浩，此时也不由动作一滞，浑身因恐惧而显得僵硬。终于肯现身了。方修无视任何恐惧，冷冷地看着梦魇，平静道。梦魇冷笑一声，猛地张开黑烟组成的双手，恐慌沸腾，非人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瞬间，在场的众人身上竟猛地燃起黑色火焰，那是恐惧之火，以恐惧为燃料。啊！救命啊！惨叫声不断响起，每个人似乎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无力地摔倒在地，身形蜷缩，痛苦不已。首当其冲的赵浩更是惨叫一声，直接从人面桃树身上摔下，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自信与傲然变成了扭曲的恐惧。不过即使这样，赵浩仍不忘朝方修的方向伸出手，口中大喊：“修哥救我！”很显然，赵浩的2技能发动了，一技能是子时已到，2技能也是他的隐藏大招“修哥救我”。此时的方修身上也有黑色火焰燃烧，然而那些黑色火焰并未对他造成丝毫的影响，随后更是仿佛没有燃料一般，直接熄灭了。梦魇眼中闪过一抹讶然之色：“你果然不惧怕我？惧怕你？”方修不由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你似乎在讲一个很新的笑话。”梦魇的血色双眸中闪过一抹冷色：“方修，事到如今，无论你是否恐惧，我已经无所谓了。你难道还天真的以为我是当初的梦魇吗？现如今，我已经成为了整个绿藤市所有人的梦魇，你拿什么抵抗我？”梦魇身上的黑烟一阵翻腾，其身上弥漫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惧。他似乎是世间所有恐惧的聚合体，是世间一切惧怕之物。看着梦魇如此嚣张，方修嘴角的笑容却越发扩大。就算你是所有人的梦魇又如何？但有一人却是你难以磨灭的梦魇。方修说着，他的银色发丝猛地伸长，直接将赵浩缠绕并拽了过来。此时的赵浩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他的脸因恐惧而扭曲，浑身被黑火覆盖。这些黑火并没有温度，它灼烧的是人的心灵。日天，看着我的眼睛！方修低喝一声，随即一把手术刀直接插进赵浩的大腿之上。痛苦之力爆发，赵浩浑身猛地一颤，口中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原本紧闭的双眼疼得一下睁开，眼神恢复了片刻的清明。也就是趁着这个间隙，赵浩看到了他熟悉的修哥以及修哥血红的右眼，诡异的灵性波动直接入侵赵浩的心灵。下一刻，赵浩如傀儡般僵直在原地，头颅不自觉地看向梦魇。
梦魇冷冷地看着方修的举动，嘴角满是嘲弄。无论你想做什么都是无用，我已经今非昔比。方修的嘴角乍现一抹狞笑，你是所有人的梦魇，那赵浩就是你的梦魇。上！日天！随着方修一声令下，梦魇本能般的感觉到一丝丝不妙。下一秒，赵浩动了，准确的说是赵浩的眼睛动了，一双眼睛张得老大，变得犹如磁铁一般，而梦魇就是铁。此时的赵浩看到梦魇，就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嘴巴也不自觉地张大，喉结不断滚动。如果硬要形容，那大概就是色狼看到国女。梦魇见到如此熟悉的眼神，曾经不堪回首的回忆涌上心头。你要干什么？赵浩垂涎3尺地朝梦魇走去，他身上的黑色火焰正在逐渐熄灭，这代表着他的恐惧正在消散。嘿嘿，菲菲赵浩不断发出浪笑，表情十分猥琐。你到底对他干了什么？梦魇朝方修怒目而视，手中不断涌起一团团恐惧之火，朝赵浩砸去。然而此时的赵浩早已没有了恐惧，那些黑火打在身上根本没有丝毫作用。我只是做了当初你对他做的事而已。方修平静道。其实方修并未做什么太过分的事，他的血瞳对梦魇无用，因为梦魇吞噬了无数人的恐惧，体量很大，别说2阶的血瞳了，就算是3阶也费劲。但血瞳对于赵浩而言，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幻觉，所以方修就施展了一个简单的幻术，让赵浩将梦魇当成了自己的梦中情人。至于为何赵浩看到的是李菲菲，那就要问赵浩自己了，估计是当初一起上班时，每天晚上没少思念。现在的赵浩早已忘乎所以，他忘了梦魇，忘了恐惧，眼里只有李菲菲。他视线里的李菲菲身穿 JK， 脖子上挂着黑丝带铃铛，穿着马油丝袜，都是他最爱的装扮。尤其那马油丝袜修长纤细的腿上仿佛泛着一层油光，油亮油亮的，简直油到了赵浩的心里。李菲菲对着赵浩不断搔首弄姿，甚至还脱下了脚上的高跟鞋，自己揉了起来。浩哥哥，人家的脚好酸啊，你能不能帮人家揉揉？赵浩一听，魂都快散了，哪里还顾得上恐惧？恐惧什么的，一会儿再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嗷呜！菲菲，好哥哥来了，你别过来，你不要乱来啊！看着朝自己冲来的赵浩，梦魇大惊失色，曾经被其支配的恐惧涌上心头，竟直接一个闪身瞬移到数米开完，成功躲过了赵浩的恶狗扑食。但梦魇的躲避在赵浩眼中又变了。李菲菲光着丝袜小脚，娇笑着跑开，超短的 JK 裙一上一下。哥哥来抓我呀，抓到我你想怎样都可以哦。菲菲，这可是你说的昂，千万别让我抓住，不然抓到你我就嘿嘿嘿。看着再度扑来的赵浩，梦魇快炸了，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是不断逃跑。而随着梦魇的恐惧，他对恐惧情绪的掌控似乎开始下降，以至于其他御灵师身上的黑色火焰竟然缓缓熄灭了。黑火消散之后，众人顿时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恐惧。此时他们看着不断追逐梦魇的赵浩，只感觉看到了神明，太牛逼了，真男人，顶着帐篷要干梦魇，绝对的真男人。到这一幕，方修心中隐隐有了猜测，看来哪怕梦魇吸收了无数人的恐惧，能力被加强无数倍，但还是遵循着一个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恐惧。无论他吞噬多少恐惧，他的攻击手段还是利用恐惧来攻击。这也就导致了一点，他无法奈何没有恐惧的人。哪怕你天生胆子大，但只要你有一丝丝的恐惧，升级之后的梦魇就能将其无限放大，从而击垮你。除非你心中没有丝毫恐惧。赵浩此时就没有丝毫恐惧。每位御灵师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心理问题，毕竟被诡异力量污染了心灵。而赵浩的心理问题就是特色，他本来就色，在被污染心灵之后就变得特色。从上次为了被护士小姐姐摸手，硬生生扎了一手针眼，给护士小姐姐都扎哭了，就可以看出，随着赵浩的灵性增加，他的心理问题越发严重。方修正是利用了这点，梦魇用恐惧控制赵浩，那他就用特色反制，一个是来自梦魇的诡异力量，一个是来自污染赵浩内心的诡异力量，用诡异打败诡异，那就看看谁更胜一筹吧。不过这个方法也只对赵浩管用，因为恐惧是本能，特色也是本能，且赵浩拥有无论何时都能实更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不要忘了，赵浩的子时一道真正能力可是性能力，实力增加只是附带的，三者加持之下，便造就了一个连梦魇都要恐惧的怪物。所以只有他能达到这种效果，无视梦魇的手段，还能让梦魇感受到恐惧。方修此时也做好了出手的准备。说到底，赵浩只能让梦魇恐惧，却不能真正伤害到梦魇。想要彻底解决，还是得自己出手。方修同样也能无视梦魇的恐惧，因为他的恐惧早已随着被老婆虐杀18次而死去。蓦地，方修出手了，他的身形犹如鬼魅一般，反手握着手术刀，在夜空中划过一道银光，狠狠地朝梦魇扎去。梦魇连忙闪避，虽然躲过一击，但在两人的围堵下，他的逃跑路线越来越少。此时的梦魇有些崩溃，两个男人，一个拿刀追着要杀自己，一个挺着枪要射自己。最终被逼无奈的梦魇怒吼一声，砰，身形猛地炸开，化作无数道黑烟，消失无踪。梦魇跑了，众人顿时愕然，强大到让整个绿藤市沦陷，被评为 S 级诡异的梦魇，居然在两个男人的联手之下被吓跑了，场面一度陷入寂静。可就在这时，菲菲，菲菲，你怎么飞走了？赵浩由于失去了目标，口中不断大叫，他叫了好几声，急得如同看电影到了关键时刻，然后手机突然没电了，如同无头苍蝇。方修当即解除了幻术，赵浩瞬间恢复清明，然后他就射死了，因为他发现所有人都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目光盯着自己，准确的说是盯着自己的帐篷。赵浩愣在原地1秒、2秒、3秒，啊！他猛地爆发出一声凄惨叫声，随即捂着裆就跑了。修哥污我呀！当然，他并没有跑太远，显然还有点理智，
知道不能拖累大部队，自己去蹲墙角了。众人片刻之后，胖子走了过来：“修哥，梦魇跑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先回调查局。”方修还未回答，天空中猛地响起一声饱含怒火的吼声：“你们一个也别想走！居然敢如此羞辱我，你们都该死！”梦魇恼羞成怒的声音响彻全场，但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显然他对于赵浩很是顾忌。此时的梦魇明显要杀人灭口，刚刚他人生中最丢脸的第二丢脸的一幕被如此多的人看到了，他必须杀死所有人才能洗脱这次屈辱。最丢脸的一幕是在精神病院与赵浩深入交流那一次是梦魇一生都难以磨灭的梦魇。随着梦魇怒吼之后，轰隆隆，轰隆隆，地面竟然微微颤抖起来，众人顿时大惊：什么情况？难道是要地震了？不是地震，是脚步声。什么？你确定没有听错？能让地面震动的脚步声，这怎么可能呢？他并没有听错，我们已经被鬼奴包围了。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这时，只见不远处出现了黑压压一片人，犹如丧尸围城一般，如潮水般朝众人涌来。这些人都是鬼奴，都是之前因为恐惧而死的普通人。见到这一幕，众人绝望了。整个绿藤市有数百万人口，这次梦魇事件死了多少人？10万、50万，还是100万？没人知道。总之，那绝对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数字。这些普通人变成鬼奴之后，虽然力量速度都大增，且悍不畏死，但在场的都是御灵师，倒也不惧。可坏就坏在人数太多了，多到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所有人。御灵师的灵性是有限的，当数以万计的鬼奴发起冲锋，别说是他们了，就算是杨明和白旗来了，都得立即而死。所有人上房！众人绝望之际，方修下达了命令，他们这才纷纷反应过来，疯了一般的跳上了四周的房顶上。玩过游戏的都知道，打丧尸时不能硬拼，必须利用地形占据制高点。当众人跳上房顶没几秒之后，鬼奴们已经如潮水般涌来，几乎眨眼之间，空地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鬼奴。他们疯狂嘶吼，拼了命的往房上爬。鬼奴没有智慧，只知道一股脑的乱冲，这也就导致了踩踏事件的发生。最先冲来的鬼奴直接被挤到在地，后面的鬼奴踩着他们的身子往上爬。这次众人没等方修下令，一个个疯狂出手攻击，毕竟谁也不想死。轰轰轰！沈凌雪化身火焰神女，不断轰击着火球，每一团火球都如同高爆弹一般，能够吞没几十只鬼奴。胖子则是发挥血斗的优势，举着青铜烛台不断瞬移，每当有地方快被鬼奴攻陷，他就会顶上，利用烛火驱逐鬼奴，当真是哪里薄弱补哪里。其他的御灵师也是纷纷各显神通，谁也不敢吝啬灵性，毕竟灵性没了可以恢复，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面对梦魇的人海战术，方修也没有闲着，现在不是他保留实力的时候，因为此时已是绝境，这是死亡回荡也无法改变的绝境，没有任何阴谋诡计，也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能力，就是最纯粹的人海战术。无论他回荡几次，只要面对梦魇，都绕不过去这一关。至于选择避而不战，那更是自寻死路。现在只是梦魇的鬼域刚刚成型，就有如此实力，一旦他彻底消化了整个绿藤市，那再也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所以事到如今，唯有死战。他操控着发轨，银色长发不断生长，眨眼间便铺天盖地，密密麻麻布满天空。那些银发犹如暴雨梨花针一般，疯狂地洞穿鬼奴的身体。方修这一击之下，直接秒杀上百鬼奴，效率非常之高。啊！受死！突然，一直猫着腰的赵浩猛地爆发出一声怒吼，他站直了身子，竟直接跳入了鬼奴海中。他也是艺高人大胆，在鬼奴群中疯狂攻击，每一拳每一脚都能打爆数只鬼奴，完全就是一台行走的绞肉机。无数的断肢残骸从他四周飞溅，看得出来赵浩是在发泄，主要是刚刚实在太过丢人且社死了，搞得他满肚子火，根本没地方发。找修哥，修哥虽然不地道，但终归是利用这种方法救了自己。找围观群众，人家也没说啥，也没嘲笑，实在没有动手的理由。憋屈了半天的赵浩见到数以万计的鬼奴，终于有了发泄渠道。仗着鸭王变身的强大底气，他根本不需要像其他人那般守在房顶，完全可以主动出击。在众人的强大攻势下，鬼奴们居然节节败退，有那么几个时间段，院子内甚至出现真空状态。但胜利仅仅只是表象，颓势就隐藏在表象之下。半个小时后，众人的灵性已然快要见底，整个院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尸山血海。众人根本记不清自己杀了多少只鬼奴，是1万、2万，还是8万？但即便杀了如此多的鬼奴，后续的鬼奴们依旧一眼望不到边际，数量多到令人绝望。就连之前神勇无比的赵浩也顶不住了，一阵白光闪过，赵浩又变回了之前的屌丝样子，一群鬼奴嘶吼着朝他扑来。赵浩大惊失色，再度发动大招，修哥救我！唰，一缕银发从天而降，缠绕在他的腰间，将其拽上了房顶。做完这一切的方修默默收回了银发，此时他的银发早已不如之前般油亮，上面沾满血污，银色变成了血色，还有不少肉块，整体耷拉了下来。方队，咱们还有未来吗？一位满脸疲态，眼神中充满绝望的御灵师忍不住问道。此时血月高悬，10几位浑身浴血的御灵师守在房顶之上，血光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而他们的脚下则是尸山血海，以及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鬼奴大军。绝望如潮水般淹没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敌人如潮水般不断涌来。即使面对如此绝望的一幕，方修依旧面色平静，似乎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动容。绝望吗？恐惧吗？这种无用的东西他早已丢掉。当他被连续杀死18次，无论做什么也无法阻止被杀之时，他就明白了，绝望与恐惧不过是敌人的笑料罢了。方修立在房檐之上，头顶血月高悬，他目光幽深地注视着数以万计的鬼奴们，平静道：
我已经看到了未来，此战必胜。他平静的话语犹如一剂强心剂一般注入了众人的心中。原本出现颓势的众人精神一振，即将油尽灯枯的身躯中再度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新一轮的杀戮正式开启。杀！干死他们！坚持下去，咱们就赢了。这便是希望的力量，人是有潜能的，尤其在希望的照耀下，潜能将极大的爆发。没人怀疑方修的话，因为一路走来早已多次证明了他预言的准确性。他说看到了未来，那就一定是看到了未来。他说此战必胜，那就一定能赢。众人早已对方修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任。然而实际上方修骗了他们，他并没有看到未来，在绝对的数量差距下，这是无论死亡回荡多少次也无法弥补的差距。死亡回荡再多次，充其量之上让你杀起鬼奴更加的熟练，更加的省力。但问题在于，哪怕你杀一只鬼奴只需要1分力气，就算你有10000分的力气又如何？鬼奴依旧杀不完。方修之所以骗他们，只不过给予他们一些虚无缥缈的希望，让他们爆发出最后的战力，榨干他们的所有潜力，多拖延一些时间罢了。他在等一个扭转局面的契机。算算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在方修的鼓舞下，众人不断血战，但希望终究只是希望，它无法转化为体力，也无法转化为灵性。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终于众人的灵性基本见底，已经开始和鬼奴们肉搏战了。可肉搏战那就是鬼奴们的强项了，即便有屋顶的地利，也架不住敌人众多，平均一个人要面对10几只鬼奴的进攻，胜算已经越来越低，众人的生机也越来越小。方队，未来到底在哪？有人硬顶着10几只鬼奴的进攻大喊道：未来在你们自己的手中，我说过此战必胜，但并没有说过不会死人，无法活到胜利的到来，只能怪你们自己。什么？众人听闻此言，不由得发了狠，拼了命的攻击。谁也不想倒在胜利之前，但往往最黑的夜便是黎明的曙光到来之前。没多时，惨叫声传来，只见一位御灵师直接被鬼奴一口咬住了胳膊，他爆发出一声惨叫，挥刀猛砍，但疼痛让他行动迟缓，还没等他砍下，另一只鬼奴已经咬在他持刀的胳膊上。越来越多的鬼奴将他淹没，身上的伤口也越来越多，眼看他就要被拖入鬼奴群中彻底死去。这时，一道银色发丝从天而降，将他狠狠拽了出来。不过即便如此，他的肢体已经残破，鲜血横流，显然是活不长了。方队，救救我，我不想死啊！那人疯狂祈求。然而方修只是平静地丢给他一盏青铜烛台，你很快就会死，所以在你死之前用你血点燃青铜烛台。那人瞬间双目赤红，你说什么？你不救我，反而让我用血救你们？你特么做梦，要死就一起。他的话还未说完，数道银色发丝已经连接在他的身上，将他牢牢控制住了。青铜烛台被点燃，惨绿的烛光照亮夜空，众人迅速收缩到烛光之下，无数鬼奴被抵挡在烛光之外，滋滋的腐蚀之声不断响起。在这人不要命的挥洒血液之下，众人终于迎来喘息之机。方修，你不得好死！那人破口大骂。方修并未理他，而是平静地坐在原地休息。有人面露不忍，有人则是冷笑，反正你也活不成了，倒不如发挥余热。你特么放屁！你们别得意，现在死的是我，下一个就是你们。你们觉得方修这个没人性的家伙会自己点燃青铜烛台吗？你们在他眼中都是灯油。此言一出，众人的心中顿时蒙上一层阴霾。诚然，他说的很对，以方修的狠辣，他肯定会继续操控别人点燃烛台。所有人在方修的眼中不过是争取活命时间的保证。这时，一位受伤最重的御灵师满脸阴沉地想着，在场的人中就我受伤最重，那下一个肯定会轮到我。方修此人冷血无情，完全将人当作工具，从他之前控制队友的尸体点燃烛台就可以看出，这人的思考方式就是将利益最大化。我此时受伤最重，战力最低，在方修眼里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工具，所以他下一个必然选择我。一旦他率先开口，其他人皆是贪生怕死之辈，绝对不会有人反对，那我将必死无疑。不行，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这般想着，他眼中的恶意已经近乎实质化。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想法已经越来越极端，越发充满恶意，已经接近灵性失控了。御灵师就是如此不稳定的群体，就好似精神病患者，平常可能还好，可一旦受到什么刺激，极有可能发病。趁着方修在休息，我完全可以将他偷袭致死。他一定不会想到，在这种危机时刻，队伍中还会发生内讧。只是，如果我杀死方修，那会不会引起众怒？想到此处，他又有些犹豫。可方修不死，自己必死无疑；或者不杀方修，偷袭别人，只要有人死亡，方修肯定会利用死亡的那人顶上。唰！银光闪过，那人的思路戛然而止，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已经插在了脖颈之上。他双目突兀，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方修，怎么也想不到方修会提前对自己出手。而就在他意识弥留之际，方修平静的话语在他耳边响起：杀人而已，何必想那么多？方修，你干什么？你为什么杀他？众人瞬间大惊失色，疯狂质问。方修却十分平静，我在未来中看到他马上就会灵性失控，从而出手杀人，所以我提前杀了他。众人将信将疑，脸色十分难看。他们无法判断方修说的是不是真话，但他们却本能般的将人往阴暗了想，极有可能是方修在准备灯油，所以故意编了一个谎话，他现在能以看到未来的理由杀人，那下一次还可能会以同样的理由杀别人。当然也有人相信方修的话，毕竟方修救过自己等人多次。举着青铜烛台的人疯狂大笑，甚至都笑得开始咳血。你们还在相信他的鬼话吗？他就是在利用你们，不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一路走来一直救你们？图你们长得好看，图你们有钱，他是在图你们血啊！你都是灯油。嗨嗨，那人还未说完，
银色发丝直接将他的嘴封住。不要割血，太浪费了。方修平静道。然而方修此举在众人眼中像极了风口，害怕被人道出事实。很快，举着青铜烛台的人死了，因失血过多而死，但他的身体没有倒下，依旧灌输着血液。众人陷入死寂一般的沉默。又过了不久，这人彻底化为干尸，而方修又控制着他之前杀死的人点燃青铜烛台。这时，终于有人忍不住问道：“方修，你说此战必胜，胜算到底在哪里？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又是一阵沉默。方修，血液马上就要耗尽，你打算下一个让谁来？此言一出，场中的气氛顿时变得古怪起来，众人都面色凝重的死死的盯着方修。你们是想等死吗？方修平静的扫视着众人，众人微微一愣，是靠血液支撑的时间长，还是战斗支撑的时间长？休息了这一会，你们应该恢复了一些战斗力吧？真是愚蠢，面对敌人不想着如何战斗，反而将心思全部集中在选谁牺牲的问题上。众人这时才彻底反应过来，原来是自己一叶障目了。靠一个人的血液支撑，肯定比不上一群人战斗的时间长。原来方修并不是打算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活命时间，只是为了休养片刻，恢复灵性和体力罢了。一时间，众人有些羞愧，他们觉得自己想得太阴暗。准备战斗！方修下达了命令，众人纷纷起身。片刻之后，烛火熄灭，四周嘶吼的鬼奴如潮水般涌来，厮杀再度开始。这场厮杀似乎没有尽头一般，永无休止。5分钟之后，再度出现伤亡，一位御灵师直接被鬼奴抓破了喉咙。方修则是趁机将那人拉了过来，用发鬼控制住尸体，再次点燃青铜烛台。就这样如此往复，一旦有人死亡，众人便可以获得片刻喘息之机，等烛火熄灭，再继续战斗。煎熬、绝望、恐惧，这是所有人心头的感受。然而，更令人绝望的还在后面。突然间，大地轰隆作响，只见地面如水般沸腾，嗖嗖嗖，无数根岩石般的尖刺从地面激射而出，刺穿了无数鬼奴之后，笔直的射向众人。方修银发飞舞，直接绞杀了岩石般的尖刺。沈凌雪则是吃力地发出一道火焰，将其烧毁。胖子直接瞬移躲避。至于赵浩，他最轻松，始终躲在方修背后没出来。但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啊！此起彼伏的惨叫声顿时响起，当场便有几位御灵师被洞穿了身体死亡。如此惊变让众人大惊失色。只见鬼奴群中有一小块真空地带，那里正站着一道人影。那是一位皮肤惨白，甚至溃烂，双眼发白，没有黑眼球，身穿黑色西服的男子。这名男子正不断挥舞着自己的手臂，让地面疯狂涌出土刺。这是鬼杀会会长陆向阳。有人认出了西装男子。什么？他就是陆向阳，鬼杀会唯一的2阶御灵师。他也变成鬼奴了。该死！梦魇连御灵师也能转化为鬼奴，那岂不是意味着整个绿藤市消失的御灵师都在他的手下？众人瞬间感到一股绝望的无力感袭来。完了，我们死定了！方修，这就是你说的未来？有人面露绝望，有人疯狂怒吼。原本面对杀不完的普通人鬼奴就已经够绝望了，万万没想到现在居然还有御灵师鬼奴，这怎么打？众人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现在已是死局。随着孔南的出现，鬼奴群中又走了2位御灵师，分别是一位穿着宽松汗衫、戴着紫檀手串的中年人，以及一位身穿女士西装、留着寸头的英气女子。傅宇、孔南，怎么会是他们？他们也是2阶。此时已经有人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直接跪倒在地。面对如此绝境，方修依旧面色平静。他在思考，应该不是绿藤市所有的御灵师都被梦魇控制，有一部分应该被吞噬了灵性，还有一部分则是藏在各个角落与梦境做着斗争，否则就不会只出现3位御灵师鬼奴。梦魇应该看他们是2阶，实力比较强大，所以没有吞噬，而是转化为鬼奴。这就是梦魇的全部底牌了吗？不对，还有白起。白起消失了许久，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不知是生是死。很快，3位御灵师鬼奴带领着鬼奴大军发起了进攻。方修迅速控制起刚刚被土刺杀死的几人，用他们的血点燃了青铜烛台。轰轰轰！强烈的攻击轰击在惨绿色的烛光之上，让烛光不断闪烁，仿佛下一秒就要熄灭一般。那几个人的尸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为干尸，显然在这种强度的攻击之下，根本连1分钟都坚持不了。眼看即将被团灭，方修的嘴角却挂上了一抹胜券在握的笑容。修哥，都什么时候，你居然还笑得出来？赵浩脸色苍白，双腿打着白子道：“你难道没有发现这些鬼奴的行动越来越迟缓，甚至连攻击力道都开始变弱了？谁还有心思关心这个啊？兴许是他们累了呢。这能说明什么？”方修微微一笑，说明我的计划成功了。计划？什么计划？赵浩愣道。嘘，别说话，听音乐吧。随着方修的话音刚落，就在这时，突然间不远处传来了音乐声。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杀马特杀猪一般的嗓音由远及近，响彻全场。原本绝望的众人听到歌声顿时一愣，只感觉心烦意乱，想打人，连绝望恐惧都抛在脑后了。这歌声达到了什么效果？可以这么说，一个要跳楼的人听到这歌声都得先把唱歌的人打一顿再跳楼。这歌声难道是？随着歌声的出现，只见原本气势汹汹的鬼奴们此时就像是泄了气一般，行动越发迟缓，甚至有的直接瘫倒在地。扑通扑通，歌声越来越大，鬼奴们成片成片的倒地。赵浩这时猛地瞪大了眼睛，他想起了方修的计划是什么，让杨明带着杀马特去广播中心唱好运来，消除恐惧，削弱梦魇的力量。现在看来计划成功了。可是不对啊，为什么歌声能传到普陀寺啊？按理说歌声顶多在市里传播，怎么到的普陀寺？很快
赵浩的疑惑便解开了。只见一个扛着大音响的男人从远处疾驰而来，他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绣花鞋，正是杨明。杨明登场了，带着 BGM 穿着绣花鞋登场了。如果不是 BGM 太应景，且绣花鞋太娇艳，此时的杨明绝对带有几分救世主的光辉。穿着绣花鞋的杨明速度极快，才刚出现在视野中，仅仅瞬间，他穿过了鬼奴群，来到了众人身边。方修，幸不辱命！杨明将音响放在地上，咧嘴一笑。其他的幸存者激动坏了，甚至有的抱头痛哭。方修平静地点了点头，比我预想的要晚一些。没办法，毕竟要让歌声传遍整个绿藤市嘛。我将杀马特送到之后，调动了大量的治安员，让他们开着车，打开窗户，把音乐调到最大，大街小巷的去转，还让调查局发动全市幸存者，无论是手机、音响，反正只要能联网放歌的设备，全部开到最大。这一套流程下来，可是费了我不少功夫。不过效果很明显，人们都忘了恐惧，反倒是不少人拿着棍子去了广播中心，要打杀马特。说着，杨明看了看那些鬼奴，此时他们已经全部化为一具具死尸，仅有那3位御灵师鬼奴还屹立原地。哟，还有3只，正好让我活动。他话音未落，那3位御灵师鬼奴直接原地消失，仿佛瞬移一般。杨明，不用看了，这是梦魇的鬼域，他们3人应该是被梦魇拉走了。恐惧是梦魇的力量源泉，现在全市的恐惧被歌声消除大半，看来梦魇为了节省力量，直接放弃了这些低端鬼奴，只保留了那3位御灵师鬼奴。杨明点了点头，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去找梦魇，他还在普陀寺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此时应该和白旗在一起。听到白旗的名字，杨明凝重起来，说说你的判断。梦魇的能力虽然很强大，但弱点同样明显，那就是他根本无法奈何没有恐惧的人。这一点很好判断，当初我在青山精神病院就是如此，只要不恐惧梦魇，就不会受伤。现在即便梦魇变强了，还能发出恐惧之火，但只要不恐惧，依旧不会受伤。这也是梦魇用鬼奴攻击我们的原因，连敌人都知道的弱点，没道理梦魇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要是梦魇的话，一定会想法办法弥补这一弱点。杨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你的意思是，他要将白旗变成鬼奴？不错，白旗是绿藤市御灵市第一人，如果他控制了白旗，将实力大增，可以有白旗去杀没有恐惧的人。甚至梦魇不仅仅是想将白旗变为鬼奴，还记得将梦魇从调查局携带出来的杨坤鹏吗？梦魇既然能附在杨坤鹏的身上，就同样可以附在白旗的身上。听到这，杨明再也坐不住了，他似乎对白旗有很深厚的感情。那咱们还等什么？赶紧去找梦魇。方修点了点头，随即对着赵浩等人道：你们现在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已经没用了，回调查局吧。修哥，那你赵浩欲言又止，要不还是让我跟着吧，实在不行，你再用之前的招数催眠我，由我来对付梦魇也行。方修却摇了摇头，没用的，梦魇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栽倒2次，甚至他可能因为看见你而不会现身。赵浩听闻此言，顿时失望地低下了头。方修，要不你也回去休息吧，就由我来对付梦魇。杨明看着浑身是血的方修，有些担忧道：梦魇必须由我亲自杀死。方修的话语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他从不怕死，他只怕不能虐杀诡异。如今已经到了决战的时刻，如果不能亲自虐杀梦魇，等同于之前全部白死。杨明显然也了解方修说一不二的性格，知道他这种人一旦做了决定，根本无法改变，于是只得点头答应。随后两人便朝着普陀寺深处走去，两道身影在众人的注视下消失在迷雾中。普陀寺中，梦魇的鬼域早已将这里的地形改变得面目全非。明明普陀寺占地不大，再加上方修与杨明两人脚程很快，按理说应该早已走到尽头，可现在10分钟过去了，两人依旧没有到头。四周皆被迷雾笼罩，那些雾气不断翻涌，似乎不知何时会从中跑出什么怪物，十分阴森。两人正在迷雾中摸索前进着，方修突然问道：你是怎么度过坟场和台阶这2关的？虽说杨明实力高强，是3阶御灵师，但生死坟场根本无法凭借实力度过，因为坟场中会将一个人分裂成生态与死态，变成2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即便杨明实力再强，对上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也不见得能赢。如果说是靠着幸运侥幸取胜，那也不可能，因为复制体也拥有幸运能力。相比之下，恶鬼灯蛇就无所谓了，哪怕杨明不知道规律，触发杀人规律，导致恶鬼现身，他凭借绣花鞋的速度，一样可以轻松逃离。坟场，我上山的时候确实碰到了坟场。杨明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闪过一抹怒气。别提了，我在坟场让人给骗了。骗了？啊！我到了坟场之后，结果看到了自己的坟墓，里面还传来咚咚咚的声音。出于好奇，我就把坟墓刨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嘿，里面就出来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最可恨的是，这小子说话都和我一模一样，不仅模仿我的脸，还模仿我的话。那我能忍？我俩直接就干起来了。不过有一说一，那小子虽然嘴欠了点，但实力真是没得说。我俩大战300回合，谁也打不过谁。然后我就烦了，不想打了。我说停战，谁料那小子和我想到一块去了，也要停战。我俩真是太默契了。停战之后看着对方就笑，然后就聊起来了，越聊越投机，真是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我俩的兴趣爱好简直太像了，我当时就感觉遇到了知己。要不是我着急往普陀寺赶，我肯定就和他拜把子了。然后我就说我要走了，梦魇那货还等着我去解决，这兄弟也是够意思，直接就说要跟着我一起去干梦魇。最后我俩就一起出了坟场，特妈的！结果一出坟场，这小子就不见了，真他妈是个怂货。说好了一起干梦魇呢，现在想想真是庆幸，当时没有和他拜把子，这要是拜了都不够丢人的。方修，杨明诧异的看了方修一眼，你怎么不说话？没事，你继续。哦，也没啥好继续的了，坟场总共就发生这么点事。至于你说的台阶，什么台阶？是上山的台阶吗？方修点了点头。一说台阶我也来气，你说说一个破寺庙，
修那么长的台阶做什么？害我跑了半天。你是怎么上台阶的？杨明微微一愣，这叫什么问题？我当时心急如焚，当然是跑着上来的。一步几个台阶？你怎么越问我越糊涂啊？谁没事爬？台阶还数数啊？这不是有病吗？我跑着上来的，一步估计也就4、5个吧，要不就3、4个，这谁知道啊？哎，我说方修，你是不是觉得咱俩一起行动，要是不聊天的话，你会觉得尴尬？但是你知不知道，你问的这种没营养的问题，搞得我现在有点尴尬。你要是不擅长聊天，倒大可不必没话找话。哪有人会问别人一步走几个台阶这种问题啊？你下次干脆问我一顿饭要吃几厘米好了。方修听着杨明的话，方修已经有点想改变自己的志向了，让全世界的诡异感受痛苦，将诡异2个字去掉。根据杨明的描述，他已经猜到对方是怎么上山的了。恶鬼灯蛇的杀人规律是不能踩偶数台阶，杨明很明显没有触发杀人规律，所以一直当那是普通台阶。那么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杨明奔跑上山，一步跨越几个台阶，从始至终踩的都是奇数台阶。在不知道规律的情况，凭借逆天的运气，生生没有触发恶鬼灯蛇的杀人规律，这就是3阶的幸运吗？方修喃喃自语。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为什么实力更强的白棋无法当队长了，而是杨明这货当队长。在这逆天的运气之下，别人去鬼域9死1生，他却能在不知道规律的情况下安然无恙的出来，差距太大了。看来当初安排杨明护送杀马特去广播中心是对的，如果换成别人，恐怕根本到不了广播中心，亦或者就算到达了，当梦魇察觉到恐惧减少时，肯定会对广播中心出手，这是梦魇的鬼域，这种事他肯定能做到。但正是因为去的人是杨明，拥有逆天运气，当他想要做什么事情时，一切好事，一切有利条件都会向他倾斜。这时，只见杨明微微咧嘴笑道：“不是3阶的幸运，而是天命。天命，哈哈哈，不错，就是天命之子的天命。1阶御灵师是能力出显，2阶是能力强化，3阶则是能力觉醒。我到达3阶之后，幸运能力觉醒成了天命。简单来说，我杨明就是天命之子，是秉承天命而生，来终结这诡异时代的救世主。”哈哈，杨明说到兴头上，不由叉着腰大笑。天命吗？怪不得拥有如此幸运。等等，天命！方修这时猛地想到，在青山精神病院院长办公室上看到的那张羊皮纸，上面曾这样写道：“被天命眷顾之人，想知道世界的真相吗？”当时他觉得这被天命眷顾之人有可能是自己，但现在想来，院长周清风说的恐怕是杨明。那封信是留给杨明的。方修此时脑海中已经隐隐有了脉络，院长很可能隐藏在暗处，针对杨明这位天命有着巨大的阴谋。他让青山精神病院进入现实，还就在绿藤市。整个绿藤市就是杨明负责的地区，为什么这要巧？其目的肯定是引诱杨明进入，让杨明经历重重阻碍，看到那封信，然后再去寻找他留下的那份礼物，这就是院长的目的。至于礼物是什么，为什么非要让杨明拿到，为何不直接给，这都是疑问，目前无法解答，恐怕真正的答案就隐藏在青山精神病院。现在想想，青山精神病院水太深了，单单跑出一只梦魇，在没人控制的情况下，就演变成了 S 级事件。那青山精神病院什么等级 ？S 还是 SS？ 已知全世界出现诡异事件的最高等级就是 S 级 ，S 级之上人类根本没有设立等级。如果青山精神病院真的超越了 S 级，那恐怕将是震惊全球的大新闻。那制造这些诡异的青山精神病院院长周清风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就在这时，方修突然想起有一次在调查局，局长王德海找自己，让自己预知扑克牌组织的事情。那次王德海将白棋遇袭，背后隐藏着扑克牌组织一事说了出来。当时自己以能力有限拒绝了，毕竟所谓的预知是假的，没有和扑克牌组织正面接触，哪里来的预知？现在想想，恐怕扑克牌组织和院长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因为对白棋出手的黑桃 A 实力很强，按照杨明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是对手。可黑桃 A 却在杨明突破之后就跑了，这就很耐人寻味。现在结合院长的信，方修终于将一切都串联起来。院长在精神病院中留了礼物给杨明，但当时杨明没有达到3阶，不够资格接受礼物，所以与院长有关系的扑克牌组织才会出手，想利用白棋的死刺激杨明进阶。说到底，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让3阶的杨明进入精神病院。如果不是自己特殊，能够看到虚幻的诡异，当青山精神病院入侵现实时，在现实中避开了精神病院中的层层危险，到达院长办公室，看到那封信，恐怕到现在也无法了解院长的谋划。看来解决梦魇事件之后，必须带着杨明去一趟青山精神病院，或许那里可以解答一切疑惑。正在方修思索间，他突然间感觉意识一阵模糊，脖颈处传来剧痛，耳边传来杨明惊怒交加的吼声，然后双眼一黑。我这是死了？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方修到死也没看到是谁杀了自己。杨明。行走间，方修突然叫了杨明一声。杨明停下脚步，怎么了？注意保护我。杨明微微一愣，他看了看方修平静的面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有些凝重的点了点头。而方修并未将希望全部寄托于杨明，只见他满头银发疯狂生长，分散出无数纤细的发丝，如蛛网般朝四周蔓延。这些发丝将方修四周全部占领，如同一张张警戒网，只要有任何人闯入其中，他都能第一时间感知。而且这些发丝隐藏在浓雾中，配上夜色，几乎不可见。做完这一切，两人继续前行。突然，方修感知到自己的发丝被什么东西给拨动了。10点钟方向，杨明脚下的绣花鞋爆发出一抹诡异的红光，嗖，他瞬间消失不见，整个人如同流星一般朝着10点钟方向冲去。是你！很快，杨明惊怒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便是刀刃相接的声音，打斗声不断传来。方修此时心中隐隐有了猜测，他立刻朝打斗的方向跑去。当他穿过浓雾来到战场之时，便看到杨明在打白棋，准确的说，应该是白棋压着杨明打。
白起此时的状态似乎很不对，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如果说他以前走的是冷酷霸总的路线，那现在给人的感觉则是邪魅狂狷，英俊的脸上带着邪魅疯狂的笑意，发丝狂舞，再配上那苍白的皮肤以及消瘦的身材，有一种月下吸血鬼的感觉。而且他的速度似乎变得更快了，以方修如今的实力，他至少可以看到白起的行动轨迹，可现在却几乎看不到。唯有白起与杨明交手几次碰撞的时候，身形不可避免地产生停顿，他的眼睛才勉强跟得上。看着白起手中与杨明同款的暗金色短刀，方修知道自己上次是如何死亡的了，应该是被白起凭借鬼魅般的速度杀死。杨明明显有些招架不住此时的白起，被对方逼得节节败退，无奈他只得使出嘴遁。白起，你疯了？你对我出手干什么？白起露出一抹邪魅的冷笑。哟，这不是我们的杨大队长吗？几天不见，这么拉了？杨明顿时脸色一黑。你不是白起？白起绝对说不出这种话来。你到底是谁？哼，我不是白起还能是谁？一朝觉醒入三阶，今日方知我是我。什么？你灵性失控了？杨明震惊道。白起邪魅狂狷的脸上顿时一黑。你还是一点没变，依旧令人如此讨厌。不是小白，你这么快进入三阶，现在又这个状态，我很难怀疑你不是灵性失控，要不就是被梦魇控制了。不许叫我小白！白起瞬间狂怒，一时间他的刀越发凌厉。好的，小白。啊！白起似乎受到了刺激，他的速度竟再次飙升，整个人化作6道残影，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攻向杨明。杨明大惊失色，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拼命防御。然而猝不及防之下，他还是被一刀划破喉咙。两个身影交错，白起十分帅气地出现在杨明身后，反手持刀，刀刃带血，邪魅的笑容在血月的照耀下更显妖异。反观杨明，他的脖子上出现一道血线，鲜血喷涌，双眼突兀瞪大，双手捂着脖颈，犹如失败者一般，不可置信倒在地上。白起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之色，随即又兴奋起来，想不到我的急速觉醒为极速之后，居然如此之强！哈哈哈！杨明，你该死！你明明样样都不如我，凭什么你当队长？而且还是你先晋升3阶，凭什么所有好事都是你的？你除了走些狗屎运，还有什么？不远处的方修看到这一幕，顿时眉头一皱，这真的是天命。就算白起晋升3阶获得了极致的速度，但杨明也不至于被秒杀吧？就在方修犹豫是否回荡重来之时，杨明的尸体动了。除了狗屎运以外，我还有鬼气。只见杨明腮帮子鼓鼓的从地上爬了起来，神奇的是，他脖子上的血线早已消失不见，伤口恢复如初。你果然不会就这样轻易死去。白起只是微微惊讶，但很快就恢复邪魅狂狷的状态，这样才有点意思。他看向杨明口中，发现对方正含着一颗黑色的珠子，散发着诡异的波动。哦，治疗型鬼气吗？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治疗多少次。说完，白起就要再度出手，然而杨明却连忙叫停，含着珠子含糊不清道：先等一下，我抽根烟先。随后，杨明竟真的从兜里掏出香烟，然后点上了。呼，他长出了一口气，看着脸色越来越黑的白起解释道：别误会啊，没有任何不尊重你的意思，只是我嘴里的镇尸珠太臭了，是从尸体嘴里抠出来的，我用烟味压一下。死！白起怒吼一声，随即身形猛地消失在原地。当他再度出现时，已经到了杨明身前，手中的暗金色短刀狠狠砍下，吓得杨明手中的烟都掉了，连忙举刀防御。双方再度战成一团。不过很明显，杨明即便穿着绣花鞋，他的速度依旧要比白起慢上一线，一直在被动防御。没多时，他的身上再度出现数道伤口，可那些伤口眨眼之间便消失不见。白起皱眉，我不相信这世间存在没有副作用的鬼气。他发狂似的疯狂攻击，但此时的杨明就如同不死之身一般，怎么砍都砍不死。白起一时间有些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晋升3阶还奈何不了杨明，这可是他坠入黑暗所换来的力量。他的状态似乎十分不稳定，刚刚陷入自我怀疑，那邪魅狂狷的气质就要消散，好似要恢复之前的冷酷霸总状态。就在这时，梦魇现身了，他高居房顶之上，俯瞰众人。白起继续攻击，他的镇尸珠可以无视伤害，但5分钟之内，如果他不吐出镇尸珠，就会化作一具尸体。白起听完梦魇的话，状态立刻重新稳定，邪魅一笑，原来如此。他的话还未说完，杨明那边突然拿出一个破旧的陶瓷罐子，里面装着腐臭的尸水。吨吨吨！哦，果然，这尸水罐产生的化尸水，无论喝多少次都适应不了。不过，它能延缓化为尸体的时间，难喝也得喝。杨明似乎故意气白起和梦魇一般，还解释了起来。白起，梦魇，混蛋，你到底有多少件鬼气？白起突然觉得自己快要嫉妒到变形了，因为他一件鬼气都没有。倒不是实力不够，只是认识杨明之后，总感觉运气被对方吸走，根本遇不到鬼气。你猜？杨明眨了眨眼，见到这一幕，不仅白起梦魇无语了，方修也有些无语。这就是天命吗？别人拼死拼活不见得有一件鬼气，杨明却直接掏出来3个，关键还能配套使用。可恶！白起狂怒不止，你同时使用3件鬼气，我倒要看看你何时灵性失控。杨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来也巧了，这些鬼气同时散播诡异力量，污染我的心灵，但不知怎么的，形成了微弱的平衡，就给抵消了。白起，他气得一言不发，疯狂进攻杨明。杨明被打得节节败退，就是杀不死，两人一时间陷入僵持，生死战变成了一场消耗战，就看谁的灵性先耗尽。而就在两人激战之时，梦魇却盯上了方修。即便被削弱了大部分恐惧之力，梦魇此时依旧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他居高临下俯视着方修道：方修，你不是能预知未来吗？那你可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我看到你未来会以最凄惨的方式死去。哈哈哈！梦魇张狂大笑，看来你的预知能力也不是很准。如果你想靠杨明翻盘，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白棋可是我最杰出的作品，我这几天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将它培养到3阶，而且还是点亮了45%灵性的3阶，拼消耗，杨明根本不是对手，是吗？方修冷冷一笑，随即扭头对着白棋说道：“白棋，当初队长之战，你之所以会输，不是因为吃坏了肚子，而是杨明头一天给你下了泻药。”正战斗中的白棋瞬间身子一僵，随即满脸暴怒：“你说什么？杨明，你这个卑鄙小人！我就说我一个2阶御灵师怎么可能吃坏肚子？”白棋出手更加猛烈了，完全是不计消耗疯狂攻击。杨明也是惊怒交加：“方修，你个叛徒，你答应过我不外传的。”见到这一幕，梦魇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连忙道：“白棋，节省灵性，方修在故意激怒你。”然而方修这时候又道：“还有一件事，当初战斗时你虽然加得很辛苦，但在场的都是御灵师，早就闻到味儿了。”这句话简直犹如核弹一般，在白棋心中爆炸了。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比川剧变脸还要精彩，一阵青一阵白，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白棋身上传来的惊天怒火。杨明，我必杀你！白棋彻底丧失了理智，双目赤红，脸上青筋暴起，直接使出了全力去攻击杨明，完全忘记了要节省灵性，以及目前状态的杨明是杀不死的。梦魇见到这一幕，彻底傻眼了。白棋此时的状态，他根本控制不住了。其实白棋尚未被转化为鬼奴，因为成了鬼奴就不能增长灵性了。梦魇舍不得这样一个好苗子，所以他只是分出一部分力量进入白棋体内，激发对方的负面情绪，从而以导其堕落，并且这个堕落的过程并未完全完成，这也是之前一直见不到白棋的原因。但现在被杨明、方修两人打上门来，梦魇只得让半成品的白棋先上了。看看你干的好事！梦魇对着方修怒目而视，都给我上！随着梦魇一声令下，3道人影从天而降，赫然就是之前的3位御灵师鬼奴。一时间，3位2阶御灵师鬼奴呈三角形，将方修团团围住。见到自己被包围，方修的嘴角露出一抹狞笑。如果只有这点实力，那你的未来已经注定。下一刻，3位鬼奴同时发动能力，一人双手拍地，地突刺，地面不断摇晃，涌出无数的刺朝方修扎去，似乎要将他刺到千疮百孔。一人脸上浮现漆黑如墨的胶体，将他浑身包裹，化作漆黑战甲以及长枪。最后一人则是1分10，10分100，仿佛无限分身一般，直接变出100个自己。这3位皆是2阶御灵师，实力非同小可。反观方修，连番征战，无论身体还是灵性都已经到达极限，如果不是中间获得了片刻的喘息，他怕早已不堪负荷的倒下了。双方实力如此悬殊之下，方修嘴角的狞笑却越发扩大。终于可以好好释放一次了！结！恐怖的狞笑声犹如9幽地狱传来的恶鬼索命声一般，响彻全场。手术刀中无数诡异力量被他点燃，轰然引爆。轰！难以想象的恐怖力量化作一股股黑烟不断涌出，那些黑烟呈长蛇状，仿佛一条条粗壮的巨蟒，而巨蟒的头颅部位赫然是一张张狰狞恐怖的诡异的脸。那些巨蟒涌入方修的七窍，庞大的力量让方修不堪重负的身体直接爆出血花，可即便如此，他却笑得越发放肆。力量涌出来了！结！这次变身要远强于上一次，因为方修的灵性比之前更强了，可承受的诡异力量也更多，不过所承担的伤害也越大。这时无数的刺蜂拥而至，可方修却根本看也不看一眼，仅仅他浑身缠绕的黑气便轻易将地刺泯灭。见到这一幕，梦魇脸色大变：“你不要命了？以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还敢让如此庞大的诡异力量入体？”梦魇看似在关心方修的身体，实则是在关心自己的身体，因为他已经将方修的身体当做自己的所有物了。梦魇出身青山精神病院，他曾见识过顶层的风采，知道自己现在看似风光无限，但在院长的眼中始终都是一个失败品。他也有自己的野望，想要弥补自身缺陷，拥有真正的肉身，让院长刮目相看。而方修、白棋、杨明这3人就是他选中的肉身。预知未来，极速、天命，如果拥有这3大能力，再加上自己的能力，这才算真正不死。极速可以用来逃命，预知未来可以提前躲避危险，天命可以逢凶化吉，让一切有利条件朝自己倾斜，再加上自己的入梦、无惧物理攻击等等，这些能力加深，哪怕遇到顶尖强者也足以保命。梦魇的要求并不高，不死就好，只要不死就有希望，凭借自身成长性，早晚可以屹立巅峰，让院长知道谁才是他最好的作品。所以正因如此，他见方修如此糟蹋他的身体，才会心疼。快阻止他！我不允许他如此伤害我的身体！梦魇焦急大叫。随着梦魇的下令，3位鬼奴瞬间发动攻击，身穿黑甲、手持漆黑长枪的鬼奴一跃而起，身形仿佛与血月重合，又重重落下。长枪挥舞成半月状，狠狠朝方修劈去。分身鬼奴则是控制着上百分身，对着方修一拥而上。土系鬼奴双手狠狠拍地，土石涌起，化作一条条10米长的狰狞土龙。当！方修高举手术刀，纤细小巧的手术刀与漆黑长枪相撞，清脆的金属交鸣声响起。砰！以方修为中心，他脚下的大地瞬间开裂下沉，形成一个大坑。巨大的力道产生的冲击波向四周扩散，犹如潮水一般，四周的树木仿佛遭遇狂风吹拂，树枝凌乱，树干弯曲。而就在这时，上百分身以及数条土龙到了，仅仅一击便能将方修淹没。黑甲鬼奴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全身肌肉隆起，疯狂发力压制方修，不让他移动分毫。巨大的力道让方修高举的右臂血管直接爆裂，鲜血直流。那些鲜血落在他的脸上，映衬的狞笑越发狰狞。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还真是无趣啊！话音刚落，只见方修右眼血瞳血光爆闪，黑甲鬼奴犹如当头棒喝，神情出现片刻恍惚。而就在这恍惚之际，方修银发暴涨，
好似万蛇出巢，瞬间缠绕住一旁的土龙，狠狠一拽，借力之下，他的身形直接腾空而起，躲过了汹涌而来的攻击。梦魇见到这一幕，血红的双眸微微收缩，好恐怖的战斗本能，把握时机，一心三用，衔接配合，几乎做到了极致。怪不得他没有恐惧，这人简直冷静到冷酷无情的地步，可以在任何凶险的境地做出最有力的判断。躲过攻击的瞬间，方修已经站在了土龙之上，手指翻飞，手术刀挽出绚丽的刀花，被他反握在手中，身形压低，双腿骤然发力，极致的速度爆发。银色长发，银亮的手术刀在这疾驰的速度之下，他整个热仿佛化作一道银色闪电，瞬间冲向上百分身之中。梦魇见状冷笑，分身鬼奴的分身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连他都不能轻易分辨真身，更何况方修。然而下一秒，他的笑容戛然而止。只见方修于百人群中精准无误地找出了真身，在分身鬼奴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之下，与之错身而过。片刻后，分身鬼奴的脖颈、胸前、额头出现3道血洞，直挺挺摔倒在地，彻底化为尸体。瞬息3刀！什么？梦魇大惊失色，连真身是谁也能预知，这到底是什么预知能力？定点预知吗？可以随意获得自己想要的未来信息？只有方修自己知道，他不是定点预知，只是无限试错而已。解决分身鬼奴之后，方修的脑后传来一道凌厉的破空之声，他连头都未回，只是微微侧身，便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一击。随后，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躲过一击的方修依旧没有转身，反手向后就是一刀。当！那一刀被黑甲鬼奴的铠甲所挡住，但强大的力道却将其击飞出去。可能是这一击力道太大，动用的力量太多，方修的身体再度爆裂数根血管，鲜血直流。他的右手已经彻底废了，软软的垂下，好似没有骨头一般。但下一秒，无数银色发丝扎入右臂的血肉之中，缝合血管，连接骨骼肌肉，使得右手再度能动了起来。唰！方修毫无征兆地将手术刀狠狠插入地下，地下猛地传来一声惨叫，随即有鲜血渗出。原来那土系鬼奴早已悄悄潜入地下，准备偷袭方修，但却被方修提前预知，在对方还未冒头之前，一刀刺下，抢先偷袭。战斗至今不过短短片刻，3位2阶鬼奴已然身死2位，只剩黑甲鬼奴。花里胡哨的全死了，如黑甲鬼奴这般全靠身体战斗的还坚挺。方修的能力天克花里胡哨，但面对黑甲鬼奴这般直来直去的战士却比较吃力。他的黑甲和漆黑长枪十分坚韧，能够抵住手术刀的进攻。手术刀不是无坚不摧的，他的切割能力随着输入力量的增多而增大。虽然短时间解决2位鬼奴，但方修此时的状态很不好。他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生死战斗，身体早已到达极限。不过他的精神状态却前所未有的好。结，很快就轮到你了。方修诡异侧头，仿佛脖颈断裂一般，一黑一红，2只眼珠直勾勾地盯着梦魇，令人毛骨悚然。梦魇虽然有些惊骇，但依旧胜券在握。这时黑甲鬼奴的攻击到了，方修手持手术刀与之拼杀，无论多么刁钻多么凶狠的攻击，他都一一接下。然而攻击虽然挡下，可对方那庞大的力道却透过兵器传导到方修身上，他的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嚓声。又伴随着一次攻击，方修再度挡下，可他的右腿却在巨大的力道作用下直接骨折。看着扭曲右腿，方修面露不悦之色，人类的身躯还真是孱弱。下一刻，无数银色发丝涌入，将右腿成功接好，并掌控着右腿行动。本想再多愉悦一会，看来这具身体已经到了极限，那就一击解决你吧。说着，手术刀中境再度涌现出磅礴的诡异力量，涌入方修体内。轰！一时间，方修整个人被无数诡异缠绕，银发狂舞，右眼血光炽盛，宛若地狱走出的魔神。可下一秒，他的身体仿佛支离破碎一般，不断有血液爆出，骨骼咔咔作响，眼看就要倒下。梦魇见状，赶紧叫停黑甲鬼奴，十分心疼地看着方修的身体，赶紧倒下吧，别再虐待我的身体了。倒下？我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倒下？结，这才刚刚开始啊！恐怖癫狂的狞笑声响彻全场，还伴随着无数诡异的嘶吼。一时间，方修的声音似乎带上了重叠音，像是有无数诡异同时狞笑。下一刻，无数银色发丝贯穿他的身体，连接在身体各个部位。他利用银色发丝像操控木偶一般操控着自己的身体。轰！方修的身体骤然挣脱空气的束缚，爆发出一声巨大的音爆，他的身形在视线范围内消失了。黑甲鬼奴一时间有些茫然，不知敌人去了哪里。可下一刻，他瞳孔骤然收缩，因为他的脸前突然出现了一张狰狞人脸。随后只感觉一股不可抗力袭来，整个人直接被按倒在地，地面瞬间塌陷，产生如蛛网般密密麻麻的裂痕。而方修正骑在黑甲鬼奴的身上，眼中血光炽盛，狞笑跃然脸上。结，你能抗住几刀呢？刷，手术刀化作无数道残影，狠狠地朝着黑甲鬼奴的脸部扎去。黑甲鬼奴连忙用双手护住脸庞，当，密密麻麻的金属交鸣声传来。方修此时兴奋的犹如一个找到新玩具的孩童，双手胡乱的拆解，手术刀疯狂落下，1刀、2刀、3刀，黑甲之上不断的浮现出密密麻麻的裂纹。砰！终于，黑甲碎了，露出里面惨白的肌肤。噗呲！一刀扎下，鲜血横飞，染红了方修的脸颊，点燃了他的兴奋。他一刀又一刀的刺下，直至对方的脸血肉模糊，变成烂泥。随后，他抬起头，将目光投向梦魇。梦魇此时的神色有些复杂，你究竟是人是鬼？方修将手术刀凑在嘴边，轻轻地舔舐刀刃上的鲜血，狞笑道：“当然是人，这话你自己信吗？如果这就是你的遗言的话，我建议你再重新考虑考虑。”梦魇摇了摇头，看来现在才是真正的你，之前都是假象。也罢，
我还是早点动手吧。你太疯狂了，我真害怕你把我的身体弄坏。随着他话音刚落，天空中的血月猛地变大，血月越来越大，准确的说不是变大，而是在下坠。因为不断下坠，映衬的血月似乎在放大。轰！整个血月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方修的身上。神奇的是，那血月似乎如同幻觉一般，仅仅影响到了方修一人。当方修被血月击中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未受伤，而是来到一处血红的空间，空间呈圆球状。血月内部吗？有点意思。面对如此惊变，方修丝毫不慌，反而露出一抹饶有兴趣的狞笑。这时，梦魇出现在血色空间之中，冷笑道：“很快你就笑不出了，方修。”唰，一道银光闪过，但手术刀却从梦魇的身体上穿了过去，好似划过空气。没用的，现在的我只是幻影，在你彻底解除这种状态之前，我是不会真身出现在你面前的。以你的身体，根本坚持不了太久。梦魇的话还未说完，方修直接恢复了原状，缠绕在他身上的黑气瞬间消散一空，这让梦魇微微一愣：“你居然主动解除？当真是自寻死路！你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想再度引爆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根本做不到。”废话真多，方修直接打断道：“现身吧，我倒要看看你给我准备了怎样的惊喜。”梦魇冷冷一笑，随即身子变得凝实起来。方修，我不知道你的自信来源于什么，但这都不重要了，成为我的容器吧。说完，梦魇自信地朝方修走去，他似乎故意走得很慢，想给方修造成心理压力。杰上一次也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死了，你也想试试吗？梦魇嘴角自信的笑容越来越大，看来你是认定了我无法抢走你的身体，或许你是对的，抢夺身体是一时之间的战斗，像你这种没有恐惧的怪物，真要拼起来，我不见得是你的对手。但是现在的我早已今非昔比，我拥有整个绿藤市的恐惧，这些死在鬼域中的人，他们的意识都被我掌控。或许我一个人无法击败你的意识，但1000人、1万人、10万人呢？你拿什么抵抗我？话音刚落，只见血色空间之中猛地出现无数密密麻麻的人影，几乎挤满了整个空间。无论是地面上还是半空上，都有不少人漂浮其中，甚至就连方修身边都挤满了人。他们的身体呈现半透明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深深的恐惧与痛苦，似乎永远的沉浸在噩梦之中。哈哈，绝望吧，恐惧吧，成为我的养料吧。梦魇张狂大笑，他已经图穷匕现，他之所以将方修关在血月空间，就是不让对方逃跑，以及怕别人捣乱。现在的方修插翅难逃，待这些意识体消磨光了方修的意识，便是他夺舍之时。一个人的意识再强，也强不过上万人。此时此刻，他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之下怎么输。给我上！梦魇犹如发号施令的将军一般，带着千军万马冲向方修。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些密密麻麻布满血月空间的意识体，如同幽魂一般，朝方修体内疯狂涌入。1个、2个、3个、1000个、1万个，他们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与此同时，方修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中似乎出现了无数人的意识，无数人在痛苦嘶吼。如果是普通人，仅仅在瞬间就会意识消散，彻底迷失在意识海洋之中。可方修不是普通人。很快，梦魇也进入到方修的心灵之中。他进入之后，顿时一愣，这真是人类的心灵？这心也太黑了吧，简直比诡异都黑。方修的心灵呈现一种深邃的暗，这黑暗还十分的扭曲，宛若黑洞。而黑洞的最中心，方修的意识体正站在其中。他平静地注视着四周密密麻麻的人影，脸上没有丝毫波动。梦魇虽然狠狠地惊讶了一番，但他依旧胜券在握。方修，我果然小看了你。不过好在我足够谨慎，没有只身来抢夺你的身体。虽然你的心灵无比诡异，但在绝对的优势之下，你必输无疑。给我上！无数意识体嘶吼着朝黑洞中心的方修冲去。当他们踏入黑洞的那一刻，无数负面情绪喷涌，黑洞飞速旋转起来。冲在最前面的数十只意识体当即被黑暗搅碎。梦魇看到这一幕，暗暗心惊，十分庆幸自己的决定。而当越来越多的意识体冲入之后，黑洞开始颤抖，颤抖得越发剧烈，似乎无法承受如此多的意识体一般。终于，黑暗被踏碎，黑洞消散了，露出一片虚无之色。方修的心灵确实十分扭曲黑暗，寻常人的意识进入其中，会立刻被狂暴的负面情绪冲击成碎片。但凡事都有上限，如果把方修的负面情绪比作毒药，那毒药只有一包，这一包泡在水里，给每人喝上一杯，能毒死多少人？一经砒霜能杀1个人，杀10个人，杀100个，但一旦稀释太多，他能杀1万个人吗？很显然是不能。梦魇就是利用这一点，让上万意识体去消磨方修的意识，然后自己最后再出手。他的计划确实十分成功。此时的方修已经被密密麻麻的意识体包围，他们争先恐后地撕扯着方修的意识体，好似要将他撕碎。但方修即便深陷包围，他的面色依旧平静，意识体的攻击落在他身上，根本无法撼动分毫。见到这一幕，梦魇瞬间瞳孔收缩，好坚定的意志。如果方修不是个活人，梦魇甚至以为他是块石头，意志坚定的好比坚实，根本无法撼动。这种人就属于一旦做了决定，除非生死，不然一定会贯彻到底的人，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动摇。方修，你绝对是我见过意志最坚定的人，我真的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你，居然在数万意识体的冲击下都能支撑你意识不消散？信念吗？方修想到了老婆，支撑的他活下去的从来只有仇恨，对老婆的仇恨，对诡异的仇恨，对世界的仇恨。在没有报仇之前，他绝不会倒下。方修，虽然你的意志足够坚定，但是别忘了，水滴穿石，愚公移山，铁杵磨针，今天我就是磨，也能将你磨死。梦魇说的没错，就算方修是坚石，其他意识体的攻击都是水滴，但无穷无尽的水滴之下，石头也会被洞穿。
在无穷无尽的攻击之下，方修的意识体开始动摇，很轻微的动摇，但终究是撼动了。梦魇的眼中顿时出现一抹喜色，快，继续进攻，把他的意识给我打散。梦魇说着，身上的黑烟不断涌向方修，那是无穷无尽的恐惧，他企图击碎方修的内心，让方修感受到恐惧。方修的内心是他见过最坚韧的，可越是如此，他越想让方修恐惧。这等坚韧之人产生的恐惧该是多么美味啊！恐惧我吧，陷入深深的恐惧吧。这时，方修的声音传来：恐惧，那种无用的东西，我早已丢掉。我曾被老婆不断的杀死，我曾痛哭流涕，也曾奋起反抗，甚至不断求饶。我丢掉了自尊，丢掉了一切。当时我只想活下去，我只想求他饶我一命。可是他呢？他没有。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恐惧一无是处，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凭你也配让我恐惧？你算什么？混账！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梦魇勃然大怒，给我撕碎他！下一刻，无数嘶吼声响起，那些意识体发了疯的要将方修撕碎。被攻击的方修感觉自己有些昏沉，好似一叶扁舟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飘摇。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他的也越发昏沉。这次似乎真的会死啊！他有些感慨。以他现在的状态，自杀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身体被无数意识冲击，已经失去了掌控权，且身体也早已到达了极限。自身意识被包围，无法连接发轨，也就无法自杀。现在等待方修的状态，似乎只有意识消散一条路。一旦意识消散，意味着他的记忆、思绪、情绪等等一切都会随之消散。他不知道这种状态下死去会不会触发死亡回荡，亦或者说，即便是触发死亡回荡，回到过去的自己也将成为一个失去记忆的白痴。此时的方修似乎真正陷入到了绝路。正在这时，梦魇换了手段，他浑身爆发出无尽的黑烟，黑烟滚滚朝方修的心灵空间扩散而去。他的目标是方修的心灵，他要帮助方修提升灵性，就像之前帮助白棋突破3阶那般。对于梦魇来说，方修的身体就是自己的，他不允许自己的身体太弱。而且他也想看看2阶的预知未来能做到什么地步，1阶的预知未来都如此强大，能够让方修一路过关斩将来到普陀寺。那2阶呢？梦魇脸上隐隐出现期待之色，所以他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去侵染方修的心灵，帮助其点亮更多的灵性。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因为御灵师的能力与心灵息息相关，一旦方修意识消散，他的能力将永远无法增长。帮助点亮灵性，还能加速方修意识体的崩溃。因为御灵师如果快速点亮灵性的话，就会心灵不稳，意识混乱，面临灵性失控。这算是内外夹击。数万意识体外部攻击，梦魇内部扰乱。越是这种关键的时刻，梦魇觉得越要速战速决，他可不想拖太久，谁知道时间一长会出现什么意外。别忘了，杨明和白棋还在外界战斗，一旦杨明解决白棋，腾出手来，极有可能生出乱子。虽然梦魇不觉得一个杨明能翻出什么风浪，但是对于天命，再怎么谨慎也不为过。就这样，在梦魇的帮助下，方修的灵性开始飞速提升。此前一路过关斩将，方修的灵性已经点亮了12%、13%、14%、15%，灵性犹如进度条一般缓缓增长。而方修的意识体已经开始浮现一丝透明之色，这代表着他的意识在逐渐消散。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还真是令人怀念。经历无数次死亡的我早已麻木，也唯有在这种真正会死亡的时刻，冰冷的血液中才能感受到一丝丝温热。慢慢的，方修的意识有些模糊，在数以万计的意识体不要命的攻击下，即便是他也有些吃不消。他突然觉得好累，无数次的生与死真的让人很疲惫，好想就这样真正的死去啊！方修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意识之争，没有硝烟，没有流血，只有对方的意识击败自身的意识，让你的意识动摇，慢慢自我消散。可就在他的意识越发微弱之时，方修却笑了。老婆还活着，我怎能独自一人死去？更何况区这种程度，我怎么死啊？结！恐怖的狞笑声从人群堆中传出，梦魇顿时一愣，随即冷笑，死到临头居然还笑得出来。他不由加大了力度，16%、17%、18%、19%、20%、21%。2阶，砰！只见人群堆中一只苍白的手臂从中伸出，梦魇眉头一皱，垂死的挣扎吗？下一刻，另一只手臂也伸了出来，2只手臂用力一撑，方修的意识体生生从人堆中拔了出来。此时的方修脸上带着恐怖狰狞的笑意，脚踩数万叠在一起的人堆，傲然耸立，浑身带着骇人的黑雾，好似尸山血海中爬出的魔神。这不可能！梦魇瞬间大惊失色，数万意识体都限制不了你。见方修出来，无数意识体争先恐后的朝着他扑去，然而仅仅是刚接触到他身上的黑雾，意识体们便纷纷惨叫，开始消散，并且与此同时，四周似乎有无穷无尽的黑雾不断的朝方修身上汇聚，源源不断的意识体消耗着方修身上的黑雾，但四周的虚空之中又会凭空产生不少黑雾弥补消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梦魇惊呼。方修凭借着黑雾护体，硬顶着数万人的攻击，一步步朝梦魇走去，嘴角的狞笑越发狰狞。这是你带给绿藤氏的痛苦。痛苦？梦魇并没有听懂方修的意思，还不明白吗？方修略微失望的摇了摇头，似乎很不满意梦魇的智商。当你将恐惧散播在绿藤氏时，痛苦也将如影随形。说起来还是要感谢你，帮助我提升到了2阶，让我的能力得到了强化，可以吸收痛苦。吸收痛苦？梦魇的脸色狂变。你的能力不是预知未来吗？难道你是双能力？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死了。话音刚落，方修已然伸出一只苍白的手掌，虚空中的无尽黑雾像是受到了牵引一般，朝他手掌前汇聚，很快便形成了一团宛若黑洞般的球体。
轰！黑球狠狠飞出，袭向梦魇。梦魇的身上当即涌出无数黑烟，企图抵挡，然而黑球直接穿透层层黑烟，砸在了他的身上。啊！惨叫声顿时响起，梦魇被狠狠击飞出去，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这不可能！就算你能吸收痛苦，为什么你的痛苦会这么强？看到梦魇惨叫，方修顿时兴奋了，原本英俊的脸庞也越发扭曲狰狞。杰，你吸收了整个绿藤市的恐惧，而我则是吸收了整个绿藤市的痛苦。整个绿藤市？这怎么可能？我将整个绿藤市全拉入梦境，才做到吸收所有人的恐惧。你区一个2阶御灵师，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杰，所以说要感谢你啊！你不仅帮我提升了灵性，还帮我吸收了整个绿藤市的痛苦。我帮你？别忘了，现在你在谁的身体里？听到此言，梦魇骤然脸色狂变，他瞬间明白了一切。因为自己入侵了方修的身体，等于自己就是方修，自己控制着鬼域，连接着所有人的梦境，依靠梦境吸收所有人的恐惧。而方修同样借助梦境的通道，吸收到了所有人的痛苦。这就好比梦魇身上有无数根线，连接着所有人的梦境，而现在他进入方修体内，等于这些线通过梦魇连接在方修的身上。可恶，你居然敢利用我！没想到这种局面你都能翻盘，但是好运不可能永远站在你那一边。梦魇大声怒吼。显然，梦魇觉得方修运气太好了，2阶的能力强化，好巧不巧的强化出吸收痛苦的能力，这才能绝地翻盘。但实际上呢？真的是运气吗？还真不是运气，其中的关键只有方修自己清楚。别忘了，御灵师的能力是与自身心灵息息相关，是心灵写照之力。它受每个人的经历、思想、情绪、性格以及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等等因素所影响。方修的能力是痛苦，那是因为他遭受了许多痛苦，痛到刻骨铭心，且他内心渴望的是让全世界的诡异感受痛苦，感同身受，体验自己遭受到的一切，所以他才会觉醒了痛苦能力。2阶的强化同样与心灵写照息息相关，是在痛苦能力的基础上进行强化，强化方向的选择关键还是在方修自己的身上。当时在被数万意识体包围之时，他敏锐地注意到了每个意识体脸上的痛苦。恐惧与痛苦如影随形，当恐惧弥漫绿藤市，人们极度恐惧之时，各种生死离别、流血事件都会随之发生，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充斥着极致的痛苦。所以在那时，方修就想到了翻盘点。既然梦魇因整个绿藤市的恐惧而强大，那自己为何不能因整个绿藤市的痛苦而强大？想打败梦魇只有如此，他有着无数群众基础，单打独斗怎么可能是对手？唯有拥有同样多的群众基础，双方才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出于这种渴望，方修一直在尝试如梦魇吸收恐惧一般吸收痛苦，但1阶的能力根本做不到，始终有一层隔膜在挡着。而当梦魇帮助突破2阶之后，终于打破了这层隔膜，成功吸收到了整个绿藤市的痛苦。你想利用我的能力打败我？你做梦！梦魇怒吼一声，随即无数的恐惧朝他身上汇聚。在心灵空间，恐惧这种无形之物直接化作实质，如之前方修一般，无尽的黑烟在身前形成一个直径1米的巨大黑球，并且随着恐惧的汇聚，黑球逐渐变得越发夸张。只有这种程度吗？痛苦，我要更多的痛苦，整个绿藤市的痛苦都朝我汇聚吧。随着方修一声令下，无尽的痛苦如潮水般朝他汇聚，整个绿藤市顿时出现了神奇的一幕：无数受伤的人，那肢体残破的痛苦；无数妻离子散的人，那痛失亲人的痛苦；还有无数深陷恐惧、被绝望缠身、内心无比痛苦的人。在这一刻，他们突然变得有些茫然，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从身上剥离，痛苦的惨叫随之消失。每个人的表情开始变得平和，所有的痛苦都在朝着方修汇聚，他一个人承受了整个绿藤市的痛苦。渐渐的，方修脑海中似乎浮现出无数画面，那是千千万万个人在痛苦惨叫，在抱着家人的尸体失声痛哭。血色、火焰是永恒的基调，尸体、杀戮是不变主题。他身上的黑雾越来越浓郁，以至于身形都逐渐隐没，整个人完全被黑雾笼罩，仅有一张狰狞白皙的人脸裸露在外。此时的方修竟隐隐和梦魇一个状态，梦魇是黑烟中长着一双血色双眸，而方修则是黑雾中弥漫着一张人脸。死吧！梦魇心中越发不安，直接将恐惧之力汇聚而成的球体击出。那黑球早已扩大到直径10米有余，夸张的形体瞬间将方修吞没。然而下一秒，轰！黑球猛地爆开，方修毫发无损地从中走出，宛若魔神。可恶！梦魇越发慌乱，双手不断挥舞，无数恐惧黑球被他轰出。轰轰轰！狂暴的恐惧之力砸在方修的黑雾之上，那黑雾不断被消耗，但很快又会补充，仿佛无穷无尽。结，扭曲狰狞的恐怖笑声从黑雾上的人脸传出，一黑一红的异色双瞳紧紧地盯着梦魇。好好感受你给绿藤市数百万人带来的痛苦吧。结。随着方修的笑声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重叠声。这一刻，他的身后似乎站着无数痛苦嘶吼的人影，他们随着方修的笑声也在。梦魇见状大急，直接火力全开，黑烟不断喷涌。霎时间，他的身后似乎也出现了无数深陷恐惧的人影。方修，你有整个绿藤市的痛苦，而我也有恐惧，你不要以为我会怕你。哦，是吗？方修的笑声骤然停止，一双眼眸冰寒淡漠，摄人心魄。给我跪下！整个心灵空间止不住的震颤，好似亿万人一齐嘶吼，声浪犹如海啸一般狂涌，铺天盖地的痛苦之力化作一只漆黑的擎天巨手，那些痛苦的人影纷纷融入其中，狠狠拍下。什么？梦魇大惊失色，脸色狂变，他疯狂的抵抗，无数恐惧的虚影同时举起双手，似乎要顶住这托天的一掌。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轰！一掌过后，漫天虚影瞬间消散一空，梦魇如遭雷击，
身上的黑烟一阵翻腾，险些被打散了躯体，整个人不可抑制地跪倒在地。他的一双血色眸子满是惊惧之色。这不可能！为什么你会这么强？结，因为我的痛苦远在你之上。恐惧会随着歌声消散，但留在人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不会。带着整个绿藤市的痛苦下地狱去吧，梦魇。痛苦之力组成的巨手不断拍下，像是人类在用手掌拍打一只卑微的蚂蚁。啊！扭曲痛苦的惨叫声不断从梦魇口中传出，他身上的黑烟越来越稀薄，已经连人形都无法维持了，似乎又恢复了一开始在青山精神病院的状态。随着不断的攻击，方修的痛苦之力也急剧消耗，很快，痛苦之力组成的巨大黑手也消散了，只留下了跪倒在原地奄奄一息的梦魇。方修利用仅存的痛苦之力，化作一道巨大的牢笼，将梦魇牢牢锁住。此时的梦魇十分狼狈，犹如丧家之犬。可当他看到方修身上隐隐消散的痛苦之力后，嘴角竟挤出一丝冷笑。方修，看来你的痛苦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你是杀不死我的。我已经将恐惧根植在绿藤市所有人的心中，只要他们还会恐惧，还会做噩梦，我将会在噩梦中重生。除非你杀光整个绿藤市的所有人，不然我永生不灭。看着如此嚣张的梦魇，方修眼眸中瞬间爆发出惊喜的光芒，仿佛看见了一个永远不会被玩坏的玩具。方修的狞笑声打断了梦魇的笑声。梦魇本能般的感觉到一丝丝不对劲，你笑什么？真是太妙了，一只不会死的诡异。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把你囚禁在我的梦里，永世折磨。方修越发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发泄途径。平日里他每天都在演戏，面对着老婆以及满大街的诡异，永远要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封闭自己的内心，如同活死人。可现在不同了，有了梦魇之后，他至少每晚能睡个好觉了，进入香甜的噩梦之中，一遍遍的虐杀梦魇，发泄白天的不满。他太需要这样一只诡异了，每天看到老婆在家里晃来晃去，谁能理解他心中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与我融为一体吧，彻底融入我的梦里吧。方修狞笑着朝梦魇走去，梦魇顿时大惊失色。你不要过来啊！方修已然扑了上去，他犹如陷入疯狂一般，对着梦魇不断撕咬。他要将梦魇融入自己体内，永远囚禁在自己的梦境中。他要每天睡觉都能见到梦魇。啊！你快住口！方修根本不管不顾，大口大口地吞噬着黑烟，一时间他的意识体都染上了一层黑色。你不能吃诡异！住口啊！梦魇绝望了，从来都是诡异吃人，他头一次见到人吃诡异的，最关键的是，这人吃了诡异都不会畸变的。你用诡异的方式对待诡异，你还是个人吗？啊！又是一口，方修直接咬掉了梦魇的一只血色眼眸，在口中大口咀嚼，软软的，滑滑的，好像在吃果冻。很快，梦魇的惨叫声越发微弱，最终被方修全部啃食殆尽。当然了，梦魇并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方修的梦中，并每晚伴着方修入眠。方修突然感觉到心灵空间开始动摇，这是有人在碰触我的身体。他当即心念一动，意识回归外界，重新掌控身体。睁眼一看，入眼是一张大脸，正撅着嘴不断靠近，正是杨明。啪！一缕银色发丝如同小鞭子一般，直接给了杨明一个大逼斗。啊！杨明捂着脸大叫：“你终于醒了！再说了，你醒就行了，好端端的抽我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做人工呼吸啊？对了，看你的样子，梦魇解决了。”方修点了点头，随后利用发鬼操控自己的身躯，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他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血色空间，回到了普陀寺。这里一片狼藉，仿佛经历了10级地震一般，到处都是断肢残骸。原本宏伟古朴的普陀寺也塌了大半。很显然，这是杨明和白棋的杰作。说到白棋，方修看了看被杨明背在身后昏迷不醒的白棋，此时对方英俊的容颜早已面目全非，完全被打成了猪头，身上倒是没什么伤。杨明连忙解释道：“你别误会，我这完全是为了打醒他，所以才专挑脸下手的。我跟你说，这黑化之后的白棋是相当狡猾，刚才我俩打着打着，他突然假装清醒了。嘿嘿，如此拙劣的骗术，那我能信？刚刚被控制的那么深，谁都想杀，一转脸自己恢复了，这不是扯犊子呢吗？然后我直接将计就计，假意相信了他的谎言，骗他放松警惕，按住他的头一顿暴打，当场就给他打懵了。”方修沉默了片刻后道：“白棋应该不是假装恢复，因为我刚才解决了梦魇，所以他应该是真的脱离了控制。绿藤市诡异的消散就是最好的证明。”杨明，哈哈，今天的月色真是不错。既然梦魇解决了，那咱们赶紧回去吧。这次梦魇造成的损失不小，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对了，小白就先交给你吧，我带着他影响速度。我身为队长，在这种关键时刻有太多工作了，我必须赶紧回去。杨明说完，根本不管方修同不同意，直接将白棋往地上一扔，溅起一阵尘土。然后他脚下的绣花鞋红光一闪，嗖，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夜色之中。方修，最终方修控制着发鬼，分出数道银色发丝，犹如拖死狗一般，拖着白棋默默地往回走。白棋已经晋升3阶御灵师，觉醒了极速能力，身体素质早已达到非人的地步，倒也不用怕会被拖死，顶多衣服磨破而已。倒不是方修不想将白棋举起来，但现在发鬼也消耗得很严重，还要同时操控着他的身体，根本没有余力了。1个月后，距离梦魇事件已经足足过去了1个月，而方修也足足在病床上躺了1个月。他这次身体透支的太严重了，如果不是调查局拿出大量的细胞修复液，还专门找来治疗能力的御灵师医治，以及他突破到了2阶，身体获得一波强化，恐怕这一战将彻底沦为废人。如果真的沦为废人，其实倒也没什么，方修早就想好了，如果治不好，那他就去寻找一些诡异的躯体，以发鬼串联，将自己重新拼凑起来。反正他早已对人类孱弱的身躯感到不满意。而就在方修养伤的这1个月，
外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统计 ，S 级梦魇事件中至少丧生10万民众，御灵师直接减半，约有一半的御灵师死在梦魇事件之中，可谓损失惨重。最难的地方还是在如何向群众交代。官方给出的回答是毒气泄露，这是一种精神毒气，可以让人致幻，产生恐惧。当然，死亡人数也没有如实公布。这样的消息骗骗其他城市的人或许可以，但根本骗不了当地居民。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诡异事件的特殊性根本无法向社会公布。如梦魇这般靠恐惧变强的诡异，不是只有一只，一旦公布，只会让天下大乱，诡异反而能更快的成长。正是出于这种考量，所以调查局总部才会迟迟不公布真相。虽然话很难听，但事实是，普通人在面对诡异事件时，除了添乱成为养料，并无太大作用。当然，调查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加派大量人手处理绿藤市的善后工作，并暗中在绿藤市中散播小道消息，透露调查局的存在，让群众知道，即使有诡异，同样也有人保护。并且，小道消息透露，经历过一次诡异事件的绿藤市，大量诡异被清理，反而处于比较安全的境地，去了其他城市，还得面对其他新的诡异事件。各种安抚手段下来，仅仅1个月的时间，绿藤市的民心便被安抚下来。不过 GDP 不可抑制的下滑是肯定的，至少现在到了夜晚，基本没什么人敢外出闲逛了。除了普通人的事情，御灵师圈子同样炸锅了。解决 S 级梦魇事件的方修彻底出名，尤其是再加上他暴露了自身预知未来的能力，算是火上加火。预言家方修的名字在整个绿藤市御灵师圈子中被人津津乐道，尤其曾经跟在方修队伍中活下来的几个民间御灵师，完全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将方修在鬼域中的表现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人扬言，如果不是方修力挽狂澜，整个绿藤市将沦为一片死城。执行诡异任务，如果有方修带队 ，S 级以下诡异事件完全就是平抗，甚至能保证100%生存率。当然，方修的名头不止在绿藤市火了，甚至都火出了圈，其他周边城市乃至总部都大为震动。一位异阶御灵师成功处理 S 级诡异事件，这种大新闻就如同小学生成功研究出可控核聚变一般，令人震惊。国内不是没有出现过 S 级诡异事件，但往往每一次 S 级诡异事件都会损失惨重，甚至都无法妥善解决，只能用各种手段加以限制。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方修以异阶御灵师的身份解决 S 级诡异事件，在御灵师圈子简直就是10级地震。调查局总部秘密会议室，几位总部的高层正在讨论，他们人手一份档案，赫然是方修、杨明、白起等人的档案。方修的档案更是摆在了第一位，这几人的潜力全部上调，尤其是方修，建议提到全国御灵师人才档案库前10。同意。复议。杨明、赵浩、刘帅全部排入前100，白起前200。这次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杨明、白起没问题，但赵浩、刘帅不过是2位新人御灵师，且表现虽然不错，但与其他人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前1000差不多了。他们2人的潜力很大。据我所知，赵浩的能力是在子时可获得强大战力，他灵性仅为1%的时候，便能与2阶御灵师一战，此后灵性点亮5%，便可战而胜之。由此可见，此人的战力增长跨度很大，不难推测，一旦此人到了2阶，完全可以当做3阶战力使用。如果到了3阶呢？各位应该明白其中的战略价值。一个每天只能活动2个小时的4阶，其价值也远胜数个3阶。几人若有所思，随后点头同意。那刘帅呢？刘帅同样如此，此人灵性1%时，仅能1小时瞬移10厘米，但随着灵性增长，他的瞬移能力增长十分迅猛，属于非线性增长，不难推测，此人一旦进入2阶，实力将爆发式增长，甚至未来能达到在灵性不枯竭的情况下做到无限瞬移。最终几人全部点头同意。另外，我建议近期将这几人特招到总部培训，并颁发解决 S 级诡异事件的奖励。如今全球的形势已经越发严重，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攻克难关，我不希望在这种时候内部出现不稳定因素。此言一出，其他几人顿时眼底有一色闪过，他们甚至没有听后半句，完全在盘算前半句话。这几人招到总部培训，那也就意味着自己有机会拉拢方修等人，尤其是方修如此出色的预知能力，一旦加入自身派系，简直如虎添翼。绿藤市一座摩天大楼的阴影处，黑桃 A 和黑桃 K 站立在阴影中，冷漠地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两人的脸上各戴着一张扑克面具，如此奇异的装扮却并未引起行人的注意。行人们来来往往，在他们的视野中，大楼垂下的阴影完全就是一处普通的阴影，根本没有任何异常。想不到这次解决梦魇事件的人居然不是杨明，而是预言家方修，看来他的天命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好用。黑桃 A 冷笑道，黑桃 K 却摇了摇头，或许这只是天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遭遇危机之时，会不断的有人站出来帮他，这如何不算天命？哼，你这是强词夺理。黑桃 K 叹息道，你一直关注过程，却不管结果，难道你还没发现吗？无论是杨明突破3阶，还是解决梦魇事件，你不需要管是不是他亲力亲为，但从结果看，他全都做到了。我说过，院长是不会出错的，他既然认定了杨明，那就一定是杨明。黑桃 A 陷入沉默，没有辩驳，但内心却满是不服。他在嫉妒，明明自己更早追随院长，可院长却偏偏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杨明。黑桃 K 见黑桃 A 不再反驳，以为他已经认命，却殊不知黑桃 A 正在酝酿其他的计划。没多时，一个针对杨明的计划便在他的脑海中形成，而这个计划的关键点就是方修。黑夜，繁星点点，已经康复的方修独自一人走在四下无人的街。经历了梦魇事件，人们已经不敢晚上出门了。虽然诡异与阳光并无任何关系，但人们总是本能般的恐惧黑暗。方修缓步朝家走着，两侧的路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路上，他不断地盘算着，思考着自己2阶之后的能力，吸收痛苦。这1个月他并没有闲着，虽然身体重伤，但灵性早已恢复，
他不断的实验自己的能力，最终得出结论：吸收痛苦不仅可以吸收自己的，也可以吸收他人，但前提是需要肢体接触。重伤的他浑身多处骨裂，血管爆裂，具体有多痛，只有他自己清楚。当他尝试动用痛苦能力之时，发现身上居然不疼了，所有的痛苦都被吸收，当然伤势并未好转。后来他又在医院中闲逛，不断的吸收那些病人的痛苦。吸收痛苦可比止疼药好用多了，毫不夸张地说，有这个能力在身，做手术都不用打麻药。吸收而来的痛苦可以在体内积攒，再一次性爆发出去，这算是增加了一个底牌。只要吸收足够多的痛苦，在对敌时引爆，足以秒杀大部分敌人。除了痛苦能力之外，灵性提升附带的基础能力也大大增强，无论是力量速度都已经达到了非人的层次，完全就是质变。这也意味着他可以承受更多的手术刀中的诡异力量，变身之后将更强。还有一点就是梦魇，他对外宣称梦魇已死，实则被永远囚禁在了他的梦中。现在只要方修一入睡，便可以见到亲爱的梦魇。力量极大削弱的梦魇还是在方修的梦里，完全成为了玩物，每天遭受非人的虐待，用来帮助方修愉悦心情。对现在的方修来说，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睡觉、做梦、打梦魇。而且他还发现了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从此之后，他似乎能够一定程度上免疫意识层面的攻击了。因为梦魇在他的梦里，在他的意识里，一旦受到意识攻击，比如无数混乱的意识涌入，比如抹除记忆等等，方修完全可以将梦魇当作挡箭牌。而梦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死的，妥妥的肉盾。总的来说，他烫这1个月是值得的，不仅整体实力增强，还多了2道底牌，顺带还有巨额的奖励。王德海不久前说过，这是绿藤市第一起 S 级事件，事情太大，局里根本奖励不起，已经上报总部，等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就可以去总部领取丰厚的奖励，无论现金、灵币、灵香，乃至总部珍藏的鬼器都有，甚至还有总部培训名额。他对于灵币灵香的需求不高，但是对于鬼器却很感兴趣。3鬼器的阳明对战白旗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正当方修不断盘算之时，骤然间他身后的影子动了，竟然诡异的立了起来，好似影子活了，化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方修的影子活了过来，并且脸上还戴着一个黑桃 A 的面具，正是慕名而来的黑桃 A。预言家方修。空荡荡的街道突然响起一道冷漠的声音，方修顿时眉头一皱，声音是从自己身后传来的，手掌微微下垂，一把闪烁着寒光的手术刀顿时从衣袖间掉落在手中。方修抓住手术刀，当即就要回身一刀，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动不了了，仅有脸部肌肉以及眼珠能够活动。轻蔑的笑声从背后传来，看来你的预知能力也不怎么样嘛，竟然没有提前预知到我会来。哦，也对，毕竟以你那微弱的灵性，寻常时刻也根本不敢轻易预知。话音刚落，方修发现自己的身体能动了，但却如同傀儡一般被人控制着转身。当他转过身之后，赫然发现一个阴影组成的人，脸上戴着黑桃 A 的面具，而黑桃 A 脚下的阴影如水般连接在自己的身上。方修眉头微皱，他虽然从未见过黑桃 A， 但早已从杨明口中得知了有关黑桃 A 以及他背后扑克牌组织的情报。当初血统林子阳的诡异化就与黑桃 K 有关。后来杨明突破3阶，包括这次梦魇事件，阴影覆盖整个绿藤市，都是出自黑桃 A 的手笔。从这些情报也可以侧面推断出黑桃 A 的实力至少3阶，甚至4阶。等闲的3阶御灵师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封锁整个绿藤市，基本不太现实。所以黑桃 A 极有可能是4阶御灵师，当然也不排除他是3阶御灵师，但能力特殊或者有鬼气之类的可能。不过无论哪种可能，都代表着一件事，那就是目前的自己基本不是对手。方修很清楚，哪怕自己已经2阶，能撬动更多的诡异力量，多方位加强，但论硬实力，显然还是打不过一位能够封锁整个绿藤市的黑桃 A。而且他隐隐感觉黑桃 A 的实力似乎在杨明和白旗之上。面对这种强敌，除非利用死亡回荡找出对方的弱点，不然很难取胜。哦，你似乎知道我。黑桃 A 饶有兴趣道。有事。方修一脸平静地注视着黑桃 A， 不愧是解决了 S 级诡异事件的人，即便身体被控制的情况下，依旧丝毫不见慌乱。所以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黑桃 A 顿时笑意收敛，目光十分冰寒。方修，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你，还有几分用处？敢和我如此说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说完了，那就动手吧。你！黑桃 A 当即大怒，他发现方修根本分不清现在到底是哪个在掌控局势。很好，你很不错，我发现我越来越欣赏你了。黑桃 A 突然笑道，十分的喜怒无常。我今日前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邀请你加入扑克牌组织，你不用忙着拒绝。我加入。我们扑克牌组织可是……等等，你说什么？黑桃 A 冷道。我说我加入。方修平静道。黑桃 A 越发愕然，你知不知道加入扑克牌组织等于背叛调查局？无所谓。你了解扑克牌组织吗？不了解。那你为什么还要加入扑克牌组织？我乐意。黑桃 A 他直接被整不会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方修居然答应得如此痛快。他还没说扑克牌组织多牛逼，加入之后有多少好处呢？你怎么就答应了？明明刚解决 S 级诡异事件，名头都传到调查局总部去了，可以前途一片光明，可现在加入组织却如此干脆，你是不是在耍我？黑桃 A 严重怀疑。信不信随你。其实方修说的加入是真话，因为他知道扑克牌组织与周清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入其中说不定能更好的了解诡异真相。黑桃 A 沉默片刻，想要加入组织必须先通过测试。什么测试？测试就是证明你的预知未来能力，测试内容也很简单。你不是能预知未来吗？那你预知一下，我为何会邀请你加入扑克牌组织？因为我能预知未来。黑桃 A， 我说的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你想好了再回答，你只有一次机会，回答错误就死。黑桃 A 强忍着怒气道。方修开始思索，当梦魇肆虐之时，黑桃 A 出手帮助梦魇净化，这说明他的目的是制造出强大的诡异，并且据调查局说，当总部派人来救援之时，黑桃可以出手阻拦。种种原因表明，扑克牌组织很反人类，明显是站在诡异一方的。且爱心人士林子阳的诡异化与黑桃 K 脱不了关系，这就表明扑克牌组织极有可能掌控让御灵师诡异化的方法。血肉苦弱，诡异飞升。方修的脑海中猛地蹦出这句话，他渐渐联想到了扑克牌组织的最终目的，与自己想创造一个没有诡异的世界正相反，他们想创造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而要实现目标，调查局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再联想到自己解决梦魇事件成为了调查局的新星，如果能将自己策反，且利用自己的能力，必然能将调查局重创。综上所述，黑桃 A 邀请自己加入扑克牌组织的原因已经呼之欲出了，太明显了，根本不用死亡回荡便可轻易猜出。于是方修淡淡道：你之所以邀请我，是想让我当间谍，因为你们组织的目的是将人类变成诡异，血肉苦弱，诡异飞升，调查局是你们绕不过去的坎。之前扶持梦魇就是为了制造混乱，削弱调查局的力量，但我解决了梦魇事件，你看到了我的潜力，心中有了更好的计划，那就是利用我来对付调查局。我作为调查局的新星，且很快就要去总部培训，未来必将受到重用，是间谍的不二之选。听到这，黑桃 A 明显愣了愣，原来还能这样吗？你的计划真是不错，但这不是我邀请你加入的原因。方修，他突然感觉自己可能遇到了一个傻子，怪我想的太超前。这时黑桃又道：很遗憾，方修，虽然你很有头脑，但你的预知能力明显没有达到我的要求，看来你也不是100%能预知成功，这种不确定的未来不是我所需要的。至于间谍计划，确实是个不错的提议，但我不会选你，因为你太耀眼了，一旦去了总部，必然会被多方关注，而且你这个人太难控制，也许赵浩是个不错的选择。好了，说了这么多，也该杀你了，谁让你回答错误呢？说着，黑桃 A 就要动手，但这时方修的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答案是你定的，自然我说什么都是错。黑桃 A 眼睛微眯，你的意思我在故意污蔑你错了？方修没有反驳，而是淡淡道：我的预知不会出错。呵呵。黑桃 A 冷笑一声，也罢，反正你也要死了，我告诉你原因也无妨。我来邀请的你原因是想让你去青山精神病院 C 栋520房间拿一样东西出来。听到 C 栋520房间，方修顿时心中一动，黑桃 A 想要周清风留在青山精神病院的礼物，那礼物不应该是留给天命的吗？理由编也要编得像一点，你自己不能去拿吗？哼，那东西只有2种人能拿出来，要么是运气特别好，要么是能提前预知。本来我以为你是最佳人选，但现在看来，你连我的目的都预知不到，去了青山精神病院也是白去。运气特别好，提前预知，这不是彩票吗？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找杨明？哦，我明白了，因为他是3阶御灵师，所以你不敢。提到杨明2个字，似乎触碰到了黑桃 A 的某种开关，他瞬间变得暴躁起来。我不敢，那个废物，我随手就能碾死。要不是院长看中他，他早就死了，还把东西留给他，他凭什么？那个废物只不过是运气好一点，没有被梦魇杀死。方修敏锐地察觉到了黑桃 A 话语中的关键信息，趁着对方有些癫狂，直接问道：你想利用梦魇杀他？不错，我就想试试他的气量，凭什么能够被院长看中？方修心中彻底了然，什么利用梦魇削弱调查局的力量之类的计划，看来是自己想多了。原来黑桃 A 不惜搭上整个绿藤市的原因，仅仅是要测试杨明的气量。该说不愧是御灵师吗？偏激到这种地步，做事情完全不考虑收益，只是单纯的随心所欲。哎呀，似乎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好在你是个死人。黑桃 A 莫名其妙的怒气消散，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突然，毫无征兆，一道阴影组成的尖刺从黑桃 A 的身上激射而出，狠狠扎向方修的咽喉。面对这一击，方修面色平静地注视着黑桃 A， 心中基本已经对他有了判断。首先，这是一个杀笔，其次还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杀笔，行事手段十分极端，说话时有点人格分裂的感觉，脑子也不太好使。看着对方浑身阴影，方修猜测黑桃 A 极有可能也是由人转化为的诡异或者半诡异。看来将人转化为诡异的方法并不完美，大多数都是这种精神不正常的货色，还会掉智商，比如梦魇，比如黑桃 A。 唰，黑色阴影组成的尖刺停在了方修咽喉1厘米的地方。真是想不到，面对死亡你还能如此平静，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你需要绞尽脑汁的想想如何让我满意才能活下去。黑桃 A 微笑道。方修平静地看了他一眼，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给我机会？黑桃 A 的笑意顿时消失，看来你是不准备珍惜机会了，也罢，那我只好杀了你。凭你也想杀我？话音刚落，只见方修眼珠转动，视线偏移，看向一旁街道上游荡的诡异们。都出来吧。黑桃 A 眉头一皱，他以为方修是在虚张声势，然而下一秒，他猛地感到一股莫名的心悸，瞬间脸色狂变，猛地回头，顿时如遭雷击。只见不知何时，原本空荡荡的街道上竟出现了数只诡异，有如同泥巴怪一般浑身镶满眼珠的诡异，有浑身血红3米高的独眼巨人，还有人头下方连接着无数狰狞触手的诡异。这些诡异的身上皆散发着异常危险的气息，正直勾勾地看着黑桃 A 和方修2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彼岸的诡异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现实？彼岸？方修眉头微皱，这些诡异是来自彼岸吗？蓦地，诡异们出手了，肮脏腥臭带着眼珠的污泥，诡异的血红光芒，密密麻麻扑来的触手，一时间数道攻击同时袭来。饶是黑桃 A 见到如此恐怖惊悚的一幕，也不禁大惊失色。
他连忙爆发阴影之力，身上的阴影如水滴般散落，随即从地上升起一道黑色光幕。轰！面对数只诡异的攻击，黑色光幕虽然挡住了攻势，但却挡不住冲击。方修和黑桃 A 直接被击飞出去。黑桃 A 阴影般的身体不断震颤，仿佛有人在平静的湖面扔下石头，而方修则是断了数根肋骨。不过这一击也让他摆脱了黑桃 A 的控制，身体上的疼痛被他瞬间吸收，随后银色长发暴涨，直接朝不远处的摩天大楼激射而去。很快，发丝缠绕在大楼之上，方修拽着发丝猛地发力，身形骤然升空，朝摩天大楼逃去。人头之下满是触手的诡异，如同游鱼一般在空气中游动，追击方修。黑桃 A 此时也顾不得方修了，当即身形化作一滩黑水，就要融入阴影之中。可就在这时，那泥巴怪一般浑身长满眼球的诡异直接吐出一滩淤泥，淤泥之中还混杂着数颗惨白的眼珠，直接和黑桃 A 化作的黑水混合起来。黑桃 A 顿时大惊失色，因为他赫然发现自己的阴影之躯上竟有数处传来麻痒之感，那些麻痒的地方直接开裂，像是某种生物睁开眼皮，露出其中惨白的眼眸。随着眼珠的出现，他的身体开始有些失控。这时3米多高的红皮独眼巨人的眼眸中爆发出诡异红光，狠狠朝黑桃 A 射去。红光加深，黑桃 A 立刻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会死！被红光照到，真的会死。于是他赶忙使出全力，疯狂催动阴影之力，可原本蓬勃的阴影之力，此时却好像被钉子钉住了一般，仅能用出一小部分。那些眼球就是钉住阴影的钉子。红光与漆黑的阴影撞击在一起，吱吱吱吱，剧烈的腐蚀声响起，阴影仿佛阳光下的白雪，正在寸寸融化。黑桃 A 显然坚持不了太久，而方修那边也不好过。黑桃 A 至少还能同时抵抗几只诡异片刻，但方修早已被抓住。那人头之下长着无数触手的诡异，此时正如同章鱼一般，牢牢地吸附在他的头颅之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力、灵性、生命都在飞速流逝。不过方修并没有理会这只诡异，而是站立在摩天大楼之上，平静地注视着黑桃 A。此时的黑桃 A 已是强弩之末，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突然，一道苍白骨毛从远处激射而来，狠狠地插入血色独眼巨人的身躯，竟直接将其钉在了地上。独眼巨人眼中的红光顿时被打断，黑桃 A 也获得了喘息之机，根本不敢有丝毫犹豫，直接化作阴影朝苍白骨毛射来的方向逃去。而那里也出现了一道人影，脸上戴着黑桃 K 面具的人影。我怕你会惹出乱子，所以特地跟踪你而来，却没想到你居然惹出好几只强大诡异。黑桃 K 凝重道。黑桃 A 的状态十分不好，漆黑的阴影身躯中已经长出了10几只苍白眼球，并且眼球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随着数量的增多，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越发沉重，几乎快要不受控制。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快带我离开，恐怕走不了了。黑桃 K 面色凝重地盯着那几只包围而来的诡异。血色独眼巨人也拔出了体内的白骨长矛，胸前的大洞早已愈合。可恶！黑桃 A 暴怒如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在方修这样一个2阶御灵师手中翻船。轰轰轰！双方直接战成一团。黑桃 A 和黑桃 K 不断地释放着自己的能力与诡异们大战，而这些皆被方修尽收眼底，充分地了解了2个人的能力。渐渐的，方修的只感觉身体越来越疲惫，意识也越发模糊。四下无人的大街上，方修独自走着，道路两旁的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蓦地，方修停下脚步，缓缓转身，看向自己的影子，平静道：“出来吧，黑桃 A。”影子沉默片刻，随即影子动了，如同活人一般从地上站立起来，化作黑桃 A 的模样。黑桃 A 看着一脸平静的方修，眼中闪过一抹震惊之色。预言家方修果然名不虚传，居然能提前预知到我会来。方修并没有理他，而是扭头看向不远处的树林中。还有你，黑桃 K。此言一出，黑桃 A 的瞳孔不可抑制的收缩，有些不可置信的看向树林。结果，只见黑桃 K 正默默从树林中走出。你居然跟踪我！黑桃 A 有些惊怒道。黑桃 K 并没有理他，而是直勾勾的盯着方修。想不到你居然连我也预知到了。方修平静的看着两人，如同念资料一般，淡淡道：“黑桃 A 能力是操控影子，可以隐藏在敌人的影子中偷袭，可以进行阴影跳跃，还能利用影子定身。”随着自身能力被人如数家珍般一一爆出，黑桃 A 的神情顿时如同见了鬼一般。你是怎么知道的？黑桃 K 能力是操控骨骼，可以发动骨毛攻击，浑身长满骨刺，白骨装甲。黑桃 K 也呆立当场，他第一次发现原来预知未来的能力可以如此强大。御灵师战斗的胜负因素，其中情报是很重要的一环。毕竟御灵师的能力是心灵写照之力，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有时候什么千奇百怪的能力都会出现。这也就导致了一旦不了解对方能力，1阶御灵师因死2阶御灵师的事情常有发生。可一旦清楚精准的知道了对方的能力，那绝对会大大增加自身胜算。这时黑桃 A 突然大笑起来，哈哈，真是太好了，方修，你真是给了我不小的惊喜。凭借你的预知能力，我一定可以实现计划。你有什么计划？上次的梦魇事件已经惹到调查局总部的注意了，你还想干什么？黑桃 K 愤怒道。哼，我的事不用你管。眼看两人就要争吵起来，方修周身的气势顿时发生变化，变得十分冷漠，仿佛一个久居高位掌控生死的上位者。演技这方面他还是稳稳拿捏的，毕竟他经常用生命在演戏，演不好就会死。只听他冷冷道：“院长就是这么教你们的。”院长2个字一出，争吵声戛然而止。黑桃 A 和黑桃 K 两人顿时大惊失色，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方修。黑桃 A 更是急道：“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知道院长？”相比之下，黑桃 K 显得则是比较冷静，他强压下心中的震惊，凝重道：“方修，你应该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院长的名号，想试探我们对不对？”方修冷冷一笑，随即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一个名字：周清风。
这个人名仿佛重若泰山一般，狠狠砸在两人心中。哪怕是相对冷静的黑桃 K 此刻也彻底失态。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会知道院长的名字？预知？不可能，院长的一切信息早已隐藏，不可能被预知到。这两人自然永远也想不到，方修是在青山精神病院院长办公室看到的名字。黑桃 A 更是失态道：你怎么会知道院长叫周清风的？你是不是见过院长？院长去哪了？你……啪！一个大逼斗狠狠地抽在了黑桃 A 的脸上。黑桃 A 都被打懵了，心中的怒火刚要爆发，却听方修冷冷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直呼院长名讳？唰！黑桃 A 的冷汗直接就下来了，说话都结巴了。我什么我？看看你们两个做的好事，谁让你们私自用梦魇去试探杨明的？你们知不知道杨明是院长计划中的关键一环，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你们还有什么面目去见院长？你们好大的胆子！方修装作领导发怒的样子，不断对二人咆哮。黑桃和黑桃 K 直接就吓懵了。我没有，我只是怕院长他被杨明的表象所迷惑。你的意思是院长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院长他黑桃 A 已经急得开始语无伦次。反观黑桃 K 虽然也是有些失态，但他心中还是带有一丝怀疑，不由试探道：不知您是？凭你们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方修一脸冷傲，目光睥睨，看向两人，犹如在看两只蝼蚁。黑桃 A 和黑桃 K 两人看着宛若上位者一般的方修，心中皆感到一股压迫感。甚至两人联想到方修曾经活着从青山精神病院走出，现在想想，那恐怕不见得是运气好的缘故，极有可能这位大佬是在青山精神病院中做了某种准备。怪不得方修一阶的时候就能解决 S 级的梦魇，怪不得他明明等级不高，却能随意预知未来，原来这一切都是大佬的伪装。院长一定交给了他十分重要的任务，所以这位大佬才会隐藏在调查局之中。联想到方修最近大放异彩，甚至要去总部培训，难道他的目的是卧底到总部？回想方修之前的种种神奇表现，两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黑桃 A 甚至冷汗直流，他很清楚院长对于杨明的计划，而自己又趁着院长不在从中作梗。相较于黑桃 A， 黑桃 K 明显要聪明很多，即使他已经相信方修，但内心中依旧存在一丝丝疑虑。然而还没等他质疑，方修再度冷冷道：青山精神病院 C 栋520房间的东西是留给杨明的，你们两只蝼蚁居然敢生出染指的心思，是想找死不成吗？黑桃 K 瞬间心中狂震，他居然连东西在 C 栋520房间都知道，甚至黑桃 A 想要抢夺那东西也知道了，这怎么可能？难道他是院长派来监视我们的？完了，他真是组织高层，是院长的身边人。唰，冷汗当场就下来了。看来院长不在，底下的人生出了许多不该有的心思。你们给我记住，只有院长给你们才是你们的，院长不给，谁也不能抢。没有院长，你们哪来的现在？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从现在起，你们两个不配跟在院长身边，你们被组织除名了，自裁吧。此言一出，黑桃 A 和黑桃 K 顿时脸色狂变，尤其智商偏低的黑桃 A 更是一副世界崩塌的样子，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大人，不，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没有违抗院长的命令，我只是想试试杨明的气量。黑桃 K 也急忙解释道：大人，不关我的事，都是黑桃 A 一人做的。混账！方修的脸色越发冰寒，身上的威势也越发沉重，事到如今还敢狡辩，你们两个废物，给我跪下！扑通，黑桃 A 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跪倒在地。黑桃 K 看了黑桃 A 一眼，犹豫片刻，也紧跟着跪倒在地。大人，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向您还有院长证明忠心，证明我不是废物。大人，求您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饶过我们这次吧。方修冷冷地注视着两人，感觉已经差不多了，不能再逼迫了。黑桃 A 还好说，智商不高，院长的死忠粉，让他自裁，说不定还真会自裁。但黑桃 K 此人疑心重，智商偏高，聪明人的忠诚度永远不如老实人，一旦逼迫他自裁，说不定会引起反抗，到时候就露馅了。不过方修并不打算如此的虎头蛇尾，一旦自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就算此时不会引起黑桃 K 怀疑，但事后对方一定会怀疑的。想想也知道，这两人敢拿整个绿藤市数百万人的性命去养梦魇，就可以看出扑克牌组织的人都是差不多的疯子。院长周清风更是在青山精神病院研究了好多人造诡异。面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组织，如果自己不采取一点惩罚措施，完全不符合组织的风格。只是凭借方修此时的实力，根本无法亲自动手惩戒两人，一旦动手，大佬的身份就绷不住了，哪里会有如此弱的大佬？于是只听方修冷冷道：活命的机会从来不是靠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争取。只要你们两个向我证明你们不是废物，还有生存的价值，那就可以活。两人瞬间如同抓住救命的稻草一般，急忙道：大人，我有用，我有用。大人，您想让我们如何证明？黑桃 K 眼底深处有一丝闪过，他对于方修的身份已经相信了 99%， 唯一的 1% 就在方修的实力，因为他无论怎么看都从方修身上感受不到那种面对强者的压力。当然不排除大佬伪装的好，现在方修的话让黑桃 K 感觉大佬可能要出手，就比如什么接我3掌不死就能活什么的。黑桃 K 猜得不错，方修确实要出手，只不过不是他自己动手。身为大佬，亲自下场动手本就是一件很 low 的事情。很简单，如果你们能杀死我的小宠物就能活，可要是你们连宠物都打不过，那就乖乖去死吧，院长身边不需要废物。宠物？两人微微一愣，这空荡荡的街道上哪里有什么宠物？连看见都做不到吗？看来称呼你们为废物都侮辱了废物这个词。方修睥睨地摇了摇头，随后他十分随意地将视线移到一旁，在两人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成功与3米多高的血红色独眼巨人对上了视线。出来吧！
随着他话音刚落，让黑桃 A 和黑桃 K 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二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空荡荡的街道上，居然凭空出现了一只3米多高、浑身长满血色肌肉的独眼巨人。恐怖不祥的气息当即扩散开来。这就是大人的宠物，居然直接将彼岸的诡异召唤了出来。两人的心中当即掀起了惊涛骇浪，如此神鬼莫测的手段，将彼岸的诡异召唤到现实，拥有打破世界界限的恐怖实力，这就是大佬的真正实力吗？此时，黑桃 K 的心中再无一丝怀疑，这等恐怖的手段在组织中绝对是大佬级别的存在，甚至是院长的左右手也说不定。杀了他们！方修平静的话语响起，3米多高的独眼巨人很配合的嘶吼一声，而方修此时则是云淡风轻的转身离开，就如同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真大佬也从不看弱者打架，其态度十分淡漠，表现得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宠物或者黑桃 AK 的命，仿佛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论两人能不能活下来都无关紧要。然而方修的真实想法只有他自己清楚，这年头宠物不好养啊，动不动连主人都一起杀，他必须快点走，拉开距离，免得被殃及池鱼，掉了马甲。黑桃 A 与黑桃 K 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决绝。大人已经给了咱们机会，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大人的实力我拍马也赶不上，但我不相信我连一个宠物都对付不了。两人说着，随即战意十足的朝3米多高的独眼巨人冲去。本来独眼巨人正直勾勾的盯着方修，毕竟是方修看见了他，一进入现世，方修自然是他首当其冲的目标。可他还没来及对方修出手，黑桃 A 和黑桃 K 两人已经冲了上来。独眼巨人似乎受到了挑衅，剧烈的嘶吼一声，随即独眼之中猛地爆发出一阵诡异红光，狠狠地朝两人射去。黑桃 A 面露疯狂之色，似乎是为了向方修证明自己不是废物，直接火力全开，浑身阴影如潮水般涌动，化作漆黑的影枪对上了那诡异红光。吱吱，强烈的腐蚀声不断响起，影枪被寸寸腐蚀。黑桃 A 瞬间大惊失色，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实力，然在大人的宠物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宠物尚且如此，那大人真正的实力又该是何等恐怖？黑桃 K 并没有闲着，从宠物的攻击便可以看出，绝不是单人可敌。想要取胜，重新获得大人的认可，唯有两人联手。唰！一道白骨长矛从他身上激射而出，狠狠地插入独眼巨人的庞大身躯，将他钉在地上，限制住宠物的片刻行动。两人十分默契地疯狂出手，一个阴影如沸，一个白骨成灵。很快，3米多高的独眼巨人被打得千疮百孔，两人的脸上顿时闪过一抹喜色，可下一秒，喜色直接僵在了脸上。只见独眼巨人眼中红光一闪，那红光如水般流遍全身，瞬间千疮百孔的身躯立即复原。什么？两人大惊失色，怎么也想不到区区宠物竟然如此难缠。轰！诡异的红光激射，两人直接被掀飞出去，十分狼狈。他们此刻又惊又怒，心中满是挫败感，怪不得大人称呼自己等人为废物，连宠物都打不过，不是废物是什么？此时的方修已经走出了几十米远，听到背后的战斗声，他知道自己暂时安全了，至少短时间内独眼巨人不会来找自己。于是他背对着两人，头也不回的淡漠道：我考虑过你们很弱，所以只召唤出了最弱的一只宠物，但没想到你们已经弱小到超出了我的想象，看来我应该考虑肃清一下组织了，没用的废物实在太多。听到此言，黑桃 A 和黑桃 K 简直无地自容，死死地握紧拳头，羞愤欲绝。他们看着方修站立在路灯旁的背影，垂下的阴影将其身形笼罩，仿佛相隔两个世界。我不是废物！黑桃 A 犹如热血动漫的主人公一般疯狂大喊，似乎在向世界证明，又像是在对自己呐喊。随后他猛地起身，双目赤红地朝独眼巨人冲了过去。原本阴影组成的人形瞬间化作一滩漆黑的水，仿佛影子融合了一般。那阴影组成的水疯狂汹涌，死死地附在了独眼巨人身上，像是巨大的阴影要将其吞噬一般。独眼巨人浑身爆发出刺目红光，好似烈焰一般疯狂灼烧阴影。啊呀！黑桃 A 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但即便如此，他依旧没有放弃，死死地束缚着独眼巨人。他要向方修证明，他不是废物。黑桃 K 见到这一幕，眼中闪烁着疯狂，竟也朝独眼巨人冲去，浑身爆发出无数苍白骨刺，好似一只刺猬一般与独眼巨人贴身肉搏。两人凭借着不怕死的疯狂，一时间竟和独眼巨人打得有来有回，甚至略占上风。这时方修似乎被两人的精神触动一般，身形略微停顿。如果能活下来再来找我。声音依旧冷漠冰寒，但听在黑桃 A 和黑桃 K 的耳中却宛若天籁。他们知道这是大人对自己的认可。大人，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黑桃 A 高喊。方修并没有回头，渐行渐远，直至背影遥望不见。两人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决绝与疯狂。为了获得方修的认可，为了不被组织开除，两人赌上性命在战斗。而作为组织大佬的方修则是默默地朝家走去。他并未想过真正杀死黑桃和黑桃 K， 好不容易忽悠两人上钩，再弄死就太亏了。而且这两人一旦死了，那扑克牌组织的线索就断了，院长的线索也断了。倘若两人不死，如果操作得当，约等于获得了2位强力打手，也就是光明俱乐部已经被灭了，不然高低的让黑桃 AK 走上一趟。草率了，早知道就不那么着急灭掉光明俱乐部了。方修默默地想到，为了最大程度的取得黑桃 AK 的信任，同时又害怕两人被打死，他特地选择了附近的几只诡异中最弱的一只。死亡回荡之前，方修通过观察已经大致判断出那几只诡异的强弱。虽然独眼巨人看上去最高大，但进攻手段单一，综合实力最弱，所以他才会选择召唤独眼巨人。如果黑桃 AK 两人真的连独眼巨人都对付不了，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去死了。
毕竟方修自己都控制不住宠物，一切就看两人的造化了。很快，方修回到了家中，一打开门，一张美丽的人脸便出现在视野中，双方距离十分近，仅仅不足5厘米，微微上前就能亲到。来人正是老婆。老婆温柔地注视着方修的双眸，含情脉脉。老公，你回来了呀，我好想你。方修面色平静，目视前方，对于老婆的突然袭击，他早已习惯，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径直地穿过老婆的娇躯，走进屋，关好了门，换拖鞋，换睡衣，喝水，洗澡，一套流程十分正常。哪怕老婆就在旁边看着，方修依旧十分平静地洗着澡，不为所动。方修洗完澡之后，就躺在了床上，在老婆含情脉脉的注视下，美美的进入梦乡，然后见到了亲爱的梦魇。此时的梦魇早已不成人形，宛若下水沟中四处躲藏的老鼠，战战兢兢。在梦魇的陪伴下，方修再度睡了一个好觉。次日，咚咚咚，家门被敲响了。进来。方修平静道。没见房门推动，两道人影已经闪身其中，正是黑桃 A 与黑桃 K。两人一见到方修，立刻跪倒在地，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多谢大人不杀之恩。两人齐声说道。方修平静地注视着两人，可以看出两人的状态很不好，虽然已经处理过伤口，但隐隐还能闻到浓郁的血腥味，甚至黑桃 A 的阴影之躯已经变得十分淡薄，好像随时都会消散。两人显然经历了一场苦战，才斩杀了独眼巨人。不必谢我，机会是靠自己争取的，你们能否活下来，都与我无关。方修语气淡漠，像极了掌控无数人生死的大人物所表现出的那种淡漠。希望这一次能给你们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记住，院长的意志不可动摇，再有下次，你们面对的就不再是我的宠物，我将亲自出手。两人瞬间心中一凛，昨天的宠物就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历经了九死一生，这才勉强活了下来。这要是大佬亲自出手，岂能有命在？两人害怕极了，连忙磕头表态。大人放心，如果再有下一次，我等二人不必劳烦大人出手，直接自裁。黑桃 AK 两人很清楚，如果下次又犯错了，那就直接自杀吧，比起落在这种大佬手中，自杀显然是最好的选择。方修眼皮半磕的轻嗯一声，随即不再言语。两人见大佬不说话，摸不清大佬脾气的他们自然也不敢随便开口，生怕一个字说不对，直接就被碾死了。房间中一下子陷入沉默，主要是方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身为组织大佬，却对组织一概不知，说多就会错多。他其实很想问问院长留在青山精神病院中的礼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选择了杨明，还不直接给？但是他不能问，心中的好多疑问都不能问，身为大佬，知道的肯定比下属多，问这些低级的问题约等于自爆。面对方修的沉默，黑桃 AK 两人如坐针毡，仿佛沉默中带有一种令人压抑的力量，压得两人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时，黑桃 A 硬着头皮打破了沉默，只见他恭恭敬敬地从阴影中掏出一个暗金色的金属盒子。方修一眼就认出这是100%纯心灵之钢打造的盒子，价值不菲，却用来装东西，显然盒子里的东西更加宝贵。黑桃 A 双手托举盒子，举过头顶，恭敬道：大人，属下有一事汇报，这是我等基于院长曾留下的2型药剂所研究出来的升级版3型药剂。说着，黑桃 A 将暗金色的金属盒子打开，露出了里面的一小管血红色液体。那液体嫣红如血，瑰丽如红宝石，隐约间似乎能看到里面有繁星点点，十分美轮美奂，宛若艺术品。大人，3型药剂能够让人体更加充分地融合诡异，甚至有10%的几率可以将人体优化成100%契合诡异的体质，从而实现完美驾驭。你也知道，组织中的成员大多都是诡异化或者半诡异化，虽然战斗力极大的增强，但因为人体、心灵和诡异的不兼容性，导致十分不稳定，且无法发挥出全部潜力。所以我等开发出3型药剂，帮助组织成员融合驾驭诡异。这3型药剂因材料的珍惜，目前也仅此一瓶，属下斗胆将其献给大人，希望大人品鉴指正。方修没有接过药剂，而是继续沉默地看着两人，从始至终没有看药剂一眼，仿佛那就是微不足道的垃圾。两人紧张极了，也不敢说话，就这样静静地举着药剂一动不动。其实两人的想法很简单，说什么指证都是假话，真正的目的是给方修送礼。得罪了组织大佬还不送礼表示还想不想混了？所以两人合计了一宿，灵璧大佬肯定看不上这些俗物鬼器，以大佬的实力根本用不上武器，宠物都比鬼器好用，增长灵性的稀有材料，大佬这等巅峰人物还增长屁的灵性。最后思来想去，两人将最新研究成果3型药剂拿了出来，一来可以让大佬看看自己等人做出的成绩，二来3型药剂确实十分珍贵，有一定几率可以将人体优化成100%契合诡异的体质，从而实现完美驾驭，并且因材料珍惜，目前全世界就这一瓶，这等独一无二的礼物最适合送礼了。本来两人想得很好，但此时因为方修的沉默，两人越发的心虚。坏了，是不是大佬看不上我们的礼物？一定是这样，大佬这种级别的存在，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的礼物？这3型药剂也就我们当成宝，恐怕在真正的大人物眼中就是个笑话。你们有心了。方修淡漠的声音打破了场中的平静，两人瞬间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一股不可抑制的狂喜涌上心头。这是获得大佬的认可了。依照大佬这种冷漠无情、喜怒无常的性格，能从对方口中听到一句夸赞，简直比登天还难。现在两人却被夸了，这让他们怎么能不狂喜？然而还莫等两人借坡下驴，表表忠心，拍拍马屁，方修的下一句话直接让两人如坠冰窟。费尽心思拿这样的垃圾来糊弄我，你们确实有心了。两人瞬间脸色狂变，完了，被发现了，该死！面对这种大人物，根本不应该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咚咚咚，两人直接疯狂磕头。大人，我们错了，我们不该撒谎，求求您饶了我们吧。听到两人的话，方修心中一怔，他哪里懂什么三行药剂，之所以如此说，只不过是为了符合大佬的人设罢了。谁成想，结果将两人给炸出来了，这药剂居然有问题，难道下毒了？不可能，如果两人识破了自己的身份，肯定就直接动手了，何必下毒？那这两人到底说了什么谎言？这个问题方修并不好问，毕竟他表现出来的是早已看出了问题。但好在他会炸，我最讨厌别人骗我。方修阴冷低沉的声音响起，宛若九幽地狱传来的厉鬼索命声，让人不寒而栗。黑桃 AK 瞬间一颤，只感觉一股死亡的阴影笼罩而来。黑桃 K 急忙解释道：“大人，我承认，我们确实说了一点小小的谎言。三行药剂虽然不是我们研制的，但它的功效是真的，我们只是药剂的搬运工。”黑桃 A 也紧跟着解释：“大人，我们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在您面前邀功，没想到一下就被您看穿了。其实三行药剂的基本思路还是来自于院长的二行药剂，只不过我们曾机缘巧合在彼岸中找到了一种模样像是新型石头珍稀材料，这是一种从未被记录的材料。一次实验意外，二行药剂撒在了新型石头之上，结果其直接融入二行药剂。随后测试发现，融入新型石头的二行药剂功效增强数倍不止，所以我们就将其命名为三行药剂。因为珍稀材料只有一个，无法量产，我们也就没有上报，而是自己偷偷服用了。服用之后，我们两个人确实实力增强不少，但并没有成为那种完美体质，没办法完美驾驭。这是仅剩的三行药剂了，我们想拿来送给您，向您道歉。”方修顿时了然，原来所谓的撒谎是这方面的撒谎，而不是下毒。彼岸的珍稀材料吗？看来扑克牌组织一定掌握了前往彼岸的方法，他们平日里不见人影，极有可能是去了彼岸。可惜不能发问，毕竟作为能从彼岸召唤出宠物的大佬，问怎么去彼岸实在是太割裂了。只见方修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抹恰到好处的震惊之色。你刚才说什么？新型石头？黑桃 A 微微一愣，能让大佬都如此震惊，难道那新型石头大有来历？是的，大人，就是新型石头，它长在一朵花的上面，花心中央就是这新型石头。明心，想不到这等珍稀材料都被你们二人找到了。方修略微惊叹道，实则心中在想，既然你们不知道那新型石头材料叫什么，那我就知道叫什么了。黑桃 AK 两人赶忙记下明星这个名字，仿佛知道了什么隐秘似的。不愧是大佬，果然见多识广，要是能跟在这种级别的存在身边，哪怕平日里被指点一两句话，也终生受用了。只听方修又惋惜道，没想到明星这等奇物居然被你们二人用来做三行药剂，当真是暴殄天物，怪不得这药剂如此垃圾。你们知不知道，明星的使用需要搭配属性相克的材料，一旦属性、分量、先后顺序、时辰、火候出现一丁点差错，那明星的药性就会变得驳杂不堪，满是杂质，功效也会大打折扣。当然了，即便是药效大打折扣的明星，也足以让二行药剂的功效增加数倍了。听到这，黑桃 AK 人都傻了，只感觉损失了1个亿啊！能被大佬惦记的珍稀材料明星，那得多么珍贵啊！可自己两人却活生生给浪费了，这跟家里有个下金蛋的母鸡，然后杀鸡取卵有什么分别？罢了，好在现在还有一点药剂，我尝试将明星提炼出来吧。说完，方修突然直勾勾地盯着黑桃 A 和黑桃 K 两人。对了，你们之前也服用了明星吧？此言一出，结合方修之前的话，要将药剂中的明星提炼出来，两人瞬间脸色惨白。他们两人不是傻子，自然很清楚方修问这句话的含义，这分明是要将自己两人当成药给炼了呀！万万没想到送礼还送出事故了，这是要将自己也当做礼物送出去了。大人，我们黑桃 A 说话都开始结巴了，他虽然显得不是特别聪明，但方修的潜台词还是听得懂的。此时的两人连跑都不敢跑，因为他们太弱了，弱到连大佬的宠物都差点打不过，所以当着组织大佬的面逃跑，基本约等于自杀。说不准你好好求饶，还能被饶一命呢。就在两人默默接受命运的判决之时，方修又道：“算了，既然之前你们通过了考验，活了下来，那就再饶你们一次吧。”两人顿时如蒙大赦，二话不说，咚咚磕头。谢大人。一边磕头的同时，两人的心中也打定了主意，以后有关明星、有关三行药剂的事，打碎了牙也不能告诉别人。方修这种级别的大佬都想将自己两人炼药，这要是消息传出去了，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看着两人的神色，方修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之所以编造明星吓唬两人，就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一是隐瞒三行药剂的消息，二是让两人对自己心生恐惧，保持这种尊敬态度的同时还要有距离感。因为方修暂时不想暴露身份，今日要是和颜悦色地收了黑桃 AK 的礼，那这两人肯定会觉得关系近了，不排除日后和组织中的其他人吹牛逼的嫌疑，甚至会找高层汇报。但现在这两人肯定巴不得装作不认识，生怕哪天方修改变主意了，拿自己炼药。随后方修又简单交代了几句，让两人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有关自己的消息，留下联系方式之后，就让两人滚蛋了。两人如蒙大赦，疯狂点头，赌咒发誓，说绝不会透露。他们真的怕了，一点忤逆方修的事情都不敢做，就怕对方找个借口炼药。至于编造明星的事情，方修更是丝毫不担心，因为这两人根本不敢找任何人问明星的信息，反而生怕被别人知道自己吃过。既然不敢问，那就永远无法发现被骗。待两人走后很久，方修才缓缓从沙发上起身，拿起了桌上的暗金色金属盒子，拿出其中犹如血液一般猩红的药剂，仔细端详，眼底深处有暗流涌动，能够更加充分的融合诡异，甚至有10%的几率可以将人体优化成100%契合诡异的体质，从而实现完美驾驭。方修思索片刻，随即他摸了摸自己的右眼以及头发，血瞳、发鬼还有梦魇。血瞳和发鬼虽然早就被掌控，
但那种掌控始终如同隔着一层纱，与操控自己的手臂截然不同。就好比你操控自己的手臂去拿东西时，大脑所发出的指令绝对不会是“喂，右手，桌子上有个东西，你去拿一下”，而是本能般不假思索的就会动手拿起桌上的东西。更甚至，当你摔倒时或者头部遭受攻击时，大脑还会反应过来，手臂早已本能般的护住了头。但是血瞳和发鬼的操控过程却截然不同，他们需要下达各种指令才能工作，就像一台计算机，你得去操控它，输入代码才能获得反馈。这一来一回的时间间隔足以致命。低层次的战斗还不太明显，尤其到了高端局，血瞳和发鬼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仅仅是操作上的不兼容，还有功率上的不兼容。以人类之躯操控诡异，总归无法如臂挥使发挥出诡异的全部力量，毕竟人类孱弱。还有最后一点，血瞳和发鬼很难随着方修的变强而变强，因为这不是他身上的器官，更多的像是一个摆件。后来方修甚至想过，等到了3阶之后，就用其他诡异替换到血瞳和发鬼，因为他们在3阶的时候根本发挥不了太多作用。可现在不同了，如果3型药剂真的像黑桃、AK 两人说的那样，那绝对是1顶1的宝物，10%的几率将体质改善成完美容纳诡异的体质。方修紧紧地盯着手中的药剂，目光灼灼。吨吨吨，他将3型药剂一饮而尽，药剂十分辛辣，好像在喝高浓度白酒，顺着食道一路烧了下去，直接抵达胃部。到了胃部之后，轰，好似将火柴丢在了汽油桶上，一股恐怖且难以忍受的热浪袭遍全身，伴随着热浪而来的就是强烈的痛苦，仿佛有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无情地撕碎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当然，这种程度的痛苦并不足以影响方修什么，他神色平静，甚至还悠闲地拿起了一杯水，漱了漱口。足足1个小时之后，这种热浪和疼痛才缓缓消散。方修立刻感觉到了不同，自己与发鬼血瞳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他们好像完全变成了自己的左右手一般，可以随意操控，没有任何的延迟，甚至发挥的力量也远超之前。他已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力量，但这样的功效却并没有让方修欣喜，反而眉头一皱。10%的几率没赌到吗？是的，虽然他与血瞳、发鬼融合的十分顺利，但并没有成为那种完美的驾驭诡异的体质。于是方修面色平静地看向一旁含情脉脉的老婆，轻声道：“老婆，我看见你了。”老婆温柔的笑脸瞬间化为狰狞：“你看得见我？”回荡归来的方修再度饮下药剂，不过这次为了提高成功率，他特地换了个姿势，是躺着喝的。1个小时之后，失败。这次方修尝试着小口小口的喝，不再一饮而尽，然后再度失败。就这样1次、2次、3次，直到第6次。这一次方修倒立着将其饮下，结果效果立刻不同，明显热流更加强烈，疯狂地灼烧着浑身的每一个细胞，似乎在对它们进行改造。2个小时之后，改造彻底完成。方修的眼中闪过一抹兴奋之色，能让他兴奋的事情并不多，可今天却算一件，因为他终于赌到了10%的几率，获得了完美驾驭诡异的体质。发鬼与血瞳完美融入身体，源源不断的诡异力量与人类的躯体水乳交融。方修能清晰地感受到发鬼和血瞳的力量在增强自己的身体，原来他们只能算是强行安装在身上的工具，可以操控，但终归不是自己的身体。现在不同了，他们不仅完全成为了自己的身体，甚至其中蕴含的诡异力量源源不断地与身体融合，导致身体的变强。唰！方修直接拿出手术刀，给了自己手臂一刀，锋利的刀刃轻松地划破了皮肤肌肉，露出了猩红的血液和森森白骨。可没过多久，方修的伤口处传来麻痒的感觉，紧接着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止血、愈合、结痂。大约10分钟不到，手臂已经恢复如初，只剩下一道浅浅的痕迹。这就是诡异的恢复能力吗？方修喃喃道。受发鬼和血瞳的影响，他整个身躯已经越来越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虽然还是人类之躯，但已经初步具备了诡异的一些能力。方修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速度、神经反应速度乃至生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这才仅仅是完美融合血瞳和发鬼。别忘了还有梦魇，这位曾经的 S 级诡异，虽然没成长起来就夭折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诡异，我需要融合更多的诡异。方修眼中闪过一抹对力量的变态渴望，他仿佛看到了一条走向巅峰的康庄大道，他要吞噬无数诡异，踩在诡异们的尸骨上，一步一步爬向最高。以前他无法做到，不是因为心灵承受不住，而是因为人类身体的孱弱限制了他。现在完全不同了，完美驾驭诡异的体质让他有了吞噬诡异的本钱。以前是软件行，硬件不行，现在是软硬都行。这体质可以说完美适合方修，因为就算别人获得了完美体质，也吞噬不了太多诡异。以人类的心灵驾驭诡异，终将被诡异反噬；但以扭曲疯狂的心灵驾驭诡异，诡异终将被反噬。除了身体素质的增强以外，方修还发现自己的灵性竟然在3型药剂和血瞳、发鬼的帮助下达到了25%，一下增长了4%。这要是换做其他刚突破的2阶御灵师，这般长法，除了灵性失控，就没有第二条路了。刚突破2阶没多久，还是灵性暴涨突破的，现在又暴涨一般，寻常御灵师的心灵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多的诡异力量，会直接扭曲。方修研究了一会被完美驾驭的血瞳和发鬼之后，便开始午睡。以他的身体素质，自然无需休息，别说午睡了，晚上都不用睡。但他必须睡，不然怎么看见梦魇？很快，方修便进入了梦乡。他来到了一处阴暗潮湿的地牢，四处血迹斑斑，两排的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刑具，而地牢的最深处则是被无数铁链缠绕的梦魇。由于这里是方修的梦境，所以一切环境都是随着他的心意而动的。他只是单纯的认为梦魇比较喜欢，才弄成这样的，毕竟他是诡异嘛，肯定不能喜欢阳光沙滩之类的。此时的梦魇听到了方修的脚步声，整个人疯狂惊恐大叫，身上的铁链咔咔作响。
他满是惊恐地看着缓步走来的方修，大叫：“你怎么又来了？午睡？你居然午睡！你以前分明没有午睡习惯的，混蛋！你为了折磨我，居然一天睡2次！”啊！梦魇咆哮完之后就开始求饶，这些天他不知道求饶了多少次。方修，求求您别再折磨我了，我错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别折磨我了。梦魇痛哭流涕，早已没了之前的高傲，他现在甚至无比后悔，为什么自己能不死不灭，以至于现在连自杀都做不到。他无数次希望来一场天灾人祸，将整个绿藤市的所有人都灭绝了，这样他也能顺利死去。求饶完之后，梦魇又如同精神分裂一般，对着方修怒目而视，破口大骂：“我要杀了你，方修！我一定要杀了你！我要扒了您的皮，抽了您的筋，喝了您的血！求求您不要折磨了。”对于梦魇的状态，方修早已习惯了，长达1个月的折磨，梦魇早就疯了。梦魇说到底不是纯种诡异，而是被院长人为的转化而来的诡异，所以他的思维方式更偏向于人类。在被方修用痛苦之力折磨1个月后，梦魇的人类思维早已陷入疯癫。面对疯癫的梦魇，方修只是淡淡道：“梦魇，我这次是来杀你的，已经拥有完美驾驭诡异体质的我，可以将你彻底吞噬。”什么？听到这句话的梦魇原本还在跪地求饶，下一秒却满脸狂喜地站了起来。“你怎么不早说？快动手！”这时，四周的空间开始猛地发生变化，所有的场景开始破碎，颜色开始混乱，像是调色板被人混在了一起，最终五颜六色化为一抹深邃的黑暗。黑暗越来越多，将四周的一切笼罩。慢慢的，黑暗朝着梦魇开始侵蚀。可能是因为他拥有自主意识，所以黑暗侵蚀得很慢，侵蚀了半天也仅仅腐蚀了表层。梦魇见到这一幕，当时就急了，连忙不断的攻击自己的身体，将身体打得千疮百孔，黑烟疯狂一散，更是主动的去拥抱黑暗，幻化出一张血盆大口，不断的侵吞黑暗，让他们侵染自己。被吞噬产生的痛苦让梦魇不断惨叫，但他脸上的表情却越发兴奋。终于要解脱了。梦魇的血色双眸之中满是疯狂的求死之色，天知道他这1个月是怎么过得。数小时之后，梦魇的身躯彻底消散，永远的消失了。而方修也完美的驾驭了梦魇。当他驾驭梦魇之后，这才猛地发现梦魇的潜力到底有多么恐怖。原本方修以为梦魇的恐怖之处在于可以吸收全世界的恐惧，无限成长，但现在真正拥有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梦魇在吸收了整个绿藤市的恐惧之后，发生了某些神秘的质变，似乎打破了某种界限似的，完成了一次升格，从而获得了一种特性，打破虚幻与真实界限的特性。简单来说，它可以将真实转化为虚幻的梦境，将虚幻的梦境转化为真实的现实。当初梦魇能够将整个绿藤市化作梦境鬼域，就是利用了这一特性，完成现实与梦境的转化。虽然当时转化的不完善，属于现实与梦境的混合体，但也足够骇人了。打破虚幻与真实的界限，虚实转化，这是何等恐怖的能力！这种能力全部来自于梦魇吸收绿藤市的恐惧之后的一次升格，一次质变，让他拥有了一丝虚实转化的特性。这种特性简直就是神的权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被人围攻，身受重伤，这是事实，但你发动虚实转换的能力，可以将身受重伤的事实转化为虚假的梦境，这就相当于你没有受伤。甚至你可以将所有的攻击转化为虚假，那就相当于没人能杀死你。这种能力并不是只能用来防御，攻击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构思出一种虚假的力量，比如你在梦里可以一击毁天灭地，这是虚假的，但你将其转化为真实，于是现实中你随手一击真的毁天灭地，何等恐怖！将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条件转化为虚假，将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转化为真实，堪称无敌。当然了，梦魇虚实转化的特性并没有那么强，它也仅仅触碰到这一丝丝特性罢了，拥有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实转换，且无法做到无中生有，幻想成真，必须有一定的载体。还是之前的例子，被人围攻，身受重伤，然后发动虚实转化的特性，但只能转化一部分的现实，于是重伤变轻伤，而且还要消耗不少力量。不过即便如此，这能力也足以成为神迹。最关键的是，方修发现这虚实转化的特性竟完全融入了自己的痛苦灵性之中，双方合二为一，似乎产生了某种神奇的变化。他缓缓退出梦境，意识回归现实。吞噬了梦魇之后，他已经拥有了控制梦境和吸收恐惧的能力，基本就是梦魇的翻版，除了无法做到如同梦魇一般不死不灭。梦魇不死不灭是因为他没有实体，可以活在他人的梦中，但方修不同，他有肉体，除非彻底舍去肉体，变成和梦魇一样的存在，才会不死不灭。当方修醒来之后，他再度拿出手术刀，对着自己的手臂狠狠划去。唰，一道20多厘米长的整齐伤口出现，鲜血如喷泉般喷涌。在强悍的体质作用下，伤口开始缓缓止血。不过因为这一次伤口更大，所以愈合的时间更长。方修并没有等身体自愈，而是发动吸收痛苦的能力，将手臂处传来的痛苦全部吸收。当痛苦吸收殆尽之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方修手臂上的伤口竟然瞬间愈合，比之前的自愈还要快，就仿佛刚才受伤只是幻觉一般。方修眼中闪过一抹异色，果然如此，虚实转化的特性融入痛苦灵性，竟有如此作用。原本的2阶能力只是吸收痛苦这种虚幻的感受，痛苦本就抽象无形无质，但加入虚实转化之后，变成了可以吸收到实质性的痛苦，即造成痛苦的原因。这就有点恐怖了，大多数痛苦的产生都是源于伤害，这也就意味着方修已经可以吸收伤害。因伤害产生痛苦，那么吸收了痛苦，伤害也跟随着消失。当然，这种吸收是有上限的，因为虚实转化的特性太过薄弱，不足以支撑大功率吸收。看样子得想办法补全虚实转化的特性。
方修默默想到，虚实转化的能力太过强悍，一旦将其完善，绝对能爆发出掀翻世界的力量。可想要补全特性，需要大量的恐惧壮大梦魇，梦魇越强，他的梦境就越真实，虚实转化的特性就会越强。现在梦魇已死，准确的说是壮大自己。方修开始思考如何获得大量恐惧。如梦魇那般控制整个绿藤市是行不通的，那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绿藤市人口就那么多，你不杀他们，每天让他们做噩梦，便能源源不断的吸收恐惧，虽然量比较少，但胜在细水长流。如果像梦魇这般杀鸡取卵，虽然能一次性收获海量恐惧，但并不持续，反而会引来御灵师的围杀。接触过黑桃 AK 之后，方修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远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水太深了。无论是扑克牌组织还是调查局总部，恐怕都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恐怖力量。所以，想要获得恐惧，必须隐蔽，不能搞出太大的动静。定一个小目标，先让整个绿藤市的人每晚做一个噩梦开始。方修不知道的是，就因为他此时的一个念头，多年后造就了全球有名的噩梦之都，甚至有人为了寻求刺激，专门来此做噩梦。这里的噩梦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恐怖。深夜，此时已经凌晨4点，这个时间基本那些夜猫子也都陷入睡眠。方修也沉沉睡去，进入梦乡。当他进入梦乡之后，很快便出现在了一个房间之中。这个房间似乎无限高，抬头望去根本望不到头。房间内密密麻麻全是门，各式各样的门，铁门、木门、防盗门，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是连接着一个人的梦境。这是曾经梦魇在绿藤市居民心中留下的印记，让他能够随意的出入别人的梦境。而这个房间就仿佛一个中枢一般，连接着所有人的梦境。现在都便宜了方修，省得他一个个去入梦建立连接。他随意的打开了一扇门，进入到了一个人的梦境。梦境的主人是一个肥胖的小男孩，做的梦也十分单纯，梦到自己家变成了一个蛋糕屋，到处都是巧克力和蛋糕。方修随手一挥，巧克力和蛋糕做成的房子瞬间变成了试卷和课本，它们堆积成山，一眼望不到尽头。小胖子瞬间神情惊恐，恐惧加10加10加10。方修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恐惧从小胖子身上传出，他点了点头，关上了房门，走向下一间。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让小胖子在梦中都有时间学习，一个收获了恐惧，一个收获了知识，堪称双赢。这一次，方修找了一位御灵师的梦，因为御灵师恐惧的质量要远高于普通人，所以方修就找上了绿藤市最强御灵师杨明。打开杨明的门一看，入眼是沙滩、海浪、比基尼。杨明穿着花裤衩，叼着雪茄，悠闲地躺在太阳椅上，旁边蹲着2位大洋马，一个喂葡萄，一个擦油。方修挥了挥手，白旗出现在杨明的梦里。原本正晒太阳的杨明突然发现自己脸上多了一片阴影。谁啊？挡住我晒，小白！杨明疼的一下站了起来。只见白旗手里拿着刀，浑身散发着冰寒的气息，让整个沙滩的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度。你这个混蛋，居然敢给我下泻药，还公报私仇，在梦魇鬼域中暴打我！杨明，今天该算账了。唰！白旗举着刀就开始追着杨明砍。方修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默默地关上了门，深藏功与名。紧接着，他又去了其他御灵师的梦里，帮助他们在梦里培养危机意识，不要贪图享受。这一晚，他见识到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梦境，也算是大开眼界。当然，首屈一指的自然是赵浩的梦境。梦里的赵浩实在太忙了，早起先是被后妈叫醒，然后去学校上课，因学习不好，被女教师单独留下私人授课，下课还被3个混混女同学堵在女厕所。放学后还要兼职当水管工、外卖员上门服务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浩的梦境中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一个男性。在全是女性的世界里，怪不得赵浩每天被后妈、女教师、女同学、女邻居、公司女白领欺负。为了帮助赵浩，方修将所有角色都换成了男性，让他获得广大男同胞的关怀。忙忙碌碌一晚上，方修收获了不少恐惧，虽然比不上梦魇，但胜在细水长流。除了恐惧之外，他还吸收到了不少痛苦。毕竟绿藤市死了那多人，不少人失去亲人或者变成残疾人等等，这些人的内心无比痛苦，正好便宜了方修。他依靠梦境的连接，成功吸取了不少人的痛苦。这是方修第一次吸得如此痛快，无论是恐惧还是痛苦，一晚上都迎来了暴涨。次日清晨，太阳照亮整个绿藤市，无数人浑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又有无数人重拾希望，驱散了内心痛苦，开始了新的一天。叮铃铃，电话声响起，电话那头是苏可欣略显疲惫的声音，显然晚上没有睡好，不过态度还是相当敬业。方调查员，总部来人了，王局让您赶紧来局里。知道了。方修平静道。方修挂断电话之后，便启程去了调查局。调查局中，接待室内，一位身穿得体西装、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正在与王德海、杨明等人交谈。杨明、白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总部来的马兴邦、马顾问。马顾问，这是我们绿藤市调查局的队长杨明以及副队长白旗。王德海介绍完毕，杨明和白旗都在暗暗打量马兴邦。马兴邦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和气，脸上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身上丝毫没有来自总部的架子。杨队长，久仰，早就听闻杨队长年轻有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马兴邦十分客气地与杨明握手，倒是让杨明有些受宠若惊。毕竟御灵师是什么德行，大家都清楚，可冷不丁出来一位说话如此客气，态度这么好，还是来自总部的御灵师，当真是让人有些不适应。马顾问过奖。杨明也是客气地回复道。双方握手之后，马兴邦又朝白旗伸出了手。白副队长真是一表人才，绿藤市调查局能有你们2位坐镇，总部那边也是十分放心的。过奖。白旗冷淡地吐出2个字，随即抽回了手。马顾问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梦魇事件的后续，以及青山精神病院鬼域，
你们要积极配合。王德海笑道：“咦，不知方修方调查员呢？作为梦魇事件的大功臣，我可必须见上一见。正在路上，马上就到。小王，去催一下。”哎，不必。绿藤市经历如此重大的危机，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方调查员这种青年俊才肯定工作十分繁忙，抽空能见上一面就可以，不用催促。马兴邦十分客气，说话也是十分有水准，不给人丝毫恶感。正在这时，待客室的门被推开了，方修缓缓走入。王德海赶忙道：“马顾问，这位就是方修。”马兴邦立刻眼前一亮，连忙上前2步，朝方修伸出了手，十分客气道：“方调查员果然是英雄少年，如此年轻便能解决 S 级诡异事件，前途。”说到这，他顿了顿，因为他发现方修并没有和自己握手的打算。他的手伸在半空中，略微有一丝丝尴尬。可马兴邦也丝毫不恼，竟更加主动地将手递了过去，一把握住方修的手。“无量啊，实不相瞒，我这才代表总部前来，就是为了对你们这些有前途的年轻人进行。”说到这，马兴邦竟卡壳了0.5秒，看向方修的目光产生了一丝惊讶，虽然隐藏得很好，但瞳孔不自觉地放大，根本瞒不过方修的眼睛。嘉奖，并特邀你们去总部进行培训。说着，马兴邦表现得十分热情，即使面对方修这样的小年轻，他还伸出另一只手，用2只手握住方修的一只手，以示尊敬。很快，马兴邦松开了手，开始侃侃而谈。诸位，梦魇事件是 S 级诡异事件，上面非常重视，在国际上甚至有过一些小国被 S 级诡异事件灭国的情况。所以这次 S 级事件的解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十分令人震撼。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如今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最主要的不再是经济、军事实力，而是处理诡异事件的能力。毕竟面对越来越多的诡异事件，如果没有处理能力，连国家都将不复存在，谈何国际地位？所以何为大国？那就是拥有独立处理 S 级诡异事件的能力，才算迈入大国门槛。而处理的 S 级诡异事件越多，损失越小，代表着国家的实力越强大。这次你们绿藤市调查局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虽然梦魇并未成长为完全体，但那也是实打实的 S 级诡异事件，不像隔壁高丽国将 A 级诡异事件甚至 B 级渲染成 S 级，在国际上宣传。按照他们的标准，高丽国至今已经处理了100起以上 S 级诡异事件，号称诡异墓地，全球第1强国。抛开题外话不谈，你们的这次表现十分亮眼，因为你们是以调查局分部的力量解决的 S 级诡异事件，其中意义十分重大。在其他国家举全国之力处理 S 级诡异事件时，我国的调查局分部已经能独立解决，代表着我国已经在全球诡异时代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马兴邦不断的侃侃而谈，听得杨明满脸红光，仿佛感受到了无上的荣誉与责任。不难看出，马兴邦还未成为御灵师之前，大小也是个领导。说了半天，他喝了一口茶，吐了2口茶叶沫子，终于进入正题，表明了此次前来的目的。我本次前来，主要是为了强调3点：一是想将绿藤市调查局打造成一个典型，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城市调查局，发挥先进典型带动作用，让其他调查员进行观摩学习；二是邀请本次梦魇事件中的功臣前往总部学习，交流经验，树立榜样，将你们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三是调查青山精神病院诡域，这等诡域能孕育出 S 级诡异，显然危险程度十分高，这种危险的诡域，总部必须做到完全掌握其基本情况。马顾问，你的意思是要前往青山精神病院探查？王德海问道。马兴邦点了点头，不错，我打算抽调绿藤市调查局的几位调查员，与我一起进青山精神病院探索。不知你想让谁一起去？我看眼前这3位青年俊杰就很不错。王德海显得有些担忧。马顾问，青山精神病院能诞生梦魇这种 S 级诡异，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仅有你们几个人，无妨。马兴邦微微一笑，鄙人不才，也算是一位3阶御灵师，再加上杨队长、白副队长，总共算是3位3阶御灵师，还有方调查员的预知未来，这般阵容不说解决，但至少探查还是能做到的。众人闻言有些诧异，谁也没想到，看上去比正常人都正常，且说话如此客气的马兴邦，竟是一位3阶御灵师。不愧是总部，随便派出1人便是3阶。王德海还是有些担忧，毕竟诡异事件不是闹着玩的，这阵容看着很强，但谁知道青山精神病院中蕴含着怎么样的危险呢？这时，马兴邦从兜里掏出一把黄金浇铸而成的古朴钥匙，其上流转着淡淡的诡异气息。这是鬼器？不错，这把黄金钥匙能力奇特，在鬼域中，只要找到任何一扇门，将钥匙插入，便可以通过门离开鬼域。所以，王局你大可不必担心，有黄金钥匙在手，我们必能全身而退。原来马顾问已经有了万全的准备，那不知你打算何时动身？3天后吧。毕竟我初来乍到，对于青山精神病院的信息只停留在纸面上，我需要了解更多的情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马兴邦笑着说到知己知彼时，眼神却默不作声地飘到了方修的身上，似乎别有深意。你看我做什么？方修淡漠的声音犹如一把尖刀，刺破了场中和谐的氛围。马兴邦一愣，显然没想到方修会如此的愣头青。不过他的反应很快，连忙笑道：是我唐突了，难得见到能预知未来的青年俊才，心中总是忍不住好奇。对了，方调查员，听说你是在青山精神病院鬼域中成的御灵师，身为当事人的你肯定对于那里很熟悉吧？要不劳烦你给讲讲。马兴邦微笑道。然而就在这时，方修突然发现自己的脑海中又响起了另一道来自马兴邦的声音，好似传音入密。他的语气不再和善，反而异常阴冷。方修，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如果你不想暴露，你知道了我什么秘密？方修对着马兴邦直言不讳道。众人瞬间都愣了，这什么跟什么？没人知道方修这是在和马兴邦对话，所以他的话显得有些没头末尾。马兴邦更是呆愣当场，脸上和善的微笑都僵住了。你，他一时间有些结巴，
这特么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吗？你的秘密被人发现了，你特么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问啊？你不怕暴露啊？你大大方方的问了，我特么还怎么拿秘密威胁你？缓了片刻，马兴邦这才整理好情绪，继续微笑道：“方调查员，不好意思，我没太听懂你的话。”与此同时，阴冷的声音再度自方修的脑海响起：“小子，你不要嚣张，信不信我直接曝光了你的秘密？”弱者威胁总是引人发笑。方修平静道。马兴邦的笑容缓缓消失，直勾勾地盯着方修。这时，众人也渐渐地看出有些不对劲了。在场的没有傻子，显然意识到马兴邦用了一种隐蔽的方式与方修进行了交流，甚至还威胁了方修。好，很好，想不到我有生之年居然会被一位2阶御灵师称呼为弱者。马兴邦似乎彻底撕去了伪装，对着王德海阴沉道：“王局，如果调查局中混入其他势力的间谍怎么办？”王德海顿时一惊，他很快反应了过来，沉声道：“马顾问，你的意思是方修是间谍？”马兴邦阴冷一笑：“不错，不可能。方修是整个绿藤市的功臣，马顾问，就算你是总部派来的，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随便污蔑一位功臣。”王德海又惊又怒，他发现自己还是天真了，刚刚居然被马兴邦的表象所迷惑，相信对方是一个正常人。哼，真是讲了个笑话。御灵师有正常人吗？杨明白棋的脸色也开始隐隐不善起来。方修的功绩，他们心中都很清楚，这样一位功臣，怎么可能是间谍？面对众人的怒视，马兴邦也是心中微怒。他本想先试探方修，约着晚上见个面，设计个陷阱，逼方修就范。谁成想这小子身为间谍，居然如此嚣张，直接当面对质，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不过他并不慌，他既然敢如此说，就不怕对方狡辩。只见马兴邦冷笑道：“证据自然是有的。扑克牌组织中的黑桃 A 曾经封锁过绿藤市，帮助梦魇进化，而黑桃 K 则是阻拦过总部的援助人员。种种迹象表明，梦魇、青山精神病院都与扑克牌组织之间存在很深的联系。这跟方修有什么关系？你怀疑他是扑克牌组织的人，也要拿出切实的证据。”杨明皱眉反驳道：“既然你们想要证据，那我就给你们一一列举。证据一，青山精神病院能够放出梦魇这种 S 级诡异，危险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怕是一位3阶御灵师进去都不见得能活着出来，可当时身为普通人的方修却活着出来了。切，我当你有什么证据呢？”杨明一脸不屑，别人不可能活着出来，但方修可是能预知未来，提前预知到生路，活着出来不是轻而易举。马兴邦再度冷笑：“倘若预知未来是假的呢？”众人微微一愣：“假的？”哈哈，杨明大笑一声：“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方修的预知未来是我们所有人有目共睹的，如果没有他的预知未来，整个绿藤市没准都葬送在梦魇手里了，这你也能质疑？”众人纷纷朝马兴邦投去不信任的目光，觉得他在扯淡。因为方修早已无数次证明过自己能预知未来，现在有人说他不能预知未来，那解释他多次未卜先知是怎么回事？面对众人的质疑，马兴邦丝毫不慌。我之所以敢说他的预知未来是假的，自然有铁一般的证据。方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能力应该是伤害到别人可以让对方感受痛苦。此言一出，全场陷入了1秒钟的沉寂。1秒之后，杨明捧腹大笑的声音打破了场中的沉寂。哈哈，马顾问，你真是个人才，我服了。总部来的人都这么幽默吗？你就算是想陷害方修，编也要编得像一点啊！伤害到别人可以让对方感受痛苦。哈哈哈，这是什么沙雕能力？完全就是一句废话嘛！如果御灵师的能力有排名，这沙雕能力一定排倒数第一。亏你想得出来！照你这么说，人人都是御灵师，因为人人都有伤害到别人可以让对方感受痛苦的能力。就算是3岁小孩，咬人一口也能让别人感受到痛苦。方修，他感觉有被冒犯到。马兴邦没有反驳，而是随意的掏出了手机，随便找了一个群聊，然后开始发红包。他并没有掩饰，而是大大方方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发红包。见他如此操作，众人都愣住了。这边在聊证据呢，你往群里发红包。群聊中很快传来提示：感谢大佬的红包，感谢+1。干？怎么才1分钱？干+1。就在众人疑惑之际，马兴邦抢了自己的红包，金额显示 199.1， 而红包个数则是10个。杨明见到这一幕，直接愕然：卧槽，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马兴邦笑而不语，继续连发了5个红包，每一次他都抢了190以上，其他人要么是几分钱，要么是1块钱。渐渐的，众人脸上的神情逐渐惊疑不定。杨明更是脱口出道：难道你的能力也是幸运？这怎么可能？马兴邦摇了摇头：这不是幸运，这是好运。随后他的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众人瞬间一惊，当他再度出现时，已经出现在房间的另一头，整个过程只用了0点几秒。这次换白棋惊讶了：这是极速？马兴邦再度摇了摇头：这不是极速，而是急速，疾风的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白棋面色有些震惊，显然想到了什么。杨明则是大惊失色：你居然是双能力！马兴邦的笑容陡然一僵，直接扭过头不搭理杨明，而是对着方修等人道：我3阶之前的能力是复制，可以通过接触复制其他人的能力。什么？复制他人能力？众人瞬间大惊失色，他们一瞬间联想了很多，怪不得马兴邦一开始如此客气，逢人就握手，原来是在复制能力。复制能力啊，这未免太恐怖了。那岂不是说马兴邦一人就相当于无数位御灵师的结合体？方修顿时明白了一切，怪不得马兴邦说发现了自己的秘密。他刚刚握手时复制了自己的能力，结果却发现不是预知未来，而是痛苦。等等，不对，如果他真复制了自己的能力，那应该知道2阶强化之后的能力是吸收痛苦，而不是让别人感受痛苦。看来复制能力存在一定限制，复制而来的能力会比拥有者低一阶。
而且肯定存在数量限制，甚至时间限制，不可能有随意复制的能力。越强大的能力，限制便越大，条件也越苛刻。本来我的能力在总部也算是个秘密，但方修你拒不承认，那我只好暴露一下了。3阶之前，我的能力是复制，而3阶之后，我的复制能力觉醒成了抄袭。复制和抄袭有什么区别吗？杨明有些无语地问道。马兴邦傲然一笑，复制是一模一样，抄袭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创新，那能一概而论吗？众人顿感无语，怪不得他将幸运称为好运，极速称为极速，这尼玛完全是换个名字就当成自己的了。众人吐槽之际，方修却发现了抄袭能力的可怕之处，虽然听上去有些滑稽，但这能力却是实打实的变态。诚如马兴邦所言，复制终归是复制，撑死了和对方一模一样，但抄袭不同，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也可以称作强化，一旦抄袭的好了，说不准比被复制者的能力还要强大。我抄袭了你的东西，但发挥的还比你更好，这便是抄袭的可怕之处。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说方修的预知未来是假的？因为我复制到的能力根本不是预知未来，而是伤害到别人可以让对方感受痛苦。不过这个能力倒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垃圾，它至少可以将自身所受到的痛苦传递给别人，让别人感同身受。以我曾经所受到的苦难，倒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能力的作用。听闻此言，方修瞬间明白了，马兴邦只是单纯的复制了自己的能力，而非复制了自己的痛苦。也就是说，马兴邦施展痛苦能力，只能做到将他曾经受过的痛苦传递出去。方修，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吗？你明明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却谎称自己能预知未来，那你到底是如何活着从青山精神病院出来的？马兴邦冷冷地盯着方修，脸上带着胜券在握的自信。如果你们有人质疑我的能力，欢迎打电话到总部去核实，总部有我的档案。方修，你所有的神奇表现，包括立功，都是基于你能预知未来的基础上。可一旦预知未来是假的，那你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于你的神奇表现，我倒是有一套更好的解释。你之所以能从青山精神病院活着出来，是因为你是扑克牌组织的人。青山精神病院和你们脱不了干系。你这么做就是为了引起调查局的注意，从而加入调查局。听说你还提前打电话让杨明从黑桃 A 手中救了白棋，哼，这不用预知也能做到，因为暗杀就是你们一手策划的。至于梦魇事件更是如此，梦魇和你们是一伙的，你自然知道他的所有能力，包括鬼域中的各种信息，从而表现出先知先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总部的注意，从而混入总部，成为间谍，实现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方修，我说的是也不是？这番推论一出，众人看向方修的目光也开始惊疑不定，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方修的预知未来能力居然是假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方修一脸平静地看着众人，缓缓说道：痛苦确实是我的能力。听到方修承认，杨明等人顿时面色凝重起来，而马兴邦则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但方修的下一句却让马兴邦的笑容微微一顿。之一，方修，难道你是双能力？杨明有些不敢相信，他长这么大还从未见到，甚至听到过双能力的御灵师，这简直不可能，就好像一个人不可能拥有2个心灵一般。方修平静地点了点头，没错，预知未来和痛苦都是我的能力。此言一出，众人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就好像某些常识被打破了。一个御灵师不可能拥有2种不同的能力，这是常识。杨明在这时恍然大悟道，这就解释得通了。就算马顾问你说的那几次重大事件都有造假的可能，但方修当初刚来调查局的时候还预知许多小事，比如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接电话，甚至彩票号码。马顾问，你应该是搞错了，方修肯定是双能力。马兴邦讥讽一笑，太天真了，御灵师的能力千奇百怪，更何况方修背后还站着扑克牌组织，在他们的帮助下营造预知未来的假象太容易了。而且方修，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确实双能力者虽然罕见，但不是没有，甚至总部就有一个，他不是双能力，而是多能力。可我也复制过他的能力，跟你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我的感知中，你只有一个能力。这次压力再度给到方修这边，只听方修淡淡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的抄袭能力太垃圾了，无法抄袭预知未来？我的能力垃圾？马兴邦自从觉醒能力以来，任谁知道了后都是惊叹，今天居然有人说自己的能力垃圾，这简直难以置信。就好像有人说亿万富翁是穷鬼一般。确实有这种可能，预知未来的能力位格很高，马顾问你不能复制也在常理之中，更何况方修曾多次向我们证明过，如果一次是安排，还能次次是安排。依我看，这次事件就是一个乌龙，就到此为止吧。王德海打圆场道。比起马兴邦，王德海等人自然是更相信方修的，毕竟曾多次见证过奇迹。对，如果方修真是扑克牌组织的人，他何必费尽心思伪装成预知未来能力者？他们完全可以派一个拥有强力能力的人，一样可以引起调查局的重视。杨明难得智商在线的说道。马兴邦见众人都站在方修一边，脸色越发阴沉。杨明等人相信方修，是因为他们亲眼见证过，而马兴邦不相信，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双方站在不同的角度，所以得出了不同的答案。哼，就算我无法抄袭预知未来的能力，但是方修，你身上有诡异的气息，你如何解释？你瞒得过别人，却瞒不了我。我曾抄袭过一种嗅觉能力，能清晰地闻到一个人身上的诡异气息。扑克牌组织的人基本都移植过诡异器官，进行了半诡异化，所以他们身上全都带有诡异气息。这你怎么解释？马兴邦继续咄咄逼人道。众人这才明白，原来马兴邦针对方修，不仅是因为无法复制能力，还因为方修身上的诡异气息。看来你真是对我有很深的误会。方修一脸平静道。马兴邦冷笑，误会？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不知是什么样的误会，让你觉得我需要向你解释？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解释？
方修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了最嚣张的话。此言一出，众人顿时一愣，尤其是马兴邦，脸色越发阴沉，眼中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杨明暗地里给方竖了一个大拇指，他才不管马兴邦所谓的证据，他只知道是方修救了白旗，救了绿藤氏，其他的不重要。在杨明看来，如果当初方修没有勒索自己200灵币的话，那这人绝对是个好人，现在只能算半个。场面瞬间剑拔弩张起来。我是总部派来的顾问，我有权利让你做出合理的解释，如果你不解释，那我只能视为你默认。王德海赶忙打断道，马顾问，方修是我们绿藤氏的功臣，梦魇事件已经引发全球御灵师组织的关注，你要是在这时候怀疑一位功臣会在国际上造成不小的影响，我想上面也是不想看到这种事的发生。王德海不愧是局长，一番官话十分圆滑，不着声色地拿国际影响以及总部压人。马兴邦的脸色顿时有些阴沉不定，显然他很清楚这背后的影响，但他似乎并不想高高举起，最后轻轻落下。那他这位总部来的顾问岂不成了笑话？王局长，你说的不错，没有确凿的证据，我确实不能怀疑一位功臣，但是倘若有确凿的证据呢？马兴邦冷笑，不知你说的确凿证据是？王德海特地在确凿2个字上加了重音。我还拥有一种探查心灵的能力，之前与方修的对话就是心灵对话，只要方调查员配合，让我用探查心灵的能力稍加探查，我便能知道他究竟是不是间谍。探查心灵，众人没想到马兴邦如此多才多艺，短短一会功夫竟展露了如此多的能力。抛开这人怎么样不谈，抄袭的能力确实变态。凭借这种能力，不难想象马兴邦即使在高手如云的总部，也绝对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心灵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探查心灵这种事是个人都会抵触。马兴邦似乎看出了众人担忧，更是直言道，放心，方修是调查局的功臣，我自然不可能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情，你们都可以监督，如果发现我在探查中有任何不轨的举动，你们可以随时出手。方修，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倘若你还是拒绝，那我十分有理由怀疑你就是心虚，不敢接受检查。总部不会让一个身份不明的去参加培训，更不会给一个疑似间谍的人颁发奖励。这一番话说的可谓是软硬兼施，你不接受检查就是心虚，不接受检查总部也别去了，解决 S 级事件的奖励也别想要了，甚至还会被打成重点怀疑对象。面对马兴邦的咄咄逼人，杨明等人的脸色也不好看，但却无可奈何，对方借总部的事压人，且理由也冠冕堂皇。马兴邦直勾勾地盯着方修，方调查员，你不会连接受检查也不敢吧？他的心中在不断冷笑，呵呵，小子，和我斗，你还嫩点？你很会处理诡异事件吗？会处理诡异有个屁用，出来混是要靠背景的。我是总部下派的钦差，你拿什么忤逆我？场面一时间陷入沉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王德海等人也不太好帮腔了。方修的面色依旧平静，就仿佛被针对的不是他一般。其实他并不怕探查心灵，因为吞噬了梦魇的他，完全可以在心灵中编织出虚假的梦境，甚至记忆、情感等等。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马兴邦探查，也根本什么都查不到，甚至预知未来的能力也能向对方证明，无非是多死几次而已。但方修并不想这么做，因为他一生行事从不需要向他人解释。给你一个忠告，方修淡淡道，弱者的不依不饶，那就意味着他做好了死亡的准备。那么请问，你准备好了吗？马兴邦眼中杀意爆闪，方修，你知道威胁总部顾问是什么罪名吗？蓦地，方修笑了，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森寒笑意。如果你怀疑我，可以直接动手，而不是站在那里废话。这个世界从不需要证据，你能杀了我，那你的话就是证据；倘若不能，那就是放屁。砰！马兴邦猛地一拍桌子，神情暴怒，方修，你好大的胆子！他虽然暴怒，但始终没有出手。且不说杨明等人都心向方修，就单单说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功臣出手，这后果就不是他能承受的。出手可以，但绝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马兴邦享受着总部的权力之时，同时他也被其限制着。看着马兴邦的无能狂怒，方修显得有些意兴阑珊，连对我出手的勇气都没有吗？真是无趣。说完，方修摇了摇头，在众人的注视中缓缓离开了。从始至终，马兴邦都死死地瞪着他，一双拳头紧握，青筋暴起。可直到方修的背影消失不见，他终究没敢动手。马兴邦不敢动手，并不代表方修不敢。你今天敢怀疑我，那明天就敢杀我。所以为了自保，他只得先下手为强。离开调查局之后，方修转头就联系起了黑桃 AK。作为组织的大佬，黑桃 AK 早就十分识趣地给了联系方式。方修家中突然一道阴影笼罩，仿佛一道结界一般，将房间包裹其中。紧接着，黑桃 AK 的身影从阴影中显露，两人对着坐在沙发上的方修单膝跪地，十分恭敬。大人，您叫我等前来，不知有何吩咐？方修平静地看了两人一眼。调查局总部派来一位名叫马兴邦的顾问，他怀疑我是组织派出的间谍，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两人对视一眼，当即郑重道：属下明白，属下保证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去做事吧。是，大人。两人话音刚落，随即融入阴影之中，不见了身形。阴影也缓缓消散，仿佛一切从未发生。作为组织大佬，方修并不需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交给手底下的人去做就可以。安排好一切，他躺在床上就开始睡觉。说是睡觉，实则是在进入别人的梦乡。对于收集恐惧和痛苦这件事，他乐此不疲。绿藤市很大，白天睡觉的人虽然不多，但绝对有，比如网吧通宵、夜店蹦迪、开多人 party 等等之类的人。这些人昼夜颠倒，晚上不睡觉，都是白天休息。如果他不白天入梦的话，可能将永久的错过这批人。做人不能厚此薄彼，要一视同仁。就这样，时间整整过去3天，方修也整整在家里睡了3天。除了起来吃个饭、上厕所之外，他基本都躺在床上。老婆见他这种状态，也只得陪他躺着，
期待着方修什么时候能看看自己。她的要求并不高，甚至很卑微，希望自家老公能看自己一眼就好。夜晚，阴影再度将方修的家笼罩。黑桃 AK 出现之后，两人扑通两声跪倒在地，满脸愧疚。大人，那马兴邦整整3天从未离开过绿藤市调查局一步，属下无能，实在没有找到暗杀的机会。属下也不敢强闯调查局，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暴露了大人的身份，请大人责罚。废物！方修冷哼一声，随即他的黑发猛地变成银色长发，那银色长发犹如触手一般，伸出2根发丝，直接洞穿了黑桃 AK 两人的胸膛。黑桃 AK 虽然实力强大，但面对方修的惩戒，根本不敢有丝毫的抵抗。在他们想来，大佬要惩罚就任他惩罚，受点罪无所谓，但要是反抗了，忤逆了大佬，命都没了。看着袭来的银色发丝，其实两人心中还暗暗庆幸，大佬总归还是心疼自己人，就用如此弱的手段惩罚。为此，两人还特地解除防御，任由发丝刺入，生怕惹到大佬不高兴。可是，当银色发丝如利刃一般扎入胸膛之时，黑桃 AK 瞬间色变。啊！两人犹如触电一般，直接瘫倒在地，身体疯狂抽搐，口中不断发出非人的惨叫。要知道，这两位可都是接受过诡异化的人，身体早已异于常人，可仅仅被如针般的银色发丝扎入胸口，却疼痛到如此地步，简直不可思议。黑桃 AK 之所以如此疼，自然是因为方修动用了痛苦之力。自从他获得完美体质之后，发鬼算是完全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左右手一般，能够完美的传导灵性，自然用头发也能使出痛苦之力。方修并没有打算杀他们，毕竟这两人还有用，难得多了2位实力强大的下属，杀了多可惜。所以他只动用了一丝痛苦之力，小惩大戒。人性就是如此，你对他们越好，他们反而觉得你像假的，会怀疑你。但只要在他们心中留下深深的恐惧，这样以后就算时间长了，他们心中渐渐起了疑心，可只要一想起你，便是无边的恐惧扑面而来，根本不敢怀疑。本着这种原则，方修也仅仅惩戒了2人1小时而已。1人1小时，其实也没多大的痛苦，顶多相当于凌迟1000多刀罢了。惩戒完之后，黑桃 AK 简直像是丢了魂，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但即便如此，两人还是死死地保持身形，以头抢地，脸几乎都快贴在了地上，根本不敢看方修一眼。痛，实在是太痛了！大佬不愧是大佬，仅仅1根头发丝就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痛苦，一旦全力出手，真的难以想象会有多么强大。正在这时，叮铃铃，方修的手机突然响了，是苏可欣。方修挥了挥手，示意两人退下。黑桃 AK 瞬间大喜，连忙磕头谢恩，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方调查员，明天9点调查局集合，目标青山精神病院。电话被挂断，电话那头的苏可欣不满地嘟了嘟红润的小嘴，每次都是这样，跟个冰块一样，和我多说一字烫嘴啊。调查局中，马兴邦阴沉的脸色突然一怔，杀意消失了，暗中盯着我的人走了吗？马兴邦拥有一种名叫杀意感知的能力，这个能力虽然不能增强战斗力，但却十分实用，尤其面对暗杀，他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来自四周的杀意。这个能力曾经救过他一命，自此之后，哪怕复制抄袭的名额再宝贵，他却始终为这个能力留有一席之地。当日方修走后没多久，马兴邦便感知到了来自外界的杀意，当时他第一反应就是方修要杀自己，或者派人来杀。但仔细想想，不可能是方修，因为这样做太明显了。刚怀疑完方修，他转头就派人暗杀，如此操作，那岂不是等于告诉所有人，人是方修杀的？所以不是方修，应该另有其人。这让马兴邦微微疑惑，自己是第一次来绿藤市，在这里除了方修以外，并没有什么敌人，可为何会有人想暗杀呢？难道方修真的不是扑克牌组织的人？有人暗中刺杀我，就是为了嫁祸方修，让我以为他是扑克牌组织的人。一时间，马兴邦思绪万千。方修怎么也想不到，他随意安排的一次刺杀，反而隐隐为自己洗脱了一点嫌疑。其实他并没有想那么多，仅仅是单纯的看马兴邦不爽，想早点弄死他而已。至于事后被怀疑，杀人的是黑桃 AK， 和他有什么关系？只要行得正坐得端，根本不怕被查。反正他又不是扑克牌组织的人，有什么好怕的？就算是面对灵性测谎仪，他也敢这么说。次日，方修、杨明、白棋、马兴邦4人去了青山精神病院。马兴邦也不知在打什么主意，明明之前闹得很僵，但此时又跟没事人一样，对方修是间谍一事闭口不谈，反而继续要求探索青山精神病院。对此，方修并不在意，比起马兴邦，青山精神病院更让他在意。这里面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世界的真相，院长的礼物，人造诡异，以及为何选中杨明。上一次他实力太弱，根本不足以支撑探索青山精神病院，可如今几个月过去了，他早已今非昔比。由普通人一跃成为2阶御灵师，且融合多位诡异力量，底牌无数，就算是面对3阶御灵师也丝毫不惧。这次来探索青山精神病院的只有他们4人，赵浩等人皆没有参与，因为这把高端局面对能诞生 S 级诡异的鬼域，其他人进入其中完全就是拖后腿。其实王德海本不打算让方修前来冒险，但方修一句我已经看到未来，还有马兴邦的我有万能钥匙，这2句话直接给他堵死了。最终无奈只得同意。进入青山精神病院鬼域之后，一切听我指挥，如果有人抗命，我会在诡异之前杀了他。方修平静道。马兴邦面无表情，他知道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面对方修直接夺取指挥权，他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眼底有暗流涌动，显然在计划着什么。杨明见气氛有些僵硬，哈哈一笑，修哥，你能预知未来，当然一切以你马首是瞻了，走吧走吧。方修点了点头，随即朝青山精神病院范围走去，其他人紧跟其后。马兴邦走在队伍末尾，深深地看了方修的背影一眼，随即又看向四周，杀意感知没有被触发，看来四周没有埋伏吗？
还是说真正的杀机在青山精神病院之中？不过我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件东西只能是我的。很快，众人全部走进青山精神病院鬼域的笼罩范围，而就在刚刚踏入其中时，众人顿感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场景不断变化。当他们回过神来，却发现早已进入青山精神病院内部，出现在一处阴森黑暗的走廊之中。面对这种情况，来自总部的马星帮似乎很有经验，这里的鬼域很强，已经达到了扭曲空间的地步，这会给探索增加不少难度。方修默默打量四周，看着眼前那魂牵梦绕的环境，他尘封已久的内心开始缓缓颤动。这次前来青山精神病院鬼域似乎发生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鬼域更强了，走廊也更加黑暗阴森了。仅仅站在这里，众人便能感觉到心灵的悸动，就仿佛隐隐要心灵失控一般。杨明有些骇然道：“这里的诡异气息浓度太高了，这才刚刚进入，心灵中便有一种被入侵的感觉。修哥，你之前就是从这么恐怖的地方活着出来的？”方修摇了摇头，之前这里的诡异气息浓度还没有如此之高，应该是封印越发薄弱，道：“不少诡异出来，所以浓度升高。”杨明咽了咽口水，据杨坤鹏说，上次他看见了3只游荡的诡异，也就是说，咱们目前至少要面对3只诡异，不止。一直沉默不语的白旗突然凝重道：“诡异的气息太强烈了，恐怕仅仅3只不足以释放出如此多的诡异气息，毕竟时间过去这么久，封印肯定会越发薄弱，甚至已经出来的诡异会攻击其他房间的封印也说不定。”白旗刚刚说完，却见杨明正歪着脑袋看着自己，他顿时脸色一黑：“你看我做什么？你真的是小白吗？是不是诡异假扮的？还是像上次一样被诡异控制了？真正的小白可不会一次性说这么多话，你一定有问题。”白旗一听，气得差点暴走：“你还敢提上次？”正在这时，走廊深处突然传来拍皮球的声音，砰砰砰！什么声音？听着走廊深处的砰砰声，众人顿时凝重起来。其实放在平时，杨明等人都是3阶御灵师，寻常小场面根本内心中不会有丝毫波澜。可现在不同，青山精神病院鬼域连 S 级诡异都出过，任谁都清楚这里是的危险程度。别说3阶了，搞不好4阶来了都得交代在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值得12万分的注意。好像有人在拍篮球，不对，不是篮球，这声音很沉重，像是某种硬物。就在众人还在猜测声音的来源之时，方修已经朝走廊深处走去。别的御灵师探索鬼域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他不同，他什么也不用多想，无脑莽就可以了。杨明白其见方修行动了，没有丝毫犹豫，紧跟在方修身后走去。他们很清楚，跟着一位能预知未来的御灵师，基本不会碰到什么危险。队伍最后的马星帮也缓缓跟上，目光闪烁，不知在想些什么。等方修走到走廊深处之后，终于看到了声音的来源。只见黑暗中隐约看见一个不规则的球状物体正在一弹一弹的，就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在打篮球。当众人等人走近一看，瞬间倒吸一口凉气，那球体赫然是一个人头，没有脖梗，完全的一颗头颅，模样是一位长相阴柔的年轻男子，十分撒欢的在那里一蹦一蹦。这颗人头直勾勾的盯着众人，嘴角的笑容不断放大，嘻嘻嘻嘻。砰！人头的话还未说完，方修一个大脚已经将其踢飞，巨大的力道踢在人脸之上，直接让其扭曲变形。人头砰的一声撞在远处的走廊天花板上，随即弹射到地面，再弹射到墙壁，然后再弹射，直至消失不见。继续前进。做完这一切的方修默默收回了右腿，自顾地朝前走去。众人，杨明白旗还算好点，至少对方修比较熟悉。马星帮可算是被狠狠震惊了一把，他去过不少鬼域，何时见到过如此勇猛的做法？就不怕触发诡异的杀人规律吗？你知道这人头是什么吗？你就一脚踢飞？你以为是踢足球呢？按照马星帮丰富的经验，应该先拉开距离观察，以免触发杀人规律，等待人头的下一步举动，或者远程攻击试探，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与诡异有任何肢体接触。这不仅是他的经验，更是总部一直以来推广的经验，是无数御灵师用命总结出来的。可现在方修却直接上脚了，这是他属实没想到的。最关键的是，那人头被踢走之后，确实什么也没发生。难道这小子真能预知未来？是我的抄袭能力太菜，无法抄袭？一行人在阴森的走廊中继续前行，很快走到了尽头。尽头处是一处向上攀登的楼梯，光线昏暗，能见度不高。而就在众人想要上楼之时，骤然间，咚咚咚，咚咚咚，楼梯之上的黑暗中竟响起密密麻麻的拍皮球的声音，声音十分沉闷，与之前的人头皮球如出一辙。众人瞬间色变，难道？嘻嘻嘻嘻，嘻嘻嘻嘻，令人毛骨悚然的嬉笑声从楼梯间响起。虽然没看到里面的景象，但众人已经不难想象，楼梯中正有无数人头皮球嬉笑着蹦来。紧接着，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响起，这是水声？怎么会有水声？是不是自来水管道漏了？杨明猜测道。闭嘴！白旗对他怒目而视。水声越来越近，众人终于看清了，那根本不是水，而是猩红的鲜血，鲜血浓稠的犹如巧克力酱，而楼梯则是蛋糕，就好像有人将巧克力酱浇在蛋糕上一般。鲜血不断的从楼梯上蔓延，飞速下流，染红了一层又一层的台阶，让台阶变得嫣红而诡异。而随着鲜血的蔓延，咚咚咚声越来越近。下一刻，令人恐惧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之前被方修踢走的人头皮球，竟然好似被复制了无数遍，密密麻麻数百只一模一样的人头皮球，像是小孩下楼梯一般，一蹦一蹦的蜂拥而至。无数一模一样的人脸嬉笑着，并直勾勾地盯着众人。面对这诡异的一幕，几人皆是艺高人胆大，不仅没有退避，反而迎着人头皮球冲了上去。白旗速度最快，他首当其冲，拔出腰间暗金色短刀，瞬间出手。他出手的一瞬间，整条手臂直接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速度已然快到了极致。唰！一道刀芒闪过，
冲在最前面的一排人头皮球直接被砍成2半。白起眼中闪过一抹诧异，这么弱？他显然没想到，看上去很诡异的人头皮球居然如此不堪一击。虽然数量不少，但就跟切豆腐一样，无非是多费点功夫罢了。这个念头刚刚升起，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些被砍成2半的人头皮球竟然微微一颤，断裂处涌起无数肉瘤，肉瘤翻腾，仅仅片刻，2半的人头皮球便化为了2个完整的人头。被砍成2段，能自我分裂？那100段呢？白起眼中闪过一抹寒光，手中的短刀翻飞，不断1秒的时间，足足斩出上百刀，直接将一只人头皮球剁成了上百块小碎肉。然后这上百块小碎肉如蛆虫一般蠕动，眨眼间长成了数百个人头皮球。什么？众人顿时大惊失色，他能无限分裂？不要再用刀了。白起沉声道，脸色十分难看。他没想到自己的举动不仅没有成功杀死人头皮球，反而让他激增数百个。这玩意打不死啊！早知道就带上沈凌雪了，让他用火焰将人头烧成灰烬，看看他们还怎么分裂。杨明有些懊恼，面对这种诡异，他确实没什么好办法，因为他的能力算是个被动，一般的战斗他都是用刀砍。可以说人头皮球天克白起、杨明，因为这2人都是用刀，基本没有什么大范围杀伤手段。正在这时，马兴邦却站了出来，脸上带着轻蔑的冷笑，扫了众人一眼，都退后。分部的人终究是分部，这种小场面就束手无策了。他一跃而出，直面上千汹涌而来的人头皮球，他们一个个长着大嘴，似乎要将马兴邦活活咬死。可就在人头皮球即将近身的那一刻，马兴邦冷笑一声，随即伸出右手，对着空气狠狠一握。轰！令人极度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些人头皮球仿佛遭受到某种无形的重压一般，一个个犹如炮仗一般，纷纷被挤扁压爆，化成一滩滩肉泥。一击秒杀上千人头皮球。杨明和白起2人不由瞳孔收缩，谁也没看出马兴邦用的是什么手段，但效果却是出奇的强。这就是总部的人吗？走吧。马兴邦淡淡道，他并没有回头，只留给众人一个高深的背影，随即踩着肉泥踏上台阶。可就在这时，惊变突生，咕噜咕噜，只见铺满每一层楼梯的血水肉泥中，竟咕噜咕噜地冒起了泡泡。紧接着，无数肉瘤一般的球体从肉泥中翻涌而出，化作一个又一个的人头皮球。什么？马兴邦瞬间大惊失色，连忙从楼梯上飞速向下跑。他脚下一个个肉瘤从肉泥中涌起，气泡翻涌，血水飞溅，溅了他一裤腿。上去时有多么从容，下来时就有多么狼狈。不过此时并没有人在意马兴邦，全都骇然地看着满楼梯的肉泥。无数人头皮球从肉泥中生长出来，很快便铺满整个楼梯，密密麻麻，人头堆着人头。他们似乎无穷无尽，几乎要挤满整个楼梯间，仿佛要挤炸一般。很显然，由于马兴邦的举动，让人头气球再度分裂，增值了数倍，看看数量，可能已经达到了破万的地步。本就狭窄逼仄的走廊和楼梯间，大部分空间几乎全部被人头占领，场景一时间惊悚到了极点。马兴邦的脸色已经难看到极点，一是因为刚想装一波，结果被秒打脸；二则是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精神病院居然如此恐怖，这才刚刚进入，居然连第一关都没闯过，一上来就吃瘪。马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我去抄袭几个克制人头皮球的能力再回来。快去找门，这鬼东西太邪性，根本打不得，越打越多。先，马兴邦刚要吩咐众人去找门逃跑，结果却被一道平静的声音打断：“真是废物！”正是方修。马兴邦勃然大怒：“方修，你说什么？你要是想死就留在这里，没人拦着你。”“是啊，修哥，不行咱们就先撤吧，下次叫上沈凌雪一起，我就不信烧成灰之后他们还能分裂增值。”杨明也劝道。马兴邦却冷冷一笑：“方修，看你的样子应该是胸有成竹，那你就留下对付他们吧。待会我用黄金钥匙离开时，可别舔着脸跟。”他的话还未说完，下一秒整个人直接呆愣在原地。只见方修的黑色短发瞬间化作瀑布般的银色长发，那银发无视地心引力一般漂浮而起，分成数万道钢针一般的发丝，朝着人头皮球狠狠刺去，犹如穿刺糖葫芦一般，每一缕发丝之上都穿着10几只人头。人头被穿刺之后，眉心直接浮现出一个细小的血洞，而且内部组织则是被银色发丝瞬间绞碎。当穿好人头之后，那些银色发丝猛地收拢，直接拽着无数人头皮球向身后甩去。那些人头皮球全部被甩入众人的身后的走廊之中。神奇的是，那些被头发贯穿甩入走廊的人头皮球竟一个个没了声息，不再分裂增值，也不拍皮球了，也不嬉笑了，仿佛全死了。仅仅一击，方修便清空了上万人头皮球，甚至他都没有出手，只是用的头发。人头皮球再多，也没他的头发多。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被方修杀死的人头皮球并没有如之前一般分裂增值。这怎么可能？马兴邦满眼的不可置信之色。为什么你杀死他们，他们不会分裂？方修并没有理会他，只是平静地走上楼梯，留给众人一个背影。走吧。从头到尾他也没有解释，闲庭信步般的上了楼。牛逼！杨明兴奋地大叫一声，紧跟着就上了楼。白起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眼中难掩震惊之色，也跟了上去。只剩下马兴邦脸色阴沉不定，对于方修的无视，心中已经恨到了极点。他强压下心中的怒火，缓缓踏上楼梯。可就在他刚走一步，方修突然停下脚步，淡淡道：“对了，马顾问，你刚刚说什么？”马兴邦的脸色当即变得一阵青一阵白，他没有回话。马顾问，你刚刚说要用黄金钥匙离开了是吧？那现在我要继续探索，你应该不会舔着脸跟上来吧？你……马兴邦差点气炸，方修的话侮辱性不强，但问题是，这是他刚刚说过的话，现在被人原封不动的还回来，脸被打得生疼。最关键的是，他还不得不跟上去，那件东西就在精神病院，好不容易组建了一支强力的队伍，要是现在离开，万一东西落到他人手里，
岂不是亏死？最终，马兴邦还是舔着脸跟了上去。众人行走在楼梯上，杨明不时地抓耳挠腮，好像身上有虱子一般。随后他拿出了一根烟，递到了方修面前。修哥，抽烟不？方修平静地扫了他一眼，淡淡道：想问什么就问吧。杨明顿时嘿嘿一笑，修哥不愧是修哥，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好奇，单纯的好奇，为什么你杀死那些人头皮球，他们就直接死了，不会分裂增值，而我们杀死却不行呢？一问到这个问题，白棋和马兴邦虽然表面不在意，但耳朵却都竖了起来。白棋是话少面瘫，他哪怕心中再好奇，也不可能问。而马兴邦就更不用说了，都已经舔着脸跟上来了，哪里有那么多脸还问呢？所以杨明算是问出了两人的心声，他们也好奇。方修并没有卖关子，而是平静道：原因很简单，关键就在于血液。血液？杨明听得满头雾水。修哥，你说清楚点，血液怎么了？你们应该都注意到楼梯上的血液了吧？那楼梯上的血液有什么问题吗？血液是人头无限增值的关键，你们杀死他，他沾到台阶上的血液就会分裂增值，而随着他们死去，台阶上的血液也会越来越多，往复循环。杨明瞬间恍然大悟，怪不得你用头发将他们全都扔到走廊，只要让人头无法接触到台阶上的血液，他们就完蛋了。方修轻嗯一声，众人谁也没有想到，原来如此难缠，怎么也杀不死的人头皮球，居然解决起来如此简单。修哥牛啊，这办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已看到未来。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落在马兴邦的耳中，却仿佛一道惊雷。该死，难道他真能预知未来？不，绝不可能。如果真能预知未来，为什么我无法抄袭？这世上不可能有我无法抄袭的能力。难道？黑暗中，马兴邦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他已经猜到了方修预知未来的秘密。很快，众人来到了2楼。此时众人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上楼，还是去2楼探索。不过，还没等众人选择，方修便直接去了2楼。他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探索整个青山精神病院的秘密，自然不会放过每一个楼层。对于方修的选择，没有人有异议，所有人都只会以为方修又看到了未来，所以才会选择2楼。经历了人头皮球事件，众人一路走起来越发小心。事实已经证明了青山精神病院的恐怖之处，由不得众人不谨慎。2楼的布局基本与1楼相同，入眼是长长的走廊，只不过唯一不同的是，走廊的两侧有着一个个小房间，房间上写着门牌号1041亿0920万01311。看到这些门牌号时，方修顿时眉头一皱。他来过这里，第一次看到青山精神病院时，他在现实看到过，但是现在地形已经完全混乱，封印薄弱，让树枝诡异出逃，引起了诡异的扭曲。本该在1楼的病房出现在2楼，甚至这2楼还有3开头的病房，这也就意味着之前的地形优势被大大削弱了。第一次从青山精神病院逃出，有一部分原因是地形优势，因为方修提前了解过部分地形，知道安全出口在哪。但这次不同了，地形全乱了。这病房也太奇怪了吧！1开头的应该是1楼吧，2开头的是2楼，这怎么1、2、3全混在一起了？杨明也发现了盲点，诡异，这些房间中关着不少诡异。马兴邦突然脸色十分难看到，与此同时，他的鼻子不断抽动，显然是闻到了诡异的气息。杨明顿时吓了一跳，你可别吓唬人昂，这里至少10间房，照你意思，岂不是这层楼有10多只诡异？没有那么多，我嗅到了大概5只诡异的气息。5只啊！杨明稍稍松了一口气。白棋看他的样子，实在忍不住骂道：白痴，是房间里有5只，那就意味着其他的都跑出来了。什么？哪个房间是空的？哪个房间有诡异？马顾问，你嗅得出来吗？马兴邦凝重地摇了摇头，诡异的距离太近了，气息混杂在一起，无法判断具体位置。砰！方修已经一脚踹开了一个房间的门。方修，你干什么？马兴邦瞬间惊怒交加，众人也是被吓了一跳，死死地盯着被踹开的门，生怕里面窜出什么恐怖的诡异。然而方修已经走入其中，众人一愣，谁也没想到方修的胆子如此之大。不过很快反应过来，恐怕是他又预知到了。预知能力可以如此随意的使用吗？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马兴邦目光闪烁，越发肯定自己心中的猜测。众人跟随方修进入其中，发现里面果然没有诡异。这里不是病房，更像是一个医生的诊室，有挂着白大褂的衣架，有办公桌，桌上还散落着听诊器，还有一些被血迹染红的病历报告。其实方修并没有预知到这里没有诡异，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这里的诡异早就死了。因为这间房间的主人是女医师，就是那位腿特长的女医师，也是帮助方修第一次点亮灵性的诡异。如果没有多次摸女医师大腿，那么方修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普通人。不过女医师已经死了，被杨坤鹏他们的小队所杀死，这也就导致方修无法好好的报答对方的恩情，略微有些遗憾。但现在不是遗憾的时候，方修径直地走向办公桌，拿起了上面染血的报告。当初他透过现世看精神病院之时，就在女医师办公室看到了这些报告，但是因为身体无法碰触，报告被重叠在一起，导致获取的信息有限。现在他终于可以看看报告之上到底写的什么了。报告第一页，血迹斑斑，和方修之前在现实看到的一样。128实验体，血迹覆盖，转化诡异程度 21.64%， 转化失败。他直接翻过第一页，朝后面看去，只是可惜后面的纸张也被血迹渗透，仅仅能看清一部分。219实验体，清两，注射轻轨提取物，配合吃锌，血迹覆盖，转化诡异程度 34.87%， 转化失败。移植腐鬼皮肉，焚尸炉焚烧，血肉融合，转化诡异程度。方修一页一页翻去，看到了不少触目惊心的实验记录，里面的名词他大部分听都没听过，不是诡异器官，就是尸油、活祭等等恐怖的东西。杨明等人也是看得不断倒吸凉气，这精神病院竟然在拿活人转化诡异，
该死的，他们简直丧心病狂，还嫌这世上的诡异不够多吗？杨明又惊又怒，只感觉胸腔中似乎有一团火在燃烧。马兴邦则是越看双眼越亮，不会错的，不会错的，那东西一定就在这里。方修越翻越快，直到翻到最后一页，他手掌一顿，只见最后一页上写着104号实验体，无面，年龄13，性别女，原初提取物，潜力 S 级，转化成功。看到这行字，方修瞬间想到了精神病院中的那个无面小女孩，名称、年龄、性别，甚至实验编号都对上了。小女孩的病房就是104，潜力 S 级。杨明倒吸一口凉气，这精神病院到底是何方神圣啊？这就又蹦出一只 S 级诡异。众人震惊于 S 级之时，马兴邦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原初提取物这几个字。原初提取物，方修眼底闪过一抹异色，他并不知道原初提取物是什么，但看得出来马兴邦似乎十分重视这东西。虽然对方隐藏得很好，但是历经多次死亡的方修对于视线实在太过敏感了。马兴邦的异常根本瞒不过他的眼睛。正在众人被报告震惊之际，突然身后传来一道小女孩的声音：“可以把你们的脸借给我吗？”瞬间，众人只感觉一股刺骨的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什么时候，3位3阶御灵师居然被人悄无声息地摸到身后，简直不可思议。众人瞬间回头，只见一个小女孩俏生生地站在门口，最重要的是她没有脸。104号实验体 S 级诡异无面。众人一下子僵在了原地，全都死死地盯着小女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面对 S 级诡异，再怎么谨慎也不为过。其实他们很想拉开距离，但是门口被小女孩给堵住了，根本无法离开。就在双方僵持之时，小女孩转动头颅，无面的脸孔看向白棋。明明没有五官，但白棋却感觉像是被什么恐怖的存在给盯上了一般，浑身骤然一紧，右手紧紧地握住腰间的短刀。不过他并没有率先出手，之前人头皮球的教训还历历在目。面对诡异，先下手为强并不是太管用，尤其是面对 S 级诡异。哥哥，你的脸真漂亮，把它送给我吧。小女孩明明没有嘴，却发出了甜美的声音。白棋顿时一愣，这还是他头一次被一只鬼夸赞漂亮。还没等他回答，小女孩已经伸出了手。众人瞬间精神紧绷，死死地盯着小女孩的手。小女孩距离众人还有2米的距离，以她的小短手，自然怎么也不可能够到白棋。可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白棋突然感觉脖颈处有些发痒，低头一看，瞬间汗毛倒竖，只见一只小女孩的手臂从脖颈处长了出来。白棋没有丝毫犹豫，急速能力当即发动，持短刀的右手化作一道残影，狠狠朝脖颈处的手臂斩去。唰！暗金色的刀刃竟直接从手臂上划了过去，像是斩在了空气上。幻觉！正当白棋如此以为时，小女孩的手已经摸在她的脸上，冰冷的触感传来，不是幻觉。下一秒，还没等她反应，瞬间眼前一黑，呼吸一滞，四周的一切变得无比安静，就好像脸上被人糊上了一层厚厚的白布，还是进了水的。一切听觉、视觉，甚至呼吸都被掩盖。白棋开始挣扎，她拼了命的用手想要撕掉脸上的白布，可无论怎么找，根本找不到白布在哪。而在其他人的眼里，小女孩的手在碰触到白棋脸的刹那，白棋的脸就被夺走了，像是一张人皮面具一般被握在手中。获得脸的同时，白棋脖颈上的手臂也消失了，而白棋的脸也出现在对方的手中。小女孩开心地将白棋的脸戴在了自己的脸上。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白棋成了无面人，而小女孩则顶着白棋的脸，十分不协调且怪诞。众人大惊失色，没想到小女孩的手段居然如此邪门，一出手便夺走了白棋的脸。杨明又惊又怒，闪电般拔出腰间短刀，狠狠砍向小女孩。唰！一刀下去，小女孩直接被砍成2半。可紧接着，那2半的身躯却缓缓化作虚影，而小女孩的身影再度出现在房间的另一边。残影，她的速度快到产生了残影。该死，这是白棋的能力！马兴邦惊道。显然，小女孩抢走谁的脸，便可以夺走谁的能力。这手段可是比马兴邦要厉害多了，因为他抄袭而来的能力会比原主人低一级。比如抄袭杨明的天命，获得就是2阶的幸运，也叫好运。但是小女孩却并没有这种限制，她是直接获得别人100%的能力。她快憋死了！方修突然提醒道。众人赶紧朝白棋看去，只见他脖颈处青筋暴起，双手胡乱地抓着自己的脸，无法呼吸。见状，杨明只得放弃攻击小女孩，拿起刀对准白棋。唰！刀光闪过，白棋脸部曾经是嘴的部位被捅了一个洞，鲜血当即涌出，伴随着的还有白棋急促的喘息声。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棋惊怒的声音响起，他竟还可以说话，脸部被捅出的洞口隐约可以看见里面的舌头。你的脸被夺走了，现在你失去了5官。杨明解释道。没用的，他听不见。方修指了指白棋的耳朵部位。杨明顿时会意，又拿着刀在白棋耳朵部位捅了2个洞，血流如注。随着2个洞的出现，白棋能听到声音了。小白，你的脸被夺走了，现在你失去了5官。白棋不愧是3阶御灵师，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他强自冷静下来，竟自己拿出短刀朝眼睛部位划去。随着眼部出现2道口子，白棋恢复了视野，很快便看到了顶着自己脸的小女孩。她此时的状态十分怪异，五官处各开了1道口子，恢复了感知。眼睛部位的伤口中隐约可见2颗满是血丝的眼球，那眼球似乎在拼了命的往外挤，可却被脸皮死死的限制，根本无法出来，以至于白棋视线受阻，只能通过2条缝看人。恢复感知的第一时间，白棋直接朝小女孩冲去，她要夺回自己的脸。可就在冲出去的刹那，白棋猛地发现曾经自己引以为傲的速度居然消失了。虽然现在的速度依旧远超普通人，但是那完全是靠着3阶御灵师的身体素质，而非极速。极速消失了。
我的能力被夺走了。什么？被他抢走脸，连能力都会跟着被抢走？众人大惊，见小女孩如临大敌。为了防止小女孩再次出手，杨明直接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绣花鞋出现在脚上，速度瞬间飙升。可即便如此，穿上绣花鞋的杨明依旧比小女孩慢上一丝，无论他如何努力挥砍，却总是差一丝才能砍到小女孩。白起也想上前帮忙，可是失去3阶极速的他根本无法插手这场战斗。这时马兴邦也不再隐藏实力，面对一个 S 级诡异还隐藏实力，实在是一种可笑的行为。尤其这 S 级诡异拥有夺走他人能力的手段，必须抓紧时间解决，不然一旦被他夺取更多的能力，那下场就是团灭。闪开！马兴邦大吼一声，随即猛地朝小女孩伸出右手，他的左手则是死死握在右手手腕。杨明闻言立刻闪身，轰！瞬间一股无形的压力从马兴邦手中扩散而出，就仿佛时间放缓一般，小女孩被这股压力笼罩，身形顿时迟缓起来。与此同时，小女孩脚下的地面竟发出不堪负重的声音，开始破碎，就好像站在上面的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一头大象。重力！方修眼神闪烁，已然看穿了马兴邦动用的这个能力正是重力。之前一击捏爆上千人头皮球也是用的这一招，利用重力将其活活压爆。不过小女孩的实力显然不是重力能压制的，庞大且无形的重力压在她的身上，仅仅是让她的动作迟缓下来。但这对于杨明来说已经足够了，这种程度他已经完全可以跟上小女孩的速度。脚下的绣花鞋爆发出诡异的红光，杨明速度激增，狠狠地朝小女孩砍去。受重力的压制，速度大减的小女孩根本无法躲避杨明的这一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胸膛被狠狠划破。啊！一道痛呼声响起，只不过这声音并不是小女孩发出的，而是来自杨明背后，正是白起。只见白起的胸口处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条从左肩到右腹贯穿式的巨大伤口，鲜血瞬间喷涌，他因剧痛也不由得半跪在地，脸色苍白的用短刀支撑自己的身体。见到这一幕，杨明目眦欲裂，不可置信的看向小女孩，却见对方身上的伤口早已缓缓愈合，毫发无伤。瞬间他便全都明白了，原来被夺走了脸之后，不只失去了能力，就连生命也与小女孩产生了关联。现在砍顶着白起脸的小女孩，就等于砍白起，约等于小女孩多了一条命。白起没死之前，看样子无法伤害到小女孩，这还怎么打？每夺取一张脸，就多拥有一个能力，且多一条命。如此恐怖无解的能力，这就是 S 级吗？此时的杨明越发明白了 S 级的含义。S 级是不加以限制就能毁灭一个国家的存在，现在看来正是如此。S 级的梦魇，无限吞噬恐惧，将所有人拉入梦境，恐惧的人越多，他越强，如同滚雪球一般。S 级的无面，多一张脸就多一条命，且能夺取御灵师的能力，一旦放任成长，早晚会成长为一个拥有无数能力且杀不死的怪物。每一个 S 级诡异或许能力不同，强弱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同样的恐怖。快杀了他！我支撑不了太久。马兴邦对着杨明怒吼，但杨明却犹豫了，自己一刀下去，小女孩死不死他不知道，但是白起肯定会死。马兴邦见杨明犹豫，气得破口大骂：你他妈快点动手！你杀了他，顶多白起会死，但你不杀他，我们都要死。听到这，杨明瞬间身躯一震，手中短刀紧握，然后指向了马兴邦：你他妈再敢废一句话，老子先宰了你！你！马兴邦气得肺都快炸了，他脸上青筋暴起，显然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毕竟是 S 级诡异，哪怕没有离开过青山精神病院，还未大肆夺取人脸，彻底成长起来，但 S 终究是 S。 而就在这时，一旁半跪在地的白起却勉强站了起来，他拖着重伤的身体一步步朝小女孩走去，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个血脚印。杨明猛地脸色一变：小白你想干什么？让开！白起犹如重伤的独狼一般冷冷道：不让。杨明太了解白起了，自然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他知道自己下不了手，所以要亲自杀了小女孩，这就跟自杀无异。白起想杀让杨明活下去，但杨明想让白起活下去。按照电视剧的情节，此情此景必然要上演一段激情燃烧、感人肺腑的片段。然而现实不是电视剧，反派不会那么有耐心的看主角演完兄弟情深的戏码。只见小女孩缓慢的朝众人伸出了手，下一刻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马兴邦、方修的身上同时长出一条纤细的手臂，手臂如蛇般朝各自的脸庞摸去。马兴邦大惊失色，重力当场解除，转而疯狂攻击自己身上的手臂。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手臂好似不存在一般，无视任何攻击。方修平静地看着自己胸前长出的手臂，手术刀化作一道银光朝手臂扎去，其中蕴含着他的痛苦之力，但结果并无什么不同。手术刀好似砍中了空气，无法被攻击吗？方修默默想到，小女孩的攻击方式似乎是抬手，当她对着人伸出手时，人的身体内就会真的伸出一只手，这只手无法被攻击，只能等着被夺取脸庞。如此说来，想要对付小女孩，那就绝对不能让她抬手，抬手无解。下一秒，冰冷的触感传来，像是一只死人的手在触摸脸庞。当冰冷之感升起的瞬间，方修和马兴邦同时陷入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亮，也没有一点声音，好似被人捂住了眼睛、口鼻。随着时间的推移，窒息感缓缓涌上心头。与此同时，方修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痛苦之力消失，被小女孩夺走了。不过失去的仅有痛苦之力，其他能力还在，比如血瞳，比如发鬼，还有梦魇。看来 S 级无面并不是夺取所有能力，仅能夺取御灵师本身的能力。像方修这种除了自身能力以外还拥有强大战力的存在，受无面的影响比较小。马兴邦也并未失去全部能力，他仅仅失去了抄袭能力，但之前抄袭下来的能力还在。只有白起比较可怜，虽然实力很强，
但能力单一，一旦失去能力，完全就废了。唰！方修直接用手术刀划开了自己嘴部的皮肤以及眼睛、耳朵。虽然还是无面的状态，但他重新恢复了视觉听觉。有白棋的经验在前，马兴邦也如法炮制，同样在自己脸上动刀，恢复了视觉听觉。当两人看清场中之时，赫然发现，明明距离小女孩最近的杨明却没有被夺走脸，那张粗犷且满是胡茬的脸还好好的在自己身上，而小女孩此时则是挂着一张平静到面无表情的脸，正是方修的脸。方修心中微动，难道和距离有关？杨明靠得近，所以没有被夺取脸，还是说这是天命的能力？被夺走的白棋和马兴邦的脸又去哪了？就连杨明自己都很诧异，他看着三个无脸男，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脸，为什么我的脸没有被夺取？小女孩直接给出了答案，你太丑了。杨明，他愣了片刻，随即勃然大怒，我丑？我特么标准的硬汉形象，不就是早起忘记刮胡子了吗？你懂不懂欣赏？杨明倒不能算是丑，浓眉大眼，方脸阔鼻，不修边幅的胡茬挂在眼角的眼屎，画风偏潦草粗犷，只能算是不俊，但绝谈不上丑。不过要是比较来看，四人中确实杨明倒数第一，就连人到中年的马兴邦也是一身得体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有着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方修怎么也没想到，杨明居然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被夺取的脸。丑，或许表层原因是丑，但本质上应该还是天命的趋吉避凶在发挥作用。也许杨明忘记刮胡子就是受到了天命的影响。不过这也给了方修提示，他想到了应对无面的办法。这一局已经快要陷入死局，三人失去能力，事到如今唯有重开。但方修还打算再观察一会，或许还能发现无面的更多秘密。你们没脸借给我了吗？小女孩顶着方修的脸，微微歪头卖萌地说道。随后她身形一闪，消失在房间中，只留下杨明和三位无面人。白棋虚弱喘息，马兴邦气急败坏，方修平静思考。看来无面并不热衷于杀戮，他只要脸。杨明则是还在骂，怎么就没脸了？我这不是脸还是屁股？你给我闭嘴！马兴邦犹如暴怒的狮子一般，脸皮下一双满是血丝的眼凶狠地盯着杨明。要是你早点动手，我就不会丢脸。噗嗤！听到丢脸两个字，杨明一个没忍住，不小心笑出声来，给马兴邦气的简直快要爆炸。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马顾问，稍安勿躁，要不咱们先用黄金钥匙离开，回去休整一下。小白现在需要治疗，正好这就有门。回去！马兴邦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我的脸怎么办？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方修实在懒得听他们争吵，直接拿出了手术刀。方修，你要干什么？马兴邦此时的精神状态似乎有些不太稳定，见方修拿出手术刀，便如死死地盯住他。方修并没有理会马兴邦，而是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将手术刀狠狠地插进自己的额头。女医师办公室内，众人正在四处打量这间办公室，很快就发现了办公桌上染血的报告。这里有病例报告。杨明眼前一亮，快步上前，拿起报告就开始翻看。马兴邦赶忙走了过去，也开始查看。方修没有动，因为他上次已经看过了。不用看了，上面记录的都是一些人类转化诡异的实验，建议你们直接看最后一页，因为上面记录的诡异马上就会出现。众人闻言顿时大惊。只听方修又道，无面是由原初提取物转化而成的诡异，潜力 S 级，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说完，方修便暗中观察马兴邦的神情。马兴邦不愧是老狐狸，脸上神情没有丝毫波动，就仿佛不知道什么是原初提取物一般，但他略微收缩的瞳孔却彰显了内心的震动。杨明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只见上面赫然写着104号实验体，无面，年龄13，性别女，原初提取物，潜力 S 级，转化成功。上面写的和方修说的分毫不差。马兴邦越发震惊，他已经吃不准方修到底预知到了多少东西。修哥，你的意思是说，待会这只 S 级诡异无面就会出现？不错。方修点了点头。那咱们还等什么？赶紧跑啊！杨明第一反应就是跑，在如此恐怖的鬼域中遇到 S 级诡异还不赶紧跑，等什么呢？他们这次来是为了探索，而不是彻底解决整个青山精神病院。要真想解决，那得总部出动大部队，跑不掉的。方修很清楚，无面的目的就是要脸，从他主动找上门就可以看出，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拿不到脸，跑到哪里都会被找上门。一听方修说跑不掉，众人的脸色立刻凝重起来。修哥，你预知到无面的能力了吗？咱们应该怎么对付他？杨明语速飞快地问道。很简单，毁容。方修一脸平静地说完，随即便拿出了手术刀。众人顿时一愣，毁容？修哥，你没开玩笑吧？我这英俊的容颜怎么能说毁就毁呢？杨明摸着自己的脸道。方修并没有解释，而是直接用手术刀朝脸上划去。刷刷，左右脸各被他划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皮肉翻出，鲜血涌现。方修面色平静，就仿佛划的不是自己的脸一般。为了保险起见，他又给额头来了一刀。众人真是惊住了，这都什么操作？一言不合就毁容？不是，修哥，你毁容就毁容吧，干嘛砍这么深啊？杨明对此表示不理解。只有方修自己清楚，他的体质在诡异的影响下早已异于常人，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如果不砍深点，片刻之后就会愈合。无面喜欢漂亮的脸，如果你们想不要脸，可以不毁容，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杨明显然有很重的偶像包袱，宁死不愿毁容。你不用毁容，无面不会夺取你的脸。杨明一愣，为什么？因为你太丑了。杨明，往往实话最伤人。我丑？小白，你说说我丑吗？杨明将自己的大脸贴近白棋，却被白棋十分嫌恶地推开。虽然没有说话，但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马兴邦目光闪烁，他相信方修并没有撒谎，因为撒谎没必要将自己的脸都毁了。既然无面喜欢漂亮的脸，
那就弄丑一点不就行了，何必非要毁容？这般想着，马兴邦直接蹲下身子，用手在地面上摩擦，很快沾了一手灰尘，然后全都抹在了自己的脸上。很快，原本精英白领模样的马兴邦直接变得灰头土脸。面对马兴邦的小聪明，方修并没有任何反应。他自然早就想到了这个办法，但是这办法并不稳妥，反正他能自愈，索性还是毁容更有把握。白棋看了看两人，一个毁容，一个抹灰，犹豫片刻，他选择相信方修，直接拿出腰间的短刀，朝自己的脸狠狠划去。片刻后，白棋脸上满是血污。卧槽，不是吧，小白你也这么狠？你以后还想不想找媳妇了？白棋冷冷地看着杨明一眼，并未回答。而就在这时，方修突然道：“来了！”众人顿时一惊，纷纷朝门口看去。只见一个无面的小女孩，可以把你们的脸戒。小女孩刚说完一个戒字，然后便卡壳了，直愣愣地盯着众人。此时的方修四人，两个毁容，一个灰头土脸，还有一个长得丑的，这让小女孩想要戒脸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她扫视了一圈，最终将目光定格在了马兴邦的脸上。马兴邦瞬间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想到，脸上都覆盖上了一层黑泥，却依旧无法遮挡自己的盛世容颜，还是被盯上了。小女孩缓缓朝马兴邦伸出了手，轰！马兴邦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爆发重力压制，庞大且无形的压力瞬间压在小女孩身上，一时间她抬手的动作越发缓慢。白棋，砍断她的手！方修一声令下，白棋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刹那间，白棋出现在小女孩身前，手中的短刀化作残影般砍出，唰！小女孩的双手被直接斩断，得手了。可下一秒，小女孩的脸上竟长出一张痛苦扭曲的女性脸庞，那女性脸庞惨叫一声，随即如同轰然破碎。伴随着脸庞的破碎，小女孩的双手竟再度长了出来，显然是那张女性人脸替她挡下了伤害。而且那女性脸庞是如此令白棋熟悉，她一眼便认出了这女性面庞是杨鲲鹏的队员。就在她恍惚的瞬间，小女孩的手已经抬起了一半，白棋回过神来，继续挥刀。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小女孩的手臂，而是她的头颅。唰！大好头颅被直接砍了下来，咚咚，小女孩的头掉在了地上。可下一秒，其无面的头颅之上再度出现一张痛苦人脸，而小女孩的头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只见小女孩脖颈之上产生虚影，虚影缓缓凝实，一个新的脑袋瞬间成型。而就这一回功夫，小女孩的手彻底抬了起来。马兴邦没有来的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一条纤细的手臂从她脖颈处长出，他又惊又怒，不断发动能力攻击那条手臂，但一切攻击都无济于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手臂朝自己的脸摸去。就在这关键时刻，方修出手了，身形鬼魅般位移，手术刀于手中翻飞，被他反手握住，朝着小女孩的脸部狠狠刺去。一刀，手术刀插进小女孩的脸上，痛苦之力爆发，小女孩的脸瞬间变化，化作一位陌生男子的脸，男子不断发出痛苦的哀嚎。该死，他到底有多少张脸？方修猜测，这极有可能是曾经精神病院的人给小女孩投喂了不少人类，毕竟要测试她的能力，具体投喂了多少不得而知。所以一刀之后，方修并未停手，持有手术刀的右手化作一道残影，疯狂出手，一刀又一刀的朝小女孩脸部戳去。小女孩一边挨戳，手中的动作可从未停止。马兴邦的脸已经被顺势摘下，换到了自己脸上。方修根本不在乎是谁的脸，继续攻击。无脸的马兴邦发出非人的呜咽声，因为他现在没有嘴，所以惨叫的声音就好像从喉咙中挤出来的一般。他的脸上出现一个又一个血洞，随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彻底死去。方修眉头一皱，按照他的攻击，一刀足以杀死无面的一条命，可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连数刀全都扎在了马兴邦的身上。这也就意味着小女孩换命的时候所受的伤害都算到上一张脸上，换脸的间隔多余的攻击相当于无效，无论多么强烈的攻击都无法同一时间杀死多条命，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复活。当小女孩顶着别人的脸时，那人被杀死了，小女孩就相当于处于死的状态，需要花费几秒的时间换脸也就复活。这个间隔所受到的所有伤害只会累积到上一张脸上，即便那张脸已经死了，而小女孩完全可以趁着换脸的间隔出手。无解，小女孩的能力太过无解，对付这样的诡异，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她成长的时间，当初她一张脸没有的时候才是最容易杀死的状态。可能是方修连续不断的攻击激怒了小女孩，哪怕方修毁容了，她也伸出了手，嗖嗖，无数银色发丝激荡，瞬间缠绕住小女孩的手臂，拉拽之下产生的巨力足以拉倒一栋楼，但即便如此，依旧无法阻止小女孩抬起手臂。蓦地，一只手臂从方修脖颈处长出，滋了，方修点燃了青铜烛台，惨绿色的烛火疯狂摇曳，在烛光的范围内，脖颈处的手臂似乎受到了某种干扰，竟然僵直起来。青铜烛台对诡异的克制作用发挥了奇效，但好景不长，方修的脸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起来，他正在大量失血。以2阶御灵师的灵性血液点燃的青铜烛台，虽然能抵挡小女孩，但太耗费血液了，如果不熄灭青铜烛台，怕是用不了一时半刻，他将因失血过多而死。可一旦熄灭，脸就会被夺取，场面一时间陷入僵局。杨明白棋并未闲着，疯狂出手攻击，两把暗金色的双刀犹如狂风暴雨般切割着小女孩的身体。转瞬功夫，小女孩便被碎尸万段，但一切都无用。随着一张脸的破灭，新的脸庞缓缓升起，伤势复原。没人知道小女孩有多少张脸。其实方修已经想到了对付小女孩的办法，但现有的条件根本无法实施，那就是用人命去填，让多位御灵师轮流点亮青铜烛台，定住小女孩的手臂。小女孩只有2只手，也就是最多同时夺取2个人的脸。
只要御灵师们全都在烛光的笼罩范围定住小女孩的手臂，那小女孩将失去最强力的攻击手段，且无法补充脸。剩下的人在不断的杀死小女孩，耗尽她所有的脸。只是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御灵师，所以青铜烛台无法长时间维持。最终方修选择熄灭了青铜烛台，现阶段无法对付小女孩。冰冷的触感传来，方修眼前一黑，世界一片寂静。他知道自己的脸被夺取了。刷刷，方修直接在脸上开出好几个口子，恢复了感官。而小女孩则是顶着他的脸，又陷入死局了吗？ S 级诡异果然不能有任何小觑。杨明、白起也同时停手，他们知道一旦继续攻击，死的就会是方修。损失太多脸的小女孩似乎急需补充，她也不在乎白起是否毁容，杨明丑不丑了，竟直接夺取两人的脸。两人投鼠忌器之下，根本毫无反抗之力。方修目光闪烁，看来天命也不是万能的，在外力的干预下，历史的进程也会发生改变。夺取了脸之后，小女孩并未如上次一般扭头离开。你们毁了我的脸，你们该死！他出手了，白起的能力被他催动到极致，化作一道残影冲向众人。首当其冲就是方修，因为方修拿刀捅他的次数最多。噗嗤，方修的胸前出现一个血洞，小女孩纤细的手臂插了进去，鲜血喷涌。他低头看了看小女孩，一脸平静道：看来身体素质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还得补一刀。说着，他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拿起手术刀，狠狠插进自己的额头。再次回荡的方修没有选择硬拼无面，现有的条件下很难解决他，即便勉强解决了，后续的路也就没法走了。虽说可以借助黄金钥匙回去休整，但有一个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山精神病院的封印会越来越弱，放出的诡异将越来越多，这将极大的影响获取院长礼物的效率。所以方修在将无面的情报告诉众人之后，便直接将自己毁容。之后的事情如出一辙，白起也毁容，杨明宁死不愿破坏自己的容颜，马兴邦则是抹灰。可以把你们的脸借。小女孩再次出现，话也再次说了一半。她扫视一圈，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马兴邦的脸上。她挑选脸的标准似乎是根据完整程度以及美丑挑选。至于马兴邦抹灰，对小女孩影响不大，洗洗还能用。马兴邦大惊失色，拼了命的发动重力能力，但还是被夺取了脸。而想要出手的杨明、白起则是被方修制止了。夺取之后，小女孩便转身走了。失去脸的马兴邦则是拼命挣扎，他陷入一个黑暗且无声的世界，还不能呼吸。最后还是杨明帮他开了几个口子。谁料开完口子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居然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夺走我的脸，你们这是残害同僚，我要去总部告你们。听到马兴邦的威胁，三人出奇的一致，全都不为所动。白起，白痴，杨明，是你自己要耍小聪明的，怪得了谁？方修，把他杀了吧，在这里没人知道是我们动的手，总部问起来就说他死在了无面的手里。马兴邦，他一下子就怂了，虽然他能力不少，但都是二阶的，单对单自信不输任何一人，可要是被群殴，我开玩笑的，咱们好歹也算是生死与共，一起从 S 级诡异手中活了下来的战友，我怎么可能向总部告你们的状呢？马兴邦从心道：可是我没开玩笑。方修平静地注视着马兴邦，那深不见底的眼神看得他心中一阵发毛。他无比确信方修真的没有开玩笑。马兴邦心中咯噔一下，下意识地握紧了兜中的黄金钥匙。如果方修真的动手，那他要第一时间跑路了。好了，修哥，别吓他了，咱们赶紧走吧，我盼那小女孩再回来。杨明突然说道。方修收回在马兴邦身上的视线，众人继续前行。在方修的刻意引导下，他们朝着 C 栋行进。虽然青山精神病院的一些位置发生了改变，但是这几栋大楼的位置并没有变。众人穿过楼与楼之间的空中连廊，来到 C 栋。接下来只要前往5楼，找到520房间就可以了。只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没人知道在前往520房间的路上存在什么样的危险。很快，众人来到一处大厅，大厅十分空旷，零散地摆放着几排桌椅，其中还有老式电视机、五子棋盘、乒乓球桌台等等。这是精神病人的活动室。杨明四下打量道，随后他又看了看那台老旧电视，啧啧称奇，这电视型号可有够老的，还等离子电视呢，这玩意早就淘汰了，现在都液晶电视。方修看着眼前的等离子电视，心中一动。无论是从精神病院的建筑风格，还是里面的基础设施来看，都说明了这里是10几年前的产物。他心中隐隐有了猜测，这精神病院应该是院长10几年前建造的，然后用了某种手段将其拉到了彼岸。众人打量等离子电视之时，马兴邦可没有丝毫的心情看电视，因为他丢了脸，并且他发现自己不止丢脸，连抄袭的能力都丢了。好在之前抄袭到手的能力还在，要不然算是彻底废了。他现在就迫切的希望能拿回自己的脸。对他来说，脸可以不要，但能力绝不能丢。也就是马兴邦还不知道被拿走脸之后，等于生命和小女孩绑定了，要不然此时肯定会更加焦急。走吧，方修说了一句，随即就要继续前行。这时杨明却直接凑了过来，直勾勾地盯着方修，满脸惊奇：修哥，你的脸好了。众人一愣，随即看去，发现方修脸上的伤口果然全部愈合，连伤疤都没有，甚至皮肤比之前更好了。白起，没必要在意这些小事。方修淡淡的回了一句，然后朝前走去。白起。当众人走到活动室中间部位之时，惊变突生，一股尸体腐烂的气味猛地弥漫开来。众人瞬间一惊，经历了前2次诡异事件，他们心中早就绷着一根弦，对于任何风吹草动都异常敏感。气味的源头在上面。随着方修的提醒，众人连忙抬头看向活动室的天花板，只见天花板上竟出现了如水波一般的波纹，那波纹密密麻麻，朝整个天花板扩散。小心！白起一脸凝重地抽出腰间短刀，其他人也纷纷进入战斗状态。下一刻，
无数长满尸斑的苍白手臂从天花板长出，犹如藤蔓一般疯狂蔓延，狠狠地朝众人抓去。战斗瞬间触发，白旗刀光一闪，数只手臂便被斩断，它们掉落在地上，虚化般缓缓融入地面。而紧接着，天花板上又会长出新的手臂，就像韭菜一般，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操！这手的实力虽然不强，但根本斩不完啊！马德，这精神病院中的诡异真是一个比一个变态。杨明一边怒骂，一边含怒出手。马兴邦尝试着用重力将手臂碾碎，但同样无用，还会有更多的手臂从天花板长出。而方修则是悠闲地看着他们战斗，没错，就是悠闲地看着，因为那些手臂根本没有攻击他。杨明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卧槽，修哥，你为什么没被攻击？不会真如马兴邦说的，你和精神病院都是一伙的吧？马兴邦目光闪烁，阴沉道：我猜的果然没错。方修，你有问题。修哥，你要是真和他们是一伙的，就赶紧让他们停手吧，我是自己人啊！闭嘴！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白旗怒道。到底还是白旗懂杨明，一眼就看出杨明在开玩笑。稍微有点脑子都知道，如果方修真和精神病院的诡异是一伙的，那他都到家了，还装什么装？没有方修，他们连第一关的人头皮球都不见得能通过。也就是马兴邦，因为对方修怀恨在心，且先入为主，有点问题就开始怀疑。嘿嘿，杨明嘿嘿一笑，我这不是调节气氛吗？这鬼手实力不强，就是没完没了，杀起来太枯燥了。方修平静地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手术刀，心中已经有了猜测。他尝试着朝鬼手方向挥舞手术刀，果然鬼手就如同见到天敌一般，吓得飞速后退。看来这柄手术刀曾经给鬼手留下过无比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现在鬼手见到手术刀都会产生本能般的恐惧，而这也是自己没受到攻击的原因。你们先杀着。方修淡淡的说了一句，随后就潇洒的从无数鬼手间穿梭而去。他可没耐心等待众人，而且这些鬼手实力不强，他们早晚能脱困。看得杨明一阵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那么潇洒就好了。方修离开活动室之后，很快进入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很长，尽头幽暗，好似通往地狱的通道。他平静地走入其中，脚步声回荡，哒哒哒哒。走着走着，身形逐渐被黑暗隐没。这时，他的身后也传来脚步声。方修神色不变，手臂下垂，一柄银亮的手术刀落入手中。手术刀入手的那一刻，没有丝毫间隔，他瞬间回身就是一刀。然而，奇怪的是，砍了一个空，身后竟空无一人。哒哒哒哒，脚步声再度响起。虽然方修已经转身，但脚步声还是在他的身后。紧接着，他的后背似乎被什么东西给贴住了，冰冷刺骨的寒意瞬间弥漫全身。还没等他反应，一股巨力作用在脖颈之上，咔嚓！方修的头被扭转了180度，彻底扭到了背后。也正是在这时，他终于看清了身后是什么。那是一只鬼，苍老的脸，猩红的皮，口中咀嚼着带血的肉糜。他身形高大，浑身猩红，两只近乎垂地的手掌死死地抓着方修的头颅。强大的生命力让方修并没有立即死去，他控制着躯体，手术刀化作一道银光，狠狠朝这只诡异斩去。然而就在这时，这只诡异身形淡化，缓缓消失不见，手术刀砍在了空处。方修微微皱眉，扭断脖颈之后就消失了吗？他收起手术刀，双手抓住自己的头颅，然后用力一拧，咔嚓，头颅再度旋转180度回正。不过这一举动也让方修开始意识模糊，生命力正在急剧消散。他虽然身体获得强化，但终究不是诡异，头被掰断还是会死，顶多晚死一会儿。可下一秒，能力发动，吸收痛苦，脖颈处传来的断裂般的疼痛被方修瞬间吸收。当痛苦消失之后，连带着他的伤势也跟着消失。这便是融入了虚实转化特性后吸收痛苦的能力，不再是只能吸收存在于概念的痛苦，而是吸收痛苦的实质。当痛苦的实质被吸收之后，产生痛苦的原因也随之消失。做完这一切之后，方修面无表情地继续前进。哒哒哒哒，每走2步，他的身后再度传来脚步声。唰，脚步声响起的刹那，手术刀已然刺出。这次方修连头都没回，直接朝背后刺去。然而并未任何实质性的触感传导，这一击竟又刺在了空处。他站在原地，眉头紧锁。很快，背后有什么东西贴了上来，冰冷刺骨的寒意涌遍全身。只不过这一次他的脖颈没有被扭断。这次和上次有什么不同吗？方修心中一动，回头。上次是回头之后被扭断的脖颈，这次没有回头。看来这只诡异的杀人规律是回头必死。一念至此，方修收起了手术刀，继续前行。脚步声紧跟身后，鬼也一直贴在后背，冰冷刺骨之感如影随形。可这只鬼却迟迟没有任何动作，就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既然没有阻拦前进，那方修也就暂时没打算处理他。虽然他喜欢虐杀诡异，但眼下有比虐杀诡异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前往 C 栋520房间查明诡异真相。院长周清风留下的羊皮纸上写过，真相就在 C 栋520房间。这是自穿越以来一直困扰着方修的问题，诡异是什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只有自己能看见诡异？这些谜团的答案或许将在今日揭晓。穿过走廊之后，方修看到了一间办公室，模样与女医师的办公室很像。他猜测这可能是另一个医生的办公室，于是打开门走入其中。单人床、衣柜、办公桌，布局基本和女医师办公室一模一样。方修扫视一圈，一眼便锁定了垃圾桶中的碎纸屑。他将破碎的纸张从垃圾桶中拿出，仔细拼凑，终于看到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字体。院长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我最喜欢院长了。单单看到这句话，方修已经大概能想象写这些字的人是什么样了。
今天又一不小心弄死了几个实验体，但院长没有责罚我，还对我笑，真是太温柔了。为了院长的理想，我要努力多抓几个实验体。哎呀呀，今天院长来看我做实验了，太开心了。只是实验体太不听话，非要乱动，溅了我一身血，院长会不会嫌弃我呢？实验失败的次数越来越多，虽然院长每天都在笑，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失望。我不想院长失望，我一定要加倍努力。一个实验体不行就2个，2个不行就3个，只要我努力，早晚会成功的。今天实验体暴动了，好多同事都被吃了，呜，好开心。最好就剩我和院长2个人，那可真是太棒了。实验体们也真是的，为什么要暴动？能参加这样伟大的实验，这是多么无上的荣耀啊！院长明明把你们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你们这么做对得起院长吗？果然只有我才能理解院长的伟大。那些愚蠢的人说院长是魔鬼，真是蠢笨至极。院长才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世界，拯救所有人。人类是不可能战胜诡异的，想要拯救人类，唯有将人转化成诡异，彼岸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以人之心灵驾驭诡异之躯，开启全民诡异化时代，让所有人都加入这场光荣的进化。院长的理想每每想起，都让人激动到颤抖。康康这不听话的小屁孩，成天叫嚷着要成为院长的兵器，烦死了！早知道就不给他看动画片了。哼，今天多给他来2帧。今天和院长合影了，啊呀，我高兴得快昏过去了。看到合影2个字，方修心中一动，连忙将垃圾桶倒转过来，晃了晃，哗啦哗啦，垃圾掉出一大堆。他仔细翻找，最终找到了一张被撕成碎片的照片，慢慢拼凑，终于恢复原貌。画面中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开心地挽着一位同样身穿白大褂的男子。女子个不高，身材娇小，白大褂在她身上显得有些臃肿，模样清纯可爱。她表现得很激动，脸颊通红，还举着剪刀手。男子则是30岁左右年纪，也是身穿白大褂，脸上戴着黑框眼镜，笑容温和，气质儒雅，眼睛眯着，给人一种敦厚长者的感觉。方修紧紧地注视着照片中的男子，青山精神病院院长周清风。单从照片上看，根本无法看出这是一位制造了如此多凶残诡异的人，他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位儒雅的学者。正当方修想要将照片收起来之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照片之上的周清风竟然变得模糊，人像不断淡化，就好像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要将其抹除一般。方修眉头微皱，瞬间拿出手机对着照片拍了一张。拍完之后，照片上的周清风彻底消失，只留下白大褂女子一人。方修看了看手机相册，结果上面同样没有周清风，就仿佛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世间一般。这是怎么回事啊？抹除了自身的存在。他又看了看纸张，果不其然，上面的字体全部凭空消失。这种手段让方修瞬间联想到了自家天花板上的血字，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那血字也是如此，自己看见之后便离奇消失，像是被某种力量给抹除。难道血字是周清风留下的？那所谓留给天命的礼物，可能指的不是杨明，而是自己。此时此刻，方修突然感觉自己可能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有一只幕后黑手操控着一切。青山精神病院鬼域为何会出现在自己曾经上班的地方，而不是别处？巧合还是精安排？方修眉头紧皱，但片刻后他感觉不对，因为黑桃 AK 得到的命令明显是保证杨明获得礼物，而非自己。并且如果院长周清风真的幕后黑手，那他的实力早已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穿越、死亡回荡，单单这2件事就已经超越了人力的范畴，这根本不是玉灵师能做到的，这是神的领域。周清风如果有堪比神的实力，那他的理想早就达成了，早就全民诡异化了，何必如此神神秘秘的还做实验？想到此处，方修已然有了判断，留下血字的存在应该不是周清风，对方如果真这般强大，早就平推全世界了。那留下血字的会是谁？无论是谁，这样的存在绝对远超想象。有时候方修甚至会想，有没有一种可能，这血字是未来的自己所留下？死亡回荡的能力明显就是时间回溯，已经触碰到时间的领域。如果随着自己实力的变强，未来有一天能彻底掌控死亡回荡的能力，也就是时间回溯，是不是可以做到给过去的自己留下提示？片刻之后，方修不再胡思乱想，因为想再多都没有用，没有实力，一切都是空谈。当有朝一日立于巅峰之上，一切谜团自会解开，这世界对他也将不存在任何秘密。他放下纸张，离开了办公室，而回头鬼依旧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后，冰冷之感如影随形。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方修是倒着走出的办公室，防止被回头鬼扭断脖子。只要不做出回头的动作，行动时可以转换方向，比如向右前方、左前方，如果要拐弯也可以，但不能幅度过大，一点点移动身躯，不要给回头鬼做出一副要回头的假象即可。除此之外，身上挂着一只鬼，其实也没什么影响，夏天都不用开空调了。方修继续前进，很快他的背后不远处响起了密集的脚步声，然后就是杨明的声音：“卧槽，又一只鬼！”原来是杨明等人摆脱了鬼手，跟了上来。由于回头鬼身形高大，且跟在方修身后，所以方修的身躯就被全部挡住了，以至于杨明等人只看到了回头鬼。不用管这只鬼，继续前进。方修的声音自回头鬼那里响起：“杨明，卧槽，这只鬼叫我们不要管他。”白痴！白起给了他一个不屑的眼神，随即朝回头鬼走去。随着距离的拉近，他很快看到了站在回头鬼前面的方修。哪怕白起经历过不少诡异事件，见到这一幕也不禁一愣，一人一鬼顶天立，相处的意外和谐。其他人也走了过来，见到这一幕暗暗称奇：“修哥，你这是什么情况？新请的保镖啊？”方修看了看几人，发现回头鬼并未出现在他们身后，心中便已明白，看来回头鬼每次只杀一人，
且杀完一人之后才会选择下一个目标。走吧。方修没有解释，直接朝前方走去。其他几人虽然好奇，但也没多问，跟着向前走去。这时，马兴邦突然停住了脚步。等等，这里有一间办公室，万一有关于精神病院的线索呢？不进去看看吗？杨明等人看向方修，似乎都在等他的意见。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队伍中，都是大脑一般的存在。对此，方修早已习惯。那里面我已经去过，没有线索。方修平静道。马兴邦显然是不信，他倒也没敢说方修骗人，而是委婉道：万一有什么线索被你忽略呢？我去看一眼。说着，马兴邦便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查看。他扫视一圈，一眼就看到了那些被撕成碎片的纸张，顿时一喜。不过在仔细翻看之后，发现上面空空如也，当即有种受骗的感觉。真是浪费纸，好好的白纸，撕它干什么？他将纸张丢掉之后便离开了。一行人经过简单的探索，很快又发现了一间办公室，而这间办公室上挂着牌子，赫然写着院长室。方修目光闪烁，院长室转移到这里来了吗？一见到院长室3个字，哪怕智商最低的杨明都觉得应该进去看看，说不定里面藏着什么秘密。方修倒是无所谓，虽然他早就看过了，但这一次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可以翻找一下。于是众人很快进入了院长办公室，也自然而然地看到了周清风留下的羊皮纸。被天命眷顾之人，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吗？想知道诡异到底是什么吗？你能走到这里，想必心中充满疑问。不要着急我的朋友，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青山精神病院 C 栋520房间，那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去吧，去寻找吧。当你找到真相时，同样也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遵循自己的内心去接受命运的馈赠。落款：周清风。看完羊皮纸上的话，众人神色各异。被天命眷顾之人，这不是在说我吗？看来周清风这人能处，还给我留了礼物。杨明嘟囔道。白棋顿时脸色一黑，白痴，关注点是礼物吗？关注点不应该是周清风是什么人？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还有他为什么提前知道你会来？哎，小白，想那么多干什么？去520房间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杨明满不在乎道。唯有马兴邦目光闪烁，也就是他现在丢了脸，看不出表情，不然脸色一定极为震惊。东西果然被留在了这里，原来是留给杨明的吗？可是为什么是他？难道因为天命？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连忙压下心中的震惊，努力让自己不露出任何马脚。殊不知，一切都被方修看在眼里。这时，神奇的一幕再度发生。咦，这上面的字在消失！杨明突然惊呼一声，众人连忙看去，只见羊皮纸上的字体像是被橡皮擦抹掉了一般，逐渐消失。方修心中微动，看来这都是院长的设置，一切与他有关的存在都会被抹除。是不是这羊皮纸有问题？众人又开始检查羊皮纸，但无论怎么检查，发现这都是一张普通的羊皮纸。于是众人又开始在院长办公室翻找其他有用的线索，不过却一无所获，最终只得继续前进。修哥，咱们要不要按照羊皮纸上说的，去 C 栋520房间看看？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好奇，这精神病院的院长给我留下了什么礼物？杨明提议道。这时一直不出声的马兴邦却突然道：方修，咱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 C 栋，之前一直都是你带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C 栋藏着东西，所以才带我们来的这里？不错，方修并没有隐瞒，因为没必要。得到肯定的回答，马兴邦心中一沉，他认为方修既然预知到东西在这，那必然也肯定预知到了那东西的神奇之处，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又多了一人。走吧，去5楼。方修平静地说了一句，随即便带领着众人前往5楼。大约10分钟之后，众人便找到了楼梯。他们目前身处3楼，还需要再上2层才能到达5楼。不过众人却停在了楼梯处，因为楼梯上有诡异拦路。具体是什么诡异，众人无法判断，因为他们只能看到楼梯处盘旋着一团肉眼可见的实质性的黑暗，就好像一个静止不动的黑洞一般，安静地趴在楼梯上。谁也不敢直接走上楼梯，万一黑洞中钻出什么恐怖的存在，或者将人吸进去怎么办？这种时候，众人的视线全都集中在方修的身上。遇事不决，可问方修。修哥，怎么说？杨明问道。走。方修只平静地说了一个字，随即直接朝楼梯处走去。而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随着方修的靠近，那团黑暗居然发出类似人类的颤抖，然后嗖，一溜烟跑了。跑了。杨明等人被惊到了，怎么也没想到这诡异见到方修掉头就跑。唯有方修自己清楚，诡异之所以会跑，不是因为看到了自己，而是看到了自己背后的回头鬼。显然回头鬼的恐怖程度要高于楼梯上的诡异，直接给他逼退了。上楼。一声令下，众人开始爬楼，也不知是不是回头鬼的威慑，一直爬到5楼都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到了5楼之后，环境赫然一变，与之前经历的场景全都不同。这里似乎不是精神病院，而是一处淡黄色调的压抑房间。天花板、墙壁都是那种腐旧的黄色，灯管中也是昏黄的灯光，不停地发出滋滋的噪音。而地面上则铺满了一层厚厚的、散发着霉味的发黄地毯。摆在众人面前的是2条路，左右各一条。众人再度看向方修，而方修则是看向杨明。修哥，你看我干嘛？走哪条路啊？杨明问道。你觉得应该走哪条路？此时的方修并未死亡回荡，他猜测，既然礼物是留给杨明的，那为了防止其他人拿到，院长必然会设置重重障碍，阻碍其他人。就比如眼前的岔路，所以这时最好的选择就是交给天命去选。你问我呀？杨明有些诧异，你预知一下不就行了吗？预知未来的能力有很大副作用，我不可能每件事都预知，这时候就要靠你的天命了。对于方修的解释，众人觉得很合理，预知未来已经很变态了，要是还能无限预知，那也太夸张了。当然，现实往往就是如此夸张。其实方修并没有说谎，
预知的副作用确实很大，命都没了，副作用能不大吗？行吧，那就走右边吧，毕竟男左女右。杨明随意的指了一下右边。马兴邦诧异了，男左女右不是应该走左边吗？杨明嘿嘿一笑，这就叫逆向思维。你能想到男左女右，设计者肯定也能想到啊，所以我偏偏要走右边。马兴邦有些无语，设计者知道来的全是男的，万一有男有女呢？方修，我觉得还是你预知一下比较稳妥。方修并没有搭理他，而是相信杨明的选择。走右边，杨明你走在最前面，接下来由你来带路。杨明虽然诧异，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大大咧咧的走在前面带路。一行人朝右边走去，那是一条狭小的走廊，十分逼仄。越往深处走，发黄地毯上的霉味也越重。走了大概10分钟，众人面前再度出现3条岔路，这3条路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很难从外表上看出什么。不对劲！白棋突然皱眉道：“刚刚咱们走直线走了大概10分钟，这个距离已经达到了1层楼的极限，可现在前方居然又出现了3条向前延伸的岔路，路太长了，之前的2楼可没有这么大的面积。而且这里的布局根本不像是医院，反而像是迷宫。这里的空间被扩大了，而且环境几乎一模一样，很容易迷路。做标记吧。”方修提议道。众人点了点头，随即白棋拿出短刀，在墙壁上刻下一个10字。修哥，这次3条岔路还让我选啊？杨明有些心虚的问道。他虽然是天命，但这玩意也不能当地图用啊。之前没到5楼都遭遇了那么多诡异，可想而知这5楼肯定更加危险，一旦走错路，极有可能万劫不复。你选。好吧，那就走中间这条路吧。最终，杨明选择了中间的路，理由是懒得拐弯。众人继续前进，5分钟之后，再度遇到了3条岔路。照例还是让杨明选择，这次杨明选择了左边的岔路，理由是就剩左边没走过。这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很快这条路就走到了头，尽头处是一扇门。杨明脸上闪过一抹喜色，这里有门，一定是出口。他刚要去开门，却被白棋拦住。小心，门后不见得有什么鬼东西。说着，白棋将耳朵贴在门上，仔细的倾听，但却只听到了一片死寂。白棋微微皱眉，随即拿出短刀，准备在门上捅一个洞，先看看里面的情况。可惜的是，无论他如何用力，门都丝毫无损。杨明等不及了，将白棋拽到一边。行了，有没有危险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放心，我先开一条缝。说着，只听咔嚓一声轻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缝里面是一片幽深的黑暗，似乎隔绝了一切光源，哪怕外界昏黄的灯光也根本照不进去分毫，好像没什么危险。杨明说着，随即将门彻底打开。门内的景象呈现在众人面前，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冰冷的黑暗，黑得深邃，黑得令人发慌。众人一时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因为门内太黑了，这种程度的黑暗进去之后跟瞎子一般，没什么区别，一旦遭遇危险，后果不堪设想。正当众人纠结之际，嗡，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好像是门内发出来的。嗡嗡，门内的嗡鸣声越来越清晰，并且在飞速靠近。白棋脸色猛地一变，急忙大吼：“关！”他刚说了一个关字，连门都没说出来。下一刻，嗡鸣声大作，嗡！杨明猛地关门，然后就在他关到一半时，一股巨力作用在门上，直接将他击飞出去。众人都是经验丰富之辈，见状立刻飞速后退，拉开距离。而这时，众人也终于看清了门内到底有什么。只见一条条奇形怪状，好似蛇虫一般的诡异从门中蜂拥而出，它们形态各异，身体畸形，有的浑身滑腻，像是蛆虫，有的长满青鳞，好似蟒蛇。它们明明没有翅膀，但却能将空气当成泥土，疯狂蠕动前行。它们像是喷射一般，疯狂地朝众人冲来。见到这些诡异的瞬间，方修顿时瞳孔收缩，因为他认识这些蛇虫诡异。准确地说，他每天都能和这些诡异见面。没错，这就是满大街飘着的最常见的诡异。诡异虽然千奇百怪，但基本都是各有特色，并且很少组团行动。唯有这些蛇虫诡异不同，它们就好像浮游生物一般，在空气中来回游动，并且永远都是一大群，好似蝗虫过境。而且它们十分常见，几乎方修走到哪里，多少都能看到这些蛇虫诡异在半空中飘着。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那些不能被人们看到的虚幻诡异都存在于彼岸，可为何这些蛇虫诡异却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解释了。方修的目光瞬间锁定了正不断涌出诡异的那扇门，这极有可能是通向彼岸的门。念动之间，蛇虫诡异们已经扑面而来，好似海啸一般将他们吞没。众人大惊失色，连忙出手应对，刀光闪烁之间，无数条形诡异被斩杀。马兴邦的重力能力更是大杀器，凡是冲到他附近的诡异都会狠狠摔落在地，然后被生生压爆。他们杀诡异的效率很高，但杀了半天也不见减少，因为门内一直在疯狂地涌出蛇虫诡异，好似无穷无尽，根本杀不完。跑！诡异太多了，赶紧走！白棋大吼一声，一边斩杀着诡异，一边后退。其他人也是如此。修哥呢？杨明突然发现方修不见了，因为诡异实在太多，几乎挤满了整条通道，众人视线严重受阻。我在这。方修平静的声音从诡异群中响起，紧接着众人便看到方修缓缓从诡异群中走出。那些诡异见到方修，犹如看到了天敌，纷纷给他让开道路。场面一时间有些震撼，一个人类从诡异群中走出，不仅毫发无伤，反而诡异们还给他专门让出一条道。马兴邦急了：“方修，你还说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方修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对着杨明白棋说道：“你们先杀着，我去门内看看。”众人微微一愣，总感觉这句话似曾相识，貌似在鬼手那里，方修就是如此说的，现在又是如此，历史总是惊人的像。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方修硬顶着无数诡异朝门内走去，其身后跟着一位高大的猩红鬼影，亦步亦趋。
所过之处，诡异退散。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那样潇洒就好了。杨明满脸羡慕地说道。白起。方修很快走到门口，无尽的蛇虫诡异从门中涌出，不过在快要撞到他身上时，却纷纷避退，然后在其身后再度汇合，朝杨明等人冲去。彼岸吗？就让我来看看这世界的真相吧。一步踏入门中，世界豁然不同。看着眼前的景象，方修的眸底罕见的出现了波动。这就是彼岸吗？他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黑天白地，满目疮痍，仿佛黑白照片中的世界。荒凉死寂是这方天地的主旋律。空气中弥漫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让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切，以及无穷无尽的蛇虫诡异。它们漂浮在空中，肆意飞舞，好似蝗虫过境，密密麻麻。而在不远处，还屹立着一座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山，仿佛要将世界横断。最诡异的是，方修在这里看到了人类，大量的人类。灰雾中有着大量的人类身影，虽然模糊，但确实存在。这些人类与现实大街上的人并无不同，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上学，还有人在上厕所。方修并不能看到人类建筑，却看到了人类活动的场景。他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这是现世的人类。我在现世可以看到彼岸的诡异游荡，在彼岸可以看到现世的人类活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的目光可以跨越两界？嗨嗨！方修突然开始剧烈的咳嗽，他用手捂住口鼻，大量的黑色血液从口鼻甚至眼眶中涌出。雾气有毒吗？还是这里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下一秒，吸收痛苦的能力发动，方修身上的伤势瞬间复原。他一步步朝前走去，他要去探查世界的真相。血液不断涌出，皮肤也开始溃烂，但又很快恢复，往复循环。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小，似乎身体在适应这里的环境。方修目光闪烁，他猜测应该是三行药剂的功效，让他拥有完美驾驭诡异的体质，再加上身上具备不少诡异的力量，所以在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看来这里应该真是彼岸，诡异的世界，生灵禁区，唯有诡异才能在这里生存。正在这时，一道似哭非笑的风声传来，眼前灰蒙蒙的雾气被吹散了些许，这也让方修成功看清了挡在面前的黑山的真面目。那根本不是什么山，而是一堆腐烂到发黑的血肉堆积而成的肉山，并且那座肉山还在蠕动，强烈腐臭味弥漫，那味道吸引了无数蛇虫诡异。密密麻麻的蛇虫诡异扑在肉山之上，疯狂地啃食上面的血肉，甚至在肉山中钻进钻出。方修打开血瞳，抬头看去，看向肉山的顶峰，瞬间瞳孔微缩。这肉山是活的，顶峰之上是一个巨大的腐烂头颅，还长有两条粗壮腐烂的手臂，手臂不断的挥舞，每一次都会从空中抓下无数蛇虫诡异，然后塞进那血盆大口之中。嘴部的皮肤是溃烂的，不少蛇虫诡异会从腐烂处钻出，但大部分都会被吞进肚子。肉山每次吞进大量的蛇虫诡异，它身上就会生长出腐烂的血肉，然后再被其他蛇虫诡异疯狂分食。护食，肉山在与蛇虫诡异护食。肉山以自身腐烂的血肉为诱饵，吸引蛇虫诡异过来吃，然后他再吃蛇虫诡异，两者往复循环。就在方修看清肉山真面目的那一刻，肉山进食的举动突然一顿，一道恐怖的视线降临在了他的身上。仅仅瞬间，方修便感觉自己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战栗，似乎因承受不住某种压力，要开始自毁。他将吸收痛苦的能力开到最大，这才勉强止住这种趋势，但身体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大量的血液从皮肤中溢出，他渐渐变成一个血人。下一刻，无数银色发丝贯穿身体，将身体缝合支撑，这才让方修勉强没有倒下。耳边开始响起不可名状的低语，让人止不住的想要发狂，头疼欲裂。这让方修瞬间想起曾经看到过的屹立于现实苍穹之上的那几只诡异，满是血丝肉瘤的独眼之上，长着巨大洁白翅膀的诡异。红色喜服的兔头新娘，通体漆黑，宝相庄严，头上长满肉瘤的佛头。肉山给人的感觉与那些诡异一般无二，皆是不可直视，不可名状。也多亏了方修曾经接受过那几只诡异的洗礼，这让他对肉山有了不小的抗性，没有第一时间崩溃。蓦地，方修突然感觉后背冰凉刺骨的感觉消失了，不用回头他也知道回头鬼跑了，十分干脆利落的跑路了。这时，一只遮天蔽日、满是腐肉组成的巨手从天而降，上面千疮百孔，无数密密麻麻的蛇虫诡异在血肉中钻进钻出，直似蛆虫在屎里翻涌。巨力袭来，方修的视野被全部遮挡，腐烂的血肉将他彻底包裹，滑腻腥臭。他被肉山抓在了手中，失重感传来，他被举到了空中，放到了肉山的嘴边，混合着无数蛇虫诡异，被扔进了肉山嘴里。整个过程，方修都没有任何动作，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在肉山面前，他被彻底压制了，那是位格之间的差距，就好像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存在，他就连灵性都无法调动。进入肉山体内之后，剧烈的疼痛将他包裹，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消融，那种疼痛足以让一个饱受训练的特工崩溃，但却不足以让方修崩溃。他于痛苦中重生，自然不会因痛苦而死去。很快，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自身所有的一切都被消融。不可名状的呓语在耳边疯狂响起，像是亿万人在嘶吼。庞大且不可理解的信息疯狂灌入，他的心灵紧跟着破碎，一时因太多信息灌入，就好似被疯狂打气的气球，已经膨胀到快要爆炸的地步。方修清楚地知道，一旦意识爆炸，那他将彻底死去，即使还能死亡回荡，也会变成一个傻子，一个疯子。好在还有梦魇，他动用梦魇的力量，疯狂地编织一个又一个梦境，每一个梦境都是一个虚假的世界，用来装取这些不可名状的、混乱的、疯狂的信息。梦境不断产生，又不断破裂，往复循环。渐渐的，方修的意识开始沉沦，仿佛如坠深海，在不断的下沉。与此同时，他逐渐理解了一切。他隐隐听懂了一些不可名状的低语，
从中获知了这座肉山的名字。如果翻译成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它的名字是饕餮，远古神话中的饕餮。获知名字之后，方修猛然意识到，或许诡异入侵的时间比想象中的还要早。那些只存在于远古神话中的生物，极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它们都是鬼。可能在远古时期，诡异便开始入侵现世，留下了无数神话传说。神话中的仙神，极有可能就是远古时期的御灵师。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神话消失，历史断层，现实陷入平静。后续不知多少年后，诡异再度出现，御灵师也应运而生。历史上的怪谈，奇人异事就是体现，然后再断层，再出现，就这样到了现代，就如同一个又一个的轮回，往复循环。就在这时，方修终于彻底死去，死亡回荡发动，时间开始倒流，四周所有的画面逐渐破碎，重复之前的流程。众人再度来到了门前，犹如历史重演一般，彼岸之门再度被打开，无数蛇虫诡异蜂拥而至。方修凭借着背后的回头鬼，硬顶着无数蛇虫诡异朝门内走去。你们先杀着，我去门内看看。仅仅撂下这句话，方修便再度踏入彼岸。他去不是为了找死，现阶段没有任何办法打得过饕餮，他去只是为了理解一切。在饕餮腹中时，他能明显感觉到那些不可名状的异语的玄妙之处，仿佛世间真理，玄之又玄。直觉告诉他，里面绝对蕴含着天大的秘密。他要试着去理解，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10次、100次，早晚能够理解一切。进入门中，方修再度见到了黑天白地，见到了无穷无尽的蛇虫诡异，以及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肉山。饕餮，我来了！方修平静的眸底蕴含着难以想象的疯狂，他径直地朝着饕餮走去。庞大的肉山再度投来视线，回头鬼再次不讲义气地跑路了，遮天蔽日的巨手抓来，然后吞下。方修再度进入饕餮体内，被无尽的真理包围，依靠梦魇力量的保护，他贪婪地理解着真理。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尝试理解真理之时，真理也在逐渐影响着他的意识，让他的意识发生着本质性的改变。片刻后，方修死了，死于以凡人之躯试图窥探真理。饕餮，我来了！毫无意外的被吞噬，饕餮似乎没有理智，只知道吞噬，亦或者方修在他的眼里就是蝼蚁，没人会试图理解蝼蚁在想什么。无穷无尽的真理再度将方修包裹，他眼底的疯狂越发炽盛，他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聆听，他甚至尝试用人类的喉咙去发出那些不可名状的异语。然后他又死了，第4次、第5次、第6次、第69次，方修已经可以成功的发出一些短促的异语，他觉得距离真理更近了一步，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他想要更多，理解更多。于是他开始如蛇虫诡异一般吞噬饕餮的腐肉，饕餮对此根本毫不在意，他身上的腐肉就如同他的贪婪一般无穷无尽。这是方修第一次觉得腐肉如此美味，可能因为其中蕴含着真理。第70次、第71次、第72次、101次，方修眼中的疯狂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深不见底的平静，那平静犹如深渊，让人不敢直视。与此同时，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中多了一道烙印，那是真理的烙印，化作一张深渊巨口，牢牢地刻印在方修的意识之中，其名为饕餮之口。有了这道烙印，方修感觉自己似乎多了一种天赋，一种吞噬万物的天赋，就好像与生俱来的本能一般。这种天赋不会随着死亡回荡而消失，因为它是真理，是知识，存在于方修的意识之中，学会了就是学会了，如本能一般不会遗忘。是方修死亡101次用生命所理解的真理，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来源于吞噬。死亡100次换取关于吞噬的真理，方修并不觉得亏，因为他可以凭借饕餮之口吞噬诡异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获得饕餮之口后，方修便没有再去学习真理，因为他发现以他现在的实力，能获取的知识也就这么多了，差距太大。就在黑猩猩面前放一道高数题，哪怕黑猩猩看10年、100年、万年也解不出答案。左边那条路不能走，换一条吧。在杨明选择走左边之时，方修制止了他，因为左边是通向彼岸之门，是死路。对于方修的话，众人自然是无条件相信的。杨明显得很高兴，因为方修帮助自己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那就走中间吧。杨明说完，还特地看了看方修，见对方没有反对，于是一行人便踏上了中间的道路。结果走到尽头之后，咦，这有扇门，一定是出口。杨明略微兴奋道。方修顿时眉头一皱，因为这扇门和彼岸之门一模一样，他太熟悉了，毕竟走过上百次了。正当杨明想要开门之时，方修却道换路。杨明只得悻悻地收回了手。于是众人原路返回，回到3条岔路口，选择了右边的道路。结果到尽头之后还是彼岸之门。咦，这里也有扇门，好像和之前看到的门长得一模一样。修哥，要不咱打开看看？继续换路。方修平静道。于是众人一退再退，甚至推到了最开始做标记的地方，重新选择方向走。可令人骇然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无论选择哪条路，走到尽头都是彼岸之门。方修的眉头越皱越深，这就是院长的目的吗？为了让天命看到彼岸，那礼物呢？真相呢？目前看来，所有的路都通向彼岸，难道礼物和真相都在彼岸？可是以杨明目前的实力，去了彼岸就是死，彼岸那头是饕餮，天命再强，也不可能让现阶段的杨明打败饕餮，这根本不现实。甚至方修怀疑，整个现实中真的有人能打败饕餮这种存在吗？别说3阶御灵师，哪怕就是传说中点亮了100%灵性的5阶御灵师，想打败饕餮也不现实。此时此刻，方修已经有点理解为什么院长周清风的理想是开启全民诡异化了。或许正因为他去过彼岸，见识到过诡异真正的实力，认清了那令人绝望的差距，所以他才会产生这种想法。或许
周清风真的是一位心怀天下的人，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世界。不过，这种方式是方修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的理想是让全世界的怪异感受痛苦，创造一个没有诡异的世界，两者完全对立。等等，想到此处，方修猛然间意识到了不对，他突然明白了院长的真实目的。自己见识到彼岸之后，都能顺着这个思路了解院长的理想。那如果杨明去了彼岸呢？如果说正常人在听到院长的理想之后，肯定都是觉得他反人类，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反派。但见识彼岸之后，正常的逻辑思维会让你开始认同院长，哪怕不是完全认同，也会对院长生出一丝理解，以及对人类是否真能战胜诡异的怀疑。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早晚有一天会生根发芽。也许院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想要杨明认同自己的理想，乃至成为志同道合之士。这就是院长留下彼岸之门的目的。一旦想通这一点，方修的思路一下子开阔了。院长不是想让杨明进入彼岸去送死，而是让他进去之后认清差距。自己因为死了太多次，所以陷入了思维误区。很明显，只要不走进饕餮的进食范围，饕餮就不会注意到你。自己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每次都主动靠近。如果换成是杨明进入，有天命庇护的他一定不会靠近饕餮，但却会观察到。这样院长的目的就达成了。也就是说，在院长的计划中，应该是杨明进入彼岸，自己是一个意外。可杨明在面对蛇虫诡异的袭击时，根本无法进入彼岸。关键来了，回头鬼。回头鬼是钥匙，是院长留下来给杨明进入彼岸的保镖。如果整个故事中没有自己，那一切也许真的会按照院长的计划进行。杨明带队进入精神病院，即便没有预知未来的帮助，在天命的作用下，他经历重重险阻，最终也会走到回头鬼那里，然后被回头鬼附身。别人不知道规律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回头鬼杀死，但杨明肯定不会。对于这一点，方修无比肯定，因为他曾经见识过天命的威力，梦魇鬼域中的生死坟场，自己死了多次才洞察规律走了出来。杨明则是和复制体差点拜把子，手拉手走出，只能踩基数的恶鬼登蛇台阶，杨明一路狂奔，愣是没踩错一个，完全就是平趟。所以，即便面对回头鬼，方修也可以肯定他必死不了。回头鬼无法触发杀人规律，就会一直跟在杨明身后充当保镖。然后杨明再看到撕碎的纸张，了解院长的理想，继而打开彼岸之门，蛇虫诡异绕着他走，他则是顺利进入彼岸。彼岸不适合人类生存也没关系，别忘了杨明有镇尸珠，可保他短时间不死，足以支撑见到饕餮，然后认识到差距，从而动摇自身信念，开始陷入绝望。可内心善良的杨明，即便再绝望，也很难违背自己的内心，自暴自弃，不去拯救人类。这时，院长的理想就会像一道光一般，照射进杨明的心里，让他认同，哪怕当时不认同，但种子肯定是种下了。如果没猜错的话，真正藏有礼物的地方，肯定是在彼岸之门打开后才会显现。此时，方修也终于明白，为何院长明明有抹除自己存在的手段，但羊皮纸上撕碎的纸张，还有照片上都留有他的信息，必须被人看到之后才会消失。原来一切都是布局，一个针对杨明的精心布局。这个布局从青山精神病院出现的那一刻就开始了。青山精神病院为何出现在绿藤市？因为杨明是绿藤市的队长。为何如此恐怖的精神病院，当初自己和赵浩能活着出去？死亡回荡确实占了一部分原因，可最关键的原因是青山精神病院有安全出口，没有这个出口，回荡10000次也没用。那是院长特意留下，原因有3：一，为了让精神病院中的诡异出去，随着病房封印的减弱，诡异早晚会出笼，然后通过出口到达外界，造成混乱，引起杨明的注意。2，这是给杨明留的出口，杨明获得礼物之后，总要给他留一个离开的通道。3，这是给误入精神病院的人留下的一线生机。第3点听上去很扯，毕竟院长完全就是一位视人命如草芥的人，他放出诡异害人，为何还会在乎误入精神病院的人？但往往现实就是如此矛盾，院长害人是为了救人，所以不排除他有这个目的。第3点暂且不提，但前2点绝对是院长留下出口的原因。方修十分肯定，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问题，梦魇是最早从病房出来的诡异，他当时是无法通过安全出口出去的，也就是说，安全出口也有针对诡异的封印。为什么那时候不能出去呢？因为当时杨明还未晋升3阶，成为天命。青山精神病院出现，杨明在黑桃 A 的帮助下成为天命，然后梦魇出笼，再到现在的进入精神病院，看到彼岸，连起来，一切都连起来了，这就是院长的布局。只是可惜，天命不敌预知未来，院长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杨明的队伍中会有人能预知未来。本来杨明应该误打误撞的精心掉入院长的陷阱，可没有天命的自己，凭借死亡回荡，成功抢在天命之前，替天命完成了一切，并通过多次死亡回荡，完全洞悉了院长的计划。方修突然对院长产生了些许的兴趣，院长的实力不得而知，但他绝对是玩弄人心的高手。通过一系列精心布置的巧合，一步步给天命洗脑，甚至操控天命的命运。开门吧！面对怎么也躲不过的彼岸之门，方修最终下达了命令。如果他所料不差，真正的生路一定是在彼岸之门开启后才会出现。杨明没有丝毫迟疑，直接打开了门。嗡嗡嗡，嗡鸣声瞬间炸响，杨明等人脸色一变，连忙后退。下一秒，仿佛无穷无尽的蛇虫诡异从彼岸之门疯狂涌出。跑！方修一声令下，众人掉头就跑。而方修自己则是慢慢悠悠的一点点移动着转身，走出一个小圆形，成功调转了身躯。蛇虫诡异早已将他淹没，但在回头鬼的保护下，毫发无伤。回头鬼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货色，面对杂鱼一般的蛇虫，诡异眼都不眨一下；而面对饕餮，也是眼都不眨一下的就跑了。方修跑的速度并不快，只是远远的掉在杨明等人身后，静静的看着他们被追杀。他猜测，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
天命一定会给杨明指出一条生路。杨明等人一边杀着蛇虫诡异，一边慌不择路的逃跑。修哥呢？杨明突然发现方修不见了，他脸色猛地一变，以为方修被蛇虫诡异给包围了，正想回去救人。蛇虫诡异群中传出方修平静的声音：“我在这。”众人循声看去，只见方修悠闲地从诡异群中走出，那不紧不慢的模样，就像在散步。几人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马兴邦更是如历史重演一般惊呼：“方修，你还说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方修平静地点了点头：“没错，我们就是一伙的，给我杀了他！”嗡嗡嗡，密密麻麻的蛇虫诡异朝马兴邦等人冲去。马兴邦大惊失色，已经掏出黄金钥匙，下意识开始找门了。只是可惜，整个5楼只有一扇门，那就是彼岸之门。无穷无尽的蛇虫诡异从门中涌出，根本没机会用黄金钥匙。说实话，此情此景，也难怪马兴邦会如此以为。方修一个人如同帝王一般站在诡异群中，那些诡异仿佛十分惧怕他，根本不敢靠近，在他周围形成一片真空地带。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一幕，肯定会以为是方修在操控诡异大军。修哥，都这时候你还开玩笑？拼命逃吧，我不会死，但你们死不死就看造化了。方修是故意如此说的，希望激发出天命的潜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众人的体力灵性急剧消耗，甚至已经浑身浴血，但生路还未出现。方修微微皱眉，猜错了吗？再等等，还没彻底将杨明逼到绝路。在众人奔逃之时，他也没有闲着，正在全力实验饕餮之口。随着他不断调动灵性去描绘意识中的饕餮之口，终于他的左手掌心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抬起手看了看，只见左手掌心赫然裂开一道口子，那是一张嘴，里面长满了一排排狰狞森白的牙齿。饕餮之口。随后方修猛地将左手伸入蛇虫诡异群中，直接抓住一只细长滑腻宛若蛆虫一般的诡异。那诡异剧烈挣扎，可下一秒饕餮之口猛地张开，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传来，这只诡异便直接被吞噬进去。咔嚓咔嚓，只见左手上的口不断咀嚼。与此同时，方修能明显感觉到一股诡异力量涌入体内，灵性开始躁动，身上也流淌过一股微弱的暖流。方修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他能感觉到自身的灵性和肉体都有了微弱增强，虽然十分微弱，但确实增强了些许。这可能跟蛇虫诡异太弱以及吃的太少有关。于是方修不断地将手伸入诡异群中，饕餮之口疯狂开合吞噬，大快朵颐。越来越多的蛇虫诡异被饕餮之口吞噬，而他的灵性和体质也在缓慢增强。在吞噬了近100只蛇虫诡异之后，终于灵性由之前的 25% 增长到了 26%， 而身体素质也大概上升了 10% 左右，力量速度恢复力都更强了。随后方修便不再吞噬，因为已经到量了，饱了。他虽然有吞噬的能力，但身体终究难改人类本质，不能像饕餮一般无穷无尽的吞噬。再者，随着吞噬蛇虫诡异越多，他能感觉到提升越来越微弱，需要吞噬更高层次的存在。这让方修不由得盯上了回头鬼。等一会没了蛇虫诡异，是不是可以考虑吞了回头鬼？毕竟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也挺孤独的。想了想，还是算了，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恐怕很难吞噬回头鬼。回头鬼虽然手段垃圾，但位格不低，从他能震慑蛇虫诡异就可以看出。大概又过了5分钟，被逼入绝路的众人似乎迎来了转机。杨明在被追杀的慌不择路之时，猛地一个拐弯，转入旁边的走廊。而不少蛇虫诡异因为转弯不及时，直接撞在了对面的墙上。这一撞，那些斑驳混乱的诡异力量轰击在墙壁，墙壁瞬间倒塌，露出一道红色光幕。那些蛇虫诡异撞在红色光幕之后，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纷纷爆裂而死。一直紧盯杨明的方修见到这一幕，顿时心中了然，这就是生路，原来是需要诡异力量才能打开吗？怪不得需要打开彼岸之门，只有彼岸才能有这么多诡异。无穷无尽的蛇虫诡异在迷宫中乱飞，随着数量的增加，迷宫会越来越拥挤，然后撞开生路的几率也就越高。这种几率在天命的作用下会无限升高。这里是生路，方修提醒一声，随即便朝着红色光幕走去。他没有管其他人，也不需要去管，这3人都是3阶御灵师，面对蛇虫诡异虽然狼狈，但绝不致死。唯一会死亡的情况就是立即而死。进入红色光幕之后，方修顿感后背一轻，冰冷刺骨之感消失。显然回头鬼被隔绝在了外面。他开始打量四周环境，发现这里完全就是一处封闭的空间，整个空间呈现一种淡红色，而在空间的尽头屹立着2扇门，一道洁白如玉，一道漆黑如墨。门上分别写着2个字，白门上写着一个生字，黑门上写着一个死字。不止如此，洁白的生门之上雕刻着各种祥瑞花草，还有阵阵圣洁祥和的气息弥漫，仿佛门的背后就是天堂。而死门则是雕刻着恶鬼凶兽，恐怖不祥的气息不断扩散，仿佛通向地狱的门户。这时杨明3人也狼狈不堪地闯了进来。操！总算摆脱那些诡异了，该死的，那门到底通向哪里？怎么这么多诡异？杨明拍打着身上诡异的残骸，破口大骂道。另外2人也是十分狼狈，衣服裤子都成了乞丐服。咦，这里还有2扇门，生门死门。操，这狗逼周清风这是和咱们玩猜谜游戏呢。看到这2扇门，众人本能般的反应就是这2条路肯定只有一条是生路，另一条是死路，选对就活，选错就死，这是心理上的博弈。正常来说，明显生门更像生路，仙气飘飘，鸟语花香的。死门一看就是死路，通向地狱的门户。可事关生死，谁敢去赌？万一设计者打的是反逻辑呢？像生路的生门其实是死路，像死路的死门反而是生路，一切皆有可能。不过面对这种生死选择，众人根本丝毫不慌。
遇事不决，可问方休。于是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方休的身上，等他做决定。杨明更是一脸轻松道：“休哥，这么简单的选择题，靠你了。你预知到了哪扇门背后是生路吗？”方休点了点头，一脸平静地回复道：“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然后径直地走向死门，那宛若地狱一般的门户。他猜测死门背后是生路，院长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一个道理：向死而生。这暗合院长的理念，毕竟诡异化就如同经历死亡再重获新生。然后他死了，进入死门之后，整个人陷入无尽的黑暗，随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碾碎。休哥，这么简单的选择题，靠你了。你预知到了哪扇门背后是生路吗？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然后方休径直地走向生门，那宛若天堂一般的门户。生门就是生路，看来院长想表达的是，我不会故弄玄虚，真诚才是必杀。你相信我，我不会骗你。然后他又死了。进入生门之后，整个人被无尽的白光包裹，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随后被白光泯灭。休哥，这么简单的选择题，靠你了。你预知到了哪扇门背后是生路吗？方休，你来选。杨明。方休猜测，不可能两条路都是死路，那就说明关键点在杨明的身上。不是，休哥，我选。别闹了，1/2的几率，我万一赌错了，岂不是死翘翘？杨明显然并不是很情愿。不过方休却道：“你是天命，不会选错的，并且周清风既然留了礼物给你，自然不会让你轻易死去。”杨明一听，只感觉有理有据，让人信服，一时间信心大增。你说的没错，我肯定能选对。说完，杨明便大步流星地朝生门走去。一阵白光闪过，杨明的身影消失在白光之中，场面一时间陷入一片寂静。大概数秒之后，一个脑袋从生门探出，正是杨明。只见杨明满脸喜色道：“生门就是生路，都进来吧。” So， 马兴邦第一个窜了进去，似乎生怕被人抢先一般。白起也没有丝毫犹豫，径直地走向生门。至此，只剩方休一人。杨明催促道：“休哥，你还在等什么？走啊！”方休微微皱眉，难道通关的关键是必须杨明先进入？带着这种疑惑，方休缓缓走进生门，然后他死了。杨明，走死门，我已经看到了未来。方休一脸平静地对着杨明说道。杨明点了点头，没有丝毫怀疑，径直地走入死门。片刻后，杨明探出身子，对着众人说道：“你们进来啊，还等什么呢？休哥的预知怎么可能出错？”方休的眉头越皱越深。杨明，你先出来。杨明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乖乖出来了。怎么了，休哥？方休没有解释，而是看向白起。白起，你进去。白起点了点头，径直走入死门。片刻之后，他也出来了，对众人道：“死门没问题。”这时，方休隐隐想到了什么，又对着杨明说道：“杨明，你去生门；白起，你去死门。”杨明瞬间大惊失色：“不是吧，休哥，我和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害我呀？”“我没有害你，而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这两扇门都是生路，都能随意通过。”“什么啊？合着这就是院长弄出来吓唬人的呗？”说着，杨明走向生门，白起走向死门。片刻之后，两人都毫发无损地出来了。此时，方休眸中波动，已然看穿了一切。他先是一步踏出，进入生门。这次白光一闪之下，他并没有死，而是出现在一座地下宫殿门前。随后，方休走出生门，在众人的注视中再度踏入死门。黑光闪烁之下，他再次出现在一座地下宫殿面前。方休的嘴角不由勾起一抹冷笑，他已经看穿了一切。生死门的关键根本不在于选择哪个门，而在于你是否相信你的选择。只要你100%相信自己选的对，那生门死门都一样。可问题是，除了拥有天命且有点一根筋的杨明，谁能如此确定自己100%选对？但凡你的心中只要有一丝怀疑，生路就会变成死路。这也是为何所有人都能过去，只有自己过不去的原因，因为自己心中始终带有怀疑。其他人见杨明走完毫发无伤，自然无比坚信，可自己在生路死路都死过，所以持有怀疑。很快，众人便全部进来了。他们看着眼前宏伟的地下宫殿，皆流露出一丝震惊之色。宫殿恢宏雄伟，占地很广，且组成的每一块巨石都无比的巨大。这种建筑还是在地下，显然不是人力可以建造的。那除了人力还能有什么？自然是诡异。你们快看，门口漂浮着一张羊皮纸。杨明突然惊叫一声，众人连忙走过去，只见上面写道：“我的朋友，你能走到这里，已经有资格接触到世界的真相了。想必你一路走来，早已有所猜测。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你看到的门后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是诡异的世界，我将其称之为彼岸。”看到这，杨明有些疑惑：“门？啥门？生死门吗？会不会是诡异涌出来的那扇门？”白起若有所思道：“操，这院长有病吧？那扇门背后全是虫子一样的诡异，谁他妈能看到门后有什么呀？把眼珠子抠出来扔进去看啊，神经病！”杨明不满地骂道。方休，别说话，继续看。彼岸就是诡异的源头。如果说现世是人类的世界，那彼岸就是诡异的家园。万年前，因某种原因，彼岸开始入侵现世，两个世界在不断的重叠。两个世界就如同两滴水珠，一滴是清水，一滴是墨水。随着两者不断的融合，最终清水也会被染成墨水。现实中突然出现的诡异，就是彼岸不断入侵的缘故。随着入侵程度的加深，诡异的数量将会激增。想必你早已有所察觉，诡异的数量正在逐年递增。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世界会彻底被彼岸吞没，人类终将灭绝。众人看到人类终将灭绝这几个字，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哪怕是一直没正形的杨明，也变得严肃起来。唯有马兴邦，他虽然装出一副震惊的模样，但眼眸深处却并无波动。
看到这，方修并未太过震惊，去过彼岸的他早已隐隐有了猜测。比起人类终将灭绝，他更关心羊皮纸上提到的2个字：重叠。2个世界正在重叠，说成入侵也好，融合也罢，本质都是重叠。难道就是因为2个世界重叠在一起，所以自己的眸光才能跨越2个世界？继续往下看，被天命眷顾之人，一路走来，想必你已经猜到了我的目的，明白我所做的一切。虽然他看上去不被世俗所理解，但这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办法。如果是你，应该可以理解。即使你现在不认同我的理想，但早晚有一日，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杨明，这特么哪来的谜语人？我理解个嘚呀！别说杨明不明白了，就算脑子更好一点的白棋也满头雾水。大概唯一清楚院长在说什么的人，也只有方修和马兴邦。方修是因为看过了撕碎的纸张，去过了彼岸，而马兴邦似乎早就知道一切。我的朋友，在这宫殿之中，我特地为你留下了一份礼物，其名元初。它是拯救世界的关键，是完美诡异化的钥匙，同时也是维持整座青山精神病院鬼域的核心。这座鬼域的封印正在逐渐削弱，要不了多久，鬼域破裂，里面的实验体就会出现在现实，届时整个绿藤市都会被诡异毁灭。想要阻止这一切，唯有成为元初的主人，而失去核心的青山精神病院鬼域则会回归彼岸，危机化解。被天命眷顾之人，请遵循你内心的选择，去接受命运的馈赠。看到这，方修已经彻底明白了院长的打算，这就是阳谋，赤裸裸的阳谋。他明摆着告诉你，不接受元初，那绿藤市乃至全国都会遭受到难以承受的损失，生灵涂炭。你想拯救绿藤市，就必须接受元初。从对元初的描述也可以看出，一旦杨明接受，那必然会被诡异化。院长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杨明认同自己的理想，以及完成诡异化。只是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天命如此重要？院长一定要获得天命的认同，并让天命诡异化。天命之子，被天地钟爱的人，全民诡异化。瞬间，方修心中隐隐有了猜测。院长从来不是为了让杨明认同，而是为让世界认同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世界意志。一旦天命都成为了诡异，那距离全民诡异化还远吗？想通了这一点，方修当下便决定，元初他要定了，绝不能留给杨明，因为诡异都该死。他要杀光所有的诡异，创造一个没有诡异的世界。他要报仇。元初，杨明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眼中怒火密布。院长用整个绿藤市的安危来威胁他，这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想让我变成诡异是吧？我倒要看看。正当杨明打算放狠话之时，方修直接打断了他，不用担心元初的事，到时候直接把他交给我即可。杨明微微诧异，修哥你，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一句话直接将杨明毒死。杨明的脸上浮现一抹喜色，他用力点了点头。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令人心安的了。他本来都做好了拼命的打算，为了绿藤市强行接受元初，靠意志力拒绝诡异化。谁料方修却看到了破解之法，这让他怎能不开心？马兴邦脸色有些难看，当即喝道：元初这么危险的东西，自然是要上交总部，让总部代为保管。你们怎么能私自据为己有？果然还是杀了吧。方修一脸平静道。杨明点了点头，这里挺隐蔽的，尸体应该不会被发现。白棋没有说话，只是摸了摸腰间的短刀。马兴邦的脸色是变了又变，最终强笑道：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调查局也是有规定的，御灵师在诡异事件中的战利品可以选择上交或者不上交。上交的话，调查局也会发放相应的奖励，绝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不要冲动。方修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随即便朝着宫殿走去。众人连忙跟上，全部进入宫殿。一进入宫殿，众人全都浑身一僵，好似看到了什么十分恐怖的存在。宫殿的内部十分空旷，除了几个具有支撑作用的石柱以外，最深处立着一座高台。这种布置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皇宫，而高台之上就是龙椅，皇帝坐的地方。然而在这里，高台之上坐着的却并不是皇帝，而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躺在高台之上，正在沉睡。可就是这样一位小男孩，却让众人僵在了原地。只因小男孩身上的诡异气息太过恐怖，浓郁到令人发指，他就如同一个污染源，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污染，直视他犹如直视深渊。那一瞬间便能感觉到世间所有的恶扑面来，让人难以呼吸。他给人的感觉竟比之前的无面小女孩还要恐怖。万幸的是，他正在睡觉。众人没敢说话，而是互相对视一眼。杨明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指了指小男孩身后的青铜门。很明显，这一关应该是打败小男孩，然后去青铜门获得元初。不过感受到小男孩身上的恐怖气息之后，众人现在只想悄悄地摸过去。于是众人十分有默契地放低声音，悄无声息地朝小男孩走去。一步两步，众人走到高台之上，看着近在咫尺的小男孩，杨明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生怕发出一点声音吵醒了他。正当他们想要继续前行之时，却发现方修竟停在了小男孩身前不走了。这让众人十分不解且焦急，不断地给方修使眼色，那意思是走啊，赶紧走啊，要是吵醒他都要死。但方修根本不为之所动，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小男孩，然后啪，一个大逼斗呼在了男孩的脸上。这一举动差点给众人吓尿了，他们以为方修疯了，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吗？然而挨了一巴掌的小男孩并未醒来，依旧在沉睡。众人微微惊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修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杨明也敢说话了，不过方修并未理他，而是继续平静地注视着小男孩，淡淡道：不用装了，起来吧。砰！小男孩猛地睁开了6只眼睛，没错，就是6只眼睛。眼眶中2只，眼眶上方的额头处有2道裂缝，分别长着2只，
而脸颊处同样还有2只，6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方修，瞳仁漆黑无比，宛若黑洞。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小男孩似乎许久没和人交流，说话十分吃力。方修并没有说话，继续盯着小男孩。还能怎么知道的？死一次不就知道了？原来方修已经回荡过一次，上次他们摸到了青铜门前，小男孩犹如恶作剧成功一般，出现在众人身后，给了众人一个惊喜。所以这次方修决定给小男孩一个惊喜。众人则是大惊失色，原来小男孩在装睡，这要是待会开门时，小男孩来一个背后袭击，岂不是被打个措手不及？你们真是太讨厌了，我还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呢。小男孩有些失望道，如果不是长着6只眼睛，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受了委屈的小孩。青铜门的钥匙呢？方修直接问道。小男孩眨了眨眼，6只眼睛一齐关闭开启，说不出的瘆人。你不是天命，钥匙不能给你，院长交代过我，钥匙只能给天命。杨明一听，立刻上前一步，朝小男孩伸出了手。我就是天命，钥匙拿来吧。小男孩扭过头，6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杨明。片刻之后，小男孩十分开心地拍手笑道：太好了，我等了好久，终于等到天命出现了啊！钥匙给你。说着，小男孩张嘴一吐，一柄带着粘液的青铜钥匙出现在口中。杨明十分嫌弃地接过钥匙，赶紧擦了擦。众人都有些发愣，这么简单，这和预想的根本就不一样。按理说到了最后一关，不得打个 boss， 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再获得通关道具，这 boss 挺好说话的呀。正当众人有些发愣之时，小男孩已经站了起来，一脸微笑地看着众人。院长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开动了。开动！众人心中瞬间警铃大作。只见小男孩的身躯开始膨胀，脸庞逐渐扭曲，无数密密麻麻宛如蛇鳞一般的黑鳞从他身上长出，矮小的身躯瞬间拔高。眨眼之间，他已然变成了一个5米多高，浑身黑鳞，关节处长满骨刺的6眼怪物，周身闪烁着森寒的金属光泽，长长的尾巴兴奋摆动，活脱一位专为杀戮而生的怪物。你想干什么？杨明大惊失色。你敢对我们出手，就不怕被院长责怪？小男孩的声音彻底变了，变得沙哑冰寒。院长交代我的任务是看守钥匙，然后等待天命到来，将钥匙交给天命。我已经把钥匙给你了，所以我的任务完成了。院长可没说不能杀人。你特么一根筋啊！杨明气得破口大骂。院长让你给我钥匙，自然是让我进去拿原初，你特么这点事都想不明白？小男孩冷冷一笑，院长只说让我给你钥匙，可没说不能杀你。操！你特么故意的吧？没错，我就是故意的。小男孩的脸色瞬间狰狞，口中发出非人的嘶吼，6只眼睛猛地爆发出猩红血光，里面充斥着难以形容的癫狂，宛若一头是人的野兽。我才是院长最完美的作品。可是为什么院长不带我去彼岸，不让我跟随？明明我那么想成为院长的兵器，都是因为你！该死的天命，是你害我无法追随院长，在这个破宫殿中等了这么久。你该死，你们都该死！喂喂，是天命害的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马兴邦急忙撇清关系道。闭嘴！狂暴的气势从小男孩身上爆发出来，整个地下宫殿都开始震颤，机遇倒塌。众人脸色狂变，被逼得连连后退，只感觉被这股骇人的气势压得喘不过来气。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温和的声音响彻全场，打破了场中充斥的惊天杀机。康康，我的孩子！听到康康2个字，小男孩瞬间浑身一滞，不可置信地转过头看向方修。此时的方修像是变了一个人，他的脸上不再是平静，而是挂着一脸温和的微笑，眼睛眯着，气质儒雅。小男孩6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方修。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康康这个名字？一瞬间，狂暴诡异的气势犹如排山倒海一般压在方修的身上，甚至他脚下的石砖都出现了如蛛网般密密麻麻的裂痕。但方修根本不为所动，因为他见识过更恐怖的存在，并被其杀死了101次。小男孩虽强，但面对饕餮，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罢了。至于康康这个名字，是方修从撕碎的纸张上看到的。他记得撕碎的纸张上有过这样一段记录：康康这个不听话的小屁孩，成天叫嚷着要成为院长的兵器，烦死了！早知道就不给他看动画片了。哼，今天多给他来2针。刚刚听到小男孩说要成为院长的兵器，他瞬间便猜测小男孩就是康康。现在从小男孩的反应看来，他猜对了，毕竟成天叫嚷着成为院长的兵器，这种中二言论，想来应该不会有几个人能发出。康康，张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我是谁。方修温和地笑道。康康的6只瞳孔骤然收缩，满脸的不可置信之色。只见方修的外表开始缓缓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身穿白大褂，气质儒雅，笑容温和，笑起来喜欢眯着眼的男子。正是之前照片上的周清风院长。康康眼中爆发出不可置信的惊喜光芒。真的是你？您终于想起我了？您是来让我成为兵器的吗？康康犹如看到自己多年未见的父亲一般，激动的想要上前，但又有些害怕和陌生。一旁的杨明等人见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尤其马兴邦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浑身颤抖的犹如筛子一般。他本以为方修有可能和他们是一伙的，谁成想这他妈不仅是一伙的，还是老大。方修看着康康激动的神色，嘴角的笑意越发温和。多亏了之前看到过周清风的照片，知道周清风长什么样子，这才能利用虚实转化的能力伪装自己。没错，方修之所以能变成周清风的样子，就是利用了梦魇的虚实转化。因为见过照片，所以他先在意识中编织出一个虚假的周清风，然后对自己进行转化，将自己转化成真实的周清风的模样。虚实转化，以假乱真。当然，转化之所以叫转化，是因为方修无法虚空造物，不能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凭空转化出一个周清风，但是他可以将自己当作蓝本，当作基础进行外表的转化。方修推了推脸上的黑框眼镜，温和笑道：
是的，孩子，如今的你已经有资格成为我的兵器。听到这话，康康瞬间激动到浑身颤抖，6只硕大的眼睛中不断的有泪水溢出。他觉得自己多年的等待，多年的孤独，受的委屈全都值了。他的身体下意识的朝前走了2步，似乎想如同从前一般被院长摸摸头。方修也想摸摸他的头，然而康康这5米多高的孩子真是太高了，即便俯下身子也只能摸到大腿。拍了拍康康粗壮且长满黑鳞的大腿，康康唰的一下就哭了，热泪盈眶，6只眼眸同时流下感动的泪水。呜呜，康康实在太开心了，康康终于等到这一刻了。看着激动不已的康康，方修嘴角的笑意越发温和，轻抚鳞片，如同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一般。我的孩子，你真的愿意成为我的兵器，想要为我斩杀挡在前路的一切敌人，追随我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直至巅峰吗？听着方修的话，康康不自觉地激动到浑身颤抖。我愿意，院长，这就是我毕生的梦想。看着康康激动不已的模样，方修便清楚地知道拿捏了。康康的情绪思想已经完全掉入自己的节奏，任由掌控。方修微微俯身，笑容越发温和，然而他的黑框眼镜却几乎遮掩不住双眸中的冷光。他在康康的耳边轻声说道：献出你的一切，成为我的兵器吧，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陪在我的身边，直至永恒。康康的6只眼眸瞬间瞪大，满脸的不可置信之色，随即激动到狂喜，仿佛被天大的荣光照耀，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院长，我真的可以吗？我有这个资格吗？方修温柔地摸了摸康康的头，温和道：我的孩子，或许别人没有，但你一定有，因为院长我呀，最喜欢康康了。轰！绝杀！康康瞬间被一股无与伦比的幸福包裹，渴望认同的他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死而无憾。康康也最喜欢院长了。呜呜！康康5米高的庞大身躯不断颤抖，硕大的泪水滴在地面，发出剧烈的腐蚀声，将地面腐蚀出一片密密麻麻的洞。好了，我的孩子，不要哭泣，平复心情，不要抵抗，好好接受这份荣光吧。康康抹了一把泪水，满怀激动与兴奋地看着方修，并主动将头凑了过去。方修则是伸出了左手，饕餮之口瞬间张开，露出一排森白的牙齿，十分狰狞恐怖。不远处的杨明等人见到这一幕，内心中纷纷直呼变态，这精神病院的人都太他妈变态了。院长扑爱诡异，诡异甘愿被吃，被吃前还他妈要问一句，我有这个资格吗？这他妈是什么丧心病狂的展开？这不就跟某些专家说的一样，年轻人上班不应该发工资，老板给你工作，培养你的工作经验，锻炼你的能力，还不找你要钱，你好意思跟老板要工资吗？万万没想到，诡异之间的扑爱比人类玩的还溜。最关键的是，还他妈院长最喜欢康康，康康也最喜欢院长偶。原来诡异之间表达感情的最高方式就是吃掉对方。方修并不知道杨明等人的所思所想，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康康的身上。如此强大的诡异，一旦吞噬，自己的实力将会达到什么地步？即使他现在已经吃撑了，但面对送上门的大餐，他必须试试。然后他将左手放在了康康的身上，在康康满怀期待的眼神中，饕餮之口对着黑鳞用力一咬，咔嚓，剧烈的疼痛从左手传来。方修举起左手看了看，饕餮之口有些牙龈出血。康康疑惑地看了过来，虽然没有说话，但6只眼睛似乎在问：院长，你弄啥嘞？不是要让我永远成为你的一部分吗？怎么还不动手啊？方修不动声色地收起了流血的左手，倒不是饕餮之口弱，而是现在的自己还是太弱了，现阶段根本无法超负荷吞噬太强的诡异。如果把饕餮之口比作一招很强的神通，那也要看发动神通的人是谁。比如《西游记》中的一招袖里乾坤，地仙之祖镇元子用出来，连孙悟空都能困住，但换成一般的人使用，那就是储物空间。同样的道理，饕餮之口由饕餮使出来，那自然是吞噬万物，可由2阶御灵师方修使出来，那就有些差强人意了。我的孩子，我刚刚感知了一下，现在的你还是太弱了，没有资格成为我的一部分。康康虽然是院长的狂热粉丝，但他也不是傻子。院长，您刚刚流血了。康康6只眼眸中同时流露出一丝疑惑，虽然他暂时还没有怀疑，但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早晚都会生根发芽，看来又得重开了。方修脸上温和的笑意缓缓褪去，变成了如死水般的平静。重开？院长您在说什么？康康眼中的疑惑之色更甚。就这样，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方修掏出了手术刀，一刀狠狠插进自己的额头。我的孩子，如今的你还不具备成为我兵器的资格，在彼岸我也制造了一些如你一般的实验体，他们要比你更加完美。方修一脸温和地抚摸着康康的鳞片，说道。康康顿时激动了，不，我不相信，我才是院长您最完美的作品。方修微微一笑，行动要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不是吗？疼！康康激动地站起来，身子5米多高的庞大身躯充满了压迫感。他们在哪？我要去打败他们，证明给您看。出去之后，你会看到无数诡异，顺着诡异出现的方向，有一扇门，那是彼岸之门，而我的一件成品就守在那里。去吧，我的孩子，去证明给我看。康康充满斗志地大吼一声。院长，我去就回，一定向您证明，只有我才有资格成为您的兵器。说完遗言，康康就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宫殿，前往彼岸之门去找饕餮了。待康康走后，方修脸上温和的微笑顿时消失，一片平静地朝众人走去。杨明等人见到这一幕，立刻无比紧张，纷纷摆出战斗姿态，一副要和最终 BOSS 决一死战的模样。方修缓缓恢复了原本的样貌，但根本没用，众人压根就不相信，反而觉得现在才是假的。看守的诡异已经被我骗走了，开门吧！没人敢动，继续紧张地盯着方修。你到底是院长还是方修？马兴邦紧张问道。面对众人不信任的目光，方修并没有解释，因为解释也没用。院长不会解释，真正的方修也不会解释。
不要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什么叫愚蠢的问题？难道你不打算解释解释？马兴邦小声道。自从知道方修疑似院长之后，他说话再也不敢大声了。有区别吗？方修反问道。当然有区别。马兴邦显得有些激动。方修摇了摇头，其实对于结果来说并没有区别。假设我是院长，那我让你们开门，你们会不开吗？众人面色有点难看，虽然没有说话，但基本等于默认。面对院长这等神秘的存在，说实话打肯定是打不过的，被要求开门，怎么着最后也得开。如果我是方修，那我让你们开门，你们会不开吗？两个问题直接给众人堵死了。因为方修说的是实话，无论自己是谁，要求开门都不会被拒绝。所以无论我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开门吧。杨明犹豫再三，最终又问了一句：你真是修哥？方修点了点头。我不信，除非你把当初勒索我的2000灵币还给我，我就相信你。嗖！方修右手自然下垂，一柄闪烁着寒光的手术刀出现在手中。杨明连忙讪讪一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别激动。随后他赶忙用青铜钥匙打开了青铜门。众人走出其中，入眼是一条阴森的走廊，两侧挂着烛火。杨明赶紧回身将青铜门关上。不用关门。方修平静道。不关门怎么行？万一那5米多高的小朋友康康发现自己被骗了，找回来怎么办？他回不来了。方修十分笃定，去挑衅饕餮怎么可能活着回来？为什么回不来？杨明诧异道。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一句话直接堵死所有问题。现在我能确信你是真正的修哥了。这淡漠的眼神，冷静的姿态，笃定的语气，一般人真模仿不出来。对于杨明的马屁，方修并没有理会，而是自顾地朝通道中走去。通道很长，众人走得也很慢，生怕最后关头碰到什么陷阱，然后翻车。其实经过这段时间的心情平复，当震惊的情绪消散，聪明的智商又占领了高地，众人也缓缓意识到了，眼前的人只可能是方修，而非院长。如果方修是院长假扮的，那还和你演什么？逗傻子玩吗？但马兴邦聪明的意识到，即便方修不是院长，但也和院长脱不了干系。不然为何方修知道院长的模样，还知道如此多关于院长的事情？要是说这两个人不认识，那谁信啊？马兴邦目光闪烁，突然出声道：方修，你是怎么知道院长的样子以及他的一些情况的？不要拿预知搪塞我，你刚刚骗康康说的话可是过去发生的，而不是未来。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院长，所以认为自己又行了？你少岔开话题，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身份，好多事情已经不能用预知来解释了。而且众所周知，越强大的能力，使用起来的代价也会越大。你不过是一个2阶御灵师，可是你这一路上预知了多少件事？这是2阶御灵师能做到的事吗？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不行。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根本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而是拥有一件能够预知未来的鬼器吧？所以我才无法抄袭，所以你才能多次使用预知未来的能力。鬼器用多了会被污染心灵，但你却不怕这一点，恐怕这与你身上的诡异力量有关。马兴邦一副看穿一切的表情。你说的都对。马兴邦怎么也没想到方修会是这种反应，正常人被看穿秘密反应这么平淡。杨明惊讶道：不会吧不会吧，这年头还有人用鬼器会被污染心灵吗？马兴邦，白棋。被杨明这么一打岔，马兴邦都不知接下来的话该说什么了。正在这时，走廊的尽头出现一抹光亮，众人走了过去，进入到一处十分宽广的大厅。一进入大厅，众人立刻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大厅的中央部位竟漂浮着密密麻麻上千张面具，这些面具形态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的狰狞诡异，就好像漂浮着上千张鬼面一般。这面具什么情况？真他妈瘆人啊！杨明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倒不是吓的，而是大厅的温度极低，好似已经到了零下。众人都清楚，这是面具上的诡异力量所致。这有一张羊皮纸，白棋突然指着一旁道。众人连忙走过去，只见羊皮纸上写道：我的朋友，原初就在这些面具当中，遵循你内心的感觉去选择吧，如果选错，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请慎重。落款：周清风。马德，我现在一看到这个名字就烦，谁叫你送礼是这么送的？杨明气得破口大骂。在他看来，院长周清风绝对是有病，要是真想送礼，那就直接送啊，整这么多弯弯道道干什么？对于院长的做法，方修心中隐隐有所猜测。彼岸入侵现世，那现世肯定是抗拒且排斥的，所以天命应运而生，目的自然是拯救世界。但院长却想污染天命，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为了达到目的，院长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设置重重关卡，将原初面具包装成机缘，让天命获得。这次青山精神病院之行，像极了玄幻小说中的秘境，主角经历重重危险，最终获得机缘。院长要是强行给天命戴上面具，那必然会引发种种不可预知的后果。就好像玄幻小说中的反派，即使比主角强大很多，但也无法在主角还未成长起来时将其杀死，是一个道理。这才会将屎用蜜糖包裹着，为天命吃下。一念至此，方修突然联想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猜测：院长在算计天命，那天命就会乖乖被算计吗？杨明虽然看上去傻不拉几的，但那可是天命。院长想让杨明诡异化，而天命不想。无论过程如何，从结果去推，天命诡异化了吗？方修看了看正对着上千面具抓耳挠腮的杨明，若有所思。有自己在这，肯定是不会允许杨明获得原初。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自己拯救了天命，还是说这一切都是天命的自救，而自己不过是其中一环的棋子？如果是后者，那天命的力量真的难以想象，已经达到了操控命运的地步。思索片刻，方修便不再去想，实力弱小时想再多都没用，实力强大时什么都不用想。他将目光移向上千张面具，目光深沉。
不知道院长说的选错造成不好的后果究竟有多不好。如果是上来就要命的那种，那这回可有的死了。修哥，这么多面具，哪个是真的啊？要不你给咱预测一下？杨明一脸贱兮兮的凑了过来。周清风不是说了吗？遵循你内心的感觉，你去挑吧。方修打算等杨明挑出来，然后再截胡。杨明挠了挠头，那我可真选了呀。说着，他围着面具转了2圈，最终锁定在一个骷髅面具之上。倒不是这个骷髅面具有多么独特，主要是杨明看着他比较酷。正当杨明要拿骷髅面具之时，嗖，一道身影飞速闪过，一把将骷髅面具拿在手中，正是马兴邦。这是我先看到的。马兴邦一脸兴奋地看着手中的面具，爱不释手。杨明见到这一幕都无语了。你怕不是有什么大病？这么多面具呢，就非得抢我的？马兴邦此时似乎也懒得装了，冷笑道：你是天命，而且原初面具就是留给你的，自然你选的是真。既然你都说了我选的才是真，那我还没选呢，就被你抢了。你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抢到的是假的？马兴邦微微一惊，目光不断闪烁，盯着自己手里的面具。看他的样子，杨明似乎来了兴趣，随手又拿起一个牛头面具。我现在选择了牛头面具，我觉得它是真的。现在你怎么办？要不咱俩换换？马兴邦的脸色一下子难看了起来。他突然意识到，貌似自己手中的面具有可能是假的。按照正常逻辑，杨明选的肯定为真，自己抢走他的，那自然得到的是真的。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怎么才算杨明选的？半路被自己截胡，算杨明的选择吗？这要是不算，岂不是杨明现在选的才是真？可问题是，他又不敢换，一旦换了，发现被骗，那不成了纯纯的大冤种了？自己把真面具拱手让人，说出去得让别人笑话死。马兴邦陷入两难的境地，死死地盯着手中的面具，似乎想用肉眼判断出真伪。当然他是不敢戴上的，毕竟院长都说了，如果戴错，可能会引发不好的后果。可是马兴邦越看着骷髅面具，越觉得是真的，也不知为什么，就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在告诉他，是真的。那狰狞的骷髅面具好似活了过来，黑洞洞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马兴邦，嘴角的狞笑不断放大。而马兴邦脑海中的想法也越来越坚定，真的，一定是真的。天命不会选错，我抢了天命，一定不会有错。你休想骗我，我手中的面具才是真的。马兴邦的脸色陡然狰狞起来，随后似乎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没有错，马兴邦竟直接将骷髅面具戴到了脸上。方修见到这一幕，微微皱眉，面具有问题，似乎能影响人的心灵。马兴邦明显情绪有些过分激动了。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明显能感觉到马兴邦是一个有心计、懂伪装的人，这种人通常不会如此冲动，现在却选择第一个戴上面具，必然是受到了某种影响。场中骤然爆发出一阵张狂大笑，正是马兴邦。此时的他戴着骷髅面具，唯有一双眼睛暴露在外，竟有一种说不出的邪恶狰狞。我的选择果然没有错，这就是真正的原初面具，完美诡异化的钥匙。骤然间，骷髅面具似乎活了过来，竟随着马兴邦的狂笑开始缓缓蠕动，化作一抹狞笑。紧接着，一股邪恶至极的诡异力量从面具上涌出，狂暴的力量化作一股股黑气，疯狂涌入马兴邦的身体。轰！黑气激荡，场中竟猛地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冲击，以马兴邦为中心，疯狂地向四周扩散。杨明等人立刻被逼退数步，血肉苦弱，诡异飞升。听到这句话，众人的脸色立刻一变。好啊，原来你才是扑克牌组织的人！杨明怒道。扑克牌？马兴邦微微侧头，用邪恶的目光盯着众人道：像这种见不得光的老鼠，只不过是我们利用的工具罢了。听到这句话，方修瞬间明白，总部的人和扑克牌组织也有联系，甚至合作，或者说是马兴邦背后的派系。看来总部也不团结。好了，现在天命的利用价值也没有了，你们可以上路了。反正在这里杀了你们，也不会有人知道，到时候就对外宣称你们死在精神病院诡异的手里，这地方也挺适合埋尸的，不会被人发现。杨明，他没想到这马兴邦不仅记仇，还十分恶趣味，这话不正是他们之前所说的吗？还有你方修，你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要杀我吗？威胁我？你不会真以为我怕了你们吧？我只是要借助天命找到原初面具罢了，所以不想发生冲突。现在原初面具已经找到了，你再威胁我一个试试？马兴邦的口气越来越狂，似乎要将这一路上受到的委屈全都发泄出来。呸！你他妈是真能装逼，小人得志，还不想发生冲突？没有原初面具，你敢这么嚣张？杨明不屑道。马兴邦似乎被说到了痛处，脸色猛地阴沉下来。聒噪！轰！强烈的爆鸣声响起，浑身缠绕着黑气的马兴邦瞬间消失在原地，空气瞬间爆裂。当他再度出现时，已经出现在杨明的身前。杨明顿时一惊，没想到马兴邦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还未等他反应，砰！黑气缠绕的拳头轰击在他的腹部，巨大的力道直接让杨明面容扭曲，狠狠地倒飞出去，撞在了墙壁之上。墙壁被瞬间砸出一个大洞，土石飞溅，将杨明掩埋。见到这一幕，白棋顿时双目赤红，急速能力发动，手中的暗金色短刀狠狠朝马兴邦的后背砍去。唰！一刀砍在了空处，马兴邦犹如背后长了眼睛一般，不用回头便轻易躲避了白棋的刀。拥有杀意感知的我，永远不可能被偷袭。他狞笑一声，回身朝白棋抓去，但拥有极速的白棋直接身形暴退，躲过了那一击。3阶的极速还是比2阶的快啊！马兴邦微微感慨，想不到拥有原初面具和2阶极速的我，在速度上还是比你差了一线，也难怪，毕竟原初面具将我完美诡异化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也无所谓了，让你慢下来就是了。说着，一股庞大的重力以马兴邦为中心爆发出去，直接笼罩全场。原本迅捷的白棋在这一刻突然身子一沉，
仿佛背上背着一座大山，这让他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这时，轰！土石猛地炸开，灰头土脸、穿着绣花鞋的杨明从中走出。呸呸呸！他不断的呸着，显然吃了不少土，嘴里鼓鼓囊囊的，自然是镇尸猪。然而下一秒，可能是杨明用力过大，竟直接将镇尸猪呸出来。卧槽！杨明吓了一跳，赶紧将掉在地上沾满泥土的镇尸猪捡了起来，又塞进嘴里。你是白痴吗？白起一看到杨明这副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杨明讪讪一笑，含糊不清道：“失误，纯属失误，等我点根烟先。”说着，他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刚要拿出打火机点上，轰！杨明被瞬间击飞出去，口中的烟也掉落在地。当着我的面还敢抽烟，真是丝毫没有将我放在眼里。马兴邦冷冷地扫视着众人，混蛋！我的华子，那可是最后一根。杨明再度从废墟中走出，拥有镇尸珠的他根本没有受到丝毫伤害。他愤怒了，拔出腰间的短刀，径直地朝马兴邦冲去。白起也同时出手，三人瞬间战成一团。现在也就差个方修可以凑齐三英战吕布了。不过方修并没有参加战斗，而是仔细地打量着这些面具。马兴邦的诡异化让他有些诧异，他并不觉得马兴邦的面具一定为真。依照院长的算计，他千辛万苦弄了这么多布置，怎么可能最后让别人截胡天命？而且马兴邦此时明显状态不对，太嗨了，已经有点癫狂，并且虽然实力增幅不少，但还不够强。原初面具就这，或许这就是所谓戴错面具造成的不好后果。修哥，快来帮忙啊！这孙子跟特么嗑了药一样猛！杨明大喊道。方修看了一眼战况，发现马兴邦正在压着两人打，不过他并没有选择加入战斗。其实对付马兴邦很简单，只需要自杀重开，然后在他拿到面具之前干掉他即可。但方修也没打算自杀，因为并不是谁都能让他死亡回荡，一个马兴邦而已，不至于。你们先打着，我四处转转。说着，方修竟真的开始四处转了。他先是去了来时的路，结果却发现来时的入口竟不知何时多了一道结界一般的透明光幕，好似空气墙，根本无法离开。被封死了吗？方修目光闪烁，心中隐隐有了猜测。院长的目的很明显，杨明不拿到原初，肯定是出不去。那院长如何保证杨明一定能拿到原初呢？天命虽然可以保证杨明在上千面具中准确选出原初，但别忘了，天命是抗拒诡异化的，存在一定的可能，天命不会让杨明选对。院长不可能考虑不到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杨明100%拿到原初面具，且不会发生之前马兴邦那样的事情？那就只剩一种可能了，所有的面具都是真的。准确的说，这上千张面具都是原初的一部分，它们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原初。只有这样，杨明无论怎么选都会选对，且根本不怕别人抢，哪怕进来100个人也足够人手一个面具。现在只剩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上千面具合为一个。或许戴上面具之后才会知道。想明白一切，方修回到了面具所在的位置。此时杨明正在苦苦支撑，而白起似乎受了重伤，瘫倒在一旁，表情十分狰狞且痛苦。此情此景也在意料之中。白起虽然能力是极速，面对同级别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只要先出手基本能造成秒杀，可缺点也同样明显，一旦遇到防御高或者能限制他速度的人，他能发挥的作用将大大减弱。马兴邦的重力天克白起，重压之下白起速度锐减，而且马兴邦不是弱者，虽然使用的都是2阶能力，但架不住数量多且诡异化之后实力越发强大，也就是杨明靠着镇尸珠能够勉强支撑下去。不过镇尸珠也不是无敌的，此时的杨明身上已经出现尸斑，如果长时间下去，他将彻底变成一具尸体。激烈的战斗中根本没有时间让他拿出尸水罐子化解尸化。方修见杨明还能坚持一会，于是他走向面具处，准备拿起一个面具自己戴上的时候，突然轰！伴随着一阵轰鸣，一块巨大的岩石从顶部坠落，狠狠地朝他砸去。他神色不变，随意地抬起右手，以血肉之躯硬抗岩石。砰！岩石被他一拳打爆，化作漫天碎石四处飞溅。被诡异力量强化之后的身体早已堪比钢铁。而这时马兴邦居然直接将杨明轰飞，犹如鬼魅一般朝方修冲来。不让我碰触面具吗？方修面色平静，右手一抖，手术刀便出现在手中，银光乍现，犹如一条毒蛇一般朝马兴邦的脖颈扎去。马兴邦嘴角浮现一抹狞笑，根本丝毫不做防御，而方修也是同样如此，完全无视对方袭来的拳头，似乎要以伤换伤。修哥，快躲开！这孙子抄袭了你的能力，能将自身痛苦注入到你的体内。方修不为所动。下一秒，方修的手术刀扎在马兴邦的脖颈之上，而马兴邦的拳头也打在方修的胸口。然而两人都微微一愣，方修发现马兴邦身上缠绕的恐怖黑气竟化作一条条狰狞的小蛇，缠住自己的手臂，挡下了这一击。而马兴邦愣的是，方修硬吃了他的毕生痛苦，居然无动于衷，连表情都没有变化分毫。两人默契的同时后退，拉开距离。方修打量着马兴邦，暗暗思索，那黑气明显是原初面具的能力，居然能化作活体，自动护身，看向想要一击必杀比较困难。马兴邦则是直接问道：你居然能抗住我的毕生痛苦？这不可能，你身上有鬼气护身。他根本不相信方修区区一个毛头小子能接下自己的痛苦。他一路走来，能够进入总部成为3阶御灵师，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清楚，多次在诡异事件中经历生死，死里逃生，遭受重伤，身中诅咒，被诡异力量侵蚀，这些痛苦足以令人崩溃。听到这句话，方修的嘴角不由勾起一抹狞笑。你管这叫做痛苦？我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结。当笑容开始扭曲之时，无数狂暴斑驳的诡异力量涌遍方修的全身，黑色短发犹如褪色一般，
变成了银色，并不断伸长，密密麻麻的血丝充斥右眼，化作一抹猩红的血光。左手掌心猛地撕裂开一道缝隙，露出锋利的尖牙，一股近乎实质性的恐惧从他身上涌出，犹如浓雾一般扩散。此时的方修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准确的说是由人变成了诡异。马兴邦顿时惊住了，脱口而出道：“你不戴面具也可以诡异化。”哦，你倒是提醒我了。方修将手伸向一旁的面具，那是一张恶鬼面具。休想！马兴邦显然从面具之中获得了一些信息，知道了所有的面具都是真的，所以他不想让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戴上面具。他猛地伸出右手，对准方修狠狠向下一压，10倍重力，一股无形的重力瞬间将方修笼罩，重力减半。他又同时将自身重力减半，速度激增，连带着开启了急速的能力，瞬间化作一道残影。一旁的杨明见状大事不妙，想要阻止，可是根本跟不上马兴邦的速度。修哥小心！在重力的压制下，方修的速度被极大的限制，而马兴邦的速度却节节飙升。眨眼之间，马兴邦已经闪现般出现在方修的身前，他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右拳对着方修的心口狠狠轰出。重力拳，数倍重力加持在右拳之上，伴随着恐怖的诡异力量，竟直接爆发出音爆声。可面对这一击的方修根本连看都没看一眼，甚至都没有防御，仍旧自顾地去拿面具。马兴邦并未阻止，因为没必要阻止一个死人拿面具。终于，就在方修碰触到面具的刹那，轰！蕴含强大力量的重力拳狠狠轰击在方修的心口，在强大力量的加持下，哪怕方修经过诡异力量强化的身躯，也根本无法抵挡这一拳。他的心脏部位被瞬间洞穿，而心脏更是成了粉碎，血雾与碎肉从后心处喷射，一个恐怖的大洞出现在方修心口处。马兴邦冷笑着，将带血的右拳从方修的心口大洞中收回。胜负已分，他胜券在握的笑着，甚至带有一丝云淡风轻的气质。预知未来有什么用？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预知到自己的死。话说了一半，马兴邦突然卡壳，瞳孔不自觉地放大，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惊愕的状态。在他的视线中，心脏都没了的方修就跟个没事人一般，面色平静地将恶鬼面具拿在手中，然后又十分随意地戴在了脸上。蓦地，戴着恶鬼面具的方修缓缓转头，淡漠到不含有任何人类感情的眸子看向马兴邦，淡淡道：“你刚刚说什么？你怎么可能还不死？”马兴邦整个人震惊到头皮发麻：“你他妈心脏都没了啊！”方修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狞笑，脸上的恶鬼面具十分贴合，竟好似活过来一般，也在笑。死！就凭这种孱弱不堪的攻击？随着他话音刚落，下一秒，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方修的心口处，血肉如同活物一般不断蠕动，飞速交织，血管、肌肉、心脏、皮肤不断生长，眨眼之间全部复原，连带着血洞都消失了。拥有融合虚实转化特性的吸收痛苦，除非是瞬间秒杀，不然方修真的很难被杀死。可被诡异力量强化之后的身躯，生命力十分强大，即便是致命伤，也不会立刻死去，很难被秒杀。所以现在的方修基本算是半个不死之身，至少在他灵性耗尽之前是这样的。随着方修伤势的恢复，他脸上的恶鬼面具猛地爆发出一股极其邪恶且强大的诡异力量。轰！无尽黑气从面具上涌出，化作一条条小黑蛇，在他周身游走缠绕，犹如恶鬼缠身。他所站立之处，强大的力量甚至让脚下的石板寸寸皲裂，与之前马兴邦的状态一般无二，不，准确的说，要比马兴邦看上去还要骇人。因为方修是叠加了手术刀以及面具的诡异力量，自然要更胜一筹。在接受了面具的力量之后，方修便感知到面具中携带的一段信息，他也明白了为何马兴邦不让别人碰触面具。原来，让所有面具合一，化作真正原初面具的方法就是杀死厨子己之外的所有人，证明你才是最有资格继承原初面具的人。每一个进入房间的人都拥有获得面具的资格，杀死其他人，剥夺了他们的资格，面具就会归一。这就像一场养蛊游戏，当进入到这间房间时，进入的人变成了蛊，每个人选择一个面具，然后开始厮杀，活到最后的人可以获得真正的原初面具。游戏在进入房间的时候就开始了，4个人对应4张面具，当然你可以不选，但问题是你不选，别人选了就会实力大增，对你不利。怪不得马兴邦在戴上面具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还特地强调他选择的就是真正的原初面具，然后对众人痛下杀手。其实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之所以这样说，目的就是让别人对剩下的面具没了念想，然后再杀光所有人，独占真正的原初面具。一切都是在演戏。马兴邦看着比自己更像诡异的方修，脸色越发阴沉。虽然他没有脸，但骷髅面具早已将他的表情活灵活现地演绎了出来。既然你也知道了原初面具的秘密，那就来决一死战吧，看看谁才是最有资格获得原初面具的人。话音刚落，马兴邦率先出手，他要趁方修还未彻底适应面具的力量之时，速战速决。虽然方修刚刚心脏破碎了都能恢复，但他不相信一个人要是连头颅都没了还能复原。其实他的想法是对的，方修目前最大的弱点就是头颅，一旦头颅被打碎，失去意识，那就无法发动吸收痛苦的能力，就真的死了，然后死亡回荡。不过双重诡异化的方修可不是轻易能被人打爆头颅的。增幅20倍重力！马兴邦大吼一声，手掌凭空对着方修狠狠下压，咔嚓咔嚓，方修的身躯骤然下沉，脚下的石板直接粉碎，甚至就连双脚都陷进了地里。他没想到马兴邦居然还有着增幅能力，怪不得之前2阶的重力也能压制 S 级诡异无面小女孩，原来他当时动用了2种能力，一个重力，一个增幅。哈哈，硬顶着20倍重力的你，连我后脚跟都追不上，你拿什么赢？马兴邦张狂大笑，好似已经胜券在握。
现在的形势也确实如他说的那般，一个顶着20倍重力，一个重力减半，还有急速加持，双方都有面具，那就等于都没有面具，因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此看来，确实方修陷入劣势。不过方修却清楚地知道自己赢定了，并且将会赢得十分轻松，连死亡回荡都不用。你想知道我拿什么赢？很简单，拿面具。方修淡淡道。拿面具？马兴邦先是一愣，随即满脸嘲笑。你失心疯了？就你有面具？你要不要看看我脸上戴的是什么？方修的嘴角勾起一抹狞笑，随即将手伸向一旁的上千张面具。见到这一幕，马兴邦笑得更大声了。哈哈，这就是你想出来的方法？你可真是个天才。确实，面具越多，力量越强大。但你可知为何我不去戴双重面具？因为这面具就相当于鬼气，你一次性使用越多，心灵被污染的程度也会越高，乃至肉体的负荷也会越大。就算你的心灵没有第一时间被扭曲，但肉体也会瞬间被诡异力量所承包。想要驾驭上千张面具，唯有等它们全部合一，化作真正的原初面具，其中的诡异力量才会沉寂。我一个3阶御灵师都不敢戴双重面具，你区一个2阶，平平。说到这，马兴邦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方修已经将面具戴了上去，2张面具瞬间融合成一个。轰！越来越多的诡异力量从他身上涌出，那些黑气幻化而成的小黑蛇几乎将他全身笼罩。而最关键的是，方修不仅没有一点心灵失控的样子，甚至连肉身也没有崩溃。这不可能！马兴邦震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他一个3阶御灵师都做不到的事情，凭什么一个2阶御灵师能做到？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方修之所以能戴双重面具，一是因为他的心灵早已扭曲，还经历了上百次饕餮的洗礼，无惧使用鬼气的副作用；二是他拥有完美驾驭诡异的身躯，且融合了发鬼、血瞳、梦魇，乃至吞噬了不少蛇虫诡异，多重加持之下，他的肉体早已非人。随着双重面具加深，方修立刻感觉到自己体内正源源不断的涌出力量，20倍重力对他的影响越发轻微。于是他再度伸手拿向第3个面具。什么？还拿？马兴邦大惊失色，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阻止方修了。按照常理来说，就算方修的体质心灵在远超寻常御灵师，但也绝不可能承受3个面具，自己什么都不用做，看着对方自杀就好。可不怕1万，就怕万一。一念至此，马兴邦猛地朝方修冲去。虽然他认为方修不可能驾驭3个面具，但他不能冒这个风险。马兴邦疯狂攻击，重力拳在急速的加持下，化作漫天拳影将方修笼罩。可他却低估了戴了双重面具方修的实力。只见方修单手迎敌，其后银发狂舞，犹如千手观音一般。虽然力道不强，但胜在数量众多。云淡风轻之间，即便顶着20倍重力，依旧将马兴邦的攻击全部招架。马兴邦瞬间大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方修戴上第3个面具。现在的他只能默默祈祷，方修戴上第3个面具之后立刻暴毙。可惜事与愿违。轰！无比狂暴的诡异力量从方修身上爆发而出，竟直接将马兴邦震飞出去，横扫全场。不可能！为什么戴了3个面具，你还是不死？马兴邦不可置信地狂吼，一股浓浓的绝望涌上心头。他清楚地知道，方修不死，那死的就是自己。此时的方修仅仅站在那里，便给人一种难以抵抗的压迫感。那些缠绕周身的黑气幻化而成的黑蛇，已经完全连接在了一起，犹如漆黑如墨的浓雾一般，不断升腾，好似燃烧的黑色火焰。而方修则像是地狱烈火中走出的魔神，银发血瞳，脸上的恶鬼面具好似刻上的一般，显得异常恐怖狰狞。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无视20倍重力，并且力量已经上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层次。给你一个建议，现在跪地求饶是你最好的选择。3重面具之下，方修的声音犹如恶鬼般响起。我不信，我不信你能驾驭这么多诡异力量。陷入绝境的马兴邦大吼一声，双目赤红的朝方修冲来。然而下一秒，方修的身形犹如鬼魅一般消失在原地。砰！马兴邦的身形瞬间攻成虾米一般，双眼暴突，整个人直接被一股不可抵挡的巨力击飞。轰！他狠狠地撞在了墙壁之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他甚至都没有看清方修的动作，人便已经飞了。方修的身形再度消失，当他出现时，手中已经多了一个人，正是马兴邦。马兴邦犹如死狗一般，浑身骨骼破碎，被他单手掐着脖子提在了空中，鲜血直流。饶了我，真是丑陋啊！成为我的养料吧，结。伴随着恐怖的狞笑声，方修手掌上的饕餮之口猛地张开大嘴，咬在马兴邦的脖颈。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马兴邦只感觉自己的全部灵性犹如潮水一般流逝。片刻之后，马兴邦的灵性消失殆尽，身受重伤，没有灵性支撑的他当场暴毙。砰！方修松开了手，马兴邦的尸体犹如死狗一般掉落在地。吞噬灵性的快感让他沉醉，他也越发理解为什么诡异那么爱吃御灵师了。诡异爱吃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心灵，其中拥有灵性的御灵师更是美味。35%。吞噬了马兴邦的灵性之后，方修的灵性赫然增长到了35%的地步。不过让他诧异的是，居然只增长了灵性，而并没有获得马兴邦的各种能力。看来御灵师的能力不愧是心灵写照之力，与心灵息息相关，而灵性只是驱动能力的力量源泉，而非能力本身。仔细想想也是，如果吞噬了灵性就能获得对方的能力，那吃了御灵师的诡异岂不是要无敌？越吃能力越多，最后成了全能。修哥，你没事吧？杨明的声音打断了方修的沉思。你快把面具摘了吧，小心真的变成诡异。也难怪杨明会这么想，主要是方修现在越来越不像人了，而且原初面具存在的目的就是将人诡异化。方修没有说话，而是看了杨明以及重伤的白起一眼。面具给出的信息是必须杀了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才能获得原初，不过这个规则对于自己并不适用，
因为自己可以一张张的取代。只是现阶段的身体真的能承受上千张面具吗？对于这个问题，方修也并不是很确定，因为他之前吞噬蛇虫诡异时，一次也不能吃太多，不然身体吃不消。即便有完美驾驭诡异的体质，也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现在戴上3张面具，已经隐隐有种到达临界点的感觉。正当他思索之时，异变突生，只见上千张面具，包括马兴邦脸上戴的，以及方修脸上戴的，竟同时爆发出一阵诡异的黑色火光。修哥，你的脸着火了！杨明瞬间惊呼，但方修却无动于衷，他能感受到这黑火中蕴含的恐怖力量。不过这股力量并未伤害他。渐渐的，黑火越烧越旺，已经将所有的面具全部覆盖。最终，所有的面具彻底融化，化为一张张黑火组成的鬼脸。那些鬼脸千奇百怪，但却同样的狰狞，咧着大嘴，同时狞笑。被这些面具盯着，杨明只感觉浑身发寒，汗毛倒竖，竟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下一秒，火光升腾，上千张黑火鬼脸仿佛受到某种吸引一般，疯狂地朝方修冲来。恐怖的一幕出现了，那些面具简直就跟排着队一般，一张张贴在方修的脸上。霎时间，恐怖的黑火越烧越旺，直至将方修全部覆盖，彻底将他化为一个燃烧着黑火的火人。方修在黑火的包裹下，竟开始缓缓升空，强大的威势、恐怖的黑火双重爆发。杨明和白起两人被瞬间震飞，狠狠地撞在边缘的墙壁之上。一时间，场中似乎变成了一片黑色的火焰海洋，而方修屹立半空，宛若黑火中诞生的神明。杨明和白起骇然地看着这一幕，滔天的热浪将两人炙烤，他们发现自身的灵性居然在飞速燃烧。原来这黑火竟是以灵性为燃料，没有了灵性的御灵师就如同没有了子弹的手枪，废铁一块。正当两人的灵性快被烧干之时，场中再度出现变化，黑色火海犹如鲸鱼吸水一般，朝方修脸上疯狂汇聚。片刻后，黑色火海消散一空，化作了方修脸上的一个黑火组成的鬼脸。那鬼脸说不出的诡异邪恶，好似活物，无论从任何角度去看，他都仿佛在直勾勾地盯着你，满脸狞笑。杨明两人仅仅对视一眼，便感到心神俱震，隐隐有灵性失控之感。看一眼都要灵性失控，那戴上面具的方修呢？杨明和白起已经不敢想象，甚至表情十分凝重。一旦方修诡异化，会不会成为敌人？正当两人担忧之际，方修脸上的黑火鬼脸瞬间消散，露出了那张平静的面容，他也缓缓从空中落下。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拥有了原初面具，并且不用杀死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因为他发现自己居然在无意之间破解了死局。原来这一关存在另一种解法，即不用杀人也能通关，那就是让一个人戴上了其他人的面具。进来4个人，对应着4张面具的资格，必须抹除掉其他人的资格，才能获得原初。抹除资格看似只能杀死他人，其实不然，一个人戴上4个面具，等于夺走了其他人的资格。这算是一个不是漏洞的漏洞，因为正常情况下，没人能同时戴上4张面具。修哥，你没事吧？杨明握着腰间短刀，死死地盯着方修，似乎想看出他还是不是曾经自己认识的方修。看着两人紧张的模样，方修平静道：“我说过，我已经看到了未来。”杨明先是一愣，随即大喜，他可是清楚地记得方修之前的话。当时方修要求保管原初面具，并说自己已经看到了未来。现在看来，修哥不愧是修哥，果然有办法不被原初面具诡异化。太好了，修哥，我就知道你肯定没问题。杨明欣喜道。方修没有说话，而是平静地看一眼杨明手中的短刀。杨明察觉到视线，不由老脸一红，赶忙将拿着刀的手背到身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还转移注意地问道：“对了，修哥，刚刚那黑火鬼脸就是原初面具吗？面具去哪了？”方修点了点头，不错，那就是原初面具真正的形态，它已经被我收起来了。他并没有详细地说，其实原初面具钻入了心灵之中，这是一件十分特殊的鬼器，似乎没有实体，可以融入心灵，并不断地释放诡异力量，污染使用者的身心，持续且缓慢地将使用者的身心彻底诡异化，并且一旦动用原初面具的力量，诡异化的进程将会被大大加快。可想而知，一旦杨明获得原初面具，那等待他的结果就只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诡异化。但放在方修身上，结果却截然不同。早已扭曲且经历过多次洗礼的心灵，根本无惧原初面具的污染，甚至他心灵中不断地想起从饕餮身上学来的那些疯狂、混乱、不可名状、不可理解的低语，正在反向污染原初。最后就要看看到底是方修诡异化，还是原初方修化了。至于污染身体，他同样也是不惧完美驾驭诡异的体质，还有饕餮之口存在，让原初释放的污染只能成为他身体的养料。方修感觉自己现在正在走一条十分独特的路，有别于传统御灵师，也不同于彻底诡异化，仿佛是两者的完美结合，以自己的意志完美驾驭御灵师以及诡异的力量。等等，想到此处，方修突然感觉到一丝丝不对，因为目前自己所走的道路，为何与院长描述的道路那么相似？以人之心灵驾驭诡异之躯，这句话如果要展开解释，那倒也能符合自身的状态。难道所谓的完美诡异化，就是自己正在走的路？如果真是如此，那之前所有的猜错都要推翻。也许院长所说的被天命眷顾之人，不是杨明，而是自己。毕竟通常情况下，穿越者是天命之子的概率更高。这一切到底是自己破坏了院长的算计，还是正中下怀，亦或者是天命的自救？方修到现在也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趟精神病院之旅必然有天命和院长在博弈。正在这时，轰隆，整座精神病院突然发生剧烈的震颤，好似地震一般，周围的环境居然开始缓缓虚化，变得模糊不真切起来。杨明顿时脸色一变，这是怎么回事？方修平静地看了一眼四周的情况，淡淡道：“原初面具是这座鬼域的核心，一旦原初被收走，
精神病院便会因为失去支撑回到彼岸。那咱们赶紧走。杨明赶忙去搀扶重伤的白棋。此时的白棋模样有些凄惨，浑身多处骨骼破碎，鲜血不断外溢。说来也是奇怪，基本每次到最后受伤的总是白棋。方修隐隐猜测，是不是因为和天命在一起有关？似乎自己从听说白棋这个名字之后，他不是受伤，就在受伤的路上。小白，你还撑得住吗？要不你把我的镇尸珠含在嘴里，咱们赶紧离开。一听镇尸珠，白棋原本就难看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滚！我没事。他就算是死，也不可能含镇尸珠的，毕竟这玩意天天被杨明含在嘴里，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哎呀，小白，这时候你就别逞能了，你看你都流血了，镇尸珠确实有一股腐臭味，但真的好用。杨明一脸关切地说着，随即就掏出镇尸珠要往白棋嘴里塞。白棋脸色大变，浑身上下写满了抗拒。他倒不是嫌弃镇尸珠臭，主要是嫌弃杨明。你赶紧给我拿开！我就是死也不可能含你的镇尸珠。你别犟，赶紧。行了，我来给他治疗。方修实在懒得看两人磨叽，直接将手搭在白棋的肩头，吸收痛苦的能力瞬间发动。只见白棋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复原。两人皆是一愣。我好了。白棋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原本至少要养上1个月的伤，居然瞬间就好了，这是何等强大的治疗能力！修哥，你到底有几个能力啊？预知未来，让别人感受痛苦，现在还能治疗，这都3能力，我一个天命才单能力，到底你是天命，我是天命啊！杨明羡慕道。谁是天命？说实话，方修自己都分不清。行了，赶紧走吧，再不走就会被拉入彼岸了。说着，方修的一根银色发丝无视重力漂浮起来，像是蛇一般朝马兴邦的尸体延伸过去，在他身上搜出黄金钥匙之后，便飞速离去。原初面具被拿走，之前封锁房间的封印也消失不见了。众人很快来到最开始进入的青铜门口，方修直接将黄金钥匙插入青铜门中，用力一拧，只听咔嚓一声，他体内的灵性疯狂流逝，转眼竟消失大半。而青铜门缓缓打开，露出一片刺眼的白光，让人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没有丝毫犹豫，方修直接一步踏入白光之中，杨明等人紧随其后。唰，天旋地转，3人消失在白茫茫中。当白光散尽，3人顿时发现自己等人已经出现在了青山精神病院之外。而此时的精神病院越发虚化，甚至逐渐透明，最终犹如泡沫一般破裂，彻底消失不见，又变成了售楼处的样子。而在方修的视野里，青山精神病院似乎受到某种力量的拉扯，犹如瞬移一般不断远去，直至完全消失在视野之中。同时远去的还有里面的诡异，一切都回归彼岸。哈哈，活着出来了，就死了一个最菜的。杨明神经质似的大笑。白痴！白棋冷哼一声，一副很看不惯的样子。走吧。绿藤市调查局中，王德海办公室。怎么就你们3个？马顾问呢？王德海看着毫发无伤的方修3人，心中隐隐升起不好的预感。他死了。方修言简意赅道。死了。王德海瞬间瞪大双眼。他怎么死的？杨明耸了耸肩，他被 S 级诡异无面夺走了脸，然后又被一个5米多高叫康康的小朋友给活活打死了。什么叫5米多高的小朋友？你给我正经点。马顾问可是总部的人，放在古时候就是钦差，钦差死了，你知道事情有多大吗？王德海一阵咆哮。杨明被吼得只感觉耳膜发痒，一边掏着耳朵一边解释道，康康是诡异，估计也是 S 级，他说最讨厌穿西装打领带的人，然后就把马顾问打死了。杨明这不解释还好，一解释王德海只感觉火腾腾的直冲脑门顶，气得他赶紧先吃了2片降压药。白棋，你说马顾问怎么死的？跟杨明说的一样。白棋冷酷道。王德海只感觉自己的血压更高了。最终他将目光转向方修，强挤出一丝笑容道，方修，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小伙子，并且和杨明接触时间不长，应该没有学坏。你实话告诉我，马顾问到底怎么死的？我杀的。方修一脸平静地道出了事实。你们，王德海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翻白眼晕过去了。你们一个个的，是不是想把我给气死？能不能好好说话？马顾问到底怎么死的？都不好好说是吧？都去给我写报告，1人2万字，写不完这个月工资减半，绩效减半，灵性材料全扣除。最终，在王德海的咆哮声中，方修3人离开了办公室。至于报告，杨明不会写，白棋也不会写，方修更加不会写。最后还是王德海自己写的报告，说马兴邦死于精神病院诡异之手，给总部报上去了。上京市一处隐秘的庄园中，一位身穿黑色长衫的长发男子正端坐在庄园深处的红木座椅之上。只见他身形高大挺拔，肤色古铜，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犹如希腊雕像，幽暗深邃的冰眸子显露出一丝丝邪魅。他身处在一个黑暗的房间，整个房间仅仅在他头顶上开有一扇小窗，阳光透过窗户垂落而下，照亮他半边身子，而另外半边则是隐藏在黑暗之中。此时他的手中正拿着一份报告，赫然就是王德海写的报告。马兴邦死了。长发男子面无表情地说道。这时黑暗中传来一道声音，严队长，属下已查明，马兴邦确实死了。被称为严队长的长发男子轻嗯一声，似乎并未有太多的感慨。他妻子怀孕了吗？严队长突然问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黑暗中的声音再次答道，怀孕了。很好，将她带来。是。黑暗中的声音缓缓消失，房间再度陷入沉寂。不久之后，房间的门被打开了，一位披头散发神情惊恐的女人被带了进来。救命啊！你们是谁？要干什么？我老公可是官方的人，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老公不会放过你们的。女子惊恐大叫。长发男子不为所动，而是淡漠地注视着她，缓缓说道，安静，你老公就在这里。
女子一愣，赶紧环视四周，但看到的只是无边的黑暗，唯一的光源就在长发男子头顶。看着长发男子一半光明，一半隐藏在黑暗中的脸，他颤抖道：“我老公在哪？”长发男子微微一笑，指了指女子的肚子，就在你肚子里。女子低头看了看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仿佛受到了惊吓。你到底在说什么？什么我肚子？话还未说完，黑暗中突然伸出一只大手，死死捏住女子的嘴，然后将一瓶不知名的绿色液体灌了进去。喝吧，多喝点，喝了这营养液，你老公才能快快长大。长发男子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一切。绿色液体灌完之后，女子竟双眼一翻，直接抽搐过去，身形仿佛触电一般不断抽动。而在她抽动的同时，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她的肚子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隆起，就好像在吹气球一般。而随着肚子的变大，女子的身形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瘪，原来白皙紧致的皮肤变得皱纹密布，犹如老树皮一般干枯。凹凸有致的身材迅速干瘪，整个人就如同被吸干了一般。终于，女子的抽搐停止了，彻底化为一具干尸，而她的肚子也破裂了，一个浑身血水的婴儿走了出来。明明刚刚出生，但却能走路，甚至看上去像2、3岁的孩子。长发男子见到这一幕也是微微惊奇，忍不住称赞道：“借种重生，真是奇妙的能力。马兴邦，如果不是你的抄袭能力只能超同阶级以下，我真想让你抄袭我的能力，这样也许你就不会死，也许就能带回原初。”扑通，带血的婴儿跪倒在地，一脸惶恐。严队长，真不是属下办事不力，而是有人从中作梗啊！哦，长发男子似乎来了兴趣，说来听听。是方修，预言家方修，他身上有大秘密，我根本没有从他身上抄袭到预知未来的能力，而是一个关于痛苦的能力。我猜测他能预知未来，极有可能是靠着一件强大的鬼气。能预知未来的鬼气？长发男子眼中明显闪过一道贪婪之色，继续说：“是严队长，我们一同进入鬼域，遇到了一个名为无面的 S 级鬼异，他能夺走别人的脸，脸被夺走，能力也会消失。那方修凭借预知未来躲过了袭击，但我的脸却被夺走了，好在只是失去了抄袭能力，但之前抄袭的能力还在。”后来，随着马兴邦的不断讲解，长发男子眼中的异色越发浓烈。你说他变成了周清风的样子？没错，属下亲眼所见。不过属下猜测，方修此人应该不是扑克牌组织的人。周清风那人太擅长洗脑，如果方修是他的手下，应该不会叛变，做出抢夺原初的事情。他应该是凭借预知未来的鬼气，预知到了一切。长发男子点了点头，不错，方修不可能是扑克牌组织的人。周清风操控人心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扑克牌组织的人不可能叛变，只是想不到此人走的也是诡异化的路子，还能吞噬灵性。他身上确实有大秘密，原初面具，预知未来的鬼气，吞噬灵性的诡异之口。预言家方修，我对你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哦，对了，长发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再度看向马兴邦。你的灵性全被方修吞噬了是吧？抄袭能力也跟脸一起丢了。马兴邦顿时浑身一颤，不断的磕头。我还有用，严队长，我还有用，只要给我时间，我很快就能恢复灵性。虽然抄袭能力没了，但是我还有其他能力在，只要再找到无面，夺回。你有时间，可是我的时间却不够了呀。长发男子眯着眼睛，眸子中散发出惊人的冷光。蓦地，他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身子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而他的另半边身子赫然是无数狰狞的肿瘤以及触手，甚至他的半边脸早已不见，血肉模糊，而血肉中挤满了密密麻麻黑白分明的眼球。马兴邦看到长发男子诡异化的半边身体，哪怕不是第一次见了，依旧吓得亡魂大冒。我体内的诡异力量正在失控，现在已经快压制不住了，每天仅有1个小时能维持人形。本来只要你带回原初面具，我就可以完美诡异化，可现在你却搞砸了，你说你该不该死？不，饶命，饶我一命，我一定帮你拿回。马兴邦的话还未说完，黑暗中涌出无数滑腻的触手，将他拖入黑暗。咔嚓咔嚓，咀嚼声不断传来。半晌之后，长发男子对着黑暗中吩咐道：“去杀了方修，拿回他的一切。”严队长，马兴邦的判断真的准确吗？虽然他的抄袭能力很强，但他无法抄袭的能力也不是没有。万一方修真能预知未来，而不是靠的鬼气，如此人才，杀了岂不可惜？长发男子淡漠道：“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实力，看到未来也无力改变；而拥有实力，未来还需要看吗？你的话就是未来。属下明白。只是方修已经被列入总部重点观察对象，御灵诗人财库排名前10，前不久还解决了 S 级诡异事件，马上就要来总部培训嘉奖。现在动手，一旦露出马脚，恐怕对于您争夺总部总队长之位不利啊！不用你动手，去联系扑克牌组织，让距离绿藤市最近的成员动手。天生便能承受如此多诡异力量的体质，绝对是扑克牌组织的最佳实验体。待方修死后，你利用能力悄无声息地拿走原初以及他身上的所有鬼气，届时没人知道是我们做的。是。方修家中，方修正坐在餐桌前，平静地吃着自己做的早餐，而老婆就在一旁坐着，白皙纤细的双手托着脸颊，一脸温柔地看着自己的老公在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方修默默地擦了擦嘴，随即起身，看向自己的老婆：“以我现在的实力，应该可以一试了。你看得见我？”老婆温柔的笑容变得狰狞，皮肤寸寸皲裂，柔顺的黑发如黑蛇般蠕动。方修也不甘示弱，黑发瞬间变成银色，右眼血丝密布，连成一片化作血瞳。右手中的手术刀不断释放出混乱的诡异力量，道道黑气涌入口鼻。左手掌心撕裂，饕餮之口乍现，黑色火光闪烁，化作狰狞的鬼脸。与老婆相比，此时的方修明显更像诡异。蓦地，方修动了，黑火鬼脸猛地爆发出一阵耀眼火光，将他全身包裹。唰，他仿佛被燃烧殆尽一般，整个人凭空消失，连带着黑火也如同熄灭了一般。可下一秒，
诡异的黑火自老婆身后出现，冲天的火光中，方修身形重现，手中银亮的手术刀化作一道银光，痛苦之力如影随形，朝老婆白皙的脖颈插去。报仇就在眼前。方修眼眸中死水般的平静彻底沸腾，化作仇恨的火焰。而老婆似乎都还没有反应，便被刺了。终于，手术刀成功的插入老婆的身体。方修的狞笑几乎跃然脸上，可下一秒他感觉到了不对，插入的感觉不对，竟如同插入一团泥泞之中，还伴随着强大的吸力。在惯性的作用下，方修连手都进去了，被吸了进去，然后是胳膊、肩膀，甚至身躯。不止如此，在接触到老婆的娇躯之时，原初面具上的黑火熄灭了，无视重力悬浮的鬼发也耷拉了，血瞳也关闭了，饕餮之口也闭嘴了。而方修的大半身躯如同融化一般，全部融入了老婆体内。这时，老婆竟转过头来，头颅旋转180度，转到了背后，绝美的脸上带着压抑的狂喜。老公，融入我的身体吧。这是方修仅存意识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在之后他连头都扎入进去，彻底失去意识。方修默默吃完早餐，又默默地洗完餐具，从始至终没看一旁的老婆一眼，还是差点。看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是太弱了，等3阶再说吧。他暗暗立下目标。只是他没想到的是，不仅原初面具被老婆压制了，就连饕餮之口都闭嘴了。难道说老婆的实力强于饕餮？方修打消了这个想法，能压制自己的饕餮之口，并不代表着老婆强于饕餮。毕竟他的饕餮之口并不是真正的饕餮之口，只是这么叫而已。自己的饕餮之口连康康那位5米多高的小朋友都咬不动，更别提老婆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老婆的实力绝对强于 S 级诡异。康康就是 S 级诡异，但他尚且不能让饕餮之口关闭，可老婆却做到了，足以说明一切。现在看来，恐怕3阶都不行，得4阶。4阶再试一次。方修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先晋升4阶御灵师，再杀老婆一次试试。这时电话响起，是苏可欣。方调查员，总部来信，让你们启程自行前往上京市。总部那边说滴滴滴。方修挂断了电话，后面的一些官话没必要听，马兴邦死了无关紧要，且不说总部没有证据，就算是有也无妨。预知未来的能力就是免罪金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天黑了。准确的说，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天黑，毕竟现在是白天，而是房间黑了。只见一道漆黑如墨的阴影将整个房间覆盖。黑桃 AK 自阴影中浮现。大人。黑桃 AK 恭敬地跪倒在地。方修的视线没有任何波动，语气淡漠且平静道：我记得我说过，除非我召见，不然你们不要随意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都忘了吗？平静的语气明明没有蕴含任何的怒火，但听在黑桃 AK 的耳朵里，不亚于地狱中的厉鬼索命声，令人不寒而栗。他们立刻回忆起当初被痛苦支配的恐惧。咚咚，2声沉重的磕头声响起，两人将额头死死地贴在地面，颤抖道：大人说的每一句话，我们2人皆铭记在心。这次冒昧前来，属实有要事相报。说，是大人。前不久，调查局总部的严长寿联系了我们，让我们来暗杀您。总部，严长寿。听着这个陌生的名字，方修很快便联想到了马兴邦，这位总部来的顾问。这是他与总部唯一的联系。如果说什么时候得罪了总部的人，那只有可能是因为马兴邦。且马兴邦背后的势力明显与扑克牌组织有所勾结，这严长寿现在要借黑桃 AK 杀自己，显然这就是马兴邦背后之人。方修并没有问严长寿是谁，这种和扑克牌组织有联系的人，自己身为组织大佬，多少也会略有耳闻，所以不能问。严长寿吗？看来他是不想长寿了。黑桃 A 连忙附和道：大人说的极是，严长寿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虽然他现在成了总部的5大队长之一，但当初如果不是靠着组织，他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个鬼域了，现在居然敢对您下手。当然，属下知道他不清楚您的身份，但不知者也有罪，所以属下自作主张，将严长寿用来联系我等的手下给杀了，也算是给他一个警告。废物！方修冷哼一声。黑桃 AK 瞬间一阵干颤，连忙匍匐在地，不知道自己哪句话又触怒了方修。区一个严长寿，杀了便是，难道还要我亲自动手？黑桃 A 立刻脸色一变，紧忙道：大人，严长寿可杀不得， Joker 早就和严长寿联系好了，等着这次总部培训里应外合。他刚说到这，却被黑桃 K 突然给打断了。黑桃 A 不解地看了黑桃 K 一眼，黑桃 K 却眼神中充斥着一抹异色，语气恭敬又透露着一丝古怪，对着方修问道：大人，组织的这次计划，难道老大 Joker 没有和您提前沟通吗？方修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黑桃 K 的怀疑。至于所谓的 Joker， 翻译过来是小丑的意思，也代表扑克牌中的大王。通过多次接触，他对2个人的性格也多有了解。论实力，黑桃 A 更强，但这份强大倒也不用羡慕，是用脑子换的。黑桃 A 做事更多的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来，思考量比较少。黑桃 K 与他正好相反，实力要弱一些，但相对的智商更高，更冷静敏锐。看来这便是诡异化路子的缺陷，当然也有可能是黑桃 A 天生智商低。被怀疑他也丝毫不慌，而是继续淡漠道：没有沟通。此话一出，黑桃 K 眼中的怀疑之色越发浓烈，甚至就连智商低点的黑桃 A 都察觉到了不对。这么大的计划，方修身为组织大佬怎么会不知道呢？只听黑桃 K 继续道：没有沟通吗？我还以为大佬您故意卧底去参加总部培训，也是为了这次计划呢，原来您是另有目的。对了大人，一直忘了问，不知您在组织里的花色是？唰，一道银光直奔黑桃 K 的咽喉。然而黑桃 K 似乎早有准备，一道白骨瞬间长出，挡在身前。当，手术刀立刻被挡下。方修并不意外，黑桃 K 从来也不是弱者。随着他加大灵性输入，手术刀顿时亮起一道寒光。唰，白骨被当场斩断。不过黑桃 K 已经拉开了距离，
浑身被白骨装甲覆盖，一脸冰冷地看着方修。这一刀算是彻底暴露了实力，与方修之前树立起来的逼格完全不相符。你到底是谁？黑桃 A 瞬间暴怒，疯狂怒吼：你居然敢骗我！他想到了自己之前又是磕头又是跪舔的，顿时羞怒交加，杀意狂涌。黑桃 A 狂怒出手，四周的阴影如潮水般汹涌，化作一道道漆黑长矛，疯狂朝方修袭去，似乎要将其扎成马蜂窝。面对这等狂暴的攻击，方修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开启了鬼刀、手术刀加鬼面，原出面具。狂暴的黑气，汹涌的黑火瞬间涌遍全身，银发随之暴涨，血瞳乍现。黑桃 AK 见到原初面具出现，更是大惊失色：你居然抢了天命的原初面具！轰！黑色火焰瞬间爆燃，方修的身形犹如瞬移般在火光中消失，躲过无数黑色长矛，闪现似的冲到了黑桃 K 身前。黑桃 K 脸色猛地一变，浑身白骨暴涨，好似变成了一只刺猬。方修不断挥刀，白骨被他斩落一地，可黑桃 K 的白骨好似无穷无尽，不断再生，一时间竟难以靠近。但随着血瞳的血光一闪，黑桃 K 的身形刹那间僵直，方修抓住机会，猛地手术刀掷出，直取对方咽喉。可就在这时，黑桃 K 脚下的阴影好似活物一般不断汹涌，直接将其包裹，融入四周的阴影里，让他成功躲过一劫。黑桃 A 的攻击接踵而至，这次的范围更广，黑色长矛几乎布满整个房间。方修见状，直接催动原初面具的力量，只见他脸上的黑火鬼面猛地爆发出一阵火光，将全身包裹，眨眼之间化作一个黑色火人。而那些阴影长矛扎在黑火之上，犹如冰块般寸寸融化。一时间，双方僵持下来，似乎变成了黑火与阴影的比拼。方修很清楚，这种僵持比拼的就是双方灵性，谁的灵性先耗尽，谁就输。他不愿浪费时间做这种无意义的比拼，于是顶着黑火朝黑桃 A 冲去。黑桃 A 似乎也十分忌惮原初面具的火焰，竟也如化了的冰糕一般融入阴影之中。这让方修微微皱眉，阴影的能力果然诡异。他尝试不断用黑火轰击四周的阴影，但并没有意义，阴影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不断再生。场面一时间陷入僵局，方修并不能很好的找到黑桃 AK 的真正位置，只能无意义的与阴影拼消耗。这阴影组成的世界给他的感觉很奇怪，有点类似鬼域。他猜测黑桃 A 很有可能不是三阶，因为这种诡异的手段以及实力远远超出了三阶的范畴。虽然自己现在并不能发挥出原初面具的全部力量，只能发挥出很小的一部分，但戴上原初面具之后，对战三阶不至于如此费劲。那就只有一种解释，黑桃 A 是四阶，这就是四阶的能力吗？类似诡异的鬼域。其实本来方修也没打算杀死黑桃 AK， 因为无意间从这两人口中听到了扑克牌组织的计划，他留着这两人还有用。这次出手也完全是为了试验一下自身实力。大体已经有了判断，鬼刀鬼面全开的情况下，三阶之中不敢说无敌，至少也是最顶尖的那一批。更详细的判断还得去了总部之后，见总部的三阶御灵师在做判断，毕竟不排除一些御灵师拥有太过变态的能力。至于四阶，目前仍有差距，如果这种类似鬼域的能力是四阶专属，那对付四阶的难度会比想象中的要高。一念至此，方修打算结束这场闹剧。只见他猛地爆发全部灵性，不计消耗的引动原初面具，冲天的火光爆发开来，狠狠地轰击在阴影组成的墙壁之上。轰！阴影墙壁直接被炸出一个大洞，不过那大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但这对方修来说已经够了。黑火包裹全身，他瞬间消失，身形猛地出现在阴影世界之外。然而怒火冲天的黑桃 A 似乎并不打算放过方修，沸腾的阴影化作无数漆黑手臂朝他抓去。对此，方修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阴影之外的老婆，淡淡道：老婆，交给你了。没错，他打算重开了。老婆瞬间变得狰狞，你看得见我？他瞬间变身，冷白皮肤不断皲裂，好似被摔碎的精致瓷娃娃，黑发狂舞。以他站立之地为中心，四周的黑暗好似遇到天敌一般，竟然如潮水般后退。只听砰的一声，阴影组成的领域竟然轰然破碎，黑桃 AK 两人狼狈的从中跌落，无比骇然的看着发飙的老婆。这怎么可能啊？居然仅仅站在那里，就足以让我的阴影领域破碎？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很快，黑桃 AK 便被老婆解决了，连带着她自己的老公一起处理了，都是秒杀，没有丝毫意外。熟悉的阴影再度将整个房间覆盖。黑桃 AK 自阴影中浮现，大人。黑桃 AK 恭敬地跪倒在地。方修的视线没有任何波动，语气淡漠且平静，又重复了上一次的话。我记得我说过，除非我召见，不然你们不要随意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都忘了吗？咚咚，两道沉重的磕头声响起，两人将额头死死地贴在地面，颤抖道：大人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二人皆铭记在心。这次冒昧前来，属实有要事相报。区区小事也敢来烦我？黑桃 AK 顿时一愣，小事？我还没说的，难道大佬就知道了？大人，您都知道了？黑桃 A 试探性问道。方修轻嗯一声，负手力道：严长寿虽然不知道我的身份，但不知者也有罪。你们二人杀了他的手下，倒也算小惩大戒。此言一出，黑桃 AK 瞬间骇然，这是何等鬼神莫测的手段！本来他们二人想来卖好，没想到大佬居然全都知道了，还知道得如此详细。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大人您的眼睛。黑桃 A 一脸狂热地说道，与上次他的恼羞成怒形成鲜明的对比。方修没有接茬，而是淡漠地问道：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黑桃 A 微微一愣，不知大人您说的是哪个计划？方修心中一动，看来扑克牌组织没少在暗中搞事，计划还真不少。他淡淡地看了两人一眼，给了他们一个讳莫如深的眼神。你们觉得当前能值得我过问的还能有哪个计划？自然是针对总部这次培训的计划。说话前过脑子，不要让我再问第二遍。两人心中瞬间一凛，
连忙道：“是大人，我等明白，计划正在稳步推进，还请大人放心。”他们对于方修知道计划并没有丝毫意外，毕竟是组织大佬，组织的一切动向自然瞒不过大佬的眼睛。要是不知道，那才有鬼了。稳步推进，看来还得想办法套话。只听方修冷哼一声：“哼，稳步推进。我这次是要借培训之名混入调查局总部，严长寿这次没有得手，等我到了总部，不知道还要惹出什么乱子。这就是你们说的稳步推进？”这黑桃 AK 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为难之色。大人，要不我们向严长寿透露一下大人您的身份？混账！凭他也配知道我的身份？他不过是组织利用的一条狗。黑桃 AK 越发为难。这时方修突然冷漠道：“严长寿是一个不稳定因素，看来要考虑把他换掉。”黑桃 AK 顿时脸色大变，心直口快的黑桃 A 更是直言道：“大人，万万不可！严长寿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只有他的领域鬼门关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组织准备的诡异运到总部，一旦换人，这一步根本无法完成啊！”方修心中一动，领域鬼门关，扑克牌准备的诡异，仅仅这一句话便透露出不少至关重要的信息。现在看来，4阶御灵师的能力应该就是领域，1阶能力初显，2阶能力进阶，3阶能力觉醒，4阶领域。至于为什么肯定严长寿是4阶而不是5阶，很简单，从黑桃 A 态度就可以看出，虽然他对严长寿隐隐忌惮，但这种忌惮并不是畏惧，所以推测两人应该同级，无非一个强点，一个弱点。随着方修的思索，场面一时间陷入沉寂。聪明一些的黑桃 K 见组织大佬一脸讳莫如深的神情，顿时想到了什么，猛地眼前一亮，是我等一叶障目了，差点忘了大人，您可以从彼岸召唤诡异，有您潜入总部，还用那严长寿作甚？黑桃 K 这么一提醒，黑桃 A 也眼前一亮，对啊，我说大人为什么要换掉严长寿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大人您出手，咱们何必退而求其次去依靠严长寿呢？方修心中微微一愣，不过脸上却不动声色地赞赏道：“你们倒也不算太笨。”得到方修的夸赞，黑桃 AK 两人顿时眉飞色舞，黑桃 K 更是不断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疯狂吐露信息。大人此举简直是一举两得，本来那严长寿就是贪得无厌之辈，想借助组织之手排除异己，然指总队长之位，等计划成功之后，总部就是他的一言堂。他虽然现在说着当上总队长后会大力支持组织，支持全民诡异化，但依我看，此子狼子野心，权力欲望太强，日后定然生变。这次要不是他诡异化失控，快瞒不住了，不见得会与组织合作。此人就是定时炸弹，还是依大人所言，早早铲除为好。方修赞许地看了看黑桃 K， 对他泄露如此多的组织机密很是满意。黑桃 K 见自己获得了组织大佬的肯定，更是欣喜若狂，双方都高兴，真可谓双赢。黑桃 A 见黑桃 K 大出风头，顿时心生嫉妒，连忙表态道：“大人，我这就回去联系组织，让组织派人早日打掉严长寿。要我说，这严长寿敢派人暗杀大人的那一刻，他就该死。”黑桃 A 本以为自己拍马屁拍得挺好，结果却见方修脸色一冷，回去联系组织，这是要是让 Joker 知道了，发现组织里没自己这个人，那岂不是马甲又掉了？黑桃 A 见方修面色发冷，顿时心中咯噔一下，坏了，又拍马腿上了。咚咚咚，虽然不知道那句话说错了，反正先磕头认错，肯定没错。大人，属下该死，属下说错话了。方修目光生寒地注视着黑桃 A， 寒声道：“你可知你哪里说错了？”黑桃 A 开始颤抖：“回大人，属下不知。”哼，一声冷哼，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黑桃 A 心中炸响。你错就错在没有丝毫的上进心。方修怒气不争道：“我本来觉得你们二人是个可造之才，想重用你们，但重用也得你们有功劳、有实力才能服众。我给你们的提示已经够明显了，你们真是太让我失望了。给你们机会，你们也不重用啊！”黑桃 A 已经吓傻了，就剩下不断磕头了。至于提示，什么鬼提示？以他的智商根本想不出。黑桃 K 则是心中暗暗发苦，就差破口大骂了：“你他妈不会拍马屁，别连累我啊！我他妈好不容易刷点好感，全被你败光了，我容易吗我？”与此同时，黑桃 K 的大脑飞速运转。提示？大人所说的提示是什么？给我们的机会又是什么？大人是在黑桃 A 说完要联系组织去杀严长寿时才动怒的。一念至此，黑桃 K 灵光一闪，抓住了重点，急忙道：“大人息怒，我等愚钝，细细感悟，这才明白大人的用心良苦，感谢大人给的机会，我等一定不会让大人您失望的。”啊！跪倒在一旁的黑桃 A 直接傻眼，这他妈说什么鬼话呢？怎么让人一句都听不懂？砰！黑桃 K 直接给了黑桃 A 一脚，看似怒骂，实则是在保护黑桃 A， 简直愚蠢至极。大人都提示的如此明显，你居然还想不明白？我问你，现在正值计划的关键时刻，你现在回去联系组织，打掉严长寿，总部死了一个队长，会不会出乱子？计划还怎么进行？再者，大人说要重用咱们，但缺乏功劳，难以服众，这还听不明白吗？这是要将严长寿交给咱俩解决，如果连这点小事都不能替大人分忧，谈何重用？哦，黑桃 A 听得有点恍惚，他甚至怀疑两人听的是一段话吗？是不是最近被诡异力量入侵太严重，以至于耳朵不好使了？看来下次得换一个诡异的耳朵装上。可是，你不是说打掉严长寿容易出乱子吗？怎么又要交给咱俩解决？黑桃 K 无奈扶额，有些无语道：“动动你的脑子，大人的意思是，现在打掉严长寿容易出乱子，谁让你现在动手了？并且严长寿在总部之中，凭咱们两个去了，不是送死吗？大人如此重视你我，怎么可能发布必死的任务？所以，大人真正的意思是，等到计划执行时，总部大乱，众人自顾不暇，然后咱俩再去打掉严长寿，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样大人才能重用咱们，明白了吗？你不能去告诉组织，
这是大人给咱俩的试炼，你去叫人，那就是公然作弊。黑桃 A 恍然大悟，连忙磕头，原来是这样，大人恕罪，属下有眼无珠，没注意到大人给的机会，请大人放心，属下一定誓死完成任务。黑桃 K 也连忙表态，绝不让大人失望。方修点了点头，脸部表情不再如之前那般冰寒，似乎有些欣慰。不错，孺子可教也，去吧。是，大人。随后阴影缓缓退去，房间再度恢复平静。方修没想到的是，一次简单的暗杀，最后居然套出如此重要的信息。扑克牌组织联合总部队长严长寿要搞事，虽然说的不是很详细，但大体意思已经跃然纸上。扑克牌组织向全民诡异化，调查局总部肯定是绕不开的一关。而严长寿似乎被诡异力量侵蚀，要原形毕露，皆是定然会失去竞争总队长之位的资格，甚至连现在的位置都保不住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要在总部大干一场。具体如何操作不得而知，动手时间也未知。目前唯一已知是严长寿的领域名为鬼门关，似乎能容纳诡异，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诡异带到总部。思索片刻，方修的嘴角不由勾起一抹狞笑，左手掌心的饕餮之口不自觉地开裂，森白的牙齿上下咀嚼，看来可以饱餐一顿了。既然知道了扑克牌组织的计划，那他势必要大干一场。这与所处的势力无关，并不是身在调查局就一定要帮调查局，而是扑克牌组织乃至他背后的周清风都与自身理念不合。所有的诡异都该死，想要将人变成诡异的周清风以及扑克牌组织也该死。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消息好好的勒索总部一把。对于别人来说很难利用这个消息，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是如何知道扑克牌组织的计划的呢？你是不是和扑克牌组织有关系？但对于方修来说，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只需一句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便可以解释一切。这便是人设的好处，当所有人都知道预言家方修这个名头，那他不会预言也会预言了。就好比哪天他说一句某只股票会涨，那这只股票必涨，狂热的人们会将其无限抬高。又好比哪天他想诬陷一个人，只需要对所有人说此人未来会做出危害人类的事，便不需要证据，直接让他成为人类公敌。这才是预知未来的力量，不一定真预知，只需要人们相信你能预知即可。次日，在王德海的不断催促下，方修踏上了去总部的路。同行的有杨明、白旗、赵浩以及胖子刘帅。整个绿藤市调查局只有他们几个有资格去总部培训，一是因为在 S 级梦魇事件中立了功，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都属于比较有价值，说白了就是有培养的潜力。进了全国御林诗人才档案库。修哥，咱们怎么去总部啊？要不坐调查局的专机？杨明问道。众人的目光一时间全部集中在方修的身上，不知从何时开始，他早已成了唯一能拿主意的那个人。坐高铁。方修淡淡的回了一句。飞机他是不会坐的，很简单，因为目前他还不会飞，一旦身处万米高空，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诡异事件或者敌人，且死亡回荡的节点正卡在飞机上，那将彻底成了死路。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100米高跳下来或许没事，但万米高空坠落，十死无生。行，那就坐高铁，我立刻让调查局安排。对于方修的决定，众人也没问，都养成习惯了，修哥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众人乘坐高铁启程，目的地上京市调查局总部。绿城市距离上京市很远，即便是乘坐高铁也足足需要5个小时。几人都是不差钱的主，自然坐的是商务座，一个车厢没多少人，十分清静。期间更是有靓丽的乘务员过来端茶送水。不过众人对此都没有什么需求，除了赵浩，每隔5分钟必叫一次乘务员，基本把高铁上的饮料喝了一个遍，上了好几趟厕所。高铁上的时间无聊且漫长，一开始杨明和赵浩等人还闲聊几句，等旅途过半，基本也聊得差不多了，众人就开始安静的休息，或者玩会手机，刷刷短视频，看看小说。而方修则是一直在睡觉，说是在睡觉，其实是在看别人睡觉，准确的说是入梦。高铁之上睡觉的人不在少数，这都是活的资源，他自然不会浪费1分1秒的时间，趁机入梦收集这些的人恐惧与痛苦。虽然这么做会让这些人下次乘坐高铁再也不敢睡觉，但是其实这也是为他们好。毕竟人生就像一场旅途，过程总是占据大部分时间，所以不必在乎目的地，应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其睡觉浪费时间，不如多看看风景，观察旅途中的人和物，品百味人生。随着方修的不断入梦，只见整座高铁之上正在睡觉的人们一个个开始面露恐惧，好似陷入噩梦之中。突然间，方修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梦，多么光怪陆离的梦他都见过。他所说的不同寻常，不是梦有多么离奇，而是做梦的人是一位御灵师。御灵师的梦境强度远超普通人，所以他很轻易便能感知到。坐高铁也能碰到御灵师？难道这人也是去总部培训？方修进入这人的梦中，见到了梦的主人，一位青春靓丽、穿着紧身白 T 恤、牛仔热裤、帆布鞋的年轻女子。她纤细白皙的脖颈上挂着一个粉红色的卡通耳机，一件带铆钉的牛仔外套被她系在腰间，遮住了屁股，修长的腿暴露在空气中，白得晃人。身高大约1.7米左右，其中腿长至少1米。按照现代人的审美标准，这位女子绝对称得上美女，甚至属于高校女神级别的存在。不过方修仅仅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她不是赵浩，美女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反正再美也比不过老婆。甚至他对这女人的第一感官就不是很好，因为她的大长腿和老婆的很像，无论是腿型还是长度，除了肤色略有不同。这女人的肤色偏向奶白，如同纯牛奶一般，而老婆则是冷白，如同精致的白瓷器。这女子做的梦十分古怪，似乎梦到了调查局总部。在梦中，她对着几位类似局长、总队长之类的人物颐指气使，不断戏耍，满嘴谎话，将一众调查局高层骗得团团转。而她则是叉着腰，毫无淑女形象的大笑。调查局高层根本看不清脸，都是模糊的人影，这意味着该女子也没见过高层，所以梦里无法显示。
不过从这个梦可以推断，他也是要去总部培训的御灵师。总部这次培训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去，基本都是每个城市中最拔尖、实力最强或者最有潜力的御灵师才有资格去。由此可见，此女定有非凡之处。不过这一切都与方修没什么关系，遇到一位非凡的御灵师更好，他可以收获更多的高质量的恐惧与痛苦。于是他大手一挥，那些被骗得团团转的人影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一步步朝女子紧逼过去，口中还不断发出低吼：“你居然敢骗我！你居然敢骗我！”几十道模糊人影同时低吼，原本正在叉腰大笑的女子瞬间呆愣。“我不是，我没有，我从不骗人。”几十道人影根本不听他解释，口中不断的重复着：“你居然敢骗我！”女子彻底慌了，扭头就跑，然后几十人不停的追她，犹如厉鬼索命，并且一人拿出一大把银针。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我错了，我再也不骗人了。女子直接被吓哭了。见效果达到，方修便离开了女子的梦境。只是当他离开女子的梦境之后，却发现了不对，梦境消失了。整个高铁上除了女御灵师以外，所有人的梦境都消失了。疼！方修猛地睁开了双眼，他扫视四周，结果赫然发现整个商务座包厢只剩下了自己这一行人，其他的普通人乘客全部消失了，而杨明等人都睡着了，又卷入诡异事件了。送上门的菜，方修眼中闪过一抹如同老婆一般压抑的喜色，是特意找上来的，还是无意碰到的？方修看了看熟睡中的杨明，他觉得更偏向于后者。天命这东西走到哪都不平静，这很正常。醒醒！方修低喝一声，杨明等人瞬间惊醒。啊，到上京了！赵浩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说道。到鬼域了。方修平静道。哦，到鬼域了？什么？鬼域？赵浩疼的一下从座椅上蹦了起来，其他人也瞬间警惕起来，纷纷打量四周。其他乘客呢？我刚刚怎么睡着了？安静！方修一声令下，众人纷纷闭嘴。现在胆子最小的赵浩和胖子，在经历过几次诡异事件之后，也不像原来那般慌乱了。即使知道自己身处鬼域，也没见害怕之色，甚至还有跃跃欲试的意思。当然，主要是方修在这给了他们很大的底气。这里很大可能是鬼域，因为周围的环境变了。方修首先说出了自己的判断：环境变了。众人连忙向四周看去，顿时脸色微变。原来不知从何时开始，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商务座竟然变成了老式火车上的硬座。明亮的窗户也变得暗黄，地板上脏兮兮的，好似多年没人打扫。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淡淡的腐臭味。这好像不是咱们之前乘坐的高铁，而是老式火车。这也太老了吧，哪怕倒退10年、20年，也不见得有如此老的火车。这款式好像是100年前最早的那批火车。100年前，方修心中一动，他曾经在全球诡异论坛网站上看过有关诡异起源的帖子，上面提到过，大约在100年前，似乎还有点奇人异事的影子，但后来开始进入现代化，这些疑似御灵师的奇人异事便消失了，甚至连诡异的传说也骤减，好似一切超出现实的东西都销声匿迹，形成了100年的空白历史。直到现在，100年之后，诡异事件再度兴起，御灵师走上历史舞台。这火车的款式是100年前的产物，难道与消失的100年历史有关？准确的说，不是史书上的历史，那段人类的历史没有消失，消失的有关诡异和御灵师的历史存在100年的断层，好似有什么存在抹去了100年，那100年中没有诡异，没有御灵师。方修陷入沉思，据已知情报，在上古时期就存在诡异，饕餮就是最好的证明。彼岸入侵从上古时期就开始了，但中间似乎存在断层，不过由于历史太过久远，没有文献，基本都是神话传说，无法考证。而100年前是存在一些诡异存在的蛛丝马迹，然后消失100年，直至现代再度出现。那100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诡异和御灵师全部消失？似乎有人在隐瞒这段历史。修哥，这架老式火车还在运行，那会是谁在开车？会不会是鬼？杨明突然问道。谁开车我不想知道，我就想知道之前的乘务员小姐姐去哪了？为什么人都消失了，只有咱们几个？能说出这种话的，不用猜也知道是赵浩。别人上鬼域先关注鬼，赵浩上鬼域先关注小姐姐。这架鬼列车应该只吸纳具有灵性的人，普通人还在高铁之上。走吧，先去火车头看看。方修下达了指令，众人没有任何反对，跟着他就往火车头走去。众人一路走去，所过的包厢全都空无一人，一片死寂。他们尝试攻击玻璃，看看能否打破，但是一切仿佛被时间固化一般，根本无法伤到车体分毫。最终，众人来到了驾驶室，里面传来清脆的咔嚓声，好像有人在操控驾驶仪器。众人顿时面色一凝，互相使了一个眼色，打算悄悄地摸进去看看。在如此诡异的列车，操控室里是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只能是鬼。可就在这时，方修抬手制止了众人的动作，而是对着操控室内平静道：“出来吧，我们是绿藤市调查局的人。”此言一出，操控室内的声音顿时戛然而止，陷入一片寂静。众人都愣了，对鬼说这些有用吗？难道绿藤市调查局现在名头这么大了？紧接着，里面传来一道女声：“是同僚吗？你们可不能骗我，我是西红柿调查局的人。”说着，一双雪白的大长腿从驾驶室迈出，赵浩的眼一下子就直了。只见一位身穿紧身 T 恤、牛仔热裤，腰间绑着牛仔外衣，白皙脖颈上挂着粉红色卡通耳机的靓丽女子出现在众人眼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带着几分好奇与警惕地打量着众人。此人正是方修之前在梦境中看到的女御灵师。你们也是要去总部参加培训的御灵师吗？女子问道。见美女问话，赵浩那叫一个当仁不让，连忙道：“是啊是啊，美女你也是吗？”女子点了点头，我也是要去总部培训的御灵师，没想到出师不利，
半路上就遇到了诡异事件。不过好在还有你们这些同僚，要是只有我一个人，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女子一边说着，还一边拍了拍胸口，完全就是一副弱小又无助的小女生找到了依靠的模样。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似乎在说：“你们会保护我的吧？”方修淡淡的看了女子一眼，他很清楚这都是伪装，梦里的女子可不是现在这般楚楚可怜的模样，她明显就是想找点免费的保镖。不过赵浩就吃这一套，一看女子的眼神，顿时就拍着胸口保证道：“美女你放心吧，跟着我们，就算是 S 级鬼域都能带你出去。”他似乎生怕女子不信，立刻补了一句道：“真的，我可没吹牛。前段时间绿藤市出了 S 级梦魇事件，听说了吗？就是我们解决的。”女子一听这话，顿时美眸一亮：“真的吗？我在全球诡异论坛看到这个事件了，上面确实写着该事件被绿藤市调查局的调查员方修给完美解决了。你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预言家方修吧？”嗨嗨，赵浩干咳一声：“我不是。不过既然有修哥的名字，那肯定也有我的。那小哥哥你叫什么啊？”“赵浩。”“我看一下呀。”女子说着便拿出了手机，开始登录全球诡异论坛搜索相关帖子。方修用余光扫了一眼对方的手机屏幕，顿时对女子的感官更不好了，因为他看到了对方账号的名字：宇宙无敌美少女战士。就是在全球诡异论坛上发帖骗人，说自己掌握了控制时间的能力的人。本来腿长得像老婆，已经是十恶不赦，现在罪加一等。女子翻了又翻，最后略带遗憾道：“小哥哥，这上面似乎没有你的名字啊。”“什么？不可能！”赵浩赶忙看了看对方的手机，随后脸色一垮，备受打击。“没关系的，小哥哥，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应该是调查局不想暴露太多信息，所以才没有写上的。我听说预言家方修，如果不是因为在梦魇事件中暴露了能力，搞得整个绿藤市御灵师圈子都知道了，恐怕他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见女人如此善解人意，赵浩只感觉自己又恋爱了，已经不喜欢李菲菲了。这时女子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道：“对了，差点忘了，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毕竟接下来大家要一起度过难关了。”她不动声色的便将自己拉进队伍：“我叫黑吉吉，朋友们都叫我大老黑，3阶御灵师，能力是冰火。”众人赵浩更是直接傻眼：“黑 JJ， 大老黑，冰火？不是，美女你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会有人叫这种名字？真的，我没骗你们，不信你们看我身份证。”说着，一点也不黑的黑吉吉直接掏出了身份证，上面赫然写的黑吉吉这个名字。众人越发愕然，他们实在想不到，真的有女生会叫这个名字，这外号也是够夸张的。大老黑，不是美女，就算你的名字外号真这么别致，但你的能力为何是冰火？杨明实在忍不住好奇问道。黑吉吉微微歪着头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是双能力啊，一个冰，一个火，双能力。”众人越发不信，只感觉这比较黑吉吉还离谱。方修看着黑吉吉一脸单纯的样子，联想到他之前在梦境中的种种行为，心中已经有了判断，那就是此人嘴中没有一句实话，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乃至网络，他似乎以骗人为乐。或许这就是他成为御灵师的心灵缺陷，还是有其他原因？你们呢？认识一下吧，毕竟咱们又是要一起培训的学员，接下来还是战友。黑吉吉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说道。虽然名字很夸张，但只要是美女，叫什么名字对赵浩来说不重要。都不等众人说话，赵浩便直接介绍起来：“这是我们绿藤市调查局的队长杨明，副队长白旗，还有胖子。”这番介绍立刻引起了胖子的不满。什么叫胖子？美女，我叫刘帅，你叫我帅哥就好了。好的，帅哥。黑吉吉俏皮一笑，胖子立刻有了和赵浩一样的感觉，也恋爱了。接下来着重介绍这位我的铁哥们，修哥，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预言家方修。提起预言家的称号，赵浩的头都不自觉地微微扬起，与有容焉。黑吉吉的美眸顿时一亮，大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方修，一脸崇拜：“你就是传说中的预言家方修，全国唯一一个解决 S 级诡异事件的2阶。”他的话还未说完，方修已然走进了驾驶室。比起享受美女的吹捧，他更喜欢听到的是诡异的惨叫。黑吉吉的崇拜顿时僵在脸上。“美女，你别误会啊，修哥不是针对你，他一直都是这样。”赵浩赶忙解释道。黑吉吉嫣然一笑：“没事的，能解决 S 级诡异事件的人果然与众不同呢。”片刻之后，方修从驾驶室出来了。“修哥，有什么发现吗？”杨明紧忙问道。驾驶室空无一人，并且各种仪器都是处于关闭状态。关闭状态，也就是说火车根本就没有启动，而是有诡异的力量在驱动它前行。诡异想带咱们去哪里？杨明陷入沉思，不过也仅仅是思考了1秒，他就不想了，反正有修哥在，想那么多做什么？听令就行了。这时，黑吉吉突然道：“我倒是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此言一出，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他们觉得很诧异，修哥都没有发现什么，你能发现？只听黑吉吉道：“我刚刚在车上睡着了，做了一个噩梦，梦到有很多坏人追我。我平时从来不做噩梦的，尤其是成了御灵师之后。御灵师因为有灵性的缘故，所以感知能力强于普通人，轻易不会做噩梦。一旦噩梦，极有可能是受到了诡异的影响，或者是心灵感应，感应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认为这个噩梦一定与鬼列车有关系。”“噩梦吗？”众人若有所思。方修却突然出声道：“你的噩梦与鬼列车没关系。所有人现在开始检查鬼列车的每一节车厢。”“你怎么知道没关系？”黑吉吉明显不信，反驳道：“那噩梦来的毫无征兆，事出反常弊。我看到了未来。”一句话直接让黑吉吉呆愣当场，他张了张红润的小嘴，伶牙俐齿的他愣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而众人的反应更是让他怔住。只见众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什么也没问，也没有人质疑，直接就去搜索车厢了。至于他刚刚提的不同寻常的噩梦，根本没人理会。也就是赵浩一脸舔狗模样的凑过去，小声道：“美女，既然修哥说了鬼列车和你的噩梦没关系，那就一定是没关系。
你不用往那方面想了，不如赶紧听修哥的指示，早点干活，早点结束。一会下了鬼列车，小哥哥，我请你喝一杯啊。黑吉吉的嘴角突然浮现出一丝莫名的笑意。好啊，小哥哥，不过人家不会喝酒，到时候你可不能故意灌我哦。嘴上如此说着，但目光却一刻没有离开方修，异样的光彩从他眼中迸发，好似发现了宝藏。众人对方修无条件信奉的态度，让他产生了某种想法。随后，众人开始搜寻整列火车，四处全都空无一人，也没有诡异，他们就仿佛被世界遗弃了一般。这到底是什么诡异？也不现身，难道就打算把咱们活活饿死？赵浩见诡异迟迟不现身，也不再紧张，开始了吐槽：饿死之前就先渴死了，不过你一定是活到最后的，毕竟你刚才见人家乘务员长得漂亮，一共要了10杯水，现在肯定不渴。胖子满肚子坏水的说道。其实胖子的那点小心思人尽皆知，无非是想让黑吉吉看清赵浩的真面目，省得被骗。赵浩也不是傻子，见胖子如此拆台，顿时大怒，刚要反驳，杨明的声音却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你们快看，这上面写着行程指示牌。众人连忙看去，只见在车厢的一侧上有一块行程指示牌，上面标注着火车将经过哪些站，上面一共写着5站，分别是鼓楼、玉都、古宅、坟场、藏地。此时鼓楼2个字正闪烁着诡异的绿光，一闪一闪的，频率正在逐渐加快。这什么站啊？怎么越到最后越不吉利？坟场、藏地，这火车难道最后会开到地狱去啊？胖子心中有些发毛道。谁料这时黑吉吉却惊呼一声：藏地，我认识这里。众人顿时一惊。你认识？藏地是什么地方？黑吉吉连忙道：我曾经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传说中藏地就是诡异起源的地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诡异都是从藏地来的。啊！他又惊呼一声，难道诡异们就是乘坐火车来到咱们的世界？听到这句话，赵浩胖子顿时脸色一白，联想到许多不好的画面，生怕一下车就到了诡异的老巢，被一群诡异给分食了。但杨明白起2人却面色古怪，和方修闯过青山精神病院的他们自然很清楚的知道，诡异是来源于彼岸，而且根本不是什么坐火车来的，这也太扯了。方修心中微动，还在骗人，即使身处诡异事件，但依旧不忘骗人，这恐怕不能用心灵缺陷去解释了。心灵再有缺陷的御灵师，轻易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在面对危险的境地，情报至关重要，甚至关乎生命，可黑吉吉却选择在这种时候说假情报骗人，虽然无伤大雅，但这么做已经不是恶趣味的范畴了。他骗人必然是有着某种目的，难道他的真正能力与骗人有关？方修从头到尾对黑吉吉说的话一个字也不信，能力是冰火，更是不信。很简单一个道理，御灵师的能力就是底牌，没人会随便在陌生人面前暴露底牌。就算他真是双能力，想要取得信任，也只需要说出一个能力，另一个当做底牌。美女，那本古书上还说什么了？赵浩显然没意识到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还在傻乎乎的发问。胖子也是如此，2人就这样听着黑吉吉一通忽悠。那本古书是残缺的，记载的也不是很全，不过我记得有一点，说是到了藏地千万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不然会被诡异夺走名字的。被夺走名字会怎么样？赵浩2人紧张地问道。会永远迷失在藏地，永世不得脱离，而得到你名字的诡异就会代替你活下去，然后借助你的身份吃掉你的家人朋友。啊！2人被吓得有些不知所措，这可怎么办啊？黑吉吉思索片刻，随即一脸认真道：要不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以代号相称吧，这个代号最好不要与自身有任何联系，越不像你的名字越好，这样比较保险。对对对，你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叫什么呢？黑吉吉又想了想，指着赵浩道：小哥哥，要不你就叫翠花吧。啊！赵浩直接傻眼。小哥哥，你想啊，你是个男人，代号肯定要反着来啊。翠花这名字一听就和你没有丝毫关联。没错。赵浩眼前一亮，从现在开始我就叫翠花。那我呢？胖子也略带期盼和紧张地问道。你就叫秋香吧。好名字，肯定没人能将这个名字联系到我身上。这时黑吉吉又将主意打到了方修的身上。修哥哥，你要不要也起个代号呢？你这么有男子气概，让我想想，要不就叫人。他的还未说完，便被方修平静的声音打断。看来你还是不长记性。黑吉吉顿时小嘴一瘪，修哥哥，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要是不想叫人，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平静的话语犹如一道惊雷一般在黑吉吉心中炸响，他的心中当即掀起滔天巨浪。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在梦里梦到了这句话？是巧合，还是故意的？黑吉吉的目光顿时变得警惕起来，但嘴上却委屈道：修哥哥，你在说什么呢？我哪里说谎了？我只是……鼓楼到了。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众人这时才发现，之前不断闪烁幽绿光芒的鼓楼站，此时已经变成了猩红的血色，而且能明显感觉到鬼列车开始减速。众人顿时心中一凛，急忙通过车窗朝外看去，只见原来一片漆黑的窗外，此时竟能在极远处看到一丝光亮。随着火车距离的不断拉近，众人终于看清了那一处光亮是什么，是一座孤零零的木头搭建的鼓楼，其中燃烧着火把，微弱的光芒勉强将它照亮，而它的四周火光照耀不到的地方，则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鼓楼孤零零的立在黑暗之中，一片死寂。黑暗中出现如此诡异的建筑，任谁看到都会心中发毛，尤其身处鬼列车之上。渐渐的，鬼列车停了，停在了鼓楼附近。砰！之前一直打不开的车门，在这一刻轰然打开，似乎在暗示众人下车。但问题是，下车就要面对这座诡异的鼓楼，众人拿不定主意，所以齐刷刷的看向方修。修哥，咱们要不要下车？火车到站了，为什么不下车？方修目光幽深的看着那座鼓楼，左手手心上的饕餮之口蠢蠢欲动。正在这时，
火车上突然弥漫起一股阴冷恐怖的气息，那气息无形无质，但却令人毛骨悚然，好似有一双双无形的手在抚摸你的皮肤。众人瞬间大惊，我的灵性被冻结了。白起的脸色骤然变得十分难看。我的也是，不止灵性被冻结，能力也用不出来了。方修心中微动，他发现自己的灵性也被冻结了。当他尝试动用诡异的力量时，结果居然也无法动用。这是鬼列车的力量，居然能压制御灵师乃至诡异的力量。不止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觉得越来越冷，如坠冰窟，好似血液也开始凝固。黑吉吉惊呼一声，这鬼列车拥有冻结一切的力量，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会被活活冻死。他是在催促我们下车。走吧。方修一马当先，下了火车。当他离开火车的那一刻，那股冻结一切的力量随之消失，肉体缓缓恢复活性，心性也活跃起来。这不由让他对鬼列车越发好奇。如果鬼列车是诡异，那他至少是 S 级。以自己如今的实力，在原初面具的加持下，还能被压制冻结，足以可见鬼列车的强大之处。灵性恢复了，众人也紧跟着方修下了车。看来摆在咱们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现在回鬼列车必死，只能去鼓楼了。杨明凝重道。黑吉吉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咱们为什么一定要去鼓楼呢？这四周虽然黑，但好像是空地，要不咱们去黑暗中走走，远离鼓楼。毕竟这鼓楼一看就很邪门，千万别去四周的黑暗。胖子如同受到惊吓一般大叫。我的能力是瞬移，随着实力的增强，所以我现在能稍稍感知到空间的波动。这黑暗中到处都是空间乱流，进去肯定会死的。空间乱流？胖子，你确定感知没错？胖子脸色苍白的点了点头，不会错的。黑暗中的空间都是错乱的，进去之后很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甚至可能会被空间乱流搅死。这时，鼓楼中突然响起咚咚咚，沉重、缓慢却带有诡异节奏的鼓声。黑暗中，方修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狞笑，看来鼓楼的主人在欢迎我们。随后，他便径直地朝鼓楼走去。众人见状连忙跟上。方修顺着鼓声的方向前进，很快便进入到了鼓楼之中。这座鼓楼大概有5米多高，通体刷着暗红色的油漆，不少地方已经掉色，十分破旧，好似下一秒就要倒塌一般。而就在鼓楼的最顶端，立着一面十分巨大的红漆白面大鼓，同样的破旧。咚咚的鼓声就是从这面大鼓之上传来，鼓的旁边站着一道人影，一道十分纤细，简直犹如竹竿一般的人影。最诡异的是，他的头十分巨大，足足有正常人脑袋的5倍大，活像一个大头娃娃。这位大头娃娃正在不断地用自己的大头撞击大鼓，发出令人胸闷的鼓声。众人见到这恐怖的一幕，配上诡异的鼓声，只感觉一阵呼吸困难。正在这时，咔咔咔，齿轮转动的声音从大头娃娃脖颈处传来。只见他的头突然旋转了180度，面向众人，其面容彻底暴露在众人眼中。他的脸无比圆润，好似一个完美的圆，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以及渗人的腮红，两只眼睛堪比成年人拳头大小，没有鼻子，嘴却是一张樱桃小嘴，涂着红嘴唇。他双眼瞪得像铜铃，但却十分空洞，好似没有灵魂的木偶。好多人啊，咱们一起玩吧，嘻嘻嘻。令人不寒而栗的尖锐笑声从那张猩红的樱桃小嘴中传出，如同用指甲划黑板一般，刺得耳膜生疼。我最喜欢玩1、2、3木头人了，我敲3下鼓就会回头，不要被我发现有人动，动了就会死。只要能登上鼓楼，就算你们赢。说完，大头娃娃根本不等众人反应，便咔咔咔地转过头去，然后开始准备敲鼓。交给我吧。白棋向前一步道，他对于自己的速度还是十分自信的，5米多高的距离，别说敲3下鼓了，大头娃娃能敲出半下，都算他输。白棋足尖轻点，急速能力爆发，整个人犹如利剑一般朝大头娃娃冲去。可当他冲到半空中时，咚一声沉闷的鼓声响起，白棋瞬间脸色大变，只感觉浑身骨骼好似错位，肌肉全部失调一般，整个人一僵，便直接从空中坠落。眼疾手快的杨明直接公主抱住了白棋，成功避免了白棋衣服被弄脏的风险。毕竟这点高度，连普通人都摔不死，更何况御灵师了，还是3阶，掉下来连皮都破不了。小白你没事吧？杨明一脸关切地问道。自鼓声消散之后，白棋便感觉身体在缓缓恢复，他急忙从杨明怀里挣脱，转移话题道：那鼓声有问题，刚才我靠近鼓楼，鼓声响起之后，我全身的肌肉骨骼失调，根本无法控制身体。众人瞬间大惊失色，不能控制身体，这还怎么玩？1、2、3木头人主打的就是一个手疾眼快，身体掌控。当大头娃娃回头时，所有人都应该静止不动，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鼓声却能压制人的身体，使身体失控，岂不是必然会违规？违规会发生什么？没人想知道。现在怎么办？要不咱们就一直在这站着吧，这样虽然不会赢，但也不会输。赵浩提出了一个馊主意。不行！胖子紧忙叫道，咱们不能在这里站着，你们没发现吗？四周的黑暗正在不断朝咱们逼近，如果一直站着，肯定会被黑暗中的错乱的空间所吞噬。众人连忙看去，这才发现四周的黑暗正在以一种缓慢且均匀的速度不断逼近，大概用不了10分钟就会彻底将自己等人吞没。修哥，怎么说？咱们试一试？杨明问道。其他人也纷纷等着方修拿主意。一旁的黑吉吉忍不住翻了翻白眼，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一点思考量都没有，就知道问方修，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当上的。方修也是从不让众人失望，平静道：你们在此地等候，我自己足矣。众人顿时跟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觉得稳了。一般他让众人失望后，都没人知道。众人永远只能看到他光鲜亮丽成功的那一面，而看不到他背后无数次死亡的狼狈。嗖！方修的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了鼓楼的台阶。咚！第2声鼓声传来，无形的波动扩散。方修立刻感觉到一股诡异的力量作用于全身，全身的骨骼肌肉不受控制的开始失调，但他神色丝毫不变。下一秒，
黑发瞬间变成瀑布般的银色长发，发丝贯穿全身，犹如提线木偶一般，操控着自己的身体继续上台阶。他大步跨越，转瞬已经走过大半。方修的银发，众人早已见怪不怪，倒是黑吉吉有些吃惊，这是诡异的力量？难道他的头发是诡异？居然敢让诡异成为自己的头发，就不怕发丝穿透大脑吗？不过这银发真的好飘逸啊，看得黑吉吉都想给自己染一头银发。正在这时，咚，第3声鼓声传来，这次的鼓声要比之前2声加起来还要响亮。无形的诡异波动越发强烈，竟然连发鬼都受到了影响，开始隐隐失控。但方修依旧面色不变，只见他抬起右手，修长白皙的手指从脸上划过，腾，一抹妖异的黑火瞬间浮现，化作一张黑火面具，正是原初面具。原初面具之上的黑色火焰轰然爆发，将方修的身躯完全包裹，火光一闪而逝，仿佛瞬移般，黑火出现在大头娃娃的身后。待黑火消失，方修的身形顿时显露。3声已毕，大头娃娃脖梗处的咔嚓声不断响起，他正在回头，此时已经回了一半。见状，方修直接扬起了带有饕餮之口的左手，啪，一个大逼斗呼在对方后脑勺，生生将对方的头又给抽了回去。紧接着，砰，一脚直接踹在大头娃娃的后心，将其踹到在地，右脚顺势踩在他的身上，一套操作犹如行云流水，给众人都看呆了。不过众人对于方修的神奇早已习惯，倒也没有太震惊，反倒是第一次见的黑吉吉看着高高鼓楼之上拿到孤傲的背影，美眸中满是震惊之色。他震惊的不是方修成功登上鼓楼，而是震惊对方似乎能打破诡异的杀人规律，不仅能突破鼓声的限制，甚至在大头娃娃回头之时，生生将对方的头扇回去。黑吉吉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诡异杀人规律，在面对更高级别的诡异时，不过就是笑话。强者制定规则，弱者遵守规则。无论是原初还是饕餮，都不是一个大头娃娃可以抗拒的存在。之前面对老婆失利，那是因为老婆的实力明显超过了 S 级诡异的范畴，大头娃娃的能力虽然奇特，但也不过如此。方修看了看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大头娃娃，左手上的饕餮之口已经露出森白的牙齿，甚至隐隐流下口水。正当他想将手按在大头娃娃的大头之上时，咔嚓咔嚓，木头断裂的声音不断传来，大头娃娃身上浮现一抹木色，随后便直接4分5裂，躯干头颅纷纷化作一节节木头。方修顿时眉头一皱，饕餮之口也瞬间闭合，没有了食欲。诡异跑了，大头娃娃只是躯壳。他思索间，异变再度发生，只见那面1人多高的大鼓，其鼓面猛地绽放出一阵刺眼的白光，形成了一个不断旋转的白色空洞，里面白茫茫一片，看不清内容。胖子，过来感知一下，这后面是什么？好嘞，修哥。胖子3步化作2步，紧忙跑上鼓楼，来到白洞面前，细细感知。片刻之后，他的脸上浮现一抹喜色。修哥，如果我没感知错的话，白洞后面是生路，这是空间通道，是离开这鬼地方的路。方修若有所思，解决大头娃娃之后便可以离开了吗？那后面几站是什么？这似乎不像是鬼域，鬼域怎么可能给人留下这种生路，更像是一种试炼，就好像闯关一般，闯过第1关可以选择离开，或者继续闯下一关。回去，上火车。胖子顿时一愣，修哥，生路就在眼前，怎么还回去？方修还未说话，赵浩先替他出声了，你懂个屁，修哥肯定是看到了未来，赶紧上车吧。说着，众人就开始往车上走，给黑吉吉看得一愣一愣的，放着生路不走，反而回到鬼列车上。他无比确定白洞背后就是生路，因为他刚刚发动了自己的能力感知了一下，肯定不会出错的。但是看着众人毫不犹豫的回到鬼列车上，他反倒是犹豫了，难道是我感知错了？这让他忍不住朝方修问道，修哥哥，这不是生路吗？咱们为什么不离开？方修头也不回道，这确实是生路，你要走可以自己离开。此言一出，黑吉吉立刻不再犹豫，直接跟着众人上了鬼列车，因为他不相信方修的话，一个经常骗人的人，总会以为别人也在说谎话，推己及人。再度上车之后，车门轰然关闭，而随着车门的关闭，众人顿时发现之前那种恐怖的冻结之感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这让方修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鬼列车极有可能是人为安排的存在，因为他的行为方式和诡异完全不同，似乎不是为了吃人，而是单纯的送人。这趟旅程明显就是试炼，让人不断闯关，那终点到底会存在什么？藏地又是何处？与彼岸有什么关系？方修随意的找了一个座位坐下，黑吉吉立刻凑了过来，修哥哥，你是不是预知到了什么啊？能不能告诉我啊？方修闭目养神，并未回答。黑吉吉瘪了瘪嘴，转头就去忽悠赵浩和胖子去了。时间1分1秒的流逝，很快第2站到了，玉都的标识变成了一片血红。砰！车门再度打开，方修顿时睁开双眼，起身朝外走去。走吧。有了上次的经验，众人纷纷下车，根本不敢在车上多停留。那种灵性以及肉体被冻结的感觉太难受了，就好像一个武林高手被人吸干了内力，还挑断了手筋脚筋，成为废人。众人一下车，顿时愣住，因为他们发现所谓的玉都竟然真的是一座灯红酒绿的城市。门口有一个高大的牌坊，悬挂着玉都2个字，上面张灯结彩。内里是一片街区，两侧屹立着不少2层或3层的小楼，道路两旁的挂满了灯，红灯、黄灯、粉灯，亮得让人炫目，竟隐隐有种来到了迪厅的感觉，与这孤寂的黑暗形成鲜明的对比，诡异而又荒诞。整座街道看上去繁华，但却空无一人。待众人走近，赫然发现这里所有的建筑都十分复古，有种上个世纪的感觉，好似电视剧的夜上海。这里跟鬼列车一样，都是上个世纪的风格。咱们不会是穿越时空回到上个世纪吧？黑吉吉张着小嘴惊讶道。进去看看。方修平静地说了一声，随即便如同闲逛一般率先走进玉都。
众人紧随其后，不过他们并没有方修那般平静，在如此诡异的地方，哪怕经历过多次诡异事件，也很难习惯这种生死一线的感觉。而就在众人走进御都后不久，突然街道深处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呻吟声，声音很杂，似乎有男有女，女子的高亢，男子的低沉，爆发出最原始的兽性。出现了吗？方修眼睛微眯，左手开始蠢蠢欲动。下一刻，一个庞大的身影从街道深处的黑暗中走出。见到那身影，众人顿时大惊失色。那是一座由人堆成的肉山，而在这些人的身上，居然都长着数种畸形怪异的生殖器官，泛着一抹粉色。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这也太恶心了！直面这等畸形恶心的诡异，众人只感觉心灵受到了污染。哪怕身为女生的黑吉吉，在看到如此暴露的画面，她的第一反应也绝不是羞涩，而是一阵阵反胃、恶心。来加入我们吧！那些堆积在一起的人体同时发出声音，无数人声重叠，令人耳膜生疼。真是丑陋啊！方修平静地掏出了手术刀，径直地朝肉山冲去。红绿的灯光照不清他鬼魅一般的身形，银亮的手术刀在夜空中划过一道银光，像是奔袭的闪电。唰！手术刀瞬间扎在了肉山之上的一具人体。啊！无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那些人脸上原本的极乐瞬间因疼痛而扭曲，以至于整个肉山都开始扭曲颤抖。片刻后，砰！肉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没有了声息。一击必杀，这就解决了？黑吉吉只感觉不可思议，如此畸形骇人的诡异，就这么弱？还是说方修太强了？然而解决了肉山的方修并未回来，而是静静地站在原地，似乎在等待什么。众人也意识到了不对，空间通道没有出现。上次解决大头娃娃时出现的空间通道，在这里却没有出现。难道肉山没有死透？正当众人疑惑之际，肉山竟猛地膨胀起来，如同被疯狂吹起的气球，剧烈膨胀。砰！肉山轰然爆炸，浑身爆裂，一团极其浓郁的粉红色雾气从尸体中朝着四周喷涌。方修一个闪身，直接避开了粉色雾气。其他人也是脸色狂变，纷纷朝远处跑去。然而那粉色雾气好似无穷无尽一般，不断蔓延，逼得众人不断后退，最终退无可退。因为再退就要退到黑暗中了，会被里面的空间乱流撕碎。快捂住口鼻！杨明焦急地大吼一声。虽然不知道粉色雾气是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最终众人全部被粉色雾气吞没。捂住口鼻根本没用，那粉色雾气好似能凭空渗入人体一般。一时间，众人皆闻到了一股浓郁到令人作呕的香气，太香了，香的人意乱神迷，神情恍惚。方修自然也没被粉色雾气吞没，他本以为有毒，想用吸收痛苦的能力治疗自身，然而等了半天，却发现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眉头微皱，是自身体质免疫了粉色雾气的毒，还是这粉色雾气是延迟发作？正当他疑惑之际，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痛苦的惨叫声。回头一看，正是赵浩。只见赵浩扭曲地倒在地上，浑身燃烧着粉色的火焰。最诡异的是他的表情明明无比的痛苦，甚至哀嚎，但脸上却流露出一副极其猥琐的神情，双眼犹如被磁铁吸住了一般，紧紧地盯着黑吉吉裸露在外的大腿。正在这时，杨明等人也发出惨叫，浑身燃烧起粉色火焰，如同赵浩一般猥琐地盯着黑吉吉。而黑吉吉同样燃烧着粉色火焰，一脸意乱情迷，咬着娇嫩的嘴唇，大眼睛水汪汪地盯着方修。方修的眉头越皱越深，从众人的表情中，他已经不难看出那粉色雾气的作用是什么了。明显就是能勾起人心底的 S 欲。至于粉色火焰，恐怕是以 S 欲为燃料的火焰。如果 S 欲不除，恐怕众人便会被活活烧死。怪不得叫玉都。至于为何对自己没事，方修很清楚，因为自己的内心早已被仇恨填满，再也容不下其他。正在这时，黑吉吉的俏脸上浮现出一抹挣扎之色，只听他口中不断呢喃：“我没的感情，我没的感情，我没的感情。”一直重复数遍。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黑吉吉身上的粉色火焰竟然开始缓缓熄灭，而他的脸上的意乱情迷也化作面无表情，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片冰寒，好似一个没得感情的杀手。不过这种面无表情的状态仅仅持续了数秒，待粉色火焰彻底熄灭之后，黑吉吉便恢复了原状，大眼睛再度水汪汪起来，满是绿茶气息。见到这一幕，方修若有所思，结合着黑吉吉之前的表现，他大致猜到了对方的能力。怪不得此女能去总部培训，这般能力果然神奇，就是不知道能做到何种程度。随着黑吉吉第一个脱险，第二个很快出现，正是白起。只见白起直接拿出一把短刀，狠狠插进自己的胳膊，然后用力一拧，顿时血肉翻腾。依靠着疼痛，他成功压下邪念，熄灭了粉色火焰。再之后是杨明。快，小白，赶紧给我一刀，我自己下不去手。唰！白起一刀扎在了杨明的胳膊上，然后用力一拧。啊！杀猪一般的惨叫传来。然而杨明身上的火焰仅仅减弱了几分，却根本不见熄灭的趋势。什么？白起一惊，随即再度出刀，一连捅出好几个血洞。啊！杨明连连惨叫，但身上的火焰就是不灭。白起面沉如水，举着刀却不好再下手了，因为他怕给杨明捅死。杨队长，你不是受虐狂吧？黑吉吉在一旁古怪道。杨明疼得根本无力反驳，并且随着粉色火焰的燃烧，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让开！方修拿出手术刀朝杨明走去。白起面露担忧之色道：“不能再给他一刀了，再这样下去会死人的。”无妨，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白起一听，二话不说，立马让路，让方修过去。方修也是二话不说，直接用手术刀在杨明身上轻轻划了一道小口子。可就是这样一道小口子，杨明顿时爆发出比之前7例数倍的惨叫声。
随着惨叫声的释放，他身上的粉色火焰终于彻底熄灭。白起都愣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么多刀，居然还比不过方修划一个口子，这是刀上出了毒吗？紧接着，方修又走向胖子，同样轻轻一划，啊！杀猪一般的惨叫声响起，胖子身上的火焰也熄灭了。最后走向赵浩，赵浩的情况最严重，身上的粉色火焰几乎是别人的1倍高。唰，一刀下去，啊！赵浩凄厉惨叫，然而粉色火焰只是摇晃了2下，继续茁壮燃烧。这一幕直接看愣了众人。方修的一刀有多疼，他们可是亲身体验过的。那一刀下去，别说想女人了，就剩想死了。可赵浩身上的火焰居然不灭，众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啊，只能说牛逼。方修眉头一皱，正要再来一刀，赵浩连忙惊恐喊道：“修哥，先等等！”那一刀虽然没熄灭火焰，但成功让赵浩恢复了清明。不过恢复了清明也无用，一个人喝醉了兴致大发，不代表不喝酒的时候就没有兴致。先让他穿上衣服。赵浩颤颤巍巍地指着黑吉吉。黑吉吉一愣：“我这不是穿着衣服呢？外套，外套，披上，快披上！”赵浩焦急喊道。黑吉吉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解开腰间的牛仔外套穿在身上，遮住裸露在外的雪白藕臂，顺带拉上拉锁，连精致的锁骨也看不见了。谁料赵浩还在大叫：“腿，还有腿！”黑吉吉愕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热裤，2条修长雪白的大长腿还暴露着。这时白旗扔过外套，黑吉吉一把接过，然后又赶紧将腿盖上。他甚至还觉得不保险，直接从包里掏出口罩和墨镜，全戴上了。最后又戴上了外套自带的帽子，这下算是遮盖得严严实实，一点皮肤不露，比女明星外出都严实。这套操作下来，别说美女了，仙女下凡都难以看出丑俊了。本以为这就行了，可令人没想到的是，赵浩还不满意，竟颤颤巍巍道：“手指头！”众人，黑吉吉差点翻白眼翻过去，这他妈都是什么奇怪的 XP？ 他无语的将手插进兜里。赵浩这才满意的躺在地上，对着方修道：“修哥，来吧！”唰，一刀下去，啊！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赵浩身上的粉色火焰终于消散了。快扶我一把，我起不来了。赵浩虚弱道。此时的他眼窝深陷，脸色惨白，好似那啥过度一般。然而并没有人扶他，看他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好似扶他一下都嫌脏似的。赵浩羞怒交加，气急败坏：“你们那是什么眼神？不知道什么叫男儿本色吗？”最终还是赵浩自己挣扎起身。方修默默地观察着众人，心中已然有了判断。很显然，这粉色火焰燃烧的是人的精气，长时间不熄灭，人就会虚死。这粉色火焰对于有欲望的人来说极其难缠，人很难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是人性。白起能轻易摆脱，可能是因为他本身这方面欲望就很低，而赵浩则是因为欲望太强。至于黑吉吉，靠的是自身特殊的能力。当众人全都摆脱粉色雾气之后，玉都深处出现一个缓缓旋转的白洞。方修平静地看了一眼，随即扭头就走，上车。众人点了点头，正要上车，黑吉吉却站了出来，挡在众人身前，有些焦急道：“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玉都的恐怖程度明显高于鼓楼，如果不是修哥哥救了你们，你们其中一半的人都会被活活烧死。所以呢？”杨明有些不解道：“所以，这不明摆着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下一站古宅的恐怖程度肯定会比玉都还要高，应该是一站比一站难。难道咱们不应该先探索一下这疑似生路的白色洞口吗？寻找生路，而不是继续跟着修哥哥上车。这一次活下来了，下一次、下下次可就不见得了。”其实黑吉吉想说的是，那白色洞口很可能就是生路，至少去尝试一下逃生啊，而不是无脑跟着方修。他总觉得方修似乎是故意不离开，一心想要奔着终点站的藏地去。对于他想离开的心情，众人无动于衷，甚至赵浩脸上还浮现出一抹疑惑，似乎在疑惑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不相信修哥的人。杨明爽朗一笑：“你自己也说了，是修哥救了我们，那你还在犹豫什么？走吧。”说完，杨明便转身跟着方修上了车。众人同样如此，鱼贯而入。黑吉吉愣愣地站在原地，那一瞬间，他心头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说不清道不明，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一般。方修带领众人的背影深深地刻印在他的眼眸中，孤寂单薄。渐渐的，他的美眸中爆发出一阵异彩。这就是信任吗？无条件的信任，不问缘由，不管对错。他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过这种感受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从他第一次说谎开始。习惯了满嘴谎言的他，就如同穷了一辈子的乞丐，直到某天突然见到了一座金山。毕竟诚信是金。黑吉吉突然间对方修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他真的很好奇，一个被众人如此信任的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蓦地，他迈开脚步，追随众人上了鬼列车。砰！火车门猛然关闭，轰鸣声响起，带着众人继续前行，前往这无尽黑暗中的下一站。鬼列车上，方修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陷入沉思。诚如黑吉吉所言，一战更比一战强。玉都明显比鼓楼危险程度高，连3阶御灵师杨明中招之后都无计可施，可想而知其中的凶险。这次看似有惊无险，实则险象环生。如果不是自己拥有痛苦的能力，能够利用极致的痛苦唤醒众人，换作寻常御灵师来此，基本必死无疑。白起不算此列，他可能天生冷淡。第2站尚且如此凶险，那第3站、第4站乃至最终站的藏地呢？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出现 S 级诡异也实属正常。而且最古怪的是，这些诡异看似被解决了，实则是一口没吃到，全部消失不见。或许一切的答案都在终点站藏地。时间如水，缓缓流逝。很快，第3站古宅的指示牌变成了血红色。
砰！车门轰然打开，众人十分有默契地跟随方修下车。古宅站形容的十分贴切，因为摆在众人面前的就是一座古宅。100年前的装修风格有点类似四合院，门口摆放着2座石狮子，房梁上挂着2个大红灯笼，散发着诡异的红光。大门是朱红色的，已经破旧掉漆，配上四周无尽的黑暗，活像一尊卧在黑暗中噬人巨兽。还未进门，众人便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与欧美的血浆恐怖不同，这是一种给人强烈心理暗示的中式恐怖。看不见鬼时，往往是最恐怖的。一见到这座古宅，众人瞬间便联想到许多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怖画面，比如古宅里面站着一位身穿红嫁衣、戴着红盖头、脚踩绣花鞋的鬼新娘，如同僵尸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那种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当然，这其中不包含方修与赵浩。方修见到这种画面只会兴奋，而赵浩也是兴奋。砰！方修直接一脚踹开古宅大门，里面是一望无际的深邃黑暗，好似深海中的暗流在涌动。他无视一切，目光平静地走入古宅之中，众人紧随其后。古宅中十分幽深，10几间阴森的房间并排而立，院内还有一棵歪脖树，一口枯井，满地枯叶，除此之外空无一物。修哥，这次的诡异似乎和前2个不同，前2个都是直接出现的，这个好像藏了起来。杨明有些凝重道。方修听完其嘴角却勾起一抹狞笑，捉迷藏吗？那可千万不要让我找到哦。不知为何，听到方修平静中蕴含着压抑的声音，众人总觉得似乎古宅也没那么恐怖了。下一刻，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方修的黑发猛地化作银色长发，无数发丝无视重力开始漂浮，随后更是像亿万银蛇一般，如潮水般向四周蔓延。那些银色长发钻入古宅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简直铺天盖地，在黑夜的映衬下，好似遮天的蛛网。众人见到这一幕，连连后退，躲开如蛇般灵活的银色发丝。黑吉吉看着眼前令人震撼的一幕，不自觉的双眼放光，口中呢喃：太帅了，我一定要染银发。下一秒，方修猛地扭头，平静的眸光刺破黑暗，看向院子中的枯井。那口古井周围漂浮着无数银色发丝，但这银色发丝似乎感受到了威胁，始终只在古井盘旋。找到你了！嗖嗖嗖！银色发丝如同狂蟒出笼，疯狂涌入枯井之中。片刻后，银发收束，竟直接从井底拉出一个人，准确的说是一只人形诡异。这只诡异十分奇特，浑身皮肤干枯宛若树皮，却又透露出一丝苍白。他的双眼处赫然这2枚生锈的铜钉，双耳处也是，好似生前遭受了残忍的刑罚一般。他就这样任由银发缠绕，如同死尸一动不动。不过方修可不惯着他装神弄鬼，直接掏出了手术刀就要动手。然而就在这时，这只鬼动了，他抬起干枯的手臂，径直地朝着自己的双眼抓去。扑哧扑哧，双眼处的铜钉被他自己拔了下来，露出一双血红的双眼，双眼之中没有瞳仁，只有2个钉子留下的洞，里面隐隐有腥臭的血液流出。见到这诡异的一幕，众人纷纷紧张起来，大战一触即发。可瞬间，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众人顿时眼前一黑，视线全无，陷入一片深邃的黑暗之中，看不到一丝光亮。就连方修也是如此，他想要打开血瞳，但也失效了，就仿佛眼睛彻底瞎了一般。他微微皱眉，这算什么攻击？当诡异睁开双眼之时，所有人都将陷入黑暗。啊！我看不见了，我也看不见了，我好像瞎了。赵浩、胖子2人顿时慌乱起来，不止他们，就算是白棋也不由得内心凝重。当你面对恐怖的诡异之时，一旦失明，等于失去了所有的安全感。听声辨位，快动手！一旦他拔下耳朵上的铜钉，咱们很可能连声音都听不见了。黑吉吉焦急大喊，很敏锐的判断，毕竟这只鬼拔下眼中钉之后，众人便失明了，所以不难联想到，一旦对方拔下耳中钉，众人很可能会失聪。人如果一旦失去视觉和听觉，那基本等于成了废人，完全失去了感知外界的能力。没等众人动手，方修在失明的那一刻已然出手，银色发丝对着诡异疯狂缠绕绞杀。然而，只听砰的一声，这只鬼身上的银色发丝被全部崩断。这点早在方修的意料之中，毕竟拥有如此恐怖的手段，能让所有人全部失明的鬼，肯定不会如此简单就被制服。所以，方修早已欺身而上，无尽的黑暗中，他只能感受到手术刀上传来的冰冷。唰！凭借远超常人的耳力，方修斩出一刀，但却斩在了空处。其他几人也是根据动静出手。黑暗中，一冷一热的温度传来，还有数道刀锋划过空气的声音。一冷一热大概是黑吉吉出手了，毕竟他的表面能力是冰火，而刀锋则是白棋杨明。很快，刀刃入肉的声音传来，紧跟着就是白棋的怒骂：“白痴，你砍到我了！”就这样，白棋又受伤了。场面一时间陷入混乱，因为人太多了，而诡异却只有一个。即便众人耳力远超常人，但短时间内也很难分辨出哪道声音是诡异发出的，哪道声音又是队友发出的。不过很快，众人便没有了这种烦恼，因为诡异将耳中钉拔了下来，世界瞬间变为无声，一片死寂。赵浩、胖子2人吓得连连大叫，但他们却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同时失去视觉和听觉，基本等于失去了90%获取外界信息的窗口。现在众人只剩下嗅觉、味觉和触觉。然而，这几种感觉对于判断诡异的方位来说用处不大，众人没有马星帮能够嗅到诡异的能力，味觉就更别说了，总不能上去舔诡异一口。目前唯一有用的大概就是触觉，在绝对无声和绝对的黑暗之中，即便是方修行动起来也大为不便，但相对而言他要好得多，因为他可以利用发鬼的能力。极细的银色发丝如蛛网般在他四周铺开，他便能如同蜘蛛一般感知四周的蛛网上传来的动静。只不过这种感知比直接用眼睛去看还是要慢半拍。
在生死一线的时候，慢半拍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在左边，方修瞬间感知到了左边10点钟方向，距离10米左右，自己的发丝被触动，而且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是诡异，不是人。诡异的力量接触到银色发丝，直接显露无遗。唰，手术刀化作一道银光朝诡异斩去，可惜却斩了一个空。这只诡异的速度不慢，随即身后的发丝传来动静，方修当即就要回身攻击，可发丝被触动，再将信号传递过来，这其中有一个致命的时间差。当他刚要回身之时，背后顿时传来冰冷的触感，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痛。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背后多了一道深可入骨爪印，如果不是肋骨保护，这一击甚至能撕碎心脏。并且不止如此，这爪印之上还有一股强烈的腐蚀之力，如同硫酸在剧烈地腐蚀着方修的身体。身受如此重伤，方修的面色依旧平静，他不顾伤势，按照诡异袭来的方向进攻，可再度扑了一个空。与此同时，在吸收痛苦的能力帮助下，深可入骨的抓痕瞬间复原。不过，由于其上附带腐蚀之力的原因，这次复原消耗了他不少灵性。很快，第二道伤痕出现，这次是脖梗。一阵剧痛传来，方修的脖梗几乎被连根斩断，仅仅剩下一点肉皮连接着头颅。下一刻，光华一闪，他脖梗处的血肉细丝疯狂交织，如同织毛衣一般连接在一起，恢复如初。虽然伤势复原，可取而代之的是灵性大量被消耗。再接下来，诡异走了，他似乎知道方修很难杀死，便将目标对准了其他人。首当其冲的便是看似最弱的赵浩，此时没到此时，赵浩也确实最弱。唰，仅仅一爪，赵浩便直接被划断了脖梗，整个脑袋都被削了下来，如同皮球一般在地上滚了又滚，一双眼睛瞪得老大，死不瞑目。赵浩死得无声无息，主要是众人也听不见看不见，唯有方修感知到了，因为他的发丝遍布整个古宅，所以他清晰地感知到赵浩被斩了手。嗖，手术刀朝着赵浩死去的地方激射而出，无独有偶，再次扑了一个空。很快，下一个目标出现，是胖子。胖子虽然能够瞬移，但失去感知的他根本不知道危险在悄悄靠近，所以也就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瞬移。没有丝毫意外，胖子也死了，他的心脏被捅出一个窟窿，破碎的心脏组织伴随着鲜血洒落一地。他没有立即死去，依旧在痛苦的哀嚎，可在这无声的世界，别人根本听不见他的痛苦，甚至他自己也听不见。随着诡异不断的出手，白起也死了，最后只剩方修、杨明、黑吉吉三人还活着。方修靠着吸收痛苦复原伤势，杨明靠着镇尸珠，而黑吉吉比较有意思，他不断的欺骗自己，暗示自己没有受伤，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受伤。不过从他剧烈起伏的胸口以及煞白的脸色来看，他也持续不了太久。从这一点，方修也算是看出来了，随着面对的诡异越来越强大，真正能活下来的还得是容错率高的御灵师，也就是不容易被一击秒杀。如白起这般功高血薄的存在，根本没有半点容错可言。碰上他能对付的诡异，一击解决；碰上他不能对付的诡异，同样也是一击被解决。主打一个干脆利落，赢得无趣，输得无痛。很快，黑吉吉也死了，他被耗干了所有灵性，立即而死。然后方修也死了，理由同上。不用问为何不是杨明先死，因为天命。或许他最后都不见得会死，甚至可能会绝地翻盘，但已经没有展示的机会了，因为方修开始死亡回荡。当时间线被重置，方修面对着阴森的古宅，依旧十分平静地选择进入，因为他不能白死，他要报仇，而且他已经找到了击败这只诡异的办法。你们在古宅外面等着，我去救回。方修平静地对着众人说道。众人点了点头，似乎对于他的决定没有丝毫的反对，甚至连原因都不问。黑吉吉则是诧异道：修哥哥，你真要一个人进去？按照规律来看，这里面的诡异肯定比前2战的诡异更强，你一个人的话，哎，没事，你就不用担心了。赵浩一脸无所谓地说道。既然修哥都这么说了，那就肯定没问题。你跟修哥还不熟，所以才会问出这种问题。等以后熟悉了，你就明白了。和修哥在一个队伍，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也不用问，无条件信任修哥就错不了。黑吉吉有些无语，他看了看其他人，发现众人竟然都十分认同赵浩的观点。不知为何，黑吉吉有些莫名的生气。那修哥让你去死呢？赵浩微微愣了愣，思索片刻道：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那只能说明后面肯定有更恐怖的死法等着我，所以修哥才会让我先死。黑吉吉一下子被这种该死的信任感给击败了，他生气之余又有些羡慕，因为他可能这辈子都做不到如此相信一个人，有时候他甚至连自己都不信，因为他经常性的连自己都骗。方修没有理会黑吉吉的异常，而是独自一人走进古宅之中。看着第2次进入的古宅，他直接将目标锁定在枯井。嗖嗖，无数银色发丝狂舞，犹如巨蟒出洞一般，疯狂涌入枯井中。下一秒，双眼盯着钉子，双耳插着耳钉的干尸一般的诡异便被捞了上来。唰，阴森的古宅之中亮起一道银色闪电，冰冷的手术刀直插诡异额头。这一次，方修打算尝试一下，在诡异没有拔出眼中钉之前斩杀他。然而，他的打算落空了。就在手术刀逼近之时，砰！诡异双眼中的钉子犹如子弹一般爆射而出，巨大的力道直接将手术刀击偏。随后，方修眼前一黑，他再度失明，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但他丝毫不感到意外，继续挥砍。在他的感知中，诡异瞬间挣脱了银色发丝，身形消失在原地。正当他想听声辨位之时，2道清脆的响声响起，那是耳中钉落地的声音。霎时间，他的听力丧失，再度陷入之前的境地。可这一次，方修并没有选择利用发鬼的能力，将银色发丝密布整个古宅，然后感知诡异的行动，因为这样始终会比诡异慢上一拍。他这一次选择闭上了双眼，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待诡异的攻击。唰，
第一击出现，是背后。方修的背后再度被划开一道巨大的伤口，血肉翻开，裸露在外，露出森白的骨头。他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没有出手，身上的伤势瞬间复原。第二击几乎没有时间间隔的降临了，是左侧手臂，唰，他的手臂被直接斩断。他依旧没有出手。第三击、第四击、第五击，直到第六击正中胸膛，方修瞬间被开膛破肚。他终于行动了。他的行动是不再发动吸收痛苦的能力，然后静静的死去。方修第三次进入古宅，他做了如之前一般无二的事情，甚至连最后站的位置都精准到毫米。无声与黑暗将他笼罩。第一击，后背，他无动于衷。第二击，手臂，他不为所动。直到第五击过后，方修动了。他心中默数着时间，在第六击降临之前，预判似的提前出刀，径直的朝胸前捅去。刺啦！锋利的刀刃好似扎入钢铁之中。与此同时，他的胸前直接被划开，大量的鲜血喷涌，裂口之大，甚至足以看见里面跳动的心脏。但方修却笑了，因为他伤到了这只诡异。痛苦之力轰然爆发，非人的痛苦嘶吼声从诡异的口中爆发出来。骤然间，方修的嘴角乍现一抹狞笑，露出森白的牙齿，白皙英俊的人脸变得狰狞残忍，宛若是人的恶鬼。我可以被击中无数次，但你只能被击中一次，结。恐怖的狞笑声在阴森的古宅回荡。随后他用力一拧，手术刀顿时如同凝麻花一般在诡异体内搅动，死亡上百次，以及他今日吸收而来无数人的痛苦在诡异体内轰然爆发。唰，他的眼前恢复了光亮，耳边也传来这世间最美妙的乐章，那是诡异痛苦的嘶吼声。之前承受如此多的攻击而不行动，等待的就是这一刻。这只诡异速度很快，方修之所以一直被动挨打，就是在记录诡异的出手轨迹，看不见听不见又如何？他一样能看穿诡异的攻击轨迹，无非就是死上几次而已。其实在知道诡异每一击的轨迹之后，他在第一击就可以提前出手反击，但是方修没有，因为他在等一个合适的角度，诡异在背后，这个角度不利于他出手，朝背后捅刀子的速度肯定比不过朝前捅。其他在侧面的几击也是如此，唯有攻击胸膛时，一人一鬼面对面，这个角度出手速度最快，且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最有把握的一击，只要算好时间提前出手，哪怕诡异的速度更快也无济于事。砰！剧烈的痛苦之下，干尸一般的诡异轰然倒地。正当方修打算进一步逾越之时，干尸诡异的身体却犹如风化一般化作一滩黄沙。他眼中寒光爆闪，心中对于这鬼列车以及背后的操控者越发不满。当干尸诡异消失的那一刻，之前他所在的枯井井口顿时出现一个缓缓旋转的白洞。方修淡淡的看了白洞一眼，随即转身离开古宅，他要前往下一站坟场。连走了3站，他倒要看看终点站葬地到底是什么。古宅一站的强度明显超过前2站很多，如果不是死亡回荡，怕是会全军覆没。第4站坟场的恐怖程度肯定更高，方修早已做好死亡多次的准备，然后去一窥葬地的风采。直觉告诉他，如此神秘诡异的列车，每击败一关都可以选择退出，种种迹象都表明葬地绝对藏着某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如同玄幻小说中的秘境试炼，难度越大，往往收获越高。而这一切怎么看都是人为布置的，那布置此地的人究竟是什么目的？又该是何等强者？至少4阶强者做不到，这一点方修可以肯定，因为他和4阶的黑桃 A 交过手。黑桃 A 的领域虽然强大，但也没有如此惊人的手段。很快，方修走出了古宅。众人见方修完好无损的走出，谁也没有惊奇，仿佛他们认为方修是吃了个晚饭回来的一般。在众人心中，方修既然敢独自走进古宅，那必然是早已看到了未来，知道自己一人就能轻易解决。说白了，当方修决定独自进入之时，在众人看来，未来就已经注定，不存在任何意外。唯有黑吉吉美眸闪烁，看向方修的眼中不断绽放异彩。上车吧。众人点了点头，随即便上了鬼列车。车上，黑吉吉凑了过来，修哥哥，古宅里面是什么样的诡异啊？强不强？你有没有受伤？方修平静地看了看他脸上虚假的关心，淡淡道：已经死亡的东西没有再被提及的价值。说完，他便开始闭目养神，准备全力备战坟场。黑吉吉看了看闭目养神的方修，不满地撇了撇嘴，不再言语。很快，第4站坟场到了。众人下车后，入眼便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坟场。灰白色的土地之上，屹立着无数零零散散的坟墓。这些坟墓的分布极其古怪，有的十分零散，间隔几十米，有的则是十分集中，5、6个扎堆，给人一种十分不协调的感觉。坟场中还飘荡着淡淡的灰雾，让人视线模糊，将一切都变得朦胧起来。看到这淡淡的灰雾，方修顿时眉头一皱，因为他曾经见过类似的灰雾，上一个见到灰雾的地方是彼岸。不过眼前的灰雾与彼岸的灰雾并不相同，坟场的灰雾要比彼岸的灰雾淡上许多，好似被稀释了数倍。难道？方修心中隐隐有了猜测，他径直地走进坟场，踏上那灰白色的土地。众人紧随其后，赵浩有些害怕道：这雾气怎么是灰色的？不会有毒吧？话音刚落，旁边传来一阵大力的吸气声，正是方修。只见方修猛地一个深呼吸，将大量的灰雾吸进胸腔。修哥你，赵浩目瞪口呆。随后，方修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就是这个味道。他基本已经确定，这淡淡的灰雾是从彼岸流传过来的，因为味道相同，吸进胸腔犹如吸进硫酸，剧烈侵蚀内脏。不过他的体质连真正的彼岸都能适应，就更别提这被稀释过的灰雾了。嗨嗨，赵浩和胖子两人突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那咳嗽声简直好像要将自己的肺都咳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只顾着咳嗽。咳着咳着，他们的口鼻中开始有鲜血溢出，竟然开始咳血。其余几人脸色微变，雾气有毒。
看着快要咳出心脏的两人，方修直接让他们回去，远离坟场，在鬼列车边缘等待。这雾气对人类有很强的侵蚀作用，唯有3阶御灵师才能抵抗。赵浩、胖子，你们2人留下等候。随后，方修便带着杨明等人继续深入坟场，他要探明此地与彼岸的关系。彼岸对他来说至关重要，那是他最终的归宿，因为哪里有诡异，哪里就会有他。彼岸是诡异的家，也就是他家。方修自从见到彼岸的那一天开始，他便定下目标，终于有一日踏平彼岸。众人不断深入，灰雾也越发浓烈，甚至杨明等人也时不时的会咳嗽2声。方修很清楚，3阶御灵师的身体也是无法在彼岸生存的。杨明等人之所以能够进入坟场，并不是因为他们够强，而是因为这里灰雾比较稀薄的缘故。如果这里是真正的彼岸，那除了他自己以外，其余人都要死。哪怕是黑吉吉能欺骗自己，也无济于事，早晚会灵性耗尽而死。想要在彼岸中生存，唯有2个办法：一是实力足够强大，可以无视灰雾，目前看来3阶御灵师做不到这种程度，4阶能不能做到，尚未可知；二是诡异化，既然彼岸是诡异的家园，所以只要自身诡异化，便可以在彼岸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彼岸的恐怖之处，不用说那些强大的诡异，单单生存人类做不到。坟场存在彼岸的雾气，并且十分稀薄。方修猜测，或许这几站越往深处走，便越靠近彼岸，所以才会有淡淡的雾气流出。那最终占葬地是什么？会不会是彼岸的另一个名字？一切还需要亲自查看。众人一路走着，一边小心地观察着四周的动态，一个个心神紧绷到了极点。一是因为仅仅雾气就有如此大的威力，可想而知后面的诡异会有多强；二则是方修还未说出那句让众人心安的话：我已经看到了未来。这话就如同定心丸，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多么强大的诡异，只要此话一出，众人就会如同吃了定心丸一般，不会紧张，不会害怕，甚至心态十分轻松。你们看，这墓碑上好像都有名字。黑吉吉指着一处附近的墓碑说道。众人看去，只见上面写着周震南之墓。对于这个名字，众人毫无印象。他们不断看向四周的墓碑，每个墓碑上都有自己的名字：陈永军、宋向荣、杨淑芬、李芳芳、陈建国。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名字怎么总感觉十分复古？黑吉吉显得有些吃惊。这会不会是100年前死去的人的坟墓？极有可能，目前走过的3战地，多少都带有100年前的色彩。现在这些人名也是如此，咱们不会真的穿越时空，回到了100年前吧？杨明莫名的有些兴奋。白痴，你在高兴什么？白旗怒骂。杨明却嘿嘿一笑，穿越回100年前啊，这可是穿越啊！凭借咱们现代人的知识，回到100年前就是降维打击。凭借对历史的熟知，想混成世界首富，简直轻而易举啊！众人皆是有些无语。杨明的关注点总是异于常人。黑吉吉甚至无奈的翻了翻白眼，他真的是绿藤市的队长吗？你们绿藤市有他这样的队长，还能存活到现在，可真是上天保佑了。杨明微微一愣，咦，你怎么知道是上天保佑？你以前认识我？黑吉吉。方修没有理会众人的吵闹，而是一直平静地朝坟场深处走着。骤然间，他脚步一顿，瞳孔不自觉地放大，视线死死地聚焦在一处墓碑之上。修哥，怎么了？你怎么不走了？杨明诧异地问道。但方修没有回答，依旧死死地盯着那块十分普通的墓碑，只因上面刻着几个大字：周清风之墓。为什么会是周清风之墓？难道周清风死了？方修顿时想到之前黑桃 AK 透露出来的信息，那就是周清风不见了，他们也不知道院长去哪了，所以他死了。方修隐隐觉得不太可能，敢于算计天命的神秘院长，全心全意为诡异化服务的理想之士，连 S 级诡异都能随意操控的存在，怎么会死这里？难道是重名？众人见方修不理人，不由心生好奇，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脸色大变。周清风之墓，周清风死了。杨明一脸震惊，饶氏面瘫白旗也是同样震惊。经历过青山精神病院之行，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院长周清风的恐怖。单单在精神病院中就见到了2只 S 级诡异，更别提还有许多其他没有碰上的诡异了。这种能制造 S 级诡异的存在，居然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这里。黑吉吉好奇地看着众人，又看了看周清风之墓，不由问道：周清风是谁？是你们朋友吗？怎么你们看见这个坟墓如此吃惊？杨明深吸了一口气解释道：虽然我们没见过真的周清风，但是我们见过他制造的 S 级诡异。什么？黑吉吉瞬间大惊失色，小嘴微张，制造 S 级诡异？我没听错吧？S 级诡异还能人为制造呢？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然而众人没人笑，有的只是凝重。见状，黑吉吉也不由心中咯噔一下，他实在无法想象，这世界上竟有能制造 S 级诡异之人，这还是人吗？那可是 S 级诡异，当时最高级别的诡异，不加以限制，一鬼灭一国的存在。会不会是重名？白旗凝重道：是与不是，挖出来看看就知道了。方修回了一句，随即就开始挖坟。他要挖了周清风的坟。黑吉吉有些担忧，毕竟这坟场如此恐怖，贸然挖坟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好的后果。不过他想到了之前众人对方修的信任，最终还是没有制止。或许他已经看到了未来呢？无数银色发丝生长聚拢，犹如钻头一般，不断地挖掘着坟墓。很快，坟墓被挖出一个大洞，而洞里面赫然是一口棺材，一口十分普通的木质棺材，普通到怎么也不像是能装大佬尸体的感觉。但看到棺材的那一刻，不知为何，方修心中隐隐有种感觉，他感觉里面装的就是周清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倏地，方修伸出了手，轻轻抓住棺材的一侧。杨明等人有些紧张地注视着他的动作，皆是十分好奇里面装的究竟是不是周清风。下一秒，谜底揭晓。砰！方修一把掀开棺材，顿时露出里面的景象。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具尸体，尸体十分新鲜，就好像被保鲜了一般，
根本看不出那是一个死人，如同睡着了一般。见到棺材中的人，众人瞬间大惊失色，因为里面的人赫然就是周清风。他穿着一身得体的复古西服，戴着绅士帽，还有一副款式十分老式的眼镜，整个人如同睡着了一般，十分安详，装扮得如同上个世纪的人。竟然真的是周清风！杨明死死地盯着周清风的尸体，这张脸他可是亲眼见方修变过，对于这种神秘的存在，他是肯定不会记错的。方修注视着周清风的尸体良久，打量着每一处细节，发现都与真正的周清风一般无二。难道周清风真的死了？这一站站走来，到处都是100年前的痕迹，而且周清风的衣着也是100年前的风格。难道他100年前就死了？死了100年，尸体都没变？不对。他想起自己之前从黑桃 AK 那里得到的信息，虽然是旁敲侧击打探到的，但是从他们的语气中不难听出，周清风虽然消失了，但绝不是消失100年那么久。如果他消失了100年，那岂不是意味着黑桃 AK 都上100岁了？这不现实，黑桃 AK 明显是现代人，而且青山精神病院中的设施装修虽然老旧，但至少还有等离子电视，这可不是100年前的产物，而是几十年前。方修想到了2种可能，一种是这具尸体并不是周清风，或许只是替身之类的。在这诡异的世界，御灵师的能力千奇百怪，搞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并不算什么太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棺材里的才是真正的周清风，而青山精神病院的院长并不是周清风，他只是出于某种原因顶替了周清风的身份。蓦地，方修拿出了手术刀，一刀扎在了周清风的脖颈之上。众人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看着进入脖颈的手术刀，方修的眉头皱了皱，因为他已经动用了痛苦之力，但周清风却毫无反应，甚至脖子上也没有鲜血流出。看来对方真的死了，这确实是一具尸体。于是方修收取了手术刀，开始在尸体上翻找，企图找到一些相关线索。终于被他在周清风上衣的口袋中找到了一张羊皮纸。摸到羊皮纸的瞬间，方修便确定这和青山精神病院中的羊皮纸是同种材质。甚至杨明在看到羊皮纸之后，更是当场确认，他肯定是周清风错不了，这家伙老谜语人了，就喜欢给人留下羊皮纸。其实这倒是杨明错怪周清风了，毕竟人家并没有谜语人，只是好多事情都被方修截胡，导致杨明获取的信息不全，自然看得云里雾里。方修没有理会杨明，而是一心扑在羊皮纸上。如果说这世界上谁最了解诡异，那自然是非周清风莫属。一个能够随意穿梭于现实与彼岸的存在，一个能够制造 S 级诡异的存在。如果有人能知道世界所有真相，那周清风必然算一个。这些真相都是方修想知道的。于是他缓缓打开羊皮纸，只见上面写道：我叫周清风，当你看到这句话时，我已经死了。死了？方修微微皱眉，这难道是周清风死前留下的遗言？谁杀了他？能杀死这等强者，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他继续往下看去，我将自己埋葬于坟场，希望以此警示后人。方修的眉头越皱越深，因为这句话很矛盾，我将自己埋葬于坟场，一个死人是如何将自己的尸体埋葬的？看到这句话的人们，请牢记我的忠告，诡异永远不可战胜，人类是打不赢诡异的。或许你们会嗤笑，会谩骂，毕竟能踏上这条路的人，都是为了通过试炼，去空间节点与诡异战斗。虽然我的话很悲观，但这就是事实，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曾经的我也如你们一般，怀揣着满腔热血，希望挽大厦之将倾，扶狂澜于既倒。而我也确实是如此做的，我效仿祖先绝地天通，终结诡异时代，横断2界，换取现实100年安宁。那时的我坚信，我生下来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诡异，踏平彼岸。现在想想，当真可笑。绝地天通之后，我独断藏地，清除一切敢于入侵的诡异。渐渐的，我越来越强，强大的实力遮住了我的双眼。当时我甚至认为人类已经可以反攻彼岸，于是我召集人族强者，万人誓师，同征彼岸。然后所有人都死了，都死了。那时我才发现，原来人类的力量在诡异面前是如此的弱小。之所以能驱逐诡异，也不过是因为空间节点太小，那些强大的诡异暂时无法踏入现实罢了。人类在诡异面前只是蝼蚁，也只能是蝼蚁。蝼蚁妄图是鬼神，真是可笑，可笑至极。看到这，方修默然无语。一旁的杨明等人却彻底炸开了锅。周清风说他绝地天通，终结了诡异时代，换取现世100年安宁。这怎么可能？制造无数诡异的他，难道曾经是救世主？杨明骇然惊呼。黑吉吉更是一脸不可置信，红润的小嘴张得老大，甚至能塞下一根大香蕉。难道这就是消失的100年历史的真相？诡异与御灵师基本都是现代才出现的，100年前根本没有诡异的影子。如果这上面写的是真的，那岂不是意味着100年前周清风清除了世上一切诡异，并带领一众御灵师战死？可偏偏这样一个人居然说出人类永远不可能战胜诡异这种话。他说人类在诡异面前只是蝼蚁，也只能是蝼蚁，一连用了3个蝼蚁。真的难以想象终结诡异时代的周清风带着所有人族强者究竟在彼岸遇到了什么恐怖。饶是一直话少面瘫的白旗也罕见地说出了一大段话，由此可见其内心的震惊。对于众人的惊呼，方修依旧漠然，他只是平静地注视着蝼蚁2个字。忽的他笑了。蝼蚁吗？哼，人类也好，蝼蚁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不死，诡异就必须死。方修不在乎周清风曾经有多强，也不在乎诡异有多强，因为无论敌人多强，他都要报仇。或许他会死在报仇的路上，或许他会遇到连死亡回荡都不能解决的诡异，但那又如何？就因为诡异强，仇就不报了？死亡上百次的仇恨就可以原谅？一个人如果什么都可以原谅，那他经历的一切都是活该。背面好像还有字。黑吉吉惊呼一声，方修顿了顿，将羊皮纸翻转过来，只见上面写道：我是周清风，天命的眷顾让我以为自己是特殊的唯一，直到我踏上彼岸，泣血的新娘挥手腥风血雨，
扭曲的鬼面不停哭泣。我重活一次，以为见到了最上层的风景，我坚信自己也能登顶，却突见饕餮的吞噬天地。那时我才意识到何为绝顶。喜神撕扯我的心肝皮，天使拆散我的骨肉皮。原来人类巅峰的实力不过是一场绝望的余烬。看到这段话，方修的瞳孔骤然收缩。天命、饕餮、喜神、天使，他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3道恐怖的身影：彼岸中吞噬天地的饕餮，屹立9天之上身穿喜袍的兔头新娘，高悬穹顶宛若太阳，长着洁白且带有血丝翅膀的巨大血眸。方修怎么也没想到，周清风背后居然有这样一段过去。他本以为对方仅仅是青山精神病院的院长，是一个能够制造出 S 级诡异且丧心病狂的科研人员，却万万没想到，周清风竟然是上一世的天命，并且成功终结了一个时代的诡异。能做到这种程度，实力有多强，已经无需赘述。可偏偏这样的存在，代表着人类巅峰战力的存在，到头来却想要开启全民诡异化，当真是打不过就加入。现在方修算是明白周清风到底遭遇了何等恐怖的存在，才会诞生出如此绝望的念头。原来竟是饕餮、兔头新娘以及天使。如果是他们的话，倒也不难理解。虽然没有被喜神和天使杀死过，但方修从饕餮的身上已经感知到了这一层次的诡异，实力究竟有多强？毫不夸张地说，这3位随便在现实降临一位，便足以灭绝世界。全世界所有的御灵师有一位算一位，全部加起来，怕都不是这3位中任何一位的一合之敌。那种实力的差距，唯有亲身经历过上百次的方修才深有体会。那不是人与神的差距，而是蝼蚁与神的差距。从这段话的描述不难看出，周清风应该是带领人族强者踏上彼岸，先是碰到了泣血的新娘以及扭曲的鬼面，导致团灭，但他本身可能具有某种复活的能力，亦或者是天命的眷顾让他没有死。那时的他还未放弃希望，他仍然认为自己可以变得更强，达到巅峰，战胜诡异。这很正常，毕竟是上个世纪人类的巅峰强者，能够登顶自然不会被轻易打败。只是当周清风再度鼓起信心之后，却遇到了饕餮、喜神、天使这些宛若神明的诡异，他犹如玩具一般被拆散，最终彻底绝望，认识到人类与诡异真正的差距，从而萌生出人类不可能战胜诡异的想法。那么问题来了，建立青山精神病院的人到底是死而复生的周清风，还是他遗志的继承人？方修有些倾向于后者，因为他并不认为有人能在见到这些强大的诡异之后还能活下来，当然除了自己。并且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这处坟场所埋葬的就是周清风以及他的战友。是谁埋葬了他们？极有可能是继承了周清风遗志的人，或许是他的后辈、追随者之类。周清风应该真的死了，不然天命为何成了阳明？当然，目前的一切都只是猜测，以方修目前的实力，很难想象那种层次的存在能做到什么程度。亦或许周清风就是周清风，他真的没死，他居然是曾经的天命。阳明罕见的变得有些情绪低沉，可能他联想到了自己，毕竟上一世的天命都失败了，那自己呢？这让他不禁问道：修哥，人真的不可能战胜诡异吗？能。阳明微微一愣，眼中浮现出一抹希冀。真的吗？方修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淡淡道：我已经看到了未来。阳明的瞳孔瞬间放大，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抹喜色。哈哈，我就知道。相对于阳明的欣喜，白起反倒是有些沉默。他很清楚方修说的是假话，因为根据事实来判断，方修仅仅是2阶御灵师，且每次他的预知时间都不长，基本都是当天或者几天之内，所以他不可能预知到遥远的未来人类的胜利。白起略带担忧地看了欣喜的阳明一眼，他不知道阳明是真听不出来方修的谎言，还是根本就不想听出来。人活着真的需要希望，哪怕是这希望是虚假的。只是白起不知道的是，方修所言并不是预知，而是自己的信念。他早晚要看到这样的未来，如果看不到，只能是他已经死了。你们快看，羊皮纸上的字消失了！一旁的黑吉吉突然发出一声惊呼，众人连忙看去，只见羊皮纸上的字迹如青山精神病院那般开始缓缓消失，甚至最诡异的是，连带着周清风的尸体也开始消失，尸体渐渐地化作尘土，被风一吹，消散在天地间，无影无踪。又是这样吗？有关周清风的一切，一旦被人发现，就会随之消失。这是被人抹除了存在，还是自己抹除了自己的存在？方修思索片刻，便不再思考。他决定去藏地看一看。他猜测，藏地很有可能就是周清风所说的空间节点，应该就是彼岸与现实的交界处。这也是为何坟场会有来自彼岸的稀薄灰雾的原因。只是想要进入藏地，就必须先打败坟场的诡异。众人已经走了多时，可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遇到坟场的诡异。继续往坟场深处走。方修一声令下，众人再度启程，朝坟场深处走去。这坟场好似无边无际一般，依照众人的脚程，走了良久，依旧看不见尽头。而且四周永远都是坟墓，如果不是灰雾越来越浓，简直就像是在原地踏步。骤然间，一阵阴风刮过，众人耳边响起了少女诡异的嬉笑声。什么人？黑吉吉被吓了一跳，紧张地扫视四周。杨明等人也是如此，唯有方修一脸平静，因为他很熟悉这种嬉笑风，正是彼岸中的风，吹拂起来好似少女在嬉笑。是风声。方修解释了一句，众人顿时一愣。风声？世界上竟有如此诡异的风声？嗨嗨！白旗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用手捂住口鼻，当再度张开手掌时，上面赫然有猩红的血迹。灰雾太浓烈了，而且刚才的风声似乎也对人体有侵蚀作用，即使我一直用灵性抵抗，但也不能全部免疫，反倒是消耗了不少灵性。又双弱受伤的白旗如是说道。小白，要不你先回去找胖子他们。杨明有些担忧道。白旗一听这个，顿时就怒了。自从没当上队长之后，他就一直在和杨明比，但处处落后于杨明。杨明队长，他是副队长。杨明先突破3阶，
他后突破3阶，现在杨明没走，他怎么可能走？哼，小伤而已。也是，毕竟你总受伤，应该早就习惯了。混蛋，你说什么？信不信我宰了？两人闹了一番，原本还有些蔫的白旗算是彻底精神抖擞了起来。众人继续往深处走去，这次他们终于见到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准确的说是一道人影。灰雾深处坐着一位身材佝偻的苍老身影，其一动不动，宛若雕像，手中拿着一根钓鱼竿，在坟地里钓鱼。见到如此诡异的一幕，众人顿时严阵以待。方修带领着众人继续靠近，这才看清了这道苍老的身影。他好似一具尸体，干枯僵硬，肤色铁青，身上还有带有尸斑，而他的钓鱼竿上垂下的鱼线赫然连接在一座坟上。众人皆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是在钓尸体吗？随着众人的靠近，钓尸翁有了动作，只见他轻轻一抬鱼竿，鱼线连接着的坟土顿时破开，一具尸体被他钓了出来。那具尸体十分高大肥胖，目测1.9米，体重500斤朝上，整个人宛若一个大肉球。可偏偏就是这样吨位的尸体，却被钓尸翁单手吊起，轻轻一甩，鱼线脱落，尸体稳稳地站立在原地。就在众人不明所以之际，下一刻，大肉球尸体猛地睁开双眼，那是一双灰白的眸子，里面满是死色。他发出一声非人的嘶吼，随即朝众人冲来。众人大惊失色，难道这只诡异的能力是操控尸体？随着黑吉吉的一声惊呼，众人的脸色越发难看，因为这里是坟场，全是尸体，而且还都是100年前人类精英强者的尸体。现在的他们只能祈祷这些尸体没有100年前那批人的实力，要不然十死无生。没人知道100年前的御灵师有多强。很快，500多斤的大胖子冲到众人面前，他虽然身形很臃肿，但是速度并不慢，短短几十米的距离转瞬而逝。面对敌人，众人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率先出手的正是白起，因为他的速度最快，急速能力发动，整个人犹如鬼魅一般，化作一道残影朝大胖子冲去。唰，腰间的短刀犹如一道劈炼一般迅捷砍下。这一击目标是大胖子的脖颈，准确的说是对方脖颈处的赘肉，因为他没有脖子。大胖子怒吼着伸出肥胖的大手，打算抓住白旗的刀，但白旗的速度之快根本不是大胖子可比。在对方刚刚伸出手之际，刀锋已然砍在脖子之上。可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心灵之钢打造的短刀上面充斥着狂暴的灵性，锋利的刀锋竟然深陷进大胖子的脖颈之中，好似砍入淤泥。什么？白起脸色一变，他没想到自己刀居然无用，这胖子到底是什么体质，居然能将刀刃卡在脖子中，用赘肉将其夹住。显然这是大胖子的能力。这时大胖子的手已经朝白起抓来，白起当即就要抽刀闪避，可刀却像是被铁钳夹住一般，根本无法抽出。无奈他只得放弃短刀，猛地闪身，让大胖子抓了一个空。兵刃似乎对他无效，这般实力，他是3阶御灵师。白起凝重道：“那就用拳头。”杨明大吼一声，随即猛地朝大胖子冲去，拳头犹如炮弹一般狠狠轰出。这一拳直接打在大胖子的肚子之上。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对方的肚子猛地凹陷，竟直接将杨明的右臂整个吞没。杨明大惊失色，疯狂地想要拔出自己的手臂，但却被肥肉牢牢夹住，根本拔不出来。不止如此，大胖子的双手猛地抓住杨明的腰肢，然后就死死的要往自己的肚子里塞。可恶！杨明又惊又怒，赶忙含住镇尸珠，随后半个身子都被吸入肚子中，被肥肉牢牢包裹。这时黑吉吉出手了，既然你能无视物理攻击，那就试试冰火两重天。他猛地张开白嫩的小手，左手涌现火焰，右手出现一团寒流，轰轰，一冰一火轰击在大胖子的身体上，顿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大胖子半边身子燃烧着火焰，另半边身子被寒冰覆盖。当然，杨明也被攻击范围笼罩，不过有镇尸珠保护的他并无大碍，并且他还趁着大胖子被攻击的间隙，连忙将自己的身子拽了出来，躲得远远的。大老黑，这大胖子就交给你了，让他好好享受一下冰火两重天的滋味。杨明心有余悸地对着黑吉吉说道。黑吉吉白眼一翻，气得差点给杨明来个冰火套餐。他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白甜，准确的说，现代社会网络这么发达，基本能遇到的傻白甜都是装的。不过大敌当前，他只能先迎战，目前只有他的能力可以对大胖子造成伤害。由于大胖子是尸体，根本感觉不到疼，即便身上结冰着火，依旧一脸僵硬地朝众人发动攻击，身上不断的流油，发出滋啦的声音，如同烤肉。黑吉吉远程输出，不停的闪避拉开距离，随即不断的使用冰火两重天，一点点破坏大胖子的身体。而方修从始至终都将目光锁定在吊尸翁的身上，尸体不过是开胃菜，吊尸翁才是关键。嗖，一缕银色发丝捆绑着手术刀，犹如流星一般朝吊尸翁击射而去。然而吊尸翁根本不为所动，甚至没有任何动作。在手术刀即将接近之时，其脚下的坟土猛地隆起，化作一堵高墙，将手术刀挡下。随后鱼竿挥舞，鱼钩再度落入一座坟墓，吊尸翁轻轻一拽，又一具尸体出现在场中。那是一名长发披肩的女子，身穿粗布麻衣，也难掩清秀的面容，只是皮肤呈现一种死人特有的苍白。蓦地，女子睁开双眸，露出一双灰白色、充满死气的眼睛。她直勾勾地盯着众人，开始七窍流血，嫣红腥臭的血液从她的眼口鼻中流出，模样说不出的瘆人，宛若地狱爬出的恶鬼。血液越流越多，逐渐开始蒸发，好似水蒸发成为水蒸气。她的血液变成了血雾，不断地向四周蔓延，并将自身牢牢包裹。血雾在靠近众人的瞬间，众人的皮肤传来一阵刺痛，伴随着滋滋声。众人脸色大变，血雾有毒。白起猛地闪身，避开血雾的攻击范围，而杨明则是靠着镇尸珠迎难而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解决那只诡异，不能再让他吊尸体了。方修和白起自然也清楚，不能再让吊尸翁吊尸体了。这吊尸翁操控尸体的上限在哪里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
一旦对方能够操控整个坟场的尸体，那就算是调查局总部来了都无用。上个时代的强者 vs 这个时代的精英，输的一定是这个时代。因为上个时代都已经踏上彼岸去反攻诡异老巢了，结果暂且不提，单人家能够踏上彼岸就已经非同寻常了。要知道，坟场的稀薄灰雾都能对3阶御灵师造成伤害，这也就意味着3阶御灵师根本去不了彼岸，去了就会死。如此看来，这里埋葬的强者至少都是3阶以上，至于他们为何没有使用领域，恐怕与他们是尸体有关。毕竟已经死了，即便尸体被操控，恐怕也很难发挥出生前的全部实力。嗖，方修与白起两人化作2道残影，一左一右朝吊尸翁攻去。可就在他们要接近的瞬间，脚下顿时升起一座高大的土墙，挡住去路。两人不断的变换方向，但土墙总会不断升起，挡住去路。而就在这时，吊尸翁再度出手，将鱼钩甩向不远处的坟墓。砰！又一具尸体被吊了出来。那是一位中年男子模样的庄稼汉，身材有些佝偻，脸上略有沟壑，手中拿着一柄砍柴用的破旧斧头。庄稼汉一经出现，顿时怒目圆睁，口中发出一声怒吼，随即浑身青筋暴起，肌肉疯狂膨胀，眨眼之间竟变成了一位2米多高的魔鬼筋肉。面目也不再是之前老实巴交的样子，而是满脸的愤怒暴力，好似狂化了一般。他怒吼着，举起斧头冲向了距离最近的白旗。白旗目光一寒，手中的短刀闪电般斩出。当！剧烈的金属交鸣声响起，白旗只感觉一股无可抵挡的巨力袭来，整个人直接被掀飞出去。不过他的反应十分灵敏，在空中借助腰力，直接扭转身躯，安稳落地。不过那一击依旧让他虎口开裂，握着短刀的手隐隐有血液流出，疼痛刺激的他眼中战意升腾。论力量，他自知比不过庄稼汉，但论速度，他自认不输任何人。嗖！只见白旗的身影一分为3，竟幻化出3道残影，分别从3个方向攻击庄稼汉。庄稼汉根本来不及防御，仅仅挡下其中1道残影，剩下的2道残影则是将他砍伤，划出2道巨大的血痕。但本就是尸体的庄稼汉根本感觉不到的疼痛，反而怒吼连连，浑身肌肉越发隆起，竟隐隐呈现一股血色。他的力量更强了，速度也更快了。双方瞬间战成一团，而方修则是凭借着不断变向，躲避坟土堆成的墙，距离吊尸翁越来越近。他尝试过攻击坟土堆成的墙，但这墙坚固到连手术刀都不能洞穿，只能躲避。近了，越来越近。方修终于来到了吊尸翁的身前，手术刀化作一道银色闪电，径直的朝对方的脖颈刺去。叮！清脆的响声响起，手术刀竟在吊尸翁的脖颈处不得寸进。方修顿时眉头一皱，紧紧地看着对方的脖颈，赫然发现脖颈处竟有一些灰白的粉土落下。难道吊尸翁是粉土做的？还没等他想明白了，吊尸翁再度出手，转瞬之间便又吊出一具尸体。那是一位身穿中山装的青年，相貌平平无奇，但却带有一股子书卷气，像是上个时代的大学生。蓦地，青年张开灰白的双眸，右手一抖，一支黑色钢笔出现在手中，他轻轻摘去笔帽，露出一抹锋利的笔锋。方修并没有理会青年，而是敏锐地注意到吊尸翁居然不再吊尸，一动不动，宛若一座雕像一般。他心中已然有了猜测，看来对方是根据人数来吊尸，这就是坟场的试炼吗？每人一具尸体当对手，打赢就算过关。正当方修思索之际，青年面无表情地举起手中的钢笔，毒蛇出洞一般朝他刺来。笔尖越来越近，在眼中不断放大，好似下一秒就会洞穿眼球。然而方修直接微微一侧头，便躲过了这一击。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方修躲避的瞬间，那笔尖竟几乎同时调转方向，再度朝着他划去。唰！方修白皙的脸庞被划出一抹伤痕，嫣红的血液缓缓流出。不过下一秒，光华一闪，伤势复原。他闪电般举起手术刀开始迎击，当当当，两人四周顿时响起密密麻麻的金属碰撞声。感受到青年的难缠，方修没有犹豫，直接鬼刀一开，狂暴混乱的诡异力量涌入体内，银发狂舞，血瞳隐现。血瞳的攻击对于死人无效，故而他凭借着手术刀的力量以及鬼发对敌。鬼发就像无数毒蛇一般，不断的刺出，爆发出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可却一击都打不中眼前的青年。明明此人的力量速度并不算太过突出，开始诡异化的方修稳稳能压制一头，但即便如此，就是一击不中。青年仿佛提前预知一般，每每料敌先机，十分优雅从容地躲避着无数攻击，像是在暴风雨中起舞的舞者，低语不沾身。方修顿时眉头一皱，别人或许很难发现，但无数次预知未来的他却看出了青年的能力正是预知未来。真正的预知未来，应该是能提前预知到几秒后的未来，从而提前做出躲避。他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这个假的预知未来，竟然会和真的预知未来对上。在战斗中，预知未来的能力确实极其难缠，你的下一步攻击完全被对方看穿，哪怕你速度快，对方依旧可以提前走位。预知未来吗？不过仅仅这样可不够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所能预知的只有自己的死亡。方修一脸平静的喃喃自语，随即他五指张开，将手放在脸上，猛地一划，漆黑的火焰瞬间爆发，化作一张黑火面具出现在他的脸上。这时青年竟迅速拉开距离，朝后方退去。哦，预知到自己的死亡了吗？那就坦然接受吧。话音刚落，方修的身形瞬间消失不见。当他再度出现时，已然来到了青年的身后。青年似乎也早已预知到了，可在速度的碾压下，青年的身体只是刚刚做出反应，一柄手术刀早已架在了脖颈之上。唰，一刀斩出，青年的头颅直接滚落在地，随后他的身躯也轰然倒下，十分诡异地融入了坟土里。解决了青年，方修立刻将目标对准吊尸翁。可诡异的是，吊尸翁竟缓缓化作一堆灰白色的坟土，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土堆。而此时黑吉吉那边也结束了战斗，
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显然消耗不轻。他的对手大胖子已经轰然倒地，一半成了焦尸，一半成了冰雕，随即融入坟土之中。没多时，杨明和白起也传来喜讯，两人都解决了各自的对手，没有例外。庄稼汉和女子的尸体都融入土里。哈哈，小白你慢了哟，是我先解决的敌人。杨明叉着腰哈哈大笑。白起一脸阴沉，整个人处于暴怒的边缘。这一关算是通过了吗？黑吉吉略带喜色地问道。方修却微微皱眉，看了看脚下正逐渐发黑的坟土，还没有。众人顺着方修的目光看去，顿时大惊失色。这些坟土正在变黑，这是怎么回事？快退！白起突然暴喝一声，但为时已晚，彻底化为黑色的坟土竟然自动隆起，朝着众人脚下不断高涨，好似要将所有人全部埋葬。反应最迟钝的杨明第一个被坟土包裹住了双脚。卧槽，我脚拔不出来了！杨明拼命用力，脸都憋红了，但依旧无法将脚从坟土中拔出。他只得拿出短刀挥砍坟土，可当当当的声音不断传来，竟犹如砍在钢铁之上。这黑化的坟土更加坚硬了。白起反应迅速，一个闪身躲避了脚下的坟土，但他终究不会飞，总要落地。而坟土黑化的范围已经覆盖了视野的全部。当他落地的那一刻，也落得和杨明同样的下场。方修也是如此，因为他不会飞，只要落地就如同落入沼泽，被高高隆起的坟土包裹。并且这坟土并不是只包裹住双脚，它正在不断的增多蔓延，转眼间小腿都被覆盖了。可想而知，一段时间之后，众人将被活埋，化作坟场的一座坟墓。唯有黑吉吉，他并没有被坟土掩埋。我会飞，我会飞，我会飞。黑吉吉不断的欺骗自己，然后他就真的会飞了，整个人离地1米，躲过了被掩埋的命运。正当他松了一口气时，却骤然间脸色一变，隆起的黑色坟土之上赫然涌现出一股强大的吸力，好似数倍重力加深一般，直接将黑吉吉从空中拽了下来。啊！他惊呼一声，穿着白色帆布鞋的小脚直接被坟土吞没。至此，他们几人全被吞没，坟土不断上升，犹如海平面，要活埋众人。方修看了看已经埋到小腿的坟土，他猛地爆发出原初面具的力量，身上燃烧起恐怖的黑火。轰！强大的力量爆发下，坟土立刻被撼动，直接炸开。可下一秒，无穷无尽的坟土再度涌来，又将方修的小腿淹没。方修眉头微皱，扫视了一圈四周已经全部黑化的坟土，几乎一眼望不到尽头。如刚才那般爆发，即便是他也爆发不了几次，毕竟他现在只是2阶御灵师。他大概估算了一下，爆发挣脱，然后迅速逃离，再被掩埋，再爆发，如此往复，灵性根本无法支撑到逃出坟场。到此为止了吗？他隐隐感觉这坟土的力量和4阶御灵师的领域类似，似乎整个坟场都是吊尸翁的领域。如果对方是诡异不是尸体的话，那应该叫做鬼域。这种强度的领域，无论是范围还是力量，比这黑桃 A 可要强多了。修哥，现在怎么办？危急时刻，杨明习惯性的询问方修的意见。然而方修只是摇了摇头，他还没死过，如何知道怎么办？甚至他隐隐感觉这第4战以目前自己的实力恐怕无法度过，因为这一关没有什么捷径，有的只是单纯的实力碾压。面对无穷无尽的坟土，除非拥有凌驾于之上的力量，不然很难取巧。这时白起面露狠色，竟猛地举起手中的短刀。杨明见状大惊，小白你要干什么？白起咬了咬牙，总不能坐以待毙。话音刚落，唰，刀光闪过，白起闷哼一声，随即整个人重重地摔倒在地，而他的双腿处鲜血横流。他赫然斩断了自己的双腿，可并没有什么卵用，反而死得更快了。随着白起的落地，他刚要用双手支撑自己起身，可下一秒，黑色的坟土直接将他的双手掩埋，甚至慢慢的遍布全身。由于他是躺着，所以掩埋的速度格外的快。白起大惊失色，拼命挣扎，可一切都无济于事，直接被活埋了。小白，杨明目眦欲裂，可被坟土限制的他根本无法过去帮忙。很快，他也被坟土活埋。至此，只剩下方修和黑吉吉。方修凭借着原初面具的力量不断抗衡坟土，故而坟土掩埋的速度是众人中最慢的。黑吉吉则是靠着欺骗的力量延缓坟土掩埋的速度，不过坟土的力量明显太强，根本不是3阶的他可以阻挡。他能做的也不过是延缓死亡罢了。而且他的力量明显弱于方修，他已经土埋到半截，方修却刚到膝盖。这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被坟土掩埋的白旗杨明所在之处，竟凭空出现墓碑，上面赫然写着白旗之墓、杨明之墓。2块墓碑配上活埋他们形成的小土堆，正好组成一座坟墓。方修神色微动，自动生成墓碑吗？由此看来，当初的周清风还真是自己埋葬了自己，往坟场一躺就全自动了。相对于方修的平静，面临死亡的黑吉吉却十分慌乱。修哥哥，你这么平静，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没有。方修一脸平静道，要不是现在快死了，黑吉吉真的很想吐槽，你没有办法就不要总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现在可是快死了，要不要这么平静？可是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难道你不怕死？习惯了。一句云淡风轻的话语，整得黑吉吉都愣住了。此时坟土已经到了他的胸部，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呼吸开始不顺畅，死亡的威胁越发逼近。这时的黑吉吉反而不再如之前那般慌乱，就如同认命了一般。当命运无法改变时，人能做的只有坦然接受。他看了看杨明和白旗的坟墓，不由对着方修说道，看样子应该是我先死，一会我死了，你能不能看看我坟墓上写的名字叫什么？这话让方修略感诧异，还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吗？黑吉吉似乎知道自己的话存在疑问，白皙精致的俏脸上有些黯然，他笑了笑，反正也要死了，接下来的话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说真话了，我不想临死了还是带着满嘴谎言死去。这一路上想必你也猜到了我的能力，没错，
我的能力就是谎言，我可以通过不断欺骗他人来积蓄谎言的力量，骗的人越多，谎言的力量就越强，然后利用这种力量可以将谎言变成事实。当然了，越离谱的现实，所耗费的力量便越多，消耗的灵性也越大。听着黑吉吉的解释，方修并没有感到丝毫意外，因为通过之前的种种表现，他早已经猜出来了。只是没有猜到的是，谎言的力量需要通过骗人来累积。他一直以为骗人是黑吉吉的心灵缺陷，就如同赵浩的特色一般。原来他从不说真话的原因，是为了积蓄谎言的力量。我通过谎言不断变强，但也因为谎言逐渐迷失了自己。我骗的人太多，有时连自己都骗，以至于我忘了自己是谁。黑吉吉这个名字只不过是我众多名字中的一个，甚至我都不确定现在的模样是不是我真正的样子。黑吉吉说到这，脸上的落寞之色越发浓烈，嘴角充满了苦笑。你很疑惑是吧？为什么骗人还能忘了自己的名字和样子？因为我骗的人太多，也被识破过很多次，导致得罪了很多人，所以我不得不改头换面。我必须将自己欺骗，彻底忘记过去的名字和样子，才能躲避追杀。御灵师的能力千奇百怪，能看破伪装的能力不在少数，甚至就连灵性测谎仪也能识破我的谎言。只有彻底的欺骗自己，将谎言化为真实，才能不被人看破。而且我曾经遇到过意识类的诡异，他能抹除一个人的人格。为了活命，我不得已编织出一个又一个虚假的人格，用来替死。那只诡异多次抹除我的人格，虽然我最后活了下来，但剩下的人格究竟还是不是当初的人格，我自己都无法确定。可能真正的我早就死了，现在的我不过是靠着无数谎言堆积起来的空壳。说着，黑吉吉的嘴角露出一抹惨笑，配上那虚假且美丽的面庞，显得十分凄凉，给人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只听方修平静道：“所以你有可能是个男的。”黑吉吉的惨笑立刻戛然而止，整个人直接怔住，嘴角不断的抽搐，好不容易酝酿好的情绪被瞬间冲散。女的，我从头到尾都是女的。我虽然不断的欺骗自己，满嘴谎话，但唯独性别这件事上我没有撒谎，这是我的底线。黑吉吉气得不断大喊，看那模样，要不是现在被土埋着，恨不得非得掏出来让方修看看。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就是女的，而且还是大美女。方修轻嗯了一声。不过在黑吉吉看来，方修根本就不相信他。他越发的气急败坏，似乎还想解释什么，但此时的坟土已经将他白皙的脖颈全部掩埋，甚至开始朝下巴蔓延。他眼中闪过一抹慌乱，急忙道：“方修，记得看看我的名字。虽然咱们都会死，但我还是希望在最后时光里，有人能记得我的名字，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好。如果你侥幸没死，就把名字烧。”说到这，黑吉吉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坟土已经没过了他的嘴巴，然后是鼻子、眼睛、头顶。片刻后，黑吉吉被彻底掩埋，化作一个坟堆，而坟堆前赫然立着一块墓碑。方修平静地看了一眼墓碑，上面写着萧初夏之墓。初夏，萧初夏，原来黑吉吉真正的名字叫做萧初夏。仅仅看了一眼之后，他便收回了目光，转而开始观察坟场。此时他身上的坟土已经到了胸口，他观察了许久，但依旧没有找到任何破解的方法。这就是单纯的实力碾压，没有足够的力量，只能被坟土压制活埋。看来依照现在的实力，根本不足以踏上葬地。一念至此，方修直接放弃抵抗，收起了原初面具，任由坟土将自己掩埋。失去了诡异力量的抗衡，坟土堆积速度瞬间暴涨，仅仅片刻，方修所在的地方就化作了一道坟墓。与其他人一样，坟前凭空多了一道墓碑。然而被活埋的方修注定看不到墓碑上的名字。被活埋之后，方修首先感到的便是一阵窒息之感，随后与之而来的则是一股虚无的力量，全身被虚无所吞噬，意识与肉体的联系逐渐被分割，渐渐的感知不到肉体的存在，然后意识开始模糊。第3站，古宅。方修一脸平静地从古宅走出，看到了等在外面的杨明等人。都进来吧。众人点了点头，没有丝毫犹豫，就跟着方修走进了古宅之内。很快，他们便看到了古宅中的古井，此时的古井处出现了一道缓缓旋转的白洞。走，离开这里。说着，方修就朝白洞走去。没错，他打算走了，因为目前根本无法度过第4站，那诡异的坟土暂时无法抗衡，等日后突破3阶再来。修哥哥，你怎么变卦了？不是要前往下一站吗？怎么现在又要走白洞？萧初夏好奇地问道。方修头也不回道，因为去了下一站，所有人都会死。平淡的话语落在众人心中，犹如晴天霹雳。他们从不怀疑方修的话，既然他说下一站所有人都会死，那就一定会死。卧槽，没想到坟场这么凶险，所有人都会死。好在修哥你预知到了，要不然可算是完蛋了。杨明一脸心有余悸，就好像他真的经历了生死一般。其他人基本也是如此表情，也就是萧初夏还不太习惯，甚至还很好奇。修哥哥，下一站的诡异是什么啊？居然这么强！还没等方修回答，反倒是杨明不耐烦了。我说大老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跟着修哥走就是了，赶紧走。一想到咱们会团灭在这鬼地方，我就一刻都不想待了。于是众人一个个跳入白洞，也不管白洞后面是什么，反正修哥让跳他们就跳。萧初夏气鼓鼓地看了众人一眼，跺了跺脚，最终只得跟上。当众人进入白洞之后，全部被一道白光包裹，那白光十分柔和，并不刺目，但却遮住了全部视野。胖子在白洞中惊叫：“我能感知到空间波动，这和我瞬移的感觉很像。”很快，白光缓缓消散，众人出现在一处幽深的隧道之中。当众人现身的那一刻，便直接愣住，因为隧道里竟然站满了人。准确的说是一排排身穿特种作战服，手中拿着微冲的士兵，无数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方修等人。众人被吓了一跳，不过并不惊慌，以他们现在的实力，面对热武器倒也不用太过害怕。就拿白起来说，他完全可以在士兵们扣动扳机之前迅速近身，将所有人全部杀死。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会凭空出现？
一位士兵喝道。眼尖的萧初夏看到了士兵身上的标识，当即连忙挥手示意：“别开枪，自己人。你们是调查局总部的特别行动部队吧？我们是来参加总部培训的御灵师。”虽然萧初夏解释了，但士兵们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枪。这时，一道身穿黑色休闲服的英俊男子从士兵群中走出，他一脸凝重与警惕地扫视着方修等人。“我是调查局总部的调查员温阳，你们几个人说自己是来总部参加培训的，那你们倒是说出调查局的全名来听听。”调查局全名？黑吉吉当即就要开口证明自己的身份，刚一开口便卡壳了，那如同老太太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的名字还真是想不起来了。我知道。杨明一脸得意道，调查局的全名不就是全球诡异额那什么攻击防御调查局吗？他越说越垮，最终全部垮掉。哎，调查局全名到底叫什么？你们也想想啊。赵浩和胖子两人面面相觑，这他妈谁记得住啊？最终还是杨明挠了挠头，苦笑道：“温调查员，那个能不能换个方式证明啊？要不你给绿藤市调查局打个电话？”噗嗤，看着一脸苦涩的众人，原本一脸严肃的温阳没忍住直接笑出声来。哈哈，好了，我是开玩笑的。调查局这鬼名字，谁要是能一口气说出来，那才是有问题呢。说不上来的才是正常人。温阳笑起来很有亲和力，不带有锋芒，就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般。开玩笑？杨明愣了愣。没错，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大名鼎鼎的绿藤市调查局队长杨明，还有全球唯一一位凭借2阶御灵师的实力解决 S 级诡异事件的预言家方修，以及其他参与 S 级诡异事件的诸位，谁不认识啊？我早已看过诸位的照片。温阳说话很有水平，一个玩笑拉近距离，再配上一个小小的夸奖，立刻让众人心生好感。哦，对了，还有西红柿的最强御灵师白洁小姐，她是一个不差，全都点到了，没有厚此薄彼。这就如同酒桌敬酒一般，要么不敬，要么全敬。最忌讳的就是你敬了一圈，唯独漏了一个人。白洁！赵浩瞬间发出惊呼，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看着俏丽的萧初夏。萧初夏俏皮地对着众人一笑：“不好意思，我骗了你们，之前是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敢说真名，希望你们不要怪罪。谁会在意这种事啊？只不过我真的想知道，你真的叫白洁？能力冰火？”赵浩急忙问道。他的关注点总是在一些奇怪的地方。萧初夏脸上露出纯洁的笑容，眨了眨眼：“对啊，叫白洁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我的名字很好听啊。”赵浩面色古怪地笑了笑：“是很好听，我有一个老师也叫白洁。”是吗？萧初夏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那你的老师是教什么的？赵浩的脸色瞬间变得不再自然，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话。反倒是一旁的胖子坏笑道：“还能教什么？当然是教生物呗，像什么春天到了，又到了。你不说话，没人将你当哑巴。”赵浩连忙捂住胖子的嘴：“哈哈，你们的感情真好。”温阳笑道，场面一时间看起来有些其乐融融。方先生，此地不宜久留，不如咱们上车详谈。温阳似乎早就做过调查，知道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谁，直接询问起方修的意见。方修点了点头，随即温阳命令士兵收起枪，带着方修等人上了一辆黑色的豪华商务车，里面冰箱电视应有尽有。这期间，温阳还拿出了自己的证件，让众人查看，以此证明身份。冰箱里有饮料和酒水，我不知道你们的喜好，所以都准备了一些，诸位请自便。哇，这么好，那我要喝冰可乐。萧初夏表现得好像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一脸不谙世事，直接拿出一罐冰可乐喝了起来。然而事实是，那些冰可乐到了嘴里便全部消失，一滴都没有进胃里。经常骗人的他，警惕心要比一般人强很多。他谁不信，包括自己。也就是上次被坟土掩埋之时，因为死亡的缘故，说出了一些真话。众人对于温阳的准备很是受用，毕竟见多了脾气古怪的御灵师，冷不丁见到一位如此温和没有架子，且还是总部出身的御灵师，确实比较惊喜。随后，温阳便与众人闲聊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诸位应该是刚从鬼域出来吧？实不相瞒，上头对于诸位十分重视，尤其是方先生，所以特地派我前来迎接各位。只是我在车站等了3天，直到今日才见到诸位突然出现，所以我猜测你们应该是进入了鬼域。3天？方修心中一动，看来鬼列车上的时间与外界不同，或者说彼岸的时间流速与现实不同。藏地是现实与彼岸的空间节点，所以时间也不同。他清晰地记得自己一行人明明只在鬼列车上待了1天不到的时间，可现实却过去了3天。3天！杨明等人瞬间惊呼：我们进入鬼域才不到1天的时间，没想到现实中居然过去了3天，怪不得一出来就看到那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是在搜寻我们吗？温阳一边开车一边点了点头，没错，对于诸位的突然消失，可是在总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总部立刻加派了许多人手，将方圆百里搜寻了好几遍，可都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最后虽然大部队退去，但依旧留下了我和部分士兵驻扎原地，看能不能等到你们出现。好在终于等到你们，要不然总部这次肯定会雷霆震怒，毕竟一次性损失如此多的人才，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承受不住。至于时间流速不同，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许多鬼域都能迷惑人类的感官，让人忽略时间的流逝。这时杨明脸上闪过一抹喜色，想不到总部还挺重视我的，嘿嘿。白痴！白起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总部重视谁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当着总部的人被骂，杨明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怒道：反正不是重视你。哼，至少我不像某人，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眼看两人又要吵起来，温阳赶忙岔开话题道：对了诸位，方便说一下你们在鬼域中都遭遇了什么吗？依照各位的实力，连 S 级诡异事件都能解决，却被一个不知名的鬼域困了3天，想必这鬼域肯定非比寻常。杨明一听顿时来劲了，开口就要吹牛逼。但这时方修平静的声音传来：不方便。温阳。车内顿时陷入冷场。
方修不想透露鬼列车的信息，其他人自然不会违背，只得纷纷闭口不言。最终还是温阳哈哈一笑，打了圆场。是我唐突了，毕竟鬼域凶险，想必众人可能有些不好的遭遇，不愿提及也正常。咱们接下来要前往总部安排的酒店，全国各地前来培训的御灵师都住在那个酒店之中，这样也方便管理。毕竟大部分御灵师的脾气比较古怪，需要专人看守，以免闹出乱子。而总部的人手又不够，所以就安排的统一住宿。哦对了，诸位平安归来的消息我已经和局长汇报了，局长那边的意思是，现在天色已晚，诸位又刚刚脱险，所以打算明日再与诸位见面。今日诸位就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的就请联系我就好了。赵浩顿时欲言又止，其实他确实有需要的，他想问问有没有特别一点的服务，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又不太好意思问出口。在众人的闲聊之间，车子很快到达了酒店。酒店位于郊区，规模很大，地方很偏，显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四周到处是警戒带，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四处巡逻。见到这一幕，杨明有些好奇地问道：“刚刚我就想问，为什么你们要安排这么多士兵？之前在隧道也是如此，明知有诡异事件，还派普通人过来。”温阳微微一笑：“杨先生可不要小看这些士兵，他们虽然是普通人，但是都经历过相关处理诡异事件的训练，并且他们手中的枪械都是特制的，里面装的全是心灵之钢打造的，并灌输了灵性的灵性子弹，能对诡异造成不小的伤害。”灵性子弹，众人顿时一喜，有这种子弹，那岂不是意味着普通人也能对付诡异了？那到时候遇到诡异，直接派军队镇压，岂不是无敌了？温阳略带遗憾地摇了摇头，要是真能如此就好了，关键是灵性子弹产量太低了，一方面受心灵之钢的限制，一方面受灵性的限制，需要御灵师以特定的方法往子弹中灌输灵性，全国哪有那么多御灵师可以制造出武装整个军队的灵性子弹啊？这样啊，众人顿感遗憾。方修却心中微动，总部不愧是总部，果然底蕴深厚，不仅研制出了可以传导灵性的心灵之钢，还有压制心灵失控的灵香，现在连灵性子弹都有了。这些还都是浮出表面的东西，真正压箱底的东西不知还有多少。诸位下车吧，咱们进入酒店之前还得例行检查，毕竟安全第一。御灵师的能力千奇百怪，以防诸位被人冒充或者身上有什么诅咒，以及快要灵性失控，这些都要一一检查。在温阳的引导下，众人走入检查站，里面有不少身穿白大褂、戴着防毒面具的医护人员，甚至还有几位御灵师。他们操控着各式各样精密的仪器，对众人进行检查，当然也少不了灵性测谎仪。一通检查过后，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不过众人都没有嫌麻烦，觉得很正常，毕竟是到了总部，甚至还要见总部调查局的局长，必要的检查还是要有的。检查完毕后，众人在温阳的带领下进入了酒店。酒店内部十分富丽堂皇，地板墙壁之上刻着不少暗金色的神秘纹路，显得十分华贵。方修一眼便认出了那暗金色的纹路，是心灵之钢。好大的手笔，居然用心灵之钢来建造酒店，虽然不是全部，但仅仅刻画上去，消耗的心灵之钢便是海量。杨明等人自然也看出了心灵之钢，不由惊呼：这么多心灵之钢，这得多少钱啊？我真想扣下来一点。温阳微微一笑：杨先生，还请克制一下，这些心灵之钢纹路可是总部特制，具备防御诡异的效果，私自破坏是要判刑的。杨明讪讪一笑：我就随口说说，开个玩笑，我是那么贪财的人吗？你是？一旁的白旗毫不留情的补刀。眼看两人又要掐起来，温阳赶忙道：你们的房间在8楼，电梯在这边，诸位请跟我来。说着，他便将众人引上电梯。很快8楼到了，众人刚一下电梯，便听到8楼深处传来打斗声以及惨叫声。温阳当即脸色一变：诸位稍等，我去就来。他顿时加快脚步，身形犹如鬼魅一般消失不见。那一间爆发出来的速度让众人微微一惊，他们才意识到，原来一路上和和气气的温阳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这般速度已经足以碾压绝大部分的3阶御灵师。好快的速度，这温先生应该也是3阶御灵师，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不愧是总部，想不到派来接咱们的人都是3阶。要知道3阶在其他城市基本都是队长级别的存在，到了总部却只是接待。萧初夏有些吃惊道：杨明却说，现在是惊讶温阳实力的时候吗？难道你们不好奇是什么人敢在这里打架吗？你们不好奇，那我可去看了。说着，杨明便化身吃瓜群众，大步朝8楼深处走去。其他人对视一眼，也纷纷跟上。吃瓜是人类的天性。方修虽然也跟在队伍中，但是他的眼中却闪过一抹若有所思的神色。重力吗？他十分肯定自己没有看错，温阳的能力是重力。没错，就是之前马兴邦抄袭的能力。温阳的速度之所以如此快，是因为使用了重力的能力，就如同当初对战马兴邦时，马兴邦将自身重力减半，从而提升速度。看到重力这个能力，方修不由联想了很多。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温阳这个人恐怕有问题。马兴邦是言长寿的人，而他又抄袭了温阳的能力，说不定双方有所联系，温阳也有可能是言长寿的人。当然，能力不能说明什么，但最让方修怀疑的是温阳的性格。不是说他性格不好，而是太好了。一个表现正常的御灵师才是最大的不正常。很快，众人追上了温阳。只见一位浑身是血、满身伤痕的年轻男子正踩着一人狂笑。这等恐怖的伤势，要是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早就死了800回了。可这人却笑得中气十足，分外嚣张。四周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御灵师，以及一队满脸紧张、手持微冲的士兵。哈哈，鬼手无心的大名如雷贯耳，想不到今日一见，当真是让我大失所望。被踩在地上的鬼手无心面露狂怒之色，破口大骂：楚风，你有本事放开老子，老子一定宰了你！他不断的挣扎着，一条右臂上长满了漆黑的鳞甲，死死的捏住楚风的脚。咔嚓咔嚓，骨裂声不断传来，但楚风根本不为之所动，依旧狂笑：宰了我，大爷可是不死之身！
能杀我的人还未出生呢！都住手！温阳愠怒道。然而并没有人理他。御灵师本就是一群性格古怪的群体，说白了，个个都是刺头，很难管理。温阳眼中闪过一抹怒色，20倍重力，轰！一股强大的重力场降临在楚风和吴昕的身上，直接将两人死死地压倒在地。总部规定，调查员之间禁止内斗，尤其在培训期间，如果你们2人还是不听劝告，总部将取消你们的培训资格。切，有没有搞错啊？我才是受害者！你看看我身上的伤，都他妈快死了。楚风被压倒在地，却依旧一脸不屑。我再说最后一次，禁止内斗。行了，知道了。我跟一个手下败将没什么好打的。楚风，看在总部面子上，这事就算了。我告诉你，培训完别走。温阳缓缓放开重力压制，两人呲牙咧嘴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虽然没有再动手，但双方不断对喷，骂的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互相问候对方族谱就差吐口水了。四周围观的御灵师则是满脸失望，有的甚至直呼没意思。打不起来了，散了都散了吧。随后温阳又警告了两人几句，就让两人各自回房间了。他则是一脸歉意的回到方修等人的身边。不好意思，让诸位看笑话了。这么多御灵师凑在一起，难免出些乱子。刚刚闹事的叫楚风，外号不死者，据他说自己的能力就是不死。也正是因为不死的缘故，此人极其嚣张，来了3天了，每天都会找人挑衅，尤其是挑衅那些有名头的御灵师，想踩着他们上位。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楚风从不挑战无名之辈。温阳无奈的笑了笑，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显然是示意众人楚风脑子有病。说着他便将众人引到自己的房间。方修先生，这是你的房间。也不知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这次叫的不是方先生，而是方修先生。果不其然，方修这个名字一出，原本准备回房间的御灵师们纷纷止步，一道道或隐晦或火热或冰冷的目光聚焦在方修的身上。虽然温阳的声音不大，但别忘了这里住的可都是御灵师，而且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有的实力强悍，有的潜力非常，他们一个个耳聪目明，自然不会听不到方修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他们可谓是如雷贯耳，放眼全国，甚至全市皆御灵师圈子中，谁不知道预言家方修的大名，以2阶御灵师的实力解决 S 级诡异事件。如果说这次培训中最出名的人是谁，那必然是方修莫属。基本前来参加培训的御灵师都存在着见一见方修的心思，预知未来，谁不想见见？就好像人们听说了一位算卦极其准确的道士一般，无论你信不信，都想过来算一卦。方修神色平静地注视着温阳，从他的手中接过房卡。温阳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一脸歉意。而这时，之前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的楚风已然掉头，继续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着方修这里走来。温阳见状，连忙呵斥：“楚风，你要干什么？赶紧回去！”楚风不怀好意的一笑：“我能干什么？就是打个招呼。”说话间，他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复原，连带着血液也被身体吸收。眨眼之间，他从重伤垂死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没事人，用一种十分轻佻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方修。就特么你叫方修啊？听说你小子最近风头很盛啊！随着楚风挑衅的声音，原本准备各自回房间的御灵师们纷纷燃起了看热闹的心思。毕竟他挑衅的对象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而是赫赫有名的预言家方修。所有人都想看看方修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甚至一些嫉妒他出名的人更是想看方修当众出丑。楚风，我说过了，培训期间禁止内斗，回去！温阳一脸愠怒的喝道。楚风则是无所谓的掏了掏耳朵，听到了，我这不就是过来打个招呼吗？总不能我打个招呼还能把鼎鼎大名的预言家方修给吓坏吧？楚风看向方修的目光充满了挑衅，但方修根本不为所动，他见过太多自称不死的垃圾，这样的货色从不被他放在眼里。现在招呼也打完了，你赶紧回去！温阳喝道。楚风却嘿嘿一笑，这什么急？我招呼还没打完呢，我至少也得让鼎鼎大名的预言家先生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谁吧。方修，听好了，大爷我叫楚风，外号不死者，好好记住这个名字。方修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淡淡道：凭你也配让我记住？哟！楚风怪叫一声，不愧是解决了 S 级诡异事件的人，口气就是不小，当真是丝毫没有把我不死者楚风放在眼里啊。方修身旁的杨明等人有些不忍心地捂了捂眼睛，脸上带着惋惜之色。啧，找死也没有这么找啊，你们谁有耳塞，借我一个。杨明小声问道。萧初夏有些不明所以，要耳塞干什么？修哥哥都被人挑衅上门了，你们就在这看着吗？大老黑，你还年轻，你不懂，捂住耳朵就对了。说完，杨明率先捂住了耳朵，其他人纷纷照做。3秒之后，你将为今日的挑衅而后悔一辈子。方修一脸平静地掏出了手术刀。温阳脸上顿时闪过一抹为难之色。方先生，总部有规定，不能。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一阵狂笑给打断。哈哈，这是什么？水果刀吗？不会吧，居然有人用！唰，银光一闪，手术刀径直地朝楚风刺去。楚风眼中顿时闪过一抹轻蔑，他甚至连躲避的打算都没有。身为不死者他，别说这么小一把刀了，就算是40米大砍刀都砍不死。于是他便任由手术刀扎在自己的身上。噗嗤，那是手术刀入肉的声音。楚风嘴角露出不屑的笑容，刚想嘲讽就这，可下一秒痛苦之力爆发。啊！一声惨绝人寰，简直能够刺破耳膜的惨叫声响彻整座酒店。没有捂耳朵的萧初夏被震得耳膜生疼，连忙捂住耳朵。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了杨明之前为何要找耳塞了。整个8楼的人同样如此，差点没让这一嗓子给绝过去。不过很快惨叫声戛然而止，因为楚风直接疼晕了过去。但方修可不会就此放过他，
而是微微转动手术刀，一股更强烈的痛苦爆发。啊！楚风瞬间惊醒惨叫，剧烈的疼痛让他不断的翻着白眼，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曹，你刀上有什么？为什么这么疼？看着楚风的惨状，方修平静的眼眸中终于出现了一抹惊喜之色。他发现楚风不愧是不死者，寻常人遭受这般痛苦早就死了，可楚风却并没有死，甚至还能说出话来，有点意思。他不由得再度转动手术刀，继续加大痛苦之力。这一次，楚风疼的脸上青筋暴起，好似要血管爆裂一般，他不断的惨叫，慢慢的身上的毛孔中都开始渗血，那是剧烈疼痛导致的毛细血管破裂。这是楚风第一次遭受到如此恐怖的痛苦，因为不死的原因，他经常受伤，所以忍痛能力远超常人。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是生孩子那么疼，他硬顶着，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打一把排位赛，丝毫不影响操作。可现在他却疼得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了。他想将手术刀拔出，可身体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已经彻底因疼痛而崩溃。渐渐的，他害怕了，恐惧了。身为不死者的他，竟破天荒地生起了想死的念头。他头一次如此痛恨自己为什么死不了。明明时间只过去了几秒钟，但对楚风来说却像是度过了几个世纪。快住手！楚风的声音已经因痛苦而扭曲到变形，原本高傲的双眼中出现了一抹祈求。面对他的服软，方修眼中闪过一抹怒色，就好像刚到手一个新玩具，但没玩几下就被玩坏了。我还是更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求你拔出来啊！快拔出来！我受不了了！楚风不断抽搐，口齿越发不清晰。很快，他又白眼一翻，晕了过去。四周的人见到这一幕都惊呆了，他们可是知道楚风的难缠不是他多强，而是这小子打不死也不怕疼。刚刚和鬼手无心那一战，他们全都看在眼里。楚风的老二都被鬼手捏爆了，人家都不哼一声，可现在居然仅仅被一把手术刀捅了一下就晕过去2次，这简直不可思议。鬼气吗？不少人目光闪烁，以为方修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程度，凭借的肯定是手中鬼气的特殊。众人心中升起一抹忌惮，虽然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御灵师中的佼佼者，心中自然有傲气，但他们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楚风的忍痛能力，可饶是如此，却被一柄手术刀搞得开始当众求饶，可想而知有多疼，绝对比什么凌迟处死、下油锅之类的疼多了。果然，盛名之下无虚事。这预言家方修能够解决 S 级诡异事件，靠的可不仅仅是预知未来。就好比写数学题，你预知到了答案，但就一定能写出过程吗？自身没2把刷子，还真做不到。见楚风晕倒，方修便觉得越发无趣。他喜欢惨叫，更喜欢连绵不绝的惨叫。倒不是他变态，主要是他太过孤独。曾几何时，他也希望有一个人能理解自己的痛苦，感同身受。众人只看到了方修现在的风光，可又有谁能理解他的孤独与痛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不死者，可也仅能理解万一罢了。随后，方修再度转动手术刀，刀刃在楚风的血肉里翻滚。啊！楚风又一次被疼醒，这次的他眼中满是求死之色，是的，他已经不想活了。此时此刻，他充分理解了什么叫痛不欲生，可偏偏他是不死的。你后悔吗？方修平静的声音犹如地狱中的恶鬼索命，落在楚风的心头。求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也就是楚风现在疼得动不了，要不然高低的磕2个。方修失望的摇了摇头，真是无趣啊。说着，他拔出了手术刀。楚风体内的痛苦如潮水般退去，他的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神情，然而还莫等他反应，唰，又是一刀。啊！惨叫声再度响起，随着而来的还有方修平静的声音。对了，差点忘了，刚刚你和我打招呼了是吧？做人不能没有礼貌，我也应当回应。记住，我叫方修，至死方休的方修，欢迎你随时前来报仇。不过下一次落在我手里的话，我会让你体验什么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永世折磨。明明是无比平静的话语，落在众人耳中，却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一些原本蠢蠢欲动的人纷纷放弃了脑海中的想法，毕竟想踩着方修上位的御灵师不止一位。方修解决了 S 级诡异事件，那只要自己打败了方修，岂不是意味着也解决了一次 S 级诡异事件？虽然听上去很扯，但不要忘了，他们可是御灵师，脑回路不同于常人。其实这次方修出手也是想着震慑一下宵小之辈，他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一些垃圾的身上。随后，方修再度拔出手术刀，这一次手术刀刚刚离体，楚风腾的一下窜了出去，连滚带爬的就跑了，头也不敢回一下，更别说放狠话了。他算是彻底疼怕了。至于报仇，他没这个勇气，甚至现在他连直面方修的勇气都没有。一场闹剧过后，温阳驱散了众人，倒也没处罚方修，就是简单交代了2句就离开了。以总部如今对方修的重视程度，这种没死人的斗争基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轻易处罚，更何况挑事的还是别人。深夜，方修独自躺在酒店的床上，进入了梦乡。每当深夜别人都睡下之时，就是他忙碌的时刻。他先是进入了楚风的梦中，没有丝毫意外，楚风正在做噩梦，梦见自己被手术刀折磨。见到这一幕，方修顿时省事了，都不用特地安排了，直接收取恐惧与痛苦即可。这次从楚风身上收取的恐惧与痛苦格外的足，让他很是满意，决定下次再折磨楚风一次。随后他又去了其他御灵师的梦，结果有那么几位御灵师直接惊醒，似乎有某种抵御梦境入侵的手段。对此方修并不感觉奇怪，毕竟能来培训的都是御灵师中的佼佼者，总会有些不同寻常的强者。正当他卖力收割之时，咚咚咚，他的房门被敲响了。疼！方修睁开双眼，强大的感知让他知道了门外的是谁，正是萧初夏。修哥哥，
你睡了吗？能不能让我进去？我刚刚做噩梦了，现在一个人睡害怕。门外传来萧初夏略带楚楚可怜的声音，好像某种受伤的小兽。然而面对萧初夏的请求，方修的回答仅有一个字：滚！你！门外的萧初夏差点气炸了，胸前一阵起伏。方修，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好歹咱们也算同生共死过，你赶紧把门打开，我有事找你。萧初夏原本想施展美人计，可没想到方修根本不吃这一套，无奈只能换个套路。有事明天再说。门外顿时陷入一片沉寂。片刻之后，咔嚓，门自动打开了，一道倩影趁着夜色走了进来。正是萧初夏，拥有谎言能力的他，想打开一扇门还是轻而易举的。他走到方修床前，气鼓鼓地看着闭目养神的方修。喂，你醒醒，我有事想问你。方修不为所动，不白问，我可以给钱，你想要多少灵币？这时，方修缓缓睁开眼睛，入眼是一张饱含怒气、撅着小嘴的精致俏脸。我不要灵币。萧初夏瞬间警惕，连忙双手抱胸后退。那你想要什么？我告诉你，你可不要提一些过分的要求，我是不会答应的。收起你那可笑的演技，这对我无用。方修平静道。萧初夏脸上的警惕之色缓缓褪去，模样有几分清冷地注视着方修。果然骗不过你，预言家方修，既然你能预知未来，想必也知道了我的来意。方修点了点头。你来找我是想知道自己名字？此言一出，萧初夏心中立刻掀起了惊涛骇浪，不过面上却不动声色。他果然预知到了。不错，我确实想知道我自己的名字。其实方修这次并不是预知到的，而是猜到了萧初夏临死都对自己的名字念念不忘，这时候前来多半也是为了名字。他很明显对于自己的名字很有执念，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想找回真正的自己。我确实在未来看到了你的名字。萧初夏的呼吸立刻急促起来，眼中闪过一抹蜥蜴之色。真的吗？快告诉我，我叫什么名字？方修却沉默不语。萧初夏咬了咬牙，你想要什么？先说好了，像什么让我陪你一晚，让你玩一次，来一发，帮你倒之类的这种要求，你想都不要想。方修，他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何萧初夏能对自己说出这番话？这话不应该对赵浩说吗？放心，我对你这副虚假的躯壳没兴趣。萧初夏立刻脸色一变，你都知道了。方修点了点头。此时的萧初夏算是越发理解了预知未来的恐怖，他真的很好奇，方修到底看到了什么有关自己的未来，居然连自己最大的秘密都一清二楚。在方修的面前，他感觉自己编织的所有谎言都成了笑话，没有任何秘密。我可以告诉你的名字，代价是为我工作3年。萧初夏瞬间脸色一变，3年？一个名字你吃我3年？方修平静地点了点头。这个要求是他仔细想过的，因为萧初夏的能力对他有大用，在知道谎言能力的那一刻，他的脑海中便隐隐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一旦能得到实施，将会获得不可估量的好处。不行，我绝不答应。谁知道你所谓的工作是干什么？万一你让……你姓萧？此言一出，萧初夏的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整个人为之一怔。萧这个姓氏如同有某种魔力，让他莫名悸动。他本能般的感觉自己可能真的姓萧，那种融于骨血中的熟悉感油然而生。萧什么？他急切道。方修却闭口不言。萧初夏的脸色开始阴沉不定，纠结片刻，他咬着银牙道：你说的为你工作都是做什么？先说好了，出卖肉体不行，违背道义也不行，有危险也不行。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放心，只是想要利用你的能力罢了。你也不用时刻关注自己的肉体，我对你不感兴趣，只对你的能力感兴趣，仅此而已。听到方修这么说，萧初夏顿时松了一口气，但心中却莫名的有些失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失落什么。或许这就是因为方修之前的表现，让他隐隐产生兴趣，他也渴望如方修一般被人无条件信任，这导致了他对方修总是过分关注。可到头来，自己过分关注的对象却根本一点也不在乎自己，仅仅将自己当成工具人，所以才会失落。虽然心中有些失落，但嘴上却不肯服输。哼，最好如此，我对你也一丁点都不感兴趣，只是对你的能力感兴趣罢了。咱们也算是个取所需，你利用我的能力，我利用你的能力，那交易达成，你就不怕我骗你？等你告诉我名字之后，我直接反悔。你不敢？方修淡淡的回复了这3个字。萧初夏顿时呼吸一滞，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楚风的惨叫，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哼，我才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说为你工作3年就工作3年，多1天都不行。交易达成，你告诉我名字吧。见萧初夏答应，方修没有卖关子，而是直接说了出来。初夏，你的名字叫萧初夏。当这个名字从他口中说出，房间瞬间陷入一片寂静。萧初夏神色微怔，听到这个名字之后，仿佛被施展了定身术，整个人如同丢了魂。不知为何，冥冥之中他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这就是自己的名字。他口中不断呢喃：初夏，萧初夏，原来我叫萧初夏。下一刻，他的美眸之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异彩，整个人好似焕发新生，像是木偶中注入了灵魂。晶莹的泪珠无声无息地从眼角滑落，不知不觉间竟已泪流满面。呜，萧初夏，原来我叫萧初夏，真好听。退后，你的泪水打湿我的床了。方修平静的声音犹如游戏技能中的沉默一般，直接打断了萧初夏酝酿的情绪。萧初夏，你，方修，你就是个混蛋！哎呀，你气死我了！呜！他一边骂着，一边大哭起来，愤怒的情绪混合着找回名字的悸动，一股脑的爆发出来。甚至萧初夏边哭还边低着头摇晃脑袋，故意将泪水全洒在方修的床上以及身上。我就要弄湿你床！
把你的床全弄湿，气死你！或许连萧初夏自己都没有发现，此时的他已经在方修面前卸去了全部的伪装，表现出了从未在人前展现过的一面。正在这时，咚咚咚，方修的房门再度被敲响，他顿时眉头一皱，想不到自己今晚竟如此忙，而且门外来的似乎是一位陌生人。方先生，深夜来访，还请见谅。滚！门外顿时陷入一片寂静。原本正嚎啕大哭的萧初夏也赶忙擦干眼泪，又如同往日一般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只不是不知为何，他再度听到这个滚字，反而隐隐有些高兴。可能是因为方修不是针对自己，而是让所有人都滚而感到开心。咔嚓，门再度被打开了。只见一位长着三角眼、朝天鼻、豁牙子的丑陋男子缓缓走入屋内，看到床上的方修和一旁的萧初夏，以及被弄湿的床，脸上露出了一抹猥琐的笑意。方先生真是好雅兴啊！萧初夏先是一愣，随即看向床上的水迹，顿时脸色一红。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不是那个什么，是眼泪。丑陋男子一听，顿时面露钦佩之色，对着方修竖起一个大拇指。方先生威猛，鄙人佩服。萧初夏直接秒懂，脸色越发红润，气得说话都支支吾吾了。你，我不是让你滚了吗？方修没有理会这场闹剧，而是淡漠地注视着丑陋男子。丑陋男子好似没听到一般，微微一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孙德华，久闻预言家方修之名，特来拜访。方修缓缓起身，拿出了手术刀，看来之前折磨的处分还是不够啊，总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门来。方先生，我可不是如处分之流的货色，今日前来是有要事相商。你这次解决了 S 级诡异事件，听闻总部要拿出一件灵器当做奖励，我正是为了这件灵器而来，希望方先生在获得灵器之后不要吝啬，能够赠予鄙人，鄙人将不胜感激。灵器？听着这个陌生的名词，方修不仅陷入思索，莫非这是总部新研制的兵器？这时萧初夏讥笑起来，赠予？你好大的脸啊！孙德华看了一眼曼妙的萧初夏，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道，对了，还有这位女士，希望方先生一并赠予。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要是方修还察觉不出来问题，那也就白死这么多次了。很明显，孙德华是在故意找茬。那么其目的是什么呢？方修很清楚，自己这是第一次来总部，唯一得罪过的人就是严长寿。你是严长寿派来的？孙德华眼睛微微一眯，沉声道，你说的是总部的严。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大嘴一张，一道乌黑的幽光从口中激射而出，以极快的速度射向方修的躯体。这猝不及防的偷袭一般人很难防备，但他面对的是方修。在乌光激射而出的刹那，方修已然抬手，企图用手术刀抵挡。然而乌光似乎没有实体一般，径直的穿过手术刀，狠狠打在了身上，直接钻入体内，并且体表没有任何伤痕。当乌光入体的那一刻，方修便感知到了，这是意识类攻击。孙德华见自己一击得手，顿时嘴角露出胜券在握的笑意。方先生，此乃死咒，已经钻入了你的意识之中，只需我一个念头，便可抹除你的意识。现在你可以乖乖听话了，无论是灵气还是这位女士，还请乖乖赠予。哦对了，灵气还未到手，那就先赠予别人这位女士吧。这位女士，想必你也不想方先生有事吧？另外方先生也不用离开，鄙人喜欢有人观战。方修，你没事吧？萧初夏一脸关切道。哈哈，没用的，中了我的死咒，从此生死由我不由天。方先生名头再盛，充其量不过是一位二阶狱。唰，一道银光闪过，方修的身形犹如鬼魅一般，持着手术刀冲去。孙德华顿时冷笑，当即催动死咒，打算给方修一点颜色看看。只是当他操控死咒时，却骇然发现进入方修体内的死咒犹如石沉大海一般，根本没有丝毫反应。什么？他瞬间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话还未说完，一柄锋利的手术刀直插脖颈。啊！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响起，震战整座酒店。渐渐的，孙德华在无尽的痛苦中死去。当然，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方修直接发动饕餮之口，吞噬了对方体内的灵性。38%，吞噬完孙德华，他的灵性赫然达到了38%，距离3阶越发近了。这时，萧初夏跑了过来，他不是来搞笑的吧？不是说你中了什么死咒，从此生死由他掌控吗？怎么一上来就死了？方修没有解释。其实孙德华的能力确实十分阴毒，换做一般的御灵师，一旦中了死咒，基本有死无生。但因为梦魇的存在，让他无惧一石类攻击，所谓的死咒直接被他关在了随手编织的梦境之中。很快，酒店外景爆声响起，紧接着就是一道道急促的脚步声。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冲了过来，看到房间中惨死的孙德海，一个个脸色大变，十分紧张的用枪指着方修和萧初夏。其他的御灵师们也被惊动了，纷纷前来查看。嚯，死人喽！死的好像是鬼咒孙德华，他居然死在了预言家方修的房间，难道是方修杀了他？这方修还真是刺头啊！仗着自己功劳大解决过 S 级诡异事件，居然敢在培训期间杀人，怎么还有个女的？难道是情杀？快传下去！孙德华撞破预言家方修和女子偷情，惨遭杀害。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甚至还有开玩笑的，完全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对于御灵师来说，死人太常见了，根本引不起丝毫波澜。他们只想看看预言家方修犯了事，总部会如何处理。这时温阳来了，他似乎就住在酒店之中，距离事发赶来仅用了不到3分钟。让一让，都让一让！温阳推开人群，进入到房间，看到了死去的孙德华，顿时脸色大变。方先生，你这是？我杀的！方修平静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看着如此迅速赶来的温阳，他的心中已经隐隐有了猜测。温阳见方修承认，脸色越发难看。方先生，总部明文规定，培训期间绝不能内斗，尤其不能死人。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萧初夏立刻站了出来，虽然人是方修杀的，但那是因为孙德华挑衅在先，他死了也是活该。看着挺身而出的萧初夏，方修不得不称赞此女的心机。一番话既将自己摘了出来，又维护了他。这时，杨明等人也纷纷站了出来。就是，哪有人大半夜跑到别人房间来的？分明就是入室行凶。修哥只是正当防卫。诸位，事情缘由我们执法队会查明。如果真如诸位所说，那我们绝不会为难方先生。毕竟方先生是功臣，总部一定会给诸位一个说法。现在还请方先生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温阳沉声道。方修平静地看了温阳一眼，顿时明白了他的目的，这是要将自己带走。看来一切都是一个局。如此倒也正好，可以看看严长寿在搞什么花样。无事，我跟他们走一趟。方修对着杨明等人说道。杨明等人一听，还以为方修已经预知到了不会有事，所以纷纷放心，转而回去继续睡觉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心大。不过临走时，众人都多看了那张被弄湿的床单两眼，露出一副懂得都懂的表情，气得萧初夏直接黑脸。他感觉自己的清白彻底没了。要不了多久，整个总部都知道自己和方修有一腿了。温阳拿出一副暗金色由心灵之钢打造的手铐，告罪一声得罪了，说着便将手铐戴在了方修手上。随后在众人的注视中，方修就这样被带走了。到了车上，温阳依旧一脸歉意。方先生，你暂时委屈一下，刚才人多，我也是没办法了，只能将你先带回去调查，要不然众目睽睽之下，实在不好徇私。不过你放心，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以你的功绩，而且孙德华还是主动上门，估计上面顶多训诫两句，最后给孙德华按上一个灵性失控的名头，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看着一脸歉意的温阳，方修的嘴角却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容。不得不说，你的演技很烂。方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温阳微微一怔，脸上浮现一抹茫然之色。方修静静地看着对方演戏，脸上浮现出一抹嘲弄之色。从酒店中故意叫破我的名字，想让我与楚风发生冲突，到指使孙德华上门挑衅，都是你一手安排的吧？目的就是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把我带走。看来执法队应该是归严长寿管，所以你们才会用出这种手段。被方修点破之后，温阳脸上温和的笑意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一脸冰冷。他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不愧是解决了 S 级诡异事件的男人，果然瞒不过你。不过你既然知道了我们的目的，为何还要跟着上车？岂不是自投罗网？哦，是有什么误会吗？让你们如此高估自己，就凭你们这些垃圾，我为何不敢走一趟？哈哈！温阳骤然爆发出一阵冷笑。方修，看来你的预知未来也不是万能的。如果你真的看见了未来，那就应该知道，当你戴上手铐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话音刚落，方修突然感到手腕处一阵刺痛，他看了看，只见手铐上竟有机关，里面长出一根极其纤细的针头，将一种不知名的液体注入到了自己的体内。当液体进入身体之后，他顿时察觉到了异样，自己的灵性无法调动了。不止如此，就连诡异的力量也陷入沉寂。方修，感觉到了吧？这可是极其珍贵的异灵剂，仅此一点便足以让你当一个小时的普通人。在这一个小时之中，无论你有什么底牌，都掀不起任何风浪。面对温阳的胜券在握，方修却微微失望地摇了摇头。一开始我还对严长寿有几分期待，或许他能给我点不一样的惊喜，但现在看到你们的手段，当真是令人失望。使用阴谋并不可耻，但可耻的是只会用阴谋。哼！温阳冷哼一声，希望等你见到了严队长，还有勇气说出这番话。没多时，车辆便行驶到了一处隐秘的关押场所。方修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而是闲庭信步般走入其中，那模样完全不像一位犯人，而像是在自家后院散步。很快，他被带到了一间审讯室。不过奇怪的是，他并没有遭到审讯，而是又进来一个人，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他进来之后，对着温阳点了点头，随即就朝着方修走去。待他走到方修身边，直接伸出了手搭在了方修的肩膀上。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中年男子的体型样貌都开始缓缓发生变化，竟变得与方修一般无二。两人就像是双胞胎兄弟一般，不，比双胞胎还要像，完全就是复制体。看到这一幕，方修大致猜到了严长寿等人的目的。走吧，现在你可以去见严队长了。温阳冷冷道。随后，中年男子变化成的方修则是坐在审讯室中接受审讯，流程十分正规，专门来了2位审讯人员，又是录像又是写笔录。方修再度被带上了车，这一次车辆行驶到了一处隐秘的庄园。庄园十分宽广，地处偏僻，围墙的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树木，遮挡了外界的目光，平添几分阴森。终于，方修在庄园的餐厅中见到了正在用餐的严长寿。此时的严长寿身穿剪裁合理的黑色长衫，一头乌黑的长发被他盘在脑后，手中拿着刀叉，正在不断地切割着餐盘中血淋淋的肉。他坐在一条长方形的红木餐桌旁，桌子上摆满血淋淋的肉食，被做成各种精致的模样，还有花瓣的点缀，像极了一位优雅的野人在吃人肉。没错，他吃的确实是人肉。被饕餮生吃上百次的方修，仅仅一眼便判断了出来。严队长，方修带道。温阳恭敬一礼。严长寿不紧不慢地放下刀叉，又用洁白的餐布擦了擦嘴角嫣红的血迹，这才笑道：“方先生，请坐。”这般生吃人肉的阵仗，换做一般御灵师都无法接受，但方修却视若无睹，径直地坐在座椅之上。两人隔着3米多长的餐桌，遥遥相望。温阳则是微微躬身，转而退下，并关好了餐厅的门。方先生，请用餐吧。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所以我特地让人都准备了一些。这里有男人、女人，还有比较嫩一点的孩童。当然了，老人我没有准备，毕竟老人的肉太干了，想来你不会喜欢。
严长寿微微笑道，他笑得很含蓄，不露牙齿，一举一动都像极了上流人士中的贵族。无聊的把戏。方修平静地注视着严长寿，眼底没有丝毫波动。严长寿也不恼怒，方先生，我们是同类人，你也不用隐藏了，毕竟诡异就是要吃人的不是？拥有原初面具的你，心底对于吃人的渴望已经压抑很久了吧？今日你可以吃个痛快，吃完也好上路。哦对了，差点忘了，你还戴着手铐，不方便用餐。话音刚落，只见严长寿的衣袖下猛地伸出一条猩红且长满肉瘤的触手，犹如毒蛇一般朝方修的双眼冲去。唰！那触手停在了方修眼睛前不到2厘米的距离。如此诡异的一幕，正常人早已躲避，可方修却神色不变，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随后，触手调转方向，灵活地缠绕上方修手上的手铐，用力一搅，只听咔嚓一声，无比坚硬的心灵之钢打造的手铐应声而断。嗖！触手猛地收回，钻入严长寿的衣袖之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黑帮电影看多了，喜欢搞这些唬人的东西。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就走了。方修平静的声音带上了一丝不耐烦，他对于严长寿这种浪费时间的做法很是反感。或许严长寿是想唬人，但早已见识过饕餮的他，见到对方的这些手段，只觉得可笑，像极了幼童拿着玩具枪在威胁大人。既然方先生如此迫不及待，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想必我这次邀请你前来的目的应该清楚，那就是交出原初面具。原初面具藏在你的心灵之中，除非你主动交出，不然即便是我也很难拿到。当然，我也从未指着方先生能配合，所以我……严长寿的话说了一半，直接戛然而止，他双眸不自觉地瞪大，整个人直接愣住了，愣愣地盯着方修拍在餐桌上的原初面具。想要？怎么不早说？方修随手一扔，直接将原初面具扔给了严长寿。严长寿下意识地接过了原初面具，眼中闪过一抹不可置信之色。他拿起面具仔细打量，结果赫然发现这就是真正的原初面具，不是赝品。这一下给他整不会了。他本来特地准备了一只可以操控他人的诡异，打算以此获得面具，谁成想方修居然如此随意的就把面具交了出来。不是，难道这小子不知道交出面具就彻底失去了所有筹码，就会被杀吗？还有事吗？方修淡淡问道。严长寿愣了愣，随即反应了过来，又恢复之前优雅的模样。方先生果然爽快，既然面具也交出来了，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了，请方先生赴死吧。说着，数道猩红的触手从严长寿衣袖中钻出，张牙舞爪般朝方修冲去，仿佛下一刻就要将他的身体洞穿无数个窟窿。然而，面对这些狰狞的触手，方修完全视若无睹，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就当触手要将他杀死之时，却又突然停了下来。触手背后传来严长寿诧异的声音：“你不怕死？你废话真多。”严长寿的脸上顿时闪过一抹怒色，可片刻之后，他却轻笑一声，竟缓缓收回了所有的触手。方先生，你真是我目前见到过最奇特的人，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哦，是吗？我倒是觉得你越来越无趣了。哈哈，方先生果然是个妙人，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可以活命的机会，只要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你也配给我机会？方修平静的声音直接让严长寿瞬间怒火高涨，眼中杀意爆闪。在这般杀意之下，严长寿的人形竟维持不住了，整个右半边身子猛地爆开，化作无数狰狞的肿瘤以及触手，甚至他的半边脸都消失不见，血肉模糊，而血肉之中挤满了密密麻麻黑白分明的眼球。这般恐怖的模样，哪怕是寻常的御灵师看到都会感到恐惧。然而换来的仅仅是方修的嘲讽，连人形都无法维持吗？真是丑陋啊！哈哈哈！严长寿怒极反笑，口中不断爆发出非人的狞笑。方修，没有人可以拒绝我给的机会，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与我合作，等总部的部长给你颁奖时杀了他，要么……他的威胁还未来得及说出，便再度被方修打断。我选第一条。严长寿，他愣了愣，随即暴怒：你敢耍我？在严长寿看来，这方修完全就是在耍着自己玩。先是不用威胁，直接交出原初面具，本来看着挺有诚意的，谁成想转头又开始辱骂自己，表现得这么硬气。结果自己刚要威胁，他转头又要合作，这特么不是耍人玩是什么？你特么到底是硬气啊，还是从心啊？其实方修没那么无聊，之所以这般操作，主要是严长寿说出了自己的部分计划。颁奖时杀总部的部长，听到了一丝关键信息，所以他临时改变主意，想听听严长寿的全部计划。我没那么无聊，说说怎么合作吧。合作之后我能得到什么好处？面对暴怒的严长寿，方修十分随意地回道。搞得严长寿现在是不上不下，发火吧，人家和你谈合作；不发火吧，心里实在憋得慌。有些怒火攻心的他，直接甩出一张羊皮纸，上面写满了无数鬼画符一般的文字，仅仅注视便让人心口难受，莫名的心悸，仿佛其中蕴含着什么诡异的力量。只听严长寿冷笑道：你不是想合作吗？那就先表明一下自己的诚意吧，将你的血滴在羊皮纸上，这上面蕴含诡异的诅咒，只要你滴完了。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严长寿，他已经记不清自己这是第几次无语，他记得上次这么无语还是在方修刚答应合作的时候。你特么不会让人把话说完吗？这张羊皮纸一旦滴血，你的命可就从此被我掌控了。你特么这点都没搞清楚，就敢随便滴血？严长寿现在真的想掀开方修的头盖骨，好好看看他的脑回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明明又交出原初又滴血的，整得十分配合，可为什么现在会搞成这个样子？你说他没有合作的诚意吧，他所有要求都照做，但你要说他有诚意，诚意特么在哪？此情此景已经完全超出了严长寿之前的意料。在他想来，今日无非就2种结果，一种是方修宁死不屈，然后被自己利用诡异获得原初，到时候再让替身代替方修领奖，杀死局长。虽然替身存在被识破的风险，
但也只能如此。另一种则是方修直接从心，一通威胁之后交出原初，并答应合作。现在倒是好了，方修直接宁死不屈地答应了合作。这种荒诞的结果，哪怕是严长寿长出2个脑袋都想不出的。严长寿的胸膛剧烈起伏，他足足缓了好久，这才平复了心情。方修，你可知道，当你滴上血的那一刻，从此你命变。你能不能改改喜欢说废话的毛病？现在是讨论滴血的问题吗？我在和你谈合作，懂？方修越发的不耐烦，对严长寿也越发厌恶。原初也给了，血也滴了，这般诚意都拿出来了，还不能好好谈谈合作？不要再打断我的话！严长寿怒吼道。这次他真是气急了，直接发动了羊皮纸上的力量。只见羊皮纸上闪过一道黑光，径直的射入方修体内。你不是喜欢打断别人说话吗？我现在就让你尝尝命被别人掌控的滋味。放心，我不会杀你，我会让你感受一下万蚁噬心的痛苦。进入方修体内的黑光好似化作1万只蚂蚁，疯狂地啃食他的心脏。当然，他的心脏并没有受伤，黑光仅仅是模拟的万蚁噬心的痛苦。很显然，这是严长寿控制手下的一种手段。然后，方修灵性中蕴含的痛苦之力开始增长，因为痛苦却被他吸收了。说起了，他还未因万蚁噬心而死过，今天正好又凑齐了一种不一样的痛苦。严长寿一脸狞笑地看着方修，而方修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四目相对间，时间1分1秒的流逝，1秒、2秒、3秒，严长寿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僵，最后逐渐消失。你不疼？笑容消失的严长寿看着一脸平静的方修，最终憋出了这3个字：我应该疼吗？一个反问差点给严长寿噎死。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不疼？你怎么能不疼？气急败坏的严长寿不由加大的诅咒的力度。然后方修体内的痛苦之力增长得更快乐了。看着要逐渐癫狂的严长寿，为了套出计划，方修决定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收起你那可笑的把戏，我天生情感缺失，没有任何情感，自然也感受不到恐惧和痛苦。严长寿逐渐癫狂的表情微微一愣，情感缺失，感受不到痛苦。他结合起方修之前宁死不屈的答应合作的表现来看，好像对方说的有点道理，这就解释得通了，为何方修明明很有诚意，但言语上却没有丝毫的惧怕，反而十分蔑视。原来人家情感缺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原来不是故意耍我，但为什么还是好气啊？呼！严长寿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平复心情。既然你情感缺失，没有恐惧与痛苦，为何还会交出原初面具，选择与我合作？按理说像你这种人，应该不会被威胁。他说完便紧紧地盯着方修，似乎想看出什么端倪。对于这种简单的问题，方修随便就可以编出几十条理由。想必你应该清楚，我与扑克牌组织也有合作关系，这也是为何你之前派人刺杀我无效的缘故。毕竟预知未来的能力，无论在哪方势力看来都十分抢手。严长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点他比较认同。那可是预知未来，这等人才无论是谁都想收归己用，就连他自己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何得到了原初面具也不杀方修的原因，不单单是为了让方修去杀总部部长，更多的还是想要利用预知未来的能力。扑克牌想利用我的能力，而我同时也想利用他们的能力，帮助自己完成诡异化。诡异说到底还有杀戮的欲望，还有各种负面的情绪，而我作为人却没有丝毫的情感。虽然我早已习惯，但曾几何时，我也曾渴望体验人类的情感。你变成诡异是为了体验人类的情感？严长寿此时的面色要多古怪就有多古怪。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方修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淡淡道：你不懂，我不怪你，但拥有情感的你不配质疑。严长寿直接黑脸，心中的杀意蠢蠢欲动。早已非人的他心中充斥着各种负面情绪，要是换作常人敢如此和他说话，他早就杀人了。但方修不同，他还有利用价值，而且方修根本没有恐惧，也不会痛苦，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威胁都无用。好，很好，既然你想要诡异化，那又为何要交出原初面具？拥有原初面具的你，只需要慢慢融合就可以达到完美诡异化。方修用一种看白痴的目光看着严长寿，给严长寿看得一阵恼火。不是你让我教的吗？我特么呼！严长寿强压着怒气道：你不是没有情感吗？又何必惧怕我的威胁？我让你教你就教，不怕死和不想死是两个概念。诡异化的希望就在眼前，我为何要寻死？你和扑克牌组织的目的不都是全民诡异化吗？既然如此，我等着就好了，这有问题吗？方修朴实的话语让严长寿直接无语，因为他发现对方说的好像还真有点道理。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沉默了良久，最终才憋出3个字：没问题。说完这3个字，严长寿已经彻底不想再和方修聊天了，因为他快压制不住体内的诡异力量，感觉再说下去恐怕真的忍不住要动手了。但是为了计划，他又不能动手，所以他打算长话短说，赶紧交代完任务，让方修滚蛋。呼！严长寿再度深呼吸，强压下心中狂暴的杀意，紧忙开始步入正题。方修，既然咱们的目的一致，那我也就闲话不多说了。你的任务就是在明天晚上，总部部长为你颁发灵气之时，用你的手术刀将他杀死，就这么简单。最高端的暗杀往往采取最朴素的手段，当年荆轲刺秦不也是靠着一张地图裹着匕首吗？然后失败了，所以我没让你拿地图。两人之间的聊天陷入了短暂的沉寂。片刻后，方修打破了僵局。什么是灵气？提到灵气2个字，严长寿的眼眸中竟闪过一抹贪婪之色，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毒蛇一般的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灵气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鬼气。方修顿时心中一动，古代传下来的鬼气，周清风终结的那个时代，还是更早？古代流传下来的鬼气也是鬼气，那为何要改名字？严长寿这时却摇了摇头，灵气与鬼气之间有本质性的不同，鬼气用多了会侵蚀御灵师的心灵，可以说与人类并不适配，
但灵气不同，它普遍拥有大于鬼气的力量，并且很少会对心灵造成污染。换而言之，鬼气更适合鬼异使用，而灵气则是更适合人类使用。听到这，方修立刻对灵气失去了兴趣。不能污染心灵的武器不是一件好武器。严长寿微微感慨道，也不知道曾经的御灵师究竟拥有何等惊天伟地的手段，居然可以制造出灵气这般强大的武器。强大，这让方修微微来了兴趣。听严长寿的意思，似乎灵气的强大非同寻常，竟能让一个4阶御灵师流露出这种神情。灵气有多强？灵气和鬼气一样，也是有强有弱。弱一点的灵气与普通的鬼气无异，也就是不会污染心灵罢了。但那些强大的灵气，简直强大到超出想象。方修，你可知，明明我与扑克牌组织强联合，为何还要使用刺杀的这种手段？因为灵气。不错，总部除我之外，还有4大队长，他们都是4阶御灵师，但其中3位我从未放在眼里，唯有1人我十分忌惮。不只是我，就连扑克牌组织也同样如此。此人名叫方莫离，因其能力与剑有关，亚洲第1御灵师剑锋小队的队长。这方莫离实力虽强，但也不过是4阶范畴，不至于让我忌惮。我真正忌轩的是他手中的剑。剑名轩辕，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灵气，据说没人见过此剑出鞘，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轩辕剑，方修立刻联想起神话传说中的那把神剑，既然饕餮都存在，轩辕剑也存在，倒也并不稀奇。方修，你曾解决过 S 级诡异事件，应当清楚 S 级诡异的可怕之处，但你解决的只不过是未成长起来的 S 级诡异，可方莫离曾经却凭借1人1剑独自解决过已经成长起来的 S 级诡异。严长寿说到此处，话语中带着深深的忌惮。完全成长起来的 S 级诡异。方修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由有些惊讶。作为对付过梦魇的人，他很清楚梦魇的难缠。那时还是梦魇尚未到达完全体，一旦他完全成长起来，轻易便可毁灭一个国家。可现在居然有人能独自解决这样的诡异，这等消息实在让人心惊。而且这方莫离还不是5阶，仅仅是4阶，由此可见轩辕剑有多强，也难怪严长寿和扑克牌组织都如此忌惮。想到此处，方修不由问道：既然轩辕剑如此之强，那刺杀总部部长有什么用？据我所知，总部部长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死根本影响不了战局。刺杀总部部长是为了吸引方莫离的注意力。明天培训的流程是分别由我们5大队长每人进行授课，授课完毕之后，再由总部部长做最后总结发言，以及为你颁奖。全国各地来的御灵师都是刺头，如果由总部部长直接出面，很可能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先由5大队长授课，顺便进行威慑，最后总部部长出席。当他为你发放灵气之时，我们5大队长都会坐在主席台上，这也是我靠近莫离的最好机会。平日我们5个各有各的事务，很少见面。说到这，方修便彻底明白了严长寿的计划。你的意思是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总部部长，到时候肯定会引起震荡，而你则是趁着众人的注意力都被我吸引之时，出手偷袭方莫离。不错，对付方莫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拿出轩辕剑的机会，所以要趁他注意力被牵扯之际进行偷袭，先发制人。到了方莫离这种层次，一般的小事很难吸引他的注意，但总部部长的死可不是小事。你的刺杀就是本次计划的开端，你刺杀，我偷袭，扑克牌组织则会趁乱进攻，届时我也会放出事先准备好的诡异，最后乱中取胜。方修默默地点了点头，看来下次预知的内容已经可以定稿了。为了获取更详细的计划，他继续发问：既然你们忌惮的是轩辕剑，那万一被偷袭的方莫离侥幸没死，然后把剑交给了其他队长，你们要如何应对？严长寿微微冷笑，轩辕剑可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放眼整个总部，也就方莫离1人可以勉强驱使轩辕剑。哦，这是为何？因为方莫离的领域名为无尽剑域，主要能力就是操控剑，凭借这般能力才能勉强操控轩辕剑，这也是为何总部会将如此神兵交给他使用的原因，因为只有他能用。所以方莫离废了，就等于轩辕剑废了。方修心中微动，操控剑的领域，亚洲第1御灵师无尽剑域方莫离。他又继续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是我刺杀？总部部长说到底只是一个普通人，刺杀这种事情能做到的人不在少数吧？严长寿却摇了摇头，总部部长身边一直跟着一位保镖，此人名为萧振华，刑武出身，也是4阶，他的领域名为众生平等，十分难缠，作用是让身处领域中的御灵师无法动用能力，有他的保护，想利用别的手段刺杀部长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只有你有机会在部长为你颁奖之时进行刺杀。记住，刺杀之前千万不要露出马脚。萧振华此人观察十分敏锐，没成为御灵师之前，在行武中便是10项全能的兵王，而且他刚正不阿，眼里容不得丝毫沙子，成为御灵师之后更是如此，变得越发极端，信奉绝对正义，宁可杀错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所以一旦你被他察觉出丝毫异样，他可不会管你预知未来的能力多有价值，肯定会直接动手。让人失去能力的领域，众生平等，萧振华。随着严长寿不断的透露消息，方修越发感觉总部当真是卧虎藏龙，能在总部当上队长的人绝非一羽之辈，他们不只是4阶御灵师，更是4阶御灵师中的佼佼者。总部难道没有5阶御灵师？5阶？呵呵。严长寿冷笑一声，别说总部了，就是放眼全球，也不见得能找出一位5阶强者，池塘可养不了鲨鱼。方修听懂了严长寿的潜台词，现在诡异入侵的速度虽然在加快，但是还不足以达到诞生5阶御灵师的程度，毕竟说到底，御灵师的力量来自于诡异。一个人的心灵力量再强大，没有诡异力量的加持，也根本无法作用于现实，无法体现出来。这时严长寿又道：你可知为何总部的总队长之位一直空着？其实就是在看谁先突破5阶，谁先成为5阶御灵师，那总队长之位基本板上钉钉。说到这，他似乎是不想让方修小瞧，又补充了2句：要说谁能先成为5阶，那定然是我无疑。我之所以一直是4阶，
只是因为现在阶段只有4阶，如果不是我每天只能保持1个小时的人形，总队长之位何须动用这种手段？不过探囊取物罢了。方修实在不想听严长寿继续吹牛逼，连忙发问：你之前说会放出提前准备好的诡异，并且扑克牌组织也会趁乱动手，难道他们都已经混入总部了？这个问题让严长寿微微警惕，他并没有回答，而是说道：这些事就不是你该知道的了，你只需要负责好自己的部分即可。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该回酒店了。毕竟你不能在审讯室待太久，不然会引起上面的怀疑。另外，你的替身也用不上了，我会让他变回原样，你不用担心被人发现。见严长寿不愿再多透露，方修也明白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可以开始死亡回荡了。要知道，他之前可是在羊皮纸上滴了血，命完全由严长寿掌控，并且还被拿走了原初面具，所以即使现在没有什么危险，他也是一定要回荡的。于是，只见方修缓缓站起了身，平静地注视着严长寿，淡淡道：既然你没什么要说的了，那你就可以去死了。此言一出，严长寿明显一愣，似乎有些不可置信。让我去死？方修微微皱眉，诡异话之后连耳朵都不好使了吗？方修，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我不知道你是在抽风还是灵性失控了，但你可别忘了，你的命在我的手里。严长寿寒声道。方修摇了摇头，语气十分淡漠：那倒是巧了，你的命也一直在我手里，都出来吧。随着他的目光穿透两界，落在四周的诡异身上，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四周竟凭空出现数只狰狞恐怖的诡异，有浑身长满人头的狮形诡异，有宛若干尸的人形诡异，还有如同幽灵一般的淡淡虚影。多次召唤彼岸诡异的方修已经隐隐摸清了一些规律，那就是通常情况下被召唤而来的诡异普遍强于现实中的诡异。因为现阶段彼岸入侵现实还没有太严重，所以导致那些强大的诡异暂时无法进入现实，先进入的一批实力偏弱。疼！严长寿疼的一下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一脸震惊地看着四周的诡异，满脸不可置信之色。这怎么可能啊？你居然能从彼岸直接召唤诡异？难道你的能力也是支配诡异？也是。方修一下子抓住了关键信息，原来严长寿的能力是支配诡异。如果真是如此，那严长寿的实力确实十分强大，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感受着四周诡异身上散发的强大气息，严长寿的脸色越发难看。他知道自己这次上当了，能从彼岸召唤诡异的存在绝对不是2阶御灵师，怪不得方修敢在羊皮纸上滴血，原来是人家强大的实力根本无惧诅咒。此时的严长寿也顾不得暴露了，他双手猛拍地面，领域展开，鬼门关！轰隆隆！严长寿背后的地面瞬间裂开，随即地面剧烈震颤，宛若地震。下一秒，只见一道阴森恐怖，上面雕刻着无数凶厉鬼物的漆黑门户冉冉升起。那漆黑门户宛如一栋高楼，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砰！伴随着一声巨响，鬼门关轰然打开，恐怖的诡异气息从中蔓延，无数汹涌的蛇虫诡异犹如蝗虫过境一般从其中狂涌而出，眨眼之间便密布所有空间。然而蛇虫诡异不过只是开胃菜，紧接着其中又走出一位浑身散发着惨绿火焰的人形诡异，长着3个头颅，双手是惨白螳螂刀的畸形诡异，浑身青皮，青面獠牙的巨型诡异等等。这一幕看得方修越发兴奋，他发现严长寿简直就是一个诡异大礼包。最后压轴的一位诡异要登场了，那鬼门关居然剧烈的颤抖扭曲变形起来，似乎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压迫得快要散架。诡异还未出现，其恐怖的气息已经扩散全场。正当方修想看看会出来何等诡异之时，他顿感一阵剧痛传来，回头看去，却发现之前自己召唤出来的幽灵一般的虚影诡异已然附着在自己的身上。他似乎带有一股极其诡异的力量，附身之后，方修只感觉身子在逐渐变得虚无，开始缓缓消散。他尝试用吸收痛苦的能力去恢复，可并未造成什么波澜。他终究只是2阶，哪怕能力再逆天，也需要底蕴的支撑。于是方修只得缓缓死去。这一幕落在严长寿的眼里，差点没给他惊讶的眼珠子都掉出来。本就尽力维持的鬼门关，一个不小心直接关闭了。他不理解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召唤物把主人给杀了？难道是反噬了？可问题是，能从彼岸召唤诡异的人，这么容易就被反噬了？随着方修的死去，世界陷入暗淡，时空开始破碎。你们的房间在8楼，电梯在这边，诸位请跟我来。温阳脸上带着礼貌的笑意，给方修等人引路，并按好了电梯。回荡过来的方修平静地注视着温阳的背影，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很快，8楼到了，熟悉的打斗声再度响起。温阳脸色一变，诸位稍等。哎，方先生，你去哪？他的话还未说完，方修早已径直地朝着打斗的方向走去。温阳等人紧紧跟上。很快，方修便第2次见到了熟悉的一幕，浑身是血的满身伤痕的楚风正踩着鬼手无心狂笑。哈哈哈！鬼手无心的大名如雷贯耳，想不到今日，哎呦！楚风的话还未说完，便感觉屁股上被人踹了一脚，直接一个狗吃屎飞了出去。谁他妈踹我？方修平静地收回了脚，然后径直地朝楚风走去。楚风怒目而视，嘴角露出一抹凶残的笑意。好你的小白脸，居然敢踹你楚风大爷，看来你是活腻了。方修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总部规定不能内斗。温阳焦急的声音响起。如上次一般，方修2个字一出，仿佛带有某种神奇的魔力，直接给全场施展了沉默技能。片刻之后，众人哗然的声音响起，一道道心思各异的目光聚焦在方修的身上。但方修根本不为所动，已经走到了楚风的身前。这时的楚风早已从地上站了起来，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方修。预言家方修，哼，真是久仰大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咱们第1次见面，你我无冤无仇，可阁下却对我出手。今日，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啊！一道惨绝人寰的惨叫声响起，只见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插楚风脖颈，
楚风疼得面容扭曲，不断惨叫，甚至身体都开始抽搐，一点点软倒在地。你到底想干什么？方修缓缓俯下身子，用一种平静到近乎淡漠的声音说道：“只是提前给你个教训罢了。”提前？此话一出，不止楚风愣了，就连周围的吃瓜群众都愣住了，唯有杨明等人纷纷恍悟。不错，我预知到了你在未来会找我的麻烦，所以提前教训教训你，让你尝尝记性。说完，方修直接转动手术刀。啊！楚风疼得开始浑身抽搐，口吐白沫，不断的翻着白眼。吃瓜群众们见到这一幕，不由心肝一颤。方修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离谱，离原上谱，真是长见识，还有提前教训的。几分钟之后，方修松开手术刀，楚风再度如之前一般，嗖的一下就跑了。这次方修留给他的恐惧比上次更甚，上次好歹是自己挑衅在先才被教训，这次倒好，什么都没做，方修直接凭借未来的罪行把现在给审判了。其实方修并没有什么折磨人的恶趣味，只不过是为了减少麻烦。就凭楚风的性格，这顿刀子早晚会挨上，晚挨不如早挨。经历了楚风的小插曲，温阳看向方修的目光中闪过一抹惊疑不定之色，因为他不确定方修预知到了什么程度。每个御灵师的能力都不是无限制随便使用的，故而方修也不可能随意预知未来。但温阳现在担心的是，他有没有预知到晚上的事。不过再担心，计划还是要实施的。很快，方修进入了房间，他在房间中默默地等着事件的发生。时间缓缓的流逝，逐渐步入深夜。然后第一位深夜来客出现了。修哥哥，你……咔嚓，门开了。萧初夏被吓了一跳，只见门口处一个高大的人影静静地站立，正是方修。修哥哥你哎呦！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方修直接拽了进去。这一举动直接让萧初夏慌了。不会吧？方修平日里看起来那么冷淡，实际上是个色中恶鬼。要糟！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收起你脑海中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知道你的名字就为我工作3年。方修平静说道。萧初夏当即呆愣当场，美眸中爆发出不可置信的神色。你连我来找你做什么都预知到了？不要说这些废话，你的名字换工作3年，放心，只是利用你的能力。我考虑考虑，不用浪费时间了，我已经看到了未来，考虑到最后你还是会答应，所以省去中间环节吧。萧初夏这一句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给他顶的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沉默片刻，萧初夏也不知为何自己就鬼使神差的点头同意了，可能是被方修的笃定所打动。记好了，你的名字我只说一遍，还有听完名字之后别哭，因为待会我还有任务交给你，要哭就回自己的房间去哭。谁会哭啊？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哭的？萧初夏不屑道。方修悠悠地看了他一眼，希望你说到做到，在未来中你把我的床都哭湿了。萧初夏也不知是懂得太多了，还是联想比较丰富。深夜、酒店、男女、床、哭、湿这些要素联系起来，直接让他俏脸微微一红。与此同时，他内心中竟升起一股十分奇妙的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一个人对着你说你未来做了什么什么，在当事人听来真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你叫萧初夏。方修平静的声音打断了萧初夏的联想。这3个字一出，萧初夏立刻娇躯一颤，仿佛隐藏在血脉深处的某种悸动被唤醒，那种陌生又无比熟悉的感觉涌遍全身，一股莫名的感动涌上眼眶，让他不自觉的就要哭。可泪水刚一打转，他眼角的余光就看到眼前的男人正默默地盯着自己，神色平静。不知是不是错觉，他总感觉对方的平静中带着淡淡的嘲弄，这一下子就让萧初夏瞬间火大，生生给眼泪憋了回去。看什么看，我才不会哭呢！最好如此，现在开始工作吧。方修此时表现的犹如一位丝毫不在乎员工情绪，只知道压榨的黑心老板。这大晚上的，你想让我做什么工作？不会是……闭嘴，收起你那龌龊的想法。现在我说，你做，懂？萧初夏被噎得整个人为之一愣，他不可置信的用手指了指自己，我龌龊？你现在利用你的能力将自己变小，并隐藏起全身气息，不要让我再说第2遍。看着方修平静到不近人情的眼眸，萧初夏委屈的瘪了瘪嘴。他一边在心中不断的诅咒方修找不到老婆，一边乖乖照做。只见微弱的光华一闪而逝，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原本高挑苗条的萧初夏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最终变成了巴掌大小的 Q 版小人，如同一个小巧精致的手办。我最小只能变成这样，现在变好了，然后呢？萧初夏没好气道。还没等他反应，方修直接一把抓起手办大小的萧初夏，将他装进兜里，惹得萧初夏不断惊呼。主要是他现在太小了，方修一只手就将他全身包裹，一下子该摸的不该摸的全摸到了。感受着对方掌心传来的温热，萧初夏的小脸一下子就红了。落入口袋之后，他不断叫嚷：方修，你把我揣兜里干嘛？安静，马上就会有人来了，你现在不要发出任何响动，等时机成熟我会让你出来的。萧初夏见方修说的如此神秘且严肃，猜测肯定是他预知到了什么，虽然有些不情不愿，最终还是乖乖闭嘴，抱住双腿坐在了口袋之中。房间中一下子陷入了沉寂。就这样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就在萧初夏等得不耐烦之时，咚咚咚，房门被敲响了。萧初夏再次见到了预知未来的神奇，说来人竟然真的来人。方仙，门外孙德华的声音刚刚响起，咔嚓，门开了。看着门后显露出的高大人影，孙德华微微一愣，还没等他反应，高大人影说话了：你比上次早来了2分钟。方修平静的声音让孙德华更加愣住了。上次，这次由于方修开启了速通模式，以至于在楚风身上浪费的时间较少，产生了些许蝴蝶效应，以至于孙德华都早来了。进来吧，孙德华。此言一出，孙德华彻底反应了过来，眼眸中浮现出一抹深深的忌惮。他跟随方修进入房间，试探道：方先生预知到我要来了？不错，我不仅预知到你要来，还预知到
唰！如同上次孙德华话说到一半一般，这次方修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同样话说到一半，勾起了对方的兴趣，随即果断出手，右眼中的血瞳猛然绽放，在黑暗中爆发出一阵刺眼的血光。猝不及防之下，孙德华直接脸色大变，瞬间中招。虽然他时刻保持着警惕，但正因如此，他时刻紧紧地注视着方修的一举一动，直接与血瞳对了正着。中了血瞳的孙德华只感觉自己头颅好似被一击重锤给击中了一般，意识不受控制的产生了片刻的恍惚。高手过招，一瞬间的恍惚便足以逆转战局。现在同样也是如此。当孙德华回神之后，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动作。唰！一道银光闪过，冰冷的手术刀已然插进他的脖颈。啊！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直接惊醒了整座酒店的人。方修并没有阻止他惨叫，因为他在等温阳。很快，随着孙德华慢慢死去，剧情一如之前那般发展，温阳带队出现。方修自然十分痛快地戴上了手铐，跟着温阳离去。车上，温阳一如之前说着那般虚伪的话，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烂。方修的嘴角勾起一抹嘲弄之色。温阳微微一怔，方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行了，不用浪费时间演戏了，我已经看到了未来。此言一出，温阳瞬间撕去了伪装，嘴角勾了起一抹狞笑。看见了未来又如何？方修，当你戴上手铐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说着，他按下口袋中的遥控器。哈哈，方修，感觉到了吧？这可是极其珍贵的异灵技，仅此一点便足以让你当一个小时的普通人，无论你有什么底牌，都掀不起任何风浪。面对温阳的冷笑，方修依旧神色平静，他甚至还淡淡的反问：说得不错，那么你感觉到了吗？温阳一愣，我感觉到了吗？我感觉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腿部突然传来针扎一样的疼痛，紧接着一股无力感涌上全身，渐渐的灵性全失，好似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什么？这怎么可能？这是异灵技！温阳脸色狂变的惊呼，他急忙低头朝腿部看去，只见一根极其纤细的银色发丝正卷着一个针头，静静地扎在自己的腿上。那针头怎么看怎么熟悉。他不可置信地朝方修的手铐看去，原来不知何时手铐早已打开，而上面的机关也早已被破坏，里面塞满密密麻麻的银色发丝。没错，早在上车之后，方修便提前利用银色发丝钻入手铐之中，破解了里面的机关，并成功取出了异灵技。手铐虽然是心灵之钢打造的，坚硬无比，但是破解机关以及解锁用的是巧劲，并不需要将其破坏。现在你知道看见了未来能如何了吧？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温阳倒也不愧是总部的御灵师，即使在灵性全失的情况下，他依旧很快镇定下来，目光闪烁，心中不断盘算。只见他双手猛打方向盘，企图给方修制造一点麻烦，然后自己再跳车。虽然灵性全失，但是身体的强度依旧远超普通人，即使从高速行驶的车辆上跳下，顶多轻伤，不会有生命危险。不得不说他计划的很好，但当他开始实施第一步时，这计划便胎死腹中了，因为他打不动方向盘。什么？他朝方向盘看去，只见竟有数根银色发丝紧紧地缠绕在上面，将其牢牢固定。不仅如此，甚至银色发丝们还不时地稍稍扭转方向盘，以此躲避前方的车辆。他想猛踩刹车，同样也是无用，刹车处有银色发丝的支撑，根本踩不下去，甚至车门也被封死了。要是能动用灵性，他自然能抗衡银色发丝，但现在灵性全失，如同普通人一般，根本就是瓮中之鳖，所有的反抗不过是徒增笑耳。最终，温阳只得一脸忌惮地看向方修。方修，你到底想干什么？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未来，那便应该知道我是严队长的人，在总部你若动了我，严队长绝不会放过你的。方修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根本没有接话，因为死人不配和他说话。他随意地操控着银发，将温阳藏在口袋中的手机夺了过来，彻底灭绝了对方所有的希望。该你干活了。方修说着，他将萧初夏从兜里掏了出来，放到一旁的座椅上。光华一闪 ，Q 版萧初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再度变为了之前青春高挑的模样。他出现之后，便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方修，带有些许的担忧。你到底在未来看到了什么？他可是总部的人啊，你不会是想杀了他吧？放心，他是叛徒，而且我不会杀他，会有人替我代劳的。听着方修平静的话语，温阳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妙之感。方修，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真是聒噪。方修直接操控着银色发丝，将他的嘴彻底封死，继而转头看向萧初夏，把他变成我的样子。萧初夏顿时一愣，看了看被控制的温阳，缓缓说道：我的谎言能力不是万能的，我可以改变自己，是因为我不会抗拒自己的能力，但要是改变其他人，首先这个人不能抗拒，一旦他心里抵触，难度将成倍上升。方修点了点头，这个简单，我不会让他抗拒的。话音刚落，他直接一记手刀打在了温阳的后脖颈之上，温阳顿时陷入昏迷。随后，方修直接入梦，编织出一个梦境，将温阳的意识牢牢锁死在他的身体之中。此时的温阳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植物人，明明能感知到外界，但却失去了对身体的所有掌控。现在对他释放你的能力，将他变成我的样子。另外，在他身体中创造一个虚假的人格，不需要多么复杂，能够操控身体，简单的交流即可。萧初夏点了点头，随即照做。他将手搭在温阳身上，口中不断呢喃。很快，光华从他身上涌出，缓缓将温阳覆盖。萧初夏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惨白下来。片刻后，他收回了手，而温阳也彻底变成了方修的模样，并且睁开了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如同一个机器人。而真正的温阳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方修等人操控，根本无力反抗。很好，方修满意的点了点头，将虚假人格的控制权交给我。一番操作之后，方修彻底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而他也变成了温阳的模样。对了，估计你肯定会死在严长寿的手里，
但你的灵性不能浪费，奉献给我吧。说着，在萧初夏震惊的目光中，方修的左手掌心裂开一道口子，露出狰狞的牙齿，要在温阳的身上无情地吞噬掉了对方所有的灵性。40%，方修的灵性已经达到了40%的地步，距离3阶仅差1%。这1%好似一道坎，明明吞噬了温阳近半的灵性就达到了40%，可全部吞噬之后依旧还是40%，看来还需要更高质量的灵性。安排好一切之后，车辆很快就到了之前隐蔽的关押场所。变化成温阳模样的方修押着变化成方修模样的温阳进入了关押场所，而萧初夏则是藏在了车上，没有跟随。随后的过程一如之前，那位会变成他人样子的御灵师再度出现，将手搭在温阳的肩头，缓缓变化成了方修的模样。方修对那人点了点头，随即便带着一脸平静的温阳离开了，直奔严长寿的庄园。由于已经走过一次，所以方修显得十分轻车熟路。他带着温阳进入餐厅，再度见到了正在吃人的严长寿。此时的严长寿还是那般优雅，只是温阳却和方修互换了样貌。严队长，方修带到。方修提醒道。严长寿不紧不慢地放下刀叉，又用洁白的餐布擦了擦嘴角嫣红的血迹，这才对着温阳笑道：“方先生，请坐。”虚假人格控制着温阳的身体，缓缓坐在方修上次坐的位置，与严长寿平静对视。而真正的方修则是直接退出了餐厅，离开了庄园。他回到车上，闭上双眸，侵入温阳的梦境。温阳的意识还在梦境中关押着，这里漆黑一片，唯有一张巨大的镜子能够看到外界的景象。他疯狂地拍打着镜子，拼命呼唤，想要提醒外界的严长寿，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方修的到来起了他的察觉，温阳状若疯狂地朝方修扑来，然而下一秒身子却被禁锢在原地。在梦境中，方修就是绝对的主宰。方修，你这个混蛋，你到底想干什么？温阳疯狂怒吼。方修的嘴角流露出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笑意，好好看着便是。外界，他给虚假人格灌输着指令，与严长寿对话。此时的严长寿依旧在装着优雅，脸上带着尽在掌握的神情，不时还会拿起一旁的水晶杯饮一口鲜血。方先生，请用餐吧，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所以我让你说话了吗？方修一脸平静地说道。严长寿顿时一愣，随即眼中浮现出一抹危险的神色。看来方先生还没有认清现在的形势，也罢，那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认清形势？不过是区区一个连人形都维持不住的废物。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原初面具是吧？可以，我这个人很好说话，只要你跪下来求我，给我磕3的响头，说不定我心一软，就把原初面具赏给你了。方修如是说道。此番话一出，不仅严长寿愣了，就连真正的温阳也愣住了。他的脸色狂变，已然明白了方修的真正目的。方修，你这个王八蛋，你想用这种手段害我，我要杀了你！温阳气急败坏，宛若只会狂吠的败犬。外界，严长寿瞬间暴怒，气得他连人形都维持不住了，直接半边身子化为诡异。哈哈，他怒极反笑，真是让人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预言家方修竟是如此狂妄之辈。让我跪下来求你，你现在生死尽在我手，还敢如此嚣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话音刚落，一道猩红的触手从严长寿身上激射而出，狠狠地插进温阳的左肩，钻心的疼痛直接传导到温阳的意识上。梦境中，温阳凄厉惨叫：“啊！方修，你这个王八蛋，你竟敢如此陷害我！”外界，方修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被洞穿的左肩，嘴角的嘲讽之色越发浓烈。就这，还想要原初？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配吗？混账！严长寿越发暴怒，今日我定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梦境，温阳看着暴怒的严长寿，脸色已经惊恐到了极点。不，严队长，是我呀！不要啊！嗖，数道触手从严长寿身上激射而出，落在了方修的身上。那触手犹如一柄柄小刀，不断地在方修身上切割，在血肉中肆虐。仅仅片刻，方修变成了一个血人，无数血肉裸露在外，甚至还能看到森森白骨。而神奇的是，方修的脸上没有痛苦，只有嘲讽，口中还在不断叫嚣：“你要是没吃饱，可以再吃点，夜晚长着呢，我就在这慢慢等你。”给严长寿气的已经快要失去理智了。他曾经折磨过很多人，但今天还是第一次碰到方修这样的人。这要是不看画面，单听声音，不知道的还以为方修才是那个处刑的人。嚣张，简直嚣张到无法无天。从一进门到现在的遍体鳞伤，反而越来越嚣张，哪怕身体残破了也丝毫不在意，就好像这不是他的身体一般。严长寿不断地折磨着方修，温阳则是不断地惨叫，疼得他意识体都开始扭曲，看着自己残破的身躯，他简直快要崩溃了。这就算日后夺回身体，这身体也算是彻底残废了。良久之后，严长寿已经停手了，因为他不敢再折磨了。方修身上的伤口太触目惊心了，他怕再折磨下去就给弄死了。然而方修依旧在叫嚣：“不会吧，就这？堂堂总部5大队长之一的严大队长，这就不行了？怪不得你当不上总队长，身化诡异换取力量，结果还是如此废物。”严长寿的脸上却闪过一抹冷笑：“方修，你不用再演戏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目的，你是想利用这种方式求死是吧？这样我就拿不到原初面具，很快你就会知道，你所受的折磨全都白受了。出来吧，去掌控他的身体。”随着严长寿一声令下，角落中浮现出一个惨白的骷髅头，下面连接着无数半透明的触手，它漂浮在半空中，然后缓缓朝方修飞去，最终落于头顶。触手不断游动，钻入方修的身体，而神奇的是，方修的身体上并没有触手钻入的伤口，仿佛是凭空融入一般。下一秒，虚假人格直接被诡异控制起来，然后开始拿原初面具。严长寿见到这一幕，眼中闪过一抹兴奋之色，
不自觉地用蛇一般的舌头舔舐嘴角。然后1秒、2秒、3秒，严长寿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暴躁以及狂怒。原初面具呢？愤怒的咆哮声几乎快要将房顶掀飞。那只骷髅头诡异缓缓离开方修的身体，虚假人格再度获得控制权，轻蔑的嘲讽之色再度浮现。面具？什么面具？哦，我想起来了，我好想忘带了。至于忘在哪里了，要不你跪下求求我，或许我就会想起来了。你找死！严长寿彻底失去了理智，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他，何时遭受过如此长达半小时的嘲讽？你骨头硬是吧？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骨头有多硬，我会把你带到处刑室，那里有我珍藏的数百种刑具，今天我会一一用在你身上。梦境中，温阳惊恐的脸色已经无法用言语去形容，他已经快要疯了。不，严队长，求求你不要啊！我不是方修，我是温阳啊！他的祈求根本无济于事，反倒是外界的方修，即便被带到了处刑室，依旧不改嚣张，不屑地扫视着琳琅满目的刑具，嘴中发出不屑的嘲笑。就这点破铜烂铁，还好意思珍藏？我看那个老虎也还不错，先试试它。方修甚至挑选起了刑具。不，求求你，方修，我求求你，不要让他再说话了。很快，梦境中回荡起温阳的一声声凄厉惨叫。不过他的惨叫传导出去，就化作了方修口中的叫嚣，而真正的方修则悄悄离去了。意识通过梦境回归自己的本体，不是他不想继续操控了，而是因为温阳的身体被折磨得太狠了，出现了应激反应，时不时的就会晕倒，所以他就走了。意识回归本体之后，方修顶着温阳的模样再度回了关押场所，而萧初夏则是被他揣进了兜里。片刻后，他领着变成自己模样的御灵师上了车。按照严长寿他们原有的计划，此时温阳应当将这个假的方修送回到酒店，留待明日刺杀总部部长。车子很快朝酒店方向开去，待到四周没有其他车辆时，方修的黑发直接变为银色长发，瞬间洞穿了假扮自己的御灵师。这位御灵师仅仅是个2阶，并且能力还是偏辅助，正面战斗能力不强，再加上他一直以为开车的是温阳，故而没有丝毫防备，被瞬间秒杀。秒杀之后，方修吞噬了他的灵性，并将萧初夏掏了出来。现在你变成我的样子，我将你送回酒店。萧初夏看了方修一眼，神色十分复杂。他虽然不知道方修这一晚上的所作所为是在干什么，但很显然是在暗中策划。他总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现在想下船也为时已晚，最终只得乖乖变为方修的样子，然后被送回了酒店。而顶着温阳模样的方修则是驱车前往总部。不过这次开车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手下，因为他不认识总部在哪。对于他前往总部这件事，手下根本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因为温阳之前抓了预言家方修，虽然是走个流程，做个笔录，但是于情于理都是要和总部汇报的。半小时之后，车子行驶到一处隐秘的军区，四周皆是高墙电网，还有无数全副武装的士兵巡逻。在温阳手下的带领下，两人穿过层层防护，最终进入总部。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汇报。方修对着手下说道。手下点了点头，默默在车子旁抽起了烟。这是方修第一次进入总部。总部的装修比想象中还要简单，就如同普通的办公场所，除了占地面积很大以外，似乎看不出什么不同。但方修却敏锐地察觉到，这里的守卫极其森严，到处都有各种先进的监视仪器，以及许多看不懂的心灵之钢刻画的隐秘纹路。此时已是深夜，总部之中依旧有不少办公室灯火通明，透过玻璃隐隐可以看到许多接线员在查阅着资料，以及与前线的御灵师沟通。诡异事件的发生可不分白天黑夜。总部统领全国御灵师，业务量自然不小。一路上，方修还碰到了不少与自己打招呼的同事，他也一一点头。等到人少时，他随意找了一个人问道：“部长还在单位吗？”“在呢，就在他办公室。”得知部长的位置，方修则开始在总部中寻找部长办公室。好在部长办公室比较显眼，倒也没费太多功夫便找到了。他走到办公室门前，里面隐隐传来一位醇厚低沉的男声，似乎在打电话。方修略微感知，发现办公室中似乎只有一个人。他微微皱眉，上前敲了敲门。片刻后，门内传来声音：“请进。”方修打开门进入其中，眼底微微波动，里面居然不是一个人，而是2个。宽大的办公室中，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端坐在办公桌后，而他的身侧则是站着一位身姿笔挺、身穿作战服的青年。这位青年面容刚毅，甚至偏冷，一双眼眸宛若鹰眼，从方修一进来便紧紧地注视着他。见到这两人，方修心中隐隐有了猜测。很显然，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就是调查局总部部长，而站在他身旁的应该是众生平等萧振华，除5大队长之外的另一位4阶御灵师。当初严长寿提及这些4阶强者之时，唯独着重说了2人，一位便是亚洲第一御灵师，拥有轩辕剑的方莫离，而另一位就是眼前这位萧振华。怪不得在门外感知不到萧振华的存在，看来此人的实力确实非同小可。温阳，你是来汇报方修一事的吧？我已经听说了，你做得不错，简单敲打一下就行了。总部部长淡淡的说道，他的神态间总带有一丝疲惫之色，显然这个部长不是那么好当的。在诡异事件越发激增的现在，一个普通人要管理全国各调查分局的御灵师以及诡异事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简单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那孙德华与方修无冤无仇，为何深夜上门挑衅？部长问完，便注视着眼前的温阳，等待对方的回答。然而温阳说的话却让他顿时一愣：“你就是总部部长？”此言一出，部长还未说话，他身旁的萧振华面色一沉，喝道：“你不是温阳，你是谁？”仅仅瞬间，一股磅礴的气势从萧振华身上升起，朝方修压去。方修当即感到自身灵性仿佛消失，不仅如此，就连诡异的力量也无法动用，那感觉像极了被注射了一灵剂。这就是萧振华的领域，众生平等吗？居然能让人失去所有的能力，就连诡异力量也是如此。
怪不得严长寿会忌惮他。他心中隐隐有了猜测，恐怕这一灵剂就是根据众生平等的原理制造出来的。而随着领域众生平等的生效，方修身上的伪装缓缓褪去，温阳的模样不复存在，显露出来的则是他本身的样貌。你是方修？部长一眼便认出了方修。他身为部长，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风头最盛的御灵师是谁，自然是以2阶御灵师的实力解决 S 级诡异事件的方修。正是。方修点了点头。见方修承认，部长眉头紧皱，似乎在思索他深夜前来的目的。片刻后，部长眉头舒展，温和一笑：方小友，你深夜至此，不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于未来中看到了总部的灭亡。方修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了最重磅的消息。你说什么？饶是身居高位的总部部长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也不禁色变。要是别人说出这番话，他倒也不至于失色，可他面前的是谁？是全国御灵师人才档案库排名前10，曾凭借预知能力解决过 S 级诡异事件，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预言家方修，是全国御灵师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某种意义，他的话就代表未来。方小友，此言当真？你真的看到了总部的灭亡？面对部长的震惊，方修依旧平静地点了点头。我的预知从未出错。虽然他没有看到总部灭亡的画面，不过一旦严长寿等人的计划实施成功，总部不死也会重伤。要知道，御灵师们都是不正常的家伙，一朝获得力量，心灵扭曲、桀骜不驯者比比皆是。总部拥有5大队长，外加萧振华，能够镇压一切别有用心之人。可一旦总部重伤，天下御灵师的心思自然就会浮动，外加国外御灵师蠢蠢欲动。可以说，这一战总部只能大胜，连惨胜都不行，不然就面临被瓜分的风险。随着方修的肯定，部长一时间沉默起来，他面沉如水，一双深邃的眼眸中有莫名之色在涌动。房间中陷入沉寂。片刻后，部长眼中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凝重之色，目光灼灼地看向方修。方小友，不知在未来中总部何时会灭亡？可是亡于诡异之手。方修摇了摇头，淡淡地吐出2个字：人祸。部长顿时瞳孔收缩，人祸？何人所为？面对部长的询问，方修却说了句不相干的话：听说总部给我的奖励是1件灵器。部长人老成精，自然听出方修话中的潜台词。他并没有反感，因为他很清楚这个消息价值不可估量，自然没有让别人白白提供的道理。不知方小友的意思是得加钱？哈哈，方小友果然快人快语。如果消息准确，那不只得加钱，还得加大价钱。总部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位功臣。不知小友想要什么？对于部长的态度，方修略微满意，倒也不愧是能当上部长的人，分得轻轻重。不急，等度过这次危机再谈报酬不迟。方修淡淡道。部长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他本以为方修会趁机狮子大开口，却没想到对方居然要事后再谈，且丝毫不怕总部反悔。部长的不知道的是，方修确实不担心总部反悔，因为他拥有掀桌子重来的能力。一旦总部反悔，都不用严长寿和扑克牌出手，他自己就能灭了总部，顺带灭世。办法也很简单，抬头看一眼天空即可，简称一眼灭世。方小友难道不担心事后你开价太高，而总部无力兑现的情况出现？部长略有深意说道。对此，方修的回答是：无所谓，我既然能改写总部灭亡的未来，反之亦然。方修，我可以把你的话当作是对总部的威胁吗？一旁的萧振华彻底忍不住了，出言呵斥。当方修做的起价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快忍不住了，现在更是出言威胁，完全背离了他心中的绝对正义。方修平静地看了萧振华一眼，丝毫没有将这位4阶强者放在眼里。他淡淡地回复道：可以。你，振华。部长低喝一声，萧振华只得含怒退下。呵斥了萧振华之后，部长非但没有因为方修的话语而动怒，反而目光中越发欣赏。部长很清楚，在如今日益严峻的诡异形势之下，不怕御灵师有脾气，就怕御灵师没本事。只要方修真的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别说狮子大开口了，就算是想逛总部的珍藏，他还得说一句请随意挑选。方小友，振华为人刚正，不太会说话，还请你不要在意。方修点了点头，他还不值得我在意。此言一出，萧振华差点没忍住就要动手，但在部长的眼神示意下，他还是忍住了。方小友，你的条件我答应了，现在你能说说你看到的未来了吗？总部将于何时走向灭亡？部长诚恳地问道。方修也没再卖关子，直接回答了4个字：就在明天。明天？部长神色一怔，眸底深处浮现出一抹不可置信之色。如果方修要是说几年以后总部因对抗不了越来越多的诡异而灭亡，他倒觉得有几分可信度。但是明天，如今总部有5大队长镇压天下，就算爆发 S 级诡异事件，也有一战之力，怎么看也不太可能会在明天灭亡。不过部长并未质疑，在他看来，未见全貌之前就急着质疑，只会暴露自身的浅薄。不知灭亡的原因是，总部有人与扑克牌组织里应外合，将于明晚对总部发起进攻。部长的眉头顿时深深皱起，陷入沉默。一旁的萧振华冷笑：方修，这就是你看到的未来？你认为不过是区区叛徒以及扑克牌组织就能灭亡总部？总部的底蕴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方修自然知道萧振华所说的底蕴是什么。轩辕剑，有这样的神兵利器在，总部确实有镇压天下的底蕴。倘若方莫离死了呢？部长和萧振华瞬间一惊。不可能。萧振华更是满脸不信，当今世上还有谁能杀了方莫离？方修没有解释，而是又道：不止方莫离会死，部长你也会死。部长的眉头越皱越深，眸光深邃，没人知道他的内心正在想什么。方小友，不知你是否看到了具体的未来？方莫离为何而死？他并没有问自己的死讯，反而更在意方莫离。方莫离是被严长寿杀死的。
方修不动声色地放出一个重磅消息。部长神色一变，难道你说的与扑克牌组织里应外合的人就是严长寿？不错，严长寿与扑克牌组织早已合作很久，甚至他已经完成诡异化。难道你们没发现严长寿出现在公众视线的时间越来越少？部长若有所思，经方修这么一提醒，他发现好像是这么回事。不过由于平时5大队长都很忙，他一直也没有在意。方修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严长寿的领域鬼门关中有扑克牌组织提前准备的无数诡异，甚至还有 S 级，并且他已经找人假扮成我的样子。等到明晚你为我颁奖之时，我的替身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你。当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之时，严长寿便会出手偷袭方莫离。方莫离一死，将无人能动用轩辕剑。在之后，扑克牌组织就会对总部发起进攻，届时失去最强战力的你们该如何应对无数诡异以及严长寿和扑克牌组织的人？此言一出，无论是部长还是萧振华都后背发凉。如果未来真的按照方修所说的发展，那总部就算不死也会被重创。部长沉默片刻，最终缓缓道，方小友，如果未来真如你所言，那我要提前感谢你，你的消息至关重要，这已经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我的预知你可以随意去证实，这么大的行动必然会有蛛丝马迹，相信以总部的能力很容易就会得到证实。不过证实之后你们打算怎么做？部长沉吟片刻，缓缓道，将计就计。方修眼中闪过一抹满意之色，部长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现在固然可以对严长寿出手，但隐藏在暗中的扑克牌组织怎么办？今日打掉一个严长寿，日后未必不会再出现什么李长寿、张长寿。关键还是在于扑克牌组织，这个组织隐藏很深，甚至拥有前往彼岸的能力，平日里不断在暗处搞事。这次总部灭绝计划虽然是危机，但也是将扑克牌组织一网打尽的机会。如果严长寿打算在颁奖典礼上偷袭方莫离，那反之我们也可以趁机偷袭严长寿，只要将其击杀，他便无法打开鬼门关，也就放不出诡异。届时总部只需要专心对付扑克牌组织即可。方修点了点头，替身已经被我解决，到时候我将亲自去接受颁奖，不会让严长寿察觉出异常。至于其他队长那边以及会场的防御问题，就需要你们去解决了。这个自然不是问题。很好，那就明天见。说完，方修起身就走，只给两人留下一道背影。待方修走后，部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加密手机，拨打了几个电话。半小时后，他得到了消息，眼中难掩震惊之色。他刚刚是给总部的隐秘部队打的电话，让他们去暗中调查严长寿。结果这一调查，果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而所有的迹象都隐隐与方修说的一致。他身为总部部长，自然不可能什么事都听别人随口一说他就相信，哪怕那人能预知未来，他也要百般确定才会相信。然而现在，他宁愿方修的预知有误，那样至少总部不用损失一位队长。可事实是，方修的预知就如同之前说的那般，从未出错。部长，难道萧振华有些担忧的看着一脸震惊的部长？部长却仿佛处于失神状态，口中喃喃自语：预言家方修果然名不虚传。部长，难道方修的预言成真了？可言长寿已经是5大队长之一，他为何要叛变？萧振华骇然。那是因为严长寿已经越发无法维持人形了，总部5大队长之一是诡异，你觉得天下人会允许吗？而且他还想染指总队长之位，这些理由还不够吗？部长的声音有些低沉沙哑。萧振华的脸色变了又变，最终杀意盎然。这些该死的蛀虫，明日我定要将他们全部铲除。部长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你说的没错，明日之战就是拔除这些蛀虫的时候。虽然总部即将少了一位队长，但却多了一个预言家，倒也未必是件坏事。不，岂止不是坏事，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方修的能力简直无法估量，今日如果没有他的预知，总部现在还蒙在鼓里，明天的现在，总部也将不复存在，届时全国都将陷入一片水火。如此说来，他也算是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全国。振华，如果明天出现计划之外的变故，你记住，一定要保住方修的命。部长，那您呢？萧振华脸色一变，部长却摇了摇头，我死了还会有新的部长，但方修死了，还有谁能看到未来？萧振华陷入了沉默，即便是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方修的价值太大了。今日他能凭借预知未来拯救总部一次，日后未必不能再拯救第2次甚至第3次。一处偏僻的小巷中，方修负手而立，目光深沉，45度角仰望漆黑的天空，而他的背后则跪着黑桃 AK。 当初他与黑桃 AK 约好了要在上京市碰面。大人，您召见我们，不知有何吩咐？黑桃 AK 沉声道，关于严长寿一事，你2人可有计划？方修背对两人淡漠道。黑桃 AK 对视一眼，黑桃 A 直言道，属下打算于明日调查局总部陷入混乱之际，伺机偷袭严长寿。哦，明日歼灭调查局总部，难道组织上没派给你们任务吗？回大人的话，我们的任务无非就是全力杀敌，制造混乱，明天总部定然大乱，到时候组织上谁还会注意我们？我们2人对大人您忠心耿耿，自然要先完成大人您交代的任务。黑桃 K 连忙表达着自己的忠心，在他们2人看来，确实也是如此。组织上派发的大任务就是杀敌，制造混乱，明天那么乱，谁能注意你出了多少力？但完成大佬的交代的任务就不同，你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大佬自然会看出他们的价值，给予提拔重用。孰轻孰重，他们还是分得清的。不错，方修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在你们忠心的份上，给你们指点一条明路。严长寿身边有一名手下，名叫温阳，人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其中一人可以装作温阳的样子，潜伏在严长寿身边，待到明日混乱之时，对严长寿以及他的手下动手。记住，组织不可能和严长寿共治天下，他不过是组织利用的一条狗。明日混乱之时，严长寿便没有了利用价值，那时就是他的死期。不只是他，连带着他的势力也要连根拔起。
黑桃 AK 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喜色。他们欣喜的不仅是刺杀严长寿变得更容易了，更欣喜的是被大佬的重视。大佬居然亲自出手，为自己等人铺路，这不是重视是什么？两人现在恨得为方修肝脑涂地。是大人，属下一定不会让大人您失望。方修淡漠的点了点头，随即又交代了一些关于温阳的注意事项，便让两人退下了。退下吧。是大人。随着方修一声令下，两人逐渐隐没在阴影之中。方修并没有问他们如何变化成温阳的样子，在他看来，扑克牌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要是连这点事都办不到，也就别混了。对方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总部，等着明日发起进攻，那必然有改头换面的本领，这就不是他操心的事情了。其实他今日叫黑桃 AK 前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两人去猎杀严长寿背后的势力。毕竟严长寿身为5大队长之一，手下还有不少人的。当然严长寿本人就不用他们管了，由总部去解决。安排好了一切，方修突然发现自己就好像一个幕后黑手，在严长寿、总部、扑克牌三者之间疯狂周旋，不断的以预知未来为幌子，改头换面，三方一起骗。明天就是三方碰面的日子，他竟隐隐有所期待，想想看看自己导演的一切能上演出一场怎样的好戏。很快，方修回到了酒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中，萧初夏已经变回了自己的样子，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整个人成一个大字形，嘴角还流着晶莹的口水。看着再度被弄湿的床，方修不禁怀疑世间是否存在命运一说，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即便死亡回荡改变了过程，仍改变不了床被弄湿的命运。啪！哎呦，谁打我？萧初夏疼的一下从床上惊醒，待看清是方修之后，不由怒目而视。你的任务已经结束，回你自己的房间睡去。方修平静道。哼，回就回，有什么了不起？你当我稀罕在你这睡啊？说着，萧初夏便气鼓鼓地从床上起身，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就要离开。而这时，等等！方修突然出言叫住他。萧初夏回过头，柳眉倒竖地看着方修，又怎么了？你想不想增加谎言的力量？萧初夏微微一愣，有些狐疑地看着方修。你想让我骗你？我带你去骗别人？别人？这深更半夜的，哪里还有别人？这就不是你需要操心的了。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睡觉。萧初夏越发迷糊，睡觉？那你干什么？我也睡觉。砰！萧初夏的美眸顿时瞪大。你想和我睡觉？不可以。砰！没等他说完，方修直接一记手刀将他打晕了过去。他实在懒得和这个女人磨叽。随后，方修缓缓闭上双眼，发动梦魇的能力，侵入到萧初夏的梦中。他要进行一个实验，那就是梦中骗人，将自己的能力与萧初夏的能力结合起来。如果试验成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梦中，萧初夏呆呆愣愣地站在一片虚无之中，整个人仿佛失去灵魂的木偶，一动不动。霎时间，方修闯入这片虚无，他看了看四周的虚无，以及傻子一般的萧初夏，心中了然。看来这就是人未做梦时的状态。四周没有场景，没有颜色，意识也是处于一片茫然之中。啪！方修打了一个响指，萧初夏如梦初醒，一双大眼睛中缓缓出现了神采。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因为他是被方修打晕的。这是哪？方修，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了？萧初夏对于这个陌生的环境明显有些害怕。这是你的梦里。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梦里？萧初夏看了看四周的虚无，明显有些不太相信。这很正常，通常情况下，人意识不到自己在做梦。我想起来了，刚才你突然出手把我给打晕了，现在又把我带到这种鬼地方，你想干什么？萧初夏突然警惕道。而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四周虚无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竟然变成了一间情趣酒店的房间。粉红色的灯光，水床，透明玻璃包裹的浴室，床上地板上洒满了玫瑰花瓣。啊！萧初夏瞬间惊叫一声，眼神中写满慌乱，犹如一头受惊的小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不要乱来啊！随着他越发慌乱，房间中竟开始出现皮鞭、手铐、蜡烛、制服。方修眉头微皱，当即冷喝一声：“够了！”随着他这一声冷喝，四周的场景顿时烟消云散。萧初夏愣了愣，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这是你的梦里，一切演化都会随你的心而动，现在停止你的胡思乱想。唰！萧初夏顿时俏脸通红，口中却死也不承认：“不可能，绝不可能！刚刚的场景肯定是你故意弄出来的。”嘴上虽然如此说着，但其实他的内心也开始动摇。不会吧，不会吧？难道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女人？嘴上说着不要不要，心里却很诚实。不可能，绝不可能！我才不会想和方修去情趣酒店的。我只是言情小说看多了，要怪就怪互联网太精彩。方修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而是淡淡道：“我将你拉入梦中，是为了在梦里实验你的能力。一会我会带你进入到其他人的梦里，你去欺骗他们，看能不能获取谎言的力量。”萧初夏狐疑地看了一眼方修，所以你打晕我就是为了做实验，不然呢？方修反问。萧初夏撇了撇嘴，并没有说话。然而他内心的想法全都映射在了梦里。只见四周的场景再度发生变化，竟变得仙雾缭绕，还有许多蟠桃树，其中有7个身穿古装纱衣的美丽女子正在采摘桃子。这时一只猴子突然出现，定！7位美丽的女子便被猴子定住，一动不动。然后猴子看都没看7位女子一眼，十分得意地去采摘桃子去了。方修淡淡地看了看这一幕，随即又看了看萧初夏。萧初夏只感觉尴尬的一批，连忙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走吧。随着方修一声令下，两人进入到了酒店中其他御林士的梦境中。这是一位面容普通的青年，属于仍在人群中都找不到的存在。
他做的梦也十分中二，梦见自己觉醒了无数能力，在总部装逼打脸，最后当上了总队长，左拥右抱，走向人生巅峰。你去骗他！方修指了指中二青年。萧初夏愣了愣，怎么骗？你行骗多年，还用我教吗？哼，说话真不中听。御灵师的是能叫骗吗？那是修行。萧初夏一边说着，一边朝中二青年走去。随着他的不断走近，渐渐的，他的身上开始散发出亿万道金色光辉，整个人缓缓升空，立于穹顶之上，神情庄严肃穆，端坐于一朵圣洁的金莲之上，宛若观音坐莲。方修已经给予了萧初夏一部分梦境的权限，所以他可以在梦里随意变化操控。叶天，萧初夏一开口，就好似有亿万人同时开口一般，恢宏浩荡，带有回音。中二青年顿时抬头看去，见到了犹如观音一般的萧初夏，整个人当场愣住。女菩萨，叶天，你是上天选中的天选之人，如今诡异乱世，民不聊生，拯救世界的重任就落在你的身上了。天选之人，叶天顿时满脸兴奋，我就知道。女菩萨放心，我一定会拯救世界。唰，萧初夏挥了挥晶莹如玉的手，顿时将一道金光打入叶天体内。叶天，这道无量功德金光将极大的提升你的潜力，让你拥有5阶之姿，记住你的承诺。说完，萧初夏的身形便缓缓消失，只留下一脸狂喜的叶天，口中不断呢喃：5阶之姿，5阶之姿，哈哈，我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5阶强者了。效果怎么样？方修问道。萧初夏一脸兴奋，嘻嘻，真是太有意思了。他竟然叫我女菩萨。我发现在梦境中，人们根本不会考虑现实，无论有多荒诞，他们很容易就会相信，这可比在现实骗人容易多了。我问的是你获得了多少谎言之力？梦境比现实好骗，这点方修早就知道，做过梦的人都知道，无论梦里多么荒诞，但你身处梦境之时，就会以为那是真的，似乎失去了判断真伪的能力。萧初夏略微感受，随即兴奋之色缓缓褪去。什么嘛，梦境里骗人获得的谎言之力，仅仅有现实中的1/10，这么点谎言之力，让萧初夏有些不满意。但方修却心中一动，他知道自己的实验成功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这也叫多？你还真容易满足，一个人才1/10，这就等于在梦境中骗10个人，才比得上现实中骗一个。方修淡淡的瞥了萧初夏一眼，你在现实中一天能骗几个人？萧初夏略微思索，看情况吧，运气好的话，赶上好时机，能骗几10个；没有机会的话，一天也就骗10几个吧。在梦境中，我一晚上就能让你骗数百乃至数千人。什么？萧初夏大惊失色，这么多人？方修平静的点了点头。以他目前的能力，梦境笼罩的范围还不算太大，但随着每晚坚持不懈的吸收恐惧，他所能笼罩的梦境将越来越大，有朝一日甚至能达到梦魇都达不到的层次。一旦笼罩全国乃至全世界，届时再利用萧初夏的能力欺骗全世界，到时候萧初夏恐怕会达到言出法随的地步，而他也将获取到不可估量的好处。干活吧！随后两人彻夜干活，不断的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梦里。这一晚，酒店中居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御灵师都不约而同的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了女菩萨，且都被赐下金光，拥有了5阶之姿。赐下5阶之姿这种事情，无论御灵师们第二天醒来是否当真都无所谓，因为资质永远是资质，根本没办法证实。你信？等你到了5阶，那就是女菩萨显灵；到不了5阶也没关系，基本御灵师也活不了那么久，长时间不进阶也就死了，死了自然没人质疑。次日清晨，方修与萧初夏同时从梦中醒来，萧初夏的俏脸之上满是兴奋，挥舞着纤细的小拳头。太棒了！睡这一晚上收获的谎言之力比我骗1个月都多。以你现在的谎言之力，能助我突破到3阶吗？方修问道。萧初夏顿时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好啊，我说你为什么非要我为你工作3年？原来你打的是这个目的。回答我的问题。手伸出来，我感受一下。方修伸出了手，萧初夏也伸出了白皙纤细的手掌，轻轻握住方修的手。他闭上双眼，细细感知。片刻后，他睁开了双眼，摇了摇头。不行，以现在的谎言之力还做不到，还得再继续几天。几天吗？方修目光闪烁，倒也不是太着急。比起大部分御灵师卡在2阶不得寸进，他至少几天之后就能轻易突破3阶。御灵师的每一阶都是质变，1阶能力凸显，2阶能力强化，3阶能力觉醒，4阶领域，5阶未知。对于3阶之后痛苦能力会如何觉醒，方修还是隐隐有所期待，因为这意味着他离让老婆感受痛苦更进一步。好了，我走了，下次再一起睡觉。萧初夏俏皮的眨了眼睛，十分满意的走了，那模样好像包了一碗难磨的富婆，扭着腰离开了。结果萧初夏一打开门，整个人直接愣住，只见门外正站着杨明、白起等一行人，甚至杨明还举着手正要敲门。修哥，该吃早大老黑，你怎么在修哥的房间？杨明等人皆是一愣，随即露出懂得都懂的神情。萧初夏的脸色有些许的不自然，但多年骗人的本能让他瞬间反应了过来，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这要巧啊，你们也是来叫修哥哥吃早餐的？不用叫了，我刚过来给他叫醒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杨明怪笑一声，贼眉鼠眼的不断在方修和萧初夏身上来回打量，显然根本不相信萧初夏的话。走吧。方修平静的声音响起，随即便跟着众人出了门。一行人用过早餐之后，便坐上了总部统一安排的车辆。总部一处宽广的基地之中，有这样一座专门打造的阶梯教室，为的就是承接这次培训。来自全国各个城市的御灵师陆续入场，人数不多，大约只有100多人。但这100多人都是御灵师中的精英，要么是自身能力具备极高的潜力，要么是自身实力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然而，御灵师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一旦放到一起，必然会产生矛盾。
当方修一行进入阶梯教室之时，只见第一排座位处已经有2名御灵师正在针锋相对。那是2名青年男子，一人负手而立，目空一切；一人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这是我的位置，滚开！弱者就该坐在角落。哦，连我的实力都感知不到吗？蝼蚁，感知？抱歉，我对弱者不感兴趣。哼，蝼蚁总是坐井观天啊！弱者只会自说自话。两人左一句蝼蚁，右一句弱者，虽然话语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倒也一般无二。不过一旁的吃瓜群众可是等不下去，打呀，打他妈的！你们俩逼逼半天倒是动手啊！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御灵师在一旁纷纷叫嚣，结果对峙的两人根本不为所动，反而不约而同地扫视四周，眼中带有淡淡的不屑。真是聒噪，当真吵闹！轰！两人所在的位置处突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火光，负手而立与双手插兜的两人直接被炸飞出去，并且衣服上沾染了火焰。两人大惊失色，连忙在地上打滚，这才将火焰扑灭。不过这番操作下来，之前的逼格也是荡然无存，满脸焦黑，头发眉毛都焦了，衣服也被烧掉几个大洞。只见那第一排最中间的座位上燃烧着一团人形火焰，待火焰缓缓散去，露出一位目光桀骜、身穿黑色休闲服、头发跟根立的精壮男子。男子的出现顿时引起众人的一阵惊呼。身化火焰，他是林天河。什么？他就是这次培训学员中唯一一位4阶御灵师林天河。一些没有听说过林天河名字的人，在听到4阶御灵师之后，顿时大惊失色。那可是4阶，与总部的队长一个级别的存在。要知道，4阶御灵师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就连总部也不过仅有5大队长这5位4阶而已。可没想到，全国分部之中竟也出了一位4阶。总部4阶的概念与分部4阶的概念可是完全不同。总部毕竟是总部，拥有的资源底蕴远超全国各地的分部，这也就意味着在分部的支持下突破4阶，要比在总部的难度更大。之前的弱者青年和蝼蚁青年本来扑灭火焰之后打算报仇，但是在听到众人的惊呼之后，便立刻打消了报仇的念头。哼，今日之辱，夜某他日定当10倍奉还。哼，30年河东，30年河西。林天河根本看都没看两人一眼，只当两人是个笑话。对于林天河坐在 C 位，即便是一众桀骜不驯的御灵师也不敢有丝毫意见。哇哦，修哥，学员中居然有4阶御灵师，果然不能小瞧天下英雄啊！杨明大为感慨。走吧。方修并没有在意这些人，而是平静地找了一个偏僻的位置入座。御灵师之间的小打小闹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在等待今晚的大戏上演。而就在他们入座之后，突然教室中的温度骤降，原本还算温暖的教室，气温竟直接达到0下。哒哒哒，高跟鞋的声音响起，众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门口。只见一位身材高挑、穿着紫色华贵旗袍、26、7左右的美丽女子款款走进教室。她面若寒冰，皮肤白皙，犹如刚剥开的鸡蛋，冰冷孤傲的眼睛仿佛没有焦距，瀑布一般的黑发倾泻而下，长发及腰。随着她步伐的挪动，旗袍开叉处隐约可见一条又长又细又白的大长腿。而随着旗袍女子的走近，教室中的温度越发低了。很显然，所有的寒气都是旗袍女子身上散发而出。很快，女子走上讲台，目光冰寒地扫视着众人，那冰冷的眸子犹如一柄尖刀，划过众人的心脏。一些吊儿郎当的御灵师都不禁正襟危坐起来，唯有坐在第一排的林天河，桀骜不驯的眼眸中挑起一抹感兴趣的神色。蓦地，旗袍女子开口了，她轻启朱唇：“洛清心，浮生若梦小队队长，同时也是你们这些课的老师。”人群中顿时出现几道低声惊呼：“他就是总部5大队长之一的洛清心啊！我听说总部只有5个可以自己起称号的队伍，而她就是5大队长之中唯一的女性。今日一见，没想到人家不止实力强大，居然还这么漂亮。是啊是啊，就是太冷了点，妥妥的冷美人。凭什么5大队长就一个是女性？这不公平！去，打拳上旁边打去，别影响我们看美女。”角落中，方修平静地注视着洛清心。又一个队长吗？这是他除了严长寿以外见到的第2个队长。能改变4周温度，能力和冰有关吗？一旁的赵浩自从洛清心出现之后，一双眼就跟被磁铁吸住了，目光落在洛清心身上，拔都拔不出来。修哥，我好像又恋爱了。你一天恋爱800次。胖子比喻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老最近一次恋爱就在不到1小时前，吃早餐时对象是餐厅的服务员小姐姐。你懂什么？我上次是开玩笑，这次是真的，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你不懂。赵浩看似在反驳胖子，然而却根本没看胖子一眼，一双眼睛还系在洛清心的身上。还怦然心动？我看你以后心脏骤停了都不需要起搏器，看两眼女人就能心动了。哎，胖子，你还别说，别人肯定不行，要是日天这小子，说不定真可以。杨明煞有其事地附和道，唯有萧初夏在一旁小声的嘀咕：“浮生若梦，好中二的名字。”讲台之上，洛清心秀眉微皱，安静。随着他的话，场中温度再度骤降，同时也彻底安静下来。先说第一件事，总部规定，培训学员之间不得内斗。你违背了规定，去后面站着听课。洛清心指了指第一排 C 位的林天河，众人顿时一片哗然。他们没想到洛清心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林天河。对于洛清心的做法，方修并不意外，因为他早就从严长寿口中得知，5大队长上课的目的，除了培训以外，还有就是震慑这帮来自全国各地的御灵师。要不然晚上部长讲话发言之时，不知道会有多少刺头蹦出来。而立威的最好对象，自然就是学员中唯一一位4阶御灵师林天河。面对洛清心的话语，林天河并未起身，反而微微一笑：“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话音刚落，林天河的脸色顿时一变，
因为他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气从四面八方将自己包裹。只见他所在的位置、地面、桌椅乃至空气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哼！他冷哼一声，轰！浑身上下猛地爆发出熊熊烈焰，他瞬间变成一个火人。然而，诡异的事情出现了，他的火焰竟然也开始结冰。那种神奇的景象让众人纷纷震撼。他们何时见到过包裹着火焰的冰块？林天河的脸色越发难看，低喝一声，领域展开，天地熔炉。随着他一声令下，四周的温度突然升高，教室中竟凭空出现一座座火山的虚影，并且都处于喷发状态，好似要将教室变成火海。在场的御灵师们无不惊骇色变，下意识的就想跑。这就是四阶御灵师的恐怖实力吗？居然能凭借能力影响现实环境！无数人开始惊呼。正在众人慌乱之际，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冰封灵域！唰！四周的火山虚影瞬间消失，仿佛被什么东西压制了一般。而空气中凭空出现鹅毛般大雪，整个教室瞬间变成一片雪白，墙壁、地面、天花板、桌椅，一切的物体皆被寒冰覆盖。众人好似来到了冰雪的世界。而林天河则是腾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满脸的不可置信之色。这不可能！同为四阶，你居然能压制我的领域？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洛清心清冷的声音传遍全场，他走下讲台，一步步朝林天河走去。锋利的高跟鞋踩在洁白的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而随着他的走来，林天河骇然地发现一股刺骨的寒冷自脚底板传来。低头一看，原来不知何时自己的双脚已然结冰，与地面上的冰连接在了一起。这一刻，他彻底慌了，也彻底明白了总部5大队长的分量。虽然你我都是4阶，但我与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是能力到了4阶，所以才成为4阶。随着洛清心清冷的话语，林天河身上结冰的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下半身完全化作冰雕。而我是因为现阶段最高只有4阶。他走到了林天河面前，清冷地注视着对方脸上的惊恐。咔嚓咔嚓，冻结的声音不断传来。此时的林天河只剩一个头颅还未结冰。我现在去后面罚站还来得及吗？林天河抢笑道。你说呢？下一秒，林天河的头颅也被寒冰封住，整个人彻底化作一座冰雕。就罚你这节课冻着。课。随后，洛清心清冷的美眸扫视众人，淡淡道：还有想冻着听课的吗？场中一片死寂。御灵师虽然大多性格扭曲，但性格扭曲不代表人家是傻子。连学员中最强的林天河都被冻成冰雕了，谁还敢惹洛清心？还真有人敢！我想冻着听课。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纷纷回头看去。只见赵浩站了起来。胖子，卧槽！日天，你是真的萌！杨明，卧槽！日天，你是真的萌！相比这两人，白起显得有素质多了。他面瘫一般的脸上浮现出震惊之色，看着昂首挺胸的赵浩，最终吐出2个字：牛逼！赵浩这一战算是在学员中一战成名了。不是，这哥们谁啊？怎么这么火？找死也没有这么找的吧？不管他是谁，从今天起他就是我的偶像了。洛清心看着赵浩，微微皱眉。洛老师，我叫赵。赵浩的名字刚说了一半，瞬间一道寒气袭来，整个人直接化作一座冰雕。看到这一幕，萧初夏笑得前仰后翻，捂着肚子直呼肚子疼。赵浩之所以会如此，始作俑者就是萧初夏。他告诉赵浩，追求女生的第一步，首先要让对方记住你。还有什么比这种时刻更能让洛清心记住的吗？你想想，当所有御灵师都不敢出声的时候，你突然站起了来，是不是显得特别勇敢，特别引人注目？然后赵浩就信了，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一幕。冻结了赵浩之后，洛清心没有再问还有没有人想冻着听课。显然他也意识到都是御灵师的学员们，脑子可能不太正常，再问下去，说不定会有人觉得好玩，又站出来。他回到讲台之上，开始了今天的第一课。刚刚我所施展的力量名为领域，这便是4阶御灵师独有的能力。当你们达到4阶之后，便可以将自身能力化作领域。你们之中有不少3阶御灵师，好好感悟领域的力量，或许对你们未来的进阶有所帮助。他话音刚落，不少御灵师露出若有所思之色，开始细细感悟四周的寒冰。不少人强忍着寒冷，将手放在冰面之上，感受寒冷中蕴含的领域之力。更有人直接伸出舌头去舔冰面，然后舌头被粘在了冰面之上，下不来了。方修感知眼前的领域，发现这些寒冰之中似乎都蕴含着若有若无的灵性，正在以某种玄奥的规律运转。骤然间，他的左手裂开一道口子，饕餮之口顿时浮现，对着寒冰一咬，如同吃豆腐一般，那些坚不可摧的寒冰直接被咬下了一块。随着冰块被吞噬，一股玄之又玄的感悟涌上心头。方修的双眼中闪过一抹明悟之色，这就是领域吗？果然，知识来源于吞噬。他的饕餮之口如同尝到了甜头，竟有些蠢蠢欲动。这时，他清晰地感知到了一道清冷且略带诧异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而目光的来源正是洛清心。方修并没有在意，这些队长们肯定早已按照何部长通过气了，他们自然不会做出任何让自己引人注目的事情。连领域都能吞噬吗？倒也不愧是饕餮之口，只不过以现在我的实力，大概只能吞噬这种静止状态的领域。一旦洛清心处于攻击状态，恐怕根本来不及吞噬。也罢，如今正好借此机会多多吞噬一些。于是，方修无视洛清心隐晦的目光，将手放在冰面之上，饕餮之口贪婪地吞噬着冰封领域中的寒冰。随着寒冰吞噬的越多，他眼中的明悟之色越发浓烈。长时间这样吞噬下去，4阶的秘密将在他眼中荡然无存。讲台上，洛清心正在讲解着关于4阶的感悟，然而方修一个字也没听，因为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靠从外界听来的，而是要自己主动汲取。随着他不断的吞噬，洛清心看向他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虽然每次都是好似无意的扫视，但一连扫视数次，这让同为女人的萧初夏立刻警觉。她将头悄悄凑了过去：“修哥哥，我怎么感觉洛姐姐总在偷看你啊？”闭嘴！萧初夏当即小嘴一瘪：“修哥哥，你是不是喜欢洛姐姐啊？也是，毕竟洛姐姐那么优秀，人长得又漂亮，能力还出众，不像我。”滚！你，哼！这时，洛清心突然挥了挥手，随着他的动作，场中的寒冰瞬间消散一空。只听他清冷道：“每个人的领域都不相同，你们可以借鉴，但不能一味模仿，不然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路。为了防止对你们的前路造成过多的影响，领域我就先收回了。”冰封灵域被收回，方修的饕餮之口也顺势关闭。接下来，他又讲了一些关于四阶的知识，便下课了。哒哒哒，锋利的高跟鞋落在地面的声音逐渐远去。随着洛清心的离开，被冰封的凌天河也缓缓解冻，但赵浩依旧被冰封着，没有丝毫解冻的趋势。两者对比，惹得杨明等人哈哈大笑。日天，你这是被针对了呀？也是，谁让你非要挑衅洛清心的权威呢？人家刚立完威，你就非跳出来，这不是找倒霉吗？课间休息时间，可能由于洛清心的震慑，原本这些桀骜不驯的御灵师们，居然罕见的没有聚众闹事。很快，第二节课开始了。这次进来的居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一个27、8岁，身穿简单的白 T 恤、修身牛仔裤的温柔女子，推着一个20左右、顶着鸡窝头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两人的搭配十分抢眼，一个温柔得体，宛若邻家大姐姐；一个衣着散漫，头发乱糟糟的，还戴着笨重的黑框眼镜，如同宅男。最关键的是，这位宅男的轮椅好似经过特制，居然还自带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台十分炫酷的笔记本，24色氛围灯异常的浮夸。随着两人的进入，全场御灵师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二人的身上。女子被这么多人注视着，脸色微微红润，略微低着头，将轮椅推上讲台。男子则是一脸兴奋地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两只手犹如弹钢琴一般敲击着键盘，完全沉浸在忘我之境。小天，小天！女子轻声呼唤两声，但男子充耳不闻。女子越发窘迫，用力推了推名为小天的男子。小天这才一脸不耐烦地从游戏世界回过神来。又怎么了，小兰姐？我不是吃过早餐了吗？女子顿时脸色一黑，强忍着怒火没有发作。到教室了，这节课该你讲课了。啊！小天眼中闪过一抹茫然，这才抬起头看了看四周，怎么这么多人？该你上课了，你快点，拿我给你准备的稿子念吧。稿子？我忘在家里了。什么？女子再也忍不住怒火，彻底爆发了。熊天广，出发之前我怎么交代你的？我知道你不会讲课，特地通宵给你写的文稿，你居然忘带了。随着熊天广这个名字一出现，学员中立刻引起阵阵惊呼。不会吧，这个宅男就是英雄小队的队长熊天广？就这还英雄？操！我以为的英雄是历史中的那些强人猛将呢，搞了半天居然是游戏中的英雄。熊天广带给众人的落差太大了，他们本以为英雄小队的队长是一位力能刚鼎、肩能扛马、虎背熊腰的猛将，谁成想居然是一位沉迷游戏的宅男。宅男也能当总部队长？就这，我上我也行啊！众人话虽如此说，但真让他们上前挑衅，还真没人敢。要是没有洛清心的威慑，说不定现在就有人上了。但有洛清心在前，众人又不是傻子，也不是酒肉之鱼，自然明白什么叫做人不可貌相。虽然熊天广看着跟个废柴宅男似的，还是个瘸子，但既然人家能当上总部队长，就肯定有两把刷子。小兰姐，安了安了，不就是上课吗？我不用稿子也能上。熊天广说着，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将电脑放在讲台之上，一阵捣鼓。众人这才发现，原来熊天广根本不是瘸子，不是瘸子还坐轮椅，轮椅上安装电脑，这特么不就是为了随时随地打游戏吗？片刻后，熊天广兴奋地坐在电脑前，拿起了一旁的话筒。喂，听得到吗？嚯，声音真大，喇叭的声音传遍整个阶梯教室。那个我叫熊天广，英雄小队的队长，今天我就不给你们讲诡异啊、御灵师啊之类的课了，想必其他队长都会给你们讲的。我要讲就讲点不一样的，保证你们从其他队长那学不来的。嘿嘿，他这嘿嘿一笑，在场的御灵师们非但没有丝毫期待，反而隐隐心生不妙之胆。果不其然，随着熊天广在键盘上一阵敲击，他身后的大屏幕顿时亮了，上面赫然是游戏选人界面。今天我的课就是峡谷千分王者教学。众人，哪怕众人都是性格古怪的御灵师，但还是无法应对如此突变的画风。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正当众人怀疑这可能是熊天广开的一个不那么好笑的玩笑，结果人家真的当着所有人的面打起了游戏。一开始还真像模像样的教学了两句，这个英雄的特点啊，该带什么符文，出什么装备。然而等打着打着，他就彻底沉迷进去。上啊，开团啊！不是你怕个锤子，你一个肉坦不开团，等我刺客开啊！推塔呀，越塔干什么？这是推塔的游戏。对面两个来抓我，你们4打3都打不赢，野区拴头猪都你强。众人10分钟之后，终于有人忍无可忍了。一位留着墨西干发型的男子站了起来，喂，我来总部是参加培训的，可不是来看你打游戏的。熊天广，哈哈，会不会玩？会不会玩？5个打1个还被我反杀。墨西干男子，喂，我和你说话呢，听到没有？熊天广，你秀啊，你继续秀啊，怎么不秀了？墨西干男子彻底怒了，他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声，怒火直冲脑门。一气之下，他竟拿起桌上的矿泉水瓶朝熊天广扔去。下一秒，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大屏幕之上的游戏画面中，一位原本正在行进的英雄居然猛地回头，
对着屏幕外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唰，剑光闪过，一道由剑气组成的风墙竟凭空出现在熊天广的身前。那矿泉水平静直撞在风墙之上，砰！水瓶瞬间爆裂，像是中了千刀万剐一般，化为齑粉。墨西干男子顿时僵在原地，全场御灵师皆是大惊失色。方修眉头微皱，看了看缓缓消失的风墙，又看了看游戏画面中的人物，目光中流露出一抹思索之色。游戏现实化吗？这就是熊天广的能力。因为极度沉迷游戏，所以觉醒出与游戏有关的能力。刚刚发生的一幕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熊天广打游戏，他甚至头都没有抬一下，依旧沉迷。只不过这一次，整个教室中都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只有熊天广打游戏的声音。众人不是傻子，这次出来的是风墙，那下次会不会直接出现游戏人物？御灵师们在自以为是，也不认为自己可以打过游戏中的幻想人物。就这样，众人生生看了熊天广打了1节课的游戏，等着下课时间一到，名为小兰的女人便头也不回地推着熊天广走了，似乎觉得有些丢人。待熊天广走后，总部的工作人员便出现了，带领着众人去吃午餐，一切都显得如此的平和，就好像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培训。众学员中也唯有方修知道，夜晚才是腥风血雨的开始。许多大事的发生，往往都是在这般平和且与往常没什么不同的一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浩没有吃午餐。下午，众人继续上课，这次来的人还算比较正常，是一位身材不高但却十分精壮的中年男子，留着粗犷的胡子，满脸的彪悍与铁血气息。与洛清心与熊天广相比，中年男子显得岁数要大了许多，30多岁的年纪，腰杆笔直，似乎是刑武出身。他一上台，没有丝毫多余的废话，一双虎目扫视全场，属于4阶御灵师的威压掺杂了狂暴的杀意，席卷整间教室。凡是与之对视者，皆感到如同被猛虎盯上一般，从心底里感到恐惧。都他娘听好了，老子是李笑如，现任小队队长，但是老子不喜欢别人叫我队长，要叫就叫将军，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不少御灵师连忙回答，皆感到一种被军训的恐惧。没吃饭吗？大点声。听明白了。很好，老子平时忙得很，没有太多功夫教你们这群新兵蛋子，下面我就简单的传授几点对付诡异的经验，都竖起耳朵听好了，这可都是老子历经生死总结出来的经验。众人纷纷竖起耳朵，不知为何，总觉得李笑如说的话很让人信服。虽然他粗犷，虽然他名字与人不搭，但就总感觉对方很有实力的样子。李笑如满意的点了点头，所有人都记住，面对诡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萌。萌。众人眼中浮现出无数问号。没错，就是萌。古人云，真的猛士敢于直面诡异，真的猛士敢于硬闯鬼域， S 级诡异宁有种乎？生当作猛士，死亦为猛鬼。众人刚听2句还觉得慷慨激昂，可是越听越不对劲，脸色也越古怪。我怎么感觉这位李将军好像有点文化，但又不是很多的样子？萧初夏在一旁吐槽道。杨明等人纷纷点头，深感认同。就这样，这节课众人完全就是听李笑如拽文，明明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但这位李将军却丝毫不自知，自我感觉良好，越说越起劲，那模样简直恨不得现在就先杀几个诡异助兴。1小时后，严重脱堂的李将军被工作人员拉了下去，而这次上台的则是方修的老熟人严长寿，一身得体且充满质感的燕尾服，手持木质镶金手杖，优雅且从容地走上了讲台。但从卖相来看，严长寿绝对是比前几位更像正常人，毕竟前几位一个冷，一个宅，一个猛，唯有他像是一位优雅的绅士。只有方修知道，越是表面看上去像人的，反而更加的不是人。可能是人越缺少什么，就会越在意什么，然后刻意的去装模作样，将自己所缺少的表现出来。严长寿正是如此，他这一节课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就是认认真真的讲课，并且讲的知识也很吸引众人的注意。他讲的是诡异，从外在到解剖，他列举了许多诡异的种类，将自己解剖的实验结果呈现给众人。许多御灵师杀了不少诡异，但今日才算是真正的了解诡异。严格意义上来说，严长寿的课干货满满。最后一节课正是号称亚洲第一御灵师的方莫离，然而奇怪的是，方莫离却并没有出现。很快，工作人员到场，一脸歉意地对着众人道歉：“不好意思各位，方队长临时有事，这节课暂时取消，现在大家可以休息1个小时，1小时之后总部部长将做总结发言。”听到方莫离来不了的消息，不少人开始抱怨，因为好多人都是冲方莫离来的，亚洲第一御灵师的名头不可谓不响亮。这个消息让方修暗暗皱眉，是出了什么变故，还是总部故意为之？表彰大会反偷袭严长寿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非方莫离莫属。拥有轩辕剑的他，战力当属总部乃至亚洲最强，由他出手，自然万无一失。可现在方莫离却连课都没上。猜测片刻，方修便不再猜测，反正方莫离来不来上课都无所谓了，就算计划出了变故，大不了就是再次回档，重新制作计划便是。莫一会功夫，学员们都去外面的操场活动去了。这时杨明凑了过来：“修哥，咱们也走啊，我正好出去抽根烟。”方修点了点头，或许从外面走走，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正当众人要离开之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道不断打战的声音：“等，我！”众人回头，发现正是解冻的赵浩。此时的他脸色惨白，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颤抖，头发、眉毛、眼睫毛上还挂着雪白的冰霜。看到他的这副惨样，萧初夏等人十分不道德的大笑。结果谁知赵浩竟也跟着笑，笑得还挺开心。“日天，你小子冻傻了呀？怎么这么开心？”杨明诧异道。赵浩哆哆嗦嗦地回答道：“嘿嘿，我和林天河都被冻了起来，
为什么就我动的时间长？这说明青青更在意我。完了，真的冻傻了。杨明摇了摇头，彻底没救了。萧初夏摇了摇头，你们懂什么？被充满清新体香的冰块包裹，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众人，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赵浩究竟是如何在冰块中闻到体香的。量子体香，就因为冰块是洛清心弄出来的，所以按照量子纠缠的原理，上面肯定带有他的量子体香。不过好在众人早就知道赵浩是变态，倒也没有太在意他惊天动地的言论。时间很快来到表彰大会，不过表彰大会的地点不在阶梯教室，而是转移到了一间总部专门准备的大型会场。这里守卫森严，会场外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枪中皆装有灵性子弹。这还仅仅是明面上的防御力量，经过方修提醒的总部肯定还准备了不少力量藏在暗中。众御灵师进入会场，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纷纷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经过几位队长震慑的御灵师们，如想象中的一般，现在一个个十分老实，尤其在感受到会场肃穆的气氛之后，也开始正襟危坐起来。这种严肃的气氛，在其他几位队长同框出现时，达到了最巅峰。洛清心、熊天广、李孝如、严长寿，但仍然不见方莫离。方修眉头微皱，看来果然出变故了。方莫离是关键的一环，因为严长寿等人最忌惮的就是轩辕剑。方莫离不出现，严长寿偷袭谁去？偷袭不成，他们肯定会改变计划。方修并不喜欢这种超出掌控的感觉，因为这意味着他又要再死一次。很快，总部部长出现了，他身后紧跟着一脸严肃的萧振华。萧振华十分低调，跟在部长身后，一双樱目不断地扫视四周，似乎在排查可能存在的危险。在场的人除了高层，几乎很少有人认识萧振华。他不像武大队长那般出名，但实力却丝毫不弱于武大队长。这很正常，就如同电视上一些大人物出席时，人们的目光永远是聚焦在大人物的身上，而很少有人去关注他身后的保镖。再加上萧振华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关注他的人就更少了。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知道他的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下面有请总部部长讲话。在工作人员的主持下，部长步伐沉稳地走上了发言席。他扫视一圈四周，看了看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位精英御灵师，又看向主席台之上并排而坐的4位队长。而就在4位队长中间空着一个位置，正是方莫离。见到这一幕，部长不由眉头一皱，不过他很快压下心中情绪，对着话筒沉声道：诸位，你们都是各地调查局中的精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首先我代表总部欢迎诸位的到来。下面我简单强调3点：一是要提高认识，鉴于全国诡异形势越发严峻，要坚决摒弃麻痹大意侥幸思想，充分认识到。砰！部长正说话间，会场中突然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众人被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敌袭。会场中无数荷枪实弹的士兵举起手中的枪，咔嚓咔嚓，到处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只见一道剑光飞入会场，那是一名神情淡漠、剑眉朗目的白衣男子，脚踩一柄暗金色的长剑，背后还背着一个长方形暗金色的剑匣。见到来人，士兵们顿时松了一口气，解除戒备。唯有部长面沉如水：不好意思诸位，我来晚了。白衣青年脚踩飞剑，立于众人头顶之上，淡淡道：方莫离，你知不知今天开会？你干什么去了？部长一阵咆哮。路上被一只 A 级诡异耽搁了几分钟，一时手痒，一不小心就多陪他玩了一会。方莫离的语气十分轻描淡写，仿佛 A 级诡异在他手中仅仅就是玩具。众人听到这番话纷纷哗然，不愧是亚洲第一御灵师，竟把 A 级诡异当成玩物。但部长听完方莫离的解释后，不仅没有丝毫喜色，反而怒火更盛。是吗？你这2天不是一直在总部闭关，美其名曰物件，那我问问你，你从哪碰到的 A 级诡异？哪个部长演的 A 级诡异敢来总部？方莫离哪怕被拆穿，依旧神色不变。这是我的座位吗？嗖！剑光疾驰，一道白衣身影悄然落在主席台之上，端坐于其他4大队长中间。部长，你可以继续了。部长顿时黑脸，不知道还以为方莫离是部长呢。对于方莫离的出现，其他4大队长表情各有不同。洛清心神色冰冷，视若无睹；严长寿面带优雅微笑，眼底深处却闪过一抹忌惮。李孝如则是不屑冷哼：哼，还是那么骚包。熊天广，人头狗，叫你帮忙你不来，我稳杀的你过来抢。部长强压下心中的怒火，毕竟现在人多不好发作。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开始演讲。2是要抓好落实，3是要压实责任。部长的长篇大论让一众御灵师们听得昏昏欲睡。说的那么长，其实就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现在诡异越来越多，大家都要加倍努力，好好培训，提升实力，对付诡异。方修看着主席台上的5大队长，若有所思。他本以为是出了什么意外，导致方莫离来不了了，现在看来根本没有意外，只是方莫离想要万众瞩目，压轴出场，所以故意晚来，然后御剑进入会场，装个大笔。果然，5大队长也没一个是正常人。洛清心看似是座冰山，实则内心中二。浮生若梦这种对名小学生都嫌幼稚，也就大学生能取出来。熊天广重度游戏宅，女人只会影响放技能的速度。李孝如粗鄙话痨，有点文化但不多。方莫离高冷装比男，没有也硬装。严长寿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不是人了。不过无论5大队长再奇形怪状也无所谓了，计划依旧稳步进行就可以了。1个小时之后，部长的讲话终于接近尾声。说到这里，想必诸位也听说了前不久绿藤市出现的一起 S 级诡异事件。萧初夏赶忙在一旁小声道：修哥哥，这是在说你的世界啊，要给你颁奖了，你好厉害啊。方修没有理会他，而是做好了上台领奖的准备。然而这件诡异事件其性质之恶劣，罪行之严重，前所未有，
整个绿藤市损失惨重，这其中固然有 S 级诡异强大的缘故，但同时也侧面反映出调查分局对于这种全市范围的突发事件没有做过应急预案，没有事先。半小时之后，方修，绿藤市调查局的调查员，同时也是本次事件最大的功臣。修哥哥，终于到你领奖，这部长太能说了，都快给我说睡着了。萧初夏打着哈欠吐槽道。方修微微皱眉，他在想，部长这么能说，是不是想通过这种念经的方式将严长寿弄困，降低警惕呢？还是说，部长平时开会就这样？正当方修再次准备上台领奖之时，方修凭借卓越的预知未来能力，以及一位调查员应有的素养与决心，不顾生死，心怀万民，拯救绿藤市于水火。听到这，方修本就不多的耐心被彻底耗尽，竟在部长的激情演讲中，直接站起身来，径直地朝着台上走去。原本快睡着的众人见到方修登场，顿时纷纷来了精神。就连主席台上的严长寿也是如此。这次幸亏他早有准备，知道每次部长开会时间都很长，为了维持人形，他特地提前吃下了特制的药剂，一直强行压制体内的诡异力量。不过现在都快2个小时了，要是再不颁奖，他都快压不住了。看到方修主动上台，他眼中闪过一抹满意之色，内心中对下属的做法很是赞赏。部长一见方修朝自己走来，连忙改口，下面有请解决 S 级诡异事件最大的功臣预言家方修上台领奖。他话音刚落，方修已然走到了他的面前。讲得不错，下次不要再讲了。部长神色不变，好似完全没听到方修的话，甚至还一脸微笑的拿出一个心灵之钢打造的通体暗金色的小盒子。方修，这就是总部对你的嘉奖，希望你再接再厉，里面装的是一件灵器，你可以打开看看。方修点了点头，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盒子打开。他很清楚部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励人心，让所有人看到总部对待功臣的态度，这样其他御林师们才会卖命。盒子打开之后，露出一枚质地古朴的青铜戒指，戒指造型十分独特，竟是龙形戒指。整个戒指就好像一条青铜浇铸的龙，首尾盘旋在了一起。最奇怪的是，这竟是一条双头龙，也就是没有尾巴，一条龙身，两头都是龙头，两只龙头咬合在一起，中间含着一颗嫣红的珠子，环成一只青铜龙戒。在部长的眼神示意下，方修缓缓戴上戒指。这一刻当真是万众瞩目，无数双眼睛都直直勾勾盯着方修的戒指，每个人都在好奇这枚戒指到底有什么功能。唯有严长寿暗自皱眉，怎么还真戴上了？赶紧动手啊！他就等着方修摔杯为号，然后再出手偷袭方莫离混在人群中的扑克牌组织，以及他自己准备的人就会一拥而上。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方修一个信号。此时的严长寿就坐在方莫离的左侧，两人之间的间隔不足1米，而且方莫离的轩辕剑是放在背后的剑匣中的，这个距离他有信心在方莫离拔出轩辕剑之前先将其重伤。但为了稳妥起见，严长寿还是想等方修杀了部长，在众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方修与部长身上之时再出手，以保万无一失。万众瞩目之中，方修稳稳地戴上了戒指。当戴上的瞬间，他立刻察觉到了异样。灵气果然与鬼气不同，这要是鬼气，戴上的瞬间就能感受到诡异力量的污染，可戴上灵气却只能感受到一股温和的力量，这让方修瞬间无感，打算等解决了严长寿与扑克牌组织之后，再向总部要点鬼气。方修，此戒在历史上的学名叫做金赞双龙系朱文戒，简称双龙戒，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能够储存。部长笑着解释道。听到这，方修还未有什么表示，在场的学员们倒是纷纷面露不屑之色，有的甚至暗骂总部小气，解决 S 级诡异事件就给个能储物的戒指。储物是挺神奇也挺方便的，但问题是对付诡异有个屁用。可随着部长接下来的话，众人这才意识到这枚戒指的价值所在。它不仅能储存物品，还能储存灵性，甚至能储存能力。你平日里可以每天往其中灌输灵性，亦或者将你的能力储存其中，等到与诡异战斗之时，一旦灵性耗尽，便可以直接调用其中的灵性以及能力。众人瞬间哗然，储存灵性和能力，这戒指有点逆天了。灵性是御灵师的根本，是一切能力的基础，而且越强大的能力，耗费的灵性就越多。试想一下，两位实力相当的御灵师战斗，双方陷入焦灼，灵性都消耗的差不多时，其中一个带着双龙戒，里面存在能够供应好几个自己的灵性，人家瞬间满灵性了，那还怎么打？甚至面对比自己强的敌人也不怕，只要实力差距不是太大，不是毫无还手之力，那就可以利用戒指中提前储存的灵性进行持久战，把敌人耗死。一时间，无数火热的目光集中在方修手上的戒指，甚至一些胆大妄为之辈已经起了歪心思。不过相比他们，萧初夏的心思最歪，别人抢好歹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他却想让方修白送，完全就是不劳而获。他感觉这枚戒指太适合自己，因为他的谎言能力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费灵性，撒的谎越大，消耗的灵性越多。如果能得到这枚戒指，那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灵性不够用了。他不禁开始盘算，要是方修拿这枚戒指和我求婚，我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听着部长的解释，方修心中一动，他隐隐感觉部长似乎在暗示什么。于是他将自身灵性探入双龙戒中，顿时见到了另一番景象，里面居然已经存好了能力，而且不止一种，足足有5种。他细细感知，赫然发现这竟然是4大队长以及萧振华他们的领域之力，分别是洛清心的冰封灵域、李孝如的无限纷争、萧振华的众生平等、方莫离的无尽剑域以及熊天广的召唤师峡谷。除了严长寿的鬼门关以外，总部4阶强者的领域之力都在其中。虽然这种储存的方式无法重复利用，5大领域也仅仅只能使用1次，但这可是5大领域之力，凭借这等力量，已然能够力敌一位4阶强者，甚至稍弱一点的4阶强者都能胜而杀之。总部这次的礼不可谓不重。方修平静地看了部长一眼，部长则是始终保持着微笑，眸光深邃，让人看不出在想些什么。
虽然两人近在咫尺，但并不存在影视剧中使眼色的桥段，两人表现的都如同平常一般，仿佛是第一次见面。方修已然明白了总部的用意，这分明就是想让自己在接下来的大战之中拥有自保之力。方修，对于总部的奖励可还满意？部长笑道。方修平静地点了点头。主席台上的严长寿越发焦躁，虽然他面上不动声色，但内心早已心急如焚。为什么还不动手？这时，方修突然开口了：“既然总部送了一份大礼给我，那我也送给总部一份礼物。”他平静的声音虽然不大，但足以传遍全场。方修的话一下子引起了众人的好奇，纷纷猜测他会送给总部什么礼物。主席台上的严长寿已经在心中破口大骂：“蠢货！刺杀讲究的是出其不意，故弄玄虚只会引起警觉。”他以为方修的礼物就是掏出匕首刺杀部长。哦，什么礼物？部长十分配合的好奇问道。一个消息，关于未来的消息。随着方修平静的话语响起，在场的御灵师们全都来了精神。传说中的预言家方修再现预言，对未来的预言，谁能忍住不好奇？这是人之常情，无论是御灵师还是普通人都是如此。普通人听到某位大师或者算命的算无遗漏，还不要钱，肯定都想着听一听。御灵师更甚，因为他们知道这世上存在特殊能力，确信方修100%能看到未来。大师有可能是假的，但预言家方修却是比真金还真，100%确定的未来，谁不想听？洗耳恭听。部长微微一笑，面露期待之色。其他人亦是如此，甚至交头接耳声都不自觉地停止，生怕听漏了一个字。我于未来中看见了死亡。死亡？部长眉头微皱，有些诧异。这个敏感的词汇瞬间挑动了众人的神经，要不是场景不合适，估计都会有人站起来问谁死了。不错，方修平静地点了点头。今夜将有一位大人物死去。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好奇心简直被勾了几点。有大人物今晚会死？谁？是谁？甚至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比如学员中唯一一位4阶强者林天河，莫名的有些紧张起来，隐隐觉得方修说的要死去的大人物就是自己。就连部长都大吃一惊，连忙发问：方修，你说的大人物是谁？部长算是问出了在场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唯有严长寿气的想杀人，他之前下达的命令中可没有这一项，就是最简单最朴实无华的刺杀。只是当他注意到自己身边的4大队长全都身子微微靠前，一副聚精会神认真倾听的样子之后，他愣了。此时就连一直表现得漫不经心的方莫离都被方修的话语所吸引，甚至沉迷游戏的熊天广在游戏人物在泉水复活的间隙都将头从电脑后面露了出来，好奇地看着方修。严长寿顿时心中大喜，好，干得漂亮，不愧是我的手下。他已经明白了方修的计划，假借预知未来之名，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一位大人物将于今夜陨落，这个消息谁听了不迷糊？甚至他都猜到了方修接下来要说什么，肯定会说那位大人物就是部长你啊。然后在众人大惊失色中，一刀刺入部长的心脏。这一刀下去，全场都会震惊慌乱，届时就是自己出手偷袭的最佳时机。此时此刻，无论是敌人还是总部的人，都在等着方修说出那位大人物的名字，双方都在等待一个信号。方修在万众瞩目之中，嘴唇轻启，平静的声音传遍全场：那位大人物就是你，严长寿。哗！全场犹如滚烫的热油中倒入一滴冷水，瞬间炸裂。严长寿直接呆愣当场，心中演练千遍的计划被当场打乱，哪怕是他在听到这句话的片刻，都不禁有些失神。突然他心中警铃大作，猛地反应了过来。然而为时已晚，一瞬间的震惊对于高手而言是致命的。轰！狂暴的能量瞬间炸裂，领域展开，众生平等；领域展开，冰封领域；领域展开，无限纷争；领域展开，无尽剑域；领域展开，召唤师峡谷。几乎同一时间，之前还处于认真倾听状的4大队长以及萧振华，简直毫无征兆的一齐出手，堪称全员演员。5种狂暴的领域之力瞬间笼罩在严长寿的身上，众生平等压制了他的能力，冰封领域冻结了他的躯体，无尽剑域幻化出的宝剑钉住了他的四肢，而召唤师峡谷则是召唤出一位人形狗头的游戏人物，给严长寿挂上一记枯萎，让他好像一瞬间身体被掏空，宛若阳痿。无限纷争则是幻化出数位犹如兵马俑一般的士兵，将他团团包围。在全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严长寿已经被限制的死死，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这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连1秒都不到，已然尘埃落定。什么情况？方修的预言当场应验吗？为什么总部的队长会对严长寿出手？无数疑问涌上众人的心头。动手！部长突然沉声下令，此时的他脸上早已没有了丝毫的微笑，有的只是铁血与威严。随着他一声令下，无数士兵如潮水般涌入会场。这时人群中突然传来数道惊呼声：不好，计划败露，快救严队长！原本属于严长寿的人当即不再伪装，纷纷施展能力，有的想要突围逃跑，有的则是朝严长寿冲去，打算救人。一些看守会场的士兵、工作人员甚至学员中都发生惊变，只见这些人身上的衣着纷纷爆裂，脸上皮肤如融化的蜡烛般纷纷掉落，肌肉如肿瘤般疯狂蠕动，有的长出了触手，有的长满了肉瘤，还有的长出数条裸露血肉的畸形手臂，他们竟纷纷变成了诡异。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人无一例外脸上全部戴着扑克牌的面具。黑桃、梅花、方片、红桃，喊杀声、惨叫声、轰鸣声瞬间笼罩全场。原本还一片祥和的会场，在短短片刻时间彻底化作一处混乱的战场。而这一切的起因则是因为方修的预言，就如同赛跑比赛中裁判的信号枪一般。严长寿已经被俘，立刻投降，降者不杀。
李孝如大吼一声，嗓门之大，隐隐盖过全场的混乱。不过他的话还是有效果的，虽然影响不到扑克牌组织的人，但延长寿的人却很受影响。有人在犹豫间直接被总部的御灵师生擒，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强硬分子始终在顽强抵抗。延长寿，你的计划失败了，现在立刻让你的人停手。萧振华冷声道。然而延长寿根本没有看他们一眼，反而直勾勾地盯着方修，深不见底的眸光中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怒火与疯狂。你到底是谁？方修神色平静，一步步朝他走去，淡漠地注视着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延长寿。真是可悲，已经身陷囹圄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吗？你输的不冤。延长寿的瞳孔骤然收缩，猛地想到了什么。你是方修？当你决定对我出手的那一刻，你的未来便已注定。此言一出，延长寿还未说什么，方莫离眼眸猛地一亮，仿佛受到了某种点悟，学到了什么新知识，口中不断呢喃，似乎要将方修的语录牢牢记住。哈哈，你们以为吃定我了？延长寿骤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下一刻，他被控制住的身形竟然不断鼓动，一条条触手，眼珠从半边身子浮现。其他几位队长见状，顿时眉头一皱。而就在这时，枪！一声宛若龙鸣的剑鸣响彻天地，在场的所有人只感觉被一道璀璨的剑光刺得双目生疼。方莫离出手了，他的手中出现一把剑，通体散发着神圣的金光，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正是轩辕剑。此剑一出，一股无可抵挡的煌煌天威笼罩全场，所有人在这一刻皆感觉自己无限渺小，仿佛蝼蚁面对天渊，凡人见到天神。这就是轩辕剑吗？方修目光闪动，他竟然从此剑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类似饕餮的压迫感。两者孰强孰弱不可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位格是一样的。面对轩辕剑或者饕餮，皆给人一种不同维度的感觉，就如同低维生物面对高维，凡人面对神奇，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如果说饕餮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兽，那轩辕剑就是神器。唰，一剑刺出，延长寿的身躯直接被洞穿，在洞穿的那一刻，一切异状戛然而止。他怒目圆睁，死不瞑目。现实不是动漫，没人会给你变身的机会，再强的招式，施法前摇太长，不过是累赘。这也是为何顶尖高手对战往往都采用最简单的招式一般，快 0.1 秒刺中对方，远比舞2个剑花来的漂亮。解决完延长寿，方莫离还不忘来上一句：当我出剑的那一刻，你的未来便已注定。主打一个现学现卖。众队长。然而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延长寿的身体竟然缓缓泯灭，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他的尸体处只留下了一个被刺穿的枯草编织的娃娃。众人顿时色变，该死，替劫鬼娃！方莫离的脸色极其难看，也不知道因为没杀死延长寿，还是因为装逼失败。轰隆隆！突然间，一阵地动山摇，在远处西北角方向，半空之中竟凭空出现一扇通体漆黑，其上刻画着地狱般景象的高大门户，是延长寿的鬼门关。快，阻止他！众队长一个个惊怒交加，当即就要冲过去阻止延长寿。然而惊变再度发生，只见陷入混战的场中，空间竟凭空扭曲，待光华一闪，5道身穿制式黑衣、头戴扑克牌面具的身影出现在场中。随着5人的现身，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而这5人的面具赫然是黑桃 A、方片 A、梅花 A、红桃 A 以及大王牌 Joker。萧振华顿时面色凝重，死死地盯着带有小丑面具的那道人影。他第一时间护住部长以及方修，不断地向后退去。这时，西北角天空中的鬼门关已然打开，仿佛无穷无尽的蛇虫，诡异争先恐后地从中涌出，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黑桃 A 见到被萧振华护在身后的方修，不由对大佬越发崇敬。大佬不愧是大佬，即便到现在还没有被人发现。不行，既然大佬在注视着我，我也不能让大佬失望，必须找个机会脱身去杀延长寿。到时候大佬在院长面前嘉奖我几句，岂不是一飞冲天？这是绝不能让组织中的其他人知道，这份功劳只能是我的，这里有我就够了。你们去阻止延长寿。方莫离并没有使用轩辕剑，而是手持心灵之钢打造的长剑，独自上前，一人直面 Joker 5人。你们一个也走不了。Joker 面具之下传来一道淡漠的声音，只见他抬起苍白的手掌，对着空气猛地一压，轰隆隆，骤然间风云色变，天空之中电闪雷鸣，数道狂暴的雷霆不断地朝众位队长劈去。几位队长纷纷施展自身手段抵御雷霆，虽然没有受伤，但身形却被阻止。梅花 A， 别喝了，该干活了。红桃 A 低喝一声，而此时的梅花 A 手中正拿着一瓶台子，疯狂地往口中灌酒。他放下酒瓶，顿时豪放大笑，哈哈，还得是50年的台子，要不是这次任务，我可舍不得喝。闭嘴，赶紧动手！莫急，金尊沉绿矣，酒醉死不息。领域展开，革金尊酒醉。在梅花 A 的豪放笑声之中，天空之中竟隐隐出现一个巨大的金尊虚影。金尊倾斜，晶莹剔透的酒水带着酒花，犹如9天银河一般倾泻而下。神奇的是，当瀑布般的酒水落下，在半空中却全部蒸腾气化。仅仅瞬间，一股浓郁至极的酒香弥漫全场。待酒香弥漫，只见场中那些还是普通人的士兵，竟然全都东倒西歪，一个个犹如喝醉了一般，一头栽倒在地。不止普通人，就连御灵师们也受到了影响。方修也闻到了这股浓郁的酒香，大脑猛然眩晕，好像被人强灌了好几斤高度白酒。不过这种程度无法对他造成影响，稍稍运转痛苦之力，一股极致的痛苦涌遍全身，大脑瞬间清醒。他身旁的部长可就没那么好运了，直接一头栽倒在地。如果不是萧振华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估计会摔得头破血流。快，先离开这里！萧振华连忙护着部长与方修离开。
部长和方修是他必须保住的，这比战斗更加重要。面对浓郁的酒气，队长级别的人物并没有受到影响。唉，方莫离轻叹一声，本想保留一点实力，为什么非要逼我？他再度拿出轩辕剑，煌煌天威降世，仅瞬间，天上狂暴的雷霆便被剑气冲散。不过随着他使用轩辕剑，他的脸色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起来。这就可以理解了，按照方莫离喜欢装逼的性格，没道理放着如此强大的轩辕剑不用，只是因为使用轩辕剑的消耗太大，不能轻易动用。面对轩辕剑 ，Joker 等人的眼中明显闪过一抹忌惮之色，但他们并不慌乱，显然早有对策。所有人散开，去总部各处破坏。随着 Joker 的一声令下，黑桃 A 等人瞬间朝四面八方散开。什么？可恶！几位队长的脸色变得极度难看，但根本顾不得其他，只得也纷纷散开，去分别阻止扑克牌组织的人。Joker 冷冷一笑，方莫离，即便是你也分身乏术，那我就先杀了你。方莫离罕见的动怒了，手持轩辕剑，整个人化作一道剑光朝 Joker 冲去。但 Joker 似乎早有准备，身上传来一阵鬼气的波动，身形瞬间如融化了一般，融入地面，消失不见。方莫离眼中冷光爆闪，头也不回的朝鬼门关的方位冲去。可半路中 ，Joker 突然现身，单手挥舞，竟从天空之上招下一条咆哮雷龙，长达100米的雷龙将方莫离暂时阻挡。哼，藏头露尾的鼠辈！无尽剑域，枪！无尽的剑鸣之声宛若龙吟般响起，以方莫离为中心，在他四周天际竟凭空出现数以万计闪烁着冷光的长剑，每一柄长剑之上剑气喷涌，仿佛带有撕裂空间的力量。一时间剑如雨落，疯狂地攻击着地面，似乎要找出 Joker 真身。Joker 则是不断移形换位，根本不与方莫离正面战斗。而鬼门关中，越来越多的强大诡异从中涌出 ，B 级、A 级乃至 S 级。鬼门关剧烈变形，从中伸出一双苍白干枯的手臂，紧紧抓住两侧门框，用力一拉，咔嚓，鬼门关轰然破碎。而那只 S 级诡异也成功走出。苍白干瘦的四肢，干瘪嶙峋且皱着的身躯，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具刚从福尔马林中捞出来的干尸。脸上长满细小的红眼，额头上有着一对昆虫一样的触角，在他的背后还有着一对蝴蝶般的血色磷粉翅膀，简直就像是人形干尸与大扑棱蛾子的结合体。他闪动着血色的翅膀，轻轻挥舞，腥臭的狂风吹拂，污浊的血雨落下，所过之处如同被强酸腐蚀，寸草不生。忽闪忽闪，他似乎嗅到了人肉的气息，朝着人多的地方飞去。场面越发的混乱。撤退中的方修平静地看着混乱的场面，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回荡，因为回荡也无用。这一切仿佛注定了一般，无法改变。延长寿拥有抵挡致命伤害的 T 阶鬼娃，面对轩辕剑的一击都没死，这也就意味着根本无法阻止他打开鬼门关，放出扑克牌组织提前从彼岸收集的诡异。哪怕回荡到开会之前，提前去庄园抓捕延长寿也没用，没办法秒杀他，鬼门关早晚会开。鬼门关一开，就是扑克牌组织动手的信号。总的来说，这次总部已经算是占了先机，提前安排兵力，提前找出一部分伪装成工作人员的扑克牌的人，没有被打得措手不及。接来下拼的只能是硬实力。方修并不觉得自己会输，因为他还有后手。延长寿看着破碎的鬼门关，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此时他的样子十分狼狈，半边身子完全诡异化，胸前有一道贯穿全身的剑痕，伤口处血肉翻涌，似乎想要愈合，但却被一股强横的力量阻挡。虽然狼狈，但他的嘴角却勾起一抹残忍笑意，眼中满是恨意。方修，你能提前洞悉我的计划又如何？没有人能阻止我打开鬼门关，你们所有人都要死！咳，他突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甚至还有不少血肉碎块。轩辕剑果然名不虚传，想不到我即便使用了 T 阶鬼娃，居然还不能完全转移伤害，轩辕剑气竟顺着我与 T 阶鬼娃之间的联系斩了过来。幸亏方莫离不能完全发挥轩辕剑的威力，要不然我必死无疑。这次没能偷袭成功，方莫离只能硬拼了，这是唯一的机会，不成功一切都将功亏于篑。延长寿眼中闪过一抹决绝之色，扑克牌组织同样也很清楚，好不容易收集了诡异，成功在总部放出，即便没能除掉方莫离，此时开弓没有回头箭，再也不会有下一次机会了。此时延长寿只能祈祷一直以来都十分神秘的 Joker 能给点力，不求打败方莫离，至少能够拖住。因为使用轩辕剑的消耗巨大，所以方莫离并不持久。正在这时，远处一道人影疾驰而来。严队，您没事吧？温阳一脸关切地跑了过来，见到自己最信任的手下，延长寿眼底闪过一抹杀意。